来人，给我用冷水把大小姐泼醒。今日她不想去庄子里养病，也得给我去。苏瑶一时刚回笼，就听到刺耳尖锐的女声，紧接着一盆冰冷的水就泼到了身上。感受到那刺骨的寒意，苏瑶打了个激灵，她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此时身处一个霉味四溢、破旧不堪的房间里，床边围满了丫鬟婆子。只一眼，苏瑶就明白自己是来到了用功德兑换的古代世界里。想到刚才有人泼了自己一身冷水，苏瑶没再细想下去，眼下自然是收拾人最重要。她凝神垂眸环视一圈，目光最终锁定在那个浑身珠光宝气的30多岁妇人身上。死丫头，眼神怎么这般恐怖？难道不傻了？刘婉看到苏瑶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浑身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苏瑶没有说话，皱着眉头3两步走上前，一把抓住刘婉的头发，扯着她的头发往房间外面走。啊，死丫头，你敢抓我头发，反了你！刘婉疼得面目狰狞，她伸手狠狠地撕扯着苏瑶的手，试图挣脱。苏瑶将她头发拽死，看到外面有口水缸，把人拽出去，然后一把将刘婉的头按下去。咕嘟咕嘟，救命！看到刘婉狼狈的模样，苏瑶露出满意的微笑。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一众丫鬟婆子听到刘婉的呼救，这才反应过来。快将大小姐扯开！一个婆子边喊边冲上来。苏瑶抿唇，一脚将婆子踢开。哎呦！那婆子没料到苏瑶力气那么大，被踹得摔在地上，捂着膝盖，疼得直打滚。婆子缓过来，看到丫鬟小厮们都愣着不敢动，忙呵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拉开大小姐！丫鬟小厮听到这，都战战兢兢地上去拉苏瑶。然而苏瑶一身武艺，怎么会被他们欺负了去？他们手还没碰到苏瑶，就被苏瑶一脚踹了出去。苏瑶踢完人，觉得差不多了，将刘婉的脑袋从水缸里提起来，然后猛地甩到地上。做完这一切，苏瑶慢条斯理地整理起了自己的衣服。此时的刘婉已经晕死过去。丫鬟婆子看到这，手忙脚乱地走到刘婉旁边。快看看夫人如何了！张嬷嬷伸出手探了一下鼻息，看还有气，顿时松了一口气。快，扶夫人回去，给夫人找大夫。张嬷嬷此时也顾不得苏瑶了，手忙脚乱地将人扛走，找大夫。小院子一安静，苏瑶顿时觉得脑袋清明不少。将院子门关上后，苏瑶开始理自己的思绪。她其实原本已经被车撞死，因为生前人善，积攒不少功德，所以得了个系统。在系统的安排下，她在99个世界里做任务，做完了任务，积攒够了功德，这才得以一世重生。借着脑海里的记忆，苏瑶知晓了自己此时的身份是大宋国丞相府一个刚失去母亲不久的痴傻嫡女，年方11。而方才被自己收拾了的人是丞相府那刚被抬为妻子的妾室刘婉。刘婉来找原主的原因，是因为原主自小和二皇子有婚约，他想趁着丞相不在府里，将原主赶到乡下的庄子里，然后让他悄然消失，最后让自己的女儿苏玉如顶替原主与二皇子结亲。想到刘婉的打算，苏瑶挑了挑眉。她闭上眼睛，看到脑海里那个陪自己闯过99个世界的物资空间还在，嘴角微微上扬。呵呵，想要把我赶去庄子里？可以是可以，不过府里财物我都得带着，宠妾灭妻的渣爹还有贱妾，锁死！祝你们久。打定主意，苏瑶从空间里面找了一身与这个朝代类似的衣服换在了身上。换完衣服，苏瑶又从空间里面拿出一些吃食，简单的填了腹。吃饱喝足后，苏瑶便懒洋洋地靠坐在椅子上等着。约莫1个时辰后，刘婉带着女儿苏玉如和一大帮人折返回来。丑八怪，你敢把我娘往水里摁？苏玉如如今也不过10岁，却浑身不见半点孩童的天真，整张脸写满了嚣张跋扈。苏瑶听到苏玉如的声音，抬眸看向几人，想到苏玉如说的那3个字，苏瑶脑海里出现一张半张脸都长满红斑的小脸。刘婉看到苏瑶那清冷的眸子，立马想起刚才她死命将自己往水里摁的事情，心里有些犯怵。她伸手将苏玉如拉到身后，玉如，你往后些，这丫怕是岳家疯了。娘，我看这丫头不是岳家疯了，是之前都在装疯卖傻。苏玉如恶狠狠地盯着苏瑶，小贱蹄子，我劝你最好乖乖去庄子里，再作妖，我让人把你扒光丢进乞丐窝。苏瑶本来是想着苏玉如年纪小，不跟她计较的，但是她没想到这丫头心肠如此歹毒。看到苏玉如小小年纪说话就这般恶毒，苏瑶心里没了负担。她一个跨步走到苏玉如身旁，伸手拽住她的头，嘴巴不干净，我来帮你洗洗。苏玉如刚想挣扎，口鼻就被水浸满，咕嘟咕嘟，熟悉的咕嘟声听得在场的人头皮发麻。玉如，贱蹄子，你快放开我女儿！刘婉虽然心里有些惧怕苏瑶，但是看到女儿痛苦的在水缸里挣扎，也只能忍着发麻的头皮去拉苏瑶。
几个丫鬟婆子看到这，也连忙跟着上前拉苏瑶。苏瑶这次没再跟几人争执，将苏玉茹揪起来甩倒地上。看到众人仍旧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苏瑶轻蔑一笑：“不就是想要把我赶出家门，让我去庄子里自生自灭吗？”我去。刘婉听到苏瑶竟然说出条理清晰的话，也顾不得在地上狼狈咳嗽的女儿了。苏瑶，你不傻了？苏瑶眸光幽深几分，备马车吧。苏瑶说完，转身进了那破旧不堪的小房间。依着脑海里面的记忆，苏瑶拿上了母亲留下的玉佩，其他的一动都没动。她也没有丫鬟，孑然一身，拿完玉佩就往外走。刘婉看苏瑶来真的，怕她反悔，赶忙让人备马车。快去准备马车。柳婉早就有所准备，所以苏瑶来到大门口时，一辆老旧的马车已经停在了那里。苏瑶来到马车前，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这座富贵非凡的府邸，然后毫不留恋地转身上了马车。刘婉看苏瑶真的上了马车，顿时松了口气。张嬷嬷，你安排的人呢？可跟着了？张嬷嬷行了一礼，夫人放心，已经跟着了。这王婆子，只要给她钱，她肯定帮我们死死盯着那丫头。您放心，保证她出不了庄子半步。刘婉看到这，长舒一口气。苏瑶上了马车，看到马车里有个婆子，也没在意。马车缓始动，苏瑶掀开车帘，看着珠光宝气的刘婉，意味深长地笑了。第2章搬空相府。注：女主不是人命如草芥的冷血无情女主，介意勿近。刘婉看到苏瑶的笑，狠狠打了个寒战。这件丫头，难不成被鬼上身了？眼神恐怖不说，还不傻了？张嬷嬷笑了笑，夫人不必忧心，她不傻了又如何？仍旧翻不了身。刘婉听到张嬷嬷的话，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你说的对，从此以后相府就只有玉茹一位嫡小姐，二皇子的婚事也只能是玉茹的。苏瑶自上了马车，那婆子就一直盯着她。看苏瑶掀开窗帘往窗外望，王婆子悠悠开口：“大小姐，老奴劝您还是好好跟我去庄子里，去了庄子您好好待着，我保准饿不着您。您要是乱跑，让老奴不好交差，我可是会对您不客气。”哦，你怎么个不客气？苏瑶抬眸，神色淡淡地看着王婆子。王婆子听到苏瑶说话竟然如此清晰明朗，根本不似一个傻子，愣了一下。苏瑶看婆子愣住，从空间里面拿出一粒以前研制的适中丸，趁婆子不备塞进其嘴里。嘴里出现异物，婆子立马想要吐出来。苏瑶可不给她机会，一把捏住她的下巴，让婆子不得不吞了下去。你给我吃了什么？婆子意识到自己吃下苏瑶的东西，心里生出几分惧意。适中丸若是奴才不听主子的话，或是背叛主子，便会七窍流血而亡。苏瑶风轻云淡的开口。婆子听到苏瑶的话，拼命的抠着喉咙，想要将吃进去的适中丸抠吐出来。没用的，我的要入口即化，就算你吐出来了，药效依旧在。婆子听到苏瑶的话，也不抠喉咙了，她身子往马车后靠了靠，与苏瑶拉开距离。你想糊弄我？老婆子我才不上当。苏瑶微微一笑，是不是糊弄你？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苏瑶说完，优雅地掀开裙摆，然后伸腿，一脚将婆子踢下了马车。滚下去，你太脏。幸亏马车速度不快，婆子这才没有摔出个好歹。马车夫看到婆子摔了，连忙停下马车去扶人。王婆子，你这是怎么了？王婆子从地上爬起来，咬着牙爬了起来。她怒气冲冲，想要去跟苏瑶理论一番，可刚想掀开车帘，她就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剧痛，那剧痛迫使她疼得直打滚。啊，痛痛痛！马车夫看到婆子这癫狂的模样，害怕的后退了些。现在可是知道痛了？方才我都让你听话了。苏瑶听到外面的动静，掀开车帘，笑意盈盈的开口。马车夫看到苏瑶的笑，狠狠地打了个寒战。你把这个给他吃下去。马车夫听到苏瑶的命令，下意识接过苏瑶手里的药。就在他犹豫不决要不要把药喂给王婆子的时候，王婆子一把夺过药，塞进了嘴里。药一下肚，那钻心的疼痛立马减少了些许。王婆子这下知道苏瑶不好惹了，意识到自己的小命捏在苏瑶手里，不敢再放肆，麻溜的跪好，然后还低眉顺眼的给苏瑶磕了个头。大小姐，老奴知道错了，求您放老奴一马，往后我愿当牛做马服侍您。苏瑶轻嗯一声，走吧，先找家客栈休息。王婆子闻言，立马从地上爬起来。是，大小姐。王婆子看一旁的车夫愣着不动，伸手推了他一把，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大小姐说什么吗？找个最好的客栈，小姐要休息。王婆子态度转变得如此快，车夫有些疑惑。王婆子，你刚才的态度可不是……什么刚才？赶紧赶马车！王婆子说完，坐到了车厢外特意留给下人坐的位置那里。
车夫见状也不管了，安心上去赶车。他按照王婆子的话，找了京城最好的客栈。大小姐，客栈到了。王婆子毕恭毕敬地守在马车外。苏瑶想到自己脑海中的记忆里，原主脸上有着一大块标志性红斑，从空间里拿出一块面纱戴在脸上。戴好面纱后，苏瑶这才下了马车。刚下马车，一个小二就热情地迎了过来。这位小姐，请问是吃饭还是住店？苏瑶看了一眼那装潢华丽的酒楼上面的牌匾，金黄楼3个大字。看起来消费不低，不过他很快就会很有钱。住店。好嘞，我们这儿有上等房间、中等房间和下等房间，小姐你要哪种？苏瑶还没说话，王婆子就凑过来表现。我们大小姐要住，自然是上等。小二点了点头，好的，上等房间一间是10两银子。王婆子一听，立马发出尖锐的质疑：10两银子，抢钱啊！小二笑着解释，我们这是京城最好的酒楼，上等房间原价15两白银，10两银子是刚开业才有的低价。王婆子算了算自己攒的那点老本，也就才12两。想到自己的小命还捏在苏瑶手里，她最终还是哭丧着脸拿出10两银子。苏瑶看到她那不值钱的模样，白了她一眼，一会还你双倍。王婆子听到苏瑶的话，一下喜笑颜开，多谢大小姐体恤。苏瑶看了王婆子一眼，跟着小二上了楼，休息2个时辰再去庄子里。王婆子本以为苏瑶已经不打算去庄子里了，听到苏瑶还要去庄子里，神色有些纠结。刘婉的打算他是知道的，虽然他只是吩咐自己看着苏瑶，可是苏瑶去了庄子里肯定会被算计。现在自己已经成了苏瑶的人，要是苏瑶有个好歹，自己肯定也不得善终。自己孑然一身，出了什么事不打紧，可破庙里的那些孩子。王婆子转念想到苏瑶方才治自己那一手，又突然释然了。大小姐这般厉害，应该能躲过夫人的算计吧。王婆子在心里思索着。看到苏瑶上楼了，王婆子赶紧跟着苏瑶上了楼，守在门外伺候。你去休息吧，开个房间，回头账我都算给你。苏瑶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可不能让王婆子守在门口。是，大小姐。王婆子见状，行礼下去了。苏瑶进了房间，将门反锁，然后又将窗户关上，检查一番，确定无人能窥探到房间里面，闪身进了灵泉空间。进了空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栋连排的别墅。第一栋是住宅，苏瑶以前安装了发电机，弄好了水电，用来居住。其余几栋则放着苏瑶在99个世界里面积攒的各种各样的物资。在连排别墅的正前方有一处灵泉眼，灵泉水有着延年益寿、美容养颜的效果。苏瑶大概扫了一眼空间，没发现空间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便进了第一栋别墅。进了别墅，苏瑶换了一身男装，然后坐到了梳妆台前。看到镜中那张与自己少年时有9分相似的脸，苏瑶有片刻的失神。系统，这是你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安排？苏瑶喃喃说了一句。不过在来到这个世界前，他已经与系统切断了联系，所以他已经和系统无法联系了。感慨片刻后，苏瑶伸手摸上了脸上那块红斑，察觉红斑不似正常的胎记，苏瑶给自己把了一下脉，这一把脉就发现了问题。第3章搬空相府2，好狠的心，从娘胎里就下毒。苏瑶没有立刻给自己解毒，拿出遮瑕膏将这块红斑遮了起来。遮完红斑，苏瑶稍微描蹙了一下眉毛，然后又打了一下修容，修改一下脸上的整体轮廓。做完这些，苏瑶将细软的秀发高高扎了起来。看着镜子里那个稚嫩秀气的小公子，苏瑶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梳妆台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苏瑶出了空间，打开门看了一眼，确定走廊外面没人，苏瑶快速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酒楼。这小公子怎么这般眼熟？王婆子坐在马车上，看到苏瑶多看了几眼。车夫笑了笑，金种贵公子哪个不是长得这般俊秀，看多了自然觉得眼熟。王婆子想也是，挠了挠头，没再关注。苏瑶出了酒楼，便随便找个人问路，寻回了丞相府。虽然现在是青天白日，但是苏瑶并不在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环境带来的问题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他拐进无人的巷子里，寻了一面丞相府的墙壁。苏瑶站在丞相府外墙边，伸出纤细的素手运了一下气，随后将气凝聚至脚下，脚尖一点，轻松越过高墙。此时刚好是用午膳的时候，除了看门的小厮丫鬟，府里面几乎没什么走动的人。依着脑海里的记忆，苏瑶知道现在刘婉和苏玉茹此时正在前厅用膳，所以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2人的卧房。苏瑶小心地避开人，七拐八拐，率先来到了苏玉茹的卧房。看到苏玉茹卧房外面还有丫鬟把守，苏瑶拐到了那卧房的另一侧窗口那里。苏瑶左右看确定没人后，
从空间里拿出一根铁棍，小心地撬开窗户，然后悄然摸了进去。进到房间，看到里面的装潢，苏瑶心里一阵感慨：啧，不愧是受宠的女儿。看这个价值不菲的楠木家具，镶嵌着金边的精美瓷器，雕着精致花艺的雕花大床，还有这绸缎锦被和这满抽屉的珠宝首饰。可惜啊，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了。感慨两句，苏瑶将所有的一件件东西全都收进空间。收完所有值钱的物件，苏瑶在房间里面逛了一圈，抬脚的时候没注意，轻踢到一个古铜色的小铜壶，低头一看是尿壶，顿时恶心的反胃。尿壶？哦，太恶心，留给他吧。苏瑶说完，头也不回的跳窗户走了。从苏玉茹的卧房里出来，苏瑶又寻去了刘婉的房间。刘婉的房间比苏玉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装潢更加富贵华丽。苏瑶走到梳妆台前，伸手拉开梳妆台的柜子，这一看差点没闪瞎眼。鸽子蛋大小的夜明珠，各式各样的宝石珠钗，在窗边的透进来的日光照耀下，反射出彩色的光芒。这丞相府才刚兴起没几年，怎么这么多宝贝？就是这刘婉娘家也没什么钱啊，难道是原主母亲的嫁妆？苏瑶心里有些怀疑，她含泪将整个梳妆台都收空间里。梳妆台一收走，底下藏着的一个盒子就显露出来。啧，私房钱！苏瑶兴奋地撬开盒子上面的锁头，打开了盒子。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是一盒金元宝。就一盒金元宝？苏瑶不相信，以刘婉这贪婪的脾性，私房钱就只有这一盒金元宝。细细打量了一下盒子，发现盒子很是厚重，很可能有双层。他将金元宝全都收进空间里，果然发现底下的暗层。掀开底下的暗层，一大叠银票就显露在眼前。啧，一张1000两，足足有上千张了。苏瑶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将装着银票的盒子收进空间里后，苏瑶又将整个房间全都搬空。这次他照例留下一个尿壶，伤害性不高，侮辱性很强。搬空房间后，苏瑶又从爬进来的窗口跳了出去，继续下一个目标：渣爹苏有德和庶弟苏俊的卧房。苏瑶将窗户复原，刚想寻去渣爹苏有德的院子里，就听到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夫人，这下您不用担心了，这小贱蹄子熬不了多久的。是啊，到时候您就能高枕无忧了。这下二皇子的婚事就一定是咱们小姐的了。呵呵，你们这几个丫鬟婆子这几日嘴怎这般甜，有赏。本欲要去，苏瑶听到是刘婉的声音，调转了一个方向，放弃了欲要搬空渣爹苏有德和庶弟苏俊卧房的打算，直奔库房。反正渣爹苏有德值钱的东西应该都在库房，去不去他的卧房无所谓。为了一个卧房，失去一个库房，有些因小失大了。打定主意，苏瑶加快了脚步。他前脚刚离开，后脚刘婉就推开了自己的卧房。啊！苏瑶听到尖叫声，嘴角微微扬起。惊喜吧？刘婉看到卧房空空如也，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伸手揉了揉眼睛，然后又关上门，重新打开看了一遍，确定自己房里的东西确实凭空消失。刘婉脸色一下沉了下来。哪个小贼如此胆大包天，连我刘婉的东西都敢偷？来人啊，抓贼！本夫人就不信，就这片刻的时辰，这么多东西能被小贼全盗走。看门的丫鬟看到房间里面空空如也，吓得面色惨白。夫人，奴婢一直守在外面，未曾离开过半步。刘婉伸手狠狠抓住丫鬟的头发，一把将她拎起来。贱婢，连个门都看不好。丫鬟抬头看到刘婉那发狠的眼神，顿时直打哆嗦。夫人饶命！哼，等会再收拾你。刘婉一把甩开丫鬟。此时她并没有自乱阵脚，训斥完丫鬟婆子，就赶紧有条不紊让管家报官，然后招来家中护卫询问：你们怎么办事的？贼人混进来了也不知道。10几个护卫看到刘婉房间被搬空了，也吓得不知所措。夫人，属下一直在守着门口，并未。行了，一帮废物，现在赶紧去将贼人给我抓出来，这么多东西，定是跑不了多远。刘婉看到这些无能的护卫就来气，在心里暗暗打算着换掉一批。是，夫人。护卫们得到了吩咐，赶紧连滚带爬的跑出去。一群废物！看着空空如也的物资，刘婉顿感心力交瘁。安排好人去查贼人，刘婉就想坐下休息，屁股刚沾到椅子，就听到女儿焦急的呼喊音：娘，你在哪儿？娘！听到女儿这焦急的声音，刘婉顿感不妙。第4章不养废物。她起身快步出去迎接女儿。玉茹，娘在这。可是发生了何事？苏玉茹看到刘婉，顿时如同找到了主心骨。她伸手紧紧抓住母亲刘婉的手。娘，咱们家遭贼了，我房间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我那些珠钗宝物，还有二皇子送给我的香囊，全都不见了。刘婉听到女儿的话，心里咯噔一声。你房间里的东西也不见了？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苏玉茹反应过来，快步走进去。
看到那敞开的房门里那空空如也的房间，顿时愣在了原地。娘，怎么回事？您的房间？刘婉咬牙切齿，看来这贼人的胃口不小。苏玉如跺了跺脚，怎么办？二皇子给我的香囊不能丢啊。刘婉安慰地拍了拍女儿的手背，玉如别担心，娘已经报官了，家里的护卫家丁也全派出去了，这个贼人带着这么多东西，定是跑不远的。苏玉如听到母亲的话，心里的慌张少了几分。娘说的对，带着这么多东西，他跑不了。然而母子俩却是算错了，贼人不仅不跑，还潜进了府里的库房。苏瑶潜进库房的院子里，发现库房门上还锁着一把大锁，当即从空间里掏出一根细铁丝，熟练地用巧劲将锁打开。还好以前做任务学了开锁。苏瑶感慨一句，就要推门进库房里，隐约间好似听到了什么抓贼的呼喊声，仔细听是家里的那些护卫家丁正在奔走抓贼。啧，贼就在这里，往哪儿喊呢？苏瑶勾了勾唇，伸手推开厚重的库房门。吱呀，库房门口很大，整体呈方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书架，粗略地扫了一眼，约莫10几个。书架上堆放着层叠的书籍和各种各样的字画。苏瑶扫了一眼，便将10几个书架全都收进空间里。书架一清，一扇银黑色的铁门显露出来，和库房大门一样，铁门上锁着大锁。苏瑶轻车熟路地拿出细铁丝，轻而易举地将大锁打开。啪嗒，推开银黑色的铁门，眼前出现一个上千来平的大房间。房间整体分成了3个部分，最左侧堆放着一个个粮仓，中间放的是生活中的琐碎杂物，比如各种各样的布匹、衣物，还有一些制作精美的屏风、摆件。右侧堆放的则是一个又一个的宝箱。苏瑶在宝箱堆转了一圈，找到了单独放在一边的10几个镶着金边的宝箱。宝箱上缀着一个个大锁，仔细看锁上还有试图撬开的痕迹，这就是原主母亲的嫁妆。苏瑶拿出一根铁丝，伸进宝箱上的大锁里，啪嗒，镶着金边的宝箱打开，一堆字画立马出现在里面。字画上面全都镶着金边，看着就价值不菲。苏瑶简单打量一番，便挥手将所有宝箱都收进空间。将母亲的嫁妆都收进空间后，苏瑶又将库房其他东西全都收进空间里。看着空空如也的库房，苏瑶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好了，就暂且先收你们点利息。苏瑶原路出了库房的院子，听到外面抓贼越演越烈，脚尖一点，飞跃到了墙头上。苏瑶找了个僻静无人的院子，点了一把火，这才再次跃到墙头。本想顺着墙头悄然离开，结果转身却撞进一双深邃的眼眸里。白日行窃，少年的嗓音清冷明朗。苏瑶打量了一眼眼前的少年，约莫15、16岁，剑眉不浓不淡，眼眸乌黑深邃，模样精致的不像话。身上穿着绣着金边的黑色长袍，腰间别着块羊脂白玉，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只是觉得天热，上来吹吹风罢了，这位公子何必要无故诬陷好人？苏瑶说完，纵身一跃下了墙头。少年看到苏瑶身手干脆利落，顿时起了脸，才的心思，你若是缺钱，可来找我。苏瑶听到少年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用异样的眼神上下扫了少年一眼。古人都这般早熟，谢谢，我取向正常。苏瑶说完，便自顾自地离开了。留在原地的少年停留片刻，戴上古铜色的面具，转身离开。苏瑶回到酒楼，便将身上的伪装全都卸下，然后换上方才来时穿的衣服，来到停放马车的后院。王婆子和马车夫看到苏瑶出来了，立马整理衣服，走到苏瑶面前。小姐，小姐，休息好了，去庄子里吧。苏瑶说完，随手塞给王婆子一张银票，然后转身上了马车。王婆子看到苏瑶往自己手里塞银票，愣了一下。等苏瑶上了马车，她将银票拿到眼前看了一眼，看到上面的巨额面值，王婆子顿时紧张地吞了吞口水。50两，我的乖乖！车夫看到苏瑶，随手就给了张嬷嬷一张50两的银票，有些眼热，不过也仅仅是眼热而已，并没有嫉妒。他知道张嬷嬷这些钱根本就花不到自己身上。这下好了，你那帮小乞丐不用饿肚子了。王婆子没有说话，小心翼翼地将银票折好，塞到了怀里，然后扬起万分殷切的笑容，上了马车。多谢小姐赏赐，老奴一定好好伺候小姐，以后谁敢欺负小姐，我第一个弄他。苏瑶对王婆子的表率只是一笑而过，想起方才听到的两人的对话，出声询问。方才车夫说你养了一帮小乞丐。王婆子听到苏瑶的话，顿时愣了一下，看到苏瑶脸上没有怪罪的意思，她这才敢承认。小姐，那些都是些可怜孩子，每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奴看不过眼，便给了他们一口饭吃。苏瑶冷哼一声，哼，你倒是心肠好。
王婆子听到苏瑶话语里的讽刺意味，也不恼，低眉顺眼的。苏瑶看到王婆子是真的想好好伺候自己了，脸色缓和几分。我从来不亏待自己人，等安顿下来，将你那些小乞丐也一并带过来吧。该学武艺学武艺，该念书识字便念书，文盲可伺候不好我。王婆子听到苏瑶的话，心中顿时一阵狂喜。小姐，您的意思是，您愿意养着他们？不过我从来不养废物。苏瑶靠在车厢上，懒洋洋的开口。王婆子得到苏瑶的肯定，连忙跪下给苏瑶。小姐心善，老奴先在此多谢小姐，往后我一定会督促他们努力习武艺，好保护小姐。苏瑶摆摆手，行了，出去外面坐吧。王婆子微微颔首，满面红光的退出了马车。一个时辰后，马车在一个破败的庄子前停下。王婆子下了马车，看到那破旧的庄子，眉头不悦的皱了起来。小姐，夫人欺人太甚。苏瑶意味深长的瞥了一眼王婆子。第5章，相府吃糠咽菜，他见小宅逍遥自在。这破地方，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王婆子一愣，反应过来苏瑶话意思的意思，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小姐，我之前也只是拿钱办事，混口饭吃而已。两人说话间，庄子里的人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40、50岁的婆子。那婆子看到苏瑶，轻蔑的上下扫了她一眼。你就是大小姐吧？房间已经准备好，跟我来。王婆子看到这婆子态度如此恶劣，顿时气得脸都绿了。这时候她已经忘记自己一开始就是这种态度对苏瑶的。刁奴，见到大小姐不行礼，也不用敬语，谁教你的礼数？王婆子双手叉腰，怒目而视。那婆子听到王婆子的话，顿时捂嘴轻笑起来。大小姐？她是哪门子大小姐？你听说过哪家的大小姐会来这种鬼地方的？若是原先王婆子听到这些话，定是一点都不恼。可现在她成了苏瑶的人，且苏瑶待她也不薄，她听着这些话就感觉异常刺耳。她没有惯着那婆子，3两步走上前，伸手指着婆子的脑门开口对：来这地方怎么了？你一个为奴为婢的，竟然敢对主子说3道4？那婆子也不是善茬，看到王婆子指着自己的脑门骂，叉着腰就要骂回去。王婆子看出她的意图，直接伸手狠狠给了那婆子一巴掌。啪！那婆子没料到王婆子会直接动手，直接懵逼了。庄子里其他人上来关心她，她这才回过神。你一个贱丫头的老婆子，也敢打我？王婆子眯了眯眼睛，一个跨步走到那婆子面前，拽起她的衣领就左右开弓。啪啪！一连10几个巴掌，直接将那婆子抽成了猪头。谁贱丫头？没大没小，该罚。抽完，王婆子淡定地将婆子丢到地上，然后气定神闲地走到苏瑶身旁。小姐，累了吧？老奴扶您进去休息。跟着婆子出来的几个丫头看到婆子气势汹汹地出来，现在肿着一张脸躺在地上，也不敢拦着两人，唯唯诺诺地退到了一旁。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小姐收拾屋子！被王婆子一喝，几个丫头顿时打了个激灵，她们不敢再顾地上的婆子，推搡着进了庄子里。王婆子看到这，转头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婆子。那婆子被收拾过一顿，此时已经消停了，看到王婆子在看自己，她委屈巴巴地低着头，一声不敢吭。以后识趣些，别逼我修理你。王婆子说完，恭敬地扶着苏瑶往庄子里走。看到路上有石子，王婆子还走上前将石子踢走。小姐，这庄子的破太破了，您小心点脚下的石子。我倒是不知，你不仅做事干练，还如此细心。苏瑶对王婆子刚才的表现很是满意，她不喜欢撕逼，但喜欢看别人帮她撕逼。王婆子听到苏瑶的夸奖，脸上露出几分羞怯的笑容，嘿嘿，小姐不知道的可多了，以后小姐慢慢处，咱们事儿上见。苏瑶点了点头，你能收拾了庄子上的这些人，明日便将你那些小乞儿接过来吧，有女孩我便挑2个当丫鬟。好嘞，小姐。王婆子乐颠颠地答应下来。几个丫头见识过王婆子的厉害，不敢敷衍，很快就将庄子里最好的屋子给收拾出来。然而庄子里最好的屋子里看起来还是破旧的不成样子，铸锈的桌椅，灰扑扑的床铺，让整间屋子看起来十分破败。王婆子看着这破旧的房间，很是不满意。小姐，这哪儿像大家小姐的闺房啊，也太破了。苏瑶扫了一眼整间屋子，是有些破了。苏瑶可不会委屈自己，她现在什么都不多，就是钱多的没地花。明日你找人在庄子里建一个小宅，我们自己住吧。王婆子听到苏瑶直接要建小宅，张嘴欲言又止。苏瑶知道她担心什么，直接借着衣袖的遮掩，从空间里掏出一叠银票拍到桌上。钱的事情你不必忧心，尽管建就是。王婆子看到这也没了担忧。好，小姐，我一定给您建一座漂亮的小宅，让您住得舒舒服服的。苏瑶微微颔首。王婆子想起苏瑶一直没用膳，
拍了拍脑袋：“小姐，折腾这般久，您定是饿坏了。您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做午膳。”王婆子说完，行礼离开。很快，庄子里就响起鸡飞狗跳的声音。这鸡肥，抓了炖汤。咯咯喽，这池塘里有鱼，抓2条。还有虾，这羊不错。很快，苏瑶面前就摆好了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小姐，尝尝老奴的手艺。王婆子解下身上的裙带，一脸期待地看着苏瑶。苏瑶看了一眼桌上的8菜1汤，你这是将庄子上能吃的东西都搜刮来了。王婆子得意地仰头，就算是来到了小庄子里，小姐也不能受委屈。苏瑶笑着摇了摇头，这般多菜我定是吃不完的，坐下一起吃吧。苏瑶说完，将一双筷子放到了王婆子桌前。王婆子犹豫了一下，扭捏地坐了下来。小姐不嫌，那老奴便斗胆与小姐一同用餐了。苏瑶看到王婆子不顾止于礼教，心里对其多了几分好感。她没再说话，夹了一筷子青菜送进嘴里。味道不错。王婆子得到苏瑶的肯定，兴奋地搓了搓手。嘿嘿，小姐喜欢就好，快吃吧，饭菜凉了。王婆子闻言不再客气，大块朵颐起来。主仆2人，你一块我一块，吃得十分满足。他们这边吃得欢快，而另一边丞相府刚救完火。由于秋日风正浓，火势蔓延得极快，整个丞相府烧了一小半，火势才渐渐控制下来。火势就下来了，但是看着满目疮痍的家里，刘婉几人却是食不下咽。娘，这些个菜色怎么吃啊？苏玉如看着桌上简陋的汤汤水水，委屈的都快哭出来了。第6章，相府悲惨生活实录。从小到大，他哪次吃饭不是满汉全席，从来没有过这么清苦的日子。刘婉听到女儿的话，面露难色。玉如，那贼人将家里的钱财都盗走，家里又突然遭此大火，娘实在……苏玉如皱眉，不是还有那么多铺子，还有咱们的首饰吗？咱们的首饰您拿去做什么了？刘婉听到铺子脸上露出几分窘迫，她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接手铺子后管理不当，导致铺子全都亏空，便将锅推到苏瑶母亲身上。说起来，铺子娘就生气，先前各个铺子被那老贱人管着，每月都是盈亏，靠着家里的基底，这才撑下来。现在出了这件事，铺子没有银钱运转，之前订的货都无法交尾款，还要赔好些赔偿款。娘别无他法，就典当了家里的金银首饰，还有你爹书房那些古董字画。店铺是保住了，但府里还是欠下许多外债。玉如是娘没用，不过咱们先委屈几日，待你爹回来了，咱们就能恢复到以前的日子。娘，那贼人为何这般久都没抓到？官府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苏玉如听完，对盗窃的贼人越加怨愤。刘婉叹息：哎，许是你爹不在，那些人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苏玉如咬了咬唇角，一帮势利眼的东西，等我成了2皇子妃，当上了皇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刘婉看着女儿娇俏的脸庞，心里宽慰几分。乖女儿说的是，来，先吃饭，可不能饿着肚子。刘婉说着，将桌上的青菜夹给苏玉如。苏玉如看着那清汤寡水，闻着空气里的烟味，越来越来气，直接伸手猛地将饭菜扫到桌上，乒乓，饭菜全都扫落在地。好好，不想吃咱们就不吃了。刘婉看到这，连忙轻声哄着女儿。然而到了晚上，娘，我饿了，让下人传膳吧。苏玉如实在饿得不行了，从床上爬了起来。刘婉听到女儿饿了，赶紧转头去吩咐张嬷嬷。张嬷嬷，端些饭食上来。是，夫人。张嬷嬷下去磨蹭半天，最后端着一个托盘回来。苏玉如看清托盘上放着2个干馍，气不打一处来。贱奴，你就是拿这东西给本小姐吃？张嬷嬷面露难色。小姐，夫人，老奴实在没办法了。府里厨房都烧了，食材什么的一点都不剩，再加上这几日都没钱去采购，是一点菜也没有。这2个馍还是我去下人那边要来的。刘婉知道府里的情况，看到女儿又要发脾气，拿2个馍挥退张嬷嬷。玉如，别生气，今日先垫垫肚子，明日一早我去你外婆那里借些银两，让厨房给你做些好吃的。苏玉如看了眼那硬邦邦的干馍，气鼓鼓地躺回了床上。刘婉叹了口气，自己默默拿了一个馍，就着水吃了下去，感觉肚里有了饱腹感，刘婉这才睡下。半夜，苏玉如饿得不行了，从床上爬起来，看到桌上还有个馍，摸了摸饿扁的肚子，最终还是伸手拿起馍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几日后，丞相苏有德着急忙慌地赶回来了，看到妻子女儿饿得一脸菜色，顿时心疼得不行。婉儿，是我回来晚了，让你们受苦了。老爷，爹，母女2个看到苏有德，立马委屈地抽泣起来。老爷，库房被盗不说，宅子还被烧了大半，妾身没用。苏有德将刘婉拥进怀里安慰：婉儿，这都是贼人凶恶，与你们何干？你们放心，
我回来了，一定会抓到贼人，以后必定会让你们再过这种苦日子。苏有德拍拍胸脯保证。然而等他去处理实际情况，婉儿，你先将你从娘家带回来的银钱拿给我，我周转一下。婉儿，你能不能再从娘家借些回来？铺子账面周转不过来了。当晚，母女两人看着桌上的清汤寡水，欲哭无泪。他们这边日日过得苦兮兮，苏瑶那边却是过得无比舒服。小姐，今日宰只羊，给您做烤全羊吧。王婆子热切地看着羊群。苏瑶坐在摇椅上，抬眸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宰吧。好嘞。王婆子得到吩咐，立马指挥庄子里的庄户抓羊、宰羊、烤羊。吃着烤羊肉的时候，苏瑶突然想起来问问湘府的情况。湘府那边怎么样了？王婆子怕苏瑶问起，所以平日一直在注意湘府的情况。回小姐，听说湘府被窃后，整个宅子还被烧了大半。湘府里一日之间穷得叮当响，本来还有铺子可以变卖，相爷不愿意，为了保住那些铺子，他不仅问大臣们借遍了钱，还让柳氏回娘家拿钱。然而还是杯水车薪。您不知道，湘府的人现在过的日子那叫一个惨。听之前一起共事的丫鬟说，府里的主子现在每日都是吃糠咽菜，节衣缩食。啧，还好咱们搬出来了，不受殃及。王婆子咂咂嘴，脸上全是幸灾乐祸。苏瑶想到那母子吃糠咽菜、气急败坏的模样，心里就一阵舒爽。都这般模样，还不肯变卖店铺？王婆子摇摇头，那都是丞相府的根基啊，没了那些根基，丞相府就空了，相爷怎么会撒手不管？相府根基啊，那就好好保住吧。苏瑶嘴角露出戏谑的笑容。丞相苏有德为了保住那些铺子，到处借钱，节衣缩食，这种日子一过就是5年。5年后，娘，咱们终于不用过苦日子了。苏玉如看到家里的饭菜出现质的飞升，顿时欣喜不已。以后咱们家都不会过苦日子了，亏空的那些钱财，你爹已经都补回来了。想起自己费尽心思谋来这个位置，好日子没过几日，却被迫吃了5年的糟糠，刘婉就一阵心塞。娘，太好了，既然如此，那快拿些银钱出来给我定制衣裙吧，3日后的宫宴，我要惊艳4座。苏玉如闭着眼，幸福地憧憬着自己被万人追捧的场景。乖女儿，娘早就命人去定制你的衣裙了，你放心，这次娘一定让你艳绝天下，让二皇子挪不开眼。想到二皇子这些年对女儿表露的情绪，刘婉就一阵期待。娘听说这次宫宴就是给皇子们选妃的，玉如你提前跟二皇子说说，让他早点定下你们的婚事。苏玉如娇羞地捏着帕子，扭捏道：娘，二皇子对我的情根深重，他说过，只要跟苏瑶的婚姻解除，立马就会迎娶我。刘婉听到苏瑶的名字，眉头微蹙。这些年忙，我倒是无暇顾及那死丫头。思索片刻，刘婉招来张嬷嬷。张嬷嬷，你去庄子里看看那丫头死了没有，没死找回来。苏玉如听到母亲要将人找回来，有些不满。娘，您找她回来做什么？刘婉伸手拍了拍苏玉如的手，以示安慰。傻丫头，不把她叫回来，如何能让她快点跟二皇子退婚？你放心，我不会让她自在几日，到时候带她去参加宫宴，随便设法让她殿前失仪，这婚就退成了。苏玉如听到刘婉的打算，放心下来。娘，还是您想的周到。第7章，高调回府，让你们失望了。乖女儿，你就等着做尊贵的二皇子妃吧，到时候娘见了你都要给你见礼，哈哈哈。娘，您莫要取笑女儿了。苏玉如抓着刘婉的衣袖，笑得娇羞。5年后的苏瑶已经16岁，出落得十分娇俏美艳。这日也收到了刘婉要请她回去的消息。王嬷嬷，你怎么看？王婆子叫着太难听，苏瑶索性叫王嬷嬷。小姐，据我所知，宫里为皇子们选妃准备的宫宴就要开始了，这母女明显应该是冲着小姐您和二皇子的婚约去的。王嬷嬷是不希望苏瑶回去的，因为她在内宅伺候过，知道那刘婉母女的心肠有多歹毒。苏瑶拍了拍脑袋，瞧我这记性，倒是不知道我还有个未婚夫。守在一旁的侍女听到苏瑶的话，将手上的肉干一股脑塞进嘴里，然后着急地站出来。小姐，我查过了，想买咱们戏言配方的就是这皇子，这二皇子根本就是个愚蠢自大的废物，根本就配不上您。小姐，夏月说的没错，这傻帽确实配不上您。另一个面容清冷的侍女也轻声附和。夏月，冬雪说的对，配小姐的男人自然是要这世间最好的。王嬷嬷看着容貌越发美艳出众的苏瑶，一阵感慨，小姐这倾城容貌，怕是大宋第一美女在她面前也要逊色许多啊。我们家的小姐自是最美的，不用说大宋，就是整个大陆也找不到一人容貌能有我家小姐这般倾城动人。夏月不知道又从哪里拿出一块肉干，放在嘴里小口小口的啃着。行了，吃还堵不住你的嘴，再夸下去，你家小姐我就要觉得自己超凡脱俗了。苏瑶笑着摇了摇头。
夏月嘿嘿笑了笑，不再说话。冬雪沉思片刻，小姐，那咱们还回京城吗？苏瑶从摇椅上坐起来，当然要去。5年了，刘婉的苦头也吃得差不多了，该给他新苦头了。我顺便也去京城见见老朋友。对了，王嬷嬷，我记得京城还有几件事没处理是吧？王嬷嬷微微颔首，回小姐，确实有几件事，不过就是戏言还有暗夜阁的事情，都能搪塞过去，无伤大雅。苏瑶摇了摇头，既然都要去到了，那便一起处理了吧。王嬷嬷看苏瑶已经决定，躬身行了一礼，小姐，您看何时走？我好下去准备。苏瑶思索片刻，明日便走吧。王嬷嬷见状，下去安排。次日清晨，一辆奢华高调的马车缓缓往京城的方向驶去。丞相府，夫人，那丫头一会就到了。张嬷嬷恭敬地守在一旁。你去外面守着吧，人到了我们就去迎一迎。我当家主母的风范，自然是要拿出来的。刘婉脸上尽是得意之色。娘，我也去，我要看她坐着破马车，穿得破破烂烂的穷酸样。苏玉如勾着唇角，轻蔑得意地笑着。好，姐姐回来，你这个妹妹的事应该要去迎接。刘婉伸手怜爱地牵着苏玉如往外走。母女两人来到大门前，等了片刻，一辆破旧的牛车就停在了门前。娘，来了，来了，是这辆破牛车吧？苏玉如看到那辆破败的牛车，兴奋极了。应该是。刘婉看到那辆破牛车，嘴角扬起的弧度越发大。母女两人来到牛车前，等着打扮寒酸苏瑶的下来。然而等了片刻，都不见有人下来。娘，怎么回事？难不成还要您请他不成？苏玉如看到迟迟没有动静，不满地嘟囔。刘婉也是有些不满，但是大街上的百姓都在看着，她只能忍着心里的不舒服，装成贤淑的当家主母，走到牛车跟前，温温柔柔地开口：瑶儿，到家了，该下车了。然而回应她的是一阵浓浓的恶臭。什么味道？哦！苏玉如闻到这个味道，立马恶心地干呕起来。刘婉虽然闻着觉得恶心，但是一想到这是苏瑶牛车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她的笑容就越发的灿烂。瑶儿，怎么了？快下来啊！坐在驾驶位上的车夫硬着头皮走到了刘婉面前。夫人，我这是粪车，车轱辘坏了，我这才停在这儿。刘婉皱了皱眉，她不敢置信地掀开车帘看了一眼，当看到那一个个粪桶，她立马干呕起来。哦哦！车夫看到这，赶紧使劲推着抽着老牛，推着粪车离开。不远处的苏瑶将这一幕都看在眼里。小姐，咱们现在过去吗？王婆子看了一眼弯着身子干呕的两人。过去吧。苏瑶戴上面纱，遮住脸上提前画好的斑块。豪华精致的马车停在襄府门前。刘婉听到动静回头，看到是一辆精致富贵的马车，立马扬起笑脸，拉着苏玉如迎了过来。玉如，可是哪家的小姐来找你玩了？苏玉如看了一眼马车，茫然地摇了摇头。刘婉愣了一下，转头看了一眼马车豪华的装饰，那就是哪家的小姐夫人过来拜访了。他说完，和苏玉如期待地看着马车。马车车帘掀开，下来一个俊俏的丫鬟，丫鬟拿好凳子放好后，一只纤细柔嫩的手便紧接着伸了出来。小姐，您仔细些脚下。夏月体贴地伸手扶着苏瑶。苏瑶嗯了一声，由着夏月搀扶自己下了马车。刘婉看到苏瑶转头看向女儿，玉如，这女子你可认识？苏玉如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刘婉闻言，柔声询问，不知这位姑娘是哪位小姐？你家的。苏瑶戏谑地开口。刘婉一愣，随即轻声笑了笑。姑娘说笑了，我丞相府只有一个女儿，便是玉如。夫人怕不是记错了，府里明明有2位小姐。王嬷嬷从马车上下来，笑意盈盈地看着刘婉。刘婉看到王嬷嬷愣了一下，指着王嬷嬷转头找张嬷嬷。张嬷嬷，这不是那个王婆子吗？第8章，一言不合动手。张嬷嬷仔仔细细上下扫视王嬷嬷，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夫人，她就是王婆子。奇怪，王婆子不是被您派去看着那小贱蹄子吗？怎么？张嬷嬷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啪！抬头一看，竟是苏瑶身旁一个面容清冷的侍女打了自己。你凭什么动手打我？侮辱我们家小姐，该打！冬雪嫌弃地甩了甩手，淡定地回到苏瑶身边。苏玉如听到冬雪的话，瞪圆了眼睛。她看了一眼那豪华的马车，不敢置信地开口：你是内奸。看到一旁跃跃欲试的夏月，苏玉如赶紧改了称呼：你是苏瑶。苏瑶微微一笑：玉如妹妹，好久不见啊，你怎么变得这般清瘦？怎么，襄府竟这般穷，嫡小姐都送出去了，就剩你一个庶出的小姐，这都养不起。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调侃，气红了眼。你！路上都是来来往往的百姓，刘婉怕女儿口不择言，赶紧拉住她。我当是哪家的小姐呢？
原来是瑶儿回来了。你这从哪儿借来的马车，得赶紧还给人家才是。刘婉上下打量着豪华至极的马车，无论如何他都不相信这马车是苏瑶的，所以他语气轻佻又嘲讽。苏瑶没理会他的嘲讽，抿唇一笑，啧，我没坐方才的牛车回来，倒是让你们失望了。他说着不再理会两人，如正主一般让夏月扶着自己往府里走。贱蹄子，不过坐了一辆借来的马车回来，还真当你是什么高贵人物了。刘婉暗骂，他拧了拧手里的帕子，平复好心情，这才拉上女儿往府里走。苏玉如看着苏瑶潇洒离去的背影，牙齿都差点咬碎。娘，这丫头一来就打您的人，真是越发猖狂了。您就任由她骑在您的头上作威作福？刘婉给苏玉如顺了顺气，傻丫头，跟她生什么气？若是在其他地方也就算了，进了咱们相府，还不是任由我们搓圆搓扁？苏玉如听到刘婉的话，眼睛亮了几分。娘，您可有好办法？刘婉伸出手拨弄着新做的指甲。这还不好办，待会你就看娘怎么安排。刘婉说完，牵着苏玉如，扭着有些发福的腰肢往府里走。一进大厅，两人就看到苏瑶神情自若地坐在高高的主位上。苏玉如看到这一幕，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喘过来。贱丫头，那是爹爹的位置，你怎么敢？苏瑶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这位置可没写苏有德3个字。苏玉如没法辩驳，四处搜寻了一下，看到一旁的桌上放着茶盏，想都没想就拿过来一把扔过去。茶水虽然不烫，但是浇在身上一定是不舒服的。眼看茶水就要洒到苏瑶身上，一把伞唰地撑开，将茶水如数挡在外面。因为这把伞的缘故，苏瑶身上干干净净，滴水未沾。泼茶水来表示欢迎是吧？这个我会。夏月收起伞，二话不说就拿起一旁的茶盏往苏玉如那边扔。苏玉如根本就没想到苏瑶身边的丫鬟会直接回击，硬生生被茶水浇湿一身。娘！冷不丁被浇了一身茶水，苏玉如愤怒到了极点。刘婉看到这，赶紧帮苏玉如清理身上挂着的茶叶。玉如，别生气别生气，娘不会让她落得好。刘婉低语。苏玉如咬牙切齿，狠狠地盯着苏瑶，我要把那贱人按进水缸里，把她那丫鬟放进猪笼里面浸死。好，你先下去换衣服，娘来收拾她。苏玉如得到母亲的肯定，这才不甘地瞪了一眼苏瑶，由侍女搀扶着转身离开了。刘婉目送女儿离开，待苏玉如离开后，她调整了一下脸上的神色，转头笑意盈盈地看着苏瑶。瑶儿，你妹妹被我宠得有些骄纵了，你别跟她计较。苏瑶神色淡然，犯不上。刘婉看到苏瑶淡漠的眼神，捏了捏手里的帕子。瑶儿，舟车劳顿累了吧？我先问问管家府里哪个院子空着，给你安排一下。劳烦。苏瑶掀了掀眼皮。刘婉转头给自己身旁的张嬷嬷使了个眼色。张嬷嬷会意，小跑着下去，没一会就领着一个中年男人回来。夫人。刘管家，我唤你过来是想问问你，府里哪儿比较宽松，找个院子给瑶儿住，要雅致些的。刘婉看着苏瑶，笑得很是温柔。刘管家躬身行了一礼，这才开口，回夫人，东边的府乐阁正空着呢，院子大，环境也较为雅致。哦，府乐阁空着呢，那正好，瑶儿你回来的正是时候。苏瑶看着刘婉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挑了挑眉。她侧头看向冬雪，冬雪凑到苏瑶耳边低语，小姐，府乐阁环境确实雅致，但是那里面死过好几个姨娘，晦气。晦气？苏瑶倒是不介意这个，她微微颔首，转头看向刘婉。府乐阁是吧？我住。她说完，不再理会刘婉，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而后转头看向刘管家。劳烦刘管家带路。刘管家看到苏瑶那清冷的眼神，不自觉就转身去带路了。走了几步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刘婉的人，可轻易就听了苏瑶的话。刘管家在心里暗暗祈祷刘婉不会怪罪自己。事实刘婉确实没怪罪刘管家，看到苏瑶乖乖去府乐阁了，勾着唇把玩着指甲。张嬷嬷，东西可都放好了。张嬷嬷走到刘婉跟前回话，回夫人，已经放好，保准能吓死她。刘婉闻言，嘴角的笑意越发灿烂。苏瑶这边在刘管家的带领下，很快就来到了府乐阁。看着府乐阁雅致的布置，苏瑶很是满意。小姐，就是这儿了。刘管家扶了扶身子，苏瑶挥挥手示意他退下。王嬷嬷走到刘管家跟前，刘管家，麻烦你记住，这位不是什么小姐，是大小姐。刘管家连忙点头称是，是，大小姐，是老奴叫错了。王嬷嬷见状，这才转身放人走。刘管家看王嬷嬷侧身走开，赶紧快步离开。片刻后，他就出现在刘婉跟前。第9章，放毒虫咬自己。你确定这丫头可真住进了府乐阁？刘管家连连颔首，真住进去了，貌似大小姐还对府乐阁很是满意。刘婉听到刘管家对苏瑶的称呼，皱了皱眉，
但他也没说什么，挥手让刘管家下去了。夫人，这下这丫头不被毒虫咬死，也得吓个半死。张嬷嬷幸灾乐祸的开口：“毒虫咬死？张嬷嬷，你们做了什么？快说给我听听。”换好衣物的苏玉茹听到张嬷嬷的话，兴奋不已。张嬷嬷得到刘婉的示意，这才开口：“回小姐，老奴在府月阁放了好些蛇虫毒株，就算不咬死他，也能把他吓个半死。”苏玉茹一脸期待：“哈哈，好好好，做得好，最好让毒蛇咬死他。小姐，您放心，这丫头不死也得丢一魂。”张嬷嬷邀功似的开口：“张嬷嬷做得好，若是她真被吓死，我重重有赏。”苏玉茹眼里泛着金光，想到苏瑶被毒蛇咬到打滚求救的模样，她的嘴角就疯狂上扬。小姐，房内有人放了些毒虫。冬雪拎着一条毒蛇，面色如常的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苏瑶拿着扇子，悠闲的躺在躺椅上，闻言坐了起来。哦，毒虫，既然他们喜欢玩这一招，那就都给他们送回去吧。他说罢，又重新躺了回去。夏月踌躇了一下，看着毒蛇眼巴巴的开口：“小姐，这毒蛇能不能吃啊？”冬雪，苏瑶看了一眼那黑白相间的毒蛇，能吃，你若是想吃，便烤了吃吧。夏月闻言，喜滋滋的去接过冬雪手里的毒蛇。嘿嘿，小姐，那我去把这毒蛇处理一下。夏月对苏瑶说完，又眼巴巴的看着冬雪。冬雪，一条不够吃，你能抓多几条吗？冬雪嘴角抽了抽，虽然很无语，但是冬雪还是进去，将房间里面的毒蛇都弄死抓出来，顺便还将其他毒虫都清理干净，抓到一个罐子里。夏月也没闲着，跟着一起进去抓了。片刻后，夏月手上脖子上都挂着毒蛇，1条、2条、3条、6条呢。这刘婉还挺够意思，知道咱们没吃的，特地给咱们送食材。苏瑶轻笑着摇了摇头：“想吃便都烤了吧。王嬷嬷，今晚就吃烤串。”“是，小姐。”奴婢这就去准备。王嬷嬷立马出府去买了些食材回来。夏月将蛇处理好，然后美滋滋的升起了个炭火堆。冬雪抽空将罐子里的毒虫给两人送了过去，觉得单单送毒虫有些单调，冬雪又不辞辛劳的给两人送了点其他的小礼物。等冬雪送完礼物回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传出阵阵香味。“冬雪，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了？你把那些东西塞他们被子里没有？”夏月拿着一大把串，边吃边塞给冬雪。冬雪接过夏月手里的烤串，除了这烤串，其他都原数奉还了。不仅把东西给他们塞被子里，还额外送了些小礼物。“什么小礼物？”夏月停下撸串的动作。冬雪想起那个场景，有点犯恶心。“嗨嗨，吃完饭再说。”夏月闻言不再询问，美滋滋的吃起了烤串。“小姐，这蛇肉被你烤得太好吃了，下次我还要吃。”苏瑶看着满嘴流油的夏月，无奈笑笑，擦擦嘴上的油，又不曾缺你吃，这般着急做什么？嘿嘿。夏月接过冬雪递过来的帕子，胡乱的擦了一下嘴角，又继续美滋滋的吃了起来。另一边也正在用膳。“娘，我吃好了，先回去了。”苏玉茹走了几步，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折返回来。“对了，娘，那边怎么没动静啊？”刘婉给了苏玉茹一个放心的眼神，兴许这贱骨头反应迟钝还没发现呢。“你安心等着，有消息了，杨差人告诉你。”得到母亲的保证，苏玉茹心满意足的回了自己的住处。哪儿来的味？刚到自己房门口，苏玉茹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恶臭。“小姐，兴许是拉夜来香的人从这儿经过了。”丫鬟瑟缩了一下，壮着胆子说出自己的猜想。苏玉茹蹙眉，这运夜来香的越发没规矩了，这才什么时辰？她闻了闻身上，发现自己身上也沾染了味道。“翠儿，备水，本小姐要沐浴。”“是，小姐。”翠儿行了一礼，转身下去备水。苏玉茹独自回了房间，让她疑惑的是，回了房间，那味道不仅没散，还越来越重。循着味道，苏玉茹来到自己衣柜前，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苏玉茹疑惑地拉开自己的大衣柜，衣柜一拉开，里面污浊的排泄物立马流了出来，啪嗒啪嗒，不少黄绿色的汁水滴到苏玉茹的鞋上，她顿时恶心的直呕吐。“哦啊！该死的，我的衣服，我的流沙裙，我的绫罗绸，是谁？到底是谁干的？”她猩红着眼睛关上衣柜门。“哦，到底是谁干的？来人啊！”守在门边的另一个丫鬟听到苏玉茹的喊声，连忙走了进来。“小姐，怎么了？”苏玉茹捏着鼻子指了指衣柜。丫鬟看到衣柜下面流出的黄绿色发臭液体，头皮一阵发麻。她走过去，忍着恶心打开衣柜。哦，看到里面的东西，丫鬟也没幸免，一阵干呕。一定是那贱人，一定是那贱人！苏玉茹怒气冲冲，抬脚就欲出去找苏瑶算账。再看到自己鞋上浸湿的那黄绿色液体，她顿住了。来人，小姐，
丫鬟赶紧过来。哦，快把我这鞋子脱掉扔了。苏玉茹控制不住生理反应，不停地呕吐。丫鬟忍着恶心，伸手给苏玉茹脱鞋。苏玉茹嫌弃丫鬟动作慢，伸手狠狠推了她一把。磨蹭什么呢？又皮痒了是不是？听到苏玉茹的话，丫鬟抖了抖身子，她不再敢顾鞋上的污垢，胡乱的伸手帮苏玉茹解开了鞋子。备水，我要沐浴，快给我备水！贱婢，别磨磨蹭蹭，赶紧去。1个时辰后，苏玉茹沐浴更衣完毕，房间的衣柜也被搬出去清理干净了。虽然房间清理过了，但是苏玉茹还是觉得房间里有味道。但此时她已经没力气再折腾了。该死的贱丫头，看我明日怎么收拾你！咒骂几句苏瑶后，苏玉茹来到床边，她如往常一样伸手掀开被子，然后毫无防备地躺到了床上。下一刻，啊！救命！苏玉茹整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床上的小东西随着她的动作四散爬开。救命！有蛇！看着自己脚踝上黑白相间的蛇，苏玉茹发疯了一般，疯狂地甩着自己的脚，甩了几下，腿上的蛇总算甩掉了。可蛇是甩掉了，蜈蚣又爬到了脚上。啊！蜈蚣！救！看到满地的蜈蚣和蜘蛛，苏玉茹再也顶不住，两眼一黑，晕倒在地上。听到声音的丫鬟本能地冲了进来，可看到地上满是毒虫，而苏玉茹已经晕倒在地上，2个丫鬟不约而同地退了出去。翠儿，好多毒虫，怎么办？小姐还在里面。丫鬟吓得面色发白。名为翠儿的丫头转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苏玉茹，又看了看满地的毒虫，默默地移开视线。碧儿，你去找夫人过来吧。好。碧儿看了眼躺在地上的苏玉茹，毫无留恋地转身离开。她一路上都不紧不慢的，到了刘婉那里，这才加快脚步，装作焦急万分的模样。等她来到刘婉院子里时，发现刘婉这边也是鸡飞狗跳的，似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刘婉心里承受能力比较强，还能有条不紊地安排丫鬟小厮处理。夫人，不好了，小姐的房里也出现好些毒虫，现在小姐晕过去了，生死不明。刘婉听到碧儿的话，心头一跳，她不再管自己院子里的事情，风风火火地往女儿苏玉茹那边赶。倒是我小乔这件丫头了，回来第1日竟然就敢对我们动手，真是翅膀硬了，见骨头就是见骨头上赶着找死。张嬷嬷，你赶紧拿钱去请大夫。是，夫人。张嬷嬷不敢耽搁，小跑着出去了。片刻后，刘婉来到女儿苏玉茹的院子里。此时翠儿已经将昏迷的苏玉茹拖出来安置好。看到刘婉，翠儿赶紧过来跪着。夫人，方才小姐房里出现好些毒虫，虽然奴婢奋力驱赶，但还是让小姐被毒蛇咬了，请您责罚。刘婉听到翠儿奋力驱赶了，没有责怪，扫了她一眼，便来到女儿床前。玉茹，娘的孩子，快醒醒！想起翠儿说的话，刘婉在女儿身上搜寻起来。看到脚上绑着一个布条，刘婉转头看向翠儿，小姐被蛇咬了，你可帮她吸过毒了？翠儿听到刘婉的话，心里咯噔一声。她想了想，用力在嘴里吸着牙龈，感觉到嘴里有股鲜甜的血腥味后，伸手抹了一把嘴，将血迹抹到嘴上。第10章，令人窒息的副作用。回夫人，奴婢已经帮小姐吸过毒了。刘婉看到翠儿嘴角的血迹，松了口气。翠儿，你做得好，以后我让玉茹好好待你。翠儿没说话，她咬唇，拉袖子掩盖住皮肤上面青紫。很快，张嬷嬷带着大夫回来了。大夫，您看看我女儿，她被毒蛇咬了。大夫看着苏玉茹有些暗紫的脸色，眉头微蹙。他检查了一下伤口，看到整个腿都已经发黑，面色严峻。把脉后，大夫脸紧绷着。刘婉看到大夫的神色，心沉到了谷底。大夫，我女儿怎么样了？大夫摇了摇头，夫人，能否看一看这咬人之蛇在哪儿？刘婉生怕女儿没救了，焦急开口，是被银环蛇咬的。夫人，您确定是银环蛇咬的？确定，就是银环蛇。大夫疑惑刘婉怎么这么确定，但没问出声。夫人，若真是银环蛇咬的，那老夫就爱莫能助了。大夫说着，起来收拾东西。刘婉看到大夫收拾东西就要走，慌了神。大夫，医者仁心，您不能就这么走了呀。大夫长叹一口气，夫人，恕老夫直言，另外这蛇毒已经遍布全身，寻常大夫根本救治不了，您还是赶紧另寻高明吧。大夫说完，怕刘婉纠缠，快步离开了。刘婉转头看了一眼面色越来越紫的苏玉茹，心急如焚。快进宫寻相爷，请个太医回来。刘婉想了想，觉得不妥，又开口补充，再派人去一心阁求药。对，去一心阁求药。一心阁的药一旦愿意卖，就一定能将人治好，快去。一心阁的药素来听闻是包治百病，刘管家闻言赶紧下去安排。在人群后面的夏月看完热闹，悄悄退去。小姐，您不知道苏玉茹那2个丫鬟没一个向着她的，她晕在地上了，直接拖着她的脚把她拽出去，
哈哈哈，那脑袋估摸着都磕肿了。夏月想起翠儿的作为，就觉得暗爽。苏玉如这丫头，自小人变前人后两个模样，人前温柔乖巧，人后暴虐狂躁，估计那两个丫头服侍她，没少吃苦。王嬷嬷回忆了一下以前在府里当差的日子，是吃了不少苦。我瞧见了，那丫鬟手上都是青紫色的痕迹，肯定没少挨打。夏月想起翠儿手上那青紫的痕迹，就觉得手上隐隐作痛。对了，小姐，那刘婉现在不仅派人进宫找太医了，还说要去咱们一心阁求药。哦，那就好玩了。苏瑶勾了勾唇，转头示意冬雪。冬雪会意，行了一礼，便快步走出去。夏月看着两人的互动，云里雾里。小姐，冬雪这是要去哪儿？苏瑶展颜一笑，有人求药，冬雪自然是要去派药了。啊，真要给他们药啊？夏月有些不明白。不仅要给，还要给药效最好的。苏瑶脸上满是认真，好似真的是希望苏玉如能好起来。夏月这次听懂了苏瑶话里的意思。小姐，您的意思是说给那些药效最好，但是有副作用的？王嬷嬷伸手戳了戳夏月，你这丫头反应真是迟钝。你想啊，这蛇毒又不是什么，宫里随便一个医术高明的太医都能解这蛇毒，与其这钱让别人赚，还不如咱们自己赚呢。夏月挠挠头，嘿嘿，我倒是没想到。王嬷嬷摇了摇头，你别整天只知道吃，跟冬雪学学怎么动脑子。夏月听到要动脑子，顿时觉得头痒痒。张嬷嬷这边已经来到了一心阁。什么？解蛇毒的药丸要1万两？你们这是抢钱啊？戴着面纱的冬雪听到张嬷嬷的话，扭头做事就要关上一心阁的门。张嬷嬷看到冬雪要关门，连忙拦着。哎，你先别关门，我不是嫌贵不想买，只是这数额太大，我一个下人拿不定主意，得回去请示一下我们夫人。冬雪挑了挑眉，一刻钟。哎，多谢姑娘。张嬷嬷闻言，连忙上马车，快马加鞭的赶回去。夫人，张嬷嬷回来了。刘婉听到丫鬟的禀报，连忙往大门走。看到张嬷嬷，刘婉便焦急问出声：张嬷嬷，如何了？一心阁可有医治的药？张嬷嬷面露难色：夫人，一心阁有药，但是他们开价1万两白银。什么？1万两？他们想钱想疯了。刘婉不悦地皱起眉头，账面上就剩下1万两，刘婉都有些怀疑，这一心阁的人是不是故意的了？左思右想，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一心阁，便以为是凑巧。要不，咱们等相爷带太医回来。张嬷嬷看刘婉半天不拿主意，试探性的开口。刘婉想到女儿越发青紫的脸，咬了咬牙。罢了，1万两拿来救命也值了，玉如的命可不止1万两。来人，随我去库房拿钱。刘婉将1万两银票递给张嬷嬷的时候，一直在肉疼。张嬷嬷，你速速将药买回来。是，夫人。张嬷嬷拿到钱，便快马加鞭折返回了一心阁。翠儿默默跟在其身后。姑娘，钱我带来了。张嬷嬷忐忑地将银票拿了出来。冬雪接过银票，随手将一个包装简陋的盒子扔给张嬷嬷。这药能救命，但是要少吃些，有点副作用。张嬷嬷只听到了能救命3个字，她接过药就风风火火转身往回赶。冬雪看张嬷嬷根本没听清，对着翠儿比了个虚的手势，然后勾着唇关上了一心阁的门。翠儿看到冬雪对自己比手势，以为自己不忠苏玉如的事情被发现，吓得愣在原地。看到冬雪只是比个手势就走了，翠儿这才松了口气。姑娘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不要说什么？不要说副作用？翠儿意识到了什么，忙捂住嘴。张嬷嬷将药拿回去，就立马给苏玉如服用。吃药都吃了，怎么人还不醒？刘婉看苏玉如还没醒，将盒子里的药全都给苏玉如吃了。药吃完没多久，苏玉如的脸色就恢复如常。醒了醒了，小姐醒了。张嬷嬷话音刚落，就听到噗噗的声音。谁放屁？味道这么臭！刚睁开眼睛的苏玉如意识到是自己放了屁，脸顿时憋红。是小姐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翠儿悠悠地说了一句。众人闻言齐齐看向苏玉如。苏玉如看着众人赤裸裸的眼神，恼羞成怒。看着我做什么？都滚出去！她话刚说完，又是噗噗2声。众人这次不用苏玉如说，就赶紧纷纷往外走。张嬷嬷也拿着装药的盒子退了出来。刚退出来，就听到苏玉如的嘶吼：娘，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总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玉如，你别担心，解药已经给你吃过了，兴许是身体在排毒呢。对，身体在排毒。刘婉耐心地给苏玉如解释。张嬷嬷看了眼手里的盒子，突然想起自己刚才从一心阁离开时，好像听到了什么话。第11章，身上的魏亲爹都嫌。她转头看向翠儿，翠儿，方才是你和我一道去一心阁的吧？翠儿点头。那你可记得临走前一心阁那姑娘说的什么话吗？翠儿想起在一心阁那人对着自己比了个手势，摇了摇头。奴婢只依稀记得是说什么副作用。
张嬷嬷拍了拍大腿，对对，就是副作用，吃多了有副作用。瞧我这记性。张嬷嬷想到是自己疏忽导致了苏玉茹的副作用，咽了咽口水。这时候，苏有德领着太医急匆匆赶回来。张嬷嬷看到太医，顿时如看到救星一般。太医，还请您给帮我们家小姐看看。他看都不看苏有德一眼，殷勤地迎着太医进了门。苏有德只以为他是关心女儿，也没计较。太医刚进门就闻到一股恶臭，顿时他就起了退缩之意。张嬷嬷眼疾手快，递过一个手帕。太医捂着手帕，这才勉强愿意进房间。夫人，玉茹呢？我将太医请来了，玉茹则如何了？快让太医看看。苏有德着急，直接冲进了房间。闻到恶臭，他立马后退3步。他这一动作深深刺痛了苏玉茹。爹，您终于回来了，您再不回来，女儿就要被欺负死了。听到女儿的哭诉，苏有德憋着气进了房间。谁敢欺负我乖女儿？我扒了她的皮！还不是你让我接回来的那丫头！我好心好意给她安排了个雅致的院子住，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那院子死过人，竟然弄了些好些毒虫来报复我们。刘婉拿着帕子低声哭诉。苏有德听到刘婉的话，微微一愣：“你是说苏瑶？不是她还有谁？”婉想起今晚的惊险经历，真的委屈了起来。怎么可能？那丫头脑子本就不清晰，怎么可能还会害你们？大女儿自小就丑陋痴傻，苏有德是再清楚不过的。怎么不可能？她小时候的痴傻都是装出来的。刘婉越想越气。太医两耳不闻窗外事，默默地给苏玉茹把脉。苏丞相，从你女儿脉象看，她已经无事了。苏有德闻言，对着太医拱拱手：“无事就好，真是劳烦李太医走这一趟了。”李太医拱手回礼：“无妨。”苏玉茹看到李太医要走，咬了咬牙：“太医，我想问问，我为何会一直出虚宫？”太医听到苏玉茹的话，恍然大悟地看了眼苏玉茹，他捂紧帕子，又给苏玉茹仔仔细细地把了个脉。方才苏小姐可是吃了一心阁的解毒丸了？张嬷嬷赶紧点头：“是吃了1整盒药。”李太医闻言了然地点了点头：“怪不得，一心阁药效好的药一般都有副作用，苏小姐这是吃药后的副作用。太医，求您帮我去掉这副作用。”苏玉茹焦急开口。李太医摇了摇头：“这副作用会自己消失的，快则7日，慢则1月，苏小姐忍耐忍耐便好。”苏玉茹想到自己过3日后还要去参加中秋诗会，7日后还要去参加宫宴，顿时慌神。李太医，求您想想办法。是啊，这副作用对一个女子来说实在是太过苛刻，望李大夫能想想办法。刘婉也很是担心，女儿这个模样是无论如何都参加不了宫宴的。李太医思索片刻，想了个办法。办法倒是有的，不过不知你们能否接受。苏玉茹听到李太医说有办法，焦急地坐了起来。太医请说，只要能让我不再出虚宫，什么办法我都愿意接受。李太医闻言，在纸上写了个药方。世上的东西本就是阴阳相衡，体内有毒气始终得排放出来，若是不想从下面排放，那就得从上面排放。把我这药方吃下去，你就不会再出虚宫，但是那毒气会从口中排出。刘婉愣了一下：“李太医，您的意思是？”刘婉指了指嘴巴。李太医微微颔首。苏玉茹咬了咬唇：“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恕老夫医术浅薄，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时候不早了，告辞。李太医说完，背上药箱往外走。苏有德看到这，连忙出去相送。李太医前脚刚走，苏玉茹后脚就蹦出几个屁。李太医听到屁声，忙加快了脚步。女儿放屁把人崩走，苏有德尴尬的满脸通红，他只能假装听不到，然后跟着李太医快步出去。临上马车前，苏有德舔着脸开口：“李太医，我女儿。”李太医忙颔首：“苏丞相不必多说，你女儿出虚宫的事情，我定会好好保密。”苏有德闻言，老脸又是一阵通红。有劳李太医了。李太医拱拱手，转身上了马车。苏玉茹这边气得将能砸的东西都砸了。贱人，害我变成这样，看我不弄死你！一激动，苏玉茹又蹦出几个屁。刘婉闻着那难闻的恶臭，也有些顶不住了。玉茹，你先别着急，听娘的，身体要紧，咱们把药熬了，喝下去，明日再找他好好算账。苏玉茹也受不了自己一直放这么恶心的屁，当下赶紧答应。煎药，快给我煎药。是，小姐。翠儿闻言，连忙拉着碧儿下去抓药煎药。苏有德回来后，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没进去，苏玉茹看到他，直接冲了出来。爹，您快给我做主，那贱人把我害成这样，我要他不得好死。苏有德看到往日温柔贤淑的女儿，开口闭口就是贱人，不得好死，眉头微蹙。玉茹，那是你姐姐。苏玉茹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过了，忙改口：爹爹，女儿知道那是姐姐，女儿只是差点被大姐害死，一时间气不过，口不择言而已。苏有德看到女儿又恢复往日温柔知性的模样，声音缓和几分：玉茹，
你是爹爹最疼爱的女儿，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半分。今日夜深了，你身体又尚未痊愈，先好好休息。你放心，明日爹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苏玉如捏紧手里的帕子，她温顺乖巧地行了一礼，谢谢爹爹。忙了一日，苏有德此时已经又累又困，他叮嘱几句便转身往外走。刘婉看到苏有德要走，怕他去姨娘那里，赶紧跟上去。苏玉如站在门口，捏着手里的帕子，静静地看着父母亲离开。夏月小姐可歇下了。冬雪回来，第一时间去找苏瑶禀报。第12章，子不教，父之过，我没教养，你的错。守在外间昏昏欲睡的夏月听到冬雪的声音，顿时清醒起来。冬雪，你回来了。小姐现在已经歇下了，她让我把这封信给你。冬雪接过夏月递过来的信，塞到怀里。怎么样？那苏玉如把咱们的药吃了没？夏月期待地看着冬雪。冬雪颔首，吃了。既然小姐歇下，那便明日再说吧。冬雪说完，无视夏月那求知的小眼神，转身往外走。她从房间里出来，便脚尖一点跃到墙头。暗处的暗卫看到冬雪，立马闪身出现在冬雪跟前。冬雪姑娘。冬雪淡淡点头，将怀里的信递给暗卫。速速将这封信送进宫给那位。是。暗卫接过信，几个跳跃便消失在夜色里。夏月看冬雪走了，又继续躺回自己的小躺椅上睡觉。第二日，苏瑶正用着早膳。逆女，还不快给我滚出来！苏有德带着一帮人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苏瑶听到动静，慢条斯理地戴上面纱，遮掩住那惊为天人的容貌。苏有德进来，看到坐在那里浑身透着清冷高贵的女子，愣了一下。他并不认为自己那个大女儿有这身气质。苏有德环视一周，逆女，还不快滚出来！苏瑶轻叹口气，将桌上还未吃完的油条推给夏月。夏月瞬间双眼放光，看到夏月美滋滋地啃了起来。苏瑶笑着摇了摇头。苏有德看没人搭理自己，伸手猛地拍向桌子。啪！苏瑶人呢？苏瑶，苏丞相莫不是瞎了不成？小姐就在您跟前站着呢。王嬷嬷轻飘飘地来了一句。苏有德脸一僵，嗨嗨！他轻咳2声，缓解尴尬，转头看向苏瑶。你就是我那个逆女？爹爹，这位就是姐姐。苏玉如的声音有些闷。苏瑶转头瞥了他一眼，发现他今日也戴了面纱，面纱下面好似还裹了什么。怎么？苏玉如小姐的脸今日也见不得人吗？苏瑶调侃了一句。苏有德看到苏瑶还在忽视自己，顿时更加来气。苏瑶，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爹放在眼里？当然没有。苏瑶漫不经心地回答。苏有德脸色骤然变黑，好歹也是亲爹，他自然是要放在心里的。苏瑶看到苏有德脸色越来越难看，轻笑着补充了一句。苏有德闻言，脸色缓和了几分。前几年送你到庄子里静养，倒是将你养得越发没规矩了。子不教，父之过，我没规矩，自然是您的错了。苏瑶无所谓的摊开手。你！苏有德被气得脸色发青，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柳丸给他抚气好一会儿，他才憋出一句：你这个逆女。苏瑶微笑，爹说我是，那我便是了。苏玉如不想看两人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她只想看苏有德问苏瑶的罪。看苏有德半天都不问苏瑶的罪，苏玉如着急的扯了扯母亲柳婉的衣袖。柳婉会意，扯了扯苏有德的衣袖。苏有德得到柳婉的示意，反应过来自己过来的目的，他板起脸，严肃的看着苏瑶。苏瑶，你可知我亲自过来这里所为何事？苏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抿了一口。我还真不知道父亲过来所为何事。苏有德本来只是想教训教训苏瑶，让他知道错了便可，现在看到苏瑶无所谓的态度，他是真的来气了。真是冥顽不灵，本想着你自己交代，我罚你几遍便可，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将那些东西拿上来。刘管家动作很快，片刻后就将装有那些处理过的蛇虫的麻袋拿上来。苏有德亲自将那袋子里面的东西倒出来。逆女，你看看，你往你嫡母和亲妹妹的房间里面放了什么？你知不知道，昨日你亲妹妹差点死在你手里。苏瑶淡淡瞥了一眼地上的蛇虫，轻飘飘的开口：父亲，你如何证明他们房里的东西是我放的呢？看到苏瑶不承认，苏有德脸一下沉了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还需要怎么证明？哼！苏瑶轻哼一声，转头给冬雪使了个眼色。冬雪会意，快步走了出去。没一会，他就拎着一个浑身邋遢的中年男人回来了。刘婉身旁的张嬷嬷看到中年男人，呼吸一滞，他想跑，却被王嬷嬷眼疾手快，一把按住。刘婉看到这，也意识到不妙，他连忙开口呵斥：放肆！王嬷嬷，你真是和这丫头一般，没有半点教养，我的人你也敢动？哟哟哟，狗急了，要跳墙了！
王嬷嬷丝毫不惧怕刘婉，迎面就对。刘婉听到王嬷嬷的话外音，手里的帕子拽得越发紧。他想转头叫苏有德，却被苏瑶率先一步。爹，您想知道怎么回事，问问这位养蛇人就知道了。苏有德蹙眉，眼神不善地看向跪在地上的中年男人。是要你自己说，还是我请你说？冬雪面色冷酷，伸脚踢了一脚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接触到冬雪的眼神，连忙跪在地上磕头。我自己说，我自己说。中年男人磕完头，在屋子里扫视一圈，视线最终落到用衣袖捂着脸的张嬷嬷身上。张嬷嬷，这些蛇虫都是你从我这儿买的，还让我放到大小姐的屋子里，您来解释解释吧。中年男人的话一出，在场的好几个人都齐齐变了脸色。你如何证明是张嬷嬷买的蛇？若是证明不了，杀人未遂的就是你呢。苏瑶轻飘飘地说了一句。那中年男人怕自己真的被冠上杀人未遂的罪名，连忙开口撇清自己。张嬷嬷买完我的蛇后，又在药铺买了雄黄，那伙计刚好是我隔壁家的。您若是不信，可以找他来。苏瑶闻言，似笑非笑地看着刘婉。刘婉还没说话，苏玉如就着急地跳出来：“你胡说！这蛇明明就是这贱人买回来放在我们房里的，他想要我们被蛇咬死。”苏瑶戏谑地看着苏玉如：“啧啧，妹妹这搬着急跳出来做什么？雄黄这东西味道刺鼻得很，爹若是想知道是谁买的蛇，去查查是谁在院子里撒了雄黄就知道了。”苏玉如闻言，不顾刘婉的拉扯，转头看向苏有德：“爹，您别听这个贱人胡说，他放蛇咬我们就算了，还想陷害我们。”苏有德没有说话，黑着脸深深看了一眼苏玉如。他招来刘管家，让刘管家去个院查看。刘婉看到是刘管家去查看，顿时松了口气。他安抚地拍了拍女儿的手背，给了她个放心的眼神。苏玉如知道刘管家是母亲的人，见到这心里也安定了几分。贱人，若是在我们院子里查不出硫磺，你该当如何？苏瑶没搭理苏玉如，拉开椅子，凝神定气地坐下。苏玉如看到苏瑶无视自己，捏紧拳头。她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苏瑶：“贱人，你就装吧，等会找不到雄黄，我看你怎么哭。”片刻后，刘管家满头大汗地回来了。苏玉如看到刘管家回来了，看着苏瑶，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容。苏瑶没说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第13章，心灵受创伤赔1万两。如何了？可是没找到。苏有德在心里还是维护着刘婉母女的。刘管家喘着粗气，没缓过来。刘管家，您别怕他，没找到就说没找到，大大方方说出来，还我们一个公正。苏玉如走到刘管家身旁，笑意盈盈地开口。下一刻，她的笑容戛然而止。只见刘管家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小袋，打开，里面正是明黄色的几块碎石硫磺。老爷，我在夫人和2小姐的院子里找到了硫磺。刘管家，你说清楚，这是在瑶儿院子里找到的吧？刘婉反应极快。刘管家不敢跟刘婉对视，他低着头将东西递给苏有德。是在夫人和2小姐的院子里发现的。听清楚了吗？在妹妹的院子发现的呢。苏玉如看到苏瑶眼里的戏谑，气得牙齿都差点咬碎。苏有德听到刘管家的话，失望地看了一眼刘婉。我倒是不知，我这内宅竟是这般乌烟瘴气。苏玉如听到苏有德的话，慌了神。爹爹，不是这样的，您听女儿解释。肯定是这贱人提前找人将这东西放在了我们院子里。对，就是这样。苏有德听到苏玉如的话，脸色越发阴沉。刘婉，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刘婉知道证据确凿，自己一直不承认只会越来越糟，所以她缓和了脸色，将事情认下。哎呀，老爷，瞧我这记性，是我记错了，这硫磺是我让人买回来的。前阵子娟儿回来说家里虫子多，我便买回来撒在家里。至于这蛇，是我买回来想炖给娟儿吃的，她在宫里伴读，总归是辛苦的。哎，我没成想这些东西他们跑出来了，还咬了玉茹。苏有德听到儿子的名字，脸色缓和几分。刘婉看到苏有德脸色缓和了，又乘胜追击：“哎，误会一场，误会一场。瑶儿，嫡母对不住你，是嫡母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苏有德摆摆手：“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弄清楚了，那便到此为止。”苏有德还要上早朝，说完便摆手往外走。苏玉如挑衅地看了一眼苏瑶，那眼里的意味很明显，就是在说：“这蛇是我们放的，那又如何？爹根本就不怪我们。”苏瑶本也不想跟他们费口水，想着把人打发了，再暗地收点利息就行。被苏玉如这么一挑衅，他觉得还是可以再聊多几句。哼，相爷好气度，这么一件谋害女儿人命的大事，也能这么轻拿轻放。啧啧，相爷如此大度，百姓们竟然不知，真是可惜啊。苏瑶等苏有德快跨出门槛时，悠悠来了一句：“
苏有德听到苏瑶的话，身子一顿，他面色不悦的转身，左右也没被些东西伤着，嚷嚷什么被咬的人是玉茹。苏有德思索片刻，觉得不太对，右转开口：“我知道你受惊了，这样吧，我让库房给你拿些补药，你压压惊。”哦，原来谋害人命之后，随便拿点补药补偿便可。那相爷，我把这补药给您，然后把您那娇艳欲滴的二女儿杀，可以吗？苏瑶说的风轻云淡，但苏玉茹却感觉自己浑身透着寒意，她控制不住自己，打了个哆嗦。苏有德听到苏瑶的话，瞳孔猛缩：“放肆！苏瑶，那是你亲妹妹，怎么，我就不是她的亲姐姐了？”苏瑶挑眉，与苏有德对视。苏有德被对得一时哑口无言。罢了，说到底是我管教不严，说吧，你到底想如何？昨日房里出现这些蛇虫，我2个丫鬟都吓病了，我的心灵也受到了创伤，我要去一心阁买药吃，给我赔1万两吧。苏瑶轻飘飘的开口，似乎1万两就是1两银子一般。1万两？你想钱想疯了？苏玉茹听到苏瑶狮子大开口，冲到苏瑶面前。苏有德显然也对苏瑶的狮子大开口很不满意。1万两？你可知道1万两是多少？婉儿，给他值1000两吧。苏有德说完就转身欲要走。苏瑶在这时候又轻飘飘来了一句：“啧啧，残害嫡女呢？这个消息卖到茶楼，应该能卖不少钱吧？”苏有德止住脚步，想到这件事宣扬出去，那些跟自己敌对的大臣肯定会煽风点火，到时候自己肯定会落得个宠妾灭妻的名头。若是真有了这个名头，自己丞相的位置肯定是到头了。想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苏有德咬牙切齿的开口：“婉儿，给他。”刘婉听到这，脸色一白：“老爷，赶紧给他！”苏有德不耐烦，又说了一句：“谢谢爹。”苏瑶展颜一笑：“哼！”苏有德甩了甩袖子，愤愤离开。苏有德一走，苏玉茹立马按耐不住脾气：“贱人，你还是人吗？连自己亲生父亲的钱都坑！”苏瑶漫不经心地弹了弹衣服上不存在的灰尘，或许这爹不是亲生的呢。苏玉茹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苏瑶说的什么，眼神幽深几分：“你真是个疯子！”苏玉茹此时靠得近，身上的味道直冲苏瑶。苏瑶闻到味道，毫不忌讳地捂住鼻子：“妹妹，你身上这是沾屎了吗？这般臭！”苏玉茹自以为在苏瑶面前一直是高傲清高，是她高攀不起的，所以她不能让苏瑶看不起自己。害怕苏瑶发现自己口臭，苏玉茹连忙退开几步：“你才口臭，少来沾边恶心我！我可没说你有口臭，你自己说的。”苏瑶戏谑地看着苏玉茹，意识自己把自己暴露了。苏玉茹顿时懊悔不已：“你放屁！我才没有口臭，臭的是你！我懒得跟你个丑八怪说话。娘，咱们走。”苏玉茹说着就要拉着柳婉往外走，不过两人还没出院子就被冬雪拦下。苏玉茹看到是冬雪拦在前面，开口就骂：“哪儿来贱丫头，当家主母你也敢拦，活得不耐烦了。”张嬷嬷看着冬雪，总觉得她有些眼熟。“丫头，识趣就让开，别让老奴动手。”“你们不要跟她废话，我这丫头就是犟，你们直接动手吧。”苏瑶说完，让夏月给自己搬了张椅子到门口，坐着悠闲地看起了热闹。刘婉皱了皱眉，朝着几个家丁使了个眼色。几个家丁齐齐上前，想要把冬雪拖走，然而他们手还没碰到冬雪，就被冬雪利落的一脚一个踹飞了出去。“没我家小姐的话，你们一个都别想出去。”冬雪踢完人，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衣服。刘婉心里憋屈，但家丁都打不过冬雪，她不敢再硬碰硬。即使心里在此，刘婉也只能缓声求助苏瑶：“瑶儿，你看能否让你的丫鬟先让开？”第14章中秋诗会风波。苏瑶颔首：“可以啊，您先把1万两给我。”“哼，我出去再给也一样啊，难不成你还怕我不给你不成？”刘婉干笑2声，在心里暗骂苏瑶狡诈。“当然怕呀，那可是1万两白银，我怎么知道您会不会受不了诱惑，自己把这钱吞了？”苏瑶上下扫了刘婉一眼，然后摇了摇头。刘婉气得心口隐隐作痛，她觉得自己再待下去要被苏瑶气死。“张嬷嬷，去拿我的钥匙到库房取钱。”“娘！”苏玉茹听到真的要给苏瑶1万两，着急拉住母亲刘婉。张嬷嬷没有立刻动身，她有些为难地看着刘婉。刘婉看张嬷嬷不动，用眼神示意张嬷嬷。张嬷嬷见状，只好压低声音解释：“夫人，咱们账面上已经没钱了，最后的1万两，昨日已经用来给小姐买药了。”刘婉听完张嬷嬷的话，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去找我母亲，让她先拿给我应急。”冬雪常年练武，听力自然比一般人好，两人的话她全听了个干净，所以她没有拦着张嬷嬷，让她出去了。
苏玉如看到张嬷嬷真去找自己外祖母借钱，愤恨地瞪着苏瑶。没娘教的就是养不熟，这点钱也要跟家里算清。你有娘教，你拿1万两出来给你娘，起了你娘的燃眉之急啊！苏瑶嘲讽地看着苏玉如。苏玉如噎住，知道自己怎么说都说不过苏瑶，她不再说话，只狠狠地瞪着苏瑶。1个时辰后，张嬷嬷满头大汗地回来了。被晒了1个时辰的苏玉如，此时只想赶紧走人。张嬷嬷，快把钱给她！张嬷嬷转头看了刘婉一眼，得到刘婉的示意，这才将钱递给苏瑶。苏瑶将钱甩给王嬷嬷，王嬷嬷快速点了一遍：“小姐，数目对上了。”苏瑶闻言，转头看向冬雪：“开门放狗出去吧。”苏玉如立马抓狂：“贱人，你说谁是狗？贱人你好，我说你是狗。”苏瑶说完便转身回了房间。临走时，他还飘出一句：“冬雪，关门。”苏玉如听到这句话，也顾不得骂回去了，赶紧拉着柳婉往外走。几人刚一走，院门就砰的一声关上。柳婉看女儿愣着不动，遮住脸劝道：“玉如，日头太晒，先回去再说。贱丫头，先让你得意几日。”苏玉如狠狠瞪了一眼院门，这才往回走。几人前脚刚走，后脚刘管家就走了出来。他忐忑地伸手想要敲门，门却突然打开了。看到是冬雪，刘管家额头渗出细汗：“刘管家，您方才做的不错，这解药先给您一半，剩下的就看您日后怎么做了。”冬雪说着，将一粒药丸递给刘管家。刘管家有苦难言，只能顺从地接过那粒药丸。“多谢冬雪姑娘。”冬雪冷漠地嗯了一声，便重新将院门关上。刘管家摇了摇头，没想到我这一把年纪了，还被迫站队。苏瑶拿到那1万两，并没打算自己留着，他找来王嬷嬷。北边不是闹灾荒吗？拿着这钱，加上昨日的1万两，让人买些粮食送过去。是，小姐。王嬷嬷在心里感慨一句：“苏瑶心灵纯良至善。”接过银票下去安排。苏玉如母子吃了一个大亏，消停了几日。娘，二皇子派车来接我了，我先去参加中秋市会。好。刘婉听到女儿的话，一脸欣慰。苏玉如意气风发的出了府，出来看到苏瑶也正要出门，她仰着头，高调的上了二皇子派来的马车。二皇子真是有心了，还专门派车过来接我。苏玉如故意对着苏瑶说话，她期待的看着苏瑶，期待着她愤恨嫉妒的表情。然而苏瑶压根不记得二皇子是哪号人物。苏玉如没看到苏瑶愤恨嫉妒的表情，有些失望。但时间不早，她也没再耽搁，让马车夫赶马车走了。苏玉如的2个丫鬟是没资格上马车的，只能跟在马车后面跑。冬雪看到2人脚踝上多出来的青紫伤痕，眼神暗了几分。二皇子，好耳熟，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吗？苏瑶看着远去的马车，疑惑出声。王嬷嬷汗颜：“小姐，二皇子就是您那未婚夫？”“哦，就是那个跟我要制作戏言法子的蠢材啊。”苏瑶恍然大悟：“对，就是他。”王嬷嬷点了点头。本来我还觉得中秋市会无趣，他们也在，那就好玩了。苏瑶说着上了马车。马车在路上奔驰，很快便来到举办中秋诗会的场地金黄楼。苏瑶戴上面纱，拿上自己的请帖，下了马车。冬雪，你戴上面纱跟我进去吧。夏月跺了跺脚：“小姐，为什么不让我去？”冬雪悠悠地看了一眼夏月：“你进去有什么用？将里面的东西都吃光吗？”夏月委屈地嘟了嘟嘴。苏瑶丢过去一个钱袋子：“行了，你跟王嬷嬷在城里转转，有什么好吃的自己买。”夏月拿到钱袋，立马欢喜起来：“嘿嘿，谢小姐。”苏瑶摇了摇头，转身就要进金黄楼。苏玉如认得苏瑶的衣服，看到苏瑶的身影，快步走了出来：“姐姐，真的是你啊？我记得你没上过私塾吧？这里是中秋诗会，你一个没上过私塾的人来这里做什么？虽然你是我姐姐，可是这是中秋诗会啊，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掺和的。”看门的侍卫听到苏瑶没上过私塾，脸沉了下来：“姑娘，这儿不是玩闹的地方，请回。”苏瑶伸手随意的拨弄遮胸前的碎发：“我可是你们举办方好不容易邀请来的，你确定要我回去？”苏玉如嘲讽一笑：“姐姐，你若是真的这么想进来，我可以带你进来，何故说这种举办方好不容易请你来的话，我都不敢说这种话。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说出来难免让人笑话。”此时陆陆续续有受邀的风雅人士进来，听到苏玉如的话，纷纷指责苏瑶：“姑娘，挤不进的圈子就莫要硬挤了。”“是啊，赶紧回去吧，莫要闹了笑话。”“是啊，有这时间不如多回去看看书，目不识丁出来丢什么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苏玉如看到这，嘴角的笑容越发灿烂：“姐姐，你还是回去吧，等我有空了，我再教你识字可好？”
侍卫听到众人的话，看向苏瑶的眼神完全变了。他觉得苏瑶完全就是来装13的，于是对苏瑶的态度愈发不去客气起来。小姐，请回，莫要在此挡路。第15章，你这是在求我？苏瑶挑眉，希望你待会不会来求我。他说完，随意的将请柬扔到地上，然后转身就走。走了几步，他又转头补充一句：想来求我回来可以，带上他。苏瑶说完，上了马车。苏玉茹只当是苏瑶为了挽回面子瞎说，他捡起地上的请柬看了一眼，敬请公子驾临。哈哈，真是搞笑，弄虚作假也不会做得逼真些，明明是女兵，却拿着男兵的请柬。侍卫本来也不在意，可他无意扫到上面盖的金章，当场愣住。这，他夺过请柬，反复看了几遍，确定上面的金章是盖上去的没错。侍卫赶紧拿进去给管事。苏玉茹看着侍卫面色焦急，以为是要追求苏瑶弄假请柬的事情，有些幸灾乐祸。然而侍卫进去后却肿着半张脸走出来，其身后还跟着脚步匆匆的管事。你可还记得那小姐说的什么？那小姐说了，要她回来还得带上她。侍卫指了指苏玉茹。苏玉茹听到侍卫的话，心里生出几分不好的预感。下一刻，管事就来到面前。丞相府的2小姐是吧？方才您散播了不良言论，导致我们一位重要的客人生气走掉了。你若是还想参加这中秋诗会，还请随我一道过去将人请回来。苏玉茹愣住，你是说要我去请苏瑶回来？管事郑重点头。看出苏玉茹的不情愿，管事将语气加重：2小姐若是不想参加诗会，就请回吧。苏玉茹听到管事的威胁，无助的咬了咬唇。她转头求助的看向众人，期盼着众人帮她说话。管家直接掐灭苏玉茹的希望，他对着众人拱拱手，先礼后兵。诸位方才也对那姑娘恶语相向了，先前是被某些人煽动，我便不予计较。现在若是还想继续留在这，就请管好自己的嘴。中秋诗会1年只有一次，是结交文人志士、达官贵人的好机会，多少人为了能参加中秋诗会抢破头，所以没人愿意得罪管事。苏玉茹看没人为自己说话，四处搜寻起2皇子的身影，可惜找了许久都找不见2皇子。小姐，你考虑的如何？是要随我跟那位姑娘道歉，继续留在这，还是你自行离开？管事注意到苏瑶的马车，车轮在缓缓转动，语气冷了下来。跟在管事身后的侍卫蠢蠢欲动。苏玉茹怕侍卫将自己丢出去，忙点头答：我去，我跟你去道歉。他说完这句话，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上火辣辣的不仅仅是他，还有那个阻拦苏瑶的侍卫。请吧。管事带着2人小跑着将苏瑶的马车拦了下来。姑娘请留步。苏瑶掀开车帘，看到是几人，故作惊讶。哦，这位管事也是来驱赶我的。管事抹了把额头的细汗，在下不敢，在下不敢。我是来请姑娘回去的。方才手里的侍卫和今日的客人有眼不识泰山，将姑娘拦在了门外，我特地带他们来给您道歉。哦，原来是这样啊。苏瑶似笑非笑的看着2人。苏玉茹看到苏瑶的笑，脸上火辣的感觉越发明显。侍卫是各识时务的人，看到管事给自己机会了，立马扑通一声跪下来道歉。小姐，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将贵客拦在了门外，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小的。苏瑶轻叹口气，将手搭在夏月的手腕上，下了马车。我就说你不让我进去，会来求我的，你非不听吗？侍卫满头是汗，小姐恕罪，以后小的一定擦亮眼睛。苏瑶看侍卫是真的吓坏了，便没再为难他，转头看向苏玉茹。怎么，妹妹也是来求我回去的？苏玉茹看着苏瑶得意的样子，很想说不是，可接触到管事锐利的眼神，苏玉茹只能憋屈的点头。姐姐，方才是我误会你了，我们是亲姐妹，你应该不会计较这件事吧？我目不识丁，胸无点墨，跟你计较也是正常。苏瑶丝毫不给他面子。管事看苏瑶还是没解气，面色严峻的看着苏玉茹。苏2小姐要道歉，还请拿诚意。苏瑶双手环胸，静静的等着看好戏。苏玉茹闭眼给自己做了好一会心理建设，这才磨磨蹭蹭的走到苏瑶跟前。她挺直着腰板，不情不愿的蹲下身子给苏瑶行了一礼。姐姐，方才是我口不择言了，还请姐姐不要怪罪于我，让我留下来。你这是在求我？苏瑶围着苏玉茹转了一圈，嘴里时不时发出啧啧的感叹。苏玉茹垂在衣袖下的手紧了又紧。是，求姐姐跟管事回去参加诗会。苏瑶满意的点了点头。既然你都求我了，那我便去吧。妹妹以后可要机灵些，莫要再闹了笑话。你姐姐我心善，不与你计较，若是旁人，恐怕脸都给你打肿了。苏瑶温柔的笑着，笑意却带着丝丝嘲弄。苏玉茹听到苏瑶的话，衣袖下的手将帕子都抓烂了。
苏瑶看时间差不多了，没再管苏玉茹，随着管事走了进去。众人见状，也忙簇拥着苏瑶往里走。苏玉茹看到本该围在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全围在苏瑶身边了，气得脸色发青。贱人，请柬怕不是偷就是捡来的吧？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他跺了跺脚，不紧不慢地跟在众人的身后。苏瑶进了金黄楼，便被请上了3楼。大多数人只能在1楼活动，极少数的皇孙贵族可以在2楼活动，能上3楼的人皆是知识渊博、享誉南北的名人大师。苏玉茹这种跟着二皇子来的，只能上到2楼。看到苏瑶被请上3楼了，苏玉茹眼里满是嫉妒。凭什么他能上3楼，我们不能上？守在3楼门口的侍卫神情淡淡的开口：“小姐若是有烙印着金章的请柬，那你也照样可以上去。”苏玉茹咬着唇，眼睁睁地看着苏瑶消失在3楼走廊尽头。玉茹，我不是让你去休息吗？你怎么在这儿？二皇子宋泽宇看到苏玉茹，摇着扇子走了过来。苏瑶看到二皇子，神色立马变得温柔起来。想到二皇子对苏瑶的厌恶，他嘴角微微勾了勾。二皇子，方才我是看到姐姐了，这才走了出来。姐姐？二皇子听到苏玉茹的话，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起来。就是生病的大姐姐苏瑶，她的已经病养好，便从庄子里回来了。苏玉茹面上一脸开心，好似真的为苏瑶高兴一般。二皇子听到苏瑶的名字，脸瞬间垮了下来。苏瑶，她怎么能进来？玉茹，你不要因为她的央求就一时心软，带这种胸无点墨的人进来。苏玉茹摇了摇头，不是我带姐姐进来的，是姐姐自己进来的。她不知道从哪儿得来一张请柬，还上了3楼。苏玉茹隐晦地说出苏瑶请柬来路不明。3楼？二皇子闻言，脸沉了下来。他堂堂一国皇子都上不去的地方，一个胸无点墨的痴傻丑女却上去了，这不是赤裸的在打他的脸吗？第16章，苏瑶请柬是偷的，他这胸无点墨的人怎会有机会上3楼？这请柬怕是不是偷的就是捡的。二皇子说完，立马找来2楼的管事：“你去查一下谁的请柬掉了，现在有人将这请柬捡了去，还上了3楼。若是文人大师上3楼，我们没话说，可这么一个胸无点墨的人都上了3楼，这对我们实在是不公。”2楼的管事看到是二皇子，立马去查了。在他的意识里，堂堂皇子是不会说假话的。然而他查了许久，都没人丢3楼的请柬。二皇子，您是不是弄错了？这3楼的请柬没有人弄丢啊！我不可能弄错，人已经混进3楼了，你上去查吧。二皇子神色坚定。2楼的管事犹豫了一下，还是上3楼去排查了。片刻后，2楼管事和方才那个侍卫一样，捂着肿起的半边脸，气呼呼地走了下来。二皇子，3楼根本没人拿了别人的请柬，请您以后莫要乱说了，白白被责罚。二皇子双眸睁大，不敢置信，怎么可能？2楼管事不再跟二皇子纠缠下去，捂着脸委屈巴巴地走开。怎么可能？难道苏瑶的才华已经高到这种程度了？二皇子喃喃道。苏玉茹听到二皇子的猜测，怕二皇子对苏瑶另眼相看，焦急地否认：“怎么可能？自小我记忆里姐姐就不去私塾，只请了个女夫子教她识字。去庄子静养的时候，她女诫上面的字还未识清呢。姐姐一定是用了其他办法上3楼。对了，方才我看到她身旁有个伯伯，是不是那伯伯带她上去的呢？”二皇子听到苏玉茹的话，顿时心里一阵恶寒，真是恶心！为了来参加诗会，竟然这种办法都用了。苏玉茹听到二皇子的话，嘴角悄悄上扬起来。苏瑶听说二皇子宋泽宇出现了，出了3楼走廊，就是跟苏玉茹站在一起的那个呆瓜。就是他。王嬷嬷扫了二皇子一眼，微微颔首。这二皇子相貌倒是不错，但是脑子不太行。啧，小姐，他配不上您，不，准确的说，他连给小姐提鞋都不配。夏月捧着一把瓜子，边嗑边说。苏瑶看着二皇子苏玉茹，有说有笑，啧点头。有一说一，他与苏玉茹还是挺般配的，都一样蠢。苏玉茹感觉到有一道视线看着自己，抬起头，看到是苏瑶，苏玉茹故作惊喜的朝着苏瑶招了招手：“是姐姐，姐姐在那。”苏瑶挑了挑眉，并没有回应，神色淡淡的看着苏玉茹。二皇子顺着苏玉茹的视线看去，一眼就看到那穿着一身素白淡雅的衣裙、楚腰未并、不染一尘的女子，那是苏瑶。苏玉茹看到二皇子眼里的惊艳，心里是既慌张又嫉妒。是姐姐。姐姐脸上的红斑遍布整张脸，所以她就整日戴着面纱，很好辨认。二皇子想起小时苏瑶那张满是红斑的脸，刚升起的几分好感顿时荡然无存。他转头看到苏玉茹今日也是戴着面纱，在飘逸的面纱下，苏瑶整个人都显得神秘又妩媚。二皇子看到这，话语不自觉
温柔了些。玉茹，不管他了，诗会马上开始，我们下去看看。苏玉茹听到二皇子的语气变化，欣喜不已。她也不再理会苏瑶了，柔情蜜意地跟着二皇子下了楼。刚下楼，就看到四公主宋雨柔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苏玉茹看到宋雨柔，连忙迎了上去。雨柔，你怎么也来了？宋雨柔听到苏玉茹对自己的称呼，微微皱了皱眉，不过她也仅仅是皱眉而已，没有开口责备。我听说墨兰公子也来了，便过来看看。说到墨兰，宋雨柔眼里有几分炽热。你是说那位3年未参加过中秋诗会的大宋第一画师墨兰公子？苏玉茹闻言也有些惊讶。时隔3年，墨兰公子终于愿意出来参加中秋诗会了。宋雨柔说话的时候，一直期待的在人群里寻找着。苏玉茹知道宋雨柔一直想得到墨兰公子的墨宝，讨好的开口：“那真是太好了，今年你肯定能如愿得到墨兰公子的墨宝。”宋雨柔微微颔首，但愿裹紧些，免得被看出来。苏瑶看着自己初显丰盈的胸口，有些头疼。夏月闻言，使劲拽紧裹胸的束带：“小姐，您干脆恢复女儿身算了，这般使劲裹胸，若是发育不良了，可如何是好？”苏瑶摆手：“不可，若是被人知道是女儿身，这话便断然卖不得这般高价了。”苏瑶深知女粉丝有多疯狂，为了求自己的画，无数世家贵族的小姐一掷千金。苏瑶为了营造自己清高的人设，3年来一张画都没卖过，都是以募捐的方式将自己的画放到拍卖，然后把这些钱拿去赈灾。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画和她的品格都被世人大肆颂扬。那小姐，咱们今晚的画还是募捐出去吗？夏月想起苏瑶往常的习惯，开口询问。不，今晚的画价高者得。憋了3年了，苏瑶打算今夜大赚一笔。中秋诗会开始，诗人、词人还有画师们纷纷出来写诗作画，交流学识。苏月如、二皇子还有3公主宋雨柔也来到作画的地方，与诸位画师们一起交流作画。为了吸引二皇子，苏玉如使出浑身解数来作画。不得不说，苏玉如在画作上还是颇有天赋的。当他画的山水图出来后，二皇子还有些惊艳。玉如，你真是藏得好深啊！我只知你在诗词歌赋上颇有见得，却不曾想你在作画方面的造诣竟然高得惊人。众人看到画纸上层叠交错、笔锋浓密的山水画，也纷纷夸赞苏小姐的山水画确实画得不错，笔锋张弛有度，墨花也勾勒得恰到好处，粉白墨黑，层峦耸翠，画得确实好。小小的年纪能画出这样的画作，真是天赋过人。苏玉如听着众人的夸赞，故作娇羞地用帕子捂住了脸颊。多谢诸位的夸奖，小女子的画作与诸位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哎，苏小姐谦虚了，你这山水画实在是精美绝伦，就算是拿你的画和那善画山水的墨兰比，也是能与之一比的。一个爱慕苏玉如的公子讨好的开口。苏玉如听到那公子的话，顿时飘飘然起来。只是还莫等他开心多久，就听到一道凉凉的声音：他这破烂画怎可跟墨兰一比？墨兰的山水画乃千古绝唱，他的只能算是幼儿小曲。众人听到这嘲讽的语气，齐齐循声望去。第17章，墨兰公子出现。一个身形修长、面容俊朗的男子，叼着毛笔，玩世不恭地斜靠在椅子上。容世子说的不无道理。宋雨柔神色淡淡地扫了一眼苏玉如的画，继续道：玉如的山水画是不错，但是比起墨兰的还是稚嫩了些。苏玉如咬了咬唇角，我也觉得我的画与墨兰大师的画比不得。墨兰大师虽然才16岁，但是在作画方面的造诣却是无人能及的。可惜墨兰大师是个不入凡尘的冷谪仙，若是他愿意与我们相交就好了，我们也能得到墨兰大师的指点，学到1、2。宋雨柔听到苏玉如的话，感觉很不舒服，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不舒服。停，墨兰不是不愿与我们相交，是不愿与你相交。还有，别暗指墨兰不合群，她不是不合群，是不屑与你为伍。宋雨柔听到荣万飞的话，总算明白过来苏玉如的话怪在哪里。她深深地看了苏玉如一眼。苏玉如看到宋雨柔的眼神，一脸无辜的解释：雨柔，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误会，我只是不太会说话。宋雨柔没说话，沉默地看了苏玉如一眼。雨柔，苏玉如看宋雨柔不搭理自己，还想继续解释，可一个身影出现，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去。墨兰公子，哎，真是墨兰公子。没想到墨兰公子真的来了。墨兰公子一直在跟大家有说有笑的，看着也不像很高傲啊。是啊，人言可畏。墨兰公子明明温润如冬日暖阳，哪儿冷了？就是。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苏玉如。苏玉如看到众人的目光，顿时尴尬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在
众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墨兰吸引去。墨兰公子，今年你怎么来参加中秋诗会了？墨兰公子，你今日还作画吗？墨兰公子，可否能跟你讨教一下这山体如何勾勒？大家莫要着急，我今日一直在这，想知道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墨兰公子穿着墨色长袍，脸上挂着如沐春风的笑容。苏玉如极恨地看着与众人谈笑风生的俊美男子。墨兰，他喃喃地念着墨兰的名字。看清楚墨兰的眉眼，苏玉如顿时感觉有几分熟悉。他脑海里一闪而过那个身影，但很快便被他否认。墨兰是男的，怎么可能是苏瑶那个丑八怪？此时的苏瑶，也就是墨兰，突然打了个喷嚏。注意到一道炽热的视线，他往这边看了一眼，看到是苏玉如，眉眼微挑。二皇子看到苏玉如发愣，开口提醒：“玉如，你不是想跟墨兰请教吗？他在讲解山水画的精髓，可要去听听。”苏玉如听到二皇子的话，回过神，然后扬起期待的笑容：“是吗？那我可要去跟墨兰大师学学。”他说着，笑意盈盈地往人群走。仔细看，他的笑意根本就不达眼底。大家退开些，空间太小，墨兰不好施展。荣万飞站在墨兰跟前，将狂热的求学者们都拦住。万飞兄，多谢了。苏瑶感激地看了一眼荣万飞，然后飞快地铺好宣纸，准备好作画需要的东西。等准备好作画需要的东西，苏瑶这才看向众人：“我现在作画，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下笔手法，有什么不懂的，等我画完可以问我。”众人闻言齐齐点头。苏玉如找到了一个位置，挤进了包围圈。苏瑶看到苏玉如，眼神闪了闪，但只是一瞬便恢复正常。他提起笔，笔尖轻轻沾上墨，便在纸上行云流水地画了起来。落墨间，气韵生动起来。仅仅一刻钟，一幅明月悬空、将染淡墨的山水图就跃然出现在纸上。众人看到烟波浩渺、栩栩如生的山水图，顿时都忘记了自己要问的问题，只记得感叹：“墨兰公子，怪不得你年纪轻轻就被誉为大宋第一画师，今日一见，果然是有缘由的。”“是啊，先前我还以为是世人吹嘘，夸大其词，现在看来是我狭隘了。这山明水秀之景，烟波浩渺之境，真是美极，美极了。托墨兰公子的福，我今日倒是白白看了这样一幅山水灵月的美景。”宋雨柔痴迷地看着纸上栩栩如生的画。“墨兰公子，你这幅画能否买与我？”“四公主，这幅画我也想要。”荣万飞眼睛也没从画像上移开过。在场的人没几个差钱的，听到两人的话，纷纷表示也想要。“莫三公子，卖与我吧，我也想要。”“卖我出高价。”“卖我出更高价。”苏瑶转头往荣万飞那边看，荣万飞也恰好往苏瑶这边看，两人悄无声息地对视一眼。“既然都想要这样吧，公平竞争，谁价高便给谁。”荣万飞垂眸提议。众人闻言纷纷赞同：“这个主意好，我出1万两。”“我出2万两。”“我出5万。”宋雨柔眼看着画要被别人买走，咬了咬牙：“我出10万两。”二皇子宋泽宇听到宋雨柔的话，顿时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四妹，你疯了，一幅破画而已。”宋雨柔听到自己宋泽宇的话，神色冷了下来：“二皇哥，你说话注意些，这不是破画。”二皇子皱着眉头：“你想过没有，若是父皇知晓你花10万两买了个破画，会如何？你若是寻常人家的女儿就罢了，你可是一国公主。”宋雨柔的拳头紧了又松，最后他还是重重叹了口气：“罢了，我不买了。”宋雨柔恋恋不舍地将视线从画像上移开。苏瑶看到宋雨柔眼里的不舍，知晓她是真心喜欢自己的画，多看了她一眼。荣万飞看宋雨柔不要了，便询问还有没有其他人出价。10万两，可有人出价？第18章，明日去你家跟他退婚。墨兰大师这幅画值得10万两，我出。一个留着花白胡须的老者笑呵呵地举着手：“我要买给我女儿，我女儿最喜欢墨兰公子的画了。还有人出更高价吗？”荣万飞看了一眼老者，继续问。这一次没有人再应答，最终画被一个老者以10万两白银的价格买下。宋雨柔看着画被老者拿走，难受极了。他没有说话，走到顾瑶跟前，对着他默默点了个头，表示打过招呼，便转身离开。苏玉如看到宋雨柔满脸落寞，跟出去安慰：“雨柔，一幅破画而已，你别太伤心了。”宋雨柔听着苏玉如无所谓的语气，越加难受。“你懂什么？”他说完，不再理会苏玉如，快步离开。苏玉如拽着手里的帕子，骨节发白：“玉如，不用理会他，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二皇子这次来的目的就是结交些仁人志士，所以他并不打算就这么离开。苏玉如闻言，顺从地跟在二皇子身后，两人并肩回了金黄楼。这一次，两人没有再去作画那边凑热闹，
去了诗词歌赋那边。苏玉如学识不错，当场写了好几首诗，引得众人一阵吹捧。在诗词歌赋这边，苏玉如不仅将先前在作画那边丢的面子找了回来，还让二皇子又一次刮目相看，他不禁有些得意。离开的时候，苏玉如脸上仍旧挂着意气风发的笑容。二皇子，是姐姐。苏玉如发现苏瑶也正往外走，故作惊喜的开口。二皇子看到一身素白的苏瑶，眼神暗了暗。苏玉如在作画和诗词歌赋那边都未见到过苏瑶，以为她什么都没干，半点墨水都没涂。姐姐，方才我在作画和写诗词歌赋那边一直没见到你，你去哪儿了啊？苏瑶看到苏玉如，挥手让欲要跟上来的荣万飞走开。哦，我一直在3楼喝茶。姐姐好清闲，竟然一直在喝茶。我方才又是作画又是写诗，累得晕头转向。苏瑶怎么不会懂苏玉如的话外音？意思就是说，你果然真废物，什么都不会，只能坐着喝茶，不像我，又会作画又会写诗。那你很棒棒。苏玉如看苏瑶毫不在意，咬了咬唇角。姐姐，这是打算回去了吗？不回去，在这陪你们赏月。苏瑶挑眉戏谑地看着苏玉如。不是，我的意思说，姐姐可以不回去那么早。这诗会的能人这般多，多认识几个，兴许有人认识那个一心阁的莫神医，能帮你引荐引荐。毕竟姐姐脸上的红斑，或许只有那莫神医才能治了。苏玉如一副好妹妹真心实意为姐姐考虑的模样。唉，若是真能认识莫神医就好了。苏瑶感叹一句，看二皇子宋泽宇视线一直有意无意落在自己身上，故意将自己脸上的面纱解下。面纱一解下，那被红斑蔓延了半张脸的脸就彻底暴露在空气中。二皇子看到苏瑶的脸，顿时脸色骤变，人丑就莫要出来吓人了，丢人现眼。他丢下一句话，便快步离开。苏玉如看到这，连忙追上二皇子。二皇子，姐姐她不是故意的，您没被吓着吧？二皇子看着如小家碧玉般娇俏可人的苏玉如，心里顿时舒服了不少。玉如，明日我便去你家和苏瑶退婚，然后再与你订婚。你今晚回去与你父亲打声招呼。苏玉如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红着脸点了点头。二皇子，可是姐姐那边？二皇子转头看了一眼苏瑶，此时的她站在昏黄的灯盏下，半张脸在阴影里，那红斑如暗红血，显得尤其可怖。她有什么好顾忌的？长成这般模样，就因投河溺死，免得出来吓坏孩童。二皇子说完，甩袖转身离开。苏玉如听到二皇子话语里对苏瑶的厌恶，嘴角微微上扬起来。他转头得意地看了一眼苏瑶，跟上了二皇子的脚步。荣万飞看两人离开，走到苏瑶身旁，还不与这废物退亲，这是打算与他喜结连理不成？你怎么知道我没退亲？苏瑶淡笑着将一封手谕拿了出来。荣万飞诧异，你何时安排的？刚来京城时我就给那位写了封信。荣万飞竖起大拇指，还是你厉害。好了，我回去了，你归安吧。苏瑶说着转身上了马车。荣万飞翻了个白眼，又来这一套。他想起什么，忙走到马车旁。明晚的事情别忘了，我可出不了面，这龟孙非认出我不可。苏瑶从车窗里伸出手摆了摆，归安吧。荣万飞无奈地摇了摇头，跪就跪，老子悄悄扣你这月的分红。他说完转身进了金黄楼。金黄楼的管事看到荣万飞，都齐齐簇拥着他说着什么。次日一早，我们家小姐还在休息，有什么事等我家小姐醒了再说。冬雪拦在院门口，冷眼看着张嬷嬷。张嬷嬷看到冬雪不善的眼神，后退几步。冬雪姑娘是吧？二皇子就在前厅等着，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冬雪纹丝不动，全当没听到张嬷嬷的话。张嬷嬷见状，只能回去复命。老爷，小姐还在休息，她的丫鬟拦在院门口，我们进不去。苏有德本就因为昨日的事情对苏瑶很是不满，闻言脸瞬间沉下。逆女，难道还想要我亲自请她不成？刘婉看到这，站了起来。老爷息怒，瑶儿可能是昨日睡得晚了一些，让妾身过去看看。坐在主位上的二皇子听到刘婉的话，想起昨日苏玉如说苏瑶跟着一个中年男人上了3楼，顿时想歪。哼，良家女子怎会晚睡？莫非她昨日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苏玉如听到这，知道自己昨天说的话有了效果，凄凄哀哀的开口：二皇子，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玉如，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般纯白如莲，有些人天生就是肮脏至极。二皇子话语里满是嫌弃。苏玉如听到二皇子对自己的评价，娇羞的用帕子捂着脸。你说的对，他确实是蠢如白莲。苏瑶施然出现在门口。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话，脸色一变，她攥紧了藏在袖子下的手，眼神悠悠的盯着苏瑶。苏瑶不理会苏玉如吃人的眼神，进了前厅，便自行找了个位置坐下。逆女，我让你坐下了吗？
苏有德看到苏瑶压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气得双手发颤。第19章要开始给我下药了，你也没说不让我做呀。苏瑶端起夏月倒好的茶，抿了一口，这茶差点味道，要是能放点白莲进去泡，定是别有一番风味。苏玉如听到苏瑶一直在内涵自己，气得眼睛都红了。她委屈可怜地望向二皇子，二皇子看到苏玉如发红的眼睛，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苏瑶，见了我不行礼，信不信我治你个藐视皇位的罪？苏瑶挑眉，随意散漫地开口，那就参见二皇子。瑶儿，哪有人行礼只用嘴的？行礼应当起身，然后端端正正地跪到地上参拜。刘婉俨然如一个好母亲那样，轻声细语地教着苏瑶如何行礼。苏瑶瞥了一眼刘婉，多谢柳姨娘提醒，我自然是知道如何行礼的。若不是我今日腿脚不便，不好屈膝，我定是会给二皇子行个大礼。不过二皇子这般大度，应该是不会为这点小事介怀。帽子一扣，二皇子是想追究都不好开口。哼，方才看你进来时腿脚倒是利落。苏瑶轻笑，那不是因时而异吗？言下之意就是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现在我纯不想给你行礼。二皇子又是一声冷哼，牙尖利嘴，本皇子今日来不是听你胡言乱语的，我来是要将我们那荒唐的婚事退掉。我已经禀明了父皇，现在就等你点头同意，劝你不要痴心妄想，再让这婚事禁锢于我。二皇子说完，看向苏瑶，欲要在他脸上看到那错愕难过的表情。然而苏瑶神色并没什么变化。反观一旁的苏玉如、刘婉、苏有德三人，脸上的表情是既期待又欣喜。那真是巧了，我也有一个婚要退。苏瑶说着，将手伸到冬雪跟前。冬雪恭敬地将手谕递过去。二皇子看到这，以为是苏瑶是为了不让自己退婚，装样子。苏瑶，你何必呢？婚事退了，你我才能得一个自由身。我知道你心属我多年，你放心，我会补偿你1000两银子。你拿着这钱想买什么便能买什么。夏月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嘀咕道：小姐昨日一幅画赚了10万两，拿1000两来打发谁呢？苏瑶听到夏月的嘀咕，拿起桌上的一块糕点塞住了他的嘴。夏月突然被自家小姐投喂，顿时感觉幸福的冒泡。苏瑶看夏月喜欢吃，便将整盘糕点都递给了他。二皇子见苏瑶不说话，以为他是嫌钱少，怎么？若是觉得钱少，我再给你加一些。苏瑶没说话，将手谕再次递给冬雪。冬雪，你给他们念一念。是，小姐。冬雪接过手谕，翻开念了起来。皇太后辞谕苏丞相之嫡女苏瑶与二皇子宋泽宇八字不合，遂将两人婚事解除。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钦此。二皇子听到手谕，愣了片刻，他夺过手谕，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印章，确定印章没问题，深深地看了苏瑶一眼。你倒是好手段，自己求了父皇这么久，父皇才松口，可苏瑶随手就拿出太后的手谕，解除了婚约。想到这，二皇子心里堵了一口气。苏瑶，你怕是早就想与我解除婚约了吧？既然如此，之前装什么样子？苏瑶，二皇子说的装样子是？二皇子皱眉，你忘了？你少时每次见我都会对着我傻笑流口水。年少的事暂且不说，昨日在诗会，你远在3楼，都一直饱含深情地看着我。苏瑶无语，我少时脑子不清晰，看谁都会傻笑。二皇子不愿相信是自己误会，焦急开口，那昨晚呢？你敢说你不是在看我？我确实是在看你，毕竟我还没见过这么自恋、愚蠢、自大的人。苏瑶上下扫了一眼二皇子，啧啧地摇了摇头。二皇子看到苏瑶轻佻赤裸的眼神，顿时感觉羞愤难当。好你个苏瑶，竟然耍我！要退婚是吧？行，别后悔，免得到时候痛哭流涕的来求本皇子。他说完，奋力地将袖子甩得啪啪响，然后转身离开。苏玉如看着二皇子没提与自己的婚事，焦急地追了出去。二皇子，您别跟姐姐生气，小心气坏了身子。夏月看着追出去的苏玉如，啧啧称奇。啧，小姐这就是您说的舔狗吧？苏瑶笑了笑，你倒是会活学活用。夏月嘿嘿直笑。苏有德看到叫苏瑶过来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挥手赶人。行了，这没你的事了，回去吧。苏瑶还有事，便不再浪费时间。他招呼都不打，起身就走人。混账东西，越发没规矩。苏有德看到这，气得心口隐隐作痛。老爷，您消消气，瑶儿一直在庄子里养病，不识礼数，倒也情有可原。刘婉看到这，忙伸手给苏有德顺气。苏有德被刘婉这一提醒，顿时反应过来。你说的对，他一直在庄子里，不识礼数，倒也能说得过去。这样，
你给他找个教养嬷嬷，专门给他教礼数，免得他出去丢人。刘婉达到目的，笑容越发灿烂。是，老爷。刘婉勾着唇下去张罗。张嬷嬷看到刘婉砸重金要给苏瑶去找难相处的教养嬷嬷，语重心长的开口：夫人，我觉得大小姐如今不似她痴傻的时候那般好拿捏了，您还是莫要跟她作对了。左右，她跟二皇子的婚事也已经退了。刘婉不悦地皱起眉头，一个丫头片子而已，难道还怕她能翻什么浪不成？找了嬷嬷之后，跟她一样弄死不就成？张嬷嬷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小姐，那刘婉要给您找个教养嬷嬷。冬雪将打听来的消息禀告给苏瑶。苏瑶摩挲着手里泛黄的药瓶。哦，这找了教养嬷嬷，往我身边安插人之后，是不是像对付我母亲一样，要开始给我下药了？第20章，传闻中的九王爷与现实大相径庭。小姐，要不我直接悄无声息的将他们母女弄死吧？夏月愤愤道。冬雪将一块糕点塞进夏月嘴里，堵住她的嘴。若是杀一个人这般简单，刘婉就不会处心积虑给小姐的母亲下了10多年药了。小姐刚回来，他们母女现在就暴毙，旁人定是会怀疑到小姐头上。夏月有了吃的，也不再卖弄自己那点智商了。苏瑶将手里的旧瓶子放下，然后从衣袖里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瓶子，将新瓶子里面的药倒进旧瓶子里。突然死掉，自然是会惹人怀疑。若是像之前母亲那样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死去，便不会了。苏瑶笑着摇晃了一下手里的药瓶，然后将药瓶递给冬雪。冬雪看着药瓶微微诧异：小姐，您将当年那个药研制出来了？王嬷嬷笑着摇了摇头：小姐研制的这个药可比当年那个厉害多了。小姐这个药吃下去不用10年，仅用1年就能让人迅速衰老，然后悄无声息的死去。冬雪闻言，忙小心的将药瓶放好。苏瑶思索片刻：冬雪，你去找个嬷嬷联系上刘婉，然后让她取得刘婉的信任，剩下的事情不用我怎么教你了吧？小姐，冬雪知道。冬雪说完给苏瑶行了一礼，然后快步下去安排。天黑前，冬雪回来了。如何，可办好了？冬雪颔首：回小姐，已经办好。那就好，走吧，备车去金黄楼应付一下那个蠢货。苏瑶说着起身往外走。二皇子，人来了。宋泽宇的侍卫看到苏瑶来了，赶紧过来禀报，速速将人请过来。二皇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静静等待。片刻后，一身墨色长袍的翩翩公子出现在门口。二皇子看到来人，有些诧异：墨兰公子，怎么是你？苏瑶轻笑：怎么？二皇子很诧异。确实有些诧异，素来听闻墨兰公子不喜同袖，没想到墨兰公子竟然还有这么大一个眼眶。二皇子话语里有几分讽刺的意味：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苏瑶坐下后便开门见山的询问：二皇子找我所为何事？请说吧。二皇子闻言，神色认真起来：想必墨兰公子已经知晓我的诉求，你将细盐制作方法给我，我给你10万两，另外保你一生富贵。苏瑶嗤笑：10万两，只不过是我一幅画的钱罢了。至于富贵，我何时没有？二皇子看到苏瑶的态度，知道苏瑶不会因为自己是皇子就给自己面子。他思索片刻，加高筹码：10万两确实少了，这样，我办制盐厂后给你1成分红如何？苏瑶看二皇子如此上不得台面，也没了耐心。二皇子真是在说笑，我自己开盐厂，拿10成的分红不好？二皇子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没有得到官府认同的贩盐，可是犯法的。苏瑶听到这带着威胁的话，耐心彻底耗尽。我墨兰广交天下能人异士，想得到官府的认同，还不是轻而易举。苏瑶说完，直接起身，在下还有事，就不陪二皇子了。二皇子看苏瑶要走，有些焦急。墨兰公子，若是你不满意，咱们还可以相商，我给你2成如何？什么都不干，你就能拿2成，已经是便宜占尽。苏瑶听着二皇子的话，只觉得舌燥，他赶紧加快脚步：小姐，另外一位，您可要去见见？冬雪见苏瑶只是待了片刻就出来了，知晓是商谈的不愉快，便提议：是哪位？小姐，是那位九王爷慕寒。听到九王爷的名字，苏瑶有些恍惚，看时间还早，他便点了点头：去见见吧，左右一个驰骋沙场的将军，也不会有这狗东西这般无耻。冬雪闻言，在前面给苏瑶带路：小姐，那位给的消息说就在咱们金黄楼3楼等着。好。苏瑶闻言，转身往3楼走。苏瑶离开后，二皇子砸了好些茶盏：莫兰，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本皇子叫嚣？二皇子，这方子他不愿意卖，咱们可以想其他办法呀。手下的人出主意。二皇子挑了挑眉：你说的对，敬酒不吃，那便让他吃罚酒。苏瑶并不止二皇子如此阴险，此时他刚来到3楼，看到那房间刚好在自己的专属房间隔壁，
苏瑶有些诧异，他转头询问地看着冬雪：“小姐，奴婢查过了，只是偶然。”苏瑶闻言放心下来，他伸手敲了敲房门：“进来。”一道清冽低沉的男音响起，苏瑶应声推开门，一眼便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男人穿着一身黑衣，发丝用上好的无瑕玉关了起来，虽然脸上戴了面具，但仍能看出双眸深邃又寒冽。九王爷，久等了。慕寒抬眸看到苏瑶的脸，有片刻的失神，似是错愕，又似是惊喜。不过仅是一瞬，他便恢复如常。早就久仰墨兰公子大名，今日总算得以一见。苏瑶听到男人温润了些许的嗓音，多了几分好感。九王爷与传闻中倒是判若两人。哦，何以见得？慕寒亲自给苏瑶倒了一杯茶水。苏瑶端起茶水，轻抿了一口。传闻中九王爷性情残暴，冷血无情，可今日一见，我却觉九王爷与传闻中大相径庭。慕寒勾唇，我连年征战，确实沾染不少鲜血，传闻倒也说的没错。苏瑶微微点头，他将杯子里的茶水一饮而尽，然后给自己和慕寒各倒了一杯，这才将话题拉到正事上。九王爷也是为戏言来的吧？慕寒颔首，是为戏言而来。我有万亩盐田，墨兰公子只需出制作戏言的方子便可。分成。慕寒停顿片刻，呜。站在慕寒身旁的侍卫听到慕寒的话，有些错愕。苏瑶没错过侍卫的表情，怕有什么陷阱，苏瑶没有贸然答应。九王爷的意思是在下只需出一个方子，便能分5成。是。慕寒神色认真。苏瑶不解，为何给我这般多分成？第21章，九王爷是旧相识。慕寒思索片刻，想求墨兰公子一幅画。苏瑶闻言放心下来，一幅画而已，若是九王爷着急要，现在我便当场给你画。冷风给墨兰公子备笔墨纸砚。守在慕寒身旁的侍卫闻言连忙下去准备。苏瑶一愣，本来他只是客气一番，没想到墨兰直接备墨，话已经说出来了，苏瑶只能当场作画，让九王爷见笑了。劳烦墨兰公子。慕寒对着苏瑶拱拱手。苏瑶回以一笑，九王爷对这幅画可有什么要求？比如是想要山水，亦或是其他？慕寒摇头，墨兰公子即兴发挥便可。苏瑶闻言深深地看了一眼慕寒，随后执笔洒墨。慕寒全程一直静静地看着苏瑶作画，不曾打扰过半分。半个时辰后，苏瑶停笔。九王爷，看看可合心意？慕寒转动轮椅来到案桌前。苏瑶看慕寒不方便，将画拿给一旁的2个侍卫，让侍卫举着给慕寒看。慕寒本以为苏瑶画的是山水画，看到画顿时呼吸一滞。画像上是一幅边塞图，一位穿着金甲的将军骑着白马站一望无际的荒漠上，静静地看着远处袅袅的孤烟，夕阳的余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慕寒内心狠狠触动，鲜少萌生要动笔的念头。墨兰公子，我能否在你的画上写诗？画本来就是给慕寒画的，苏瑶自然是没什么理由不答应。九王爷请便。慕寒对着苏瑶微微点头，然后提笔在纸上行云流水。苏瑶起初以为慕寒只是诗兴大发，随意写2句，看到那气势磅礴的字体，认真起来。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骑，都护在燕然。摘自王维，始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苏瑶反复读了2遍，顿时心里暗暗惊叹。世人若是知道九王爷的诗如此惊艳，怕是第一诗人的名头就不会落在旁人头上了。慕寒摇了摇头，我这诗没辱没你的话便好。九王爷说的哪里话？苏瑶越看这诗是越满意，都不想将这话给出去了。但是话说出来了，又不能反悔。九王爷以后若是有空，能否帮我题几首诗？慕寒眸中闪过微光，荣幸之至。苏瑶看慕寒如此直爽，心里也很是痛快。那在下就先谢过九王爷了。慕寒微微颔首，他思索片刻，提笔在纸上刷刷写了起来。苏瑶看到慕寒的手骨节修长，多看了2眼。这一看就注意到慕寒的无名只有颗小痣，他抬头看了一眼慕寒的面具，不动声色地记下这一点。慕寒对此全然不知。他写完，吹干墨迹，这才将纸张递给苏瑶。墨兰公子看看，这契约有何地方需要改？苏瑶接过，仔仔细细地看完上面的各个条款，随后接过笔，爽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又掏出自己的印章，利落盖了上去。我并无异议。盖完章，苏瑶这才开口。慕寒见状，也签名盖章，一式2份，墨兰公子收好。苏瑶收好契约，目的达到，他也不再耽搁，告辞离开。九王爷，夜已深，我就先行离开了。日后有事，九王爷可来金黄楼找我。慕寒点头，目送苏瑶离开。苏瑶一走，
慕寒身旁的侍卫一脸疑惑地走了出来。王爷，您先前不是打算3-7分吗？方才为何直接给了他5成？成本在您这，给了他5成，这样您就没什么赚头了呀？没听到吗？我要了他的话。慕寒的声音没了方才的温润，冷冽而又疏离。可一幅画。放肆！冷风，你的胆子越发大了，滚出去！慕寒的神色沉了下来。是，王爷。冷风看到慕寒的神情，缩了缩脖子，麻溜地转身走了出去。另一个侍卫早已经等在门边，见冷风出来了，戏谑地看着他。冷风，方才你没认出来那个墨兰公子是谁吗？他不就是那个画师吗？冷风挠了挠头。你是真不记得的，还是假不记得？墨兰公子与王爷是旧相识啊。3年前。冷风拍了拍脑袋。冷雨，你的意思是说，这墨兰是3年前支援边关的那位小姑娘？记得那年王爷被胡人困住，弹尽粮绝，本以为是要栽在胡人手里了，没成想那小姑娘带着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从天而降，不仅送来了粮食和兵器，还用计将胡人击退。王爷便是那时记挂上了小姑娘的那份恩情。局势稳定后，王爷便一直寻找那姑娘，只可惜……冷雨说起那少女，言语里也满是钦佩。冷风连连点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苏瑶不知道慕寒已经认出了自己，此时他也正和冬雪回忆着那年的事情。小姐，奴婢记得我们3年前在边关撤退，九王爷的腿还是好的。这3年不见，这九王爷的腿怎变成了这般？苏瑶眸中也闪过疑惑。你去查查，他武功这般卓越，应该无人能伤到他才是。是，小姐。冬雪将苏瑶的吩咐记了下来。次日一早，张嬷嬷就带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嬷嬷过来了。大小姐，老爷知您在庄子里养病多年，京城许多规矩都陌生了，特请了个教养嬷嬷给您。张嬷嬷怕苏瑶不肯接受，只说了是苏有德的意思。哦，爹真是时刻在为我着想。苏瑶挑眉看向老嬷嬷，老嬷嬷看到苏瑶，微微低下头，她端端正正的给苏瑶行了一礼。大小姐，既然是父亲的心意，人我便留下了。苏瑶摆手。张嬷嬷看目的已经达到，不敢再逗留。江嬷嬷，你好好在这边侍奉小姐，多教小姐些礼仪。是。江嬷嬷点了点头，跟在冬雪身后进了院子。院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人。第22章，在衣服上动手脚。江嬷嬷走到苏瑶身旁，小姐多日不回庄子了，近来可安好？甚好。江嬷嬷，难为你这般大年纪还要出来为我奔波。苏瑶搭上江嬷嬷的手，给她把了一下脉。江嬷嬷看到苏瑶又在给自己把脉，脸上越发恭敬。能陪在小姐左右，是老奴的荣幸。舟车劳顿，先休息吧。苏瑶松开江嬷嬷的手，轻轻拍了拍。冬雪闻言，带着江嬷嬷下去休息。哼，贱人，这下有你好看的。苏玉如听到刘婉安插了个厉害的教养嬷嬷给苏瑶，乐得合不拢嘴。我亲自试过那江嬷嬷，以她的能力，定是能将苏瑶收拾得服服帖帖。听着吧，不多时，那院子里定是会传出惨叫。玉如，这下你该解气了。刘婉悠闲惬意地把玩着自己的新指甲。娘，还是您厉害，知道怎么治他。苏玉如走到刘婉身旁，轻轻给她捶背。傻丫头，她母亲我都能治，治她不是轻轻松松。行了，别说她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练习琴棋书画，到时候在中秋宫宴上一鸣惊人，让二皇子能早日跟皇上求娶你。苏玉如听到母亲的话，眼里满是憧憬。娘，我这就回去勤加练习，到时候肯定能在宴会上大放光彩。苏玉如说着，小跑着回了自己的院子。刘婉看女儿回去了，转头看向张嬷嬷。张嬷嬷，方才宫里送来的那请柬呢？拿给我仔细看看。是，夫人。张嬷嬷将请柬拿出来，小心地递给刘婉。刘婉笑意盈盈地翻开请柬，下一刻脸垮了下来。怎么回事？是不是弄错了？怎么还有苏瑶的名字？张嬷嬷思索片刻，夫人，我记得昨日大小姐拿的就是太后手谕。刘婉攥紧手里的茶杯，我倒是忘了，这丫头已经搭上了太后，那这请柬上有她的名字，倒也不奇怪了。夫人，你也不必担忧，大小姐去了又能怎样？她相貌丑陋，目不识丁，去了只能成为咱们小姐的陪衬。刘婉听到张嬷嬷的分析，嘴角微微上扬。你说的对，她去了又能如何？去了更好，能为我儿陪衬。想清楚了，刘婉也不再纠结这件事。去，给她也弄一套衣服，弄得素些，别盖过玉如的风头。张嬷嬷扶了扶身，老奴晓得。苏玉如知晓苏瑶又能参加宫宴，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娘，为什么让那个贱人也能参加宫宴？刘婉安抚苏玉如，玉如，
这是宫里面的意思，娘也没有办法。不过你放心，就算他去了又能怎么样？就他那张脸，还有他那点墨水，都不够给你陪衬。苏玉如听到母亲的话，放心下来。娘说的有道理，他去了只能给我当陪衬。苏玉如想了想，开口道：娘，我那衣服可在准备了。刘婉笑得温柔：你放心，衣服娘已经安排好了，请了最好的绣娘给你做，这一次定会让你在宴会上惊艳四座。苏玉如眼里满是期待，想到苏瑶也要去，她眼珠子滴溜转了转。娘，那苏瑶的衣服您也一块做了吗？自然，我给她准备了套寻常的衣服，这样一来她就没法抢你的风头了。刘婉伸手想要抚摸一下女儿那张柔嫩非常的脸，靠近之后却闻到浓重的口臭味，她顿时僵住。苏玉如没注意到母亲的反应，此时她正想着怎么让苏瑶出丑。娘，您把苏瑶的衣服做好后先拿过来给我吧。刘婉悄悄离远了些，这才询问：你要她的衣服做什么？苏玉如凑近母亲：娘，我想将她的衣服。苏玉如没注意到自己靠近的时候，母亲脸色骤变。刘婉看女儿离远了自己，才松了口气。想到女儿说的话，刘婉皱眉：不可，你这是杀敌1000，自损800啊！若是真这么做了，你的名声也坏了。娘，不会的，只要我在宴会上好好表现，到时候一鸣惊人，那他便影响不了我。刘婉见女儿坚持，也不再说什么。她想到方才闻到的臭味，犹豫片刻，开了口：玉如，太医说的是7日，今日是第几日了？苏玉如听到母亲的话，下意识捂住了嘴。娘，才第3日，还有3日就要参加宫宴会了，怎么办？想起自己的嘴还臭着，苏玉如顿时烦得不行。玉如，你先别着急，回去练琴，娘派人让你爹将太医再请过来。苏玉如虽然着急，但是也知道现在只能这样用，便也听话的回去了。傍晚，苏有德求得皇上恩典，让李太医来了一趟。李太医虽然不愿意，但是还是苦着脸来了。李太医，我女儿这口臭可否在3日后去除？刘婉看李太医把完了脉，便着急的询问。李太医憋着气摇了摇头：医心阁的药霸道又厉害，我也无能为力。李太医说完，再也待不住，告辞离开。苏玉如听到太医的话，着急的直跺脚：娘，这怎么办？我总不能这个样子去参加宴会吧？若是被别人闻到，我岂不是？苏玉如都不敢想，要是被人知道自己有口臭，会多嫌弃自己。特别是二皇子，若是知道自己有口臭，苏玉如越想越害怕。玉如，冷静，你先冷静。刘婉此时也有些担心，可她左思右想都想不到好的办法。玉如，实在不行，你还是戴着面纱吧，到时候谎称是脸上长了疙瘩便好。苏玉如跺了跺脚：娘，这怎么行？我还想到时候跳舞呢，戴着面纱，别人怎么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刘婉没了办法，只好安慰苏玉如：没事的，你想啊，戴面纱反而会更引人瞩目，一张脸看久了也会腻的，戴面纱刚好营造一点神秘感。苏玉如想起中秋诗会那日，二皇子看到自己戴面纱时，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温柔了，勉强点了点头：那便戴着面纱吧。放心吧，以我女儿的才情，即使戴着面纱也能大放异彩。刘婉继续安慰苏玉如：小姐，查清楚了，第23章打的戒尺都烂了，九王爷的腿就是3年前伤的，至于是不是真的伤了，就不得而知。冬雪查完回来禀告。苏瑶轻轻敲击着桌面。九王爷和皇上虽是亲兄弟，但毕竟不是一母同胞，应是皇上忌惮了。皇上这般多少有些忘恩负义了。九王爷这些年为了大宋一直征战九州，皇上却冬雪欲言又止。自古帝王多猜忌。苏瑶轻叹，九王爷一代战神，如今要装瘸隐忍，属实委屈。不过这也别无他法，帝王多疑，总不能直接更朝换代。冬雪给苏瑶添了杯新茶。皇上如今年纪也大了，听说正准备立太子，若是立的太子人善，那九王爷便不用这般委屈了。苏瑶端起茶抿了一口。现在有几位年纪适宜的皇子？回小姐，现在年纪适宜的有大皇子宋泽明、二皇子宋泽宇、三皇子宋泽轩。大皇子宋泽明看着恪守本分，不争不抢，实则背地已经在拉帮结派。二皇子就不用说了，野心极大。三皇子一心云游四海，倒是对皇位无感。冬雪将自己知道的信息都说了出来。对了，小姐，二皇子还给咱们暗夜阁递拜帖，应是想拉拢我们，您看该如何？苏瑶挑眉，谁都能做这个位置，唯独这个二皇子不行。冬雪闻言知晓了苏瑶的意思，奴婢明白了。苏瑶没再谈这个话题。江嬷嬷这时候从院外走了进来。小姐，刘婉母女给您准备了宫宴的衣服。夏月听到刘婉母女准备了衣服，停下手不停往嘴里送吃食的动作。嘿，两个狗东西会这么好心？
江嬷嬷瞥了一眼夏月嘴角的食物残渣，默默地将自己的帕子递过去。自然是不会这么好心，他们是想在小姐的衣服上动手脚，让小姐在宫宴上出丑。王嬷嬷刚好将做好的衣服拿了回来，那他们的算盘倒是要落空了。小姐的衣服，我早就让绣娘用最好的云锦布拿金丝线绣好。夏月看到衣服做好了，擦擦手就要拿起来看。江嬷嬷一把抓住夏月泛着油光的小手，塞到水盆里，洗干净再摸。夏月嘿嘿干笑两声，不好意思地将手洗干净。将手洗干净擦干，夏月这才敢拿起那件衣裙。她放在苏瑶跟前比对了一下，小姐，您怎么又做这么素雅的衣裙？虽然绣了金丝，但颜色还是很素雅。苏瑶摆摆手，我又不用殿前献舞，穿这般出众做什么？夏月挠了挠头，呵呵，好像小姐说的有道理。苏瑶将衣服换上，正合适就脱下来放着了。小姐，刘婉院子里的丫鬟过来了。冬雪看到人过来了，忙进来禀报。苏瑶挑眉，哦，过来看看我有没有被教养嬷嬷折磨。江嬷嬷给苏瑶行了一礼，小姐，交给老奴。她说着，拿着戒尺走到了院子里，清了清嗓子，便开始大声喊：大小姐，您这走路的姿势不对，请您再走一遍。大小姐，莫要做些小动作，端正您的态度。江嬷嬷边说边时不时挥动手里的戒尺拍在石桌上，啪啪的声响回荡在院子里。大小姐，您若是认真些，我这戒尺自然不会落到您身上，可这2日您一直态度不端正，我这戒尺都快打烂了。屋外的丫鬟将耳朵附在院门上，听到院子里的动静，小跑着回去复命。冬雪跃到墙头，看到丫鬟走了，便示意江嬷嬷停下来。江嬷嬷，人走了。江嬷嬷听到人走了，收好戒尺。苏瑶笑着摇了摇头，这样一来倒是让江嬷嬷受累了。江嬷嬷摆手，小姐，这可比在庄子里教养那些娃娃轻松多了。您不知道，庄子里又收养了好些娃娃，整日教他们，我是真烦得头疼。来了您这儿倒是躲清闲了。夏月撇嘴，江嬷嬷你说谎，昨日夜里我还看到你挑灯给娃娃绣鞋呢。江嬷嬷听到夏月揭穿自己，脸上闪过一丝丝尴尬。苏瑶轻笑出声，夏月，你这般说，让江嬷嬷都不好意思了。江嬷嬷被揭穿，索性就不装了，她当场拿出鞋底出来呢。说真的，有些时日不见这些小兔崽子，心里倒是有些念了。苏瑶接过江嬷嬷手里的鞋底看了一眼，发现上面染了点血迹，皱了皱眉。江嬷嬷，以后你就不要自己动手做这些了，伤眼睛。这些活计就交给绣房里面的绣娘便好。苏瑶想了想，转头吩咐冬雪，冬雪，你写信跟绣房里的管事说一声，让他每月带人去庄子里给孩子们量尺寸做衣服鞋子。是，小姐。冬雪看现在也没什么事，便即刻下去安排。江嬷嬷知道苏瑶是心疼自己，感动不已。小姐，能跟了您，真是老奴3生修来的福分。苏瑶摆摆手，江嬷嬷说的哪里话，这些年你可帮了我不少忙，应该说是我的荣幸才是。以后琐事就不要做了，安心歇着，我给你颐养天年。江嬷嬷眼眶发红，是，小姐。第2日，苏瑶发现江嬷嬷是不给孩子们绣鞋了，改给自己绣了。冬雪，过了这些时日，就安排江嬷嬷回去吧。夫人，那江嬷嬷真是厉害，戒尺都打烂了。听着婢女的禀报，苏玉如兴奋不已。真的？那江嬷嬷当真这么厉害？千真万确，奴婢在门口听得真真切切。婢女不敢有隐瞒，将自己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哈哈，贱丫头，终于有人收拾你了。苏玉如在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兴奋不已。玉如，娘就说会收拾她，这下你能放心准备宫宴了吧？刘婉也眉开眼笑，娘，还是你有办法，我这就回去练琴。苏玉如心情极好的回了自己的院子。宫宴这日，刘婉、苏玉如母女早早就起来梳妆打扮，足足折腾了1日，这才收拾好。2人收拾好，这才派人将衣服拿给苏瑶。小姐，那边送衣服过来了。冬雪将衣服捧回来，直接丢掉吧。苏瑶头都不抬。是，小姐。冬雪闻言，直接将衣服丢到专门放垃圾的垃圾堆里。冬雪丢完衣服，苏瑶刚换好衣服。好了，走吧。苏瑶刚出院子，就碰到意气风发的走过来的母女。刘婉和苏玉如看到苏瑶没穿那件衣服，皆是脸色一变。姐姐，你怎么不穿娘给你准备的那件衣服？苏瑶还没说话，夏月就叉着腰，梗着脖子开口了。第24章，中秋宫宴。你们拿来的这衣服布料如此之差，狗都不穿。刘婉为了能让苏瑶穿那个衣服，可谓是下了血本，用的布料和可是女儿苏玉如的一模一样。因此，苏玉如听到夏月的话，气得脸都红了。贱婢，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苏瑶将夏月拉到身后，这里是我的地盘，她是我的侍女，自然轮得到她说话。倒是你，来这里乱费什么？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话，
脸色由红转青。他再忍不下去，贱人，我娘好心好意给你做了衣裳，你不穿就算了，还侮辱我们。行了，这里没别人，别装了，你们存着什么心思自己知道。苏瑶没了耐心，直接转身离开。夏月对着几人哼了几声，也跟着苏瑶走了。娘，你看他。玉茹别生气，今日最重要的参加宴会，咱们回来再收拾他。刘婉也是生气的，但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赶紧哄着苏玉茹往外走。两人刚出来，就看到相府的马车缓缓离开。哎，怎么回事？谁在马车上面？刘婉看到自家的马车竟然走了，着急的看向刘管家。刘管家硬着头皮回夫人，是大小姐在马车上面。什么？那个贱人在上面？他凭什么坐我们的马车？刘总管，你怎么办事的？苏玉茹听到是苏瑶坐了自己的马车，顿时火冒三丈。她不允许苏瑶抢自己任何一点东西，绝不允许。刘管家硬着头皮回答：二小姐，我方才拼命阻止了，可你也知道，他身旁那个丫鬟会武功，老奴也无能为力。苏玉茹心中怄火无处发泄，狠狠地掐了一把一旁的丫鬟碧儿。贱人！碧儿咬着唇角，一声不吭。刘婉看时辰差不多了，也敢不再计较下去。罢了，刘管家，你去找府里另一辆马车过来。刘管家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半天。夫人，另一辆马车也被大小姐用了。什么？她一个人怎么能用2辆马车？刘婉面色一变，诧异又愤怒地瞪着刘管家。刘管家吞了吞口水，大小姐将另一辆马车给她的丫鬟坐了。这个贱人，她竟然敢让丫鬟坐我们的马车！苏玉茹气得脸色铁青，她在地上使劲地跺脚，似乎地上的泥是苏瑶一般。刘婉也有些生气，但到了这节骨眼上，她也顾不得计较了。刘总管，你速速去找辆马车过来。刘总管闻言，脸上的神色更加为难。他苦着脸：夫人，方才我才打听到，这方圆10里地的马车今日全都被租走了。苏玉茹气得牙痒，她跺了跺脚，肯定是那贱人干的。娘，现在怎么办？刘婉也心急如焚，她思索片刻，转头看向刘管家。刘管家，你去城里的其他人家那里借一借，我就不信没人愿意给丞相府借马车。夫人，方才我也去找人去借过了，都说借出去了。刘管家额头布满了细汗。什么？这贱蹄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刘婉愣了愣。不是，听说是那天下第一画师莫三公子借的。刘管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时不时瞄向一旁停着的牛车。莫兰公子。苏玉茹听到莫兰公子，尖叫起来。怎么他也来掺和，处处都想压我一头是吧？只是凑巧吧。刘管家心虚的开口。刘婉用力的拽着手里的帕子，时辰不多了，再耽搁下去就来不及了。刘管家，你快想想办法。刘管家轻咳一声，夫人，要不您委屈一下，坐这个车去吧。刘婉顺着刘管家的视线看去，看到一辆敞着没有遮盖的牛车。你本夫人坐牛车进宫？苏玉茹梗着脖子，不坐，死我也不坐这肮脏丢人的东西。玉茹，将头遮好，莫要被人发现了。刘婉盖着一个头巾，坐在牛车上，鬼鬼祟祟地看着街上的行人。娘，我知道，您的额头露出来了，快遮好。苏玉茹将身子缩在头巾下面，手都不敢露出来，生怕别人发现自己坐在牛车上。两人在宫门口拐角下了牛车，然后整理好了衣服，这才敢往宫门口走。娘，这贱人摆了我们一道，我一定要弄死他。苏玉茹赤红着眼盯着那辆牛车，似乎把那牛车当成了苏瑶。弄死他还不容易，难的是怎么让他生不如死。柳完手上的精美指甲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扣掉。娘，那牛车派人烧掉吧。好，你想烧掉便烧掉。苏玉茹得到母亲的回答，心里总算舒服了些。她看到宫门口丢到人越来越少，赶紧拉上柳完往宫里走。娘，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进宫。来到中秋宴会上，苏玉茹一直在寻找着苏瑶的身影，可找了许久都找不见苏瑶，以为苏瑶出了什么事情没赶上宴会。苏玉茹脸上浮现笑意，娘，这贱丫头来这么早却没赶上这宫宴，啧真是够蠢的。她侧头跟母亲讨论，脸上始终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刘婉勾了勾唇，兴许是迷路了。苏玉茹摇摇头，啧，真是可惜了，她今日是见不到我这大放异彩的时候了。刘婉微微一笑，没她在这儿也好，她不在，你就是襄府唯一的嫡小姐。苏玉茹听到刘婉的话，灵机一动，她凑到刘婉耳旁嘀咕几句。刘婉伸手点了苏玉茹的额头，放心吧，娘早就谋划好了，这襄府嫡小姐以后就只能有你一个。苏玉茹闻言顿时心花怒放，皇上驾到！太监总管的一声呼喊，让原本有些吵闹的宴会现场瞬间安静下来。一个穿着金龙袍、身宽体胖的中年男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此人正是大宋皇帝宋宣山。
众人看到这，忙对着男人的方向纷纷下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看到太后、皇后和一众公主、皇子也在，众人又一一行礼。平身。皇上端坐到皇椅上，对着众人摆摆手：“谢皇上！”众人纷纷起身。苏玉如起身之后，便着急地朝着皇上身边看去，寻找着二皇子的身影。然而二皇子的身影还没看到，苏玉如就看到了坐在太后身旁笑盈盈的苏瑶。苏瑶，她怎么会在大后身旁？第25章，拿本子把骂小姐的人都记下。苏玉如狠狠地拽着手里的帕子，这贱人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讨得太后的欢喜？刘婉看到苏瑶也有些错愕，没想到这丫头倒是个会使手段的。此时苏瑶也注意到了两人，看到两人脸上错愕的表情，苏瑶对着两人微微一笑，然后走到了苏玉如前面空着的座位。这笑容看在苏玉如眼里，只觉得苏瑶是在炫耀。贱人，我看你能狂到什么时候？刘婉看到女儿表情有些皲裂，赶紧提醒：“玉如，二皇子在看着你呢。”苏玉如闻言，脸上立马换上温柔得体的笑容。待众人都落座后，皇帝宋宣山这才开口说些场面话：“今日又是一度中秋佳节，吾皇盛世，国泰民安，朕特设宴与诸君同庆，愿诸君同欢。”众人齐声回答：“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场面话说完，皇帝也不废话了，招手让舞姬进来跳舞。好了，闲话不说，开宴吧。一个个身材曼妙的舞姬走了进来，配合着乐师，姿态万千的跳起了舞。玉如，这位姐姐是谁？未曾见过呢。与苏玉如交好的尚书府嫡小姐张婷看到苏瑶坐在苏玉如身旁，好奇的询问出声。苏玉如解释，即听到苏瑶悠悠的声音：“我是苏玉如的姐姐，也就是苏府的嫡大小姐苏瑶。”张婷听到苏瑶的话，愣了一下，她转头看向苏玉如，询问道：“玉如，你不是说你们家就你一位嫡小姐吗？”苏玉如听到张婷的质问，顿时觉得无地自容，她伸手扯了扯穆青的衣袖。刘婉轻笑一声，出来解释：“婷婷不知道吧？瑶儿就是我们苏府当年那痴傻的孩子，这些年一直在庄子里养病。为了能让她不被外人打扰，好好养病，我们特地对外说，只有苏玉如一位嫡小姐。”张婷只注意到刘婉那一句痴傻的孩子，听到这句话，她看向苏瑶的眼神完全变了。我当是谁呢？摆着谱，原来是那个丑陋又痴傻的东西。刘婉听到张婷的话，忙假意出来责怪张婷：“婷婷，话不可这般说，虽然瑶儿相貌是丑陋了些，但这也并不是她的错啊，怎可因此就用有色的眼睛看她？”刘婉说着，还想伸手去拍拍苏瑶。苏瑶瞥了刘婉一眼，轻巧地躲开她的触碰。我当这尚书府的小姐会比别家的知书达理呢，原来也与这些内心丑恶不堪的东西是一丘之貉，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婷听到苏瑶的话，气得整个身子都抖了起来。苏玉如看到这，赶紧安抚她：“婷婷，别生气，我姐姐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对所有长得比她好看的人都有些嫉妒。”张婷听到苏玉如说自己好看，也没那么生气了。哼，不与你这种丑东西计较。她说着，转头去和其他的官家小姐有说有笑的聊天。没一会，那些管家小姐的视线都时不时往苏瑶这边看，边看边笑。不多时，在场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苏瑶这边看，隐约间还听到窃窃私语：“他会不会突然发疯伤人啊？应该不会吧，他只是以前痴傻，现在不是说治好好了吗？怎么可能？我家郎中说过，痴傻是治不好的。哎，要不你去跟他说句话试试？”“我不去，我不好奇这个嘛，我只好奇他面纱下的脸有多丑。”“我也好奇，听说能将婴孩吓哭呢。”“啧啧，不懂皇上为何要让他来啊？万一发疯伤人多不好。”“就是。”站在苏瑶身旁的夏月听到那些闲言碎语，恨不得将这些人的嘴都缝起来。“小姐，这些人太可恨了，还大家小姐呢，我看一个个和市井泼妇没什么两样。”苏瑶将桌上一块味道不错的糕点悄悄塞到夏月手里，八卦之心人皆有之，他们要说便说罢，左右我也不是真的丑。“不行，我的小姐，谁都不能说。”夏月将糕点悄悄塞进随身的小荷包里，然后又拿出一根炭笔和一个小本本：“我要把这些人全都记下来。”夏月看了一圈，发现自己压根不认识几个人，转头求助冬雪：“冬雪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谁家的？”冬雪摇摇头，无奈开口：“那就是尚书府的二小姐张梅。”“那个呢？”嘴一直在叭叭叭的。“那个是中书侍郎的女儿余秋。”夏月将人都记下来，后知后觉：“冬雪，你怎么都知道这些人？”冬雪挑眉：“我提前了解过。”夏月嘿嘿干笑：“早知道，我也提前了解了。”这时候，皇上从高位上站起：“年年都是这些舞蹈，朕实在是看腻了。各位才子佳人可有何新颖的舞蹈？”这话一出，
在场的适龄少女皆有些蠢蠢欲动。四公主宋雨柔施然站起身，父皇，儿臣最近新学了一支剑舞，就让儿臣来开这个头吧。好，父皇这几日就听说雨柔一直在秦家练习舞剑，今日父皇可要有眼福了。皇帝哈哈一笑，挥手同意。宋雨柔换了一身较为干练的衣服回来，提着剑走到了舞台中央。她对着上尉拱拱手，然后对着乐师点了点头。悠扬的乐声响起，宋雨柔手握剑柄，身姿挺拔，凝重而又灵动，舞剑的姿态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她的剑法犹如流水般灵动，每一个刺、削、劈的动作都显露出她的剑术造诣和舞蹈技巧的完美结合。那卓然的姿态、秀美洒脱的气质，引得众人一阵叫好。好，早就听闻四公主才情过人，今日一看，果然如此。是啊，舞剑美如清风白柳，行云流水，流畅之中尽显飘逸，自然之中尽展柔美。好一支剑舞，灵动轻盈，身姿飘然，此舞剑只应天上有。长剑回鞘，掌声雷动，夸赞声不绝于耳。皇帝听到众人的夸赞，爽朗一笑：“雨柔，你这舞剑确实一绝，父皇真是大饱眼福。来人啊，将我那把镶嵌着彩色宝石的上羽宝剑拿过来。雨柔，这上羽剑甚是配你，以后你便拿着吧。”宋雨柔原来神色平常，听到父皇要将那宝剑赐给自己，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表情。儿臣多谢父皇赏赐。宋雨柔爱惜地捧着上羽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苏玉如看到皇上封赏如此丰厚，蠢蠢欲动起来。她在刘婉的鼓励下，施然站起身。皇上，臣女这些日子也学了一些支新舞，斗胆出来献舞，望皇上成全。皇帝看到面纱遮脸的苏玉如，有些疑惑：“你是哪家的？”苏玉如扶了扶身子，开口回答：“回皇上，臣女是苏丞相苏家的嫡小姐。”苏丞相家？你就是那个苏瑶？皇帝眼里闪过疑惑。苏玉如脸色一僵，她硬着头皮的回答：“回皇上，臣女不是苏瑶，是苏玉如。”皇帝了然的点了点头：“哦，是那个老二苏玉如啊。”苏玉如听到皇帝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自己是老二，顿时脸差点绷不住。她以往一直以丞相府唯一的嫡女自居，这下被当众揭穿，脸有些挂不住。她已经隐约感觉听到了别人的窃窃私语。刘婉察觉出女儿神色不对，赶紧开口：“哼，瑶儿一直在庄子里养病，鲜少有人记得她，多谢皇上记挂。”皇上微微点头：“既然二小姐要跳，那便跳吧。”刘婉用眼神示意苏玉如冷静下来。苏玉如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给大家献丑了。”她说着，走到乐师旁边低语几句，然后又回到了舞台中央摆好姿势。优美的乐声响起，苏玉如跟着音乐的节奏，跳动着轻狂的舞步，挥洒舒放的双手，扭动柔活的腰肢，绽放灿烂的笑容。这柔美的一幕，让众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舞毕，众人纷纷鼓掌。好一个轻歌雅舞，让人向往。苏小姐的舞蹈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翩若惊鸿，宛若飞蝶，真是美极，美极了。苏小姐，再来一舞吧，再来一舞。苏玉如听到众人的吹捧，面纱下的嘴角得意地勾了起来。她用袖子捂着脸，浅笑着弯腰拜别众人：“多谢诸位捧场，玉如献丑了。”苏玉如说完，眼神不自觉地看向二皇子。看到二皇子看向自己的眼神也有几分赞赏，他更加得意。转头看到苏瑶在那里闲神定气地吃着糕点，苏玉如眸中闪过算计：“呵呵，不错不错，苏家二丫头这舞跳的属实不错，赏。”皇上大手一挥，小太监立马捧上来一盆珠钗首饰。苏玉如行礼：“谢皇上。”他拿着御赐的珠钗宝物回了座位，回到自己的位置，还故意将那些珠钗宝物放到苏瑶身旁的桌子上，想看到苏瑶羡慕嫉妒的表情。然而苏瑶看都不看这些东西一眼。苏玉如看到这，只当苏瑶是装的。她伸手拿起一只精美的珠钗，放在苏瑶眼皮底下晃悠：“姐姐，这些珠钗都是新品，都是你这辈子没见过的好东西，快趁着现在多看几眼吧。”苏瑶看了一眼那只珠钗，嘴角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苏玉如看到苏瑶不屑一顾，冷哼一声：“哼，你就装吧你。”一旁的夏月看着盘子上面的珠钗，兴奋不已：“冬雪，你看那珠钗上有咱们店的标志，是咱们店里做的吗？”第26章，我的舞价值千金。冬雪扫了一眼珠钗，微微颔首：“是店里出的珠钗。”夏月闻言，转头看向洋洋得意的苏玉如，她只得了几只珠钗就高兴成这样，若是知道这珠钗就是小姐设计的，冬雪，你说她会怎么样？冬雪淡笑不语。苏瑶玩味十足的开口道：“若是这么快知道了，就不好玩了。有的人爬得越高，就越有优越感，越有优越感，摔的时候就越痛。”
苏瑶想到苏玉茹知道真相以后崩溃的模样，嘴角也微微上扬起来。贱丫头，看着我笑什么？苏玉茹看到苏瑶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笑，疑惑不已。此时各个世家女子已经一一献完舞，苏玉茹看到最后一个人下来，顿时有了计策。笑笑笑，我看你一会儿能不能笑得出来。她说完，整理了一下衣服，施施然站了起来。皇上，我姐姐时常在家里跳舞，她的舞姿可谓是天下一绝，若是姐姐能献上一舞，我等定是能大饱眼福。皇帝闻言，眯着有些浑浊的眼睛看向苏瑶。苏家大丫头，竟不知你还有这等武技。苏瑶落落大方的起身，皇上，我这个二妹妹有些夸大了，我的武技一般般，在外头也就仅仅是价值千金而已罢。今日没准备衣服，若是准备好了衣服，我定给大家展示一番。苏玉茹一听，断定苏瑶压根不会跳舞，说这些话就是在吹嘘。她更是大声的怂恿起来，姐姐，你的武技我是知道的，说价值千金还是少了，你的5万金难买啊。现在趁着这良辰美景，跳一支给我们看吧。难道你是不愿意给我们跳一曲吗？张婷听到苏玉茹的话，知晓她的用意，也跟着起哄。苏瑶，你就跳一支吧，价值千金的舞蹈我们还没见过呢。若是衣服没备好，问我们这些姐妹借一件便是。其他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起哄。是啊，你就跳一支吧，咱们大宋历来崇尚有才情之人，苏姑娘跳一支吧。是啊，扭扭捏捏实在有失大家风范。跳吧，跳得不好，大家也不会责怪你。怎么会跳不好？他自己都说了，他这舞价值千金呢。哈哈，价值千金，我可真是期待呢。啧啧，大宋那第一美人芷若小姐都不敢说自己舞价值千金，她倒是敢说。哈哈哈，只能说是不知无畏。苏瑶小姐一直在庄子里养病，怕是舞都没看过几支吧？能会跳舞吗？哈哈哈哈，没看过别人跳，她自己可以瞎琢磨啊。对对对，她可以自创一支舞。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大多数人都是看热闹起哄。有小部分献过舞的人听到苏瑶说自己的舞价值千金，觉得她是在吹嘘，嘲讽起哄，想要让她丢脸出丑。就在起哄声越见明朗的时候，一声呵斥让众人齐齐闭了嘴。放肆！都是世家贵女，一个个如市井泼妇般起哄奚落，成何体统？苏瑶抬头看去，穿着华贵的太后拧着眉毛，怒瞪着众人。众人看到太后发怒，纷纷缩着脑袋，不敢再胡言乱语。太后息怒！太后息怒！二皇子宋泽宇被苏瑶先一步退婚，憋了一口气，所以很是想看到苏瑶出丑。见没人敢再说话了，他转头示意坐在皇上旁边的母妃。宋泽宇的母妃名为李月容，是皇上亲封的贵妃。皇后终日待在自己宫里礼佛祈福，早已不问世事，所以现在后宫的事情都是这李贵妃在打理。李贵妃看到儿子一直焦急的用眼神示意自己不慌不忙的开口道：“母后说的是，这般起哄奚落一个女子，可不是君子所为。”苏玉茹眼睛滴溜一转，贵妃娘娘赎罪，玉茹本意不是这样，玉茹本是想着姐姐与二皇子婚姻已经解除了，姐姐相貌又是一项短板，日后不好找夫婿，所以借着这良辰美景绝佳机会，我才想让姐姐展现一下自己的才情，好觅得如意郎君。李贵妃深深地看了一眼苏玉茹，原来如此，苏家丫头倒是姐妹情深。如此，皇上，那便给这丫头机会，让她借此机会好好展现一下才情吧。李贵妃一脸的善解人意，原本是逼迫苏瑶跳舞，经过她这么一说，倒成了成全苏瑶。皇帝本不感兴趣的，但听到苏瑶说自己的舞价值千金，也想看看苏瑶能跳出个什么来。他摆摆手，既然如此，苏家丫头便跳上一舞吧。太后闻言，不悦地看了一眼李贵妃，天子之颜面，苏瑶不想给都不行。见此，他才便没再扭捏。皇上，请允许臣女下去准备准备。皇帝摆手，准了。苏瑶行礼退下。他一走，众人的议论声就如潮水一般涌来。哎，还真去换衣服了。难道他真的会跳？不是说他10多岁就被去庄子里养病吗？难道在庄子里也请有师傅教学？哈哈，不可能，他肯定是吹的。对，我可是打听到了，他自小便目不识丁，对歌舞师傅那些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方才肯定是装样子。啊，那他说的一舞千金就是吹嘘的喽？肯定是吹嘘啊！你动脑子想想，那个名动天下的第一美女芷若姑娘，跳一支舞蹈也不过如此。她一个丑陋的毛丫头，怎么可能？就是，不会就说不会，这又不丢人。不会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真的让人觉得恶心。就是，我倒是要看看她跳成什么样子。苏玉茹听着众人对苏瑶的奚落谩骂，心里觉得轻快惬意极了。你们别这么说，姐姐的舞蹈真的跳得很好，在家她时常跳给我看呢。玉茹，你真是心善，她都这般吹嘘自己，你却在还为她说话。我若是你，
赶紧跟他撇清关系，以免连我的脸都丢尽。张婷挽住苏玉茹的手，一脸很是为苏玉茹考虑的模样。苏玉茹回挽张婷的手，婷婷，我知道你是关心我，怕我和姐姐一起遭人非议，但是我姐姐她舞真的跳得挺好的，回来的这些日子，时常让我推掉其他事情陪她练舞呢。众人听到苏玉茹的话，对苏瑶吐槽的更大声。啧，这苏瑶真不是个好东西，一回来就把自己妹妹的时间都占用了，妹妹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了吗？都要围着她转。就是啊，这行为真的过分。我就讨厌别人浪费我的时间，我想做自己的事情都不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真的烦。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跳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折腾这么久还没出来，莫不是跑了吧？啧，果真是会占据别人的时间的，一直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在众人的吐槽声中，苏瑶一身淡粉色的华衣出现在众人眼前。淡粉色华衣裹身，外披白色纱衣，露出线条优美的领项和清澈可见的锁骨。裙服褶如雪月光滑流动，轻无余地，晚以3尺有余，使得不太愈加雍容柔美。3000青丝用发带束起，头插蝴蝶钗，一缕青丝垂在胸前，薄施粉黛，只增颜色。诸位久等了，我跳的这支舞蹈叫做招蝶舞。众人听到舞蹈的名字，皆是嗤笑起来。扑哧，招蝶舞，招蜂引蝶舞，哈哈，这大半夜的能招来蝴蝶吗？我看是不行，但是能招蜂引蝶，哈哈，也不行啊。小时候见过他一次，半张脸都是红红的血斑块，这如何招蜂引蝶？哈哈，不一定要靠脸啊，可以靠其他地方。苏玉茹听到众人的议论，一脸倔强的开口：你们别这么说，我姐姐的蝴蝶舞是真的能招来蝴蝶的。她说完，转头笑意盈盈的看向苏瑶：姐姐，我说的对吧？你的招蝶舞一定能招来蝴蝶吧？苏瑶挑眉，确实能。苏瑶这话一出，众人议论声越加猖狂。哈哈，不是吧，这么能吹？本来觉得他挺可怜的，没想到他是这种人，为了面子这样吹嘘自己，真的好吗？哈哈，坐等打脸。苏瑶没理会众人的议论，得到皇帝同意后，便对着一旁拿着长笛的冬雪点了点头。冬雪颔首，将嘴唇对准笛口，轻吹。优美的笛声响起，云袖轻轻摆动，纤细的腰肢随着音乐舞动，似是一只蝴蝶翩翩起舞，似是一只落叶空中摇曳。那长长的黑发随着她的舞动在风中凌乱。此时笛声骤然转急，苏瑶以右足为轴，轻舒长袖，娇躯随之旋转，越转越快。随着她的旋转，无数蝴蝶从四面八方飞来，齐齐围绕在苏瑶左右。众人看到这，皆都目瞪口呆。苏玉茹看到这，瞪圆了眼睛：怎么可能？这贱人不是什么都不会吗？怎么会跳舞？他转头看到在场的几乎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苏瑶，就连二皇子也不例外，双手不自觉握紧。贱蹄子，什么人你都勾引。然而这还没结束，苏瑶与成千只蝴蝶融合在一起，她动蝶一动，她停蝶一停。突然，苏瑶又一次骤然停下，她玉手挥舞，数十条柔粉色的绸带从手中倾扬而出，厅中仿佛泛起涟漪。苏瑶脚尖一点，带着蝴蝶们凌空飞跃到绸带上，衣绝翩翩，宛若凌波仙子。不知是谁的手没控制住，啪啪鼓起了掌。一瞬间，掌声雷动。哈哈哈哈，好好好！皇帝宋宣山鼓着掌，一连说了3个好字。苏丫头这舞果然跳得不错。来人啊，将时下最新的服饰都挑起来给这丫头。一直保持沉默的太后这时候也轻声开口：我那里也有好些精美饰物，赏给这丫头吧。谢皇上，谢太后。苏瑶对着两人微微俯身，神色淡然地回到自己的位置。苏玉茹转头看了一眼二皇子，看到他看向苏瑶的眼神竟然带上了几分隐晦不明的意味，顿时火冒三丈。他用力地握着双拳，因为太用力，骨节都有些泛白。姐姐，妹妹竟然不知你的舞跳得这般好。第27章，直呼公主名讳。哦，不是你跟皇上大力推荐让我跳的吗？你怎么不知道？难道你本意是想让我出丑？苏瑶并没什么忌讳，所以她没有压低声音。这话一出，好几个坐得较近的人都听到了。宋雨柔与几人紧隔几个座位，也将苏瑶的话听了个干净。她眉头轻皱，不赞同地看向苏玉茹。苏玉茹，我以前不知你竟这般会使这些小手段。苏玉茹听到宋雨柔的话，顿时脸煞白。雨柔，苏玉茹的话还没说完，宋雨柔身旁的一个嬷嬷就黑着脸训斥：放肆！公主的名讳可是你能直呼的。苏玉茹被突然这么一吼，身子不自觉抖了抖。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我和四公主关系甚好，一时情急变。苏玉茹双眸含泪，看起来委屈又可怜。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直呼本公主的名讳了。宋雨柔淡淡道。她身旁的嬷嬷闻言，面色沉下来。苏二小姐，这次就算了，
下一次若还是这样，我定会追你的责。苏玉如闻言，连忙跪下道歉：“四公主，我真的不是有意。好了，你坐到那边去。”宋雨柔走到苏玉如跟前，示意她起身。苏玉如闻言，有些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苏玉如一起来，宋雨柔便施施然坐到苏瑶身旁。苏瑶姑娘，我能否请教一下，你方才是如何借助绸带飞跃起来的吗？苏瑶也不是什么吝啬之人，闻言便仔细地说了自己借助绸带飞起来的方法。我这是真才实学的轻功，这绸带无所依，没有支撑点，若是踩上去，定是会飘下来的。所以我方才借的是地板的力，然后虚踩一下绸带。怪不得。宋雨柔了然地点了点头。那蝴蝶呢？是如何引来的？宋雨柔意识到自己问的有些过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蝴蝶引来的方法很简单。苏瑶没着急回答，转头看了一眼处在原地的苏玉如。宋雨柔看到苏玉如还站在原地，微微蹙眉：“你去那边坐。”她冷着脸开口。苏玉如咬了咬唇，扭扭捏捏地走到了张婷身旁。张婷看到苏玉如过来了，凑到她身旁：“玉如，你和四公主关系真好，她还特地下来找你。”苏玉如听到张婷的话，脸上有些苦涩：“公主不是来找我的。”张婷显然不相信，她疑惑不已：“不是找你找谁？难不成找苏瑶？”苏玉如转头看着相谈甚欢的两人，心里五味杂陈。公主是去找姐姐的，他们在聊姐姐方才跳的那支舞。张婷一愣，看到苏玉如脸色不好，伸手拍了拍她，当作安慰：“玉如，你别伤心，她舞跳的再好又怎么样？一辈子只能戴着面纱示人。她现在戴着面纱，众人都有些幻想正常。要是她的面纱摘下来，那丑陋的嘴脸显露出来，我就不信大家还觉得她跳的舞美。”苏玉如听到张婷的话，嘴角渐渐扬了起来。她虽然已经有了打算，但是还是没有直接跟张婷说：“婷婷，姐姐其实没有血斑，长得还是很漂亮的，只可惜她现在丑陋不堪。啧，真想看到她面纱被扯下的样子，一定是既惊慌又失措的吧。”张婷虽然嘴里一直在惋惜，但眼神却悄悄偷瞄着苏玉如。看到苏玉如开始思索起来，张婷嘴角也扬起了一抹笑容。她不再言语，双手环胸，等着看好戏。因着苏瑶跳了让人惊艳无比的舞蹈，精心准备了好些时候的世家贵女们也不敢再出来献舞，生怕出丑。此时月亮已经高升，皇帝听了一会歌舞，便下令让众人到御花园赏月。月亮高升，诸君随我一同到御花园赏月吧。皇帝说完，便带着太后和一众妃子先行离开。众人按照安排好的批次，依次跟着去了御花园。御花园里也是设了好些座位，皇帝带众人一一落座，这才徐徐开口道：“朕在此处为诸位备了笔墨，诸位才子佳人可在这良辰美景之下吟诗作画，尽显才华。”众人闻言纷纷谢恩：“谢皇上。”“哼，谁的诗歌画作做得好，朕重重有赏。”皇帝说完，便不再理会众人，与一旁的皇后和几位妃子专心赏月去了。众人听到众中有赏，纷纷打开笔墨纸砚，开始展示自己的才华。大多数人都是在吟诗作对，极少数人则是作画。苏玉如知晓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认认真真的做起了画。苏瑶不想太显眼，便没有动作，静静的赏月。苏玉如看到苏瑶笔都不动，顿时断定她是真的胸无点墨，于是更加得意。半个时辰后，众人纷纷收笔。皇帝这时候也带着一众妃子回来了：“诸位才子佳人，可有做出好词好句啊？”在场写了诗的男女闻言，赶紧拿出自己写好的诗。二皇子胸有成竹地站了出来：“父皇，儿臣不才写了一首咏月诗，望父皇评鉴。”哈哈哈，速速念来，让诸位才子佳人与我一起品鉴。皇帝爽朗一笑。二皇子唰地打开自己的折扇，对着明月徐徐念道：“咏月，比月盛夜醉我心，秋宿中长花多情，缘起阁上扶摇处，梦如烟雨客伶仃。”摘自某音网友东君。二皇子话音一落，众人立马鼓起掌：“好，好诗，好诗，好一个缘起阁上扶摇处，梦如烟雨客伶仃。”二皇子果然才识过人。二皇子淡笑着听着众人的夸赞：“诸位秒赞了。”他说着，转头去看向在场学识最好的人当朝太傅：“夫子，不知我这首诗做得如何？”当朝太傅负责教学皇子公主们，学识是宋朝公认最高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伸手抚了抚胡须：“尚可。”太傅向来严苛，他都说您的诗好，可见这诗是真的不错。皇帝爽朗一笑，挥手让人拿来赏赐的东西：“这只狼毫是朕偶然间得的，今日便赐予你吧。”儿臣多谢父皇。二皇子意气风发地接过狼毫：“老大，你可作有诗？”众人听到皇帝的话，皆齐齐往一直沉默寡言的大皇子看去。苏瑶也顺着众人的视线看去，看到一个身形健硕、面目英朗的男子：“小姐，那位就是大皇子宋泽明。”
冬雪在苏瑶耳边低语。苏瑶点了点头。被点到的大皇子闻言站起身，父皇，儿臣也作有诗。他并没有自己念，将诗递给一旁的小太监，让小太监呈上去。小太监呈上去，皇帝看了一眼，连连点头。不错不错。文太傅，你来念一念吧。第28章，我有墨兰公子的话。文太傅伸手接过小太监手里的诗，沉吟片刻，念了起来。阳关曲，中秋月，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摘自苏轼。念完后，他反复斟酌，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好诗，好诗。没想到大皇子平日里一直默默无闻，这一鸣就惊人啊。大皇子听到太傅的夸奖，仍旧是神色淡淡，宠辱不惊。多亏太傅精心教导，我这诗才略有长进。哈哈哈哈，好，不骄不躁，有我当年几分气质。皇帝爽朗一笑。二皇子听到这话，脸色变得阴郁起来。他沉着眸子，大哥的诗韵意无穷，真是让我折服。二弟过誉。大皇子拱拱手，拿着自己的诗退了回去。皇帝见状，看向一直顾着自己喝酒的三儿子。三儿，你的诗呢？三皇子宋泽轩恋恋不舍地放下酒杯。父皇，我儿臣正在构思。言下之意就是还没想出来。皇帝摇了摇头，随他去了。诸位才子佳人，也将你们诗歌拿出让大家欣赏一番吧。写了诗的众人闻言，纷纷开始吟起了自己的诗，一个接着一个，场面好不热闹。皇帝也很给众人面子，凡是写了诗的，多多少少都会给一点奖赏。诸位才子佳人皆才识过人，往后有你们，我大宋日后定是会更繁荣昌盛。众人闻言，纷纷跪下高呼：皇上万岁，大宋万岁！皇上万岁，大宋万岁！皇帝看到这一幕，满意不已。方才光听了诸位诗人的诗歌，不知诸位擅长作画的画师，可有作画？宋雨柔听到这话，起身站了出来。父皇，女儿不才，画了一幅秋水冷月图，请父皇鉴赏。皇帝看到是女儿第一个出来了，笑呵呵地接过画，看完连连点头。柔丫头这山水画进步实在是大，最近可是拜师了。宋雨柔微微摇头，回父皇，女儿并没有拜师，作画水平有所长进，是因为女儿最近看了墨兰大师的画，深受启发。墨兰，就是那个被众人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那位。皇帝饶有兴致，是他。宋雨柔点了点头，将自己的画收了起来。他倒是个人才，小小年纪对作画的领悟就如此透彻，未来必定有一番成就。多跟他学学吧，他作画水平确实高。皇帝毫不吝啬自己对墨兰的青睐。二皇子听到这，有些后悔没有跟那个墨兰公子搞好关系。宋雨柔颔首，退回自己的位置。苏玉如听到皇帝对墨兰的赞美，心思微动，他拿着自己的画，施施然走了出来。皇上，臣女这画也是看了墨兰公子的画，深受启发的，还请皇上帮我看他画的如何。皇帝看向众人，苏家二丫头的画画得好，朕早就有所耳闻，我自己欣赏可不行，诸位一同欣赏吧。皇帝说着，让人将苏玉如的画举起来，让众人都能看到，这样更合苏玉如的意。他浅笑着等待着众人的夸奖。果然，众人看到他的画，纷纷夸奖起来。我上次在中秋诗会看过苏小姐的画，这一次看苏小姐的画更为精进了。是啊，看看这山水，看看这皎月，意境之美，这天地间融为一体，水天融为一色，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景。苏姑娘，你这幅画能否买与我？卖给我吧，我出100两，我出1000两，我出1100两。众人纷纷出价。苏玉如看到这，腰板越挺越直。等到众人都竞价完，苏玉如转头看向苏瑶：姐姐，我知你自小便不喜学这些，自己想画出这种山水画有些难度，我这幅价值千金的画送你吧。他眼里满是笑意，但是却不达眼底。苏瑶挑眉看向苏玉如的画：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需要。苏玉如委屈又可怜地看着苏瑶：姐姐，怎么了？你可是嫌弃玉如的画？嫌弃。苏瑶直接表明。苏玉如没想到苏瑶竟然这么直接就承认，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好在一直蠢蠢欲动的张婷将话接了过来。哦，你嫌弃玉如的画？莫非是你的画比玉如的好？既然如此，何不让放我们开开眼？苏玉如听到张婷的话，连忙顺势说下去：姐姐，原来你会画画，你的画作水平一定很高吧，所以才会嫌弃我这刚入门画的画。说么多，不就是想接我作画吗？我偏不作画。方才之所以嫌弃你的画，是因为我手里有墨兰公子的价值万金的画。苏瑶的话一出，众人齐齐看向他。苏玉如捏着拳，咬着牙：姐姐，你怎么可能有墨兰公子的画？
墨兰公子的一幅画，10万两银子都难买。可你我1月的月银就2两银子，怎么可能买得起墨兰公子的画？你就不要逗大家笑了。众人听到苏玉茹的话，看向苏瑶的眼神都鄙夷起来。有些本来就不喜苏瑶的人，更是窃窃私语，想出风头也不用这样吹吧，也不看看自己是谁，墨兰公子又是谁，还敢说自己有墨兰公子的画，撒谎也不打草稿，真不害臊。若是找别的理由也就罢了，说自己有墨兰公子的画，搞笑。公主一直想求一幅都不行，她随口就说自己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年轻就是浮躁，张嘴就信口开河。苏玉茹听到众人的议论，兴奋不已，喜欢吹是吧？看我怎么打你的脸。第29章，拿了幅假画糊弄人。她在心里恨恨地想着，表面上却一副渴望的眼神。姐姐，你真的有墨兰公子的画？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兴许我们大家看完墨兰公子的画，画作都会有所长进呢。等着看好戏的人纷纷附和。苏小姐，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欣赏吧。是啊，我们都仰慕墨兰公子已久，若是能看到他的真迹，真是死而无憾。苏小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还请苏小姐成全我们，让我们一饱眼福。皇帝也没见过墨兰公子的画，也很是好奇苏瑶能不能拿出来墨兰公子的画。苏家丫头，你若是有，就拿出来给大家瞧瞧吧。苏瑶轻笑，她施施然站起身。这画我自是不会随身携带在身上的，还请皇上给我2刻钟，让我差人回去拿。准了。皇帝大手一挥，苏瑶扶了扶身子，转身出了御花园。苏瑶前脚出去，四公主宋雨柔后脚就跟了出去。苏瑶听到有人喊自己，站定在原地。看到时，四公主宋雨柔有些诧异。四公主，宋雨柔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苏瑶，你若是拿不出墨兰公子的画，你就先回去吧，这儿我帮你顶着。苏瑶莫名，四公主为何要这么帮我？方才你毫不隐瞒的帮我解答疑惑，我理应帮你，礼尚往来。宋雨柔看到隐隐有人往这边走了，伸手推了着苏瑶往宫外走。你快走吧，一会我就说你身子不舒服，先回去了。苏瑶勾了勾唇，多谢四公主的好意，但是我真的有墨兰公子的画。你想帮我的话，不如这样，帮我找个房间，然后准备些笔墨。宋雨柔听到苏瑶的话，有些不明所以，但是看到苏瑶眼神坚定，她还是照办了。房间准备好后，宋雨柔就领着苏瑶过去了。苏瑶看到案桌前有笔墨，大跨步走了过去。夏月轻车熟路的开始帮苏瑶研磨。宋雨柔看到这，愣了一下。苏瑶，你这是要自己画？可墨兰公子的画天下一绝，临摹也画不出来那种韵味的呀。若不然，你还是先回去吧。不用，我先画就好。苏瑶说完，素手抓起宣纸一铺，笔墨翻飞。宋雨柔、苏瑶这行云流水的动作，顿时一愣。你会作画？苏瑶轻笑，我何时说过我不会作画？他手里的动作不停。宋雨柔看到苏瑶作画的动作，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这墨兰公子每一笔墨都会用尽墨水，你作画的习惯怎么也和他一样？莫非你？宋雨柔脑海里的猜想一出来，就立马被他自己否决。不可能，不可能！墨兰公子是男人，对，墨兰公子是男人。苏瑶听着宋雨柔的自言自语，不由得轻笑。他没有反驳，默默地在纸上画着。1刻钟后，一幅江山凌月图出现在几人眼前。宋雨柔仔仔细细地看着那幅画，越看越兴奋。像，你画的真的十分像墨兰公子画的。夏月低声嘀咕，他就是本人，画的能不像吗？冬雪听到夏月的嘀咕声，伸手撞了他一下。夏月得到冬雪的提醒，赶紧捂住嘴巴，防止自己乱说。这像是像，但是总感觉缺了什么。宋雨柔围着画转了一圈，摇了摇头。苏瑶微微一笑，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印泥。你说的是这个吧？他说着，将印泥唾上红泥，盖到画纸的右下角。宋雨柔看到那印下来的章印，愣了一下。这一刻，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苏瑶，你不会是……苏瑶神秘一笑，打断他的话。时间快到，先过去吧。他说着，吹了吹墨迹，然后将画收起来，大阔步往外走。宋雨柔看着大步离开的苏瑶，当那洒脱的身影和记忆里的身影重合，她顿时一怔。苏瑶，你就是……宋雨柔拉起裙摆，小跑着追了出去。然而追出去，已经没了苏瑶的身影。此时，苏瑶已经来到御花园外，御花园里面的人已经等不及了，开始猜测讨论着苏瑶的去向。眼看就要有2刻钟了，这苏家丫头不会拿不出墨兰公子的画像，逃了吧？不至于吧？拿不出来就拿不出来，悄悄离开，把我们晾在这里，属实是过分。我们就算了，皇上95之尊，怎能让他开这个玩笑？他这样可是欺君之罪。
就是，这可是欺君之罪。苏玉如听到众人的议论，嘴角都快咧到了耳后。她装模作样的走出来，给皇帝行了一礼。皇上，看样子我姐姐应该是拿不出墨兰公子的画像了，她定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不是有意欺君。妹妹说的对，我只是路上耽搁了而已。苏玉如听到苏瑶的声音，脸上闪过错愕，她不敢置信的转头，果然看到苏瑶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幅画。苏玉如打死都不相信苏瑶真的找来了墨兰公子的画，她只以为苏瑶是找了一幅画来滥竽充数。姐姐，你回来了，太好了，这是墨兰公子的画吗？快打开让我们看看眼。苏玉如接过画，勾着唇打开画，她在脑海里预想着众人看到苏瑶拿出来画嘲笑讽刺的模样，众人此时也伸长着脖子往这边看。然而预想中的嘲讽声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声声惊呼：哇，好一幅江山凌月图，太美了，这真是墨兰公子的真迹啊！看，这儿有落款墨兰，这真是墨兰公子的真迹。苏姑娘好生厉害，墨兰公子的真迹都弄来了。苏玉如刚才一直在看着苏瑶，想从她的脸上看到惊慌失措。听到众人的惊呼，她低头看了一眼画像，看到那绝美的山水凌月图，苏玉如手顿时一松。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有墨兰公子的真迹？这一定是假的。第30章，揭掉面纱。刘婉听到苏玉如的话，伸手拉了拉她的衣袖。苏玉如意识到自己言语过激，慌忙开口：我的意思是，墨兰公子鲜少有画流出，最近一幅画是在中秋诗会做的，我看过那幅画，根本不是这一幅，所以我才会怀疑这幅画是假的。这不会是有人冒模仿兰公子的画，从而临摹的吧？苏玉如意有所指的看向苏瑶：姐姐，你实话与我们说，你这画从哪儿得来的呀？在苏玉如几番暗示下，众人都产生了怀疑。此时皇帝也看完了那幅画，对这幅画他也是欣赏不已。苏丫头，你可方便说说，你这画是哪儿得来的？一位友人送的。苏瑶神色淡然：姐姐，我时常伴你左右，怎么不知你还有这般厉害的朋友，竟然连墨兰公子的画都能买到。苏玉如这一次的话里针对的意味，宋雨柔都听出来了。她冷着脸开口道：玉如，我这些年从未见你带过你姐姐出门，你是如何时常伴她左右的呢？苏玉如脸上一僵。刘婉看到女儿回答不上来，赶紧接话：自然是在府里常伴，自小她们姐妹就亲，这次瑶儿回来，两姐妹在府里常常是如胶似漆。宋雨柔听到刘婉这话，没再作声。苏玉如突然发现话有些湿，顿时像是抓到了苏瑶的什么把柄。姐姐，你这话到底是谁给你的啊？墨迹看着还未干透的样子，兴许是一直放着，有些受潮了吧？苏瑶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苏玉如咬唇：啊，这都立秋许久了，应该不会这么潮吧？苏瑶瞥了苏玉如一眼，说到底，妹妹还是质疑我这幅画是假的。姐姐，我也只是为你好，不想你被有心人骗了去。苏玉如一脸为苏瑶担忧的模样。姐姐若是拿不出什么证据证明这画是真的，那这画10有8九是假的了，那给你送画的人岂不是在糊弄你？苏玉如的话音刚落，一道慵懒散漫的男音响起：我能证明这画的真假。众人循声望去，三皇子宋泽轩施然站起身，往这边走过来。苏瑶挑眉看向宋泽轩，宋泽轩走过来，先是对着皇帝行了一礼，这才继续开口：父皇，我偶然间得了墨兰公子的真迹，只要拿出来对比对比，便可知苏家小姐这话是真是假了。皇帝挑眉：哦，可拿来了？回父皇，已经再去取了。宋泽轩话音刚落，他的侍卫就捧着一幅画回来了。文太傅看到宋泽轩将画拿过来，主动站出来：忘记与诸位说了，我前些日子拜了墨兰公子为师，跟他学习画艺，对他的画是再熟悉不过，若是苏家小姐信得过来，那就让老夫来辨真伪吧。苏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文太傅：劳烦文太傅。文太傅微微颔首，拿起2幅画铺在桌面上，然后仔细地观察核对起来。苏瑶看到桌上那幅宋泽轩拿过来的画，愣了一下：小姐，那幅画不是您画给九王爷的吗？冬雪也很是疑惑。苏瑶没有说话，四处搜寻着那个声音，可是找遍了都没看到九王爷。眼下我是丞相府苏瑶，他怎么会帮我？难道他已经知晓了我的身份？苏瑶在心里猜想着。罢了，下次见面再试探一番。找不到人，苏瑶摇摇头，将注意力重新拉回来。此时文太傅正面色严峻地将画收起来。苏玉如看到文太傅的脸色，以为画是假的，顿时欣喜若狂。第31章，苏瑶就是墨兰公子。姐姐，看来你交友不慎啊，这幅画是假的。文太傅听着苏玉如幸灾乐祸的话，
眉头深皱。谁说这幅画是假的？这幅画若是假的，这天下就没有一幅墨兰公子的画是真的了。你说什么？苏玉茹愣了一下，眼睛瞪大。文太傅没搭理苏玉茹，转头对着皇帝行了一礼。老臣说，这幅画就是墨兰公子画的，无论是笔墨手法还是印章，全都对得上。皇上伸手抚了抚胡须，哈哈，这么说这幅画是真的了。文太傅拱手，千真万确。苏瑶笑着看向苏玉茹，妹妹可听到了？这幅画是真的呢。据我所知，上次中秋诗会，墨兰公子的一幅画可是卖到了10万两白银。试问，有了墨兰公子的画，谁还会稀罕你这只值千两的画呢？苏玉茹听着苏瑶的讽刺，只感觉格外的刺耳。姐姐，你不早说这幅画是真的，是想故意看我出丑吗？苏瑶似笑非笑，我没说吗？是你自己非要刨根问底，针对我就算了，还故意扯上大家，让大家声讨我。怎么，看我没出丑，你很失望？众人听到苏瑶的话，回想起来苏玉茹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让苏瑶出丑，先前是让她献舞，然后又让她作画，作画不成又让她拿出墨兰公子的画，拿出墨兰公子的画了，又隐晦的让众人声讨苏瑶，让苏瑶拿出证明画作是真的。意识到自己一直被苏玉茹骑着鼻子走，众人都有些恼，他们将矛头都对准苏玉茹。苏家二小姐，合着你一直在针对你姐姐啊？你图什么呢？那可是你的亲姐姐啊。不对，算是亲姐姐也不算是亲姐姐，他们可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呢。对，我记得这个柳氏以前是妾室，是被抬为妻的。对，说起来苏玉茹之前就是个庶女，怪不得她会针对苏瑶，原来是因为苏瑶是真正的嫡女。啧，看来苏瑶在苏家没少受委屈。可不止，你们看看这苏玉茹身上穿的衣服精致华丽，而苏瑶身上的衣服朴素又简洁。苏瑶可是苏家的嫡大小姐啊，他们怎么敢苛待她？刘婉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顿时脸都吓成了煞白的。她不停地给苏玉茹使眼色，期盼苏玉茹能说些什么，让众人停止说这些话。苏玉茹咬着唇，愤恨地盯着苏瑶。看到苏瑶脸上的面纱，苏玉茹眼神闪过算计，她往苏瑶的方向走了2步，然后假装崴脚，猛地扑向苏瑶。眼看就要将苏瑶的面纱扯下，冬雪却突然出现在苏瑶面前，伸手推开要往苏瑶身上摔的苏玉茹，推开的同时还顺带将苏玉茹的面纱扯下来。唰！苏玉茹感受到面纱被扯下，慌忙伸手去拉，这手一伸就来不及防护，整个人重重摔到了地上。啊！二皇子看到苏玉茹摔了，犹豫片刻，还是起身去扶，可刚走到苏玉茹身旁，就闻到一股恶臭。哪里这么臭啊？妹妹，是你的嘴散发出来的味道，你的嘴好臭啊！姐姐，难道你每日都不洁牙吗？苏瑶捂着嘴，一脸不敢置信。苏玉茹听到苏瑶的话，又看到二皇子后退半步的动作，一下就慌了。他眼神躲闪。你血口喷人！我才没有口臭。二皇子，你别听他胡说。第32章，你不是苏瑶？哦，没有吗？那你怎么一直捂着嘴啊？苏玉茹一时无法解释，只能捂着嘴支支吾吾。我……就在苏玉茹无助的时候，一个青色身影大阔步走了进来。大姐，你莫要胡说，玉茹只是身上背了驱蚊药，这驱蚊药沾了水，这才发臭。说话的男人伸手从苏玉茹衣服上解下一个囊袋，然后又将苏玉茹的面纱重新系上。此人正是相府唯一的男丁，也就是苏玉茹的哥哥苏俊。哥，你回来了。苏玉茹看到苏俊，惊喜出声。刘婉看到儿子，底气顿时上来了。俊儿，他走过来扶着女儿苏玉茹。苏俊给了两人一个放心的眼神，然后不紧不慢地帮苏玉茹处理。帮苏玉茹处理完后，便对着皇帝深深鞠了一躬，让皇上和诸位贵人见笑了，舍妹有些不舒服，这就先带她离开了。苏俊等皇帝点头同意，便带着苏玉茹往御花园外走。越过苏瑶的时候，苏俊冷冷地扫了苏瑶一眼。苏瑶看到苏俊那双阴冷的眸子，多了几分兴趣。他直面对上苏俊的视线，轻挑眉毛。苏俊看到苏瑶敢跟对视，眉头微不可察的皱起。他脚步加快，带着苏玉茹和刘婉快步出了御花园。小姐，这苏俊一准没憋好屁。夏月看着苏俊的背影，打了个哆嗦。苏瑶没说话，若有所思地看着苏俊的背影。苏玉茹一走，众人也没了热闹看，便将注意力都放到墨兰公子的画上。苏姑娘，你这画让不让啊？一个喜欢酷爱作画的男子开口询问。小姐，那位是从一品的御史大夫家的齐三公子。冬雪在苏瑶耳边轻声提醒。苏瑶闻言看向齐三，抱歉了齐三公子，我并不打算出这幅画。众人闻言皆打消了心思。皇帝也笑着开口，呵呵，
本来朕也想拿些宝物跟你换一换，没想到你这丫头根本就不想把这幅画让出来。罢了，那你便自己收着吧。苏瑶听到皇帝的话，又微微摇头。臣女并未打算自己收着。哦，那你是？皇上以为事情有转机，语气有些兴奋。臣女是打算将这幅画送给在场的一个人。在场的人听到苏瑶的话，皆互相猜测起来。苏瑶这幅画是要送给谁啊？谁认识他吗？与他有交情吗？不认识。那谁与他有交情啊？这幅画可是价值10万两啊，他随随便便就要送人，真是阔气。到底要送给谁啊？哪位朋友竟然对他如此重要？会不会是三皇子？毕竟三皇子方才帮了他。有可能，应该是方才帮了苏瑶的人只有三皇子。众人纷纷猜测苏瑶要将这幅画送给宋泽轩。此时宋雨柔也才猜测着苏瑶要将画送给自己三哥宋泽轩。看到苏瑶捧着画往自己这边走，宋雨柔还侧开身子让苏瑶好通过，却不曾想苏瑶却没领他的情，竟直直往自己这边走。宋雨柔以为是苏瑶认错人了，好心的提醒苏瑶，那位才是我三哥，也就是三皇子。苏瑶摇头，我要找的就是你。我？宋雨柔愣了一下，意识到苏瑶极有可能是要将这幅画送给自己，他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你是要？我是要将这幅画送给你，若是你不嫌弃的话，就收着吧。苏瑶说着，将画递到宋雨柔手里。宋雨柔颤抖着手接过，真的要送给我啊？送给你。苏瑶再一次肯定。得到苏瑶的回答，宋雨柔顿时欣喜不已。苏瑶，谢谢你。他抱着画反复观看，眉梢满是欢喜。皇帝看到这，爽朗一笑，哈哈，雨柔，当真是便宜你这丫头了。这般贵重的画，这苏家丫头竟是随手就送给你了。苏家丫头是个重情重义的。鲜少说话的太后笑着开口：是啊，是个重情重义的。皇帝也朗声附和。看着时辰已经不早，皇帝便遣散了众人。苏瑶本想回去的，但半途被宋雨柔截住。苏姑娘，你可否去我宫里一趟？你送我这般贵重的东西，我还不知该如何还你。宋雨柔说话的时候，脸上微微泛红。苏瑶意识到宋雨柔在害羞，伸手扶额。四公主，我送那幅画给你，单纯是因为看你真心喜欢我的画而已，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宋雨柔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苏瑶是误会了，脸上越发红了。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请你去宫里坐坐，顺便挑一挑喜欢的珠钗。我宫里别的不多，就是些小玩意多。苏瑶摆手拒绝了宋雨柔的好意，下次吧，这次天色已晚。宋雨柔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此时月亮已上中天。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倒是忽略了这个，那苏姑娘改日再来吧。第33章，就凭你也想动小姐？苏瑶拱拱手告辞。宋雨柔微微颔首，目送苏瑶离开。等苏瑶的身影消失不见，宋雨柔身旁宫女才询问苏瑶身份。公主，这苏瑶跟墨兰公子什么关系啊？不仅能模仿出他的话，还能拿出他的章子。宋雨柔白了一眼自己的侍女春和，你今日可是看书看少了，这脑子是如何都转不过来。春和挠挠头，公主，您说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苏瑶就是墨兰公子？宋雨柔说完，对着侍女摇了摇头，转身走了。春和，哈，公主，您方才的那话是什么意思？春和快步追上宋雨柔。苏瑶从宫里出来，一直觉得有什么人跟着自己，可几次回头都没人，她便装作不知道的模样，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猛地回头，唰！冬雪，你可看到屋檐上那抹身影了？冬雪颔首，小姐，奴婢看到了，但是这人身上并没有杀意，应是宫里的暗卫。苏瑶想着宫里守卫森严，出现暗卫也正常，便不再管了。他们不知道，等他们离开后，一抹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原地。招蝶舞，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丞相府，虽然已经夜深，但此时丞相府的路上仍旧是灯火通明。苏瑶刚回丞相府，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大姐这个点才回来，当真是好潇洒。苏瑶抬头撞进一双阴冷无比的眸子。苏俊，苏大公子，可是特地在此等我？苏俊嘴角微勾，自然是在等大姐的，多年不见，想与大姐叙叙旧。苏俊说话的时候，悄然往苏瑶这边靠。突然，他猛地挥拳砸向苏瑶。苏瑶看到苏俊动手，不怒反笑。苏俊看到苏瑶不躲，嘴角的笑容越发邪恶。他在脑海里想象着苏瑶被自己一拳砸倒在地的场面，想着想着，笑容扭曲起来。然而，他预想中的一幕却没有到来。唰！一只手突然出现，紧紧地抓住苏俊的手。啊！放手！贱婢，你要干什么？冬雪没有言语，抓着苏俊的手越加用力。他用力一扭，
将苏俊的手扭到后背，迫使苏俊整个人都单膝跪在地上。就凭你，还想逗我们家小姐？夏月看到苏俊被冬雪制服，欠兮兮的开口。苏俊咬牙切齿，赶紧放开老子，否则老子让你们不得好死。苏瑶挑眉，哦，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模样怎么让我不得好死。苏俊咬了咬牙，伸手从胸口拿出一只笛子。嘘，哨声响起，唰唰，几道黑影出现在苏俊身旁。苏瑶轻笑，你以为就你会这一手吗？苏瑶说着，妈耶从胸口拿出一个小笛子，她将笛子放在唇边，轻轻吹响。嘘，空灵的哨声响起，下一瞬，10几个身影出现在苏瑶身旁。你不是苏瑶？苏俊看到这，脸色骤变，他惨白着脸，瞪圆着眼睛看向苏瑶。苏瑶将脸上的面纱解下，露出那块鲜艳的红斑。你瞎吗？不可能，你不可能是苏瑶，你到底是谁？苏俊奋力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冬雪。苏瑶给冬雪示意放开他，苏俊一被放开，便不停地后退。你不是苏瑶，你到底是谁？你这双眼睛，我看是不想要了。苏瑶看了一眼夏月搬来的椅子，旋身坐下。苏俊盯着苏瑶脸上的红斑，仔细地查看了好一会儿，确定红斑确实不存在，苏俊这才松了口气。确定苏瑶是本人，苏俊没那么慌张了。他垂着眸子思索片刻，有了主意。嗨嗨，大姐，没吓到你吧？方才我只是试探你，我听娘和妹妹说你今日的行为有些反常，便试探了一下。你不会生气吧？苏瑶轻笑，你挨了打都未曾生气，我又为什么会生气呢？苏俊紧了紧垂在身侧的手，扯出一抹笑容。呵呵，大姐不介意便好。夜深了，我先回去休息，大姐在家入住的不习惯，或者是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苏瑶淡淡点头，目送苏俊离去。苏俊感受到苏瑶的视线，只觉得瘆人无比，他只能强忍着心里的不舒服，快步离开。夏月看到苏俊逃也似的背影，狂笑出声。哈哈，小姐，我先前还以为他是个能打的人物呢，没想到还是个废物。说是废物，但你也不一定能打过他。冬雪凉凉的开口。夏月吐了吐舌头，我的功夫是差了点，但是我每日都在勤加练习啊。冬雪摇了摇头，拿什么练？红烧猪蹄，还是酱筋烤鸭？夏月吞了吞口水，那不是得吃饱才有力气来练功夫吗？是，快回去吃你的宵夜吧。苏瑶很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嘿嘿。夏月闻言，一把扛起椅子，潇洒的往回走。少爷，查过身份了，确实没问题。苏俊听着手下的禀报，脸色沉了几分。怎么会？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好起来，那可是娘胎带来的毒，怎么可能治好？不，他不可能是苏瑶。苏俊捏紧拳头，哥，现在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在府里作威作福吗？苏玉茹想到今晚在宴会上丢的脸，就想把苏瑶碎尸万段。玉茹，你先别着急，等你哥想想。刘婉拉住情绪越发崩溃的苏玉茹。苏玉茹听到母亲的声音，想起在宫里的事情。娘，您今晚为什么不帮着我说点话？若是您站出来帮我说话，那贱人肯定不能这般张狂。刘婉有苦难言，因为是妾抬起来的妻，很多世家夫人都有些瞧不起她，所以她出门在外都是尽量表现得较为温和有礼，让众人觉得她温和有礼有家教。所以在宫里的女儿咄咄逼苏瑶的时候，她不敢出声，生怕自己几年来维持的形象被打破。玉茹，你知道的，外人眼里娘一直都是温柔谦逊有礼的，若是贸然站出来指责苏瑶，那众人会怎么想我这个后娘？苏玉茹没说话，深深地看了一眼母亲刘婉。刘婉看到女儿的眼神，顿时心里有些慌张。玉茹，你别生气，看娘明日怎么治她，药娘已经准备好了，明日就给她用上。站在角落的江嬷嬷听到刘婉的话，眼神闪过杀意，只是一瞬她神色白嫩，恢复正常。苏俊察觉到那杀意，审视地盯着江嬷嬷，看到江嬷嬷面色正常，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害怕母亲身边潜进来什么人，苏俊不放心地询问道：娘，他是谁？第34章，苏玉茹亲自道歉。刘婉听到苏俊是在问江嬷嬷，得意地介绍起来，这是娘新收的得力干将，也就是现在给苏瑶教规矩的教养嬷嬷。苏俊闻言，深深地看了江嬷嬷一眼。江嬷嬷对着苏俊扶了扶身，大少爷。苏俊淡淡嗯了一声，眼神仍旧放在江嬷嬷身上。思索片刻，他开口将所有奴仆都遣散。娘，这江嬷嬷可查过了？刘婉拍了拍苏俊的手，示意他放心。放心吧，娘查过了，是宫里出来的嬷嬷，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我已经一并接过来了，有他们在，这江嬷嬷不敢违背我。苏俊听到母亲的话，这才放心下来。王叔，您的话还您了。宋泽轩恭恭敬敬地捧着画放到慕寒手里。
慕寒妈撒着话，她可受着委屈了。宋泽轩撇嘴：“九皇叔，您在屋檐上不是都看到了吗？”慕寒动作一顿，脸色僵了片刻，他便恢复正常：“我只是在赏月而已。”行了，夜深了，你回去休息吧。宋泽轩闻言，行礼离开。走的时候，他悄声非议：“啧，明明自己偷偷看了，就是死不承认，真是别扭。大人的感情真是搞不懂，洒脱一点，喜欢就直接说不就好？三皇子，您今年18了，已经及笄2年了。”侍卫提醒。宋泽轩拿折扇敲了一把自己的侍卫：“你懂什么？”侍卫：“东雪，你说那九王爷是否发现了我的身份？”苏瑶想到出宫前看到的身影，越想越觉得奇怪。冬雪回忆了一下3年前苏瑶那张稚嫩的小脸：“小姐，那时您尚且稚嫩，以现在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九王爷只是见了您一眼，应当是不认得您的。再说，若是认出，也是认出墨兰公子。您现在是苏丞相家的大小姐，苏瑶。”苏瑶轻轻敲击着桌面，眸中若有所思：“时辰不早了，你先下去休息吧。”冬雪拱手退了出去。苏瑶思索片刻，也去休息了。第2日，江嬷嬷早早就过来了：“小姐，他们动手了，将要放到您的饭菜里，然后每日让您吃下去。您吃下这个药，就会日渐衰老，不出10年就会死。”苏瑶眸中闪过寒光：“哦，既然他们都开始了，那咱们便也动手吧。”“是，小姐。”“娘，哥，那他还能活10年呢？”“不行，10年太久了。”苏玉茹跺了跺脚：“他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我要他每日受尽屈辱，生不如死的活着。”苏玉茹狠狠地掐着一旁丫鬟翠儿的手，指甲陷进肉里，她也全然不顾。翠儿咬着唇，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哥，有没有一种毒药，能让人全身皮肤溃烂的？”苏俊思索片刻：“有倒是有，但是这种烈性药味道较浓，很难让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服用下去。”“一定要服用吗？不可以直接沾染在皮肤上吗？”“也行。”苏俊挑了挑眉。苏玉茹看着翠儿光滑的手臂，眼里闪过邪恶：“求哥哥帮我弄来一些，我看到他不舒服，我心里才会舒服。”苏俊想起昨夜的事情，也憋着一口气，闻言只是稍作犹豫，便点头同意了。很快，苏玉茹就将要拿到手了。药一拿到手，他立马就计划起来：“娘，你说我怎么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要撒到他身上呢？”刘婉拧眉思索起来，若是想不让他知晓这药是谁放的，那就得趁着人多眼杂的时候动手。只要你没有单独和他独处过，那他自然无法赖到你的头上。哥，这药生效时间多长？触肤即生效。苏俊微微挑眉：“所以妹妹，你务必得小心，此药无解。”苏玉茹捏了捏拳：“好，明日尚书府办百花宴，邀请京城的管家小姐前去赏花，妹妹可请她一同去，届时临场发挥。”苏俊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苏玉茹面色有些犹豫，可是若是她不愿意去呢？苏俊勾唇，凑到苏玉茹身旁低语几句。苏玉茹顿时眼睛亮了，她捏着手里的药包看，嘴角慢慢上扬：“小姐，苏玉茹过来了。”冬雪快步进来禀告。苏瑶正在懒洋洋的晒太阳，听到冬雪的话，微微诧异：“哦，她来做什么？”冬雪微微摇头：“让她进来吧，我倒是要看看她要做什么。”苏瑶说着，起身让夏月帮自己整理了一下衣服。很快，苏玉茹就被领进来。“姐姐。”苏玉茹进来，乖乖的给苏瑶行了一礼。苏瑶挑眉：“妹妹今日倒是有家教了。”苏玉茹垂在身侧的手紧了又紧，她深吸一口气，刻意的将自己的声音放缓：“姐姐，先前是我多有得罪，请你看在我年纪上小的份上，原谅我。”“哦，你是特意来跟我道歉的？”苏瑶戏谑的看着苏玉茹。苏玉茹脸色差点就沉了下来，想到计划，她深吸一口气，硬生生的忍了下来：“姐姐，我就是来道歉的，我们是一家姐妹，亲手足，理应一致对外，怎有自己人对付自己人的道理？你说是吧？”苏瑶挑了挑眉：“我娘只生了我一个。”言下之意就是我跟你可不是姐妹。第35章，你母亲不是病死的。苏玉茹垂在身侧的衣袖抖了又抖：“哼，姐姐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是亲姐妹啊。以前我确实有些过分了，我跟你道歉，你原谅我吧。”看到苏玉茹还能忍，苏瑶有几分诧异：“妹妹额头的青筋都爆出来了，是忍得多辛苦啊。”“行了，妹妹别装了，直接说你来找我做什么吧。”苏玉茹看苏瑶揭穿了自己，也不再继续装下去，她噙着笑意，柔声开口：“姐姐，是这样的，尚书府办百花宴，我来找你是想邀你一同去参加的。”苏瑶轻哼：“哦，你凭什么觉得你邀我，我就会去？”苏玉茹这一次灿然一笑：“姐姐一定会去的。”苏瑶躺回椅子上，继续悠哉悠哉地吃着糕点。夏月适时给苏瑶摇着扇子：“你跪下来求求我，我或许会去。”
苏瑶嘴角噙着嘲讽的笑意。苏玉茹咬唇，姐姐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母亲是如何死的？苏玉茹的话音刚落，苏瑶就缓缓起了身。看到苏瑶感兴趣了，苏玉茹嘴角勾了勾。姐姐若是想知道的话，那明日咱们就在尚书府见。苏玉茹说完，扭着腰肢甩着手帕，得意离开。苏瑶看到苏玉茹那得意的模样，有些不悦。冬雪，帮我送送妹妹。是，小姐。冬雪会意，快步走到苏玉茹身后，一脚将她踹了出去。苏玉茹没料到苏瑶直接让丫鬟对自己动手，直接摔成了个狗吃屎。此时的她头发衣服都乱糟糟的，簪子散落一地，哪里还有方才的神气？苏瑶！苏玉茹怒吼一声，然而迎接她的只有砰的关门声。啊！苏瑶，我要你死！苏玉茹在门外嘶吼了好一会儿，这才离开。小姐，这苏若如明显就是意图不轨，不如我直接派人将她弄死，或者直接给她下点致死的毒。夏月眼神悠悠的，她直接死了，那怎么玩？还是看着她一点点失去自己最在意的东西，看着同龄人娇俏美丽，自己年老色衰，那才好玩。苏瑶想到脑海里原主母亲那张异常苍老的脸，心里就很不舒服。冬雪，加大剂量，我要他们最快见效。是，小姐。苏玉茹回到自己的房间，发了好一会儿疯，这才将那口气忍下。第二日，苏瑶掐着时间来到了尚书府。在尚书府门口等了许久的苏玉茹看到苏瑶的马车，眼睛亮了起来。她走到马车旁，等着苏瑶下车。姐姐，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哦，妹妹还在这特意等我呢。苏瑶上下扫了一眼苏玉茹，视线落到她腰间微微鼓起的荷包上。玉茹一早就在看门口等着了，苏大小姐有这么一个好妹妹，真是好福气。门口突然传来纤细的女音。苏瑶回头，张婷带着一大帮女子站在门口。是啊，有她真是我的福气。苏瑶说着，饱含深意地看了苏玉茹一眼。苏玉茹在苏瑶的眼神下，顿时感觉被看透了一般，浑身不舒服。她侧开身子，避开苏瑶的眼神，才觉得好一些。姐姐，大家都在等你呢，我们进去吧。苏瑶没说话，轻摆衣袖，率先往府里走。苏玉茹看到苏瑶走了，赶紧迈着碎步追上。站在门口的世家女子们看到这一幕，窃窃私语起来。你们还真别说，这嫡长女就是不一样。你们看看苏瑶身上的气质，不知道的还以为苏玉茹是她的丫鬟。是啊，落落大方，气质尤佳。往日我一直觉得苏玉茹长得漂亮不说，还很有气质。但是苏瑶一站在她身旁，那通身优雅端庄的气质，无论是言行还是举止，真是甩了苏玉茹一大截。那是嫡长女，怎么能跟庶女一样？张婷勾着唇，眼神悠悠地看着苏玉茹。此刻作为嫡长女的张婷心里的优越感达到了顶峰，她抬头挺胸，端着身子进了府。众人进去之后，没多久，荣王府的荣王妃和四公主宋雨柔也到了。感谢荣王妃、四公主，还有各位夫人、小姐赏脸来参加这赏花宴，妾身感激不尽。望诸位在今日在府里过得愉悦轻松。尚书府夫人单荣如今年纪虽然已经将近40岁，但是由于保养得当，看起来就如30多岁一般。是啊，诸位吃好喝好，就当在家里一般即可。有什么吩咐府里的小厮丫鬟去办即可。坐在单荣身旁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老夫人和丹夫人客气了，往年赏花宴你们都将大家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大家宾至如归，尽显大家风范。今年想来你们更是周到。荣王府的王妃温柔开口。宋雨柔微微颔首，老夫人和丹夫人客气了。刘婉听到两人的话，连忙开口附和。是啊，老夫人和丹夫人真是太客气了。其他人闻言连连点头。荣老夫人又说了几句，便离开了，将场地留给了年轻人发挥。单夫人见状，将众人往花园引。我已经为诸位准备了茶水糕点，大家随我来花园赏花吧。众人跟着丹夫人来了花园。刚到花园，一片彼岸花海就显露在众人眼前。荣王妃看到那红艳非常的彼岸花海，一阵感叹：彼岸花，花开无叶，叶生无花。没想到今年丹夫人种了这般多彼岸花，怕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吧。单夫人微微低了低头，倒是没花多少心思。这彼岸花是我偶然得的，初种确实花了些心思，后来平日里无事便慢慢琢磨，没想到竟种出来了。真让我花了心思的倒是有一种，诸位请跟我过来。单夫人说着，对着众人微微点头，然后在前面带路。诸位小姐，请往这边走。张婷跟在母亲身后，招呼着众人。穿过彼岸花海，越过小谢亭台，一片粉色的海洋出现在众人眼前。这是荷花，似草似花，怎么从未见过？没有一个女孩能逃得过粉色花海的吸引。宋雨柔看到花海，立马被深深吸引。单夫人有意让女儿表现，转头看向女儿张婷。
婷儿，你为大家介绍介绍。张婷双手交叠，方才身体左侧扶了扶身。这叫粉黛乱子草，我娘花大价钱从别处买回来的。它是暖季植物，花穗呈雾状，看起来有点像粉色的蒲苇，却又比蒲苇更长、更细、更软。粉黛乱子草倒是花如其名。宋雨柔伸手轻轻拨弄着身前的粉黛乱子草。第36章，下毒毁容。四公主若是喜欢，改日我让人带着种子过去给您。单夫人笑着说道。那就多谢丹夫人了。宋雨柔是真的喜欢，闻言也不客气。丹夫人，不知这粉黛乱子草可还有多余的种子？粉黛乱子草大家都没见过，稀奇漂亮的东西谁都喜欢。苏玉如看着花海也很是心动。单夫人笑着点头，有的，稍后我让我的贴身丫鬟拿纸张记下来，若是还有谁想要这粉黛乱子草，与他说一声便可。众人闻言皆很是欢喜。院子里还有许多花草，婷儿，你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单夫人说着，与荣王妃走到了一旁的长亭休息。张婷闻言，带着众人欣赏花草，并一一介绍。边看边逛，这一看就是1个多时辰。众人临近午时，这才一同回到长亭休息。苏玉如刚才一直没能动手，所以现在刻意坐进了苏瑶。姐姐，我坐在你身边，你不会介意吧？苏瑶微微挑眉，这是张家地盘，你应该问张家小姐。苏玉如咬了咬唇，姐姐，我是真心想与你交好，之前的事情我们一笔勾销可好？苏瑶垂眸扫了一眼苏玉如垂在身侧的手，看到那手开始拨弄锦囊，眼神深了几分。你不是说要告诉我那件事吗？来，我已经跟你来了，你应该履行诺言，将那件事告诉我。苏玉如转头看了一眼众人，发现众人此时视线都集中在张婷身上，嘴角勾了勾。她伸手扯了扯一旁的母亲刘婉，用眼神示意她帮自己将其他人的视线挡住。刘婉会意，知晓苏玉如要动手了，连忙侧身悄悄地挡住众人看望苏瑶和苏玉如那边的视线。苏玉如看到母亲在配合自己，勾了勾唇，她笑意盈盈地看着苏瑶，既然姐姐这么想知道，那妹妹便说与你听吧。姐姐，杂饵众多，你不介意我凑近些吧？苏玉如嘴上在询问，身体却一步步向着苏瑶靠近。自然是不介意。苏瑶不动声色地对身后的冬雪打了个手势。冬雪一直在注意苏瑶，看到她的手势戒备起来。苏玉如站定在苏瑶一步距离，将身子侧着，头凑到其耳旁。姐姐，你的母亲其实不是病逝，她是怎么样？妹妹快说。苏瑶假装着急追问。苏玉如看到苏瑶眼眶不停的闪烁，隐约还泛着泪光，嘴角的弧度越发明显。她是被……趁着苏瑶注意力全都在听自己说事，苏玉如赶紧将药粉如数撒到苏瑶衣服上，撒完，她便快速撤开，继续说：“你什么意思？”苏瑶看到苏玉如退到一边，假装愠怒。苏玉如捂着唇，遮住自己得逞的笑意：“姐姐，你母亲自然是因病而死，你瞎想什么呢？”苏瑶瞳孔骤缩：“你骗我！”苏玉如看到苏瑶错愕的表情，再也忍不住轻声笑出来：“呵呵，姐姐，我也没办法，想好好和你相处，你不愿意出来，我只好出此下策呢。啧，没想到呀，姐姐是真的相信了呢。姐姐，看你脸色不太对呢，身上可有不舒服？”苏瑶看到苏玉如开始得意忘形，垂下眸子。被妹妹一说，我现在确实不舒服，感觉全身痒。妹妹能否过来帮我看看，我身上是不是起疹子了？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话，心里顿时大喜。她犹豫片刻，还是决定过去看看苏瑶是不是真的中了自己的毒。然而她刚走2步，就感觉一阵风迎面扑来，随着风而来的还有不知名的粉末。粉末！苏玉如僵住身子，她怔怔抬头，发现苏瑶看着自己正笑得开心，而站在她身旁的冬雪拿着一把扇子，不停地往自己这边扇。意识到自己方才是沾染到了自己放的毒，苏玉如身子徐晃了几下。你，苏瑶，你好狠的心！苏玉如丢下一句话，就不顾众人的眼光，开始脱外衫。娘，快帮我，快帮我！刘婉看到女儿竟然在脱自己的外衫，目瞪口呆。玉如，你这是在做什么？苏玉如有苦难言，只能一脸痛苦绝望地看着刘婉。刘婉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过来帮着苏玉如脱外衫。脱完苏玉如的外衫，直接将一旁翠儿的衣服扒下来。苏瑶轻笑，将手放到唇边：“妹妹，你可是大家闺秀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为何要脱衣裳？”苏瑶的这一声呼喊，将众人的眼光都吸引过来。虽然苏玉如只脱了外衫，但是看在众人眼里也有伤风化。玉如，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张婷快步走过来。苏玉如看到众人谴责的眼神，顿时心沉到了谷底。听听，我方才脱衣裳，
是为了抖衣服上的毒药。你们大家别误会。张婷原本有些看好戏的心理，听到苏玉如说毒药，面色凝重起来。玉如，你说清楚，我们府里一直戒备森严，毒药这种东西不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府里。此时，苏玉如已经换好了翠儿的衣服，可是并没什么用，皮肤上的痒意让苏玉如慌了神。娘，我的脸好痒，我的脸怎么了？是不是中毒了？刘婉抬头看向女儿的脸。啊！苏玉如听到母亲的叫喊，心顿时沉入海底。镜子，快给我找镜子！她跌坐在地上，朝着丫鬟翠儿和碧儿疯疯癫癫地喊着。翠儿此时衣衫不整，但听到苏玉如的话，也只能强忍着从地上爬起来。正当她要求去找镜子的时候，苏瑶将一面镜子伸了过来。不用找了，妹妹，我这里有镜子呢。苏玉如此时根本听不到苏瑶的话，耳里只有镜子2个字。她猛地夺过苏瑶手里的镜子，颤抖着手举起。啊！镜子里是一张长满了脓泡的脸，脓泡有大有小，还隐隐流着脓水，好不恶心。苏玉如这一声尖叫，让众人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她脸上。怎么回事？苏家二丫头的脸，荣王妃看到苏玉如的脸，吓退了几步。啊！苏玉如，你的脸好多脓包，好恐怖，这是怎么了？苏玉如，你得罪了谁啊？四公主微微皱眉。苏玉如，你先别慌，这到底怎么回事？第37章，试图销毁证据。我的脸，我的脸！苏玉如颤抖着手，几次想触碰自己的脸，但是又被脓包上面的脓水劝退。听到四公主的话，苏玉如转头盯向苏瑶。是你，是你给我下的毒！你这个贱人！贱人，你竟然没事！你竟然没事！啊！他站起身，尖叫着就猛地朝着苏瑶冲去。苏瑶一个侧身，轻松避开。苏玉如，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说我给你下的毒，你有什么证据？苏玉如颤抖着手，指着苏瑶。方才你故意引我到你身边，然后让你的婢女摇扇子，将毒粉吹到我皮肤上，我看得真真切切，你还想抵赖？刘婉适时冲过来，瑶儿，你怎么这么狠心？她可是你亲妹妹啊！你毁了她的脸，你让她以后怎么活？张婷看到苏玉如那种恐怖的脸，打了个激灵，想到人是在自己家出事的，她赶紧派人去找大夫。去，快去找一心阁的大夫过来。苏瑶听到张婷的话，给了冬雪一个眼神。冬雪会意，悄然退下，然后飞快地出了尚书府。不多时，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夫便出现在尚书府门口。在下一心阁的坐诊大夫听到府上有人生病，特来就诊。尚书府的小厮也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到大夫的话，便赶紧将人带进去了。一心阁大夫来了。苏玉如听到是一心阁的大夫，顿时心里燃起了希望，她也不顾不得再跟苏瑶对峙，抓住大夫的衣袖，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大夫，快帮我看看我的脸，可还有救？头发花白的老大夫伸手抚了抚胡须，掏出一块手帕放在苏玉如手上，然后这才给她把脉。苏玉如咬着唇，死死地盯着大夫。看到大夫收回手，赶紧拉着大夫的衣袖，焦急询问：大夫，如何？我的脸还有救吗？大夫摇了摇头，这确实是毒，一种药性极其霸道的毒——溃肤散。这世间恐怕无人能解此毒，除非……苏玉如也清楚知晓这毒是解不了的，听到有转机，连忙追问：大夫，除非什么？除非你能找到莫神医，莫神医医术高明，应该能解此毒。大夫说完摇了摇头，可是这莫神医创建一心阁后就鲜少出现在世间，他的行迹可以说是无迹可寻，加上世间无人窥过他的外貌，要想找到他难如登天。苏玉如握紧拳头，不论有多难，我都要找到莫神医。大夫抚了抚胡须，疑惑地开口：按理说这种毒是南蛮人的，不会出现在咱们大宋，怎么你会中这个毒？苏玉如听到大夫的话，眼神有些闪烁，瞥到苏瑶事不关己，闲神定气地站在一旁，她的脸有几分扭曲。这件事就要问姐姐了。姐姐，我念着我们是亲姐妹，特地带你来参加宴会，没想到你不领情就算了，还给我下此剧毒，你当真是恶毒至极。苏瑶眉头微蹙，我给你下毒？这句话你也说得出来？方才我站在你这里，大家有目共睹，正因为我靠你靠得近，让你有了可乘之机。你吩咐你的丫鬟扇动扇子，将一些不知名的粉末扇到我的身上，我以为只是灰尘而已，没想到这竟然是毒。姐姐，你好狠的心！苏玉如说着，低声哭泣起来，那摇摇欲坠的模样看起来无助极了。众人听到他的话，纷纷回忆起刚才的事情。哎，我刚才扫了这边一眼，确实看到苏玉如站在苏瑶身旁，我也看到了，而且苏瑶身旁的丫鬟确实还扇动了扇子。死！这么说，还真是苏瑶给苏玉如下毒了。给自己亲妹妹下这种毒，已经不是过分了吧？
啧啧，我早就说过了，苏瑶面相一看就不好，这种事也只有她做得出来。就是嫡长女又怎么样，还不是品行败坏？众人齐齐后退，生怕靠近苏瑶也会被她下毒害了。宋雨柔听到这些人的窃窃私语，面色微沉，她欲要开口呵斥，却看到苏瑶在用眼神跟自己示意。看到苏瑶摇头，宋雨柔忍着没说。苏瑶看宋雨柔没有再轻举妄动，扫了那些人一眼，转头看向大夫。大夫，我说一句，下毒之人身上应该携带有那毒药吧？若是当场下毒，那应是有的。大夫微微颔首。苏玉如听到两人的话，脸色顿时一变，她僵着身子左右看了一眼，见无人注意自己，伸手捏了捏自己的挂在腰间的荷包。娘！刘婉看到女儿一直给自己使眼色，顿时明白了苏玉如的意思。她悄无声息地挪到女儿身边，伸手欲要接过女儿手里的荷包。然而两人的手还没接触到，另一只纤细柔嫩的手伸了过来。咦，姨娘、妹妹，你们抓着什么呢？神色那么紧张。不会，这就是毒药吧？苏瑶说着，伸手往苏玉如腰间。苏玉如死死地捂着腰间，这不是毒。哦，不是，那妹妹捂这么紧做什么？苏瑶的一番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宋雨柔看到苏雨柔面色紧张，手还一直捂着什么，顿时怀疑起来。苏玉如，你手里拿的什么？苏玉如听到四公主的质问，不自觉咬了咬唇。宋雨柔看苏玉如支支吾吾不出声，声音冷了几分，把东西交出来。苏玉如被宋雨柔呵斥一声，哆嗦着手就要将东西递出去。刘婉看到女儿的动作，心漏掉一拍。玉如，苏玉如听到母亲的声音，僵住动作。刘婉眼疾手快，将苏玉如手里的东西抢过。四公主，这只是女儿家的东西罢了，年纪稍大些的都懂，若是当着大家的面打开了，以后玉如就名声不保了。宋雨柔虽然好说话，但并不是好忽悠的。她转头看向自己的随侍嬷嬷，来人，将那荷包拿过来。宋雨柔的随侍嬷嬷行事很是干脆利落，闻言立马带着几个宫女来到刘婉和苏玉如跟前。刘夫人，您是自己交出来，还是劳烦我们来代劳？刘婉看到几个宫女死死围在自己身旁，顿时慌张的不行。我自己来。她说着，慢吞吞地将荷包兑出来，同时眼睛在四处搜寻。宋雨柔身旁的嬷嬷伸手去接，眼看荷包就要递到嬷嬷手上，刘婉突然收回手，猛地朝着不远处的井边冲去。你干什么？宋雨柔的嬷嬷看到这，连忙带着人去拦。然而还是为时已晚。刘婉来到井边，直接将荷包丢进了深不见底的井水里。快去捞！宋雨柔看到这，顿时断定这荷包有问题，她赶紧吩咐人去捞。若是荷包里面真有药，等捞起来，怕是药味已经被水冲散了。宋雨柔的随侍嬷嬷叹了口气。苏玉如看到荷包丢进井水里了，顿时松了口气。她转头挑衅地看着苏瑶：“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苏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转头给了刚回来的冬雪一个眼神。苏玉如看到苏瑶的眼神，有些慌，她死死地盯着冬雪，似乎要用眼神制止冬雪的动作。然而冬雪怎么会惧怕她的眼神？得到苏瑶的授意，冬雪便快步走到井边。她伸手从腰间抽出一条长鞭，接着又摸出一个钩子，将钩子连接到长鞭上，然后挂在井边。准备好后，冬雪脚尖一点，抓着缰绳跳进井里。片刻后，再次从井里飞出。小姐，荷包取到了。冬雪回到苏瑶身旁，摊开手心，露出手里的荷包。方才我下去的时候，荷包还飘在上面，里面应该还未湿。苏瑶拿起荷包的袋子，故意在苏玉如跟前晃。妹妹，取到了呢。苏玉如狠狠地盯着苏瑶，咬牙切齿地开口：“姐姐，当真是厉害。”苏瑶笑了笑，将荷包打开。哟，这里面是一个纸包呢。苏瑶抬头看了苏玉如一眼，伸手将荷包拿出来，然后纸包打开。纸包一打开，一团白色的粉末立马出现在下众人眼前。苏玉如看到苏瑶大呲呲地打开药粉，眼里闪过一抹恶毒。她猛地冲向前，用尽全力对着纸张吹了一口气，呼，粉末如数飘到苏瑶身上。苏玉如看到这，哈哈大笑起来。哈哈，苏瑶，这次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苏瑶双手环胸，闲神定气地看着苏玉如。苏玉如等了片刻，看到苏瑶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不可置信地后退几步。不可能，你的脸怎么没有反应？苏瑶凑到苏玉如耳边：“哦，忘记跟妹妹说了呢，我出门时已经服下了一心阁的解毒丸，你这个毒誓奈何不了我的哦。”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话，气得一口血呕了上来。你简直阴险至极！论阴险，谁都比不过你。苏瑶转头将手里的荷包递给一旁的大夫：“麻烦大夫看看，这里面的粉末是何物？”大夫闻言，从自己的药箱里拿出一双特制手套，戴上手套，他这才谨慎地接过荷包。
仔细检查一番，大夫眉头皱了起来。这就是那溃肤散。苏玉茹猛地冲过来，不是，你胡说，你串通苏瑶，想要诬陷我。刘婉过来搀扶着苏玉茹，若是这要是玉茹的，她怎么可能会用在自己的脸上？这要不可能是她的。苏玉茹听到母亲的话，赶紧连声附和：对，我还没蠢到这种地步。苏瑶，明明这要是你的，我都这样了，你还要陷害我？苏瑶看到两人抵死不承认，直接转头看向张婷：张姑娘，麻烦你报官吧，让衙门来查一查。刘婉听到报官，立马紧张起来：不行，不能报官，不能报官。他很清楚，虽然他爹是一朝丞相，但是只是一介文官，若是真进了衙门，保不齐官府的人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自己做的事情根本就瞒不住。哦，为什么不能报官？苏瑶侧头看向苏玉茹，那直勾勾的眼神看得苏玉茹心慌。因为这要是刘婉看到站在女儿身旁的丫鬟翠儿，顿时计上心来。因为这药是这丫头放的。刘婉说着，将翠儿一把推了出去。翠儿愣了一下，一脸迷茫。苏玉茹反应过来，赶紧附和：对，翠儿，你是不是见我平时看你做错事就打骂你，所以心有不甘，想要毁掉我的脸？翠儿看到苏玉茹那吃人的眼神，顿时吓得脸色发白。小姐，我没有。定是你，说，你从哪儿弄来的药？苏玉茹指甲狠狠扎进翠儿的手臂。翠儿苦着摇头：小姐，我没有。宋雨柔看到苏玉茹竟然将锅甩给一个丫头，给自己的侍卫使了个眼色。侍卫得令，悄然出去。不多时，一队穿着官服的官差出现在尚书府。苏玉茹何在？这边。宋雨柔朗声开口。官差看到是宋雨柔，齐齐下跪，参见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岁。宋雨柔摆摆手，起来吧。苏玉茹看到官差，后退几步，转身就要跑。苏瑶看到这，轻飘飘的来了一句：苏玉茹跑了。官差听到这话，立马快步去追苏玉茹。他们的手脚很快，不消片刻便将苏玉茹抓住。看到苏玉茹那张惨不忍睹的脸，官差们都有些怀疑，是不是报错了案？我报的案，这件事就交由给你们大理寺去查了。宋雨柔说完，走到苏瑶身旁。苏瑶，让你的丫鬟留下了解案情，我们先走吧。苏瑶也不想再留下看着这对母女，转头对着苏玉茹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便转身随宋雨柔往外走了。凭什么？要了解案情也需要当事人，我姐姐是当事人，你们凭什么不抓她？苏玉茹嘶吼着要拉苏瑶下水。官差瞪了苏玉茹一眼，没看苏姑娘被公主叫走了吗？这件案情本来你就是重大嫌疑人，只需找几个人问一下过程便可。第38章，你在襄府处境艰难，凭什么？你们这是徇私枉法！我爹爹怎么说也是丞相，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苏玉茹拼命挣扎。刘婉看到女儿这样，守在一旁手足无措。官差听到苏玉茹说自己徇私枉法，皱着眉找来一块帕子，直接粗暴地将她的嘴堵住，丝毫没有怜香惜玉可怜。主要也是现在苏玉茹的脸惨不忍睹，那张起满水泡的脸，加上那叫嚣的嘴脸，让人看着实在可恨。苏玉茹被堵住嘴，恶狠狠地盯着官差。看官差在拖着自己往外走，苏玉茹赶紧看向母亲刘婉。梁哥。刘婉拍了拍脑袋，赶紧吩咐一旁的张嬷嬷：张嬷嬷，快，你去找相爷还有大少爷。是，夫人。张嬷嬷闻言赶紧小跑着出去。很快苏俊就知晓了消息。什么？怎么被大理寺的人抓去了？听到苏玉茹被抓走，苏俊愣了一下。张嬷嬷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苏俊听到自己这个蠢妹妹的所作所为，顿时气得不行。蠢货，留着把柄给人，特意找死。大少爷，现在怎么办啊？张嬷嬷弓着身子不知所措。怎么办？大理寺是什么地方？通常只有重犯才会被送到那里审查，我也无能为力。苏俊脸上也有几分恐慌，他来回踱步，思索着解决的办法，然而眉头只是越皱越深而已。罢了，让他吃点苦头，等父亲回来再说吧。苏俊无力地叹了口气。金黄楼。苏瑶，没想到你在襄府处境如此艰难。宋雨柔一脸同情。苏瑶轻笑，呵呵，倒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宋雨柔郑重地拉住苏瑶的手，你不必多说，我都懂，日后你有事就尽管来找我。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苏瑶听到宋雨柔那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心里微暖。这些事不说了，说说你的话吧。那日在宫宴上看到你的画有些许问题，若是你不介意，你要教我画。宋雨柔惊喜地从椅子上站起。我对作画还是有些许见解，你若是有兴趣，我便教你。苏瑶看到宋雨柔满脸惊喜，不由得轻笑。我感兴趣，我感兴趣。宋雨柔焦急说着，说完掀开裙摆，单膝跪到地上。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跟在宋雨柔身旁的嬷嬷看到这，慌忙跪下扶宋雨柔。公主，您金枝玉叶，这万万不可。宋雨柔拧眉一扫，冷声呵斥：邱嬷嬷，下去。是，公主。邱嬷嬷听到宋雨柔的呵斥，连忙退了下去。看邱嬷嬷走开了，宋雨柔这才正了正神色，再次看向苏瑶，徒儿宋雨柔拜见墨兰师傅。苏瑶见宋雨柔眼里满是坚定，便点头答应。我本意无意收为你为徒，既然你想拜我为师，那我便收了。我先与你说明，我对徒弟的要求极高，极为严苛，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宋雨柔目光坚定，对着苏瑶拱拱手。雨柔敬仰师傅已久，请师傅收我为徒。苏瑶伸手将宋雨柔扶起。既然如此，你以后就是我墨兰的徒弟了。你还有个师兄，有时间带你去看看。是，师傅。宋雨柔乖乖起身，然后去给苏瑶倒了一杯茶。师傅，请喝茶。乖。苏瑶坐在太师椅上，伸手接过宋雨柔的茶，抿了一口。喝完茶，苏瑶挥了挥手。夏月、研墨。是，小姐。夏月娴熟的给苏瑶准备笔墨。雨柔，过来，我从利笔一步步跟你说。苏瑶用束带将碍事的衣袖扎起来，然后拿上绣着金丝的狼毫笔，坐到案桌前。是，师傅。宋雨柔也跟着苏瑶的动作，将袖口扎起来。苏瑶执笔，认真的给宋雨柔授起了课。邱嬷嬷本来对苏瑶的作画水平不抱什么希望的，只是觉得她哄好了公主，让公主买她的账而已。可当听到苏瑶那一针见血的讲解，看到那栩栩如生的话，她神色渐渐恭敬起来。老爷，现在怎么办？玉茹现在被关进大理寺了呀。刘婉跪在地上，眼泪都快哭干了。苏有德捏着眉心，长叹一口气。怎么办？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若是旁人就算了，发话的可是四公主，四公主啊。苏俊闭上眼，揉了揉眉骨。爹，若不然我去找二皇子吧，只要答应以后会全力助他。我想他应该是会想办法将玉茹放出来的。第39章夜袭盐矿场。苏有德深深叹了口气，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苏俊犹豫片刻，起身往外走。爹，那我去了。二皇子，如今只有您能救我妹妹了。苏俊弓着身子，将姿态放得很低。二皇子起初听到苏玉茹被抓进大理寺了，是有些紧张的。后来听到苏玉茹的脸中了毒，毁了容，顿时心里的紧张感就退去不少。你说是四公主派人抓进去的？苏俊顿了顿，重重点头。是。二皇子轻轻叩击着桌面，好些时候才开口说话。这有些难办了。四妹在父皇面前一直颇为受宠，若是他想查清楚，只怕……苏俊单膝跪到地上，将姿态放得更低了些。请二皇子救救舍妹，若能将舍妹救下，往后我丞相府对二皇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皇子听到苏俊的话，嘴角微微上扬，他亲自上前将苏俊扶起。苏俊，你我自小一同长大，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我自是会想尽办法救她的。苏俊垂着的眸子深邃了几分。苏俊不敢。哎，苏俊你这就生分了，我与你的情分是旁人不能比的，虽说不是亲兄弟，但也胜似亲兄弟啊。二皇子说着，亲自给苏俊倒了杯茶。你先别着急，喝杯茶压压惊，我这就找人去打点。二皇子说完，并没有立马行动，他拍了拍额头，愁眉苦脸的开口：哎呀，我忘了，人等会都得派出去，该让谁去大理寺呢？苏俊深吸一口气，拱拱手：二皇子有事尽管吩咐。二皇子勾了勾唇：苏俊，我若是将人派出去了，就无法去救你妹妹了，所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苏俊面色越发严峻。二皇子满意一笑：苏俊，你武功与我不相上下，我要出去办一件事，你随我一起吧。是。是夜，两人带着一批人出了城。城郊，苏俊看到二皇子带着自己来到一个盐矿，有些不解。二皇子，您来这盐矿做什么？宋泽宇勾了勾唇：来这里拿点东西。苏俊在脑海里会意了一下盐矿的位置，这是那能制出细盐的盐矿场。二皇子想要制细盐的方子。宋泽宇伸手拍了拍苏俊的肩膀，不愧是苏丞相的儿子，脑子果然灵光。苏俊垂眸：据我所知，这盐场在一个叫莫公子的商人手里，他还曾放出消息要卖这细盐方子。宋泽宇想起跟苏瑶谈判的事情，脸顿时沉了下来。莫公子就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既然他不吃敬酒，那便给他吃罚酒。宋泽宇说着，脚尖一点，带着手下快速往盐矿场掠去。苏俊见状，紧随其后，20几个人齐齐将盐场的一栋3层小楼围住。盐场的守卫反应迅速，当即出来拦在门口。来者何人？二皇子没出声，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手下。穿着黑衣制服的暗卫得到二皇子的示意，立马提剑朝着守卫冲去。
枪！刀剑相交，两方人马缠斗在一起。3楼阳台，一个面容冷清的女子静静站在那里，看着楼下的打斗。看到自己人渐渐处于弱势，她扯下一旁的窗帘，甩了出去。踏着半空的窗帘，女子一跃而下。楼下的人注意到女子，纷纷将视线落到其身上。来者何人？二皇子拉了拉自己的黑色面纱，冷眼扫向女子。女子并没有言语，落地后随手夺了把长剑，便与宋泽宇的人缠斗起来。女子一加入，局势立马扭转。二皇子看到自己的人被连连重伤，心急如焚。苏俊，这个人你可能打得过？苏俊扫了一眼女子凌厉异常的招式，没有说话。他提剑冲上去与女子缠斗起来。枪！刀光剑影不停闪现。女子身形如魅，来去如风，很快苏俊就败下阵来。女子抓住机会，用剑挑掉苏俊的剑，然后抓住机会刺向他的喉咙。苏俊为了保命，只能赶紧运功往后撤。然而女子怎会不知他的意图，直接运用内力将长剑送了出去。苏俊没想到女子内力如此深厚，胸口硬生生接了一剑。二皇子看到这，连忙过来扶着苏俊。女子看到二皇子，二话不说就攻了过来。二皇子看着惨的惨伤的伤的手下，别无他法，只能下令撤退。撤！来时20多个人，走的时候只剩下7、8个。女子看到二皇子撤了，拦住想要追上的守卫。穷寇莫追。是，瑶姬姑娘。小姐，那二皇子果然带人来了，并且他还带了苏俊。瑶姬恭敬地站在苏瑶跟前复命。苏瑶挑眉，哦，苏俊这么快就与二皇子搅合在一起了。瑶姬颔首，属下还刺了他胸口一剑，这伤没有10天半个月好不了。你做得很好，这个苏俊不用对他手下留情。苏瑶看到瑶姬额头的细汗，亲自给瑶姬倒了杯茶。喝杯茶歇歇吧。是，小姐。瑶姬恭敬地接过茶水，一饮而尽。一杯茶下肚，瑶姬顿时感觉丹田充盈起来。知道苏瑶给自己喝的是那珍稀非凡的灵泉水，瑶姬越发恭敬。小姐，这二皇子竟然想直接强制戏言方子，真是阴险至极，可要我出手教训教训他。苏瑶想起慕寒那张冷峻的脸，摇了摇头。第40章，苏玉茹的替罪羊。不用，你这样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九王爷，若是他真有心合作，定会替咱们收拾二皇子。是，小姐。俊儿，你怎么了？怎么受伤了？刘婉看到儿子拖着一身伤回来，心疼的眼泪刷刷直掉。我没事。苏俊咬着牙，任由大夫帮自己处理伤口。刘婉伏在床前，想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苏俊看母亲一直在这里哭哭啼啼，心烦不已。他思索一番，开口将人支走。娘，你去门口等着吧，一会妹妹就送回来了。你妹妹可以回家了。刘婉有些欣喜，但是看到儿子还躺在床上，那点欣喜顿时被担忧压了下去。好，我先出去，你在这好好配合大夫治疗。娘放心。苏俊撑着身子，有气无力的开口。刘婉眼里闪过担忧，纠结片刻，他还是听从苏俊的话，去了大门等候女儿。约莫等了半个时辰，一辆马车出现在视线里。刘婉在张嬷嬷的搀扶下向马车迎去。玉茹，是玉茹回来了吗？马车里面的人听到刘婉的声音，立马传出来低低的哭泣声。下一刻，车帘掀开，一张布满脓泡、蓬头垢面的脸出现在刘婉眼前。刘婉还没习惯苏玉茹现在的脸，冷不丁看到那张脸，顿时吓了一跳。苏玉茹看到母亲匆匆后退的步伐，顿时委屈起来。娘，您害怕女儿？刘婉听到女儿的声音，反应过来。玉茹，娘没有。你能平安回来，娘高兴还来不及，怎会怕你呢？快让娘看看，伤着哪没有？刘婉说着，拉过苏玉茹上下检查起来，确定苏玉茹没被用刑，这才松了口气。没伤着就好，走回家。你父亲因为你的事情到现在都没回来，你哥哥因为你……想到儿子奄奄一息的躺在那里，刘婉就觉得心绞痛。苏玉茹看到刘婉担忧的神色，猜到了自家哥哥可能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危险。娘，大哥怎么了？刘婉用擦子擦了擦眼角的泪。俊儿他为了你去求了二皇子，出去一晚上回来就满身伤，胸口那个伤最为严重，差点就要了你哥的命。苏玉茹闻言心里很是自责，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做事太浮躁，那贱人也不会抓到我的把柄。刘婉伸手拍了拍女儿的手，玉茹，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贱丫头太不识好歹，若是她好好接下这个毒，我说不准能高抬贵手放饶她一命。现在刘婉眼里闪过狠辣。娘，您要如何？刘婉拿出一叠银票，虽然我已经让江嬷嬷给她加大了剂量，但是要她短期内死还是太过艰难，所以娘决定亲自找人动手。苏玉茹闻言眼里欣喜不已。娘，
您的意思是说找杀手？对，找暗夜阁，天下第一情报杀手组织，他们定是能将这个小贱人弄死。刘婉紧紧攥着手里的银票。娘，可是女儿听说暗夜阁只杀大奸大恶之人啊。苏玉茹有些担忧地看着母亲。刘婉冷笑，哼，这不过是搪塞世人，好身处利势的说法罢了，我就不信，有钱他们还会不给我办事？刘婉眼里闪过狠辣。娘，您说的对，这天下还没有钱不能收买的人。苏玉茹连连点头。眼下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我们从长计议。先回去看看你哥，然后再找大夫治好你的脸。刘婉拉着苏玉茹的手，焦急地往府里走。二皇子府书房，10几个暗卫跪在满是碎瓷的地板上。废物，我养你们有何用？这一点人都打不过。二皇子说完，又是一个茶杯砸下去，茶杯不偏不倚砸中一个暗卫的额头，鲜血从他的额头上流淌下来，一滴一滴滴落到地板上。二皇子恕罪，这盐矿场不显山露水，我们也不知这里面会有这么多高手。领头的暗卫连忙磕头。废物，养了你们这么多年，就这点能耐。一想到自己差点人都回不来，宋泽宇就气得面目狰狞。二皇子赎罪。10几个暗卫齐齐磕头。宋泽宇从来没这么憋屈过，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给我去查这盐矿场到底是什么势力的人，我不信一个墨兰能有这等势力。是，二皇子。暗卫齐声回答，领命离开。与此同时，慕寒这边也收到了消息，王爷，盐场那边被二皇子的人袭了，咱们可要插手。冷风神色平淡，似乎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慕寒正在执笔练字，闻言落在纸上的笔顿了顿，笔只是顿了片刻，纸上便晕出了一滩墨。那小丫头可有受伤？回王爷，苏瑶姑娘不在盐场，应是没有受到波及。冷风看到纸上的晕出的一滩墨，愣了一下，他默默地帮自家主子更换了一张新的纸。没有受伤便好。慕寒的笔又重新落在纸上，这一次他的笔锋格外坚挺有力，落下的字每一个都力透纸背。西盐的方子已经是我们的了，他想抢我们的东西，自然要管上一管。慕寒话毕，将笔放好。我记得他可是有个铁矿。冷风拱手回答，回王爷，二皇子的确是有个铁矿，那便把他那铁矿的位置透露给大皇子宋泽明吧，我想他一定想知道。慕寒说完，继续执笔在纸上写着什么。冷风悄悄凑近看了一眼，是一个窑字。再看，我挖了你的眼。慕寒冷到骨子里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冷风打了个哆嗦，赶紧退下。王爷，属下先去安排了。慕寒听到关门声，这才在纸上添上另一个字，苏。小姐，苏玉茹被放出来了。冬雪开门进来，看到苏瑶拿着一个篮子，往篮子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纸做的小衣服和纸钱，忙过来帮忙。哦，苏瑶看冬雪接过了自己手里的活，起身坐到一旁。是二皇子派人将他放出来的，最后大理寺给出的调查结果是苏玉茹身旁的丫鬟受不了他的整日打骂，下毒迫害他。想到那2个瘦弱的丫鬟，苏瑶微微错愕，他们倒是挺会编。是啊，不过苦了那2个小丫头了。王嬷嬷有些感慨，那2个丫头倒是挺善良，是个好的，初进府的时候还曾给你偷偷带过馒头呢。苏瑶微微诧异，回忆一遍脑海里的记忆，好似确实有过丫鬟给自己送吃的。哦，我倒是不记得了。王嬷嬷笑了笑，小姐那时候神志不清，不记得也实属正常。夏月端着汤回来，听到几人的话，把脑袋凑了过来。王嬷嬷，那2个丫头最后会怎么样？第41章，夫人忌日未到，祭拜谁？王嬷嬷看到夏月眼里有着几分关心，叹了口气。谋害小姐的罪名落实，自然是会被处死。夏月有些惋惜，啊，可他们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啊。替罪羊，不错也得有错。冬雪面无表情的开口。夏月闻言，深深叹了口气，唉，跟了这种主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小姐，能不能救救他们啊？王嬷嬷眉头微蹙，夏月，你当小姐是菩萨转世不成？平时自己省吃俭用，将银钱都捐出去给穷苦百姓就算了，无关紧要的丫鬟也要小姐大费周章的救。夏月听到王嬷嬷的话，头深深的埋了下去。苏瑶垂眸，不知道在想什么。王嬷嬷，现在那2丫头可处置了？王嬷嬷摇头，还未呢，正关押着。苏瑶微微颔首，你不是时常让我添多几个人伺候吗？我看这2个就不错，将2个带回来吧。王嬷嬷一愣，随即讪讪笑道，哼，咱们小姐是个重情重义的，这2个丫头还给小姐吃过馒头呢，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人，该救该救。夏月满脸欣喜地看着苏瑶，小姐你真好。苏瑶笑着摇摇头，你这丫头真是过于心善了。王嬷嬷伸手点了点夏月的额头，心肠好是好事，不过眼睛要擦亮，莫要被有心人利用。
嘿嘿，王嬷嬷我省的。夏月嘿嘿直笑。苏瑶看纸钱纸衣都准备好了，站起身理了理衣服。好了，出发吧。小姐，夫人的忌日不是没到吗？夏月终于忍不住问出来心中的疑惑。我是去祭拜一位故人。苏瑶垂眸看着手里的纸衣。原来如此。夏月点了点头。备车，出发。苏瑶说着往外走。六峰山，山路曲折，马车上不去，几人只能下车慢行。还未上到山顶，众人就隐约听到了打斗声。冬雪跃到树上，探视一番。小姐，前面有人在打斗，咱们可要绕路。绕路需走多久？苏瑶拿出面纱，慢条斯理地给自己戴上。王嬷嬷回忆了一下，轻声回答：回小姐，绕路得走多半个时辰。那便依旧走这条路吧。苏瑶说着继续往前走。冬雪、夏月、王嬷嬷几人赶紧紧随其后。很快几人就来到半山腰的竹林。竹林中间的空地上，两拨人正难舍难分地缠斗着。很快两拨人便发现了苏瑶几人。苏瑶只一眼便注意到了那穿着墨绿色长袍、面如冠玉、身形修长的男人。这人不简单。冬雪听到自家小姐的话，谨慎起来。男人感受到有人在看着自己，转头扫了一眼，看到来人是苏瑶，下意识伸手去扶脸上的面具，没摸到面具，面色有些不自然起来。主子，苏瑶姑娘过来了。冷风看到苏瑶，旋身回到男人身旁。男人往苏瑶那边看了一眼，快些解决，别让人伤到他们。冷风撇嘴，心想谁能伤得到他们？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是他一点也不敢表现出来，老老实实的加入战局。这一次他的招式越发凌厉，在冷风的施压下，另一拨人显然越来越吃力。首领，怎么办？这些大宋人太厉害了。脸上胡子乱飞的男人吃力地抵抗着冷风。大宋被称呼为首领的男人此时累得气喘吁吁，莫要缠斗下去了，想办法脱身吧。是，首领。脸上长满胡茬的男人闻言，在四处搜寻起来，很快就发现了苏瑶几人的身影。首领，那边有几个娇弱无力的大宋女人，咱们劫持他们，用此威胁他们吧。这些人都是大宋的将士，想必会买账的。首领转头，果然看到几个看起来娇娇弱弱的女人。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首领思索片刻，便同意了这个计策。好，便如此办。你随我一同去，将那几个丫头都制住。首领说完，用尽全力击退围在自己身旁的人，然后朝着苏瑶掠去。脸上沾满胡茬的男人看到这，也忙紧随其后。不好，他们要袭击苏瑶姑娘。冷风看到这，赶紧转头提醒自家王爷。可当他转头，哪里还能看到自家王爷的身影？再一转头，自家王爷早已追着那两人而去。姑娘，快避开！慕寒看两人就要接近苏瑶的身，连忙将自己的剑挥了出去。长剑飞掠，顷刻间便来到那里两个人眼前。吃！长剑刺进其中一个人的身体里。首领看到手下被杀，眼里闪过狠辣，他用尽全力，猛地提剑朝着苏瑶刺去。看到苏瑶没动，首领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然而剑还没碰到苏瑶，胸口就传来一阵刺痛。首领被迫止住脚步，低头看了一眼胸口，发现胸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只五角星的暗器射中。暗器射额不深，按理说不至于让他失去行动能力，可现在自己全身没了一丝力气，只能软软瘫倒在地上。你暗器里有毒！苏瑶伸手捂着唇边，脸上跃起几分害怕。冬雪，还好有你，否则今日我就要被这歹人伤到了。冬雪守在苏瑶跟前，小姐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任何人伤您分毫。慕寒看苏瑶没被伤到，松了口气。看苏瑶脸上跃起几分害怕，慕寒眼神闪过笑意。他大阔步走到苏瑶跟前，刻意将声线压低，声音放缓：姑娘，没吓到吧？多谢公子，我无事。苏瑶看到慕寒的眉眼，只觉得很是熟悉。他细细地观察了一瞬，但还是没想起来从哪儿见过样貌如此英俊之人。公子，您没事吧？冷风解决完剩下的人，匆匆赶来。苏瑶听到冷风的声音，脑海里有什么一闪而过。第42章，慕寒的心思，但他还没来得及捕捉，脑海里的东西就消失不见。慕寒看到苏瑶一直在看着冷风，眸子闪了闪。我无事，倒是让这位小姐受惊了。苏瑶点了点头，他也不想多管闲事，便告辞离开。若无事，我就先走了，公子自便。好。慕寒微微颔首，退到一旁，将路让出来。冬雪临走前将淬了毒的飞镖拔了回来。冷风看到冬雪的动作，挑了挑眉。待苏瑶几人走远，冷风这才去查探躺在地上的首领。王爷，活的，他们还给我们留了气呢。慕寒静静地看着那个纤细的背影，带回去严加审问。是，王爷。
苏瑶几人走了1刻钟，便来到了目的地。小姐，半年不来，这杂草又长出来了。王嬷嬷放下手里的篮子，清理着坟头周围的杂草。苏瑶没有说话，来到另一个稍小的坟前，清理起了周围的杂草。夏月虽然不知道这是谁，但看到自家小姐神色虔诚又认真，也跟着一起拔草。几人静静地清理着，约莫小半个时辰，几人这才将2座坟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夏月点上香烛，王嬷嬷摆上贡品，苏瑶恭敬地跪倒地上，给稍大的坟磕了一个头，接着又走到稍小的坟头前，深深鞠了一躬。我回来了，你安心吧，你和你母亲受的苦，我会一点一点地还给他们。苏瑶在心里补了一句。待了一会，烧完纸钱，苏瑶就带着几人打道回府。刚走没几步，就听到一沙沙的风声。小姐，有人来了。冬雪拔出腰间的长剑，守在苏瑶跟前。夏月伸手在自己的荷包里抓了一把药粉，也守在了苏瑶跟前。王嬷嬷看到2人都守在苏瑶跟前，退到了苏瑶身后，护住她的后背。苏瑶不动声色，从空间里拿出自己形似五角星的暗器。很快，10几个黑衣人踏逐而来。夏月看到黑衣人衣服上的五角星，顿时放松下来。小姐，是自己人。冬雪感觉到那些人隐隐的杀气，眉头微蹙。夏月，当心，这不是自己人。你们哪位是苏瑶？为首的黑衣人拔剑指着几人。苏瑶伸手整理了一下脸上的面纱。我便是苏瑶。黑衣人闻言看向其他几人。我们今日来只需取苏瑶1人首级，你们几个识趣就赶紧滚。冬雪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长剑。我劝你们最好现在赶紧滚。黑衣人听到冬雪狂妄的话，眼神冷了几分，不知所谓。他转头看向自己手下，给我上，一个不留。黑衣人听到吩咐，提着剑齐齐冲了上来。冬雪眸中杀意闪现，脚尖一点，出现在黑衣人的中间。既然你们想死，我就成全你们。10几个黑衣人听到这，齐齐向冬雪攻去。冬雪拿着剑飞跃在人群中，几下便将好几个人打伤。为首的黑衣人看到冬雪似曾相识的招式，愣了一下。你到底是谁？冬雪没有回答，一个飞踢将另一个黑衣人的剑踢掉。他刚想转头擒住为首的黑衣人，就看到一把长剑贯穿了他的胸口。姑娘，没事吧？慕寒踩着竹叶，顷刻间便来到苏瑶跟前。苏瑶这次更加仔细地打量起男人的样貌。男人一身劲装，眉如墨画，眸若星辰，立体分明的五官中带着不可言说的凌厉。按照男人的长相，他浑身的气质应该是如修罗般冷漠，可苏瑶却从男人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温润。姑娘，慕寒看苏瑶不说话，伸手在其眼前挥了挥。苏瑶听到男人的声音，忙将目光收回。我没事，多谢公子了。冬雪解决完其他人回来，也对着慕寒拱了拱手。无事，举手之劳而已。慕寒微微点了点头，理智告诉他自己该告辞离开了，可是腿却无法迈开。犹豫片刻，他出声邀请：姑娘，可饿了？在下方才在那边烤肉，有些已经熟了，你可要过去尝尝。话一出，慕寒有些懊悔，哪个好男儿会在这深山野岭邀请一个姑娘去吃烤肉？但出乎意料的，苏瑶竟然点了点头。正好饿了，多谢公子邀请。苏瑶想多接触接触，看看能不能想起慕寒的眼睛在哪里见过，便答应了。不客气，你不觉得在下唐突便好？慕寒说着，在前面带路。他始终跟苏瑶保持着2米的距离，生怕有什么逾越。苏瑶也将慕寒刻意保持距离的行为看在了眼里，心里对慕寒生出几分好感。很快，几人就来到了慕寒所说烤肉的地方。人很少，只有零星3个。冷风看到慕寒带着苏瑶回来了，愣了一下。他用询问的眼神看向慕寒，结果只换来了慕寒的无情一脚。坐那边去。冷风听到自家主子冷冰冰的声音，赶紧揉着屁股，苦哈哈地挪到一边。冬雪看到冷风这耍宝的模样，突然被戳中笑点，嘴角控制不住地扬了起来。哎，冬雪，你竟然笑了！夏月捕捉到冬雪的笑容，凑过来一脸稀奇地看着冬雪。冷风意识到冬雪是在笑话自己，忙板起脸，假装正经起来。嗨嗨，主子，可要我打多几只野鸡回来？慕寒轻嗯了一声，随后转头看向苏瑶。你坐这儿吧。慕寒指着一块木墩。话刚说完，他就注意到苏瑶身上穿着精致漂亮的纱裙，若是就这么坐到木墩上，衣服定时会被勾出丝。意识到这一点，慕寒毫不犹豫地将披风褪下，然后垫到了木墩上。这木墩上刺多，姑娘若是不介意，便坐着我的衣服。话一出，慕寒彻底愣住，意识到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慕寒耳根悄然红了。苏瑶看着那件琥珀绣金缎面披风，愣了愣，她不明白慕寒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这一瞬间，苏瑶心里无比想弄清楚慕寒是谁。多谢公子，我不介意，
就是怕公子知道我是谁了，会介意。我一介男子，有何介意的？姑娘不介意便好。慕寒说着，动作利落地坐到了一旁。刚走出去没几步的冷风听到慕寒的话，悄悄翻了个白眼。第43章无名指的小智。啧，不介意。不介意的话，是谁的衣服被丫鬟碰一下了，直接丢了？冷风吐了吐舌头，嘀咕道。苏瑶听到慕寒的话，就没再客气了，拉起裙摆坐到了慕寒铺好的衣服上。慕寒看苏瑶坐好，便将烤好的兔肉递给了她，尝尝。谢谢。苏瑶伸手接过兔肉，闻到兔肉上浓浓的孜然味，苏瑶有些诧异。她轻咬了一口，如何？慕寒期待地看着苏瑶。你烤的？苏瑶没回答，看向慕寒。慕寒指尖微微颤动，我烤的，可是不好吃。不，很好吃。苏瑶没想到在这里除了自己，竟然还有人用孜然去烤肉。慕寒听到苏瑶的话，眉眼悄然弯了弯，但只是一瞬，他的神色便恢复如常。既然姑娘喜欢吃，我便多烤些。慕寒说着，伸手拿起处理好的兔肉，用长签串起来，放到火堆上慢烤。起初苏瑶是不注意慕寒的，但夏月的眼神太过灼热，他便想伸手跟慕寒要一块兔肉给夏月。这一看就注意到慕寒无名指上的小痣。无名指有小痣。看到痣的那一刻，苏瑶脑海里立马出现慕寒提笔作诗的画面。这一刻他终于反应过来，眼前的人就是九王爷慕寒。苏瑶想起慕寒方才的种种贴心，顿时沉默了。慕寒是已经知道我就是墨兰，还是说他知道我就是在边带人关支援他的人？苏瑶想着想着，看向慕寒的眼神不自觉就炙热起来。慕寒感受到苏瑶直勾勾的眼神，手里的动作有片刻的慌乱，但很快他便镇定下来。姑娘可是有话与我说？苏瑶犹豫片刻，摇了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我想问问公子，这兔肉能否多给我些？慕寒看着苏瑶奇怪的眼神，总觉得他想说的不是这个。虽然这样，慕寒还是没有深究，他将余下的一整块兔肉递给了苏瑶。姑娘尽管拿便是，这满山遍野都是野鸡野兔，吃完再打便好。苏瑶感激一笑，接过兔肉递给了夏月。你们分一分。夏月接过兔肉，猛吸口水。虽然他很想自己吃一大块肉，但是他知道不能独吃，所以他还是乖乖将肉平分了。冬雪看到夏月那肉痛的表情，摇了摇头，将自己手里的肉又掰了一块给他。王嬷嬷也是掰了一块给夏月。嘿嘿，谢谢冬雪，王嬷嬷，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冬雪和王嬷嬷听到夏月的话，皆无奈地摇了摇头。夏月吃完手里的肉，又眼巴巴地看着几人吃烤肉。在另一个火堆烤肉的冷雨感受到炙热的视线，眉头微蹙。他转头看到一个脸型酷似包子的女孩，正眼巴巴的那你自己这边看，那眼神好似3个月没吃过肉一样。冷雨实在是受不了夏月赤裸裸的眼神了，板着脸拿了半只烤好的鸡过来吃。夏月听到冷雨那没有温度的话，很想拒绝，但是闻到烤鸡的香味，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就变了。我吃，多谢公子。夏月拿到冷雨给的烤鸡，还过来给2人分。冬雪、王嬷嬷，你们吃吗？2人齐齐摇头。你们都不吃，那我就自己吃了。夏月美滋滋的吃了起来。冷雨看到夏月吃的腮帮子鼓鼓的，嘴角微微上扬。小姐，我闲着无事，去给你们打多些野味回来吧。冬雪蹲到苏瑶身旁请示。苏瑶拍了拍冬雪的肩膀，去吧。冬雪拱拱手，拿着剑离开。很快他就找到一只野鸡，野鸡也很是机敏，察觉到动静立马飞了出去。冬雪循着野鸡的踪迹一路追，看到野鸡跑累了趴在地上，便弯腰捡起石子想将野鸡打晕。然而刚捡起石子，却发现野鸡已经躺在了地上，其身上还插着一支箭。在野鸡身旁是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冬雪认出来是慕寒刚才派出去打猎的侍卫。冷风早就注意到了冬雪，想起冬雪方才在笑自己，他便先出手将野鸡打死了。不好意思，这野鸡被我先打中了。冬雪闻言微微点头，便面无表情地从冷风身侧离开。冷风，我打了他的野鸡，他不是应该生气吗？为什么不生气？冷风犹豫了片刻，跟了上去。冬雪看到冷风跟了上来，没有理会，自顾自地打着野味。冷风跟了冬雪一路，看到冬雪干脆利落的身手，眼里闪过几分欣赏。姑娘，你轻功跟谁学的？冬雪听到冷风跟自己搭话，停下脚步。跟我师傅。你师傅是谁？冷风脱口而出。冬雪没再回答，看野味够了，便拿着野味回去了。冷风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跟了冬雪一路，野味都没打到几只。为了避免回去挨责罚，冷风赶紧去打野味。小姐，我回来了。苏瑶看到冬雪回来了，将烤好的鸡腿回给了她。辛苦了，尝尝。
谢小姐。冬雪也有些饿了，见状也没客气，接过鸡腿小口吃了起来。慕寒看冬雪都回来了，冷风还没回来，眉头微蹙。冷雨，你去看看冷风去哪儿了。话音刚落，冷风就小跑着回来了。冷雨看到冷风回来了，笑着开口：冷风，你可真是磨蹭，人家这位姑娘去的比你迟，却早早就回来了。冷风没说话，转头看了冬雪一眼。苏瑶等冬雪吃完，又待了一会，便告辞离开。天色不早，我就先回去了，公子慢用。好，我送你。慕寒起身将苏瑶送至山脚。苏瑶到了山脚，对着慕寒点了点头，便上了马车。慕寒站在原地目送马车离开，两人谁也没深究各自的身份。小姐，您可觉得那位公子眼熟？上了马车，王嬷嬷便再也忍不住，说出心里的疑惑。旧相识，自然是眼熟的。苏瑶看了眼自己的无名指，旧相识，王嬷嬷有些不解。第44章，三指手妄图篡位。冬雪思索片刻，小姐，那位公子是九王爷吧？苏瑶颔首，冬雪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慧。冬雪微微低头，奴婢是听着他身边的侍卫声音熟悉，才敢猜测。夏月给冬雪竖起大拇指，此人确实是九王爷。那日商谈，我记得九王爷无名指有颗小痣，方才我在那人相同的位置看到了那颗痣。苏瑶想起慕寒那张宛如雕塑般精致完美的脸，眸光微闪。若是京城的女子知晓传闻中相貌丑陋的九王爷长得如此惊艳，定是会抢破头吧。王嬷嬷回忆起慕寒的脸，点了点头，定是的了。就算世人都认为九王爷颓废了，但就凭那张脸和赫赫军功，都会有无数女子为他折腰。苏瑶垂眸思索，方才九王爷几次出手相助，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晓了我的身份？王嬷嬷回忆了一下方才的事情，点了点头，极有可能九王爷性子孤僻冷漠，按理说是断然不会如此温润待人。那他是知晓我就是墨兰呢，还是知晓我就是之前在边关助他的人？冬雪思索片刻，沉声开口道：小姐，奴婢斗胆猜九王爷是知晓了您就是在边关助他的女子，因为您5年不在京城，这时间是对上了的。苏瑶微微颔首，时间倒是对上了，罢了，下次再去试探试探他。对了，查出来是谁接的任务了吗？查出来了，是三把手王胜。之前奴婢就觉得他不对劲，如今您和瑶姬都不在阁里，他更是直接露出那贪心的獠牙了。冬雪提到那人的名字，有些咬牙切齿。苏瑶看到冬雪竟然反常的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情绪，有些疑惑，他可是伤着你了？冬雪摇了摇头。苏瑶见状，没再过多询问。小姐，那现在咱们去哪儿？王嬷嬷来到开岔路口，停了下来。金黄楼。苏瑶看着自己过分柔嫩的小手，这手好些时候没有拿刀了，果然啊，这执笔的手就是柔嫩。夏月拿出一支护手霜，细心的帮苏瑶涂上。小姐，您的手一直都是这么柔嫩啊。夏月说着，伸出自己的手跟苏瑶比，不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夏月的手也白净光滑，但就是不如苏瑶的手那般肌肤如凝脂，吹弹可破。苏瑶看到夏月那羡慕的小眼神，轻笑道：拿着这护手霜，你自己去配一些，擦上了，你的手也会如此。夏月闻言，嘿嘿的笑着，将没用完的护手霜收起来。很快，马车停在金黄楼门口。苏瑶带着几人刚进金黄楼，迎面就看到在大堂椅子上慵懒的喝着酒的荣万飞。荣万飞看到来人，愣了一下，仔细看苏瑶神色严峻，连忙站了起来。苏瑶没说话，给荣万飞使了个眼色，便快步上了楼。荣万飞看到这，连忙跟着上了楼。片刻后，一位翩翩的公子摇着折扇从楼上下来。墨兰公子，马车备好了。荣万飞察觉到气氛不对，也不敢笑嘻嘻的了。走，去暗夜阁。苏瑶说着，收起折扇上了马车。换了男装的冬雪几人也一前一后上了马车。荣万飞看到没人赶马车，撇撇嘴，虽不情愿，但他也乖乖的上了车夫的位置。走吧。是，公子。荣万飞应了一声，然后当起了车夫。暗夜阁。什么？全死了？搞什么？那里面可是我大半的中土啊！乒乓！身着暗色长袍、长脸细眼的男人愤怒地将手里的茶杯砸在地上。一群废物，一个深宅大院娘们都弄不死。三只手，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还继续派人去吗？要不把钱退回去？毕竟阁主一直强调不能滥杀无辜，这件事被阁主知晓也不好。一旁同样穿着暗色制服的手下缩着脑袋，怯怯开口：阁主，不过是一个臭娘们，他算个屁！三只手半眯着眼睛，眼里闪过恨意。一旁的手下听到三只手的话，不敢再说话。等我掌权，我要将他们2个全都弄死。三只手捏着手里的茶杯，好似茶杯就是他所说的阁主一般。啪！
茶杯扛不住压力，片刻便被捏碎。三只手看着碎瓷扎紧手里，眼里的恨意越发明显。去，发急召，将所有人都召集过来，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能带领他们走向辉煌。是。三只手手下不敢留在这里触眉头，连忙下去安排。很快，暗夜阁大厅就汇集了500多号人。三只手这么着急让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不知啊，据我所知，这几日没什么大事。是啊，没什么事。那他找我们过来做什么？阁主和副阁主都不在，他一个三只手找我们能有什么事？等等，你说阁主和副阁主不在，三只手该不会是想篡位吧？他敢，阁主不弄死他！最近流传出一条消息，你不知道吗？什么消息？咱们阁主是女的啊？不会吧？单枪匹马创建了咱们暗夜阁，仅用3年将咱们暗夜阁据点发展到大宋各地的神勇阁主，你说她竟然是女的？十有八九。副阁主是手段狠辣的瑶姬姑娘，这可以理解；大只手是行事干脆利落的冬雪姑娘，这也可以理解。但阁主也是一个女子，三只手心里就不平衡了。女的又怎么了？咱们暗夜阁暗卫里的女暗卫，个个实力上乘，比你们这些男的强多了。就是女的又怎么了？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说正事。不对，即便阁主是女儿身，她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挑衅的啊。这三只手怕是忘了当年阁主单枪匹马，一个人端了一个300人的土匪窝的事情。这么说，那件事是真的？自然，若是阁主没能耐，如何创出暗夜阁如此庞大的组织？看来三只手这次要吃瘪了。先别着急下定论，你们别忘了，如今阁主、副阁主、大只手、二只手他们都不在呢。若是三只手以阁主是一介女流的事情来挑唆众人，没准真有不少人反水。是啊，心性不定的，怕是会背叛阁主。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的。我也不会。三只手为人阴险，落到他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先别聊，三只手过来了。三只手在手下的簇拥下，十分高调的进了大厅，然后径直朝着主位走去。众人看到三只手高调的坐到属于阁主的位置，顿时明白了一切。王胜，你这是何意？一位效忠苏瑶暗卫看到这，直呼其名的质问道：“刘元兄，你这还看不出来吗？”王胜嘴角噙着嘲讽的笑意：“怎么，你还不知道？你们追随多年的阁主，其实只是一阶女流。”第45章，我有墨神医相助。刘元愣了一下，随后皱着眉头开口道：“即便阁主是3岁小娃，那又如何？我刘元誓死愿意追随他。”说得好，阁主无论是男是女，是何身份，他都是阁主。而你王胜，无论如何也坐不上这个位置。刘元的弟弟刘乔朗声附和哥哥刘元的话。王胜听到两人的话，眼神多了几分狠辣。这么说，你们是不打算站在我这边了？刘元对着天拱手，我刘元誓死追随阁主。刘乔也拱手，我刘乔誓死追随阁主。其他中心的暗卫纷纷出声表态。我张青誓死追随阁主，我王淼誓死追随阁主，我赵云誓死追随阁主，我苗玉誓死追随阁主，我林妙可誓死追随阁主。暗夜阁大部分人纷纷表态。王胜闻言不怒反笑，呵呵呵，你们真是阁主中心的好狗。我也不是什么不好说话之人，既然大家都想追随阁主，那便继续追随阁主吧。想追随我的，上前一步。王胜的话音一落，立马有人带头站出来。一阶女流能成什么大事？我跟三只手，我也跟着您干。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一个江湖组织搞得跟朝廷的一样，到处是条条框框。三只手，我跟您干。算我一个，我也受不了这些条框了。三只手，我跟您。渐渐的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不过片刻便有100来人站出来。王胜看到这，让人给这些人倒了一杯酒。承蒙各位仁兄仗义支持，我王胜以后与大家同进退，共繁荣。他说着，往角落里面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然后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站出来的人看王胜都把酒喝了，也跟着喝下酒。王胜看跟着自己的人都将酒喝下了，慢条斯理的从椅子上起来。承蒙诸位厚爱，以后咱们便是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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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自己的人热情高涨，王胜嘴角的笑容越发灿烂。他转头看向余下的400多号人，其他兄弟既然都想跟着阁主，那我便给你们机会，让你们跟他们一起下地狱。刘元听到王胜的话，扯开嗓子就骂：王胜，你放你娘的狗屁呢！就凭你也想弄死老子？我们400号人，你们100多号人，你是如何有勇气说这种话的？刘乔双手环胸，戏谑地看着王胜。王胜听到两人的话，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们真是无知无畏。
我既然敢说这种话，就是说明我有这个把握。王胜说着，转头朝角落喊了一句：“莫神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摸着胡须，故作高深的走出来：“诸位，对不住了，方才老夫已经在熏香里头加了软筋散，没有服下解药的人，现在已经中了老夫的毒。”刘元听到这莫神医的话，立马运功。这一运功，就发现自己内力全失，且身体逐渐发软。刘元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王胜，你个狗娘养的，竟然使这种阴招！”其他人听到刘元的话，纷纷运功，当发现自己内力全失，皆是惊慌不已。渐渐的，众人都瘫倒在地。王胜，都是你自己人，有话好好说，别动粗。刘乔试图稳住王胜，然而王胜根本不吃这一套。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跟着莫阁主，等着他来救你们，另一个是归顺我，以后跟着我去吃香喝辣。众人听到这，皆面面相觑。好些人怕死的人听到这，开始动摇，跟着谁都是干。三只手，我跟着您。连莫神医这般神人都愿意跟着您。三只手，我也跟着您干。三只手，算我一个。400多人的队伍，一下就又走了50多个。王胜看到这，有些不满：怎么，剩下的兄弟是决定要跟着莫阁主了吗？刘元咬牙切齿：王胜，少挑拨离间，我们都是被阁主召进来的，不跟着阁主，那不成跟着你？就是，滚鸡巴蛋，老子死也不看你一眼。刘乔此时也恼了。王胜挑眉，抬脚走到刘元跟前：啧，我真想看看你们是不是真这般有骨气。王胜说着，拿出腰间的匕首，用帕子仔细地擦拭着，将匕首擦得闪闪发亮，这才举着匕首放到刘元跟前：你说这匕首割断你的喉咙需要多久呢？刘元梗着脖子，视死如归：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呵呵呵。王胜笑着将匕首收回来：我不杀你，我杀你，弟弟。王胜说着，举起匕首，猛地刺向刘乔。不！刘元看着匕首就要扎进弟弟刘乔的脖子，瞳孔骤然睁大。他想阻止，可全身发软，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匕首刺向弟弟刘乔。众人看到这一幕，齐齐闭上眼睛。刘乔看到这，也认命地闭上有着几分惊恐的双眸。然而众人预想中刀剑刺入肉里的声音却没出现。就在匕首即将刺入刘乔脖肩的时候，一枚暗器从门口射进来，枪！匕首被暗器打落在地。王胜看到好事被打断，有些愠怒：谁？给老子出来！第46章，留着当年猪。是我。苏瑶冷着眉眼，快步走了进来。王胜，你好大的胆子！荣万飞双眸微缩，狠狠地瞪着王胜。王胜起初听到苏瑶的声音，面色出现了几分惊慌，可当看到苏瑶只带了几个人，随即放下心来。哦，我当是谁？原来是阁主大人。王胜语气满是讥讽。苏瑶没理会王胜的讥讽，开口问罪：王胜，谁给你的狗胆，自私接刺杀任务，滥杀无辜之人？王胜勾唇，笑得讽刺：哼，阁主大人果真是一介女流，行事优柔寡断。咱们这刀尖上舔血的人，哪个手里没有几条人命？怎么都是挣钱？为何不选挣的多又轻松的呢？记得你进阁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苏瑶眼神一凛。王胜嗤笑：当然记得，滥杀无辜者死。不过我有莫神医相助，如今这300多人如今都被我控制住，阁主该如何杀我呢？靠你那3瓜2枣吗？莫神医。苏瑶看着王胜身后故作高深的老头，差点没忍住笑出来。王胜以为苏瑶是怕了，得意一笑。他毫无顾忌，上下打量着苏瑶：阁主大人，若是怕了，可以求我。我王某也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你真以为我杀不了你？苏瑶袖子下的暗器蠢蠢欲动，似乎下一刻就要飞出去夺人性命。王胜听到苏瑶的话，笑声更加猖狂：哈哈，阁主啊阁主，你真是不会认清形势。如今你的人都被我控制了，你们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都难说。不如这样吧，阁主，你将2只手送与我，我饶你们不死，可好？冬雪感受到王胜赤裸裸的眼神，拳头紧了又紧。他很想一拳爆王胜的头，但是自家小姐没有吩咐，他便硬生生忍了下来。谁说我的人被你控制住了？苏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转头看了夏月一眼。夏月手里正举着一把枯草，得到苏瑶的示意，拿出火折子将枯草点燃。枯草点燃，一阵阵白色的熏烟便徐徐飘出。王胜看到几人的动作，疯狂大笑：哈哈哈，难不成你是想用这一把枯草来解莫神医的毒不成？哈哈，你们未免也太天真了。此时的王胜还没注意到他口中的莫神医，神色渐渐有些错愕。错愕之后是惊慌。
不好，这东西能解我的毒。莫神医说着，用袖子大力地扇着徐徐飘散的烟。王胜听到莫神医的话，脸色一白，快将这烟吹散。他说完，自己也奋力甩袖，试图将这些烟冲散。然而为时已晚，原本一个个瘫软无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站了起来。他们齐齐将双拳捏得啪啪响，怒瞪着王胜。别冲动，别冲动！王胜看到这，转身想要退回自己人那边，可一回头，发现自己的人全都瘫软在地。王胜这时候也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力气渐渐消失。这怎么回事啊？莫神医，这怎么回事？王胜转头欲要质问莫神医，可一看原先的位置哪儿还有莫神医的身影？莫神医，最后的底牌都没了。王胜这一刻是真的慌了，他四处搜寻着莫神医的身影。别看了，察觉到情况不对，他早就跑了。夏月举着草药，笑嘻嘻地看着王胜。莫神医，这怎么回事？你快出来给我老子解释清楚！王胜不停地后退，慢慢的身子瘫软在了地上。苏瑶看到这，眼里闪过嘲讽：你就这点能耐，是如何有勇气要篡我的位的呢？王胜知晓自己现在大势已去，连忙服软求饶：阁主，我一时鬼迷心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苏瑶向前2步，凑到王胜耳边，柔声细语地说道：你方才不是说我把2指手给你，你便饶过我吗？现在我把2指手给你了。苏瑶说着，笑着退到了一旁。冬雪，这不要脸的老东西，交给你了。冬雪嘴唇微勾，冬雪定不负阁主重负。他二话不说，一把揪着王胜的衣领，拖着就往外走。不过片刻，门外就传来了瘆人的惨叫声：啊！给我个痛快吧！王胜的手下听到这，齐齐打了个哆嗦。苏瑶给荣万飞使了个眼色，万飞将与王胜苟合的人全都抓起来。是，阁主。荣万飞带着手下3两下将王胜的手下都抓了起来。阁主，剩下的人呢？苏瑶蹙眉看向瘫倒地上的100来号人。叛变了的众人看到苏瑶的眼神，连忙求饶：阁主，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您高抬贵手。是啊，家里还有老小，我们也不能就这么死了啊！阁主，求您网开一面，往后我定会好好表现。阁主，手下留情啊！苏瑶甩袖坐到主位，你们放心，我不杀你们。众人一听，齐齐松了口气。然而还没缓多久，就听到苏瑶不容置疑的声音：死罪难免，活罪难逃，你们所有人从此以后贬成低级暗卫。众人一听，齐齐跪下谢恩：多谢阁主，阁主大义，跪谢阁主。没有人想要离开暗夜阁，因为他们很清楚，离了暗夜阁，他们便很难再赚到这么多钱养家糊口，而且在暗夜阁还会被人尊称一声侠士。因为暗夜阁杀的都是些十恶不赦的人，所以江湖上都称暗夜阁的人为侠士。他们在暗夜阁既能挣钱，又能满足自己心里的那份的侠士心。一旦离开了暗夜阁，他们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杀手，一个滥杀无辜、眼里没有人命的杀手。荣万飞听到苏瑶的决定，眉头不悦地皱起。不过他什么都没说，等人都打发走了，只剩下自己人，这才说出自己的疑惑：阁主，这些人皆是心术不正，咱们留着他们，岂不是养虎为患？苏瑶从衣袖里拿出一瓶药，放到桌上。既是心术不正，自然要将他们放在眼皮底下，若不然放他们出去，记恨在心回来给我添堵，岂不是更麻烦？况且这些人我并不打算让他们像以前那般无忧无虑。荣万飞很是不解。苏瑶将拿出来的药瓶推到荣万飞跟前，这是适中丸，一种毒，目前只有我有解药，以后每月初都给他们服一次，月底再给他们服解药。若是发现谁再有异心，就没必要留着。荣万飞挑眉，果然还是我太年轻。苏瑶淡笑不语。那些与王胜苟合的人该如何处理？荣万飞走了几步，转身折返回来。苏瑶伸手在脖子上比了个手势，既是坏到骨子里，那便没用了。你顺便查一查，将那些有想法滥杀无辜的也一并处理了吧。荣万飞眉头一跳，全杀光，不然留着过年当年猪。荣万飞哑然。对了，那个苏玉茹买凶杀你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个我有其他打算。苏瑶眼里闪过一抹幽深。荣万飞不解，直接杀掉不就行了？这时候你倒是优柔寡断起来。苏瑶轻轻敲击着桌子，那不行，死得太便宜，多不好玩。最主要的就是苏俊还没露出马脚呢，我要等他露出马脚，把相府一锅端。你是说苏俊勾结？处理完暗夜阁的事情，苏瑶便到金黄楼换了身衣服，回了丞相府。小姐，夫人，
不好了，小姐回来了！张嬷嬷看到苏瑶回来了，连忙去禀告刘婉和苏玉茹。什么？那贱丫头没死？刘婉听到苏瑶回来了，顿时愣住。不可能，不可能！暗夜阁从来不会失手，一定是你弄错了。刘婉喃喃道：“张嬷嬷，你年纪大了吧？她现在应该已经身处异手才对。”苏玉茹脸上敷了不知名的草药，听到张嬷嬷的话，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的草药随着她的动作撒得哪儿都是。夫人，小姐，老奴亲眼看见的，若您不信，可亲自去看看。张嬷嬷弓着身子，有些委屈的解释。刘婉这次信了，但她却忧心忡忡的站了起来。不可能啊，暗夜阁不会失手，是不是还没动手？张嬷嬷，你去暗夜阁打听打听。是，夫人。张嬷嬷小跑着离开。半个时辰后，张嬷嬷满头大汗的跑回来。夫人，不好了，那个三指手死了。死了！刘婉吓得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方才老奴去暗夜阁打听，暗夜阁的人都说这三指手突发疾病暴毙了。张嬷嬷一五一十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说出来。什么？暴毙了？刘婉瞳孔微缩。那我的3000两银子岂不是打水漂了？张嬷嬷不敢应声。娘，这暗夜阁也太不靠谱了吧，钱拿了却不办事。苏玉茹话语里满是埋怨。混账东西！刘婉也憋了一肚子气。张嬷嬷想到自己还打听到了其他消息，连忙开口告诉两人。对了，夫人，小姐，方才我去暗夜阁还打听到了一个消息，咱们一直想找的莫神医出现了。第47章，将房契地契偷回来不就行？苏玉茹听到莫神医3个字，双眸一下亮了几分。你说谁？小姐，我说的是莫神医，就是那个医术天下一绝，能医白骨活死人的莫神医。张嬷嬷耐心的回答。真的？莫神医他在哪儿？一想到自己的脸即将能治好，苏玉茹就欣喜不已。张嬷嬷闻言愣了一下，她其实只是听说莫神医出现了，具体也不知道人在哪儿，但是这么说肯定会挨骂的。思索片刻，张嬷嬷开口道：小姐，莫神医这几日出现在了京城，咱们打听打听就知道他在哪儿了。刘婉听到人出现了，忙吩咐张嬷嬷：既然如此，你快去打听，一定要将人请过来。张嬷嬷扶了扶身子：是，夫人。她正欲转头出去，就听到苏玉茹凉丝丝的声音：张嬷嬷，若是人请不回来，那你也不用回来了。张嬷嬷闻言连忙跪地：小姐，老奴定会将莫神医请来。这一次苏玉茹没再说话，不过她的视线一直盯着张嬷嬷，那渗人的眼神把张嬷嬷看得额头直冒冷汗。她吞了吞口水，行了一礼，然后快步离开。刘婉看到张嬷嬷吓得不轻，嗔怪地看着女儿：玉茹，你吓唬张嬷嬷做什么？她好歹也是你的奶娘。苏玉茹没说话，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摸到那黏腻的触感，苏玉茹心里顿时发狠起来。贱人，等我治好脸，我一定让你尝尝这种滋味。小姐，还真如您预想的那样，苏玉茹去找那个假的莫神医了。夏月打听到消息，兴奋地跑了回来。苏瑶端起温热的茶水，抿了一口，轻笑道：救命稻草出现，他自然得抓紧了。嘿嘿，就是不知道这救命稻草是能救命还是致命呢？夏月有些幸灾乐祸。王嬷嬷给苏瑶添了些茶水，这救命稻草原是救命的，可采到了假的稻草，那可就是致命的了。苏瑶勾了勾唇，这莫神医此时应该到了吧？夏月点头，回小姐，已经到了，方才马车刚将人拉来。苏瑶闻言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那便走吧，过去看看这莫神医什么来头。东学几人见状，齐齐跟在苏瑶身后。莫神医如何？我女儿的脸可能治好？刘婉神色担忧地看着头发花白的莫神医。莫神医收回搭在苏玉茹手上的手，然后抚了抚胡须。令爱脸上是中了毒吧？是，神医高明。刘婉连连点头，她始终弓着身子，将姿态放得很低。能治，就是有些棘手。莫神医侧头悄悄打量着屋子里的装饰，看到整个屋子的事物都十分富贵非凡，眸子闪过暗芒。神医，求您务必治好我的脸，我愿意花钱，多少钱都行。苏玉茹听到莫神医的话，有些慌张的开口。莫神医轻叹口气，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治疗你这脸上的毒，所需的药材十分的珍贵，我也不能保证我能凑齐啊。神医，您需要什么药材？我马上派人去找，无论花什么代价，我们都甘愿。苏玉茹站起来，脸上满是急切，那模样就差给莫神医下跪了。莫神医，您说您需要什么药材，我家也有药材铺子，让人抓便可。刘婉也毕恭毕敬。莫神医摇了摇头，若是寻常药铺有我要的药便好办了，可惜那药只有蓬莱山才有。蓬莱山？刘婉想了许久，都没想起来自己听没听过这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我神医阁的仙山，那里仙草无数，只可惜路途十分遥远，
一来二去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需的物力人力也非比寻常。莫神医有些惋惜的开口：“莫神医，没事，我们家有钱，可以请人快马加鞭的过去。您说大致需要多少银两？”苏玉如听到还有可能，连忙表态。莫神医听到苏玉如的话，嘴角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嗨嗨，若是请普通人定是不行，得花重金去请一只大鹏鸟来运。但是请大鹏鸟花费昂贵，就连我出面也得1万2白银去请。1万两而已，我家有，莫神医帮我请。”苏玉如激动地开口说道。刘婉听到苏玉如的话，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袖，示意她跟自己出房间。苏玉如虽然疑惑自己娘要干什么，但还是跟着母亲出了房间。娘，你让我出来做什么？刘婉有些欲言又止。玉如，你知道的，家里已经没什么积蓄。娘上个月跟娘家借了1万两，昨日又借了1000两。娘，您的意思是说不给我治了？苏玉如的声音一下拔高了好几度。刘婉闻言连忙摆手：“玉如，你别误会，娘不是这个意思。娘的意思是说，再等等，让娘缓一下。娘，家里这么多铺子和田地，实在不行卖几间不就好了？京城寸金寸土，买几间铺子便能凑够1万两了。”苏玉如有些无所谓的开口。刘婉神色一变：“那怎么行？那些东西可都是丞相府的根基。”苏玉如撇嘴，闷声嘀咕：“什么丞相府的根基？那几乎都是那贱人母亲的嫁妆。”刘婉听到女儿的话，连忙捂住她的嘴：“玉如，这话可不能说，先前在库房那些嫁妆丢了就丢了，若是被苏瑶知晓，她母亲还留下这么多铺子田地，怕是要闹翻天了。”苏玉如听到母亲的话，也识趣的闭了嘴。然而两人不知自己的话已经被苏瑶听了个干净。小姐，原来丞相府里的钱都是夫人的。夏月愤愤不平，怪不得老爷愿意娶咱们没有外家撑腰的夫人为正室，原来是盯上了咱们夫人的财产。王嬷嬷语气也有些愤恨。苏瑶没有说话，站在院门外静静地听着刘婉和苏玉如商量。听到两人决定卖几间铺子，苏瑶顿时有了主意：“冬雪，你拿些钱去将这些铺子赎回来。”“是。”冬雪领命，下去安排。小姐，那铺子明明都是您的，为什么还要您花钱去赎回来？夏月不解，在他看来，直接将铺子偷回来不就好了？官府出了新例文，现在的铺子都是烙有公章，写清楚了铺子所属人是谁的。现在夫人那些铺子有很大的可能写的是老爷的名字，所以小姐直接将铺子的地契房契拿回来也没用。王嬷嬷拍了拍夏月的肩膀，开口解释。夏月虽然明白了，但仍旧是气鼓鼓的。这也太不公平了，明明都是小姐娘亲的东西，却被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占有。第48章，他不是莫神医。苏瑶轻笑：“夏月，你跟我这么多年，可看过小姐我吃过亏？”夏月摇了摇头：“那不就结了？你放心，这钱我只是暂时出一下，以后要他们一点点还给我。”苏瑶说完，听到院子里没了动静，便推开门走了进去。“妹妹，听说你们请了神医？”正和莫神医商量具体银两的两人听到苏瑶的声音，心里咯噔一声，这贱丫头怎么这时候来了？刘婉甩了下手里的帕子。苏玉如眉头紧紧皱起：“娘，您快赶她走，我总觉得她来准没好事。”“好。”刘婉正欲要出去，门就被猛地推开。两人齐齐抬头，看到苏瑶带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快步走了进来。“苏瑶，谁准你私自进我的院子，开我的门的？”刘婉厉声质问。苏瑶没搭理刘婉，转头看向苏玉如，她神色担忧又焦急：“妹妹，听说你找了个神医？”“就是他吧？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他绝对不是什么神医，我见过莫神医，根本就不长这个模样。”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话，顿时警惕心提高几分。她转头看向莫神医，见莫神医神色不太好，以为是苏瑶的话惹怒了他。“莫神医，您别听这丫头的话，她就是不想我的脸治好，才故意这般说，您别理会。”苏玉如着急的解释。刘婉本来是对这个莫神医有几分怀疑的，看到苏瑶特意过来阻止，顿时心里的怀疑就消散了去。“对，莫神医无需听他的话，我们信任您，方才的事就按照您说的变好，我们在府里等您的好消息。”莫神医听到两人的话，脸色稍稍缓和了些，他深深地看了苏瑶一眼：“年轻人，说话不要口无遮拦，你总有那天要求到老夫头上。”苏瑶挑了挑眉：“哦，你怎么知道我会求到你头上，而不是你求到我头上呢？”莫神医嗤笑一声：“哼，老夫会求到你头上？笑话！”他说着甩了甩袖：“柳夫人，如此，我便先行离开了。你们若是决定好了，可到金黄楼寻我。”刘婉听到莫神医的话，也顾不得苏瑶还在这里，连忙送莫神医出去。苏玉如看莫神医走了，这才恶狠狠地瞪着苏瑶：“贱人，想将莫神医气走，好让我一辈子都这样是吧？”苏瑶满脸无辜：“妹妹，我只是提醒你那神医是假的而已，你不相信我便罢了，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苏玉如捏紧拳头，贱人，这里又没人，你装什么？苏瑶伸手整理了一下衣服上不存在的褶皱，啧，我只是好心提醒，妹妹不领情就算了。苏瑶说着，转身出了院子。苏玉如猩红着眼睛，狠狠地瞪着苏瑶的背影，看到自己新丫鬟颤颤巍巍地站在角落不出声，苏玉如一把将人扯过来，怒骂：贱人，都是贱人！她说着，抬脚对丫鬟拳打脚踢。丫鬟这2日已经被打习惯，一声不敢吭，只能默默承受，等着苏玉如发泄完了回去上药。刘婉回来，看到女儿又在对丫鬟撒气，上前安抚：玉如，消消气，一个贱丫头而已，待你成了2皇子妃，想要她死还不容易。苏玉如听到母亲的话，神色稍微缓和了些。娘，我就是气不过，这贱丫头竟然想来搅黄这件事，若是莫神医真的被苏瑶气到不给我治，那我可怎么办？刘婉安慰地拍了拍苏玉如的手：不会的，方才我与莫神医已经说好，3日后便将要治好给你。娘，真能治好吗？苏玉如听到这，也顾不上跟苏瑶生气了。放心吧，莫神医是谁？创立一心阁的元老人物，有他在，你的脸必定能治好的。刘婉柔声安抚女儿。苏玉如听到这，放下心来，她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娘，您说我的脸好了，会不会变得更漂亮啊？刘婉摇了摇头，这个娘倒是不知，不过莫神医这般厉害，让他给你配些让肌肤更白更透的药也不成问题。娘，您对我真好。苏玉如靠在刘婉肩上，满脸幸福。刘婉想伸手摸摸女儿的脸，手伸到半空，意识到了什么，将手又收了回来。傻孩子，你是娘的女儿，娘不对你好对谁好？苏玉如笑得幸福。娘，到时候也给您配一瓶药擦脸吧，您今日为我操劳，都憔悴了。好，娘也配一瓶。刘婉很是欣慰。和苏玉如说了一会话后，刘婉便马不停蹄的去变卖铺子了。冬雪已经提前安排好人，得知刘婉在变卖铺子，立马找人花钱将铺子买了下来。3日后，莫神医，您终于来了。刘婉和苏玉如一大早就守在门口，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将人等来了。让夫人久等了。莫神医拿出治好的药放在桌上，这是我费尽心思治出来的药，小姐擦上去试试吧。刘婉闻言，转头笑意盈盈地看着苏玉如：玉如，试试吧。苏玉如深呼吸，轻轻地将只有茶杯大小的一盒药拿起，她颤抖着手打开盖子，然后将药抹到了脸上。药刚抹到脸上，苏玉如就感受到脸上一阵灼热，那份灼热太过明显，让苏玉如都忍不住惨叫出来。啊，娘，好疼！刘婉看到女儿捂着脸惨叫，慌忙看向莫神医。莫神医，这是怎么回事？我女儿。第49章，生米煮成熟饭。莫神医抬手打断刘婉的话：夫人不必担忧，这只是这药的一点副作用而已，忍一忍疼片刻便好。刘婉听到莫神医的话，顿时心安不少。他是不怀疑莫神医身份的，因为他特地差人拿着莫神医的画像去一心阁闻过，这确实是神医。因此刘婉无比信任莫神医。很快苏玉如就感觉自己的脸不疼了，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痒意。她没忍住，伸手挠了一下脸，这一挠就发现自己脸上的掉了一大块皮。娘，这怎么回事啊？刘婉一直在关注着女儿的脸，看到女儿脸上好似结了一层薄膜，凑近看了一眼，这一看就发现方才女儿挠的地方水泡已经消失，不仅水泡消失了，脸上的皮肤也变得光滑无比。玉如，变了，你看看。刘婉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索性拿来一面铜镜。苏玉如接过铜镜，透着铜镜往脸上看去，当看到自己那挠掉了皮后的皮肤光滑无比，双眼顿时睁大几分。娘，这药见效这么快？我不是在做梦吧？苏玉如说着，使劲地挠着脸上的皮，看到自己脸上光滑的皮肤越来越多，苏玉如欣喜若狂。娘，我的脸真的好了！娘，你快看！苏玉如兴奋地拉着刘婉，让她看自己的脸。刘婉看到女儿又白又嫩的脸，也欣喜不已。莫神医，您果然是华佗在世。苏玉如也连连点头，恭敬地看着莫神医。莫神医看到两人恭敬的眼神，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呵呵，这都是医者的本分罢了。苏玉如看到母亲的脸色越发憔悴，恭敬地开口：多谢莫神医，不知莫神医可还能治这种神药？我母亲为我日夜操劳苍劳不少，我想买点给她。莫神医闻言，嘴角的笑容越发灿烂。哈哈，自然是有的，不过这药材，莫神医尽管安排，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苏玉如底气十足。刘婉听到女儿这般为自己着想，很是欣慰。莫神医看着苏玉如，连连点头，难为你有这片孝心，既然如此，我便给你制上2盒焕颜膏，保你擦上重焕青春。多谢莫神医。苏玉如端端正正的给莫神医行了一个谢礼。莫神医无所谓的摆摆手，这1个月我都在金黄楼，
你们有事可到金黄楼找我，老夫还有事，就不过多停留，告辞。两人闻言，忙将莫神医送出去，就把那个人送走后，母女俩回到了房间里。两人脸上皆是兴奋。娘，太好了，这莫神医当真厉害。苏玉茹捧着自己的镜子，越看越觉得满意。刘婉拿起梳子帮女儿轻轻梳头，这些日子一直憋在家里苦了你了，一会出去走走吧。苏玉茹知道母亲的意思是让自己去找二皇子，郑重的点了点头。娘，您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抓住二皇子的心。苏玉茹看着镜子里娇俏可人的自己，无比的自信。刘婉欣慰的抚了抚女儿的头，苏家有你和你哥哥这一双懂事的儿女，真是三生有幸。苏玉茹仰起头，享受着母亲的安抚。娘，上次爹带回来的那个贱人，您给他喝药了吗？我可不想多一个妹妹。刘婉掐了一把女儿的脸，你放心吧，你娘做事一向滴水不漏，这么多年从未让哪个贱人肚子里鼓过。苏玉茹崇拜的看着刘婉，娘，您太厉害了，我若是能像您这么厉害，一定能抓住二皇子的心，让二皇子与我订婚。刘婉拍了拍女儿的手，你放心，娘会帮你的。你这样，一会娘给你炖碗汤，你端去给二皇子喝。苏玉茹梳妆打扮完，便拿上刘婉让人炖好的汤，坐上马车，美美的去了二皇子府。按理说，她一个女子去男子府里终究是不妥的，可苏玉茹全然将自己当成了未来的二皇子妃，根本就没有避嫌的意识。很快，马车就停在了二皇子府。恰巧二皇子正要出门，苏玉茹下了马车，就看到二皇子，欣喜不已。二皇子，宋泽宇听到苏玉茹的声音，眉头轻皱，他抬头想要呵斥苏玉茹乱跑，可当看到苏玉茹那张娇俏可人的小脸，宋泽宇到嘴边的话顿时咽了回去。玉茹，怎么来了？你的脸好了？苏玉茹听到二皇子温柔的声音，脸上悄然升起红晕。二皇子，我的脸好了，我亲自煲了些汤，想送些来给你尝尝。宋泽宇闻言，面色越加柔和。原本他是想要出去办事的，见此，他也不走了。玉茹，辛苦你了，若是不介意，进去坐坐，休息片刻吧。苏玉茹闻言，欣喜的点了点头。进了二皇子府，苏玉茹便亲自拿出自己带来的汤，给二皇子盛了一碗。二皇子，这可是玉茹熬了2个时辰的汤，您尝尝。宋泽宇伸手温柔地接过苏玉茹手里的汤，两人的手指无意间触碰到，苏玉茹顿时欣喜不已。二皇子，味道如何？苏玉茹期待地看着宋泽宇。宋泽宇回味着汤里的味道，醇香甘甜，很是不错。玉茹，没想到你的手艺竟然这般好。苏玉茹听到宋泽宇夸奖自己，脸又红了几分。二皇子，您多喝些，好喝我下次再给您做。汤是真的不错，宋泽宇也很给面子，一连喝了3碗。喝着喝着，宋泽宇就感觉自己小腹一阵发热，接着那种渴望和冲动就渐渐涌上心头。看着眼前面色绯红、娇俏可人的苏玉茹，宋泽宇顿时心猿意马。玉茹，苏玉茹看到二皇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心里欢喜不已。她捏着帕子，矫揉做作地应了一声：“二皇子，玉茹在。”宋泽宇听到这声英名，只觉得口干舌燥。想到娶了苏玉茹，丞相府更会尽心为自己助力，宋泽宇伸手将苏玉茹拉到怀里。玉茹，我明日去跟父皇求娶你可好？男性富有低沉磁性的声音在耳边回响，苏玉茹顿时感觉身子软得一塌糊涂。能嫁给二皇子是玉茹的福气，被二皇子抱着苏玉茹不敢大声喘气，一时间憋红了脸。宋泽宇看到这，身上越加觉得火热，他没再犹豫，抱起苏玉茹便往一旁的偏房走。第50章，当个测试差不多。几个丫鬟看到这一幕，对视一眼，齐齐退了下去。不多时，房间里便传出可疑的声音：“二皇子，茹儿。”衣服一件件落在地上，女子白润的皮肤与男人古铜色的皮肤相贴，乌黑的发丝散落在床上，时而交缠到一起，时而分开到别处。二皇子，别那样，茹儿，放松些。丫鬟听着里面的声音，窃窃私语：“里面那个是丞相府的小姐吧？”“是啊，可真不要脸，大白天的直接来勾引咱们二皇子。你不知道吧？他母亲是那个兵部侍郎的庶女，以前是苏丞相的妾室，后来才被抬为嫔妻。说起来，这苏玉茹也是庶女。这个我知道，我还听说以前苏丞相的那个夫人是病死的，死的时候跟个垂老的太太一样。你说正常人怎么可能会老成这样？没准是这个刘婉害的，毕竟直接受益人是他。呸！贱妾生的女儿就是贱，大白天的也不害臊。”苏玉茹的2个新丫鬟站在角落，听到二皇子府里的丫鬟议论她，全当没听到，站在角落里当透明人。苏玉茹对此一无所知。此时她正一脸娇羞地窝在宋泽宇怀里。“二皇子，您何时去跟皇上求娶茹儿？”宋泽宇看着地上的狼藉，捏了捏眉心。
看情况吧，明日若是父皇心情好，我便跟他提。苏玉如听到二皇子不耐烦的语气，愣了一下。宋泽宇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太好，连忙缓下声音：玉如，我的意思是说，明日上朝我先去看看，若是朝堂上没人惹父皇生气，那我提出来，父皇大致会同意。若是父皇被气到了，我刚好提这件事，没准撞枪口上，反而适得其反。苏玉如听到宋泽宇的解释，眉头舒展开来。二皇子，是我误会你了。宋泽宇将苏玉如拥进怀里，你放心，我定会给你个名分的。苏玉如听到宋泽宇的承诺，感动的眼眶发红。二皇子，您对玉如真好。傻丫头，你是我未来的二皇子妃，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宋泽宇神色淡淡，嘴里却说着动人的情话。苏玉如没看到二皇子的表情，听到二皇子的话，越发感动。二皇子，玉如此生得您宠爱，真是三生有幸，以后上刀山下火海，玉如都誓死追随您。宋泽宇听到苏玉如的话，嘴角轻蔑地勾了勾。从二皇子府出来，苏玉如脸上满是春风得意，她扭着发痛的腰肢走到马车跟前，然后风情万种的回眸对着站在府门前的二皇子笑了笑，这才转身上了马车。苏玉如一走，二皇子宋泽宇的几个侍妾立马围在他身边。二皇子，这丫头除了是丞相的女儿和稍有几分姿色之外，哪点配得上您？您还真瞧得上她啊？就是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点官家嫡女的端庄都没有。二皇子的正妻好歹也是知书达理、端庄大方的女子，这等上不得台面的女子怎么能当您的正妻？就是我看当个侧室还差不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宋泽宇回忆起苏玉如这些年追着自己跑的经历，心里对苏玉如的好感直接下降。这时候他却忘了，一开始是他自己觉得苏玉如端庄大方、温柔可人，主动联系苏玉如的。苏玉如回到家，立马娇羞着将自己与二皇子同房这个好消息告了母亲。刘婉听到这个消息，不但不觉得是耻辱，反而还欣喜不已。太好了，太好了！娘立马给你熬些补药，让你一举得男。苏玉如羞红着脸，娘，这才一次，怎么会这么快怀上孩子？一次又怎么样？处理得当，一样怀得上。刘婉说着，拿出2个枕头垫在苏玉如屁股底下。来，将腿抬高。苏玉如有些不解，娘，这是在做什么？刘婉神神秘秘，这是娘的秘术，当初接连生下你哥哥和你，靠的就是这个方法。苏玉如闻言有些期待，她身府上平坦的小腹，你呀，可要给我争气些，否则我绝不轻饶你。刘婉看到女儿的动作，轻笑出声。苏瑶听到苏玉如主动去二皇子府现身的消息，有些诧异，没想到她竟然如此不自爱。王嬷嬷眼里也有几分鄙夷，苏玉如大致是被上次自己容貌毁掉的事情吓怕了，我还以为她至少是会这些廉耻呢。苏瑶感叹，母亲都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女儿又怎么会知道廉耻呢？王嬷嬷嘲讽一笑，哦，怎么说？王嬷嬷扶了扶身，细细道来，小姐，您还不知吧？这刘婉是自己爬上老爷的床的。当年老爷还只是个3品官员，刘婉是兵部侍郎的一个小小庶女，她瞧中老爷的才能，在一个宴会上处心积虑地接近老爷，最后爬上了老爷的床，成了老爷的妾室。后来老爷为了安抚兵部侍郎一家，这才将刘婉抬成侧室。苏瑶挑眉，哦，那这算是女承母业了。可不是，这刘婉自己贱就算了，还把自己姑娘教成这样。王嬷嬷在心里替苏玉如默哀。王嬷嬷，您怎么回事？还心疼起这苏玉如了？您别忘了她是怎么对小姐的。哼！夏月听到王嬷嬷替苏玉如说话，气鼓鼓的开口，不是，我不是心疼她，我是觉得我们女子都应教自己儿女自爱，像刘婉这种教自己女儿作践自己的，还是真奇葩。王嬷嬷解释道，可不奇葩，她们母女都是奇葩。夏月听到王嬷嬷的解释，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好了，不说这个，冬雪，你说说那莫神医最近的动向吧。苏瑶说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静静等着冬雪回答。第51章，苏玉如的高光时刻。冬雪扶了扶身子，娓娓道来，借着治好苏玉如的名气，莫神医已经成功搭上京城贵圈，现在他正准备给人治病，大肆圈钱。明日听说这莫神医还会在咱们金黄楼旁大堂义诊。哦，那他可给摊位费了。苏瑶轻笑。冬雪颔首，自然是给了的，不给荣万飞可是不会依。苏瑶勾唇，好玩，那明日我们也去看看热闹。第2日，苏瑶一早就穿着打扮好，早早来到金黄楼。本以为自己已经很早了，让他没想到那些求医的人来一个来得比一个早。因为这些人，金黄楼不得已早早的开门。不过也因为这样，金黄楼小赚了一笔。小姐，这都人满为患了，这莫神医还没出现，该不会跑了吧？夏月等了一会，实在等不住了，
开口调侃。苏瑶摇了摇头，钱还没拿到手，跑应该是不会跑。出来了，在2楼。冬雪看到人，伸手给夏月指了个方向。嘿，这老家伙终于来了。夏月将3楼的窗户打开了些，然后给苏瑶，准确的说是自己端来些茶水糕点，准备看热闹。苏瑶从来不会限制夏月的吃食，知道他是想吃，就将糕点推到了他那边。夏月见状也没再客气，拿起糕点小口吃了起来。吃的时候还不忘记给王嬷嬷和冬雪也喂一块。苏瑶看着夏月那贪吃的模样，不由得轻笑。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转头看向楼下。此时莫神医已经来到了楼下。他刚到楼下，刘婉就和女儿苏玉茹并肩走了进来。认识刘婉和苏玉茹的女子看到他们来了，连忙围过来。张婷与苏玉茹最为相熟，看到苏玉茹脸上的水泡不仅消失了，皮肤还变得吹弹可破，顿时眼热。玉茹，你的脸真的好了。苏玉茹看到是张婷，立马欣喜地跟她分享。好了，是莫神医治好的。莫神医的医术简直就是华佗在世，用了他给的药，我脸上便全好了。张婷闻言，看向莫神医的眼神瞬间多了几分热切。玉茹，你跟莫神医熟，你能否帮我也求一瓶药？我的皮肤有些许粗糙，我也想和你一样漂亮。苏玉茹听到张婷的话，悄悄在心里翻了个白眼。井号34，还想和我一样漂亮，也不看看自己的脸，吊销眼、厚嘴唇，怎么跟我比？那不成，将你那厚嘴唇割下来些不成？井号34，苏玉茹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仍旧是温柔亲切的模样。婷婷，你说的哪里话？你我如同亲姐妹一般，你的事情便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会帮你求一瓶最好的神药。刘婉听到女儿的话，面色有些古怪的扯了扯她的衣袖。待女儿看到自己这边，刘婉又伸手指了指荷包。苏玉茹回忆，连忙补了一句：这药我能求她帮你治，不过那药材的钱。张婷家底很是殷实，当下大手一挥：这个你不用担心，纵使这个药贵比黄金，我也出得起。苏玉茹听到这钱不用自己帮着出，放心下来。一旁的世家贵女们看到这，纷纷求苏玉茹帮忙引荐。苏玉茹连连点头，带着众人来到了莫神医跟前。莫神医，这些都是我的知交好友，他们都想找您看病制药，您看。莫神医伸手抚了抚胡须，既是你的好友，那我便卖你们一个面子。苏玉茹听到莫神医这么给自己面子，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此时他还不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众人听到这，都认为这莫神医是看在苏玉茹的面子上才答应给他们看病的，纷纷感谢苏玉茹。玉茹，谢谢你，你这份情我成了，以后有事尽管找我。太傅家的小女文鱼儿感激的道谢。玉茹，我也谢谢你，以后有事你也可以来找我。御史大夫的女儿王晴晴也附和。玉茹，还有我，以后有事你也尽管找我。还有我，玉茹，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玉茹，谢谢你。玉茹，多谢。世家贵女们一个接着一个跟苏玉茹道谢。苏玉茹被众人捧着，顿时感觉飘飘然。她想象着自己以后成了二皇子妃，整日都会被众人捧着，顿时不自觉地笑了出来。众人看到苏玉茹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玉茹，怎么了？你笑什么？张婷不解地看着苏玉茹。苏玉茹意识到自己想到别处了，连忙解释：哦，我是想着我能帮到大家，觉得很是高兴，就不自觉笑了出来。玉茹，没想到你这般热心肠，我以前倒是没怎么了解你。太傅家的小女文鱼儿对苏玉茹刮目相看。御史大夫的女儿王晴晴也温和地看着苏玉茹。玉茹，没想到你性格如此好，以后我们多多走动。苏玉茹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受宠若惊。他家和这些有着几百年底蕴的世家不一样，他爹没什么背景，是考上了状元，才一步步爬上了如今的位置。虽是一国丞相了，但是始终是比不上京城的这些世家有底蕴。见王晴晴向自己示好，苏玉茹连忙回以微笑：晴晴，我也正是这么想。你若是不嫌我烦，我日后必定常到府上多走动。王晴晴温柔一笑：来吧，我平日里就与云儿一同玩耍，多个人也热闹些。苏玉茹连连点头答应。此时莫神医已经摆放好脉诊。苏玉茹看到这，连忙先带着文鱼儿和王晴晴过去。莫神医，若是您不介意，先帮我这两位姐姐看看吧。莫神医抬眸看了一眼文鱼儿和王晴晴两人，见两人身上穿着精致漂亮，眼里闪过欣喜。肥羊，肥羊，大肥羊啊！第52章，我见过莫神医，他很年轻。莫神医按耐住心里的激动，神色淡漠的开口道：既然是你的朋友，那我先帮他们看看。文鱼儿感激的看了一眼苏玉茹，然后坐到了看诊台前面的凳子上。莫神医，我不是来给自己看病的，我是想来为我的爷爷求药。莫神医听到文鱼儿的话，眼神越发幽深。哦，求药？你且说说他是何处不舒服，有什么症状？文鱼儿微微颔首，
将自己爷爷文太傅的症状徐徐说出。我爷爷是腿疼，每到雨季腿就疼得十分厉害，特别是膝盖，所以我想求一种药，能将他的腿疼好。莫神医听到文鱼儿的话，故作赞赏的点了点头。你很有孝心。这个叫阴骨症，每到阴雨季节，膝盖便会隐隐作痛，唯有用热带附着才会稍稍缓解。你放心吧，我这里刚好制有药，你且拿回去给他服用。莫神医说着，拿出一副药递到文鱼儿面前。文鱼儿看到莫神医直接拿药出来，愣了一下，他有些疑惑，毕竟之前看大夫都是先开药方去抓药的，没有直接给药的道理。但是转念想着苏玉茹确实被他治好，文鱼儿还是接下了药。神医，这药需给您多少银两？莫神医轻叹口气，这药是我从蓬莱山拿过来的，你就给个药钱，5000两吧。文鱼儿听到5000两，顿时吓了一跳，他转头看向苏玉茹。苏玉茹笑着解释，云儿姐，这蓬莱山是座仙山，上面的药都珍贵非常，而且很远，这药要用大鹏鸟运回来，所以价格自然就贵些。不过绝对是物有所值的，而且这些钱莫神医不会拿，他都会捐出去给需要的贫苦百姓。莫神医听到苏玉茹的解释，连连点头。文鱼儿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又说不上奇怪在哪里。听到这些钱最后会捐给贫苦百姓，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吩咐一旁的丫鬟拿银票。苏瑶盯着文鱼儿看了2秒，冬雪，方才他说为谁买药？冬雪扶了扶身子，回小姐，这位是文太傅的小孙女，应该是为文太傅买药。苏瑶闻言，眉头轻皱，他大阔步下了楼，然后走到文鱼儿跟前，伸手制止了文鱼儿丫鬟的动作。文小姐，你还未确定这人身份是真是假，就贸然给你爷爷买药，这恐怕是会害了他。文鱼儿听到苏瑶的话，顿时惊醒，他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手里的药。莫神医看到有人出来质疑自己，神色一下冷了几分。哪儿来的无知小儿，开口就信口雌黄？编排人的身份？苏瑶转头，神情严肃地直视莫神医。你说你是莫神医？莫神医看到苏瑶似乎能看穿人的眼神，心里莫名有几分慌张，但只是一瞬，他便恢复那老神在在的模样。是，莫神医不过是江湖人给的称号，承蒙大家看得起。苏瑶轻笑，哦，你说你是莫神医，可我若是说我见过莫神医本人呢？莫神医闻言，脸上闪过几分慌乱，随即想到真正的莫神医从来不出来露面，心里又安定几分。哼，真是无知小儿，你念你年纪小，我不计较你方才的话，若是你再口无遮拦，乱编排我，我便绝不轻饶你。我可没有乱说，我真见过莫神医本人，他很年轻，不长你这样。苏瑶正色道。众人听到苏瑶的话，顿时面面相觑。苏玉茹听到有人怀疑莫神医的身份，还用质疑的眼神看向自己，顿时慌了。他承受不了那些质疑的眼神，赶紧出来呵斥苏瑶：姐姐，你在做什么？就算你见不得我好，你也不应该出来阻挠大家找莫神医看病吧？是，我承认我的脸好了，变漂亮了，你心里不舒服，可大家是无辜的，他们好不容易等来莫神医，你能不能不要来捣乱？再说了，莫神医都亲自把我治好，这有目共睹，他怎么可能是假的？苏玉茹的几番话下来，让原本心里怀疑的人顿时放心不少。他们不怀疑莫神医的身份了，纷纷开始来谴责苏瑶。苏瑶，你也太坏了吧！你和你妹妹的恩怨是你们的事，没必要祸害到我们身上吧？就是，我们可跟你无冤无仇。莫神医是谁？还有人敢假冒他？难道是活腻了不成？再说了，人能假冒，医术能假冒吗？你不看看你说的话可笑不可笑？就是，还说你见过真的莫神医，真是可笑至极。你拿什么见？整日在庄子里等莫神医去见你吗？哈哈，你们不说我都忘记了，他这5年一直在庄子里养病。这么说，他说见过莫神医是假的了？当然是假的，他若是见过莫神医，怎么会不让莫神医帮他治好脸上的红斑？就是。苏玉茹听着众人的话，嘲讽地看向苏瑶：姐姐，我劝你还是求一求莫神医吧，没准莫神医能把你脸上的红斑治好呢。算了，我可不想烂脸。苏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苏玉茹的脸。苏玉茹看到苏瑶意味深长的眼神，心里莫名有些慌张。她低下头，有些委屈地开口：姐姐，我知道我的脸治好了，你的脸却还是这样，你心里难受。但是大家是无辜的，你别乱说话，再污蔑莫神医的名声好吗？众人看到这，一一帮着苏玉茹说话。苏瑶，你就是嫉妒你妹妹吧？看她治好了脸你嫉妒，所以编出这种莫神医是假的这种谎言。你自己丑就算了，还行让我们大家跟着你一起丑，你的心可真黑。苏瑶，我真看不起你。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文鱼儿听到这，
不悦地皱起眉头。大家别这么说，不管如何，苏瑶都是好心。王晴晴见文鱼儿都这么说了，也连忙附和。是啊，不管怎么样，苏瑶的话都是提醒而已，信与不信都自由判断。苏瑶听到两人帮自己说话，深深地看了两人一眼。文鱼儿，假的神医开的药自然是假的，吃了没准会闹出人命，言尽于此，你们自己掂量吧。苏瑶说完便转身欲要出金黄楼，临了还是不忍心，回头对两人说了一句，若是真发生了什么，你们可来找我，我和莫神医还有些交情，许能帮你们。苏瑶说完这句话便快步离开。文鱼儿和王晴晴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有着犹豫。众人听到这都没忍住调笑起来。你们听听这苏瑶说的话，她说她跟莫神医有交情，哈哈，人家莫神医就在这里，她都不认识，还说有交情，我都要笑死了。作者，一个好评一个礼物都没有是吧？好，别逼我跪下来一个个求你们。放作者有话说，怕你们看不到。第53章，莫神医要收我为徒，就是连人都认不出来，还说有交情。玉茹，你来说说，你这姐姐是否真的认识莫神医？苏玉茹听到苏瑶最后一句话，刚才也是差点没忍住笑出来，闻言假装不好意思的开口道：让你们见笑了，我姐姐就是爱开玩笑，她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会认识莫神医？更不用说跟他有交情了。众人一听，嘲讽的更大声。我就说，他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认识莫神医？也就只有玉茹这样知书达理、聪慧过人的，才会认识莫神医这样的大人物。就是苏瑶什么都不会的草包，能认识谁啊？还是玉茹厉害，竟连莫神医都认识。苏玉茹听着众人的恭维，整个人都飘飘然。他知道这都是眼前的莫神医给自己带来的，于是对他更加恭敬，一直积极地帮着解释各种问题。好些人的问题莫神医答不上来，有些不知所措，都被苏玉茹帮着解释了。此时莫神医看向苏玉茹的眼神有些微妙起来，这丫头真是个傻叉，被我卖了就算了，还帮着我数钱。啧啧，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有他在，我能把京城的钱都给圈完。唉，可惜了，药效就剩下半日。莫神医看着苏玉茹的眼神里满是惋惜。苏玉茹也感受到了莫神医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同，不过他也没有多想，以为是莫神医感激自己而已。要是他知道莫神医的眼神只是单纯的觉得他蠢好骗，估计看向莫神医的眼神就没有那么和善了。经过苏瑶这么一个小插曲后，莫神医的义诊又如火如荼的开始。仅仅一个上午，莫神医带来的箱子里就堆满了各种银票首饰。看到能出得起钱的贵人已经差不多没了，莫神医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跑路。苏玉茹看到莫神医有些焦急的动作，有些不解：神医，您不继续义诊了吗？莫神医听到苏玉茹的话，动作一顿，他思索片刻，这才抚着胡须开口：今日耗费太多心神，就先到这里吧，明日再继续义诊。苏玉茹听到莫神医累了，连忙殷勤的要接过莫神医手里的银票箱子，却不料被莫神医猛地躲开。苏玉茹看到莫神医的动作，顿时一愣。莫神医知道自己动作有些惹人怀疑，连忙解释：这个箱子太重，我是怕你这丫头会压坏，你若是有心，便帮我拿药箱吧。苏玉茹听到莫神医的解释，眉头舒展开来，原来是这样，那神医，我帮您拿药箱吧。苏玉茹说着，便殷勤地将药箱拿了起来。她亲自将莫神医送到房间，然后又给他订了一桌好酒好菜，说了好些感谢的话，这才回了府。苏玉茹不知道，在自己出了门的那一刻，莫神医将头上的花白的白发和胡须一把扯了下来，卸下脸上的伪装后，莫神医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变成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哈哈，这京城的蠢货可真多呀！中年男人看着箱子里的银票，心里很是满足得意。他粗略地数了数银票，发现竟然有12万两，顿时激动地挥拳：发财了，发财了！这一趟来得真值了。啧，还真是多亏了那丫头，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容易捞到那么多钱。中年男人想起苏玉茹，连连点头。可惜不能久待，否则有这丫头在，捞个20万两也不在话下。中年男人有些惋惜，尽管再惋惜，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否则会惹火上身。于是中年男人快速收拾好东西，将银票藏到包袱里，跑路。此时苏玉茹正欢喜地去往二皇子府的路上，方才刚回到府，二皇子的人就过来请了。苏玉茹联想了一下，猜着是因为莫神医的事情，心里对莫神医越发恭敬。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莫神医已经跑路，要是知道，只怕是要用毕生绝学去咒骂莫神医。二皇子府，二皇子，您找我。苏玉茹掐着手帕，施施然给宋泽宇行了一礼。宋泽宇亲自将苏玉茹扶起来，这才开口询问：玉茹，你的脸可是莫神医治好的？苏玉茹听到宋泽宇
真的是因为莫神医的事情找自己，心里对莫神医越发感激。回二皇子，玉茹的脸的确是莫神医治好。宋泽宇闻言，神色又温柔了许多。茹儿，你是如何结识莫神医的？苏玉茹听到宋泽宇又叫自己茹儿了，欢喜不已。我娘因为我的脸中毒了，很是担忧，便为我广寻名医，然后我们便结识了莫神医。宋泽宇挑眉，这么说，你们并没什么交情？苏玉茹察觉宋泽宇态度冷了不少，连忙改口：有的，莫神医说我机灵，要收我为徒呢。话一出，苏玉茹自己都愣了一下。宋泽宇听到苏玉茹的话，脸上顿时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苏玉茹看到宋泽宇又恢复了那温柔的模样，心里也不慌了，还暗暗感叹自己聪明。玉茹，莫神医真要收你为徒？苏玉茹想到莫神医对自己的态度，觉得求他收自己为徒也不是难事，便再次确认：莫神医亲口说的。宋泽宇闻言，伸手将苏玉茹拉进怀里。太好了，玉茹，没想到你这般优秀，莫神医竟然要收你为徒。苏玉茹露出一个娇羞的笑容。二皇子，玉茹还有许多闪光点，需要您一点点去发现呢。宋泽宇伸手揉了揉苏玉茹的头。玉茹，我找莫神医有点事，你可能带我去找他。苏玉茹闻言，面色有一瞬间的僵硬，但很快便恢复如常。当然能啊。宋泽宇闻言，脸色越加温柔。在去金黄楼的路上，苏玉茹一直都在思索着怎么圆那个谎，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见机行事。很快，马车就停在了金黄楼。苏玉茹迈着碎步走在前面，心里既慌张又害怕。玉茹，可是这里……宋泽宇看到苏玉茹停在一个门前，轻声询问：作者每天要码很多字，难免出现错别字，读者宝宝们提出来我都一一改正了哟，谢谢大家了。第54章，苏玉茹崩溃。苏玉茹点了点头，伸手敲了敲房门，叩叩叩，敲了半天，仍旧无人响应。宋泽宇眉头微蹙：玉茹，你确定可是这儿？苏玉茹肯定的点了点头，今日我亲自送莫神医回来的，就是这个房间，绝对没有记错。宋泽宇眼底闪过怀疑，犹豫片刻，他上前朗声开口道：莫神医，在下二皇子宋泽宇，特来拜见神医。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宋泽宇不死心，又再次开口：莫神医，在下二皇子宋泽宇，特来拜见神医，还请神医抽空见上一面。房间里还是没动静。宋泽宇意识到了什么，伸手快速推开门。门一推开，里面空空如也，哪里有莫神医的身影？宋泽宇转头凉凉地扫了一眼苏玉茹。苏玉茹看到宋泽宇的眼神，抖了抖唇：二皇子，莫神医就是在这个房间，兴许他出去了。宋泽宇没回答，吩咐手下搜房间。搜！不多时，手下便捧着什么过来。二皇子，搜到这个。宋泽宇看着手下手里花白的假发，顿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转头，眼神幽深地看着苏玉茹：玉茹，这就是你说的莫神医？苏玉茹看到假发，顿时愣了。假发？怎么会有假发？宋泽宇看到苏玉茹那蠢样，心烦地拧起眉头。还看不出来吗？这莫神医是假的？不可能！苏玉茹一口回绝。意识到自己语气太过激烈，他慌忙将声音放软：二皇子，我的意思是莫神医真真切切地将我的脸治好了，他不可能是假的。宋泽宇没说话，直勾勾地盯着苏玉茹的脸。你确定你的脸是真的好了？苏玉茹一愣：二皇子，您这是什么意思？苏玉茹伸手摸向自己的脸，这一摸就发现自己的脸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好多小凸起，那小凸起还隐隐约约有越长越大的趋势。啊！感受到自己脸上的变化，苏玉茹顿时吓得瘫软在地。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脸又长出那些东西，慌忙从地上爬起来，磕磕绊绊地走到一旁的铜镜前。这一照，整个人都呆愣在地。我的脸！铜镜里那张原本娇嫩光滑的脸，此时满是坑坑洼洼的凸起，仅仅是眨眼的时间，那脸上的凸起就迅速鼓起，然后裂开。黄黄的脓水将整张脸都染得黄不拉几，看起来好不恶心。啊！苏玉茹受不了，崩溃地抱着头蹲在地上。不可能，明明莫神医已经将我治好了。她嘴里不停地呢喃。这时候，房间门再次被推开。苏玉茹期待地抬头，莫神医。看到来人，苏玉茹的头迅速耷拉下去。苏俊烦躁地扫了一眼自己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妹妹，解下自己的披风盖到苏玉茹身上。赶紧回家去。苏玉茹心里委屈的不行，听到自己哥哥这么跟自己说话，心里更是难受。她抽抽搭搭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苏俊还要抓紧时间去找莫神医，也没再理会苏玉茹，对着宋泽宇拱拱手就快步离开。宋泽宇烦躁地看了一眼苏玉茹，也甩袖离开。苏俊从房间离开后，
立马派人去一家一家的去通知那些买了药的人不要去吃那些药，而自己则去寻找莫神医。然而他还没出金黄楼，就看到一帮蒙着脸的女子快步往金黄楼走来。苏俊意识到事情可能发生的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迅速，转身就预先避开。然而眼尖的人已经发现了苏俊。哎，苏俊，苏丞相家的公子，苏玉茹的哥哥，快拦住他！苏俊听到别人已经认出自己，连忙低头离开。快上去将二小姐请下来。他还要去找莫神医，便不敢再耽搁，转身进了金黄楼，从后门离开。苏玉茹还在哭，云里雾里就被几个侍卫请了下来。下楼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苏玉茹转身就跑。然而众人好不容易找到他，怎么会让他跑？苏玉茹，你跑什么？莫神医呢？快叫莫神医出来！你看看我们用了他的药，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赶紧让他出来，否则我砸了这金黄楼！一旁葛优躺看热闹的荣万飞听到这，坐不住了。谁要砸我的金黄楼啊？有本事砸，一砖一瓦可都得给我赔啊！众人看到荣万飞，忙连声道歉。荣世子，抱歉抱歉，是我言语过激了。是啊，荣世子，实在抱歉。荣万飞看几人已经道了歉，便没再追究。你们要找人，大可上去找，但是别弄坏了里面的东西。众人一听，连忙涌到苏玉茹跟前。苏玉茹，你愣着干什么？快带我们去找莫神医！别一口一个莫神医了，这就是个骗子。你看我们的脸，就没有一个好的。就是，苏玉茹，赶紧把骗子交出来！苏玉茹，枉我们这么信任你，你竟然联合骗子来坑害我们！就是，今日你不把那假神医交出来，我们就唯你是问。苏玉茹听到众人的指责，吓得连连后退。我没有坑害你们，我也是受害者。苏玉茹说着，将遮挡的衣服拿开，露出脸上的水泡。众人看到苏玉茹的脸，不但不买账，还纷纷嗤笑。哼，苏玉茹，当时可是你信誓旦旦的说是那莫神医治好了你的脸，我们才去买他的药的。你说你没有跟他搅和到一起，谁信啊？就是，别以为你故意弄成这样就能摆脱嫌疑，别跟他废话，他可能是在拖延时间，让那骗子逃。苏玉茹听到这，连忙解释：不是，我没有故意拖延时间，我带你们去找莫神医，我带你们去。第55章，划烂你的脸。苏玉茹说完，便磕磕绊绊地往楼上爬去。众人看到这，连忙跟着苏玉茹上楼。当一大群人被苏玉茹带到了空空如也的房间，顿时认为苏玉茹在耍他们。苏玉茹，你真拿我们当傻子耍啊？就是，你这是在拖延时间，好让那个骗子跑路吧？说，那假神医给你分了多少钱，让你这么坑害我们？一直没说话的张婷看到真的找不到莫神医了，满脸失望的开口道：玉茹，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苏玉茹看到众人谴责的眼神，无助的摇头：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莫神医是假的，我也是受害者。你们看我的脸。苏玉茹一直强调自己的脸，试图让众人共情，将自己的嫌疑摘除。然而众人怎么可能会同情苏玉茹？莫神医人已经找不到，他们能找的只有苏玉茹。苏玉茹，你别装了，谁知道你是不是跟那个假神医设局？先是把脸弄烂骗我们，然后等我们不追究了，又吃药将你自己的脸治好。就是，我跟你说，要么让他出来治好我们的脸，要么你双倍赔我们的钱。我不要钱，我只要治好我的脸。我也是，我只要我的脸恢复到从前的模样。苏玉茹，你害得我们好惨，我就要说清了，你让我这样怎么办？你让我们怎么办？没想到你心思这么歹毒，怪不得当时苏瑶劝我们，苏玉茹还引导我们嘲讽他，原来坑在这里。苏玉茹，你这是毒妇！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原来苏瑶真的见过莫神医，要是我当时听他的，而不是听你苏玉茹的，我就不会变成这样。苏玉茹，都怪你，都怪你！你还我脸，还我脸！眼看众人情绪越来越激动，苏玉茹连忙躲到了张婷身后。婷婷，你快跟他们解释解释，我真的不是跟莫神医一伙的，我也是受害者，你看我的脸。张婷心里也是恨苏玉茹的，她又怎么会帮苏玉茹说话？玉茹，我们大家的的确确是听到你力挺莫神医，我们才花大价钱去买莫神医的药的。你说你跟他没关系，我们实在没办法接受，你好好给大家好好道歉，认错吧。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承认跟莫神医关系不错吧？苏玉茹听到张婷的话，不停地摇头。婷婷，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跟莫神医串通坑害你们，你相信我。他说着，伸手去拉张婷的袖子，被张婷一把甩开。玉茹，我劝你还是好好交代莫神医的行踪吧，这样我们的脸都能好起来，找不到他，你的嫌疑也洗脱不了。苏玉茹一阵无力，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众人听到苏玉茹的话，越发愤怒。毁容的愤怒已经摧毁了他们的理智，
他们此时已经忘记什么是端庄，什么是淑女，齐齐上前推搡着苏玉茹。苏玉茹，枉我们这么信任你，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我告诉你，今天你若是不把莫神医找出来，我就划烂你的脸。对，划烂你的脸。你这些毒疮可以治好，但是脸烂了，那可就不一定了。在众人的推搡下，苏玉茹只能无助的后退。她退着退着来到了楼梯口，一个不小心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去。恰巧这时候刘婉赶到，看到女儿被众人逼着从2楼楼梯滚下来，先忙冲过去将女儿扶起。玉茹，娘的女儿，你怎么了？没事吧？刘婉四处查看女儿的伤势，没发现什么重伤，顿时松了口气。可看到女儿双眸紧闭，一直不醒，她的心又提了起来。来人，快请大！刘婉刚想让人找大夫过来，就感觉自己的手一疼，低头一看，女儿的手正隐隐发力。意识到女儿可能是装晕，刘婉赶紧改口：来人，快将小姐扶回府，找大夫给她看看。众人看到苏玉茹要被带走，连忙拦着：等一下，刘夫人，咱们的事情还没解决呢。刘婉佯装生气：我女儿都被你们害成这样了，你们还想怎么样？就算是要找她算账，那也得等她醒了才行吧。更何况我还在这里，你们有什么跟我说便是。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张婷站出来卖了刘婉一个面子。既然如此，让柳夫人留下来，玉茹回去看大夫吧。柳夫人是丞相府的当家夫人，她更有话语权。众人思索着也是这个道理，便松了口，让苏玉茹回去。苏玉茹走后，众人攻击的目标变成了刘婉。柳夫人，想必你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缘由，我们也不多说了，就只想要您将这莫神医找出来，让他治好我们的脸。对，只要将我们的脸恢复，把钱退回来给我们，我们就不计较了。刘婉面露苦涩，这莫神医的去向我也不知道，要找他就如同大海捞针。柳夫人，您说这句话就不负责任了。当初您和苏玉茹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这莫神医是真的，若不是信任你们，我们怎么可能会买他的药？可现在出了事情，你们又开始推脱责任。就是要我看，你们母女就是跟那个假神医一伙的，指不定收了那莫神医多少钱。就是，所以他才会跑得这么无声无息。刘婉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他索性将自己脸上的面纱摘了下来。然而众人看到刘婉脸上和苏玉茹如出一辙的水泡，根本就没有惊讶，反而觉得在预料之中。哦，又是和苏玉茹一样想博取我们的同情。就是你们跟那假神医有联系，脸当然随时可以恢复，而我们的脸想恢复可就难了。刘夫人，您还是快点将假神医交出来吧，这样我们也不为难您。刘夫人，我过几日就要说亲，你让我现在怎么办？刘夫人，你就当是可怜我，将那假神医交出来吧。众人七嘴八舌，将刘婉逼到了角落。第56章，正主都没见过，还敢假冒。刘婉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解释，可又不知道从何开始解释。张婷看到刘婉的神色，大概猜出来了什么，知道从刘婉他们这边找不到莫神医了，张婷便带头退了一步。刘夫人，这样吧，给您2个选择，一个是您将莫神医找出来，证明你们的清白，另一个则是将那些买药钱以2倍的形式赔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找人。若是找到人了，这钱我们便还给你们；若是找不到人，这钱我们便拿去看病，这也当是你们害我们变成这样的补偿，您看如何？刘婉听到要赔2倍，顿时吓得跌坐在地上。两倍，2倍也就1万两，那还嫌多？难道我的脸还不值得2万两？就是，你若是不赔，我就让我爹写奏折，请皇上做主。我也让我爹上奏，让皇上彻查你们母女勾结莫神医，坑害我们的事情。张婷听到众人的话，假意对刘婉劝说：柳夫人，您可要想清楚了，这奏折一旦传上去，苏丞相可要受到波及了，没准会落下一个内宅混乱、教女无方的名头。刘婉知道多少人窥探自己相爷这个位置，也知道自己相爷为了这个位置多么的兢兢业业。若是因为自己和女儿的事情，害相爷丢掉乌纱帽，刘婉想都不敢想。可相府已经没钱了，拿什么赔？难道真要将那些铺子都卖掉？柳夫人，您可考虑好了，是将人交出来，还是赔钱？柳夫人，我劝你还是交出人吧，既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又能治好你自己的脸。刘婉张了张嘴，我们真跟着假神医不认识，能联系上也只是找他治玉茹的脸而已，至于跟他推荐你们，完全是因为好心。我没想到我这好心却办了坏事。不认识你们大力推荐他给我们。就是刘夫人，你说这话未免也太假了。刘婉发现自己越解释，众人越是愿意，也没有再解释了。2倍，我们相府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只能是先给你们那些买药的钱，等抓到了假神医，证明了我们的清白，
你们再还回来。张婷也知晓相府最近在卖铺子，知道再逼下去可能什么都拿不回来，便点头同意。柳夫人，我个人是相信你的为人的，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便卖你个面子。众人听到张婷都同意了，也只能点头。刘婉又好一阵安抚众人，答应明日将钱如数送去，这才脱了身。该死的骗子，等我抓住你，不把你那层皮剥了不可！刘婉从金黄楼出来，咒骂了几句，便马不停蹄去派人去找假神医。然而翻遍全京城，也不见这假神医的半点踪影。苏瑶坐在金黄楼3楼窗口，静静地看着一群又一群的人团团转的找人。小姐，他们反应可真慢，现在才知道这神医是假的。苏瑶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中年男人，轻笑，不是他们反应慢，是他有苏玉如这种蠢货助攻。跪在地上的假神医听到苏瑶的话，连连磕头。小姐，饶了我吧，我也只是混口饭吃而已。苏瑶挑眉，混口饭？你见过谁混口饭骗一麻袋银票的？假神医将银票推到苏瑶面前，小姐，这些银票都给您，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放你一条生路？那被你诓骗过的那些人，谁给他们生路？苏瑶眸子里闪过冷冽。假神医故作茫然，小姐您在说什么？我并没有害人性命啊。苏瑶嗤笑一声，冬雪，说说他的战绩吧。是，小姐。冬雪从衣袖中拿出一张纸，然后徐徐念了起来。10年前，你靠着一点毛皮医术，混进混药铺当大夫，治死了3个人。5年前，你自制药丸卖给妙龄女子，害得他们尽数毁容。3年前，你又自己研制焕颜膏，结果意外发现这样能短暂2人容貌变漂亮，于是便到处行骗，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今日你更是大胆，假冒莫神医行骗，从南骗到北，圈钱无数，害人无数。假神医听着冬雪念着自己的罪行，越听越惊。你们到底是谁？冬雪嘲讽一笑，连正主你都没见过，还敢假冒？假神医意识到了什么，不敢置信地看着苏瑶。你是莫神医？不可能，不可能，莫神医明明是个垂暮老者，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假神医不停地摇头。苏瑶摆摆手，示意冬雪将人带走。假神医看到自己要被带走，嘶吼起来，不可能，你不是莫神医，你怎么可能是莫神医？我苦心钻研多年，医术还是毫无长进，你才10几岁，最多学医10年，怎么可能是莫神医？你们骗我，你们骗我！苏瑶不悦地皱起眉头。冬雪知晓自家小姐嫌烦了，一拳将假神医捶晕，这才将人拖走。处理完假神医，冬雪清理好身上的血腥味，这才重新回到了房间里。小姐，已经处理干净了。做得好。苏瑶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麻袋。王嬷嬷，将这些钱分给之前那些受害者，其余的都拿去山村里创办学堂吧。是，小姐。王嬷嬷恭恭敬敬地给苏瑶行了一礼，这才拖着麻袋离开。不过她刚走没几步就折返回来了。小姐，那边来信了。王嬷嬷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双手呈给苏瑶。哦。苏瑶接过信，打开细细读了起来。读完，随手将信纸烧掉。冬雪，吩咐荣万飞把金黄楼的房间都给我空出来，我另有他用。小姐，是您外祖父他们要来了吗？夏月好奇地询问。第57章，撑不过1年。过几日太后寿辰，他们也受邀过来庆贺。苏瑶颔首。苏瑶坐了一会，就听到院外有说话声。冬雪，去看看什么人在外面喧闹。是，小姐。冬雪扶了扶身子，转身出了院子。片刻后，冬雪便带着一个护院模样的人进来了。大小姐，太傅家的文小姐和御史大夫家的王小姐找您。人在哪儿？苏瑶放下茶杯，站了起来。回小姐在偏厅，小的这就将人请过来。护院还是很识趣的，知道苏瑶不好惹，与其行为没有一点出错。苏瑶闻言，整理了一下衣服，耐心地等待着。不多时，文鱼儿和王晴晴就相携而来。苏姑娘。文鱼儿看到苏瑶，面色有几分感激。坐。苏瑶示意了一下一旁准备的座位。文鱼儿点了点头，带着王晴晴坐下。苏姑娘，今日之事真是多谢你了。哦。苏瑶装作一脸茫然。文鱼儿不好意思地解释，就是今日我们找那个莫神医看病买药的事情，若不是苏姑娘提醒，怕我们也是要遭此劫难了。哦，这么说那个神医是假的？苏瑶挑眉。是假的。多亏了苏小姐提醒，我们心里有了防备，这才没有将药给家人服用。王晴晴也很是感激地开口。我也只是随口一说，你们能听进去，那是你们自己聪明过人。文鱼儿和王晴晴对视一眼，两人齐齐将手里捧着的盒子递到苏瑶面前的桌上。苏姑娘，这是我们的谢礼，是我们的一番心意，还请你能收下。文鱼儿怕苏瑶不肯收，
还打开了盒子。这是之前我爹在一个外邦人手里买下的，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苏瑶往盒子里看了一眼，看到是一个玻璃杯，微微诧异。王晴晴看到这，也将自己的盒子打开。我的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还望苏姑娘不要嫌弃。盒子打开，里面也是一个玻璃杯，准确的说应该是琉璃杯。这东西在京城是价值千金。苏瑶淡淡看了一眼杯子，你们有什么事直说吧。文鱼儿与王晴晴对视一眼，犹豫片刻，她还是红着脸开了口：苏姑娘，我知道你认识真正的莫神医，我想你帮我引荐引荐，我爷爷的病已经不能拖了。王晴晴也连连点头：苏姑娘，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娘就急复发，寻常的大夫说再没有药能治，就撑不过1年了。王晴晴说着说着有些哽咽，我确实认识莫神医。苏瑶颔首，两人闻言脸上皆是一喜。苏姑娘，能否请你帮我们引荐，诊费我愿出双倍。文鱼儿仰起脸，满是期待地看着苏瑶。文太傅怎么说也算是自己的徒弟了，苏瑶本来就没打算弃文太傅于不顾，听到文鱼儿这么说，便点头答应下来。东西我就收下了，我会帮你们跟莫神医说一声，你们现在可回去，带着你们的亲人过来，去一心阁找他。文鱼儿和王晴晴闻言，脸上皆是一喜，多谢苏姑娘。两人双双道谢。快去吧。两人齐齐对着苏瑶扶了扶身子，然后一起欣喜的快步离开。两人前脚刚走，苏瑶后脚立马就出了府，直奔一心堂。待他换好衣服，穿着打扮好，坐在隔帘后，文鱼儿和王晴晴也带着人过来了。神医，人带来了。药童将人带到门口。进来。屋子里传出苍老低沉的男音。药童闻言将门打开，让几人进去。文鱼儿扶着爷爷文太傅率先走了进去，王晴晴扶着其母亲紧随其后。要看病的坐到帘子跟前，将手伸出来。文太傅知道莫神医是不想轻易示人，见状大跨步地走到帘子跟前，然后坐到椅子上，将手伸进纱帘里。苏瑶扫了一眼那枯瘦苍老的手，将手搭上去把脉，就是风湿骨痛罢了，注意保暖，吃点药温补温补便好。苏瑶将手收回来，然后提笔刷刷在纸上写了一张药方递出来。文太傅看到那纸上龙飞凤舞的大字，只觉得有些熟悉，想了片刻，终于记起来这笔记在哪儿见过。这不是自己那年轻有为的墨兰师傅的字迹？墨兰公子，莫神医。文太傅呢喃几句，终于联系起来。年轻有为，真是年轻有为啊。苏瑶听到文太傅的嘀咕，挑了挑眉。他想着文太傅应该是凭借自己的字迹将自己给认出来了，不过那又怎么样？下一位。文太傅听到苏瑶压低了几分的语气，呵呵地笑了起来。王夫人，莫神医医术极好，请。他站起身，转头对着王夫人做了个请的手势，便走到了一旁。王夫人受宠若惊，在女儿王晴晴的搀扶下，对着文太傅盈盈一拜，这才走到椅子那里坐下。可嗨，莫神医有劳了。将手放上来。苏瑶看王夫人配合了自己，伸手扶上她的手，片刻后这才松开。你这是肺痨顽疾，一时半会是好不了的，但是用药温补，养个3-5年还是能好全。苏瑶说着低头开药方。王夫人听到苏瑶的话，愣了好一会儿。晴晴，莫神医方才说什么？第58章，带着众人来道歉。王晴晴很是激动，她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娘，莫神医方才说您这病养个3-5年就能好全了。养3-5年还能活3-5年？王夫人颤抖着唇。放心，别说3-5年，就算是30年，你也能好好活。苏瑶声音缓和几分。王夫人闻言顿时喜极而泣，多谢莫神医，莫神医果然医术高明。苏瑶摆摆手，回去好生养着，多注意休息。王夫人颔首，转身欲走的时候，突然想起什么，又折返回来。莫神医，不知道这诊费几许？诊费已经给过。苏瑶摆手。王夫人以为女儿已经付多，不再多言。多谢莫神医。王晴晴听到莫神医的话，微微愣了一下，思索片刻，她觉得可能是文鱼儿帮着给的，便给苏瑶行了一礼，然后扶着母亲离开。鱼儿，你方才帮我们付过诊费了吗？多少？我还给你。王晴晴看到文鱼儿，便询问。文鱼儿疑惑，我没有啊，正等着你出来商量给多少诊费核实呢。那怎么莫神医说付过了？王晴晴跟文鱼儿对视一眼，两人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苏瑶。是苏瑶吧？苏瑶帮我们付的。文鱼儿轻声开口。一定是他。王晴晴点头。应该是那2个琉璃。文鱼儿若有所思。这边找遍了京城，也找不到假冒神医的世家贵女们，彻底崩溃。怎么办？难道咱们的脸没救了？我不等你顶着这张脸啊，我过几日就要议亲，这可怎么办？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毁容了。快想想办法呀，顶着这张脸如何能活？
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脸上满是焦急之色。哎，我记起来一个人。张婷拍了拍额头。众人闻言，齐齐围了过来。谁？张婷，你快说，你想起谁？是不是想起什么人能给我医治好脸？张婷。众人焦急地围着张婷。张婷安抚了一下众人，这才开口：你们记得咱们在金黄楼找那个家神医看病的时候，苏瑶曾来劝过我们吗？众人听到张婷的话，立马回忆起来。哎，我记得当时他好像说他见过莫神医本人。对，我也记得。张婷，你的意思是说苏瑶真认识莫神医？张婷肯定的点了点头，定是认识的了。若是不认识，他怎么会这般笃定那假神医是假的？对，他定是认识的。那还等什么？我们去找他，让他给我们去引荐引荐吧。对啊，找他去啊。张婷抿唇，你们忘了，那时候我们还说了些风凉话，嘲讽苏瑶说他不可能认识莫神医。我们这般对他，他怎么可能会帮我们？众人一听，情绪低落下来。那怎么办啊？我们难道就这么一辈子瞅着吗？若不然，我们去跟苏瑶道歉吧。反正本就是我们不好，看轻他，误会他，给他道歉也不丢人。对啊，没准他心一软，愿意帮我们呢。张婷一想也是，丢点面子也好多一辈子瞅着。他咬了咬牙，带着众人去往丞相府。恰巧碰到刚回府的刘婉。刘婉看到众人以为他们是来要钱的，顿时吓得慌不择路，转身就要往巷子里走。柳夫人，我们不是来要钱的。张婷眼尖，适时将人叫住。刘婉听到不是来要钱的，松了口气。他转身笑着迎上张婷：是婷婷啊，怎么了？我正要去办点事呢。张婷没揭穿刘婉想逃的事情。柳夫人，我们是来找苏瑶的，不知她是否在府上？刘婉一听众人是来找苏瑶，顿时连忙将人带进府里。此时他正迫切的需要一个人能帮他吸引这些人的火力。来，他在的，我带你们去他的院子里找他。此时刘婉根本没空去细想这些人找苏瑶的原因，他只知道有人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那自己就能拖延些时间，不给钱。他不知道这些人见了苏瑶之后，催钱催得更加急了。很快刘婉就将众人带到苏瑶的院子前。瑶儿就在院子里，你们先跟他玩，我先去忙。众人听到苏瑶就在院子里，也无暇顾及刘婉的去向，纷纷看向院门。苏瑶刚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冬雪，去看看是谁。苏瑶抿了一口茶，这才轻声开口：是，小姐。冬雪行了一礼，转身走了出去。没一会，冬雪就领着张婷一众人回来。张婷看到苏瑶，心里多少有点心虚和不自在。苏姑娘。她硬着头皮打招呼。众人也纷纷喊了一句苏姑娘。苏瑶看到众人脸上的面纱，猜到了众人的来意，不过她没有挑明，而是假装狐疑地看着众人。诸位小姐，不知道你们大驾光临是？众人闻言，齐齐扯了扯张婷的衣袖，示意她带头说话。张婷搅了搅手里的手帕，硬着头皮开口：苏瑶姑娘，今日假神医看诊，我们嘲讽你的事情，我们自觉得对不起你，特来跟你道歉。张婷说着，快速蹲下身子，给苏瑶行了一个欠礼。众人看到这，也忙跟着张婷的动作行了一个欠礼。哎，这可使不得，我苏瑶何德何能，让你们给我行礼？苏瑶侧过身子，站到一旁。众人看到这，纷纷面露难色。苏姑娘，我们今日说话确实有些过分了，你可否得饶人处且饶人？张婷看到苏瑶的态度，面色有几分委屈。苏瑶挑眉：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们今日也没做什么，不就是嘲讽我说我不可能认识莫神医而已吗？这没什么，就当我没见过莫神医好了。苏瑶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众人。众人听到这，哪里还不明白，苏瑶这就是想计较的意思。苏姑娘，是我们有眼无珠，才误会你，你能否不计较这一次？是啊，苏姑娘，我们真的是无意的，当时就是被冲昏了头脑，所以语气才冲了一些。我们本来没有那个意思的，就是苏玉茹引导我们说那些话的。对，都是苏玉茹引导的。苏玉茹这个贱人，不仅带了假神医赖害我们，还引导我们误会，嘲讽你，她真是心肠歹毒。对，苏玉茹心肠歹毒。众人想起来苏瑶和苏玉茹不对付，纷纷奋力吐槽苏玉茹。苏瑶听到这，不由得轻笑：呵呵，你们倒是能屈能伸。第59章，先卖出去，事后再买回来。张婷看到苏瑶脸色缓和下来，连忙舔着脸开口：苏瑶，你别生气了，我们不听你的劝，也收到应有的惩罚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帮帮我们。众人也看着苏瑶点头。怎么帮？苏瑶挑眉：帮我们引荐一下莫神医。张婷期待着看着苏瑶：哦，帮助你们，我有什么好处？苏瑶端起茶杯，慢悠悠地抿了一口茶。
张婷闻言，商量着看向身后的众人。苏瑶看到张婷与众人嘀嘀咕咕地商量起来，嘴角微微上扬。片刻后，张婷转头郑重地看着苏瑶：“苏姑娘，你将墨神医引荐给我们，治好我们的脸，我们给你酬金1000两如何？一人1000两的话，那倒是可以。”苏瑶放下茶杯，静静地看着张婷。张婷刚想开口说不可能，就被人拉住了衣袖，最后她只能咬着牙答应：“好，你将墨神医引荐给我们，治好我们的脸，我们一个人给你1000两。”张婷将治好2个字咬得格外的重。成交！苏瑶说着站起身往外走。张婷见状，连忙带着众人跟着苏瑶。苏瑶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心阁门前，墨神医就在里面，你们进去报上我的名号，说找他就可。苏瑶说着便转身离开。张婷想拦都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苏瑶走远。婷婷，怎么办？众人有些无措地看着张婷。张婷咬了咬牙，试一试吧。他说着将信将疑地进了一心阁。让他没想到的是，报了苏瑶的名号后，他们就被领上了2楼。这苏瑶果然没有诓骗我们，他真的跟墨神医认识，看样子还关系匪浅。是啊，他是怎么认识这种天外之人？真的太厉害了。怎么认识的不知道，苏瑶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是肯定的。以后还是将来那个不要惹苏瑶了，感觉他不好惹。是啊，在一声声讨论中，众人来到了一扇门前。你们在此等候片刻，等墨神医传唤，你们便能进去了。药童说完便转身离开。众人面面相觑，等了许久，这才听到里面有人传唤：“门外的人进来吧。”众人听到那苍老低沉的声音，神色都恭敬起来。他们迈着碎步推开了房门。墨神医，墨神医。众人进来，只能看到一面纱帘，纱帘里面模模糊糊又一个老者的身影。看到这，众人纷纷客气地行了一个见礼。你们都是脸伤吧？脸上用这个药膏便可痊愈。苏瑶说着，将手里的盒子递给一旁的药童。药童会意，将盒子拿了出去。你们取一点药试试，若是有用，去钱塘买便可。众人闻言，面面相觑。张婷犹豫片刻，率先走上去接过药童手里的药。他咬了咬牙，将药盒打开，闻了闻药盒里面的药，并无什么怪味，反而还泛着一股药香。张婷伸手抠了一点药，涂抹到脸上。众人看到这，齐齐将注意力放到张婷的脸上。婷婷，怎么样？疼吗？好像有变化了，这脸上的水泡消了些许。张婷听到众人的话，顿时欣喜若狂。她迫切地想找到一面镜子，于是在房间里搜寻起来。你是在找这个吧？药童十分自然地将一面镜子从怀里掏出来，然后递给张婷。张婷接过药童手里的铜镜，二话不说往脸上照。当看到脸上那一块擦过药的皮肤正慢慢恢复，顿时欢喜不已。好了，好了，真的好了。众人一听，也伸手去抠了一点药涂到脸上。当发现那药真的有效，而且效果惊人，众人纷纷将手伸向药盒。很快，药盒里面的药酒被扣完。张婷抬头看向纱帐里面，方才还依稀能看到的人影，现在已经消失不见。墨神医，张婷试探性地喊了一句。药童掀开纱帘给众人看，墨神医有事，已经先行离开。他已给你们治好药，你们自己去钱塘买便可。众人听到药童的话，纷纷出了房间去买药，生怕晚一步药没了。另一边，苏瑶已经上了回府的马车，夏月捧着包子气鼓鼓啃着。小姐，这群人这么奚落您，您怎么还要以德报怨啊？苏瑶伸手夺过夏月手里的包子。谁告诉你我要以德报怨？夏月嘟嘴，您都将要卖给他们了，还不是以德报怨？苏瑶一把将包子塞还给夏月，示意王嬷嬷跟他说。王嬷嬷轻笑，夏月，你方才光顾着啃包子了吧？你可知道小姐卖给他们的药一盒多少银两？多少？夏月珍惜地啃着失而复得的包子。王嬷嬷伸出一根手指，然后神秘一笑。夏月疑惑，100两？不是。1000两？也不是。10000两？1万两？你们一心堂想钱想疯了呀！张婷听到那盒药要1万两，顿时吓得后退2步。众人听到1万两，也觉得离谱。这盒药能去腐生肌，重焕新颜，1万两换回一张貌美的脸，自然是值得的。若是我将这消息抛出去，多的是人来买。这世上最不缺的是有钱人，特别是想变得漂亮些的有钱夫人。药童看到众人都说贵，慢条斯理的就要将药收起来。众人听到药童的话，心里已经悄悄认同，1万两换一张脸，实在是值得。看到药童要将药收起来了，众人连忙阻止。别收起来，不就是1万两吗？我买，我也买，给我留1盒，我回家取钱。张婷听到众人都买了，
生怕自己摸药了，也赶紧说要。不过1万两终究不是小数目，众人只能先付定金，然后回家想办法拿钱。好些人拿不出这1万两，就急哄哄的去刘婉那里催。刘婉被逼急了，只能将手里的铺子都抛售出来。他想着，就算这铺子贱卖出去了，自己日后若是想要买回来，搬出丞相夫人，别人多少会卖给自己一个面子。然而他终究是要失算了，因为买铺子的人。第60章别国使臣。苏瑶看着一张张铺子地契，嘴角的笑容别提多明媚了。小姐，还是您厉害，这不费吹灰之力，铺子就全收回来了。下月一张张地契不停地被送回来，打心里佩服苏瑶。王嬷嬷轻笑，小姐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小姐来来回回可是走了好几趟呢。嘿嘿，还得是咱们小姐厉害。夏月狗腿的走到苏瑶身后，擦干净手给她捶背。苏瑶没说话，静静的享受着夏月的捶背。小姐，5日后就是太后寿辰了，你想穿什么色系的衣服？江嬷嬷带着好几匹布走了进来。苏瑶随手挑了一匹藕粉色的蚕丝布，就这个颜色便可。江嬷嬷闻言，抱着蚕丝布下去亲手缝制。刘婉和苏玉茹知晓一心阁有墨神医的要买，也去求药，结果败兴而归。小姐，你是不知道啊，她们母女为了那药，将京城这些买药的世家贵女们都求了一圈，然后都是屡次碰壁。夏月听到两人吃瘪，立马回来兴奋地告诉苏瑶。苏瑶轻笑，他们将其他人的脸弄成这样，别人怎么还会把得之不易的药给他们？哈哈，不仅没给，还狠狠地奚落了一番。小姐您不知道，当时刘婉和苏玉茹的表情跟吃了翔一样。哈哈哈！夏月想起来就觉得很是好笑。冬雪的脸也绷不住，勾起了唇角。这两人的脸啊，怕是好不了了。夏月幸灾乐祸。苏瑶看向天空那被隐隐遮住的乌云，不一定。太后寿辰，苏瑶受邀进宫，一早就梳洗打扮好。小姐，这藕色的衣服可真衬您的肤色啊。夏月捧着脸，一脸花痴地看着苏瑶。苏瑶伸手点了点夏月的小脑袋，你这丫头武功没精进多少，嘴倒是越来越油滑了。夏月嘿嘿地笑着，人家说的是实话嘛。苏瑶笑笑，好了，别贫嘴了，收拾收拾出发吧。夏月闻言也不闹了，忙收拾起来。片刻后，苏瑶便出现在了大门口。刚想上马车，就看到姗姗出来的刘婉和苏玉茹。此时两人脸上那些渗人的水泡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比先前还要白净的脸。苏玉茹看到苏瑶，故意伸手理了理额前的碎发，让苏瑶看到自己的娇嫩无比脸，试图让苏瑶极度羡慕自己。然而苏瑶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苏玉茹，便将视线放到刘婉身上。柳姨娘，你脸上的皱纹怎么看着多了好些呢？刘婉一听，立马下意识的伸手去触碰自己的脸，摸到自己的眼角的皱纹，刘婉当下顿时身子一僵。娘，您别听他胡说，您年轻着呢，哪儿来的什么皱纹？苏玉茹看到母亲脸色变了，连忙出声安慰。苏瑶不再言语，她似笑非笑的看了几人一眼，转身上了马车。刘婉怔怔的摸着自己的眼角，好半会才回过神。玉茹，娘也感觉这几日越加老得快了。苏玉茹抓住母亲的手，轻声安慰，娘，您哪儿老了，别被那件蹄子扰乱了心智。再说了，哥请回来的神医这般厉害，若您真的担心，让他给您配些药不就好了。刘婉闻言安心几分。玉茹说的是，倒使我杞人忧天了。不过娘担忧自己年老色衰是有原因的，你爹近日都去那个小贱人那里，娘好不担心。苏玉茹将母亲拉上马车，这才轻声接话，娘，那王姨娘左右不过是一个姨娘而已，只要她没有孩子，爹再宠爱她又能如何？这府里还是您最有说话权，您若是不愿意，找个游子将她打发走便好，再不济直接将她弄死也可。以前您不是一直都这般做的吗？怎么现在倒是优柔寡断了？刘婉深深叹了口气，现在不一样，自从上次那个事情出来，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咱们丞相府，若是那贱人在这时候出点什么事，定是会惹人怀疑。苏玉茹撇嘴，娘，不能将她弄死，那便给她吃些避孕络子的药不就好了？刘婉颔首，娘当然知道这个，娘就是怕这贱人有防备。你爹一直觉得相府子嗣单薄，万一她有了身孕，你爹老年得子，定是会将她碰到手心里，届时咱们就岌岌可危了。哎呀，不会的娘，左右不过是一个姨娘而已，您可是正室，若是实在不想，我将她打发了便好。刘婉听到女儿言语里的不耐烦，没再继续说下去，心里独自担忧起来。她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担忧是正确的，因为王姨娘如何？安胎药买回来了吗？王姨娘看到自己的贴身丫鬟回来了，立马焦急地询问道。丫鬟左右瞧了一眼，没看到其他人，轻声关上院门，然后从怀里拿出买回来的药。回姨娘，
安太药买回来了，按照您的吩咐，买的是1星格的。王姨娘闻言松了口气，买回来就好，快去煎药吧，记住，药渣定要都烧掉。丫鬟行了一礼，抱着药下去了。是，王姨娘。此时的刘婉正与世家夫人们聊得正欢，她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危机。受邀的世家贵人们陆续落座，苏瑶也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刚坐下，苏瑶就看到文鱼儿和王晴晴两人相携走了过来。苏姑娘，文鱼儿柔声与苏瑶打了声招呼。文姑娘，王姑娘。苏瑶也对着两人点了点头。苏姑娘，上次的事情还没好好谢谢你呢。文鱼儿脸上满是感激。无事，我也没做什么。文鱼儿刚想说什么，就听到太监奸细的声音：皇上驾到，太后驾到，贵妃驾到，四公主驾到。众人纷纷跪到大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贵妃千岁千岁千千岁，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皇帝落座，扫了众人一眼，平身，落座。众人闻言纷纷起身回到位置上坐下。众人刚回到自己的位置，便看到二皇子领着几位穿着貂毛大衣的高壮男子走了进来。第61章，游仙枕。启禀父皇，儿臣已接到南蛮国使臣。二皇子说完，站到一旁，露出跟在自己身后的南蛮国人。南蛮国人见状，站出来，朝着龙椅上的皇帝虚虚行了一礼。南蛮国太子南河泽拜见大宋国皇帝陛下。南蛮国宰相吴有达拜见大宋国皇帝陛下。南蛮国历来野心巨大，数次想要侵占大宋，都被九王爷悉数击退，所以皇帝宋宣山格外的注意几人。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探视般的在几人脸上扫视，片刻后这才收回视线。诸位来者是客，这般倒是客气了。来人啊，赐座。南河泽谢过皇帝陛下。南河泽说完，扫视一圈，然后坐到了安排好的椅子上。几人刚落座，门口又出现了几个人。苏瑶听到动静，转头看去，这一眼便看到了那与自己有些几分相似的白发苍苍的老者。老者注意到苏瑶的视线，转头看去，看到苏瑶的一刹那，老子的眼睛里闪过几分欣喜，但很快那丝情绪就被他压了下来。儿臣拜见父皇。三皇子宋泽轩两人带进来，对着皇帝端端正正的行了一个大礼。跟在其身后的几人也纷纷弯腰行礼。羽幽国镇国侯沈镇江参见大宋皇帝陛下。沈镇江弯腰给皇帝行了一礼。羽幽国护国将军沈从礼参见大宋皇帝陛下。羽幽国皇帝看到几人端正的态度，脸色温和的站起身：诸位御道而来辛苦了，这些虚礼就不必要了，快快落座。沈镇江转头看到苏瑶离自己的位置很是远，没有落座，他躬身行了一礼，这才继续开口：皇帝陛下，在下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能否？皇帝疑惑：镇国侯大人请说。沈镇江伸手指了指苏瑶对面的男宾位置：这边视野好些，不知我想坐这边可方便？皇帝看了一眼那位置，很是疑惑。那位置明明比他安排的还要偏僻，已经是属于角落了，可这镇国侯却偏要坐那里。难道这镇国侯有些社恐，不喜与人说话？皇帝嘀咕了一句，摆摆手，让人换座位。既然镇国侯想坐那边，便去坐吧，左右不过是一个位置而已。沈镇江拱拱手，走到了那位置旁。恰巧这个位置是苏俊在坐，见状只能云里雾里的起身站到一旁。苏俊，你来坐这边吧。皇帝看到苏俊处在那里，伸手给他指派了一个位置。苏俊看到那位置在南蛮国人的身旁，眼神暗了暗。他行了一礼，走到了皇帝指派好的位置前。皇帝看到众人都落座了，便开始了一顿开场白。今日太后寿宴，我在此举行宴会，承蒙诸位臣民赏脸，今日愿诸位共享美酒佳肴，同为太后庆生。皇帝说完，便扶着太后站了起来。太后甩了甩袖子，往前走了2步。皇上厚爱，特为哀家庆生，也多谢诸位赏脸，望诸位能吃好喝好，一同享受这美酒佳肴。众人闻言齐声高喊：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太后伸手将声音压了压，然后面色柔和的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太后刚坐稳，南蛮国太子南河泽便捧着一个大盒子走了出来。太后娘娘，这是我父皇百般嘱咐我要给您送到的贺礼，请您过目。他说着将礼盒打开。太后身旁的嬷嬷看到南蛮国太子的动作，悄悄走到了太后跟前，以一个保护的姿势将太后护在身后。南蛮国太子南河泽注意到太后身旁嬷嬷的动作，嘴角的笑容越发灿烂。盒子打开，露出里面一块形似玛瑙的玉枕。太后娘娘，这个是游仙枕，我从一个老道手中得来，枕着它可梦游10州4海，还请太后娘娘不要嫌弃礼薄。在场的人听到南蛮国太子南河泽的话，顿时一一倒吸一口冷气。死！这是游仙枕。
传说中这是仙家的物件，枕着它可上天入地，游遍五界，这到底是真是假？现在尤仙枕到了太后手里，是真是假？你问问不就知道？哼，你可真是不要命！太后梦境你也敢窥？众人悄声议论。太后垂眸，笑意盈盈地看着那游仙枕，这可是传说中的仙家之物啊！哀家就多谢太子哥爱了。南蛮国太子南河泽微微一笑，退到了一旁。南蛮国的人下去，羽幽国的代表镇国侯沈镇江便走了出来。我羽幽国别的没有，就是奇珍异宝众多，这2箱珠宝玉石还请太后笑纳。沈镇江说着，让人将自己身后的2个箱子打开。箱子一开，满箱子奇珍异宝就显露在众人眼前，什么琉璃杯、琉璃盏、珠宝玉石，各种各样，看得人眼花缭乱。箱子一打开，周围都是抽泣声。这羽幽国也太大手笔了吧！南蛮国跟羽幽国相比较，倒是显得有些小气了。是啊，虽然游仙枕很珍贵，可再珍贵也只是一块破石头。无对比就无伤害。太后看到那2箱奇珍异宝，笑容越发真诚。呵呵，这些东西哀家很是喜欢，替我多谢你们羽幽国皇上。南蛮国太子南河泽看到羽幽国带来的贺礼，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眼神幽深起来。羽幽国果然是地大物博，这宝物数不胜数，我南蛮实在是比不过呀。沈镇江拱拱手，南蛮太子客气，这游仙枕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到手的，恐怕太子为了弄到这游仙枕送过来，花了不少心思。那倒是。南河泽眼里划过一道暗芒。第62章，金发碧眼的海外人。苏瑶一直有意无意地注意着几人，看到南河泽眼里的流光，挑了挑眉。南河泽注意到有人盯着自己，偏头去看，看到是一个身穿藕色衣裙、戴着面纱的柔美女子在看自己，自信地回以一笑：“小姐，他们南蛮的审美怎么这样？满头的辫子就算了，还穿着又暗又沉的衣服，这些都能忍，关键是还留着这3斤的大胡茬，没眼看，实在是没眼看。”夏月本来不想说的，看到南蛮太子那自信赤裸的眼神，没再忍住吐槽出来。苏瑶没有接话，视线又在南蛮太子那满是胡茬的脸上扫了一眼。南蛮太子察觉到苏瑶又在看自己，看越发自信。他腰板挺直：“皇帝陛下，听闻你们大宋也是地大物博，想必臣民们给太后寿辰的贺礼定也是琳琅满目，不知能否有幸看上一眼？”皇帝深深地看了南蛮太子一眼，既然只想看，那诸位便将贺礼一一呈上来吧。皇帝话音一落，贵妃立马站起来，遥遥对着太后行了一礼：“母后，妾身听闻您今日睡眠不好，给您寻来了前年的安神禅香木，还望您不要嫌弃。”你有心了。太后接过装着禅香木的盒子，然后递给了一旁随身伺候的嬷嬷。紧接着是大皇子宋泽明，他费劲的让人搬来自己一个屏风。皇祖母，这是孙儿在锦州得来的屏风，上面绣着失传已久的双面绣，望皇祖母喜欢。太后听到双面绣，眼里多了几分炽热。双面绣？她在宫女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屏风跟前，细细的查看。真是双面绣！泽明，你这孩子一向最为乖巧，这礼物怕是费了不少心思吧？宋泽明脸上宠辱不惊，他端端正正的给皇祖母行了一礼。皇祖母，孙儿倒是没花多少心思，您喜欢就好。太后伸手欣慰的拍了拍宋泽明的手背，喜欢，辛苦你了。二皇子宋泽宇看到两人的互动，顿时感觉危机感袭来。宋泽明没错过宋泽宇的神色，他悄悄勾了勾唇角，然后给太后行了一礼，这才退到一旁。二皇子捏了捏拳，让人将自己的贺礼拿出。皇祖母，孙儿给您准备的是延年益寿丹，此丹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希望祖母喜欢。苏瑶听到二皇子的话，目光看向他手里捧着的盒子。小姐，那苏玉茹的脸就是这制作延年益寿丹的人治好的吧？夏月俯身在苏瑶耳边悄声嘀咕，约莫是吧。苏瑶也不确定。太后听到二皇子宋泽宇的话，眉头一跳，他脸上看不出喜怒。泽宇，你也有心了。宋泽宇看到皇祖母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神色，拳头又紧了紧。三皇子宋泽轩看了宋泽宇的手一眼，走出来，随意的将自己手里的盒子递上去。皇祖母，我的是一块暖玉，您收着把玩把玩。太后接过盒子，打开看到里面躺着一块手心大小的碧玉，伸手摸了一下，发现碧玉温润无比。太后顿时知晓，这暖玉不是什么普通的玉石，最爱的孙儿费尽心思给自己准备了如此好的礼物，太后心里是开心的。不过她面上却不表露一分。太后神色淡淡的将盒子收起来，随手放到一边。泽轩，这玉石倒是不错，皇祖母谢谢你。宋泽轩行了一礼，皇祖母喜欢便好。他说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紧接着是四公主还有世家大臣们送礼，在这之后，其他人的礼便没有再一一拿出来。南蛮太子看众人送完了礼物，
笑着站了起来。哈哈，大宋果然地大物博，这奇珍异宝真是数不胜数。托太后的福，今日我倒是一饱眼福了。太后似笑非笑地看着南蛮太子，南蛮太子说笑了，若是我这大宋物资匮乏，又怎会一直招人惦记呢？南蛮太子没料到太后这么毫不避讳，当下脸色有几分僵硬，但很快他便恢复了神色。哈哈，太后说的是，大宋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的确是个好地方。早就听说大宋能人异士众多，我这有疑惑，不知大宋能否有能人异士帮我解一解？皇帝伸手轻轻敲击着龙椅把手。哦，太子不妨细说。南蛮太子还没说话，与幽国的镇国侯沈镇江便抚着胡须站了起来。太子说的是那些外海人吧？怎么，还未找到与他们沟通的方法吗？皇帝挑眉。哦，外海人。南蛮太子出海遇到了几个外海人，海外人带了几箱宝物，意思大概是说有人能听懂他们说话，便就爱那些宝物送于他，不过一直找不到能听懂这些海外人说话的人。沈镇江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如实说了出来。南蛮太子勾唇，多谢镇国侯帮我说出来，我想着大宋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定是不会像我们南蛮这般一个能听懂的海外人说话的人才都没有，所以这才将人也一并请过来。皇帝当然听出了南蛮太子话语里那捧杀的意味，南蛮都无人能听懂，大宋怎会有人能听懂？太子说笑了，哎，话不是这般说，大宋可是建国几百年，历史源远流长，定是不会像我南蛮这种小国能比的。再说了，那外海人可是愿意送2箱奇珍异宝，皇帝陛下不妨先听听，让在场的才子家人们试试。皇帝闻言有些犹豫。南蛮太子看到皇帝犹豫，笑着开口，怎么，莫非皇帝陛下是不敢，怕折了面子？底下文武百官都看着，皇帝自然是不能说自己怕了。你且让人上来吧。南蛮太子勾了勾唇，转头朝着手下打了个手势。片刻后，几个金发碧眼、毛发旺盛的男子便被带了上来。几人一上来便用众人听不懂的鸟语叽里呱啦的一顿说。苏瑶本是在静静的品茶，听到那熟悉的语言，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了颤。第63章，金发碧眼的男子。他转头看到是几个金发碧眼的男子。夏月，方才他们在说什么？夏月喜欢看热闹，将事情原本的告诉苏瑶。小姐，这几个是外海人，南蛮国太子带来的，说是大宋有人能听懂他们说话，就拿外海人带来的宝物都给那人。小姐，虽然奴婢笨，但奴婢也能看出来，南蛮太子是想看咱们大宋的笑话。苏瑶摩挲着手里的茶杯。哦，那只怕这个笑话他看不成了。夏月不明所以的挠头，为什么啊？苏瑶没说话，神秘一笑。此时那几个金发碧眼的海外人已经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皇帝陛下，不知这人才济济的大宋，可有能听懂这海外有人说的话？南蛮太子看到皇帝听得一脸懵逼，唇角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皇帝看到臣子们全都一脸茫然，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皱。诸位爱卿和诸位才子家人，若有人能听懂这海外人说话，朕重重有赏。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相视良久，皆是摇了摇头。皇帝看到这，脸色沉了几分。南蛮太子看到这，嘴角的笑容越发的肆意。皇帝陛下，看来这地大物博的大宋养出来的大宋人，也与我们南蛮人没什么两样啊。皇帝听到南蛮太子话语里的嘲讽，脸上顿时觉得有几分灼热。他转头视线看向殿下的臣子们，结果众人纷纷转移视线，没一个人敢跟皇帝对视。文太傅，你学识渊博，可识得这海外人说的是什么话？文太傅惭愧地摇了摇头，回皇上，这南北口音老臣倒是都能听出来，但这海外的口音恕老臣无能。皇帝转头看向其他人，苏丞相，你当年可是状元郎，你来说说这海外人说的什么话？苏有德听到皇帝叫自己，额头直冒冷汗。皇上，这海外人的话，臣闻所未闻。皇帝闭上眼睛，深呼吸。苏丞相，学识有待进步。是。苏有德连忙连连点头。皇帝伸手在桌面敲击了几下，然后转头从自己的几个子女脸上一一扫过，视线最终落在二皇子宋泽宇身上。泽宇，你历来最有主意，你来说说。宋泽宇被点到名字，脸上闪过苦恼。他低着头，故作思考，视线却不停地扫向苏俊，希望苏俊想办法帮他破这个局，让他好让父皇另眼相看。苏俊看到二皇子的神色，侧头跟自己随身侍卫低语几句。随身侍卫不知得到了苏俊的什么吩咐，快步走了出去。出去片刻，便走了回来。与此同时，南蛮太子身旁出现一个侍卫，在其耳边低语几句。南蛮太子听完侍卫的话，若有似无地往苏俊那边扫了一眼。苏俊这时候不知道得到了什么信息，转头对着二皇子摇了摇头。这一切都被苏瑶看在眼里。
他不动声色地招来冬雪，在其耳边低语几句。冬雪得到苏瑶的吩咐，悄声退了出去。这边的二皇子看到苏俊的示意，顿时心塞。他正了正神色，抬起头，父皇，儿臣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些语言，但是细想却是想不起来起了。皇帝听到二皇子的话，脸色越加难看。就在他以为要将这大宋颜面丢尽的时候，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压低声音：“皇上，奴才有事禀报。”哦，皇帝看到太监焦急的神色，眼里闪过思索。太监犹豫片刻，壮着胆子凑到皇帝身旁，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哦，你说他要一半？”太监听到皇帝提高了声音，身子不自觉抖了抖，他咬着唇，忍着心里的惧怕。回皇上，他是这般说的。皇帝闭上眼睛，思索片刻，罢了，左右不过是些小玩意，你去告诉他，朕应允了。小太监眼里闪过诧异，是。他不敢耽搁，赶紧走了下去。南蛮太子听到皇帝一直跟一个小太监低语，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皇帝陛下，看来你们大宋人也和我们南蛮一样，见识薄浅。谁说我们大宋人见识薄浅？就在南蛮太子洋洋得意的时候，一道清丽的女声响了起来。众人闻言，齐齐循声看去。第64章，四下目瞪口呆。看到是苏瑶开的口，大臣们顿时纷纷皱眉。苏丞相，我没看错的话，那是你家的大女儿。苏丞相，不是我说你，不把人看好，放出来给我们大宋丢人现眼。就是啊，我若是苏丞相，定是不会让他来这种场合。苏丞相，你内宅管理的不是很好啊。苏丞相，之前就听说你大女儿头脑不清，快将你大女儿带走吧。是啊，快将你女儿带走吧，可别丢了我们大宋的脸。大臣们对苏瑶的印象还留在以前痴傻丑陋的那个阶段，所以纷纷不赞同的出来严厉劝阻。苏有德听到自己同僚的话，看向苏瑶的眼神顿时多了几分嫌恶。他将手放到唇边，做了个闭嘴的手势，试图让苏瑶闭上嘴巴。苏玉如看到这，幸灾乐祸的等着看好戏。哼，想邀功装能耐也不看看场合，这次丢的是大宋的脸，看皇上怎么饶你。南蛮太子看到这一幕，顿时也乐了。他看向苏瑶，哦，听这位姑娘的意思，你是能找出能听得懂这海外人说话的人了。苏瑶没搭理南蛮太子，转头径直走到那金发碧眼的几个海外人身旁。众人看到苏瑶的操作，不明所以。不是，他在搞什么？难不成以为自己能听懂海外人说话不成？就是，本来大宋已经被放在火架上烤，他现在又出来丢什么人？胸无点墨，还要出来丢人现眼？快拦着他，我可不想跟着他一起出丑。众人七嘴八舌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苏瑶能听懂这海外人的话。然而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所有人都傻眼。只见苏瑶在海外人面前止步，他微微一笑，随后用不知名的语言徐徐开口：“你们好，请问你们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海外人听到苏瑶竟然会说自己的语言，一整个大震惊。他们神色激动，抢着跟苏瑶说话。太好了，终于有人能听懂我们说话了。那个黑鬼天天叽里呱啦的，烦死了。姑娘你好，我们是从西边国家来的，我们国家名字叫大不列颠。姑娘，你怎么能听懂我们说话？姑娘，你也太厉害了吧，不仅会听我们的话，还说得如此流利。苏瑶一一回答：偶然学过你们的语言，欢迎你们来大宋做客。姑娘，我们说到做到，既然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又能用我们的语言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宝物就送给你了。对，给谁都不行，只能给你。不过姑娘，这东西给你了，希望你能将我们送回我们的国家，我们回去后会正式派商队过来与你们结交。苏瑶脸上始终保持着温和的笑容。你们放心，来到了大宋，我定会派人将你们安全送回去。众人看到苏瑶和海外人相谈甚欢，齐齐傻眼。不是，这苏瑶怎么真会说这外海人说的话？这也太魔幻了吧！我收回刚才的话，苏瑶这丫头是个有能耐的。我也收回刚才的话，苏家丫头虽然长得丑了点，但是有颗赤子之心。对对，哈哈哈！你们看，那南蛮太子的脸变了，真爽，狠狠出了口恶气。苏家丫头好样的！众人看向苏瑶的眼神渐渐炽热起来。南蛮太子看到这一幕，不敢置信，他用自己的衣袖擦了擦眼睛，然后又掏了掏耳朵，确定苏瑶是真的在跟海外人对话，顿时愣在原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人真的能听懂这些人说话？他喃喃开口。皇帝看到南蛮太子这难看的像急吃屎了的表情，顿时心情大好。哈哈，南蛮太子，看来咱们大宋还是人才济济啊！南蛮太子扯出僵硬的笑容。皇帝陛下说的是，大宋果然人才众多，这小小的不起眼女子竟然带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皇帝爽朗一笑，
哈哈，确实，朕也是没想到啊。南蛮太子垂在身侧的拳头紧了又松。看你们大宋这位姑娘跟海外人相谈甚欢，不知是在聊什么呢？第65章，南蛮太子求娶苏瑶。皇帝转头看向苏瑶，苏家丫头，你来说说，你跟这几位海外人聊了什么？苏瑶对着皇帝点了点头，然后转头直面迎上南蛮太子的视线。回皇上，臣女方才在和这几位大不列颠国的人聊他们带来的宝物归属问题。哦，大不列颠国的人？皇帝十分有兴致。是的，大不列颠国在我国西方，航海1月方可到达。苏瑶将自己问到的信息粗略地说了一部分。南蛮太子听到苏瑶的话，越听脸越黑。苏瑶看着南蛮太子的脸变黑了，嘴角勾起浅浅的笑意。南蛮太子看起来神色不好，是因为大不列颠国人宝物的事情吗？南蛮太子看到苏瑶那嘲讽的眼神，咬着牙开口：当然不是，那宝物说好的，谁能跟海外人对得上话，就是谁的。苏瑶灿然一笑，南蛮太子果然大方，本来还想跟太子分一半的，如今看到太子这般大方，我便决定不送了。南蛮太子闻言，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住，他直勾勾地盯着苏瑶，我南蛮还不至于差这点东西，说是给你，我们便不会拿。苏瑶轻笑，南蛮人真是大方。对了，方才几位大不列颠国人说从我们这边回他们的国家境，想要从我们这边回国，太子想必会尊重几位的想法吧？南蛮太子的手紧紧攥着，哼，他们既是从我们那边来的，岂有从你们这边回去的道理？哎，我们大宋离他们那边近，那有何不可？皇帝笑呵呵地开口。怎么，太子莫非是想把人抓回去？苏瑶勾勾唇，转头对着几人低语几句。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听到苏瑶的话，顿时怒瞪南蛮太子。他们叽里呱啦的对着南蛮太子说了一大堆，虽然南蛮太子听不懂，但是也从几人的眼神里看出来威胁。看到几人的眼神越发不善，南蛮太子看向苏瑶，什么意思？他们这是说的什么意思？苏瑶似笑非笑的看着南蛮太子，他们说你无权决定他们要从哪回家，他们是自由的，你若是硬要扣押他们，他们就……后面的话苏瑶没继续说下去，但是南蛮太子自然听懂了那意思。他深深的看了苏瑶一眼，岔开话题，我倒是不知这大宋有如此学识渊博的姑娘，不知姑娘是在何处识的这外海人话的？苏瑶随手丢出一个本子，看古籍，随便学的罢了。南蛮太子捡起古籍，翻看一看，全是看不懂的符文。呵呵，姑娘倒是个好学之人。苏瑶微微颔首，不止我一人好学，大宋人都好学。如何？南蛮太子对这几个大不列颠的友人的想法没意见吧？南蛮太子刚想拒绝，手下凑到其耳边低语几句。南蛮太子听到手下的话，顿时转变态度。哼，既是他们的想法，那便随了他们的愿，左右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南蛮太子果然大气。苏瑶说完，转头与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低语几句。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听完苏瑶的话，过来齐齐伸出手，拍了拍南蛮太子的肩膀。南蛮太子僵着脸，苦笑着当作回应。回应完，他深深地看了苏瑶一眼，然后转头对着皇帝躬身一拜。苏瑶看到南蛮太子看自己那算计的眼神，顿时预感不好。果然，下一刻南蛮太子就说出了让人心梗的话：皇帝陛下，你们这位姑娘既聪慧又知书达理，我很是喜欢，请将她赐给我当太子妃。我愿割沿北城作为聘礼送与大宋。南蛮太子的话一出，全场哗然。皇帝轻轻敲击着桌面，这割让一个城？天哪！南蛮太子难不成是疯了？割让一城就为了娶苏瑶这个废物？谁是废物？方才苏瑶的表现你忘了？我看你才是废物。就是这南蛮太子的算盘打得叮当响，你们看不出来吗？他定是看中了苏瑶能跟着海外人沟通，才想娶她的。话是这样说，这可是一个城啊！你们说皇上会不会答应？若是我是皇上，定是会答应，毕竟江山社稷最是重要。也是，左右一个女子而已。苏瑶站出来，南蛮太子，多谢你慧眼识人，看上于我。不过我相貌丑陋，实在是无法与您相配。苏瑶说着，解开脸上的面纱，露出那一大块红斑。南蛮太子看到这，眼里闪过嫌恶，他硬着头皮开口：无妨，本太子也不是以貌取人之人。众人看到苏瑶的红斑，这才想起来苏瑶长得多丑，差点忘了苏瑶长成这个样子。他这个样子，能有人看上他都不错了。是啊，这么一看，他和这5大3粗的南蛮太子倒是相配。不错了，能有这相貌端正的愿意娶她，既能把自己嫁出去，又能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来一座城，这生意稳赚不赔。是啊，苏瑶嫁了吧，别倔了，毕竟以后不一定有人愿意娶。是啊，人家好歹是一国太子呢。
坐在苏瑶对面的宇幽国镇国侯听到众人的话，只觉得不堪入耳。他捏着拳头，忍着没有说话。他没说话，有人却迫不及待出来表态了。苏有德焦急地站了出来：“南蛮太子，老臣乃是。”停！苏瑶站出来，直接打断苏有德的话：“苏有德，我知道你的打算，你别想，也别惦记，我不会嫁去南蛮。”苏有德无暇顾及苏瑶直呼自己的名字，他现在一心只想让苏瑶去换一座城回来。一个女儿成了自己国家的太子妃，一个女儿成了别国的太子妃，想想他就觉得脸上有光。瑶儿，爹知道你女儿家羞怯不好意思，但是好夫婿不是一直有的，这南蛮太子这般有诚意，你没有理由不答应。谁说没理由？我早就有了中意之人，所以断然不会嫁给南蛮太子。苏瑶这句话是对着南蛮太子说的。南蛮太子似笑非笑地看着苏瑶，哦，不知道姑娘的意中人是谁？苏瑶挑眉，在大殿扫视一圈，最终视线落在宇幽国镇国侯身旁的年轻人身上。他刚想开口说自己的意中人是那位年轻人，就听到一道低沉熟悉的声音：“他的意中人是我。”第66章赐婚。声音是从大殿门口传来，众人齐齐看向大殿门口。只见大殿门口，一个坐着轮椅、戴着面具的男子被侍卫缓缓推了进来。众人看到这，连忙行礼：“参见九王爷。”南蛮太子看到是慕寒，眼神冷了下来。哦，我当时谁敢跟我抢人？原来是百战百胜的九王爷，可惜了王爷以前确实是百战百胜。现在，南蛮太子意有所指的看了一眼慕寒的腿，慕寒神色依旧淡然：“无事，打你们南蛮用不到腿。”南蛮太子听到慕寒这嚣张的话语，顿时心里生出一股郁气。他深吸一口气，克制了一下自己的脾气：“呵呵，几年不见，九王爷还是仍旧这般爱说笑。我从不说笑，只说事实。”慕寒抬眸，冷冷扫了南蛮太子一眼。南蛮太子看到慕寒的眼神，立马想起他在战场上厮杀的场景，顿时脚底升起一股凉意。他忙转移话题：“九王爷，方才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和这丞相府的丫头？”慕寒转头看向苏瑶，那一瞬，神色立马变得柔和起来：“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心悦于我，我也心悦于他。”苏瑶这时候断定慕寒是知晓自己的身份的了，想着慕寒可能是惦念着3年前的情分，所以才帮着他说话。于是苏瑶便顺着慕寒的话说了下去，打算先将这南蛮太子应付过去再说。慕寒听到苏瑶的话，面具下的嘴角不可控地扬了起来。守在一旁的冷风看到自家主子，嘴角笑弯了，撇撇嘴。他扯了扯一旁的冷雨，低声吐槽：“你瞧瞧，主子这是在干什么？人家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他就笑得跟花似的。”冷雨刚想附和，就感觉周围的温度冷了下来，转头一看，自家主子正悠悠地盯着自己。他赶紧将冷风推开：“滚，一天天胡诌八扯。”冷风也看到了主子的眼神，他赶紧埋下头装鹌鹑。冬雪注意到了那一边，看到冷风滑稽的表情，不自觉勾了勾唇。夏月看到冬雪笑，也循着视线看去，看到冷雨，悄悄地伸手给冷雨打了个招呼。冷雨看到夏月的小动作，眉毛微挑，算是回应。南蛮太子将几人的小动作都看在眼里，我倒是不知九王爷竟然心有所属了。慕寒抬眸看向南蛮太子，神色又恢复那淡漠冰冷的模样。你不知的事多了。南蛮太子捏着茶杯的手收紧了些许。呵呵，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夺人所爱了。九王爷何时成亲？不知我能否有幸留下来讨杯酒？慕寒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快了。哦，怕是还没赐婚吧？九王爷若是对这姑娘是真心实意，那择日不如撞日，跟皇帝陛下求娶这位姑娘。南蛮太子说完，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他觉得自己这么说了，这两人是装不下去了，毕竟总不能拿自己的婚姻大事开玩笑，却不知道这正合慕寒的意。南蛮太子说的是。他转头看了苏瑶一眼，眸子里含着自己也不知晓的温柔。苏瑶看到慕寒的眼神，心里咯噔一声，他暗道不好。下一刻却见慕寒单膝跪下：“皇上，臣与苏瑶两心相悦，特请皇上赐婚，以正真心。”皇帝本也以为两人只是互相托辞，没想到慕寒竟然来真的。老九，你可清楚你在说什么？慕寒转头看了一眼苏瑶，情愫在眼底绽开。苏瑶看到慕寒的神情，这一刻他好似知道了什么。仅仅犹豫片刻，苏瑶便站出来，他双手交叠，躬身行了一礼，这才开口：“皇上，臣女年纪尚小，婚姻大事过2年再盘算为好。”皇帝没说话，垂眸看向坐在南滨区的苏有德。苏有德，你大女儿今年可满16了。苏有德被点名，一时想不起苏瑶的年纪，有些懵。
他反应过来，赶紧转头求助的看向刘婉。刘婉看到这，连忙在桌底给苏有德比了个1和7。苏有德松叹口气，回皇上：“瑶儿今年17，那便正好。”皇帝喃喃道：“16便及笄，17一亲正好。既然年纪合适，那这一段家园朕便允了。”皇帝也是不想一个会说外邦话的苏瑶嫁到南蛮，所以考虑片刻，还是决定让苏瑶嫁慕寒比较好。来人，备墨，朕要拟旨。苏瑶闻言，连忙单膝跪下：“皇上，臣女与九王爷虽两情相悦，但还未到能喜结连理的地步，还请皇上收回成命。先婚后爱的戏码，他不喜欢，只想要喜欢到极致，才要去成婚。”皇帝眉头微蹙，转头看向慕寒。第67章私自通婚，处以极刑。慕寒此时正垂着眸子，一言不发地看着苏瑶。苏瑶对上慕寒那带着几分忧郁的目光，心里一慌：“哈哈，你们大宋人真有意思，两情相悦却不愿意喜结连理，这真第一次见，让我疑惑不已啊！”南蛮太子视线在两人身上来回扫视，莫非苏瑶你是不想嫁与我，才故意说的托辞？当然。苏瑶挑眉。南蛮太子说完，神色骤然冷了下来。好啊，我诚心实意想要求娶你，甚至拿出了一座城，你竟然如此不给面子，用这种方式羞辱我。苏瑶轻笑：“太子等我说完。我想说的是，当然不是，我与九王爷的确是真心相爱，若是太子愿意赏脸，那不妨留下来吃酒。”苏瑶深深地看了一眼南蛮太子。南蛮太子看到苏瑶的眼神，心中隐隐不安。就在众人都以为这件事只能以赐婚为结局的时候，羽幽国镇国侯沈镇江站了出来。虽是两情相悦，但是二人婚事还需从长计议。羽幽国镇国侯的儿子，也就是羽幽国的将军沈从礼也开口附和：“不错，这婚事还待考量。”众人听到两人的话，皆是满脸问号，心里都是想：这关你们俩什么事？就连皇帝也一脸莫名地看着两人。羽幽国镇国侯沈镇江走出来，对着皇帝拱拱手：“皇上，这次我们来大宋，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寻回我的外孙女。”皇帝闻言，狐疑地转头看了一眼苏瑶，仔细端详，发现苏瑶和这沈镇江竟然有几分相似。沈侯爷，莫非这苏瑶就是你的外孙女？沈镇江拱手：“正是。”苏瑶母亲沈从梦是在下唯一的女儿。话毕，全场静默。片刻后，众人纷纷低头，与相熟之人窃语起来。我说那这沈从梦怎么如此多的嫁妆？原来她是羽幽国镇国侯的女儿。是啊，她只身一人嫁给刚考上状元的苏丞相，我们还疑惑呢，一个没有后台的女子怎么如此多嫁妆？没想到啊，她竟然是这羽幽国镇国侯的女儿。喜欢看戏吃瓜的人哪里有？这些个夫人小姐也不例外。很快，沈从梦的过往就被扒了个底朝天。苏有德听到众人的议论，后知后觉地看向羽幽国镇国侯沈镇江：“原来您是岳父大人。”苏有德脸上出现几分火热，他激动地走到沈镇江跟前：“从梦一直未跟我提起岳父大人，我这才没有去拜见，望岳父大人恕罪。”沈镇江漆黑的眸子里闪过狠辣，他一句话都不愿与苏有德说，转头走到苏瑶身旁：“丫头，这些年苦了你了。”苏瑶看到外祖父那双眸泛红，要哭不哭的样子，莫名有些想笑。他凑近沈镇江几分：“外祖父真是稀奇啊，相认的时候没看到你红过眼睛，现在倒是见到了。”沈镇江听到苏瑶的话，脸有片刻的僵硬，他轻咳一声，恢复神色：“你这丫头还是这般没礼数。”话虽然是责怪的意思，但是语气却是满是宠溺。这时沈从礼也走了过来，他压低声音，用3人能听到的声音笑着开口道：“半年不见，你这丫头出落得越发亭亭玉立了。”苏瑶微微一笑：“长的倒也还算尚可。”沈从礼摇了摇头，他是知道自己这个外甥女相貌是如何倾城的，去年去羽幽国的时候没戴面纱，引得路人一直驻足观看，差点没把路给堵死了。这还不算完，羽幽国4个皇子，2个见过他容貌的都为他倾倒，为此还大肆寻找他的身影，所以这次沈从礼才想方设法让那几位皇子都无法出现在这里。想起那些事情，沈从礼就一阵头大。苏瑶看到沈从礼一直盯着自己的脸皱眉，知道他是又想起以前的事情。好了，我的亲舅，先帮我把婚事退了，咱们等会再叙旧。沈从礼想起正事，赶紧收敛神色。他走到大殿中央，对着皇帝拱拱手：“皇帝陛下，苏瑶是我外甥女，她的婚事我们还想从长计议，还请皇帝陛下允许。”皇帝有些感叹：“真没想到，这孩子竟然还是你们外孙女。罢了，既然你们都不着急，那便迟些时候再说吧。羽幽国的人一直以礼相待，皇帝自然不能剥了他们的面子。”沈从礼拱拱手：“多谢皇帝陛下。”
他说完，转头邀功似的看向苏瑶。苏瑶也没吝啬，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南蛮太子看到这，不乐意了，没想到这丫头竟然还和你们羽幽国的人有关系。不过我记得17年前你们两国还不允许通婚吧？在未得到赐婚的情况下随意嫁娶，那是属于私自通婚了。私自通婚，按照你们大宋的律法，可是要处以极刑的。南蛮太子挑眉看向苏瑶和慕寒，此时他的眼里尽是得意。第68章17年前的通婚律法。然而两人脸上皆是风轻云淡，唯有苏有德是彻底变了脸色。慕寒放下手里的茶杯，太子爷对我们大宋的律法倒是熟悉，一不小心将自己的底细露出来，南蛮太子脸色僵了僵，谈不上熟悉，不过是略有耳闻罢了。他说完，转头看向皇帝，皇帝陛下，你们大宋律法这般严苛，应该不会不处理这件事吧？皇帝眼神里闪过幽深，若是律法当真是这样，那我自然会处理。皇帝想着，反正沈从孟已经去世，苏瑶算是大宋血脉，这件事能波及到的就是苏有德而已，便不甚在意。来人，将律法书籍拿来。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闻言，连忙下去找书。片刻后，两人拿着几本书回来了。皇上，律法书籍已经全在这儿，关于通婚的律法是这一本。南蛮太子听到这，得意地看了一眼苏瑶。苏瑶神色始终淡然，似乎这件事根本牵扯不到他一般。南蛮太子看到这，只当是苏瑶故作镇定。他转身对着皇帝行了一礼：“皇帝陛下，你们大宋律法历来是最为严苛的，相信不会有徇私舞弊的事情发生。”皇帝掀了掀眼皮，自然。他说着，看向吏部尚书：“爱卿，你来念一念17年前的通婚律法。”是，皇上。吏部尚书拱拱手，翻开律法书，仔细地翻找起来。南蛮太子看到这，嘴角的笑容越发灿烂。坐在另一边的苏玉茹和刘婉听到这，脸上也是控制不住浮现笑意。娘，这下好了，这小贱蹄子都不用我们收拾。苏玉茹一脸兴奋，她期待地看着吏部尚书。刘婉手上的帕子攥得紧紧的，显然也很是期待。很快，吏部尚书便找到了记录17年前律法的那一页。找到了。吏部尚书看到书上的内容，脸上有片刻的愣神。皇帝看到吏部尚书的模样，知晓事情可能有些出入，他抬眸冷声道：“念。”吏部尚书闻言，朗声念道：“大宋通婚律法，自大宋350年起，男女婚嫁自由，各族不得干涉子女通婚，外嫁外娶亦可。”南蛮太子听到这，笑容越发肆意。律法上写了婚嫁自由，可没有说可以娶别国女啊。慕寒将酒杯端起，放在眼前晃动，随后他掀起眼皮扫了南蛮太子一眼：“哦，没说吗？”南蛮太子看到慕寒眼里的嘲弄，嗤笑出声：“九王爷好好看看，这律法书上说没说？”慕寒没说话，转头看向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对着慕寒拱拱手，然后转头深深地看了南蛮太子一眼。南蛮太子看到吏部尚书的眼神，有片刻的心慌。南蛮太子，方才老臣还没读完，这后面还有一句：“羽幽国历来与大宋友好，子女可自由通婚，任何人不得干涉。”南蛮太子听到这，顿时石化：“怎么可能？”他转头下意识看向一个方向。苏瑶看到苏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勾了勾唇：“太子爷，可听到了？”慕寒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南蛮太子收回视线，他下意识反驳：“怎么可能？明明！”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嘴，南蛮太子赶紧闭嘴：“明明什么？太子爷，不妨说清楚。”慕寒眼里瞬间布满冷意：“没什么。”南蛮太子怕自己暴露了，连忙堆笑：“呵呵，那应是我不了解你们大宋律法，胡说了。”皇帝一直垂眸思索着什么，他就这么看着南蛮太子，良久才开口说话。南蛮太子真是学识过人，别国律法都熟识。南蛮太子听出皇帝话语里的深意，额头冒出冷汗：“呵，略有耳闻罢了。”这时候，一直不说话的羽幽国镇国侯沈振江站了起来：“哼，我看不是略有耳闻，是别有用心吧？皇帝陛下，先前我之所以没说话，是想看看我女儿是否是真犯了你们大宋的通婚罪。现在看来是有人故意陷害，还请皇帝陛下还我女儿个公道，还我羽幽国个公道。时间一旦上升到国家，就无法含糊的应付过去了。”皇帝闻言，朗声保证：“镇国侯放心，我定是会给你个交代。”他说着，转头看向南蛮太子：“太子，这件事因你而起，你理应给我们一个交代吧？”南蛮太子皱眉：“我只是提议而已，真正要查的是皇帝陛下您。”皇帝眼里闪过光芒：“哦，这么说，我们二人有同等责任。”南蛮太子连连点头。皇帝勾唇：“既然如此，那朕如何交代，南蛮太子便如何交代吧。”
皇帝说完，转头看向苏瑶：“丫头，方才的事是我不对，这样我给你些补偿，这件事就此结果可行？”皇帝说完，饱含深意地看了一眼苏瑶，余光还一直看向南蛮太子，似乎是在暗示什么。苏瑶知道，皇帝这是要连自己坑一把南蛮太子。皇上既然开口了，自然可以。苏瑶冷着脸，假装不是很满意的开口。皇帝见状，一脸安抚的道：“这件事，你和你母亲确实受了点委屈。这样吧，朕赐你1000两黄金，以此来弥补你，你看如何？”臣女多谢皇上。苏瑶谢完恩，转头眼神悠悠的看向南蛮太子：“太子殿下，您……”南蛮太子咬了咬牙：“既然如此，我也拿出1000两黄金，以表歉意。”皇帝呵呵一笑：“哼，你们南蛮人果然大方。既然这样，不如太子与朕的钱一道送去给那丫头吧。”南蛮太子本来是想着先答应下来，然后拖着直接不给钱，现在听到皇帝的话，知道自己这钱是必须掏了，牙齿差点没咬碎。偏偏他还不能反驳皇帝的话，只能假装大方，让随身的侍卫去将钱拿过来。苏玉如看到苏瑶不仅没事，还白得了2000两黄金，酸得整张脸都扭曲了。娘，这丫头可真是走运，这都没事。第69章，3年前你的腿是我接的。刘婉眼底闪过疑惑，不应该啊，这通婚的律法应是10年前改的，而不是17年前。刘婉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是因为儿子苏俊去年问过自己，当时他就牢牢记住了。与刘婉一样存有疑惑的还有苏俊。怎么回事？明明去年我查过是10年前改的，怎么现在变成17年了？苏俊一直嘀嘀咕咕，整场宴会都心不在焉。宴会刚一结束，他就急匆匆的离开。南蛮太子看到苏俊离开，也黑着脸跟在其身后离开。苏瑶刚想走，就被一个小太监叫住：“苏小姐，皇上有请。”苏瑶见状，让冬雪带着外祖父侯沈镇和舅舅沈从礼他们去金黄楼安顿。皇上是安排有使臣住的地方的，但是沈镇将嫌住在宫里不方便跟外孙女见面，便谢绝了。南蛮太子也谢绝了住在宫里，自己宫外另寻住处。苏瑶当然知道南蛮太子为什么这样，因为在宫里诸多不便，他干点什么会被皇帝知晓。知道南蛮太子要住宫外，苏瑶对着冬雪的低语：“冬雪，等会你出去告诉荣万妃，让她联合所有的酒楼。”这样。是，小姐。听到冬雪领命，苏瑶这才跟着小太监走。很快，小太监就带着他来到了御书房。皇帝此时撑着脑袋靠坐在龙椅上。苏瑶进来，先躬身行了一礼：“臣女参见皇上。”皇帝迟迟没有动静。苏瑶知道这是在给自己下马威呢。苏瑶也没有挑战帝王的严威，他忍着腿酸，硬生生蹲了1刻钟。皇帝看到苏瑶如此守规矩，这才懒洋洋的开口：“起身吧。”苏瑶闻言直起身子：“谢皇上。”“哼，你这回倒是表现的礼数周到。”皇帝冷哼一声。苏瑶知道皇帝是在说刚才自己跟他谈条件，要了一半海外人宝物的事情，知道皇帝心里憋着一口气，他没有搭腔。皇帝看苏瑶跟个鹌鹑一样，觉得没意思。行了，这回别装的鹌鹑了，方才如何，现在就如何吧。臣女谢过皇上。苏瑶闻言也不客气，大大方方的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皇帝摇了摇头：“你这丫头可真是无力不讨好。”苏瑶微微颔首，干脆大方的承认：“皇上看人果然精准。”哼！皇帝冷哼一声：“说说吧，你是怎么会说这海外人的话的？”皇帝背着手走到苏瑶跟前，上下打量着他。苏瑶仍旧是那一套说辞：“臣女自小便喜好看书，天南地北各类书籍臣女都通读过，无意中在一本书里面学了几句，便临时卖弄了几句。”“哦，是在哪儿本书学的？”皇帝质疑。苏瑶面不改色，将手伸进衣袖里，表面上他是将手伸进衣袖，实则他是通过衣袖从空间里面拿出一本以前在别的世界里做任务时收进空间里的英文小说书出来。“皇上请看，就是这本书。”皇帝接过书仔细端详，看了半天都没看懂。这些东西一个大宋字都没有，你如何看得明白？苏瑶挑眉：“臣女自小聪慧，旁人看不懂的东西，我能看懂。皇上无需纠结，这些东西您大致也是看不懂的。意思就是说我聪明，所以我才看得懂，说了你也不明白。”皇帝看到苏瑶那傲娇的样子，很想让人将她拖下去打个几10个大板子，但是他不能，因为现在苏瑶的身份不仅仅是苏有德的女儿了，她现在还是宇幽国镇国侯的外孙女。若是自己动了她，明日宇幽国的人定是会寻进宫里质问。想到这，皇帝心里莫名感到有几分憋屈。看到苏瑶还跟没事人一样，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皇帝只觉得心烦。他突然烦躁地挥挥手：“行了，你退下吧。那1000两黄金一会让人送回来给朕。”苏瑶假装一脸茫然：“皇上，您是何意？那1000两黄金
不是您赏给我的吗？皇帝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你这丫头，给你带你颜色，你就开染房是吧？来人，给朕打！苏瑶听到这，不敢再挑衅皇帝，赶紧改口：皇上，臣女一会就让人将1000两黄金送回来。他说完，快速行了一礼，转身离开。皇帝听到苏瑶的话，气这才消了些许。臭丫头，得寸进尺，看我不收拾你！他嘀咕两句，转身回到了龙椅上。看到躺在案桌上的律法书，皇帝脸色又凝重起来。到底是谁动的手脚？苏瑶刚出宫门口，就看到被2个侍卫推着的慕寒。慕寒看到苏瑶，对着他点了点头。苏瑶也点头回应：苏小姐，可有空？苏瑶正好也有话要跟慕寒说，便点了点头。慕寒见状，伸手做出一个请的姿势，邀请苏瑶上马车。苏瑶也没避讳，上了慕寒的马车。当然，现在也没什么避讳的，因为2人两情相悦的事情已经传遍京城。慕寒在苏瑶上了马车之后，也在侍卫的帮助下上了马车。苏瑶看着慕寒在马车里还坐着轮椅，没忍住轻声开口：总是坐着这个东西，不累吗？慕寒搭在轮椅把手上的手轻轻颤动，犹豫片刻，他还是将脚从轮椅上踏出，与苏瑶对而坐。苏小姐是如何得知我的腿没事的？3年前你的腿还是我接的，以我的医术不会将你的腿治坏。苏瑶满是自信。慕寒看苏瑶都自己主动挑明了，也没再藏着掖着。他一直想好好与苏瑶道谢。慕寒几乎没有犹豫，单膝跪到苏瑶跟前，感激地看着苏瑶：苏姑娘，3年前多亏了你，我大宋将士才能成功击溃南蛮，我也才能捡回一条命，一直想当面谢你，今日总算有机会。苏瑶看到慕寒给自己行礼，忙拱手回了一礼：九王爷言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也只是尽我绵薄之力罢了。第70章，家丑不可外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慕寒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苏姑娘，若是大宋人人有你这等觉悟，怕是再无一国能侵犯到我大宋。若是人人能读书识字，明理懂事，定是都懂得保家卫国的。苏瑶轻声叹息，人人能读书识字。慕寒暗暗将这句话记在心里。马车很快停了下来，慕寒重新坐到了轮椅上。苏姑娘，到金黄楼了，可要去进去坐坐？自己外祖父已经安顿在这儿了。苏瑶本就没打算回相府，于是便点了点头。2人来到了上次那个房间，刚推门走进去，苏瑶就看到了满桌子饭菜。苏姑娘，方才我看你在宴上仅仅吃了几口糕点，若是不介意，便陪我再吃些吧。慕寒说着，帮着苏瑶盛了一碗饭。苏瑶看着慕寒贴心的举动，心中微暖。多谢王爷，如此我便不客气了。苏瑶也有些饿，便没再客气。2人没再说话，静静的各自用饭。很快，苏瑶就吃完了。慕寒早就吃饱，看到苏瑶放下了筷子，他也将筷子放下。王爷，饭菜很好吃，多谢款待。苏瑶净完手，从椅子上起身。你吃得惯便好。慕寒微微颔首。若是九王爷无事，我就先去见一见我外祖父了。看慕寒迟迟不说话，苏瑶便提出离开。慕寒也没有拦着。不过苏瑶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没忍住开口询问：你为何不愿嫁我？苏瑶顿住，他转头看到慕寒正忧郁地看着自己。我只嫁心意相通之人。苏瑶说完便打开门走了出去。慕寒怔怔地留在原地，心意相通之人。一直守在门口的冷风听到自家主子一直在那里反复嘀咕一句话，没忍住进来解释：主子，我看着苏姑娘也不排斥您，您主动些，多邀请她一同去玩，相处久了自然不就心意相通了。慕寒听到冷风的话，双眸亮了几分。冷风，记你一功。苏瑶这边很快来到了专门给外祖父他们准备的房间。叩叩叩，外祖父可用饭了。沈振江一直在等着苏瑶，听到苏瑶的声音，忙让沈从礼将门打开。你这丫头总算来了。苏瑶笑笑，外祖父和舅舅过来，我怎会不来？沈振江伸手宠溺地拍了拍苏瑶的额头。好了，过来看看外祖母和舅母他们给你准备的东西。苏瑶闻言，跟着沈振江来到一个大箱子前。沈从礼伸手将大箱子上面的锁打开，箱子打开，露出里面一大箱各式各样衣服，春装、夏装、秋装、冬装，里衣、外衣、袄子、马甲，应有尽有。这些衣服是你外祖母和舅母准备的。沈从礼说完，拿了件衣服出来，比对了一下长度。哎，先前你舅母怕你穿不上，特意做长了些，没想到正好。苏瑶看着精致的衣裙，脑海里浮现出2个温婉妇人的身影。外祖母和舅母他们可还好？好着呢，就是时常惦念着你，盼着你去看看他们。沈从礼说着，无奈地叹了口气。哎，按我说这儿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干脆收拾东西，跟我们回雨幽国算了。从礼说的不错，在雨幽国
有我们护着，定是无人能让你受委屈。沈振江抚着胡须，郑重道。苏瑶微微摇头，我的产业，我的人脉都在大宋，大宋自然就是我的家。沈振江叹了口气，没再继续劝下去。三人又聊了一会，这才各自去休息。苏瑶没回襄府，直接在金黄楼歇下了。苏有德一直在丞相府等着苏瑶，想跟他联系联系感情，维护一下父女之情，结果等到半夜都等不到人，心中燃起无名之火。刘婉看到苏有德情绪不对，立马上前火上浇油。老爷，这丫头夜不归宿，这是去哪儿了？亏您还关心她的安危，苦等一夜。苏有德本来还能忍的，听到这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将手里已经凉透的茶盏砸到地上，乒乓，一个女儿家夜不归宿，成何体统？苏玉如看到父亲发脾气，勾了勾唇，她放缓声音，假装帮苏瑶说话，说出来的话却是在火上浇油。爹爹别生气，姐姐没回家，一定有她的道理。对了，姐姐不是与那九王爷两情相悦，兴许她是去找九王爷了呢。苏有德一听更生气，他此时已经认定苏瑶是直接跟九王爷厮混在一起了，但他怂，又不敢大半夜的去九王爷府要人，只能愤愤甩袖离去。没教养的丫头，看我明日怎么收拾她！丢下一句话，苏有德便大阔步离开。刘婉和苏玉如看到苏有德怒气冲冲的离开，相视一笑。娘，这下那丫头明天有苦头吃了。放心吧，你爹最讨厌不守妇道的女子，他一定会严惩苏瑶的。苏玉如眼里闪过期待的神色。第二日，苏有德早早就让人进宫告假，穿戴整齐的在前厅等待苏瑶回来。然而他等了一日都不见苏瑶回来，等不到人，只能派人出去找。这一找才知道苏瑶在金黄楼。苏有德立马怒气冲冲的上了马车。金黄楼，逆女，还不快跟我回家！刚到金黄楼门口，苏有德便愤怒的吼了出来。他这一声吼叫，引得众人纷纷驻足围观。经过昨日的事情，众人对苏瑶的印象已经有所改观。这不是苏丞相吗？苏丞相怎么来了？他是来找谁？你没听到吗？逆女，苏丞相一共就2个女儿，他的二女儿苏玉如就在其身旁，想必找的应该是大女儿苏瑶。苏瑶不就是昨日那个在宫宴上压了南蛮一头的那个女孩？对对，就是她。昨日若不是有这姑娘，南蛮估计要好一阵阴阳咱们大宋。你不知道啊，听我在宫里当差的表侄子的小姨子说，当时所有人都说不出那海外人的话，南蛮太子一直在讽刺咱们大宋人没用。苏瑶就在这时站出来，用流利的海外话狠狠地打了南蛮太子的脸，啧，那叫一个爽啊！这么说，苏瑶还是个忧国爱国姑娘？可不是，昨日咱们大宋争了好大的光呢。啧，苏瑶虽然相貌不行，但是心性纯良，也是个好姑娘。可不是，这么好的女儿，苏丞相做梦都应该笑醒。他这是在做什么？不知道苏丞相这是魔怔了吧？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苏有德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早已气昏了头。你们说这逆女好，熟知这逆女都干了什么？苏玉如勾唇，扶住父亲苏有德，爹爹别气坏了身子，左右姐姐不过是夜不归宿而已，他人是安全的便好。众人听到苏瑶一个闺中女子竟然夜不归宿，齐齐谢了声。这时候苏瑶也收到了苏有德来找自己的消息。苏有德来找我，他何时关心我的死活了？苏瑶猜着应该又是那2个搞的事情。他放下毛笔，你自己在此练一会，一会我来看。宋雨柔点了点头，继续专心致志的画画。苏瑶整理好衣服，开门下了楼。苏有德看到苏瑶，立马指挥家里的家丁侍卫，来人，将这个不知羞耻的逆女给我绑回家。侍卫们得到苏有德号令，立马拿着绳子蜂拥而上。我当是谁如此不知礼数？大庭广众之下喧哗，原来爹，不知您这是在做什么？苏有德看到苏瑶那散漫无畏的眼神，更加火冒三丈。逆女，昨夜1日未归，你这是去哪了？苏瑶挑眉，怎么？爹这是不知道我外祖父和舅舅来了吗？外祖父来了，我岂有自己缩在家的道理？自然是要在其左右侍奉，尽你一片孝心。你昨夜不是去九王爷府里了？苏有德听到苏瑶的话，有几分错愕。苏瑶深深地看了一眼苏玉如和刘婉，看来是有人把爹当成猴耍呢。苏有德脸上愤怒的表情有几分皲裂，他转头询问地看向苏玉如，玉如，不是你说苏瑶昨夜九王爷府里的吗？苏玉如一脸无辜，爹爹，玉如只是担心姐姐的安危，所以才猜测而已。苏瑶似笑非笑地看着苏玉如，那妹妹真是猜得不准呢。他说着凑近了苏玉如几分，戏谑地开口道，呀，妹妹，你年纪轻轻的，脸上怎么会多那么多皱纹呢？苏玉如听到苏瑶的话，下意识就捂住脸。刘婉伸手安慰似的拍了拍苏玉如的手，玉如，你的脸哪儿有什么皱纹，别听他瞎说。反应过来以为是苏瑶在诓骗自己，苏玉如镇定下来。
你休想诓我！苏瑶没回应苏玉茹，转头看向柳婉。柳姨娘的脸才是最严重的，瞧瞧这眼角的皱纹，都快能夹死一只苍蝇了。你们最近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呀？柳婉闻言，立马下意识去抚摸自己的眼角。当摸到自己的眼角皱皱巴巴，她顿时慌了神。饶是心里害怕，她表面也只能强装镇定。呵呵，人都有衰老的时候，我年纪大了，自然是会如此。苏瑶似懂非懂的点头，原来是这样。她转头看向苏有德，爹往后要质问什么，可得查清楚为好，否则平白无故污蔑了你女儿的名声不说，还让人觉得您很蠢。苏有德听到苏瑶的话，火气蹭得又涨起来了。不管如何，你也是夜不归宿，一个女儿家住在外面成何体统？他怒不可遏，甩袖离开。苏瑶挑眉，静静地看着几人离开。刘婉走的时候，一直不自觉地伸手摸向自己的眼角。玉茹，娘真的老了吗？苏玉茹整日跟母亲待在一起，自然是看不出她的变化。娘，您别听苏瑶瞎说，您容貌不仅没变，我感觉还年轻了些许呢。刘婉听到女儿的话，心里放心少许。此时两人都不知道，这一刻的不注意，让他们后来追悔莫及。苏瑶将人打发走了，刚想转身回去，就被一个长相粗犷的侍卫拦住去路。苏姑娘，我们家太子有请。苏瑶挑眉，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实属不合礼数，劳烦替我转告你们太子，有话可到这大厅聊。在大庭广众之下，侍卫也不能做什么，他无奈只能去回话。南蛮太子听到侍卫的禀报，脸上闪过怒气。好，拒绝我是吧？我让你后悔。来人，将他想办法给我绑来。一旁戴着斗篷的男人闻言，不认同的开口阻止。太子，这样不好吧？若是被人知晓……南蛮太子邪恶一笑，被人知晓更好，被人知道他与我共处一室，这样我就不用大费周章的拉拢他了。披着斗篷的男人皱了皱眉，但没再说什么。苏瑶自然料到自己这般回绝南蛮太子会被他恼羞成怒，用其他手段报复，所以苏瑶回去后便将瑶姬调到了自己身边，以防万一。小姐，刘婉开始想方设法要回那些铺子了。哦，苏瑶听到冬雪的话，嘲讽一笑。她是凭什么觉得人人都会给她这个丞相府夫人三分薄面呢？冬雪勾唇，兴许是之前身份用习惯了，觉得百姓都会给她薄面。走，去让她知道这些铺子是拿不回来了。苏瑶说着，便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上了马车。很快，几人就到了自家的铺子里。这是一家首饰铺子，收益很是可观，所以刘婉也是首先瞄准了这首饰铺子。苏瑶刚下马车，就看到坐在铺子里舒舒服服地喝着茶的刘婉。此时他正隐晦地说着让掌柜将这铺子还给他的话。掌柜的，这铺子一直是苏家的，我之所以让出来，只不过是手头急罢了。现在我手头宽裕了，这铺子便还回来吧。第71章，我母亲本就是你们害死的。掌柜听到刘婉的话，一脸为难。刘夫人，我只是一个掌柜，不是这铺子的东家，这我没办法决定啊。刘婉温婉一笑，那劳烦你将东家帮我请过来。掌柜的苦着一张脸，不知道要去哪儿找苏瑶。正巧这时候，苏瑶带着夏月和冬雪走了进来。掌柜的看到冬雪，立马将她认出。哎，东家来了。刘婉闻言，转头看向门外。当看到施施然走进来的苏瑶，刘婉整张脸都沉了下来。你说东家是谁？掌柜的也看到冬雪对苏瑶唯命是从，所以也猜出了苏瑶才是幕后的东家。东家是这位小姐，柳夫人，您有什么事跟这位小姐说吧。掌柜的说完，朝着苏瑶点了点头，然后回到柜台处理事务。刘婉听到掌柜的回答，眼睛瞪圆了几分。她仔细地回想起这些日子发生的种种，脑海里渐渐清明起来。苏瑶，是你，这些事情是你搞的鬼，你想要拿回这些铺子。苏瑶看到刘婉终于反应过来了，轻笑出声，啧，柳姨娘也不算笨嘛，这么快就猜出来了。苏玉茹此时还没反应过来，娘，你们在说什么？她是什么意思？这铺子是成了她的吗？苏瑶戏谑地看着苏玉茹，这铺子本就是我母亲的嫁妆，自然是我的。你们以为站了这么久就成了你们的了？苏玉茹听到苏瑶的话，眼里闪过几分事情暴露后的慌张。她凑到刘婉身旁低语，娘，怎么回事？这件丫头是知道她母亲嫁妆的事情了吗？刘婉看着反应慢半拍的女儿，很是无奈，她深深叹了口气。玉茹，你还没看明白吗？这些时日闹出的事情都是苏瑶在搞鬼，她想要以此来达到将这些铺子收回去的目的。苏玉茹愣了一下，什么？都是她搞的鬼？苏玉茹想到自己这些日子受了这么多冷眼，谩骂还有讽刺都是拜苏瑶所赐，顿时气红了眼睛。贱人，原来都是你！我就说那假神医怎么会找上我们，原来是你！
一切都是你在害我们！我要告官，你是和那假神医是一伙的，我要把你抓起来严刑拷问，砍你的头！”苏玉如越说越激动，眼睛都猩红起来。苏瑶脸上始终风轻云淡：“告官，哼，就算那假神医是我找来的，又有谁愿意相信你们这一对自私自利的母女的话？仅凭你们一面之词，就能定我的罪吗？”苏瑶的一番话让苏玉如气得脸色发青，然而他不知道苏瑶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们慌了神。对了，我还有件事没告诉你们呢。苏瑶笑着凑近两人：“其实我早就知道我母亲怎么死的了。”刘婉和苏玉如闻言，脸色齐齐一变，他们面露惊恐，往后退了一步，不敢靠近苏瑶，生怕苏瑶现在直接报复自己。刘婉稳定了一下心神，觉得苏瑶可能是在诈自己。“苏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母亲病死了，这个我们有目共睹。若是你愿我在你母亲死后当上了主母，你可以直说，但是你不能将你母亲的死赖到我们身上。”苏玉如也反应过来，连忙帮腔：“苏瑶，你好恶毒的心，还想将你母亲的死赖到我们身上？”苏瑶莞尔一笑，笑容里却没有半分温度：“没有呢，我没有想赖到你们身上，因为我母亲本就是你害死的。”刘婉看到苏瑶的笑，顿时脑海里浮现出沈从梦那张惨白的脸，脸色白了几分。苏瑶步步紧逼，柳姨娘不会以为下的是让人慢慢衰老的药，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吧？刘婉听到苏瑶准确地说出自己下的药，慌了神：“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他说着拉着苏玉如快步往门口走。“柳姨娘放心，您对我母亲这么好，我也会对您很好的哦。好到我母亲享了哪些福，你也要想一想。”刘婉闻言脚下一踉跄，整个人摔了出去。他顾不得仪容，爬起来拉着苏玉如慌慌张张地离开了。苏瑶看着两人落荒而逃的身影，邪魅一笑。夏月看到两人狼狈的身影，捂嘴轻笑：“呵呵，小姐，这刘婉回去怕是要吓得整夜都睡不着了。”苏瑶看着刘婉踉跄的身影，勾了勾唇：“睡不着更好，老得快，死得也快。”柳婉扯着苏玉如穿过好几条街，回到襄府门口，这才松了口气：“娘，您怕他做什么？他又没证据，知道了又能怎样？”刘婉愣了一下，方才他听到苏瑶的话，一下子慌了神，只想着赶紧离开，好想对策。现在仔细想想，苏瑶只是空口无凭，知道了也没什么，没证据根本奈何不了自己。玉如说的对，方才娘只顾着慌神了。刘婉一下放心不少，她不知道苏瑶根本就不在乎证据，她在乎的是能不能让这两人体会母亲的痛苦，折磨的死去。娘，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再怎么样他也拿您没办法。方才他这么说，自是想要我们不再去打那铺子的主意罢了。苏玉如轻声安慰母亲刘婉。柳婉想到铺子全落在苏瑶手里，冷哼一声：“哼，铺子落在他手里又怎么样？我一样能像之前一样从沈从梦手里拿过来。”娘，您最厉害了，这件人定是斗不过您的。苏玉如在一旁当棚眼。刘婉眼神幽深，不能让他蹦跶下去了，吩咐江嬷嬷加大药量。江嬷嬷收到消息，立马转头告诉了苏瑶：“哦，既然他这么想死，那便加大药量吧。”“是，小姐。”江嬷嬷闻言，兴奋地下去安排。第二日，刘婉一早起来便发现自己的眼角又多了几条皱纹，眼皮还耷拉下来，甚至出现了很多白头发。她想起苏瑶的话，心中隐隐不安。“张嬷嬷，你看我的脸，感觉又老了些许。”第72章惊现白毛妖怪。张嬷嬷本来想开口说并没有老，可当看到刘婉耷拉下来的眼皮和多出来的白头发，她整个人都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啊？夫人，您的眼皮怎么掉下来了？刘婉惶恐不安地照着镜子。张嬷嬷，你也发现了是吧？是那贱人，一定是那贱人搞的鬼。他觉得沈从梦是被我这样弄死的，他也想这样弄死我。刘婉越想越害怕，快去找俊儿，让他请那位神医帮我制药。刘婉说完，干脆自己去找儿子苏俊。很快，他就来到了苏俊的院子。俊儿，还没进门，刘婉便着急的大喊。房间里的苏俊听到母亲的声音，将桌上的斗篷收起来，放到床下的暗格，然后这才去打开门。娘，怎么了？俊儿，你快救救娘，那贱丫头想要娘的命啊！刘婉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苏俊听到苏瑶已经知晓他的母亲是被自己母亲害死的，眉头微微拧起。娘，你以后不要去跟他接触了，我会想办法让那位神医给你们把脉，看看是不是中了毒。刘婉听到儿子帮自己，顿时松了口气。好，娘以后不去惹他了。两人刚商谈好，苏玉如就哭着跑了过来。哥，你在哪儿？哥，玉如。刘婉迎了几步。苏玉如看到母亲更加委屈。
娘，您快看我的脸，我的脸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细纹？刘婉听到女儿的话，顿时更加断定自己是中了苏瑶的毒。看到女儿慌得不成样子，刘婉赶紧安慰她：“玉茹，别怕，娘已经让你哥哥找治好咱们脸的那个神医了，没事的，没事的。”苏玉茹听到母亲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娘，这是你怎么回事啊？您的脸怎么好像也苍老了许多？”“是那贱人。”刘婉点了点头。得到母亲的回答，苏玉茹顿时火冒三丈，她咬牙切齿地说道：“娘，这贱人三番两次害我们，这次咱们必须弄死他。”苏俊不耐烦地开口：“你们斗不过他，别来添乱了，以后离他远点儿。”想起自己还有事情要处理，苏俊语气越加不耐烦：“好了，你们先回去吧，我会跟沈姨沟通的，最迟今晚让他去帮你们查看。”刘婉看到儿子脸上烦躁的神色，不敢再停留。“好，俊儿你累了多多休息，切莫拖垮了身子。”苏俊听到母亲的关心，脸色缓和了些许。“我知道娘，你们回去休息吧。”“哎。”刘婉不敢再打扰儿子，连忙带着苏玉茹下去了。两人焦急地等了一日，终于在傍晚等到了人。“夫人，来，少爷请的神医过来了。”张嬷嬷说着，领着一个穿着一袭黑衣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刘婉看到女子，连忙上前迎接：“神医姑娘，这次又要麻烦你了。”女子没有回应，自顾自走到桌前，将脉诊拿出来。柳婉懂女子的意思，连忙示意女儿将手伸过去。苏玉茹也不敢在这时候耍性子，连忙一脸恭敬地将手放到脉诊上。只见那女子从衣袖里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搭在苏玉茹的手上。苏玉茹看到女子黑紫的指甲，愣了一下，但很快便回神关心起自己的病情。“神医姑娘，怎么样了？我的脸还有救吗？”那女子垂着眸子，不知在想什么。片刻后，她将手收回来，然后示意刘婉过来把脉，帮刘婉把完脉。那女子这才神色淡漠地开口：“你们确实中了毒，而且这个毒你们还很熟悉，速衰毒。”两人听到中的是和苏瑶母亲沈从梦同一个毒，顿时神色慌张起来。“神医姑娘，您能配制出这解药吗？”那被称呼为神医的女子勾了勾唇：“10年才能要人的命，这种小毒我自然能解出来，你们且等着吧。”女子说完，干脆利索地收拾东西走人。两人一听，齐齐松了口气。等女子走后，两人都瘫坐在椅子上。“太好了，娘，咱们有救了！”苏玉茹一脸庆幸，还好哥认识这神医姑娘，否则咱们就栽在苏瑶手里了。刘婉也长舒一口气，没想到这贱丫头竟然能弄到那种药，好在你哥厉害。“是啊，还好哥厉害。”第二日，女子便送来了2碗药，“这便是解药，我精心配制，你们喝了吧。”刘婉和苏玉茹闻言，忙接过药碗，将药喝了下去。喝完药，两人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多谢神医姑娘，多谢神医姑娘。”女子勾了勾唇：“行了，以后这种小毒莫要找我了。”她说完，自行离开。此时的她并不知自己给刘婉和苏玉茹喝喜爱的药，非但不会解毒，还会加重两人身体里的毒性。刘婉和苏玉茹此时也是沾沾自喜，两人也是没想到，这毒不是之前那种药性温和的慢性毒，而是毒性强烈的烈毒。但很快，三人就发现了。深夜，相府突然传出一声惊叫：“啊！来人啊！来人啊！抓妖啊！”苏有德半夜起身，发现自己身旁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顿时吓得滚下了床。他衣服都来不及穿，连爬带滚的出了房间，边跑边吼：“来人啊！快来人啊！”此时，刘婉也被苏有德的尖叫声惊醒。虽然听到苏有德的吼叫也心慌，但他还是快速的穿好衣服，想要起身去查看。然而，衣服穿到一半，他就发现了不对劲，自己的肩膀上披着白色的头发，自己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的。刘婉下意识就以为什么东西跟在自己身后，他猛地回头，谁在装神弄鬼？然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东西。他硬着头皮扯了一下自己肩膀上的头发，发现发根竟然连在自己的头上，这是自己的头发。意识到这个，刘婉一下跌坐在地。第73章，苍老10岁。他点上灯，迫切地来到镜子前，看到镜子里那苍老的脸和满头白发，刘婉顿时吓得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接晕死过去。此时爬出去的苏有德也被家里的侍卫扶了起来，他草草套上一件衣服，便带着10几个侍卫闯进房间。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在我相府装神弄鬼。苏有德进门，一眼便看到躺在地上披着满头白发看不清楚脸的身影。来人，给我打！我倒是要看看这是人是鬼。侍卫得到苏有德的吩咐，毫不犹豫的就把那个拳脚送了出去。一时间，房间里都是拳头打在肉上面的声音。打了好一会儿，苏有德觉得差不多了，让人将那披着白发的迎返过来。好了，别打死了，把他给我翻过来。
侍卫闻言，连忙拖着地上的身影翻了个面。这一翻，众人就愣在原地。躺在地上的人不就赫然是刘婉吗？虽然他此时脸上都是皱纹，还满头白发，几个侍卫还是依稀将人认了出来。这好像是夫人，好像是的。一众侍卫顿时面面相觑。苏有德听到侍卫的话，愣了一下，他举着油灯凑近了些许，发现果然是刘婉。怎么回事？苏有德看到这，有些懊恼。快将夫人扶起来，请郎中。侍卫们闻言，连忙让婢女进来扶起刘婉。苏有德看着刘婉满头的白发，心里既疑惑又头疼。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搞成这个模样？真是奇了怪了。消息很快就传到苏玉茹和苏俊里，两人匆匆赶来时，刘婉脸上的伤已经高高肿起来。娘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苏玉茹看到床上那披着满头白发、脸肿得不堪入目的母亲，一脸错愕。苏俊脸上也有些不解的神色，不过看到母亲那满头白发，他大致猜出了原因。爹，娘脸上怎么这么多伤？还有她的头发，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苏玉茹满脸焦急。苏有德脸上闪过尴尬，我方才睡醒，想去茅房，睁开眼睛看到白色的头发，吓了一跳，便以为是什么邪物作祟，吩咐人将其制住。没想到这邪物竟然是你娘，你娘这头发为何是白的？这我就不得而知。苏玉茹听到父亲的话，脸上有片刻的失神。怎么会这样？那神医姑娘明明已经将解药给我们喝了。苏玉茹慌忙抓住一旁苏俊的衣袖，哥，这怎么回事？我和娘明明服用解药了的。苏有德听到两人的话，立马从中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还不快从实招来！苏俊眉头微蹙，他瞪了一眼苏玉茹，示意他不要乱说，这才回答父亲苏有德：爹，不过是娘和妹妹吃错了药罢了，我让人给他们看看便好。您明日还要上早朝，先去休息吧。娘这，我们先照顾着。苏有德看到儿子神情认真，便没再纠结。俊儿你大了，知道替父亲忧心。如此，那你母亲这边你们就多多费心吧。苏俊对着苏有德拱拱手，将他送了出去。苏玉茹看着父亲匆匆离开的背影，咬了咬牙：哥，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爹爹实情？我要告诉爹是那个小贱人将娘害成这样的。苏俊看着这个只会咋咋呼呼的无脑妹妹，有些头疼。蠢货，你难道想当年母亲给沈从梦下毒害死他那件事公之于众吗？苏玉茹梗着脖子：那又怎么样？爹早就知道了，他知道了就是默认允许我们这样做。苏俊深深地看了苏玉茹一眼，爹是知道，但是爹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知道。你可想过后果？苏瑶现在可是与幽国镇国侯的外孙女，若是那镇国侯知晓沈从梦的死是爹默认允许的，你说爹逃得了干系吗？苏玉茹咬了咬唇。那现在怎么办？苏俊看着床上躺着的母亲和只会拖后腿让自己善后的蠢妹妹，深感无力。他多么想直接不管这两人，可他们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是自己的胞妹。苏俊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郁闷。你照顾好母亲，我去找神医姑娘。苏俊丢下一句话，便快步离开。很快，他就找到那穿着一袭黑衣的女子的住处，一座雅致的庭院。梅云姑娘。苏俊对着女子拱拱手。怎么了？女子坐在一堆药罐旁，几个侍女在勤勤恳恳地看着火，随着他们手中的扇子扇动，空气中漂浮出阵阵血腥味。苏俊闻到这股血腥味，顿时有些反胃，不过他不敢有少的表露，脸上越发谦卑。梅云姑娘，恐怕又要麻烦您了。哦。女子掀开脸上的面纱，露出那张光滑白皙的有点不正常的脸。我母亲和我妹妹的毒好像没解，不仅没解，反而还严重了。苏俊看到女子的脸，连忙低下头。女子挑眉：没解，这就有些奇怪了。他说着收拾好需要用的东西，带我去。苏俊忙点头，走在前面带路。苏玉茹虽然在刘婉房中，却一直在照镜子。看到镜子里面苍老了10多岁的脸，他心里既焦急又害怕。听到有脚步声，猜着是哥哥回来了，苏玉茹赶紧走出去，看到果然是苏俊，而苏俊身旁还跟着那女子，忙出去迎接。哥，神医姑娘，你们终于来了，快看看我的脸，这是怎么了？那毒没解吗？苏俊看到苏玉茹根本不顾床上的母亲，着急的凑上来，烦躁的不行。玉茹，你先让开，让姑娘先去看看娘。苏玉茹闻言，终于想起躺在床上的母亲。对，先去看娘，先去看娘。苏玉茹从始至终都守在那女子身旁，好似怕她跑了一般。梅云进门，一眼就看到躺在床上满头白发的刘婉。看到刘婉的模样，梅云脸上毫不意外，但是嘴上却似乎很惊讶。第74章，莫寒有约。怎么回事？这毒非但没解，还越发严重了。
把完脉，梅云脸色有几分凝重。苏玉如听到梅云的嘀咕，焦急地凑上前：“神医姑娘，怎么样？我娘好点了吗？可以帮我看看了吗？”梅云看到苏玉如一直往自己身旁凑，嫌恶地扫了他一眼：“你们这毒我解不了，另寻高就吧。”他说完，干脆利落地收拾东西，转身就走。啊！苏玉如没想到梅云直接来这么一句，看到梅云转身就走，她慌了：“神医姑娘，您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们的毒还没解呢。”感受到生命正受到威胁，苏玉如几乎没有犹豫，扑通一声就跪到梅云面前：“神医姑娘，求您救救我们，求您救救我们！”梅云看着苏若云祈求的神色，嘲讽一笑：“苏俊，你妹妹可真是一点不像你。”苏俊看着跪在地上的苏若云，眼底闪过几分嫌弃，他拱拱手：“梅云姑娘多担待，若是梅云姑娘还有解救之法，还请姑娘施以援手。”苏俊感激不尽。梅云双眸直勾勾地盯着苏俊：“哦，只是感激吗？”苏俊将头低了低，他咬着牙开口道：“若是能就把那个母亲和妹妹治好，苏俊愿为姑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梅云勾了勾唇：“既然如此，你先帮我做一件事吧，做好了，我便耗尽自己的功力帮你救你母亲和妹妹。”苏俊想起方才在梅云房间闻到的血腥味，顿时猜到了梅云要自己做的是什么事情。姑娘但说便是。梅云邪魅一笑：“你跟我来。”苏俊用眼神示意苏玉如回去，便跟着梅云离开。很快，苏俊就再次来到梅云的住处，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充满了血腥味的房间。梅云看到苏俊皱起眉头，勾了勾唇：“你应该知晓我让你做什么了吧？”苏俊拱手：“梅云姑娘请说。”梅云看苏俊装作不知道，嘴角的笑容越发幽深：“你应该听太子说了，我今年已经是50多岁高龄。”苏俊闻言看了一眼梅云那光滑到有些不同寻常的脸，梅云姑娘保养得当，丝毫看不出年纪。梅云哈哈哈一笑，她伸出手让苏俊看。苏俊看到梅云那几近干枯的手，心里忍不住一阵战栗。看到我这手了吧？原先我的手也和我的脸一般娇嫩光滑，可最近要吃完了，手就变成这番模样了。啧啧。梅云满脸惋惜地看着自己的手，她说完，走到药炉旁，端起一碗泛着血腥味的药，喝了下去。药一喝下去，那干瘪的手立马回春，渐渐膨胀。仅仅片刻，梅云的手就如同少女的一般娇嫩无比。苏俊看到这，瞳孔猛地缩了缩：“梅云姑娘，我没猜错的话，这是人血。”梅云赞赏地看了一眼苏俊：“你倒是挺聪明，不错，这是人血，且是未出阁女子的血。”听到这，苏俊知道了梅云想要自己做什么，他眼里闪过挣扎。梅云甩袖，坐到椅子上，风轻云淡地说道：“苏俊，你帮我捉20个未出阁的女子来，我帮你解了你母亲和你妹妹的毒，如何？”看到苏俊眼里的挣扎，梅云悠悠开口：“考虑清楚，那怎么说也是你母亲和你妹妹的命。”苏俊咬了咬牙：“梅云姑娘等着便是。”苏俊说完，拱拱手走了出去。梅云看着苏俊离开，露出得逞的笑容。梅云身旁的侍女看苏俊走远了，这才敢开口：“姑娘，这不是咱们南蛮抓了大宋的女子，会不会有事吗？”梅云无所谓的摆摆手：“南蛮抓太多了，反而不好下手。这大宋的人都没有防备，丢几个女子，想必没人会注意。行了，你下去准备接人吧。”侍女行了一礼，快步下去准备。小姐，昨夜刘婉被丞相当成妖怪打了一顿，您不知道那刘婉现在成什么样了呀？啧啧，我去看了，披着满头白发，还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活脱脱一个老妖怪，可惨了。夏月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刘婉的惨状。王嬷嬷听得津津有味。哦，那苏玉如呢？苏瑶嘴角噙着畅快的笑意。苏玉如脸上也老了好几岁，听说昨夜全是她的尖叫声了。夏月满脸兴奋：“小姐，这下好了，刘婉和苏玉如没几天好活了。”啧啧，真好，让他们也尝尝快速老死的滋味。我还听说那苏玉如与二皇子的婚事已经有眉目了，现在苏玉如一下老了10岁，不知这二皇子是否还会要她呢？二皇子想拉拢苏有德，就算苏玉如变成80岁老太，他也是要娶的。苏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觉得今日的茶水格外的爽口。哈哈，那这二皇子的口味未免也太重了些。夏月想到那个场景，就一阵恶寒。就在几人调笑的时候，冬雪拿着一封帖子走了进来。小姐，九王爷派人送了帖子过来。苏瑶接过帖子，看到上面龙飞凤舞的大字，挑了挑眉。她将帖子打开，仔细的查看起来。小姐，上面写了什么啊？夏月好奇的将脑袋凑过来。苏瑶将帖子合起来，九王爷邀我去月落山祈福。月落山？王嬷嬷听到这个名字，和冬雪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闪过奇怪的神色。怎么了？月落山是什么地方？
苏瑶看到两人莫名其妙的眼神，有些疑惑。小姐，月落山就是一座风景较为好看的山而已，不过山上有一座庙。王嬷嬷开口解释。哦，一座庙。冬雪接话，一座月老庙。苏瑶听到这，脸色不自觉泛红起来。慕寒约自己去这个地方是什么心思？苏瑶自然是能猜到的。小姐，可要安排行程去？冬雪轻声询问。苏瑶没着急回答，而是开口询问：那南蛮太子最近是何动向？回小姐，南蛮太子最近都有派人看着咱们，他的人不是出现在金黄楼，就是在咱们府外四处。我想，因是您拒绝了与他商谈，所以他守着您，等着找机会对您下手。苏瑶挑了挑眉，既然如此，一直躲着也不行，那便出去走走吧，总要给南蛮太子一丝机会的。冬雪闻言，拱拱手，下去给慕寒回话。第75章，月落山之行。慕寒收到苏瑶的消息，顿时欣喜不已。他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房间里不断来回踱步。冷风，他真答应了。冷风颔首，主子，千真万确，是苏瑶小姐身旁的那个贴身丫鬟亲口跟我说的。慕寒闻言，放心下来。这次你的主意不错，记你一功。冷风嘿嘿地笑着，谢主子。慕寒摘下自己的面具，看到自己经历过风霜的脸，顿时想起苏瑶那张柔嫩白净的小脸，想象到自己今年已经20有4，而苏瑶这才17岁，慕寒顿时有些着急。冷风，你过来帮我选身衣服，要看起来年轻些的。哎，主子来了。冷风乐颠颠的去给慕寒选衣服。主子，这套吧，苏瑶姑娘喜穿素雅的颜色，您穿这个颜色正好与她相配。冷风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放在慕寒身上比对。慕寒想起每次见苏瑶，她身上几乎都是月白色的长裙，点了点头。那就这件吧。哎，冷风闻言将衣服拿出来叠好放在一旁。做完这件事，他就又要出去。等一下，慕寒及时将人叫住。主子。冷风疑惑地看着慕寒。慕寒思索片刻，朗声道：山间蚊虫多，你再去准备些驱虫药。哎，冷风乐颠颠地下去准备。冷雨看到冷风在捣鼓这些东西，一脸不解。你一个大男人，准备这些东西做什么？冷风神秘一笑，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等着看，咱们府里很快就不是死气沉沉的了，女主人指日可待。冷雨挑眉，是吗？冷风伸手一把拦住冷雨，到时候让女主子给你配一个美娇娘。冷雨听到冷风的话，脑海里不自觉闪出一张嘴里塞满东西、鼓鼓囊囊的小脸。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他慌忙摇头，驱散那份心思。随你，我去轮值了。冷雨丢下一句话，便冷着脸快步离开。冷风看着冷雨这么不经斗，摇了摇头，没意思，和那女人一样，一句玩笑都开不得。第二日，苏瑶便早早起身，穿戴整齐，用了早膳便上了马车。小姐，您不等九王爷了？夏月看到自家小姐上了马车就要走，有些疑惑。既然约在了那月老庙，等她做什么？夏月挠挠头，这样吗？好了，你乖乖待在家吧。夏月听到苏瑶的话，委屈巴巴的将伸出去的脚收了回来。好吧，那冬雪和王嬷嬷陪着小姐去吧。苏瑶听到夏月委屈巴巴的声音，无奈摇头。若是无聊，出去买些吃的打发时间。她说着，解下自己的钱袋丢了出去。夏月看到钱袋飘出来，连忙伸手稳稳接住。嘿嘿，谢小姐。苏瑶无奈笑笑，走吧。哎，王嬷嬷点了点头，挥动手里的鞭子。夏月目送着马车离去，这才乐颠颠的去集市买好吃的。可准备好了？苏瑶掀开车帘，看马车缓缓驶入山林。回小姐，瑶姬已经带着暗卫跟在左右。冬雪恭敬的给苏瑶泡茶。苏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那便好。几人的马车离开后，一队人马立马出现在路口。小心些，别被发现了，找个静谧无人的地方动手。若是他不愿意来，就绑住装进麻袋；若是他性子烈，宁死不配合，那就直接杀掉。是。慕寒这边收拾完毕，准备出发，就听到了苏瑶已经先行一步离开的消息。主子，苏瑶姑娘已经上马车，先走了。慕寒上马车的动作一顿，冷雨纠结片刻，还是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主子，我还发现有一队人马跟在苏瑶姑娘身后，目测20多人，个个武功不凡。慕寒眉头微蹙，他果断从马车上下来，转身翻身上了马。我骑马去，你们随后。丢下一句话，慕寒便挥了挥手里的马鞭。驾！冷雨和冷风对视一眼，两人也找来马，追了上去。此时，苏瑶的马车已经驶进了山里，路越来越小，林子越来越密。路过一片竹林的时候，竹叶沙沙作响。来了！苏瑶勾了勾唇。
冬雪从马车另一侧抽出2把长剑，递给苏瑶一把。小姐，拿着防身。苏瑶接过剑，随手放在小茶几上，然后伸手拔下头上碍事的流苏发饰，拿出束发带，就把那个头发高高挽起。挽好头发，苏瑶又看向自己的衣裙，有些碍事了。看到衣摆过于长了，苏瑶随手将衣摆扯下。做好这一切，苏瑶整理了一下衣服，好些时没运动了。冬雪微微颔首，看到苏瑶衣袂飘飘的衣裙，冬雪有些不忍。小姐一会小心些，莫要让污渍沾了身子，这些杂碎交给我们便好。放心吧。苏瑶不在意的摆摆手。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稀碎的脚步声。第75章，我有心仪女子。苏瑶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苏瑶掀开车帘，便看到20多个蒙着脸的高壮男子，为首的男子手里拿着一个麻袋。你们找苏瑶做什么？那为首的男子看到苏瑶脸上的面纱，眼底闪过幽深，知道苏瑶是不会轻易跟自己走了。他环视一圈，确定没什么人，二话不说给手下打了个手势。手势一出，20多个人齐齐朝着苏瑶冲去。苏瑶捏紧手里的剑，神色冷然地看着这些人。就在那蒙面人的手要碰到苏瑶的时候，苏瑶一个侧身，将手里的长剑挥出，唰，地上一下出现好几只断手。啊！苏瑶伴随着尖叫声跃到车顶，想抓我就找些有能耐的人来，这点功夫连我那最菜的丫鬟都打不过。正在开开心心的吃着糖葫芦的夏月，突然感觉鼻子很痒，阿秋的打了个喷嚏。谁在惦记我？是小姐想我了吗？夏月挠了挠头，继续美滋滋的吃着手里的糖葫芦，殊不知自己此时已经被盯上。角落里2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正紧紧盯着夏月。就这个了，只知道吃，一看就好骗，而且身边还没人，那怎么抓他？笨，他好吃，你去找点香味浓的东西，将他诱骗过来不就行了？哦，是哦。此时苏瑶还在大杀特杀，全然不知自己那呆瓜侍女要被抓走了。小姐，您去换身衣裙吧，这里我们来。冬雪看到苏瑶衣裙上沾染上了点点血红，皱了皱眉。苏瑶闻着衣服上的味道也很是不舒服。既然如此，你们来解决吧。他说着转身回上了马车。冬雪和瑶姬齐齐守在马车前，一前一后的护着苏瑶。那些蒙面人看到冬雪瑶姬招招是杀招，犹豫着不敢向前。怎么办？这娘们不单自己功夫好，身边的侍女也不是等闲之辈。为首的蒙面人看着地上的残肢断臂，心口隐隐发痛。既然他不配合，那便下杀招吧。拿梅云姑娘的夺命伞来。是。一个蒙面人拿出一个布包，交到为首的蒙面人手里。为首的蒙面人迅速打开布包，拿出里面被布包裹了好几层的药包。摒弃后退。为首的蒙面人丢下一句话，便奋力跃到树上。借着风力，他将手里的药包往苏瑶的方向高高扬了出去。看着药粉往苏瑶那边飘，蒙面人眼里闪过痛快。都受死吧。他本以为会看到苏瑶身边的侍女四处逃窜保命的情况，然而事实却是，冬雪和瑶姬看到那些粉末，眼皮都不抬一下，脚都不挪一步，而那些粉末飞扬到他们身上，好似灰尘路过一般，一点都没影响他们。怎么回事？难道拿错了？那为首的蒙面人瞪圆着眼睛，眼里满是不敢置信。他已获得看着布包上残余的粉末，看到一旁的手下，男人咬了咬牙，跳下去就将那个布包递到几个手下跟前。几个下毫无防备，将那药吸进肺里，下一刻便一个接着一个栽倒在地。随后七窍慢慢溢出红色的血液。男人看到几个手下就这么惨死，一瞬间懵了，反应过来，他的眼睛猩红起来。苏瑶，你又害死我一个兄弟！瑶姬看着男子自己害死手下，还要将过错赖在自家小姐头上，不悦地皱了皱眉。要点脸，是你拿手下试药，他才会死的。男人双手微微颤抖，若不是你们必不可能乖乖就范，我又怎会拿出这种药？瑶姬嫌恶地扫了眼男人，真是个孬种。他说完提剑朝着快速男人掠去。男人捂紧手里的大刀，迎面砍去。枪！刀剑相交的那一瞬，火花四溅。男人去瑶姬斗了片刻，自知打不过瑶姬，他眼神开始在马车上扫视，知晓有这2个人在，自己是无法靠近苏瑶了。他索性将手里的大刀狠狠甩了出去。唰！冬雪正在解决剩余的蒙面人，余光看到大刀朝着马车袭来，抬手将自己手里的剑甩了出去。枪！大刀被长剑打中，偏向一旁。男人看到这，眼里闪过不甘，他夺过手下的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马车。瑶姬和冬雪看到这，齐齐回到马车旁护住苏瑶。然而他们也没料到，
男人这次的目标不是苏瑶，而是马儿。在瑶姬的剑刺进男人心口的那一刻，男人手里的大刀也刺进了马儿的腿里。吁！马儿吃痛，嘶吼一声便疯跑起来。慕寒赶到，环视一圈找不到苏瑶的身影，视线立马锁定在马车上。看到马儿疯跑着出去，他赶紧骑马来到马车边。苏瑶别怕，我来了。慕寒说着，纵身一跃到马车上，抓住缰绳，试图控制马儿。欲要跳车，苏瑶听到慕寒的声音，鬼使神差的将脚收了回来。他掀开车帘，便看到慕寒那宽阔的背影。慕寒感受到视线，回过头，马儿一时半会是停不下来了，我带着你离开。慕寒说着，伸出手到苏瑶跟前。苏瑶犹豫片刻，将自己的手附了上去。慕寒抓紧苏瑶的手，将人往怀里一带，然后揽着苏瑶的腰肢，运气飞跃出去。苏瑶看着慕寒那戴着面具下微颤的睫毛、泛红的耳根，心思微动。他伸手快速将慕寒的面具揭下。慕寒感觉脸上一凉，想伸手去护住面具，可已经来不及。苏瑶，慕寒低呼一声，将苏瑶轻轻放到地上。见到苏瑶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脸，慕寒脸上升起一抹绯红。怎么了？不能看看吗？苏瑶直勾勾地盯着慕寒那张英气冷峻的脸。慕寒闻言连忙解释，不是，你随时都能看，只是我今日……看到一向冷静自持的慕寒慌了神色，苏瑶起了逗弄的心思，你今日怎么了？慕寒伸手在自己的下巴挡了挡，今日未好好洁面，瞧着有几分老气了。苏瑶看到慕寒是在挡自己的胡茬，不由得哈哈一笑，哈哈，九王爷，我先前以为你是不苟言笑的人，没想到你这般有意思。听到苏瑶说自己有意思，慕寒嘴角不自觉翘了几分。见笑了，我平日不是这般。哦，那你平日是哪般？苏瑶有意浓浓慕寒，凑近他，笑意盈盈地看着他。慕寒看着少女那双亮晶晶的眸子，眼神微微躲闪。我平日素来好整洁，脸虽然比不得那些17、18岁的奶油小生，但也还尚可。听到慕寒的解释，苏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哈哈，没想到九王爷对自己的外表竟然这般在意。慕寒看了一眼笑得明媚的少女，先前不在意，现在在意了。哦，那是为何？苏瑶其实隐隐猜到了原因，但她还是假装一脸不知情。慕寒思索片刻，决定正视自己的感情，将该说的话说出来。现在在意，是因为有心仪的女子了。哦，九王爷还有心仪的女子，真是稀奇。不知是谁这般幸运，能得九王爷喜欢。第76章，月老庙解签。苏瑶不知道自己此时的眉眼已经溢满笑意，话语里还都是期待的意味。慕寒深吸一口气，认真地看向苏瑶，苏姑娘，自从金黄楼那一剑，我脑海里便日日出现你的身影，后来才知我是以对你心生爱恋才会如此。这些日子我反复思索，发现我倾慕你的才情，敬佩你的爱国大义，思恋你的样貌。如是你愿意，还请你嫁与我。苏瑶听到这直球的表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九王爷，没想到你如此有意思。慕寒看到苏瑶的笑，心里的紧张缓和了不少。你是很有意思，不过我直嫁心仪之人。苏瑶说完笑了笑，循着上山的路抬脚往山上走。慕寒看到这，赶紧跟上前。苏姑娘，你不答应也无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心意而已。慕寒也不敢跟太近，每次距离苏瑶有5步远的时候，便及时放慢脚步。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上了山。另一边的夏月正被一处商贩的烤鸡吸引住。姑娘，尝尝这烤鸡味道如何？两个商贩看到夏月走过来了，咧开嘴角笑了起来。夏月闻着空气中的烤鸡香味，有些陶醉。听到商贩主动邀请自己试吃，她谨慎地退后一步。两个商贩对视一眼，心里都觉得这丫头骗不走了。然而下一刻，你们休想骗我，想让我先尝了，然后以此为借口让我必须交钱买是吧？我才不上这个当。夏月谨慎地看着两人。两个小商贩闻言差点没笑出来。哼，姑娘误会了，我们这个试吃的烤鸭是免费的。是啊，你就放心吃，我们不收你的钱。夏月听到两人这么说，眼神有些松动。两个商贩看到这，对视一眼。姑娘，我们先研制出来的烤鸡，你先尝尝看味道如何，不好吃你不买就是了。是啊，姑娘，尝尝吧。两人一唱一和，把夏月勾引得直吞口水。来，尝个鸡腿。商贩趁着夏月动摇了，将鸡腿放到她的嘴边。夏月闻着诱人的香味，终于没忍住，接过鸡腿。先说好，不好吃我可不会买。哎，姑娘先尝尝。小商贩笑着附和，好似真的对那一点鸡肉毫不在意。夏月对着两人点了点头，举起鸡腿咬了一大口，将鸡腿吃到嘴里。夏月眼里闪过失望，你们这鸡腿闻着是挺香的，但是吃着不好吃啊。
两个小商贩闻言连忙道歉：“姑娘，不合胃口是吧？那真是不好意思了。来来，这个鸡酒赔给你了，你拿着。”“对对，拿着拿着。”夏月皱着眉头摇了摇头：“算了，虽然我贪吃，但是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吃的，这个不合我的胃口，你们留着自己吃吧。”夏月说完，掏出帕子擦了擦手上的油，转身离开了。两个小商贩看到夏月大步流星的离开，脸上顿时出现疑惑的神色：“牛二，你怎么回事？迷药没放下去吗？”被称呼为牛二的男人一脸懵：“我明明放了呀，一整只鸡都放了，不信你试试。”牛大白了牛二一眼：“好了，这下人跑了。不慌，既然迷药迷不倒他，咱们跟着他，另找机会下手不就是了？”牛二说着放下手里的东西，然后从推车底下拿了个布包出来。牛大见此也没有再说什么，跟着牛二一起悄悄跟在夏月身后。约莫跟了1刻钟，两人终于等来了机会。夏月嫌回相府走大路太远，便绕了小路，这一绕就给了两人可乘之机。牛大牛二等着夏月穿进四下无人的小路，这才悄然出现在夏月身后。牛大为了稳妥，让牛二去抓夏月，自己则爬到了屋顶。牛二看牛大准备好了，便举着棍子冲了上去。他本想着一棍子将夏月闷晕过去就行了，却不料棍子要砸到夏月的时候，夏月突然偏开身躲开了棍子。夏月转头看到是牛二，有些诧异：“是你？为什么要打我？是嫌试吃我没给钱？”不等牛二回答，屋顶的牛大便猛地跳下来，给了夏月一个闷棍。夏月没料到屋顶还有人，就这么被一闷棍打晕。两人看夏月晕了，松了口气，终于弄晕了，真费劲。走走，装进麻袋，搬去领钱。苏瑶此时刚来到的月老庙。来都来了，一起过去祈福。慕寒此时已经重新戴上了面具，看到苏瑶站着不动，轻声开口。苏瑶有意逗逗慕寒：“我们两人同前去，被人看到，怕是不好吧？”慕寒温和一笑：“无妨，我已经让人提前清场，除了住在庙里的老师傅，庙里就没有其他人在。”苏瑶挑眉：“你倒是准备得很妥当。”慕寒只当苏瑶这是夸奖，约你出来，自然要考虑到你的名声。苏瑶见状，抬脚朝着月老庙走。月老庙很小，小到只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大榕树，上面挂满红色的祈福带。慕寒拿来2条祈福带，可要挂上1条。苏瑶直勾勾地看着慕寒：“挂上便能寻得如意郎君吗？”慕寒神色格外认真：“能。”苏瑶闻言笑着接过祈福带，选了一处无人能挂上的地方，脚尖一点，用轻功飞跃而起，将祈福带高高挂在树上。他挂完便自顾自地往庙里走去。慕寒看到苏瑶进了庙里，也用轻功跃到树上，将自己的祈福带跟苏瑶的绑到了一起。绑在一起还不够，还打了个死结。庙里的老师傅看到这，笑着摇了摇头。慕寒看到庙里的师傅，眼里闪过不自在：“老师傅，我听说祈福带这样绑着，能让2个结缘，我便绑着了。”老师傅双手合十，鞠了一躬：“庙里确实有这个说法。”慕寒闻言，眉眼染上几分喜色。他对着老师傅点了点头，便转身进去追苏瑶。此时，苏瑶正坐在一个年轻的小师傅跟前抽签。只见他伸手从竹筒里面随手拿了一支签出来，看到是上签，苏瑶嘴角微勾：“小师傅，劳烦帮我解签。”第77章夏月失踪。小师傅接过苏瑶手里的签，立马在一旁的书上面翻了起来。片刻后，他这才将书递过来给苏瑶看：“施主，您的解签语便是这个，您自己看看吧。”苏瑶颔首接过书本，细细研读起来：“芙蓉开花并蒂，赖得愧阴丽，好合色偏佳，中携一对花。”苏瑶不解：“小师傅，还劳烦您告诉我这是何意？”小师傅将书拿回来，这签上结语的意思是说，施主近日将觅得良缘，需抓住机会修成正缘。苏瑶听到这话，挑了挑眉，以为是慕寒故意安排的。苏瑶转头审视的看着慕寒。慕寒此时正在抽签，看到苏瑶审视的看过来，手一抖，将签字掉落在地。“苏姑娘，我没有刻意安排。”知道苏瑶可能是怀疑自己，慕寒连忙解释。苏瑶没说话，伸手就把那个慕寒掉在地上的签捡起来。捡起一看，与自己的一模一样。小师傅看到两人的签一模一样，深深的看了两人一眼：“这位施主，你的签解语与这位女施主一样，近日将觅得良缘，需抓住机会，方能修成正缘。”慕寒听到小师傅的话，心里不禁隐隐发热。他转头看向苏瑶，却瞧见苏瑶已经走了出去。他对着小师傅拱拱手，然后摘下自己的钱袋，放到功德箱里，便跟了出去。苏瑶来到院子里，看到自己挂着的祈福带上缠上了另一根彩带，挑了挑眉。不用想，他也知晓是慕寒挂的。听到脚步声，苏瑶轻声询问：“九王爷可信这签上所说？”慕寒嘴角一直上扬着，有些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况且结合我自身情况，我也是觉得这签上写的十分对。哦，我倒是觉得有些出入。苏瑶说完，转身往山下走。慕寒琢磨不透苏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敢再胡乱开口。他一直静静地跟在其身后，一路无话。两人回到方才打斗的地方，发现打斗痕迹已经被清理干净。萧姐，冬雪看到苏瑶回下来了，忙迎了过来。若是都处理好了，便回去吧。苏瑶闻着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眉头微蹙。回小姐，处理好了，受伤的马儿也已经安置好。冬雪看到苏瑶的神色，忙从口袋掏出一包药粉，在四处撒了下去。空气中没了那腻人的血腥味，苏瑶的眉头总算舒展开来。既然如此，那便走吧。苏姑娘若是不介意，骑我的马吧。慕寒将自己的马牵过来，这儿距离城里还有一段路，苏瑶也没客气。那就谢过九王爷了。慕寒点了点头，牵过冷风手里的马，翻身上马。走吧，我送送你。好。两人一前一后往城里走。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苏瑶总感觉自己骑着的马儿刻意的放慢速度。本来1刻钟的路程，硬生生拖了大半个时辰。等两人快回到城里时，太阳已经西下。慕寒看到前方就进城了，停了下来。苏姑娘可饿了，我在金黄楼订了些菜，若是你方便，一同去尝尝。苏瑶刚想答应，就听到急促的马蹄声。苏瑶看到马上的人，忙迎了过去。王嬷嬷，怎么了？如此着急？王嬷嬷在苏瑶身旁左右看了一圈，担忧道：小姐，夏月那丫头没跟您来吗？苏瑶微微摇头，夏月并没跟来。王嬷嬷一脸疑惑，那奇怪了，按理说这丫头应该是在街上逛吃逛吃，怎么不见人影呢？苏瑶隐隐感觉不安，让所有人都去找。慕寒也知道可能出了事，转头吩咐冷风：冷风，你也带人下去找找。冷风还没回答，冷雨就拱手应下：是，主子。他说完，快步走出去，好似这是什么无比着急的任务。苏瑶看着冷雨的背影，好似悟到了什么。此时夏月才悠悠转醒，醒来就发现自己手脚被绑着，嘴里也塞着什么好似鞋拔子的东西，而身处的地方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身旁还有20几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子。看到这些女子都闭着眼睛，夏月挪动了一下身，用身体轻撞了一下那些女子。被夏月撞醒的小姑娘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立马吓得花容失色。她挣扎着试图呼救，然而鞋拔子紧紧塞在嘴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虽然没能出声呼救，但是这些动静将牢房里20几个姑娘都唤醒了。她们发现自己处境也如那小姑娘一般，惊慌失措，不停地尝试自救。夏月看到她们胡乱折腾，想制止却没办法，只能在心里祈祷看守的人不要过来。然而就算他怎么祈祷，看守的人还是过来了。老实点，再乱动，我乱棍打死你们！好在威胁几句后，看守的高壮男人便走开到一旁喝酒去了。夏月看众人不敢再胡闹了，慢慢挪动身子，来到靠自己最近的小姑娘身旁。她扬了扬头，让小姑娘看到自己嘴里的鞋拔子，然后又弯腰露出自己被绑着的手给小姑娘看。这一套动作下来，小姑娘终于理解了夏月的意思。夏月看小姑娘点头，将嘴凑到了那小姑娘手边。小姑娘抠了半天，这才将夏月嘴里的鞋拔子抠下来。嘴里一松，夏月顿时轻松不少。看到众人都满脸期待地看着自己，夏月用眼神示意大家都别闹出动静。随后她俯下身子，将嘴凑到小姑娘手上，一顿啃，几下便将小姑娘手上捆着的麻绳解开。小姑娘松了绑，连忙去帮夏月解，但是她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好半天都没能将绳子解开。好在那小姑娘虽然没什么力气，但是性子也刚烈，见拿手解不开，干脆拿嘴咬。第79章想办法逃生。麻绳很粗，小姑娘将嘴都磨破，这才将麻绳解开。夏月绳子一松，立马解开自己腿上的绳子，然后又帮小姑娘解开腿上的绳子。做完这个，夏月又过去一一给众人解开绳子。等一下解开了，你们还要假装把绳子套在手上，鞋拔子也咬在嘴里，在没找到逃生的办法前，都尽量别出声。看到众人都点头了，夏月这才伸手去帮众人解开绳子。解开绳子后，夏月等众人将自己嘴里的鞋拔子拿下来，又帮着将绳子套了一下回去。做完这一切，夏月这才去向对策。姐姐，现在咱们怎么办啊？小姑娘刚才一直忍着害怕，现在安静下来了，身子忍不住颤抖。夏月伸手在头上摸了摸，发现自己头上的发簪全都被摘走。不仅如此，身上的荷包也全都消失不见。没关系，我鞋子里还有。夏月说着脱下鞋子，然后各从里面拿出一包药，被自己当成鞋垫垫在脚下的药粉。我这里有解毒的药粉，大家一人吃一点，一会我趁着坏人不注意给他们下毒。夏月说着
激动地将药包打开，递到众人面前。众人可没有忘记，这个药是夏月从他的脚底下掏出来的。正是因为亲眼看到夏月将这个药从脚底套出来，所以众人才会犹豫不决，不敢将这个药吃下去。夏月看到众人都愣着，连忙开口催促：“都愣着干什么？赶紧啊！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坐在夏月身旁的小姑娘看到这，咬了咬牙：“姐姐，给我先吃，左右也不过是吃一点而已。”小姑娘说着，用手捡起一小撮药粉，丢进嘴里。众人看到这面面相觑：“你们不吃也行，那我就不管你们了。”夏月看到众人磨磨唧唧的，也来了脾气。众人听到夏月要不管他们了，连忙争先恐后的去吃那个药粉。“我吃，我吃，姑娘别生气，姑娘别生气，方才我们只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而已。我现在就吃，现在就吃，姑娘拜托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很快一包药粉就吃完了。夏月没说话，拿出了另外一包药粉。他刚将药粉拿出来，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夏月就看到一个戴着围帽的男人走了进来。看到来人的身形，夏月顿时觉得熟悉，总觉得在哪里见过。男人看到夏月一直盯着自己，后退几步，最后他转头对着手下大吼：“废物，怎么把他给我抓来了？都想死是吗？”手下看到男人大怒，也不敢顶嘴，弓着脑袋回答：“主子，是手下的人抓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若是知道他是那人的丫鬟，我们怎么都会先请示您，再进行下一步。”夏月听到几人的谈话，顿时明白过来，这男人是认识自己的主子，且忌惮自己的主子。“喂，不管你们是谁，有何目的，我告诉你们，最好把我们放出去，否则等我家小姐来了，将你们的狗头摘下来当球踢，踢够了挂城墙上去。”戴着围帽的男人听到夏月的话，有些忌惮。手下看出男人的犹豫，连忙保证：“主子，手下的人是在巷子里抓的他，应该没人知道。而且将他们绑起来前，他们身上的首饰挂件都被我们摘掉了。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怎么都逃不出去，是死是活，不会有人知道。若是现在将他放出去，那咱们就危险了。”男人听到手下的话，咬了咬牙：“将人交给梅云吧。”“是，主子。”手下闻言，连忙出去安排。男人深深地看了牢房一眼，转身离开。没多久，几个手下就拿着麻袋回来了。夏月捏紧手里的药包，思索着怎么把这些药下到这些人的身上。然而，还没等他想到妥善的办法，那4个看守的人就拿着麻袋走了进来。夏月看到这，做好拼死一搏的准备。他耐心等待着机会，等那几个看守的人都靠近自己后，这才一把将手里的药粉撒出去。嗨嗨，这是什么？有毒！很不幸，药粉只撒在了2个人身上。剩下的2人看到情况不对，立马转身跑出牢房。来人！然而话还没喊出口，就被直直摔倒在地。剩下的一个男人看到自己兄弟被夏月打晕，拔出刀就要砍向他。然而下一刻整个人都被压倒在地。快揍他！压不住了！夏月转头发现是几个姑娘将男人推倒压在了他身上。看到这，他也不敢再耽误时间，上前狠狠对着男人的头来了一个肘击，将男人打晕，成功将看守的4人都干掉。众人齐齐松了口气。快，你们跟着我走，我们出去找点防身的东西逃命。夏月说着，将男人手里的剑抢了过来。跟在夏月身旁的小姑娘看到这，也有样学样，捡起了地上的刀，还剩下2把刀。2个年龄较大的姑娘也壮着胆子捡了起来。其他人则出了牢房，随手找了木棍、桌椅板凳等防身。夏月看到众人都准备好了，便带着大家从出口摸索出去。小心一点，别发出声音。众人听到夏月的叮嘱，拼着呼吸，大气都不敢出。众人就这样学着夏月的样子贴在墙上，慢慢的移了出去。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还没走到门口，拐角处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夏月听着凌乱的步伐，心里惊呼要完蛋了。果然下一刻就看到10几个壮汉出现在眼前。不好，他们都跑出来了！壮汉看到夏月等人逃出来了，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夏月见此，只好提起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然而他的3脚猫功夫打1、2个人还行，人多了立马招架不住。没打几下，夏月就被一剑刺伤手臂。姑娘！其他姑娘看到这，纷纷壮着胆子过来帮夏月。然而到底是没有练过的，毫无章法地挥动着手里的剑和棍子，根本毫无作用。仅仅片刻，众人就被逼得连连后退，而夏月也被壮汉抓住，一脚踢跪到地上。夏月被踢跪到地上，立马挣扎着就要爬起来。我劝你们把我们放了，否则我主子过来把你们都杀了。呵呵，威胁？谁不会？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弄死你！那壮汉说完，又是一脚。不好了，
看守的4个兄弟都被杀了。壮汉听到自己兄弟死了，又狠狠给了夏月几脚。夏月的手本就受伤了，如此反复几次，整个人都直不起身子。肯定是这娘们弄的，我要杀了他，给我兄弟报仇。壮汉说着，拔剑就要刺向夏月。夏月此时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只能认命的闭上眼睛。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我的人，你们也敢动？夏月听到这熟悉的嗓音，欣喜的睁开眼。小姐，乖，先处理一下伤口。苏瑶说着，亲自蹲下身子帮夏月处理伤口。冬雪面无表情地拔出插在壮汉身上的剑，要么你们自刎，要么你们一起上。10几个壮汉看到这，对视一眼，他们齐齐伸手朝着一旁的姑娘抓去。然而手还没够到，这些姑娘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啊！低头一看，手上扎了一根特殊的钢针。苏瑶收回手，欺负女孩子可不是个好习惯。她说完，亲自伸手一把将夏月抱起来。冬雪，处理干净，我先带她回去。苏瑶说完，大跨步走出去。夏月冒着星星眼，一脸感动地看着自家小姐。小姐，你对夏月也太好了。苏瑶看着夏月无力垂着的手臂，有些心疼。以前让你练武你不练，这下疼坏了吧？夏月嘿嘿直笑。小姐，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苏瑶点了点夏月的额头。你这丫头贪吃惹上祸了吧？我若是晚来一步，你的小脑袋就要搬家了。夏月不敢反驳，嘿嘿傻笑。小姐，查到了。姚姬查清楚后匆匆赶过来，看到夏月负伤，赶紧伸手接过。你先带夏月回去休息吧，我去处理。是，小姐。姚姬叮嘱几句保护小姐，便抱着夏月快步离开。苏瑶跟着暗卫带的路来到了一处宅子里。刚到宅子，苏瑶就发现宅子已经被一队人马围了起来。你来了。慕寒得到通报，连忙走了出来。人已经抓到了，进来看看吧。你动作真快。苏瑶感叹一句，跟着慕寒往宅子里走。在慕寒的带领下，苏瑶很快就来到一处密室里。密室里充斥着血腥味，到处都是牢房和瓶瓶罐罐。放开我！我只是想保住我的容颜罢了，我有什么错？赶紧放开我，否则我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密室里传出苍老嘶哑的声音。苏瑶加快了脚步，很快便看到一间幽暗的密室。密室里关着一个手如寿柴、脸如枯树的老太婆。这个就是幕后主使梅云，她会些邪术，靠着少女的血液来维持外貌。慕寒轻声解释。梅云注意到慕寒很重视苏瑶，直勾勾地盯着她。丫头，放我出去，我能让你变得更漂亮。苏瑶不屑地挑眉，你这些害人的邪术就自己留着吧。丫头，人都会有老的时候后，等你到了我这年纪，你就会懂了。当我出去，我帮你永葆青春。梅云舔了舔唇，一脸势在必得。他认为任何女子都受不了这个诱惑，所以苏瑶肯定会帮他说话。然而他却低估了苏瑶。丑的人才要永葆青春，美的人各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韵味。接受现实，不要再想着害人性命了。他说完，看了一眼牢房里被清理过的血池，转身离开。哎，别走，别走啊！梅云看到苏瑶要走，连忙大声喊叫起来。随着他的奋力挣扎，慕寒注意到苏瑶的视线落在血池上，侧身挡住他的视线。原本这里有几具尸骨，我让人带走，查身份了。苏瑶赞赏地看了一眼慕寒。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些人？全部查清楚，杀无赦。慕寒眼里没有丝毫的犹豫。苏瑶闻言，顿时对慕寒刮目相看。我还以为你会按照大宋律法慢慢审问呢，都是些草菅人命的东西，留着命也是害人。慕寒从来不是遵守死规的人，在他看来，谋财害命的人都该杀。这个我赞同。苏瑶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便打算回相府。刚想上马车，就被拦住去路。你是慕寒身边的冷雨，拦着我做什么？冷雨纠结了片刻，这才硬着头皮开口询问。听说你那个呆呆的丫头被伤到了，她没事吧？苏瑶上下打量了冷雨一眼，发现这侍卫身形挺拔，说话也不卑不亢，中气十足，点了点头。你说夏月啊，她受了挺重的伤的，她也没什么朋友，你若是方便，可以去看看她。冷雨闻言，忙后退几步。不了。他说着就欲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劳烦苏姑娘帮我把这金疮药带给她，疗效不错。他若是问起，就说是您给的便好。好的。苏瑶点了点头，转头便如实跟夏月说了，这是九王爷身边那个叫冷雨的暗卫给你的，看他那样子挺关心你呢。夏月听到是冷雨送来的药，有些诧异。冷雨侍卫真是面冷心热，上次在山里烤肉，他给我了好多肉，我吃呢。我和他不过是见了几次而已，他现在还给我送药，
真的太热心了。不行，我得给他回点什么。夏月说着，忍痛搬来自己的小财盒，在里面翻找起来。片刻后，夏月依恋不舍地拿出自己珍藏的匕首，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冷雨侍卫这么仗义，以后得好好处，这个匕首就给他了。第80章，去让老爷找皇上赐婚。小姐，麻烦您帮我带给他，告诉他这是我珍藏的匕首。纠结了片刻，夏月又补了一句，顺便问问他，若是有空，帮我烤点肉给我吃。苏瑶看到夏月眼里只有吃的，无奈地笑了笑。好，你小姐，我看到你受伤的份上，就帮你跑跑腿。多谢小姐。夏月一脸幸福。另一边，南蛮太子黑着脸坐在椅子上，地上散落一地的精美瓷器。废物都是一群废物，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丫头都抓不到。暗卫为了免责，硬着头皮开口：太子赎罪，本来那丫头是能杀死的，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才让他得以逃脱。哦，程咬金？是谁坏了我的好事？南蛮太子听到是有人阻挡了，脸色这才缓和了些许。属下查了，这人是九王爷慕寒。又是慕寒？南蛮太子捏紧拳头，满脸不甘。别让我抓到把柄，否则我一定弄死你。然而他不知道，自己还没能抓住慕寒的把柄，就被慕寒抓住了把柄。太子，不好了！一个暗卫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南蛮太子看到手下这冒冒失失的样子，不悦地皱起眉头。冒冒失失，成何体统？暗卫闻言，连忙跪在地上请罪。太子恕罪，情况紧急，属下只能如此。南蛮太子闻言，心里咯噔一声，怎么了？发生何事？是梅云姑姑，她出事了。梅云？南蛮太子吓得一下站了起来。梅云姑娘，今日派苏俊在城里抓姑娘，不料抓住了苏瑶的婢女，苏瑶便直接连同九王爷，直接将梅云姑娘抓了。暗卫额头上布满了细汗。南蛮太子听到这，一阵恼怒，他随手抄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了下去。乒乓，杯子碎了一地，滚烫的茶水溅得到处都是。又是他们两个，又来跟我作对。南蛮太子来回踱步，思索着对策。太子，现在怎么办？南蛮太子眼神一凝，苏俊可被供出来了。暗卫摇头，梅云姑姑知道会连累您，没有将他供出来。南蛮太子闻言，顿时松了口气。还好，还好，苏俊是他在大宋的底牌，也是他的牧臣，他还是很在意苏俊的。毕竟想要吞掉大宋，就必须要有内应的人。当然，梅云也不能放弃，毕竟梅云的医术数一数二，他还是要依靠他的医术和毒术呢。现在梅云被关在什么地方？就在梅云的住处。暗卫就把那个打探到的消息一五一十说出来。那慕寒可有打算将人交到官府里了？暗卫摇了摇头，属下不得而知。南蛮太子皱了皱眉，行了，继续下去打探，尽量保住梅云姑娘，当然实在没办法，就先保住苏俊。是，太子。暗卫快步下去安排。此时苏俊正在刘婉这边用膳。大少爷，那边有情况。侍卫沉着脸，快步走进来。苏俊看到侍卫的神色，心里暗暗不安。看到母亲和妹妹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他忙跟着侍卫走了出去。发生何事？梅云那边出事了，那些个姑娘全都被苏瑶救走，梅云姑娘也被九王爷抓了。什么？听到苏瑶和九王爷齐齐插手了这件事，苏俊瞳孔猛缩。不过少爷放心，我知晓这个消息，已经彻底切断了与梅云姑娘的联系，想必牵连不到我们。听到侍卫的话，苏俊这才长舒一口气。你做得很好，这次记你一功。侍卫恭敬的点头，这是小的应该做的。继续下去打探，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跟我汇报。是，少爷。苏俊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餐桌上。哥，怎么样了？是不是梅云姑娘那边有信息了？苏玉茹的脸已经老了20几岁，现在看起来跟个30多岁的妇人一样，所以她很是焦急。刘婉的神色也不是很好，此时她的脸已经彻底垮了下来，整个人就如同60多岁的老妇人。俊儿，如何了？可有消息？再没有消息，娘就要老死了。苏俊听到母亲的话，心里有些烦闷。想到自己因为要帮母亲和妹妹从梅云那里求药，所以才卷进这件事，苏俊脸色有些不好。你们再等等，梅云姑娘那边有消息了，我便过来告诉你们。他说完，放下筷子，疾步走了出去。刘婉看到儿子神色凝重，似乎猜到了什么。苏玉茹也不傻，看自己哥哥饭都没吃完就赶紧走了，慌张起来。娘，怎么办？不会出什么岔子吧？刘婉看着苍老了20几岁的女儿，心里一阵心痛。玉茹，你哥哥既然说了有消息会告诉我们，那我们便等着吧。苏玉茹不甘地咬着牙，娘，再等下去我就成了个老太婆了，这样我还怎么跟二皇子结亲？刘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慌。无事，娘一会就去找你爹，
让你爹去跟皇上求亲，待你好了，便能直接嫁给二皇子了。真的？苏玉如一直等着二皇子求娶自己，等得花都谢了，二皇子还没来。听到母亲能让爹去求皇上，顿时欣喜不已。先吃饭，一会娘就去。好，谢谢娘。娘吃这个，多吃点肉有营养。刘婉吃完饭，拿面纱将脸遮起来，这才去找苏有德。这些日子，苏有德已经好久没来他房里了。他知道自己现在这样也没办法，心里再酸涩，也只能暗暗憋屈难受。去到苏有德的书房，不见人影。老爷呢？老爷现在在哪儿？刘婉找不到人，询问看门的侍卫。侍卫眼里有些为难，迟迟不敢开口。是去文姨娘那里了吧？刘婉看到侍卫这神色，立马猜了出来。第81章，您母亲贴身丫鬟留下的。侍卫知道刘婉很善妒，支支吾吾不敢说话。刘婉冷哼一声，快步王姨娘的院子里寻去。刚到院门口，刘婉便出声喊了起来：“老爷，老爷，您可在里面？”此时苏有德正蹲在地上，轻轻捧着王姨娘的肚子，听到嘶哑难听的声音，以为是哪个婆子，头也不回的开口：“进来。”刘婉听到苏有德果然在这里，猛地推开门。门一开，刘婉便看到苏有德蹲在地上，如珠似宝的捧着王姨娘的肚子。刘婉看到这一幕，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老爷！”她颤抖着喊苏有德。“瞎叫什么？别吵到我儿子！”苏有德不耐烦地转过头，看到一个抱着头的婆子，还有些疑惑是谁。可当看到婆子身边的张嬷嬷，立马反应过来，想到刚才自己说的那一句话被刘婉听到了，苏有德顿时头皮发麻。刘婉善妒，他是知道的，小妾的那点事他也清楚。因着刘婉给自己生了一子一女，所以以前他一直极有分寸，默许了刘婉做的事情。但是这段时间跟刘婉心生间隙，他沉寂在后院。听到王姨娘说有了身孕，自己将要晚年得子，顿时欢欣不已，一时间忘记了刘婉对这件事有多介意。婉儿，你方才应该听到了，王氏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苏有德讪讪道。刘婉死死地盯着王姨娘，哼，有了孩子是好事，咱们丞相府好久没有添丁了，恭喜相爷。刘婉的声音很嘶哑，完全听不出喜悲。苏有德听到这以为刘婉能看得开，顿时心里很是欣慰。婉儿，你是个识大体的，往后还要你这个做当家主母的多多照顾他，等孩子生下来，我让王氏就把那个孩子过继给你抚养。刘婉狠狠地拽着手里的手帕，指甲将手帕撕烂，也全然不知。那妾室就多谢王爷了，我很乐意抚养孩子，想必王妹妹不会介意吧。王氏才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她脸上始终保持着地体的笑容。孩子能跟主母是她的幸运，妾身感激夫人都来不及，怎会介意呢？刘婉直勾勾地盯着王氏，王妹妹不介意便好。她说完，转头看向苏有德：“老爷，我找您有事相商，您随我一同去书房吧。”苏有德颔首，临走时不忘转头叮嘱伺候王氏的丫鬟：“你好好照顾姨娘，若是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老爷放心，奴婢一定会好好照顾姨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丫鬟连忙保证。苏有德看到这才满意离开。刘婉看到苏有德临走还不忘记王氏，眼里闪过嫉妒。他悠悠地看了王氏一眼，这才跟着苏有德离开。两人一走，王氏立马变了脸色，原本温柔的脸上写满了阴郁。马德，老东西，还想抢我的孩子！丫鬟担忧地看着王氏：“姨娘怎么办？依照这刘婉善妒的性格，一定会想办法对付您和肚子里的孩子的。”王氏伸手抚摸着肚子，思索着对策。他在脑海里将京城这些时日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一遍，最终脑海里出现苏瑶的身影。有办法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听闻前阵子那些脸被毁掉的世家小姐们都是去求了苏瑶才好的，那苏瑶想必认识很厉害的大夫，我们去找他。姨娘，还是您脑子灵光。婢女扶着王氏去找苏瑶。此时的苏瑶正听着冬雪汇报梅云事件的进展。小姐，我顺着夏月说的继续查，发现梅云与1个2个人身有接触。哦，苏瑶此时已经隐约猜到了，其中一个是苏俊，而另一个是南蛮太子吧。冬雪拱手，小姐果然厉害，的确是这2人。苏俊这阵子为了刘婉和苏若云，一直在求梅云，这次的事情也是梅云要求他去做的。而南蛮太子则是看中梅云的医术和毒术。苏瑶伸手轻轻敲击着桌面，怪不得南蛮太子看得上苏俊，这苏俊残害同胞是一点都不心虚。那小姐，现在该如何？冬雪拿不定主意，此事牵扯太多，让九王爷去处理吧。九王爷去处理了，咱们也不应再去盯着苏俊了。苏瑶想到夏月托自己带的匕首还没有带到，便决定自己跑一趟。我正好要拿匕首去给那小侍卫，我过去说吧。冬雪闻言，连忙去给苏瑶找衣服，简单梳妆打扮了一下，苏瑶便打算出门。扣扣扣！
院门突然响了起来，王嬷嬷出去查看完，回来禀报：“小姐，是府里的王姨娘。”哦，她找我作甚？苏瑶挑眉，老奴瞧着她一直伸手抚摸着肚子，想必是有了身孕，怕被刘婉迫害，来寻求您的庇护。苏瑶挑眉，既然如此，让她先进来吧。王嬷嬷行了一礼，转身出去开门。王氏走进来，立马跪到地上，端端正正给苏瑶行了一个大礼。奴婢参见大小姐。起来吧，好歹是个姨娘。苏瑶知晓王氏这是有意拉拢自己，所以故意表现得对自己格外恭敬。王氏听到苏瑶语气淡淡，灿灿起身，思索片刻后，王氏决定将事情都摊开说：“大小姐，妾身这次来是有事求大小姐。”哦，苏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王氏看到茶杯空了，忙过去添茶。添完茶，这才继续道：“大小姐，妾身有了身孕，所以想从大小姐这里求得保胎药。”保胎药？我又不是大夫，你来求我做什么？苏瑶依旧神色淡淡。王氏咬着唇角，犹豫片刻，他从衣袖里拿出一张帕子，帕子上红通一片，仔细看是有人在上面用血写了字。王氏本以为苏瑶会主动问起这是什么，结果苏瑶神色依旧神色如常，兴致淡淡。无奈王氏只好主动开口：“小姐，这是您母亲的贴身丫鬟留下的。”哦，那你为何现在才拿来给我？苏瑶语气里带着质问。王氏神色一顿，他当然不能说这是他留着保命的。妾身这阵子才在一块石板底下发现这个东西。苏瑶仍旧提不起兴趣。那你想说什么？第82章，给他送一份大礼，2章。王氏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大小姐，您就不想知道您夫人是被谁害死的吗？苏瑶挑眉，所以你觉得刘婉和苏玉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王氏一愣，是大小姐您做的？苏瑶嗯了一声，便自顾自地喝着茶。王氏这下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本想着拿着这个给苏瑶，让苏瑶跟自己站到了同一个战线，然而苏瑶根本就是什么都知道。王氏觉得自己的计划要落空了，匆匆给苏瑶行了一礼，便要离去。等等，把那帕子拿上来。苏瑶慵懒地开口。王氏听到苏瑶的声音，连忙停下脚步。哎，快把帕子拿给大小姐。苏瑶接过帕子，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字，却发现自己已经模糊不堪，根本辨认不了。苏瑶见状，将帕子递给冬雪，找人看看能不能复原上面的字迹。是，小姐。冬雪小心地手勺帕子。苏瑶说完，看向王氏：“你是想保住肚子里的孩子，还是想保住你这个姨娘的身份？”王氏有些犹豫，突然肚子动了一下，感受到肚子里的孩子动了，王氏下定决心：“小姐，我想保住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心上人的孩子是得保住。苏瑶似笑非笑地看着王氏。王氏瞳孔微震：“大小姐，您不用怕，我不介意，也不会戳穿你。相反，我不仅会帮你保住孩子，还会让你成为相府的女主人。”苏瑶说着，让王嬷嬷拿来一包药粉。王氏看到药粉，有些疑惑：“小姐，刘婉根本不信任我，我去给她下药，怎么？谁说让你去给刘婉下药了？”王氏愣了一下：“那是，刘婉和苏玉茹都老成这样了，我那好爹爹自然得一起，一家人必须要整整齐齐。”苏瑶说着，走下来，将药粉轻轻放到王氏手里。王氏看到苏瑶那波澜不惊的神色，心里吓得冷汗淋漓。大小姐，您要我把这药给相爷吃？王氏结结巴巴的确认。你看着办吧。苏瑶说完，便挥手示意王嬷嬷送客。王氏还想问清楚，闻言也不敢再多言，忙跟着王嬷嬷出去了。回去后，王氏便一直思考着苏瑶的用意。小桃，你说大小姐是要我对付老爷，还是对付苏俊呢？小桃行了一礼，这才回答：“姨娘，依奴婢之见，大小姐是要您对付老爷。毕竟苏俊您根本近不了他的身，所以自然是无法对付他。而老爷现在夜夜宿在您这儿，自是不一样。”王氏点了点头：“小桃，你说的在理，但老爷怎么说也是大小姐的父亲啊。父亲又如何？老爷可从来没尽到过父亲的责任。大小姐11岁便被扔去庄子里自生自灭，愿老爷也实属应该。小桃是被自己父亲卖到苏家的，所以对苏有德对苏瑶丢去庄子里不闻不问的行为也是看不惯的，因此他十分能理解苏瑶的做法。”王氏闻言皱着眉头思考起来。小桃看到王氏犹豫，劝道：“小姐，您进府里本来就是为了富贵，如今有大小姐相助，您还犹豫什么？”王氏愣了一下：“你说的对，我进府本来就是为了富贵，眼下刘婉成了这样，正是我的好机会。”王氏咬牙：“小桃，你去炖汤，今晚我亲自喂相爷喝。”王氏眼里闪过狠辣。苏瑶等王氏离开，便穿戴整齐出了门。“小姐，咱们去哪儿？”王嬷嬷上了马车驾驶位，
回头询问苏瑶：“去九王爷府。”苏瑶掀开车帘看了一眼，便将车帘放下。王嬷嬷应了一声，赶着马车朝着九王爷府走。九王爷府距离襄府不过是1刻钟的距离，所以苏瑶很快就到了。巧的是，刚下马车就看到了慕寒身边的侍卫冷风。冷风认出王嬷嬷，连忙迎了过来：“苏姑娘，您是来找王爷的吗？”苏瑶微微颔首，劳烦通报一声。冷风摆摆手：“哎，自己人还用什么通报？王爷早就说过了，若是姑娘来，直接进去便是。”苏瑶挑了挑眉：“如此，那便劳烦你将我带去找你们王爷吧。”冷风拱拱手，在前面带路。九王爷府不似丞相府那般有点什么瓷器、字画、摆件全都摆出来，相反九王爷府里几乎都是假山流水，少许拐角悬棺才用了些摆件点缀。因这东西摆放十分简约，所以看起来格外雅致。苏瑶一路上都在欣赏着慕寒府里的风景。片刻后，冷风站定在一个书房前：“主子，苏姑娘来了。”慕寒正在处理事务，听到苏瑶来了，第一个反应便是起身整理衣服。“好了，今日就先到这里，你们回去休息吧。”“是，王爷。”众人纷纷离开。出来的时候，看到宇哥蒙着脸的女子站在门口，众人都稀奇地多看了2眼。要知道，九王爷府里被称为和尚庙，从未出现过什么女子，这女子出现在这儿，是真的稀奇。苏瑶看到众人纷纷打量自己，丝毫不心虚，仍旧挺着腰板站在那里。“等久了吧？”慕寒整理好衣服，开门走了出来。“刚来。”苏瑶摇了摇头，探头在慕寒身后寻找着什么。慕寒看到苏瑶的动作，有些疑惑：“怎么了？你不是找吗？还是要找谁？”慕寒语气有些酸溜溜的，自己都没发现。“你另一个侍卫呢？”苏瑶没找到冷雨，干脆出声询问：“他去处理事务了，你找他何事？我可以代为转告。”苏瑶听到慕寒这么说，将夏月交给自己的匕首拿了出来。“也没什么，就是我的丫鬟夏月，为了感谢冷雨给她金疮药，特地给她回了个小礼物。既然她不在，就麻烦你代为转交给她了。”苏瑶会所这会，将手里的匕首递给慕寒。慕寒听到是苏瑶的丫鬟要带东西给冷雨，心里长舒一口气，原来是这样。你放心，我一定会转接到位。站累了吧？快进来休息会。苏瑶看到突然变无比热情的慕寒，有些疑惑。他跟着慕寒进了书房。慕寒让人将书房门敞开，亲自给苏瑶倒了杯茶。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茶，便尝尝我这个碧螺春吧。苏瑶微微颔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好茶。品过茶，苏瑶出声询问：“王爷，不知那件事可处理完了？有确凿证据的，我已经处理掉；还有些没有证据的，或者是还有用的，我打算留着钓大鱼。”苏瑶听到这，知晓慕寒应该是知道苏俊的事情了，想必王爷是知道苏俊也参与了此事。慕寒颔首：“苏俊一直是南蛮的卧底，想必你也早就知道了。王爷还特地调查我了。”苏瑶不悦地皱了皱眉，一不小心便查到了。慕寒老实开口：“还好我查了，否则我也不会知道有人竟然和我一样，一直默默守护着大宋。”苏瑶神色如常，既是生在这片土地，那便有责任献一份力。在九王爷府待了片刻，苏瑶便告辞了。慕寒等苏瑶离开，让人将冷雨找了过来。“诺，苏瑶那丫头夏月给你的，说是感谢你给她送了上好的金疮药。”冷风方才没在，没听到苏瑶的话，现在听到冷雨竟然给苏瑶身边的小丫鬟送了药，而且那小丫鬟还回了礼物，顿时一脸稀奇。“好啊，你一直说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一转头求敲摸下手了，这定情信物都送过来了。”“别瞎说。”冷雨皱眉头，冷着脸否认。“你敢说你对那丫头没意思？”冷风逼近冷雨，直勾勾地盯着他。冷雨面色如常：“没意思。既然如此，那这把匕首就给我吧，我有意思。”冷风说着，就欲要将匕首接过来。冷雨眼疾手快，将匕首放到自己怀里，后知后觉发现不妥，他又将匕首拿出来放到腰间。冷风看着冷雨这一系列操作，啧啧称奇，还说没意思呢。瞧瞧，这匕首都恨不得贴身捧在怀里呢。冷雨脸色微微泛红，他狠狠瞪了冷雨一眼：“少管闲事！”冷雨说完，对着慕寒行了一礼，便要离开。“等等！”慕寒扫了一眼冷风：“你先退下。”冷风疑惑：“主子，有什么我不能听的呀？你最近是有些时候没去军营了？”慕寒凉凉开口。冷风吞了吞口水：“主子，属下还有事，就先走了。”他说完，逃也似的离开了。慕寒等冷风离开，这才看向冷雨：“坐。”冷雨受宠若惊：“主子，属下站着便好。”慕寒见状，也没再强迫他。“知道我留你下来干什么吗？”冷雨摇头，他在脑海里回想着这几日的事情，想不出来自己哪里犯了什么事情。“我留你下来，是想要你帮我参谋参谋，
这定情信物该送什么好？慕寒扫了一眼冷雨腰间挂着的匕首，冷雨拱手：“主子，这属下不知，属下对儿女情长知之甚少。”慕寒挑眉：“哦，那为何这才没几日，就与那丫头交换信物了？”冷雨想解释，可一开口却不知道怎么说，最后他只能无奈地给慕寒出主意：“主子，不管是定情信物还是什么物，都是要投其所好，所以您应该先想想苏姑娘的喜好是什么，摸清楚了，这才好对症。”慕寒听到冷雨的话，顿时豁然开朗：“你说的对，是要投其所好。”慕寒得到答案，便不再理会冷雨，自顾自地思索起来。冷雨见状，退了出去。出了门口，见四下无人，冷雨将腰间的匕首拿了出来，仔仔细细地查看。这边苏瑶刚回相府门口，就看到苏有德满面红光地下了马车。不想与苏有德会面，苏瑶没有着急下马车，而是等苏有德进去之后，这才下马车回自己的院子。冬雪，你去看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苏瑶想到回来的时候看到苏有德的表情，吩咐冬雪：“是，小姐。”冬雪直接跃到墙头，在屋顶上飞跃起来。片刻后，冬雪出现在院子里：“小姐，苏有德方才是进宫求皇上给二皇子和苏玉茹赐婚了。”“哦，可成了？”苏瑶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成了，婚期很急，就定在10日后。估摸着此时苏玉茹正高高兴兴的待嫁呢。”苏瑶伸手轻轻敲击着桌面：“啧，那我可得好好准备，送她一份新婚礼物呢。冬雪，你去查一下苏玉茹的盖头在哪里赶制。”“是，小姐。”冬雪领命下去。第二日，苏瑶是被敲门声吵醒的：“小姐，不好了，您外祖父他们出事了。”夏月焦急的声音响彻整个院子。苏瑶听到是外祖父出事，连忙穿戴整齐：“怎么了？”“您外祖父他们得知南蛮太子派人抓您的事情，跟南蛮太子打了起来。”夏月一脸担忧。苏瑶听到这，心里放心下来：“哦，谁赢谁输？还没打完呢，小姐快过去看看吧。”夏月用自己没受伤的那只手焦急地拍着大腿。然而苏瑶却完全不着急，因为她深知自己外祖父和舅舅的能耐，跟南蛮太子打是绝对不会被伤着的。等他赶到那里，果然发现南蛮太子被按在地上打，而他那些手下也同样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南蛮太子发现苏瑶来了，连忙对着他大喊：“苏瑶，还不快拉开你外祖父他们！难道你想要挑起三国战争吗？”苏瑶无所谓的挑了挑眉，让冬雪给自己搬来一把椅子，淡定的看戏。看到舅舅沈从礼打得不够狠，还出声建议：“舅舅，打他下盘，打上面都不痛不痒的。”“嘿嘿，还是我外甥女懂。”沈从礼二话不说，抡起拳头就朝着南蛮太子的下攻去。第83章：为什么你们住金黄楼不用钱？啊！别打，别打！南蛮太子看到这，连忙伸手护住自己那处。就在他以为自己那处不保的时候，一道尖细的声音响了起来：“皇上驾到！”一声惊呼，让在场的众人都住了手。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吧。沈从礼看到皇帝来了，将南蛮太子放开。诸位使臣，如此奋力切磋武艺，是为何啊？南蛮太子被揍得浑身酸痛，他捂着高高肿起的嘴，委屈道：“皇帝陛下，这不是武艺切磋，是我单方面被他们揍了。这是在您的地盘，您可要为我做主。”哦，皇帝挑眉，看苏瑶和沈振江、沈从礼：“沈侯爷，不如你来说说，今日这是所为何事啊？”沈振江拱拱手回皇帝陛下：“今日之事，全因南蛮太子所起。”哦，皇帝闻言，转头看向南蛮太子。南蛮太子有些心虚的低下头：“皇帝陛下有所不知，南蛮太子竟然在您的地盘抓人，动用20多个武艺高强的暗卫去抓我那柔弱的外孙女。”南蛮太子听到这，梗着脖子开口：“放屁！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别说苏瑶柔弱，我那20几个暗卫全都死光，你对我说他柔弱？”南蛮太子话刚说完，便看到沈振江几人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他这才后知后觉，自己这事直接承认了。“哼，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派人去只是想将苏瑶姑娘请过来聊聊天而已，并无恶意。你们都知道的，我一心想求娶苏瑶姑娘，既然想娶她，又怎会是想要对她怎么样呢？”沈振江嘲讽一笑：“哦，那我想跟你聊聊，是不是也要让20几个暗卫带着刀带着毒去请啊？”沈从礼走到南蛮太子跟前，恶狠狠地盯着他：“太子的礼遇可真是高级，下次我也如此请太子跟我聊聊好了。”南蛮太子看到沈从礼的眼神，立马想起方才他暴打自己的情景，他忙退后，躲到皇帝身后。“皇帝陛下明鉴，本太子真的只是想跟他聊聊，没想到产生这么大的误会。”皇帝此时已经大概明白事情的原委，
因着南蛮太子的身份，即使是真的犯了事，他也是不能够随意将他处置的。所以皇帝便折中一下，太子虽然只是想找他聊聊，但是你这阵仗也确实吓到了人家，若是苏瑶愿意原谅你，你便给他些补偿压压惊吧。皇帝说完，看向苏瑶。苏瑶知晓，他们也不能拿南蛮太子怎么样，能揍一顿已经是很好的了。见此，便顺着皇帝的话说下去。皇上说的是，虽然太子您是想跟我聊聊才出此下策，但是你确实吓到我了。这样吧，我不多要，就给我2万两精神损失费吧，让我好好买些药安安神。南蛮太子一听，差点一口气没背过去。2万两，你不如去抢。不行，2万两就想打发我们，当我们羽右国不存在呢？我沈镇江的外孙女岂能受这种委屈，差点命都没了。你给2万两就打发了？沈镇江吹眉瞪眼，似乎很是生气。沈从礼神色也不好，瑶儿你别被他吓到，你不知道，你可是差点就死在了那里啊！这件事，南蛮太子，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皇帝假装为难，太子你看这，事关3国有益，太子你让一步如何？南蛮太子听到这，心里有些动摇，毕竟自己确实是派人去抓苏瑶，还下了命令，抓不到就直接弄死。看到沈镇江和沈从礼的眼神越来越凶狠，南蛮太子连忙掏钱出来。我给2万两是吧？我给。苏瑶看到这，转头赞扬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外祖父和舅舅。南蛮太子忍痛赔偿了苏瑶2万两。掏完钱，南蛮太子便想着事情终于结束，自己终于不用再受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气。结果刚掏完钱，下一刻荣万飞就拿着一个单子走了过来。太子，您方便的话，也将这住店的钱结算一下吧。南蛮太子无所谓的摆摆手，结。当初为了跟着沈镇江他们，也为了摆阔，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皇帝安排的院子，选择了这京城最奢华的酒楼。然而他怎么都没想到，这酒楼会特地的给他服务。太子，这数目不对啊！南蛮太子的手下看到单子上的金额，顿时吓得结结巴巴。怎么了？南蛮太子不悦地皱起眉头，手下将单子递过去。太子您看。南蛮太子不屑地扫了一眼单子，下一刻瞳孔猛缩。2万两，你们怎么不去抢？荣万飞勾唇，心想我们这不就是在抢吗？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太子别着急，我们收费都是有标准的，您住的房间是特级房，只有您这种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住，一晚上1000两，里面的装潢都是用了十分考究的珍贵饰品，比如被砸碎的那瓷器，这可是景德镇景大师的佳作，一个瓶子就值1万多两呢。其他那些被砸碎的茶盏也是价格不菲，光是被您弄坏的摆件都已经价值2万两了，所以这2万两已经是我给您免了房费的情况下的。南蛮太子听到这钱都是因为自己砸碎的那些瓷器才产生的，心里一阵憋屈。太子，您不会付不起房费吧？荣万飞看太子迟迟不拿钱，疑惑地询问。南蛮太子看着众人都在盯着自己，紧了紧垂在双侧的手，给他拿2万两。荣万飞闻言，顿时喜笑颜开。南蛮太子给完钱，转头看向沈镇江和沈从礼。沈侯爷在这儿住了10多日，想必房费也不低吧？还是快些结清为好，否则没钱了，那就不好了。沈镇江似笑非笑地看着南蛮太子。南蛮太子可能不知，这房费我们不用出呢。不用出？想到自己出了2万两，而沈镇江2人1文钱都没出，南蛮太子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为什么？同样是使臣，为什么我要出这钱，你们却不用出？沈从礼似笑非笑，因为这酒楼是我外甥女开的。什么？苏瑶开的？南蛮太子眼前一黑，饶是他反应慢，也知道自己是被这一家人给坑了。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第84章着急的海外友人。苏瑶挑眉，请问南蛮太子，我们骗您什么了？是我们逼您来金黄楼住的吗？还是我逼您砸的那些花瓶？南蛮太子顿时一噎，他气得涨红了脸。呵呵，这金黄楼收费是有些贵了，不过毕竟是京城最奢华的酒楼，也能理解。南蛮太子，不如你住到朕安排的院子里吧。皇帝这时候出来打圆场。南蛮太子想到自己空空的口袋，只能点了点头。如此就麻烦皇上了。皇帝微微颔首，让人下去安排。若是无事，你们就进宫跟朕用膳吧。朕还有公务要处理，就先回宫了。恭送皇上！众人跪地高喊。皇帝走后，南蛮太子立马狠狠地瞪着苏瑶。苏瑶，你可真有你的，在宫里坑了我2万两，方才又坑了我4万两，你真是好样的。苏瑶温柔地笑着，哼，说起来我在太子这挣了6万两呢，还真是谢谢您了。
南蛮太子瞪的眼睛都充血了。苏瑶，你给我等着，我迟早会拿回来。那我先帮太子存着呢。苏瑶脸上风轻云淡，丝毫不惧怕南蛮太子的威胁。南蛮太子看到这，心里都能呕出血来。他真的很想上去给苏瑶一拳，但是看到虎视眈眈的神丛里，南蛮太子只能将这个念头生生忍住。哼！冷哼一声，南蛮太子便快步离开了金黄楼。苏瑶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南蛮太子离开。瑶儿，你先前怎么不将这小子对你动手的事情告诉我们呢？沈从礼神色担忧地看着苏瑶。怎么说，我也是这儿的地头蛇，若是连他都怕，那岂不是丢了我大宋人的面子？苏瑶笑着开口。沈振江本来也想说苏瑶两句的，听到他的话，将话咽了回去。你能解决就好，若是解决不了，第一时间给我们消息。我虽然老了，但是护一个你还是可以的。苏瑶听着两人的话，心里微暖。放心吧，外祖父、舅舅，我不会让自己受伤的，受伤的只会是那些伤害我的人。与两人又聊了一会，苏瑶这才回丞相府。然而前脚刚回丞相府，后脚一个小太监就寻了过来。苏姑娘，皇上邀您进宫一同用膳。好，我这就去。苏瑶很是疑惑，这外邦使臣的宴场，自己去干什么？小姐，会不会是那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要您去的？冬雪思索片刻，开口提醒。这我倒是忘了。苏瑶被冬雪这么一提醒，这才记起来那几个大不列颠国家的人。她选了一件鹅黄色的衣裙，简单收拾了一下，便上了马车。刚进宫，苏瑶便看到慕寒。慕寒听到声音，仰起头。苏瑶没错过慕寒眼底那几分欢心。九王爷，这是在等谁？他明知故问，在等能让我欢喜之人。哦，那可等到了，等到了。慕寒毫不掩饰自己对苏瑶的感情。苏瑶感受到这份直白的喜欢，心里突然有什么突然绽放开来。走吧，时辰不早了。好，两人隔着2米的距离，一前一后的进了宫。进宫后，苏瑶发现一众皇子公主都在。宋雨柔看到苏瑶，惊喜地走了过来。苏瑶，你也来了，太好了，有人能跟我说说话。苏瑶微微笑笑。用过膳后，苏瑶便被传唤去了御书房。刚进御书房里，苏瑶就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只因御书房3个年龄适合的皇子全都在那里。皇帝看到苏瑶来了，转头让自己几个儿子出去。好了，这件事之后再商议，你们的能力我还要好好考察考察。大皇子宋泽明恭敬地行了一礼，这才转身离开。二皇子点了点头，行了一礼，也退了出去。三皇子宋泽轩则随意摆摆手，那臣就先告退了。待几人都走了，皇帝这才看向苏瑶。坐吧。谢皇上。苏瑶没有客气，就近选了张椅子。方才我那几个儿子你也看到了，你觉得他们3人谁更适合当太子呢？皇帝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苏瑶。苏瑶起身，双手交叠在一起，蹲身行了一礼。回皇上，我对3位皇子知之甚少，自是不懂他们谁有这般才华。况且皇上您是他们的父亲，理应最懂他们。您选谁，那谁便是合适。我们这些做臣民的，自是会无条件支持您的决定。皇帝听到苏瑶的回答，不由得高看他一眼。你就没有较为偏向的皇子？臣女没有偏向的皇子，倒是有不偏向的皇子。皇帝挑眉，哦，我与二皇子向来不对付，皇上想必是知道的。所以你倒是敢直言。皇帝深深地看了苏瑶一眼。可知道朕让你来做什么？皇上大老远的让我过来，想必不会单单是让我来和4公主吃一顿饭这般简单。苏瑶不卑不吭地回答。哈哈哈，你倒是聪慧的紧。来人，将海外有人请进来吧。是皇上。太监总管小跑着出去，不一会儿就领回来几个外国友人。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苏瑶，便激动地围了过来。他们用自己国家独有的语言叽叽咕咕地说着。苏姑娘，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是啊，这儿没一个人能听懂我们说话，虽然我们能通过肢体语言去比划，但是这了解还是太少了。是啊，苏姑娘，你来了就多住几天吧，带我们逛一逛，介绍一下你们的国家。我们想去看看你们国家的瓷器，如果合适的话，我们想带一些回去。还有那个衣服，那个布，好看的布。几个人叽里呱啦说了好久，这才停下来。苏瑶，他们说什么？皇帝听不懂他们说话，又看苏瑶迟迟不回答，只能干着急。第85章，谁说我们只有动物拖车？回皇上，他们说宫里的人听不懂他们说话，很不方便，想要我带他们出宫去逛逛，最好能去看看我们的瓷器。皇帝一听这海外人是看上了自家的瓷器，有些兴奋。好，既然如此，你帮我给他们回复，瓷器布匹都很多，若是他们想看，
我就安排人带他们去看。苏瑶微微颔首，转身用大不列颠语跟几人说道：“几位友人不用着急，我们皇帝陛下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请求，若是你们愿意，他可马上安排你们去看感兴趣的瓷器和布匹。”几个大不列颠的人闻言，顿时高兴不已。苏姑娘，太感谢你了！苏姑娘，感谢你。若是能促成我们两国的合作，我会好好感谢你的。苏姑娘，还有一件事，求你带我们出这个皇宫，我们想出去你们的街道上走走看看，领略一下你们大宋国的风土人情。苏瑶微微点头，转头看向皇上。皇上，他们还想出宫，去我们的街道上看看。皇帝思索片刻，点了点头。如此，那你便带着他们出宫看看吧。怕苏瑶不答应，皇帝还补了一句：“放心，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苏瑶撇嘴，心想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要给我的。皇帝将御林军调过来后，便让御林军陪着苏瑶和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一起出了宫。为了避险，还特地让四公主还有经常在五湖四海游荡的三皇子宋泽轩一起。四公主能跟苏瑶一起出宫逛街，十分兴奋。苏瑶，你要带他们去逛什么啊？要我说，随便带他们去逛逛算了，反正他们也看不懂。苏瑶摇了摇头，那不可，这些海外人那里可是有不少好东西，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大宋的好东西，然后让他们拿那些东西来换取。他们那里能有什么好东西？看他们的布料，花纹和我们寻常百姓差不了多少呢。四公主说着，又回头打量了一眼那几个海外人。苏瑶笑笑，他们虽然穿着不讲究，但是他们那里好东西却不少，到时候换回来你就知道了。苏瑶说着，走到了几个大不列颠国人面前。宋泽轩一直静静地陪在两人左右，他也不说话，就跟个透明人一样陪着，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流利地说道：“几位贵客，现在我先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大宋的精美瓷器，稍后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书法字画，看看我们的文化底蕴。”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正是对这些感兴趣，闻言兴致勃勃地跟着苏瑶走。苏瑶带着几人挑了些店铺进去逛，一圈下来，什么瓷器、书画、首饰、布料铺子全都逛了个遍，把这些大不列颠国的人看的是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当场就要订货。尊贵的客人，你们想要订货可以，前提是你们拿什么给我们订，我们这边黄金什么的也很多，就不收那些俗物了。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听到苏瑶说不收黄金，顿时愣了一下。不收黄金？那你们收什么？我们那边没有像你们这么精美的事物，不知道能换什么给你。是啊，苏姑娘，我们该给什么你啊？几人很是焦急，生怕交易做不成。苏瑶淡定地伸出手，示意几人先安静。几位贵客先别着急，听我说。几人闻言选择安静下来，听苏瑶说。苏瑶看几人安静了，笑着开口：“几位贵客有所不知，我们这边很喜欢研究那些千奇百怪的东西。若是你们那边有会打铁球的枪，或者是不用马车也能跑的那些东西，可以拿来跟我们换。”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闻言，齐齐松了口气。苏姑娘，你说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枪，原来苏姑娘想要的是这种东西啊！你放心，这种东西在我们那边很多，你要多少就给多少。对对，还有那个不用马车也能跑的车，我们那边也有，叫做自行车，2个轮子的，还有4个轮子的，不过跑得很慢。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整个国家的发展都透露出来。苏瑶听着几人的描述，断定这个大不列颠国已经进入蒸汽时代，那就更要搞好关系，将他们的技术慢慢引进过来。不过苏瑶不想让他们察觉自己的意图。有变好，我们这边自己也能做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嫌太麻烦了，所以想从你们那边购买。然而几人听到苏瑶这话却是不买账。苏姑娘，这你就不要瞒着我们了，你们这里哪里会有我们那边的东西？别说2个轮子会跑的车了。是啊，苏姑娘，我们看了一圈，你们这儿都是动物拖车呢。是啊，苏姑娘，你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要抬高你们这些东西的价格罢了。不必如此，我们不会看低你们，该给的我们都会给。苏瑶挑眉，谁说我们这儿都是动物拖车？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车，不过只有重要的人才能看到。你们若是相见，我明日带你们去见见。几人一听，脸上都露出质疑的神色。第86章，有比我们先进的武器。于是苏瑶跟几人约定好，明日进宫去接他们，带他们去见识见识大宋的车。苏瑶一直跟几人说他们那边的话，所以一路上四公主都没听懂，只能跟着点头。宋泽轩也没听懂，但是从几人的神情变化里面看，他是看出来了点意思。苏姑娘，这些大不列颠国的一开始是想买我们国家的瓷器布匹吧？然后你们再聊价格，然后为什么发生了不快呢？苏姑娘可能告诉我。苏瑶赞赏地看了一眼三皇子宋泽轩，没想到三皇子是观察如此细微的人。三皇子表情一愣，这是父皇交给我的事情，我自然要多多观察注意。苏瑶颔首，方才那些大不列颠国的人确实是要买我们国家的瓷器和布匹那些东西，不过我没同意。
三皇子脸上有几分错愕，为何？因为他们要用黄金去买我们那些东西。苏瑶脸上神色淡淡，好似黄金就是和寻常石头一样的东西。这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不都是用黄金这些硬通货来进行吗？苏瑶摇头，他们国家黄金最不值钱，更值钱的是其他东西。宋泽轩不是很理解，但是他也没有贸然反驳。这件事你我都很难决断，还是请示一下父皇为好。苏瑶颔首，我会与你父皇说的。宋泽轩看到苏瑶那胸有成竹的表情，很是疑惑。你就这么肯定父皇会让你用其他东西换？苏瑶神秘一笑，他会的。自古帝王最是多疑，苏瑶是清楚的。只要他说出大不列颠国有比自己国家先进的武器的事情，那他就一定会比自己激动。苏瑶从宫里出来，立马去了自己手里一个度假的庄子里。冬雪，你安排一下，这2日将所有人清退。这庄子我要用2日。是，小姐。冬雪虽然不知道苏瑶要用庄子来干什么，但是她不会多问，苏瑶说什么绝对的服从。很快就将庄子里所有人清退。苏瑶又派人搜了一遍，确定庄子里没有杂七杂八的人了，这才放心下来。冬雪，你让所有暗卫都守着庄子里，不放一个人进来。是，小姐。冬雪闻言立马派人严防死守。苏瑶挥退所有人后，便一个人进了庄子里。他观察了许久，最终停在了在庄子里的一个最大的宅子里。就这里了。苏瑶话音一落，人就消失在原地。画面一转，他整个人都出现在一方世界里，而眼前摆放的是各种各样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跑车、飞机。为了避免这些东西被人看到，苏瑶拿了些红布将这些东西都盖上，然后大手一挥，这些东西就出现在宅子里的院子里。做好这些，苏瑶又加派了人手看好庄子，这才回去休息。第2日，苏瑶早早就进了宫。三皇子宋泽轩已经将昨日的事情说与了皇帝听。听说你拒绝了那些大不列颠国的人，不让他们拿黄金来购买我们这些瓷器。回皇上，臣女确实是拒绝了，因为臣女在与这些大不列颠国人攀谈的时候，了解到了他们国家有比我们先进的武器，于是我便擅自主张要了这些东西。苏瑶不卑不吭，将预先想好措辞说了出来。皇帝一听，这大不列颠国还有其他先进的武器，顿时眼睛亮了几分。你说这大不列颠国有比我们先进的武器？对，所以我想着为了以后能自保，必须从他们那里引进武器，然后将我们国家的武器也慢慢更新换代。好好好。皇帝闻言一连说了3个好字。这件事你做得不错。皇上顿时龙心大悦，看向苏瑶的眼神满是赞赏。那皇上，一会我可以与他们商议这交易的价格了，这价格您看要定在多少为好？皇帝闻言认真思索起来，片刻后他这才慎重的开口：2个玉壶，1把兵器。苏瑶不赞同的摇了摇头，皇上，咱们这些瓷器可是贵得很啊，有些大师之手的可是价值千金。皇帝闻言犹豫了一下，1个瓷瓶，1把兵器。苏瑶挑眉，既然如此，那臣女便将这个价格作为兜底，与他们商谈，谈得了多少就看实际情况吧。好好，你是个聪慧的，相信你能办好这件事。明日依旧让雨柔和老三跟你去吧。苏瑶微微摇头，他们去做不了什么，若是皇上真想找个人看着我，便找九王爷吧，好歹他熟悉兵器，能说得上话。皇帝一想也是如此，便答应了，派人去请慕寒。慕寒来到宫门口的时候，苏瑶刚好带着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出来，看到慕寒，很是娴熟的与他打了个招呼。九王爷。慕寒想到是苏瑶主动要求自己陪他去的，心里美帝都要冒泡了。他炙热的看着苏瑶，有1日不见了。苏瑶，九王爷，我先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回金黄楼去谈具体事宜。您看你是去金黄楼等着我们，还是？慕寒脱口而出，我跟着你。苏瑶满头黑线，意识到自己言论有些不当，慕寒慌忙改口，我的意思是，我与你们一起去，然后再一同回金黄楼。好，那你一会就得在庄子外等我们一会了。慕寒点头答应下来。好。苏瑶看到慕寒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庆幸自己的决定。若是换了那三皇子，肯定是会有一大堆问题问，为什么不让跟着去？但是换成了慕寒就不一样了。苏瑶看向慕寒的眼神多了几分温柔。半个时辰后，苏瑶带着众人来到庄子门口。九王爷，麻烦你再次等候片刻，若是可以的话，帮我守着庄子门口。慕寒看到苏瑶要单独跟几个大不列颠的人进去，有些担忧。苏瑶看到慕寒微颤的睫毛，猜出他是担心自己。没事的，我的暗卫都在宅子四周，有什么我喊一声便好。再说了，我这功夫谁能伤得了我？慕寒听到苏瑶的话，微微一愣，他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苏瑶3年前的功夫可是已经与自己都不相上下了。苏瑶看到慕寒愣住，微微一笑，
带着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进了庄子。一进庄子，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便四处张望着。苏姑娘，你说你们大宋的车在哪儿啊？是啊，你不会是诓骗我们的吧？这可不够实诚啊！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你可不能骗我们。对啊，苏瑶一路上都走在前面没有回答。来到院子里，他这才停下脚步。我是不是骗大家的？大家掀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盖在院子里的红布，顿时感觉很是熟悉。这是第87章，商谈价格。这就是我们大宋的车。苏瑶说着，伸手掀开最小的红布。红布掀开，里面是一辆登山自行车。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这如此高级的自行车，齐齐倒吸一口冷气。这真是车，和我们那边的脚踏车很相似，看样子比我们那些先进不少呢。看看这个轮子，这个材质。苏姑娘，我们能摸摸吗？几人渴望地看着苏瑶。自然是可以的，你们不但可以摸，还可以试着骑一下。几人闻言，纷纷要去试骑这自行车。为首的大不列颠国人率先拿到自行车。我来试骑一圈。他说着，熟练地踩上了脚踏，在他的运作下，自行车在青石板上飞奔起来。哇，好快的速度，骑起来好轻松。其他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闻言，也纷纷迫不及待地尝试了一下。试过之后，几人看向苏瑶的眼神彻底变了。苏姑娘，我没想到你们大宋国的自行车竟然比我们大不列颠国的还要先进。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从我们那边购买呢？苏瑶笑笑，我们自然有我们的理由。他说着，伸手掀开下一块红布。这块红布底下是一辆闪着金耀的机车。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机车，顿时高呼起来：哇，好酷的车！苏姑娘，这车能不能试着骑一下？苏瑶挑眉，你们若是会的话，便骑。几人闻言，齐齐摇头。苏瑶见状，掀开下一块布。这一块布下是一辆十分炫酷的跑车。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跑车，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这下几人终于相信大宋有比他们先进的东西了。啊，苏姑娘，这是什么车？这是什么车？我想要。我们那边也有4个轮子的车，不过没有这么好看。苏姑娘，你们这个车卖不卖？我们愿意出很多钱。对，我们愿意出很多钱。苏瑶微微摇头，这个不卖，我们只卖那些瓷器、布匹，还有那些茶叶之类的东西。几人看到苏瑶态度坚决，没有再强求。既然如此，我们谈一下这些瓷器的价格吧。好，我们到金黄楼一起喝着茶水来谈。苏瑶说着，将红布重新盖上。出了庄子，苏瑶一眼就看到守在庄子门口的慕寒。等久了吧？苏瑶歉意的开口。慕寒微微摇头，没有。现在去什么地方？现在去金黄楼。苏瑶说着，张罗着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上车。慕寒默默地跟在身后。半个时辰后，众人来到金黄楼。四公主和三皇子宋泽轩已经等候多时，看到苏瑶终于带人来了，两人连忙围过来。苏瑶，事情谈得怎么样了？四公主凑近苏瑶轻声询问。现在就差商定价格了。苏瑶说着，安排人将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傻瓜的商品送上来，将各种商品摆放在长桌中间，就正式开始价格商议。大不列颠国的人坐在长桌一边，苏瑶还有慕寒、四公主宋雨柔、三皇子宋泽轩几人坐在一边。若是没问题的话，那咱们就来商谈一下价格。没问题，苏瑶姑娘说说你印象中的价格吧。苏瑶挑眉，先开口的人就没了主动权，所以他想就把那个主动权攥在手里。我先给几位介绍一下这些东西在我们大宋的价值，然后你们再依着这价值去估价，然后再说出你们理想的价格，这样如何？几个大不列颠国人也想听听这些东西在大宋是什么价格，只能同意的点了点头。好，那么就请苏姑娘为我们介绍一下吧。苏瑶微微颔首，拿起最边上的瓷瓶给几人介绍。几位贵客看看，这个是我们大宋的花瓶，是高雅之物，这种花纹俏丽的一般是贵族才能用得起的，一般售价在100两以上，也就是说1万个包子那样。贵的花瓶一个能卖到几万两。几个大不列颠国人听到这个价格，了然的点点头。苏姑娘，那这些茶叶呢？适合价格。苏瑶没有着急回答，而是拿起茶壶亲自给他们泡了一杯。等那优雅的茶香传出来，苏瑶这才开口，这些茶叶都是名贵之茶，不仅闻着有高雅的淡香，喝起来还十分清爽，回味很是甘甜。不仅好喝，还具有许多功效，比如说美容养颜、提神静气、消食去油。这消食去油对你们大不列颠国的人很是合适，毕竟你们食谱里几乎都是肉与油炸食品，用茶去油再好不过。那这个价格？大不列颠国的人听到能去油，双眸锃亮。价格倒是没有那花瓶这般贵，
普通茶叶几十两一斤，贵的茶叶也就几百两而已。大不列颠国的人闻言松了口气。苏瑶接着又给几人介绍了那些书法字画，每一样东西他都着重提到了高雅和贵族之物几个字，让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些东西的价格。等所有的东西都介绍完了，苏瑶便让他们自己估价。好了，这些东西我都给几位贵客介绍完了，接下来你们出价吧。苏姑娘，请容许我们商量一下。苏瑶点了点头，你们自便。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闻言走到了隔间，凑在一起低声商量起来。宋雨柔搞不清这是什么状况，低声询问苏瑶，苏瑶，现在是什么情况呀？他们怎么去隔间了？第88章，可有能远航的船？苏瑶往隔间扫了一眼，他们这是去商谈价格了。原来是这样。宋雨柔了然的点点头。1刻钟后，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再次回到长桌上。苏姑娘，我们商议好了，我们这边按照你说的，以1把武器为单位来买你们的东西。这个花瓶就按照10把武器的价格来，你看如何？苏瑶假装皱眉，既然方才我已经带你们看过我们大宋的先进东西，那我不妨就直接问了。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疑惑的对视一眼。为首的大不列颠国人回答道：苏姑娘请问。苏瑶颔首，轻声询问：不知现在你们国家都有什么样的武器？为首的大不列颠国人沉吟片刻，回答：据我所知，现在有手持的能打5、6发子弹的小手枪，还有能打10几发子弹的冲锋枪。苏瑶沉思片刻，那就以这些为主要吧，其他你们那些脚踏车之类的工业品则作为补充。好，我们的手枪在你们这约莫能兑换3000个包子，也就是说能抵你们的3两银子，冲锋枪则能抵10两银子。这样，几个大不列颠国人还故意将枪支价格抬高了一些。殊不知苏瑶一开始说出的价格就悄悄翻了几倍。你们这个枪的价格有些贵啊，毕竟你们枪支是人人都可拥有，而我们这些东西可都是贵族才能享用到的东西。苏瑶皱着眉头，假装有些不满的开口。几个大不列颠国人闻言又交头接耳的商量起来，最终他们给出了新的价格。苏姑娘，手枪的价格为2两银子，冲锋枪的价格为8两银子。我们买你们国家的东西，就以你们实际价格去以物换物，你看如何？手枪价格为2两银子，也就意味着一个100两的花瓶能换50把手枪。苏瑶心里甚是满意，但是他表面却是露出几分为难，纠结了许久，他这才咬着牙装作很吃亏的样子，点头同意了。好，既然你们都拿出了诚意，那我们也不能这般小气，就按照你们说的办。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听到这，顿时松了口气。苏姑娘，谢谢你，你真是个善良勇敢的姑娘。苏姑娘，谢谢你。几人纷纷道谢。苏瑶一一微笑回应。临走时，几个大不列颠国人突然想起什么，拍了拍脑袋。对了，苏姑娘，为了保证质量，以后都从我们这些天看的店铺里面给我们派货吧。苏瑶勾起唇角，没问题。商谈好价格后，几个大不列颠人说起了回国的事情。苏瑶答应几人尽快送他们回国，这才再次带着众人进了宫。几位大不列颠国人忙了1日，直接休息去了。苏瑶则和慕寒还有4公主、3皇子几人去面圣。谈得如何了？因着大宋除了苏瑶，就没有人能听懂大不列颠国人说的话了，所以皇帝也不知道现在是哈尼么情况，谈得怎么样。苏瑶想让皇帝着急，于是便故意皱着眉头。回皇上，谈得还算可以。哦，那你为何皱着眉头？皇帝看到苏瑶紧皱的眉头，心里有些担忧。无事，臣女只是习惯性的皱眉罢了。苏瑶说着，深深叹了口气。皇帝被他这一连串的反应搞得坐立不安，到底谈得如何了？速速禀报，否则朕打你板子！苏瑶闻言扑哧一笑，皇上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苏瑶将在金黄楼跟几个大不列颠国的人商谈好的价格说了出来。皇帝听到苏瑶一个词评就能换至少50个兵器，顿时惊讶不已。你确定你说的是50把兵器，而不是5把？皇帝不敢置信，反复确认。我确定，起草的合约已经列出来，皇上若是不信，可亲自看看。皇帝急切地接过小太监递来的合约纸，当看到上面写的果然和苏瑶说的一样，顿时欣喜不已。哈哈，一个花瓶换50把兵器，苏瑶，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在皇帝看来，那些个花瓶就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能换1把兵器已经是很不容易，可如要却卖出了那样的高价。一瞬间，皇帝觉得苏瑶是坑骗了那些大不列颠国的人。苏丫头，你不会是坑骗了海外友人吧？苏瑶挑眉，当然不会，我只是将这些东西在我们大宋的价值说了出来，然后又说了这是我们贵族平日里才会用的东西而已。至于价格，完全是他们提出来的，我只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能接受我便答应下来了。皇帝闻言这才放心下来。好好好，苏丫头，若是这件事
真的能成，那你这次就为我们大宋立大功了。皇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皇上，忘记和您说了，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苏瑶想起大不列颠国人要求货物都在自己店铺买的事情，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什么要求？以为有什么变故，皇帝眉头轻皱，就是要求在我带他们去过的店铺里面购买那些瓷器和布匹等东西。这个好说，届时朕会结算给那些店铺的。皇帝无所谓的摆摆手，那臣女就先谢过皇上了。苏瑶眼里浮现笑意。皇帝听到苏瑶的话，心里有些疑惑，心想我给那些店铺结账，你谢我做什么？难不成那些店铺是你的不成？皇帝想到这，后知后觉地看向苏瑶，那些店铺都是你的？苏瑶拱拱手，臣女不才，只会做生意，这些店铺正是臣女的。皇帝撇嘴，你可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有点缝你就钻，多谢皇上夸奖。苏瑶毫不谦虚。皇帝瞪了苏瑶一眼，罢了，看在你立功的份上，朕就不计较了。之后你去跟户部尚书把那些店铺登记一下，以后就在你那里出货了。多谢皇上。得到了官方认证，苏瑶连忙拱手道谢。切记货物不可出问题，否则我拿你是问。皇帝不放心地叮嘱一句。苏瑶对此自然是连口答应。皇上放心，货物的质量问题，臣女定是会严防死守，坚决不会让这些货物出现一点问题。皇帝也只是要苏瑶的表态，看到苏瑶如此态度，也放心下来。苏瑶想到还要送那些大不列颠国人回国，开口询问皇上，咱们这些事情谈好了，接下来就是送这些大不列颠国人回他们的国家了。您看咱们大宋可有船可以维持几个月的远航？这一问倒是让皇帝犯了难，他无法给苏瑶回答，便将水师提督谢远洋传唤过来。第89章，他亲了我。微臣参见皇上。谢远洋恭敬地行了一礼，平身。皇帝看向苏瑶，问吧。苏瑶对着谢远洋拱拱手，这才开口询问，谢大人，我想问问您，咱们大宋可有船只能在海上航行几个月之久？谢远洋知晓皇帝叫自己来，就是为了让苏瑶问话，也不敢怠慢。有的，新建造出来的乘风号可在海上航行5月之久。苏瑶闻言放心下来，多谢大人解惑。我问这船的原因，是为了要送这几个海外人回他们的国家。谢远洋听到苏瑶还给自己解释，对他多了分好印象。皇上，既然咱们有船送他们回去，那我便去与他们商定一下，什么时候送他们回去。你们几个去吧。皇帝挥挥手，让几人都下去。苏瑶闻言，带着几人去了几个大不列颠国人的住处。几位贵客，我们皇帝陛下已经答应了送你们回去，你们看何时返程？几个大不列颠国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不用那么着急，便打算好好在大宋看看，多多了解大宋的物资。若是合适的话，时间便定在半月之后吧。届时还劳烦苏姑娘送我们回去，也好我们那里商议一下运什么货物回来。苏瑶也正想去看看这大不列颠国发展成什么模样，便点头答应。好，我会和皇上说送你们回去的。几个大不列颠国人一听，纷纷感谢苏瑶。又聊了几句，苏瑶这才折返回御书房，将大不列颠国人的决定告诉皇帝。皇帝听到大不列颠国人要求苏瑶也跟去，也没有过多意外。那你便跟着去吧，回来我多多嘉赏你。谢皇上。苏瑶行礼告退。宋雨柔听到苏瑶竟然要跟着大不列颠国的人回去，顿时忧心不已。苏瑶，出海险境颇多，你若不然还是别去了吧。苏瑶拍了拍宋雨柔的手，示意她放心。放心吧，我既然要去，就会做好万全准备，无论遇到什么，我都有应对的方法。可是属水性之人下海都可能会淹死，你都不属水性，去的话更加危险啊。宋雨柔一想到苏瑶掉到海里那个场景，心里就很是难受。谁说我不会水性？我水性好得很，放心吧。苏瑶又安抚了宋雨柔几句。宋雨柔看苏瑶是铁了心要去，也没再说什么。慕寒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两人说话，等到宋雨柔回自己的寝殿了，这才柔声开口，我跟你一起去。苏瑶挑了挑眉，你确定这可是会九死一生的？慕寒坚定地点了点头。你去哪，我便去哪儿。又是赤裸裸的告白。苏瑶看着慕寒认真的眸子，心口一怔。他鬼使神差地走到慕寒跟前。慕寒坐着轮椅，所以苏瑶需要低着头看慕寒。看到慕寒的脸被面具遮住大半，苏瑶伸手捧着面具，轻轻挪下来一半，然后挡住慕寒的眼睛，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慕寒的额头。慕寒感受到那柔弱的肌肤，浑身僵住，随即整个人都发起烫来。慕寒，你的脸好红啊。两人凑得很近，所以慕寒能清楚地感受到苏瑶温热的呼吸。苏瑶，慕寒声音多了几分嘶哑。看着慕寒的脸因为自己的触碰迅速变红，苏瑶确定了慕寒的心意。
慕寒，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他最后再去认一遍。慕寒郑重点头，是我慕寒星月苏瑶。慕寒星月苏瑶这几个字一直回荡在脑海里，苏瑶也感觉自己的脸开始发烫。苏瑶这时候也确定自己对慕寒的感觉与日俱增，她索性便不再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感受。慕寒，你知道被我缠上会是什么代价吗？慕寒内心激动，目光坚定，我慕寒出得起任何代价。苏瑶突然又将面具掀开，然后挡住上半张脸，看着那双微微颤抖的薄唇，苏瑶心中微动。犹豫片刻，她猛地低着头，朝着薄唇啄了一口。波叽！亲完，苏瑶转身提着裙摆迅速往宫外走。慕寒愣愣地转头看着苏瑶离开的背影，想起苏瑶对自己做了什么，慕寒伸手覆上自己的嘴唇。他亲了我。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慕寒顿时心花怒放。他亲了我，他亲了我。慕寒的嘴角再也压抑不住。守在不远处的冷风看到自家主子因为一个吻就这般失态，蒙住自己的眼睛。啧，主子真是没有耐力啊！瞧瞧，苏姑娘这才做了点什么，她的脸就跟熟透的苹果似的。冷风没听到冷雨搭理自己，回头去看他，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卧槽，冷雨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冷雨听到冷风的声音，忙挥去脑海里那个身影。热的。冷雨说完便快步走到慕寒身旁。热的。冷风挠着头，满脸不解，这都入秋这么久了还热？苏瑶看到慕寒没跟上来，松了口气。他回忆着方才自己做的事情，嘴角不自觉上扬。回到襄府，苏瑶发现到处都在张灯结彩。小姐，约莫是在为苏玉茹准备出嫁事宜了。冬雪神色淡淡的开口道。第90章，永远忠于他一人。苏瑶挑挑眉，动作还挺快。当初定下说是10日后，现在还有7日。哦，那我岂不是要抓紧时间给苏玉茹准备一份礼物？苏瑶散漫肆意的笑着。冬雪，咱们店里不是出了一套昂贵的胭脂吗？你去想办法让苏玉茹买到一套。是，小姐。刚回到小院门口，苏瑶远远就看到有2个人在门口站着。王氏看到苏瑶回来了，忙迎了过来。大小姐，您回来了。有这身子呢，怎么不先进去坐？王氏听到苏瑶的话，顿时觉得受宠若惊。多谢大小姐体恤，妾身想着您也快回来了，便没有贸然叨扰。苏瑶微微颔首，打开门让王氏进去休息。王氏这次来找苏瑶，待遇完全不同，摆放在她眼前的是飘着幽香的热茶和精致的糕点。喝点吧，这茶我让人特地给你泡的，能安泰。苏瑶说着，还亲自给王氏倒了杯茶，这让王氏有些惶恐。多谢大小姐赐茶，你我既是自己人，就不用客气，做好你分内之事，我自然不会亏待你。苏瑶说着，还将糕点往王氏跟前推了推。王氏听到苏瑶的话，想起来自己过来的目的。大小姐，您给我的药我已经给老爷喝下了。苏瑶挑眉，你速度很快。王氏笑了笑，大小姐吩咐的事情，我自然是会第一时间去做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喂吗？自然是继续喂，等他发现自己身体不正常后，你就暗暗将这个锅甩给刘婉。苏瑶想到几人互掐的场景，就止不住嘴角的笑意。王氏点了点头，将苏瑶吩咐的事情记下来。2人又闲聊几句，王氏便告辞离开了。苏瑶看正好到用膳的时间，便去金黄楼陪着外祖父他们吃了晚饭。吃饭期间，外祖父沈振江和舅舅沈从礼一直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盯着自己，这让苏瑶感觉很是困惑。外祖父，你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吧，不必一直盯着我。苏瑶直截了当的开口询问。沈振江闻言，伸脚踹了一旁坐在旁边大吃特吃的儿子。沈从礼看到父亲示意自己开口，犹豫了一下。瑶儿，舅舅就想问你，针对那个二皇子没感觉了？听说他7日后就要与你那个庶妹成婚了。提到二皇子，苏瑶脸上有几分厌恶。当然没感觉，不仅没感觉，反而我还很厌恶他。不然您觉得我为何要自己去退婚？2人闻言顿时齐齐松了口气。那便好，那便好。苏从礼长舒一口气。原先我们想着，若是真喜欢他，我们干脆就求皇上赐婚，压着他，让他把你娶了。现在得知你不喜欢他，真是好极了。哼，那狗东西算哪根葱，一点都配不上我的外甥女。沈振江冷哼一声，愤愤吐槽：要身板没身板，要智商没智商，要武力没武力，纯就是个没用的东西。亏你之前还看上他，真是瞎了眼。苏瑶，外祖父，您听谁说的我看上他了呀？沈振江撇嘴：你们这大宋人都是这么说的。苏瑶顿时无语。外祖父，外面的人都是听风就是雨的，这你也信？就凭那二皇子歪瓜裂枣的模样，我能看上吗？沈振江不喜欢二皇子，
因此他很是喜欢苏瑶贤妻二皇子，有眼光，不愧是我沈振江的外孙女儿。要喜欢，那也应该喜欢像那个慕寒一样光明磊落、能文能武的汉子。苏瑶听到慕寒的名字，有些心虚。外祖父，您这么喜欢慕寒啊？那干脆我跟他假戏真做好了。沈振江一听，连忙摇头：不，那可不行。现在的慕寒已经跟年轻时不一样了。若是在他年轻时，他的腿还没有伤到，还有护你之力，那我定是会中意这小子。但现在他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你跟了他，岂不是要委屈自己一生？沈振江越想越担忧，你还是跟我回羽幽国吧。你们大宋这些个皇子皇孙，是一个都配不上你。苏瑶接了上一句话：外祖父若是那慕寒的腿没断呢？沈振江听到这，立马意识到了什么。慕寒的腿根本就没断吧？他这样是为了让帝王放心，也是掩人耳目。苏瑶挑眉：外祖父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您。沈振江轻哼：老夫踩过的坑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这种计谋见怪不怪。沈从礼眼神悠悠地看向苏瑶：瑶儿，你的意思是你心悦这个慕寒？苏瑶没掩饰：我心悦他，一定要挑个人在一块儿的话，我选他。沈振江和沈从礼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闪过不明意味。等苏瑶离开后，两父子凑在一起商量起来。这小子虽然打仗很厉害，但是不知道脾气，得探探他。爹，我不仅脾气不知道，其他也不了解不知道呀。比如说他平日的为人，在府里的表现，是否是花心萝卜，会不会对自己的夫人忠诚等等。沈振江赞同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是要想办法去了解了解。沈从礼摆手：爹，还了解什么？咱们直接把他叫过来问就好了。若是他看中咱们瑶儿，我们叫他来，他肯定会屁颠颠过来。若是他对我们遥望无感，那自然也不会对我们恭敬有加。你说的对。沈振江当即派人去九王爷府请人。慕寒正在用膳，听到沈振江找自己，愣了一下。虽然不知道沈振江找自己什么，但是想到沈振江是苏瑶的外祖父，他要留个好印象，所以慕寒还是放下筷子，整理好衣服去了金黄楼。不过一刻钟，慕寒便出现在金黄楼。沈振江看到慕寒来的这般快，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让人将慕寒请上了楼。慕寒看到沈振江，主动行了个晚辈礼。沈振江看到这，暗暗点头。九王爷可用了晚膳？用了。沈侯爷若是没用，我让人送些上来。慕寒丝毫没有仗着自己九王爷的身份，就做着跟个大爷似的，让人伺候。看到沈振江茶杯空了，他还主动端起桌上的茶杯给沈振江添茶喝。九王爷，应该是知晓我找你来做什么吧？慕寒的行为已经很明确了，沈从礼干脆直接的开口：知道。沈将军和沈侯爷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慕寒眸色十分认真。沈振江将视线放到慕寒的腿上：你这腿……慕寒掀开盖在腿上的毯子，站了起来，用行动回答两人。沈振江看到慕寒腿是真的好的，放心下来。慕寒，我就直截了当与你说了，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是只有一个主母，所以你想娶我外孙女，你就得和我们一样，终生只能娶她一个人，不纳妾，不填房，永远忠于她一人。第91章进宫求旨。慕寒点头：这个我能做到，毕竟我慕寒也不是什么朝思暮想之人，若是我是那种人，倒也不至于现在都没有娶妻。沈从礼悠悠来了句：妻倒是没娶，不过这同房的丫鬟就不知道有没有了。沈振江闻言盯着慕寒：沈侯爷和沈将军可以去打听一下，我九王爷府历来就有一个和尚庙的名头，至于为何别人会将九王爷府叫做和尚庙，原因是什么？两位可以猜猜。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因为九王爷府里一直没女人了。沈振江闻言点了点头：这我倒是听说一些，但是传闻终究是传闻，我们只能道听途说，但是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沈从礼也点头附和：既然如此，那就请二位瞧好，看看我慕寒是否是那种朝思暮想、三心二意之人。慕寒神色认真。沈振江与儿子沈从礼对视一眼，两人皆没有再说话，静静地喝着茶。慕寒也不再挑起话题，安安静静地陪着两人喝茶。夜深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沈振江看天色不早，便没有再让慕寒逗留。慕寒对着沈振江行了一个晚辈礼，转身离开。回去后，他便一直思索着怎么样才能让沈振江和沈从文相信自己不是见异思迁之人。冷风看自家主子实在是没办法变，便在一旁帮着出主意：主子，他们不就是怕你辜负了苏姑娘，另娶他人吗？这好办，您直接进宫，让皇上给你作证，今生只娶苏姑娘一个人，跟皇上求一道圣旨，这不就行了？慕寒闻言，双眸亮了几分。冷风，看来你这个脑子没白长。
慕寒说完，立马马不停蹄的就要进宫。主子，这个时辰怕是皇上早就歇下了。慕寒可不管，歇下了又不是死了，不能起来吗？冷风一愣，好像是这么回事。此时皇帝正在熟睡，突然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叩叩叩！皇上，急报！皇帝听到小太监的声音，猛地被惊醒。听到是急报，他连忙起身穿好衣服。一旁的妃子也被惊醒，看到这，连忙伺候皇帝穿衣。皇帝穿好衣服，便开门快步走出去。发生何事？小太监弓着身子回皇上：是九王爷，他说有急报，正在御书房等您。皇帝听到是九王爷，以为真有什么急事，也不敢耽搁，快步去了御书房。结果到了御书房，发现慕寒闲神定气地坐在轮椅上。不是说有急事？皇帝看到慕寒一点也不着急，没好气地开口：对我来说是急事，对您来说是不是那就不知道了。慕寒语气淡淡，好似大半夜将人叫起来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皇帝瞪了慕寒一眼：你小子最好给我有事，否则我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慕寒充耳不闻，转动轮椅跟在皇帝身后进了御书房。说吧，什么事？皇帝喝了口热茶压压惊，这才开口询问。皇上，微臣想向您求娶苏瑶。求娶苏瑶？你大半夜的就是为了谈情说爱？皇帝一口气差点没气背过去。白日不能求娶是吗？非要等到这大半夜的时候？白日虽然能，但是太过清醒，不敢。这时候思念正浓，人也有勇气些。慕寒说的振振有词。皇帝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慕寒确实说的有几分道理。行了行了，你要求娶她，她可是同意。皇帝也是知道两人之间有些眉目。自上次南蛮太子想求娶苏瑶的事情出来，皇帝就想快点就把那个苏瑶的婚事定下来，以免南蛮太子做什么节外生枝。毕竟苏瑶现在可是快宝，若是真的让他去了南蛮，只怕是对南蛮是一大利，对大宋是一大弊。慕寒看皇帝没有反对的神色，放心下来。皇上，那日太后寿辰宴会您是听到的，苏瑶也说了与我是两情相悦，所以我求娶她，她自然是会答应的。皇帝翻了个白眼，别以为朕不知道那日是什么情况，朕只是懒得管而已。慕寒没再说话，双手作揖，对着皇帝深深一拜，求皇上成全。皇帝闭上眼睛，深呼吸。罢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好不容易有个意的朕也不能拆散你。慕寒勾唇，多谢皇上成全。皇帝大手一挥，来人，研墨，朕要拟旨。几个小太监闻言，脸上去扑纸研墨。皇帝提笔刷刷的在圣旨上写了几行字，写完合起来，一把丢给慕寒，拿去，赶紧滚。慕寒稳稳接住圣旨，又悠悠道：微臣还有一事想求皇上。皇帝有些不耐烦了，还有什么事？能不能一起说了？大晚上的扰人清梦，朕最烦你这种人。慕寒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微臣还想跟皇上求一道圣旨。皇帝将笔摔到桌上，求，这皇帝你来当算了。慕寒挑眉回皇上，若是微臣想要这位置，微臣就不会改姓了。皇帝听到慕寒改姓这件事，脸色缓和几分。慕寒原本叫宋寒，与皇帝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之所以改了姓，是因为他在百姓中的威望太高，怕皇帝心里不舒服，觉得自己有威胁，慕寒这才改宋姓为穆，跟随母姓。大宋历来注重血脉传承，只有宋姓子孙才能继承皇位，慕寒改了姓，就相当于永世不要这个皇位。皇帝想到慕寒为自己做的，语气软和了些许。朕知道这件事你挺受委屈的，可你知道的，功高震主，你在民间威信太高，这对朕很不利。行了，你还想求什么？一并说了吧。慕寒拱拱手，微臣想要跟皇上求一道圣旨，今生今世只娶苏瑶一个妻子，不纳妾，不收通房，说是违背，即被处以极刑。皇帝听到这，噌的从龙椅上站起来。你疯了！慕寒神色无比认真。皇上，微臣是认真的，请皇上成全。皇帝皱着眉头，直勾勾地盯慕着寒，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点犹豫。然而慕寒始终目光坚定。皇帝见此，疲惫地闭上眼睛。我倒是不知，我宋家竟然出了个情种。第92章，二皇子娶亲。罢了，你自己别后悔就行。慕寒拱手，请皇上放心，微臣定是不会后悔。若是微臣做了对不起苏瑶的事情，纳了妾，或是找了通房，还请皇上莫要手软。放心吧，到那时候我可不会帮你开罪。皇帝提笔又拟了一张圣旨，看到圣旨上面处以极刑的几个字，皇帝有些犹豫。慕寒看出皇帝犹豫，再次拱手，微臣谢过皇上。皇帝见状，将圣旨丢给慕寒，你好自为之。皇帝说完便甩袖离开。慕寒拿着两份圣旨，心满意足地出了宫。主子，
可要现在将这圣旨拿给那沈侯爷看。冷风看本该着急的慕寒拿到圣旨后，闲神定气的轻声开口提醒。慕寒摇头，这个时辰沈侯爷应该在休息，还是莫要打扰他了。冷风，这时候您知道要体恤人家了。方才找皇上要圣旨的时候，怎么猴急的跟什么一样？皇上的叫就不是叫了。冷风都替皇帝憋屈，还没成婚就开始区别对待，孝顺老人了。慕寒不知道冷风心中所想，他一直直勾勾地看着2张圣旨，看到上面写了让苏瑶和自己成婚，不自觉地发笑。冷风看到慕寒那无法压抑下来的嘴角，撇撇嘴，他在心里嘀咕，不就娶个媳妇吗？至于这么高兴，现在的他还不知道，到他自己娶媳妇的时候，嘴巴都快笑裂了。第二日，慕寒一大早就去库房挑了好些礼品，然后带着第2张圣旨去了金黄楼。沈振江看到慕寒带了好些礼品来，以为他是要拿那些东西打发自己，好让自己松口，顿时眉头皱成了川字。慕寒，我承认我确实对你有几分好感，但你以为你拿这么带你东西就能随意将我打发了？慕寒见沈振江误会自己了，也不恼。沈侯爷别着急，我今日是带了诚意来了，您看看这是何物？慕寒说着，双手捧着圣旨递到沈振江眼前。沈振江看到圣旨愣了一下，他疑惑地翻开，看到里面的内容，沈振江整个人都愣住。你……沈振江拟了半天都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沈从礼看到这，接过父亲手里的圣旨，写了什么？我来瞧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旨啊！慕寒，你来真的？沈从梦看到圣旨上的内容，顿时有些诧异。我慕寒从来不说虚话，既然我对苏瑶是真心实意，那必定是会对她一心一意。有了这圣旨，以后我但凡是纳妾，或者是收了同房，都会被处以极刑。这下你们知晓我的心意了吧？沈振江和沈从礼对视一眼，随后两人齐齐点了点头。慕寒，我敬你是条汉子，我们这边是没什么问题了，我外甥女那边还得你自己搞定。沈从礼伸手拍了拍慕寒的肩膀，算是一种认可。慕寒对着两人拱拱手，我会好好表现。从金黄楼出来，慕寒去了一家首饰铺子。主子，苏姑娘有好些个首饰铺子呢，她怕是不缺这些。冷风看慕寒在认真的挑簪子，凉凉的开口。慕寒动作一愣，这我倒是忘了。他叹了口气，转身出了首饰铺子。刚出收拾铺子，慕寒就看到路边的小摊贩摆放着许多精致的小木簪。他觉得苏瑶平日喜欢穿素雅的衣服，这簪子很是合适，于是便出声询问：这簪子多少钱？客官，这是木簪子，纯手工雕刻而成，便宜，只要10文钱。小商贩乐呵呵地跟慕寒介绍。慕寒闻言挥挥手，都要了，连同那些还没雕完的木头也一并给我了。小商贩听到慕寒的话，有些不敢置信。直至冷风将那一个银锭银放在桌上，小商贩这才马不停蹄地收拾桌上的木簪。客官，您收好。小商贩将所有东西都递给冷风，然后笑嘻嘻地捡起左边的银子。主子，你买这么多做什么呀？难道您要给苏瑶小姐进货吗？冷风憋了一路，回到王府后，终于忍不住询问出声。我自有我的打算。慕寒说着，伸手接过冷风手里的布袋，转身了房间。此后的几日，慕寒一直整日闭门不出，直至二皇子的婚宴那日，慕寒这才容光焕发的从房间里面出来。备马，去二皇子府。冷风一愣，主子，您也要去参加二皇子的婚宴吗？慕寒不悦的皱眉，你耳朵是真聋了，还是真的想变聋了？冷风打了个哆嗦，主子，我这就备马车。他说着，快步跑了下去。很快，慕寒就来到二皇子府。巧的是，苏瑶的马车也刚到。苏瑶掀开车帘，便看到了慕寒。慕寒看到两人的马车离得很近，将手里的木簪子递了过去。苏瑶迟疑了一下，伸手接过了慕寒递过来的木簪子。看着手里的造型别致的簪子，苏瑶心思微动，这是他自己做的。听到外面嘈杂声越来越大，苏瑶收起木簪子，下了马车。慕寒也同时下了马车，两人只遥遥对望一眼，并没有说话。这时候，不远处传来锣鼓喧天的声音：来了来了，新娘迎回来了，快去看看！宾客们纷纷到大门外看热闹。苏瑶被挤着挤着，便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慕寒身旁。慕寒看到苏瑶，立马想起那日苏瑶对自己做的事情，他眼神不自觉看向苏瑶嫣红的嘴唇。苏瑶看到慕寒一直盯着自己的嘴唇，悄悄伸手往他身上掐了一把。别乱看。第93章，二皇子悔不当初。慕寒好似不知道痛一般，仍旧没有收回视线。苏瑶无奈，只能侧过身子看向迎亲队伍。二皇子宋泽宇骑着绑着红花的骏马，引着花轿走了过来。迎新娘了！媒婆乐呵呵的大喊。大婚的日子，
二皇子脸上也多了几分喜悦。他下了马，走到轿子跟前：“如儿，累了吧？跟我回府吧。”他说着，伸脚踢了踢轿子的门帘。坐在轿子里的苏玉如闻言，欣喜地伸出喜绸。宋泽宇接过喜绸，将苏玉如拉了出来。周围的人看到这，纷纷恭喜宋泽宇：“恭喜二皇子娶的爱妻啊！恭喜二皇子，贺喜二皇子！”宋泽宇拱手向众人示意：“新郎新娘入高堂。”随着这媒婆的一声吆喝，宋泽宇和苏玉如被簇拥着进了高堂。高堂里，皇帝和二皇子的生母魏贵妃端坐在主位。媒婆看到这两位，笑容越发深刻。新郎新娘行拜堂礼，一拜高堂，二拜天地。正要夫妻对拜的时候，新娘子突然扭曲着身子抽动起来。众人看到这，都有些不知所措。怎么了？新娘子这是不舒服啊？怎么回事？这节骨眼有什么都应该克制一下吧，毕竟是人生大事。不是说那丞相府二小姐也贤惠端庄吗？怎么在这种场合抽风？这是生病了吧？宾客们看到这一幕，窃窃私语着。盖头下的苏玉如听到这些私语声，心急如焚。她不受控制地挠着身上各处。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痒？我这是怎么了？快停下啊！快停下！宋泽宇看到苏玉如的动作，脸都绿了。你做什么？诸位宾客都看着呢。苏玉如不断地伸手去挠痒。我不知道我怎么了，身上好痒，肯定是被下药了。苏玉如说着，躬身挠着膝盖。由于动作太大，脑袋上的盖头滑落下来。意识到盖头要跌落，苏玉如立马伸手去扶。然而为时已晚。众人看到苏玉如的盖头跌落，纷纷好奇地去看她长什么模样。这一看，众人顿时吓了一跳。这怎么会是这样？这新娘不是丞相府二小姐吗？怎么又老又丑？新娘被调包了吗？新娘这脸上的红斑似曾相识啊，好像在哪见过。我记得她姐姐苏瑶脸上就是有这么一大块红斑。那这个新娘是苏瑶，她就是苏玉如，我记得她的眉眼。宋泽宇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转头看向苏玉如。这一看，整个人都吓懵。眼前站着一个40-50岁的中年女人，脸上布满一大块红斑。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宋泽宇没办法接受自己娶了个这么东西，当下直接咆哮出声。魏贵妃看到儿子娶了这样的人，连忙焦急看向皇帝。皇帝板起脸，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何人？苏玉如听到皇帝质问自己，连忙跪到地上。皇上，臣女就是苏丞相之女苏玉如啊。放肆！苏玉如不过16岁，而你看起来30-40岁，你说你是苏玉如？皇帝根本不记得苏玉如长什么模样，他只知道苏玉如年轻，而眼前的人30-40岁。苏玉如听到皇帝的话，养意都不记得顾了。他慌忙地伸手摸上自己的脸，摸到自己的脸皱皱巴巴的，苏玉如一下慌神，跌坐在地上。怎么回事？镜子，镜子！苏玉如的侍女慌忙给她找镜子。苏玉如拿着镜子，颤抖着照到脸上。当看到镜子上那张30-40岁、皱皱巴巴，还长满红色血斑的脸，她顿时尖叫起来：“啊，这不是我，这是不是我？”苏玉如猛地将镜子摔到地上。她这些日子是在快速衰老，可是好好打扮一番，最多也是看起来20出头。现在一下变成30-40岁还面目丑陋的中年妇人，她根本无法接受。她捂着脸，一直摇头：“这不是我，这不是说我怎么变成了这样？”苏玉如无意间看到人群中的苏瑶，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贱人，是不是你害的我？是不是你给我下毒了？”冬雪伸手拦在苏玉如跟前。苏瑶挑眉，一脸无辜地看着苏玉如：“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的好妹妹可长得黑不一样。”苏玉如没想到苏瑶根本不和自己争执，直接一开口否认自己的身份：“贱人，你休想害我！我就是苏玉如，是你给我下药了！你给我去死！给我去死！”苏玉如尖叫着去抓苏瑶。虽然冬雪一直护在苏瑶身前，但是苏玉如的手在慌乱间还是将苏瑶脸上的面纱给抓了下来。看到苏瑶的脸的那一刻，苏玉如瞳孔猛缩：“苏瑶，你脸上的血斑怎么不见了？”苏瑶这次承认了苏玉如的身份：“我的好妹妹，你在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我认识莫神医，脸上的血斑自然是他治好了。啧啧，倒是妹妹的脸怎么会变得如此苍老？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遭受报应了吧？”众人闻言，齐齐朝着说话声看去。只见人群里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肌肤如凝脂般白净，绝美的面容如美玉般悠然莹润，说话间眸光流转，娇俏动人。如果这人真是苏玉如，那这是苏瑶，这是苏瑶！我的天啊，她没了那血斑，竟这般美艳吗？就是咱们大宋第一美人顾盼晴，恐怕都不及她
他气愤颜色。天啊，真的绝了，从未见过如此绝艳动人的女子。宋泽宇看到苏瑶的那一刻，呼吸都凝滞，手中红艳艳的绸带在手中滑落，他不敢置信地往前几步。你是苏瑶？苏瑶扫了一眼宋泽宇，神色淡淡道：怎么，二皇子不认识我了？宋泽宇动了动嘴唇，你脸上的血斑怎么不见了？你让墨神医治好了？苏瑶微微挑眉，转头不去看宋泽宇。宋泽宇看到这，顿时眉眼里多了几分忧郁，似乎他被苏瑶辜负了一般。苏瑶，你怎么能骗我？你若是提早告诉我你的脸能治好，我们不会走散的。回想起这些日子苏瑶的表现，宋泽宇的心里生出无限悔意。苏瑶嗤笑：二皇子这是做什么？您的新婚妻子可是你在这看着你呢。宋泽宇听到苏瑶的话，终于想起了苏玉茹。看到苏玉茹那张苍老恐怖的脸，二皇子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涌。这不是苏玉茹，来人，将她给我拖下去。苏玉茹闻言惶恐不已。二皇子，我就是玉茹，我就是玉茹，我能证明我就是玉茹。苏玉茹看二皇子不搭理他，还要人将自己拉走，连忙看向皇帝。皇上，臣女就是苏玉茹，臣女只是中毒了啊，求皇上明鉴。皇帝看到宾客都在看着，只能挥手让苏玉茹证明自己。你说你就是苏玉茹，你如何证明？苏玉茹得到机会证明自己，第一件事就是转头去看苏瑶。苏瑶，你快给我出来证明，我就是苏玉茹。然而苏玉茹不想想，苏瑶为什么会给一个数次害过自己的人作证？这位大婶，您别开玩笑了，我妹妹才16岁，而您都有40了吧？想假扮我妹妹，你也得年轻的时候来啊！苏玉茹听到苏瑶的话，顿时气得一口血没吐出来。她指着苏瑶，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二皇子看到这，赶紧让侍卫将人拖下去。苏玉茹知道自己现在被拖下去就不可能再嫁给二皇子，于是慌忙开口：二皇子，我就是苏玉茹，您还记得吗？您腰间有颗黑痣，你说只有我和您的母妃知晓的。苏玉茹的话一出，全场人的脸色都古怪起来。魏贵妃听到苏玉茹这般口无遮拦，连忙否认：你记错人了，我儿腰间没有黑痣。要是承认的话，就等于直接承认自己儿子在与苏玉茹还未成婚之前就搞在一起了。魏贵妃还想要儿子争太子之位，自然不想儿子有这种污点。苏玉茹听到魏贵妃否认，顿时愣了一下。这时候她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眼看着自己要被拖下去，她慌忙看向皇帝：皇上，我真的是苏玉茹，您去找我爹娘来，他们一定会能。苏玉茹话还没说完，就被人堵住嘴，拖了下去。二皇子妃恐怕是遇险了，让诸位宾客见笑了。魏贵妃不急不慢，笑着站起来解释。饶是再笨的人，此时也看懂了是什么情况。二皇子宋泽宇看到苏玉茹被拖下去了，松了口气。他用力扯下身上绑着的大红花球，丢在地上，然后含情脉脉地走到苏瑶身边。苏瑶，你早点说你的脸治好了，我们就不会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我相信以我们自小的情谊，一定能从头再来。苏瑶，他冷漠地扫了一眼二皇子宋泽宇。宋泽宇，二皇子，您怕是这儿有些许不舒服？我与您历来不对付，更没有情谊可言。宋泽宇皱眉：苏瑶，你这是生我的气了。我承认，之前我确实对你不好，还费尽心思退了跟你的婚约。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你的好了，我明白我们年少的情谊是最珍贵的。你可以生气，但是你不能忽略你的内心。宋泽宇满脸诚恳。苏瑶都快听吐了，不过是看自己变漂亮了，又才粘上来的臭蛆而已。二皇子，有件事麻烦您搞清楚，这婚是我要退的。苏瑶说完，走到大堂中央，对着皇帝行了一礼：皇上，臣女还有事，先告退了。皇帝看到自家二儿子那没出息的样子，只觉得丢人。老二，人都走了，还看什么？二皇子宋泽宇收回视线，但人却愣在原地。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找你的未婚妻沈玉茹！皇帝说完，甩袖离开。魏贵妃看到皇帝离开了，连忙追上。好好的婚礼成了一场闹剧，即使席面弄好了，但是皇帝都离开了，宾客们也失了兴致，分自行散去。二皇子，那个女人该怎么办啊？侍卫看二皇子宋泽宇久久不处置苏玉茹，轻声提醒。经过侍卫这一提醒，二皇子宋泽宇这才想起来苏玉茹还被扣押在府里，他忙去处理。苏玉茹看到二皇子宋泽宇来了，忙爬到他跟前：二皇子，您终于来了，您查清楚了吗？我就是苏玉茹，若是您查不清楚，您可以去找我爹娘来。二皇子宋泽宇不耐烦地甩开苏玉茹的手，此时他的眼里面是厌恶。滚开，别在这里碍我的眼。苏玉茹被二皇子宋泽宇这么一甩，整个人都跌了出去。他有些不敢置信，二皇子宋泽宇竟然对自己这么绝情。二皇子，
我是玉茹啊，您真的不认得我了？二皇子宋泽宇冷冷地扫了一眼苏玉茹，我怎么会不认得？若不是你勾引我，我也不会跟苏瑶退亲，你就是个祸害。二皇子宋泽宇冷冷地说完，然后转身就要离开，将他丢回丞相府，让丞相给我个解释。苏玉茹紧紧捏着拳头，看到二皇子要离开，他忽然就大笑起来，哈哈，二皇子，您这是好狠的心啊，亲生的骨肉都不要了。二皇子听到苏玉茹的话，脸色一变，你怀孕了？苏玉茹伸手轻轻摸着肚子，二皇子，咱们这孩子已经1个月了呢，您摸摸，兴许他已经会动了呢。既然怀孕了，那就……苏玉茹以为二皇子改变主意了，顿时欣喜不已。第94章，堕胎。二皇子，我的脸只是中毒了，会好的，以后我会好好伺候您。苏玉茹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几个侍卫拿着一包药粉朝着自己走过来。你们干什么？我可是怀了二皇子的孩子。苏玉茹想跟二皇子求救，可一抬头，哪里还看得到二皇子的身影？找不到二皇子，他只能无助的后退。你们要干什么？我肚子里是二皇子的孩子，你们别动我，伤害到孩子，二皇子会弄死你们的。两个侍卫嘲讽的看着苏玉茹，有没有可能是二皇子不要这个孩子呢？哼，咱们二皇子的孩子也是你能怀的，识趣的就自己吃药，不要让我们管。苏玉茹听到两个侍卫的话，瞳孔猛缩，这是堕胎药？你们竟然会随身携带堕胎药？呵呵，现在你明白了吧？二皇子根本就不缺子嗣，寻常人根本没资格怀上他的孩子。侍卫说着，捏住苏玉茹的下巴，将要给她灌了下去。苏玉茹无力反抗，只能做徒劳的挣扎。然而再怎么挣扎，药还是被喂了进去。侍卫喂完药，便将苏玉茹丢上马车，然后放到了丞相府门口。刘婉收到消息时，苏玉茹已经宛如死狗的躺在了丞相府门口。刘婉看到女儿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身下还渗出丝丝血迹，顿时慌神。玉茹，我的玉茹啊，这接亲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刘婉想伸手去抱女儿起来，可那宛若60、70岁的身子骨已经瘦如老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刘婉没办法，只能让一旁的张嬷嬷去抱女儿。张嬷嬷，快把玉茹送回去，请大夫。张嬷嬷闻言有些犹豫，她仔细地打量着肿成猪头的苏玉茹。夫人，这人是小姐吗？刘婉伸脚踹了一脚张嬷嬷。废话，我的女儿你都认不出来，亏你跟了我几10年。张嬷嬷打了个哆嗦，赶紧伸手将苏玉茹抱起来。将人带回府里后，又马不停蹄地去找大夫来给苏玉茹看。刘婉心疼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到底是谁？是谁将我女儿害成这样？刚出门的时候，她的脸还白白净净的，这还没有多久啊。大夫检查一番，摇摇头，他只能看出来苏玉茹身上的外伤和苏玉茹被灌药堕了胎小产的事情，脸上的血斑和身上快速衰老的原因是一点也查不出来。夫人，这是令爱受了些皮外伤，还有就是喝了堕胎药小产了。什么？小产？刘婉晃了晃身子，怎么就小产了？看这迹象是服用了堕胎药所致，我只能给她开些伤药，还有温养身子的药，其他的恕老夫无能。大夫说着，刷刷开完药方，然后火急火燎地走了。刘婉浑身颤抖着看着大夫离开。天杀的，这二皇子竟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顾！将老爷寻来，我要给玉茹寻一个公道。刘婉看到苏有德的时候，整个人都吓了一跳。苏有德整个人苍老了20多岁，头发全都白了，脸上手上都是皱纹。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爷，您怎么头发也全白了？明明上午看见时候头发还是黑的，现在却是和自己一样全都白了。想到苏有德和自己一样了，就无法嫌弃自己，刘婉又有些庆幸。苏有德有些有气无力，不知道怎么了，在书房睡了一会就成了这样。柳婉眼珠子滴溜转了转，老爷，这一定是苏瑶搞的鬼，是他怨我们害死他母亲，所以才报复我们。苏有德听到刘婉的话也沉思起来。来人，将苏瑶带过来。刘婉听到苏有德要找苏瑶过来，觉得自己也许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也顾不得还躺在床上的女儿苏玉茹。另一边，苏瑶刚回到院子，就听到婆子喊自己去苏有德那边。她估摸着苏有德可能这时候也差不多能看出药效了。啧，这是要找我去问罪了。小姐，奴婢认为现在他们已经渐渐在崩溃了，可以让他们更崩溃一点。冬雪可不想苏瑶受一点憋屈。苏瑶轻轻敲击着桌面，想到自己过几日要去大不列颠国，便决定将刘婉这些人彻底解决。冬雪，那大理寺卿证明不是一直想让我去帮他母亲看看腿吗？这样，你去一趟大理寺，以莫神医的身份将那大理寺卿请过来。是，小姐。
冬雪听到这，知晓苏瑶是要彻底解决这些人了，快步走了出去。很快，冬雪就领着一个中年男人回来了。中年男人看到苏瑶，微微有些诧异，原来这医术天下一绝的莫神医竟然这般年轻。郑大人，有礼了。苏瑶颇为客气地对着郑明拱拱手，郑明自己也有求苏瑶，自然是不敢托大，他也对着苏瑶微微拱拱手，算是回礼。莫神医姑娘也有礼了。苏瑶温和一笑，郑大人喊我苏瑶便可。这次我请您过来是有一事要麻烦您的。郑明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苏姑娘请说。苏瑶将一个有些泛旧的瓷瓶拿出来，我想告柳氏和苏有德谋害我母亲。郑明一愣，你是说你母亲是被柳氏还有苏大人谋害死的？不是说她是身体有病，慢慢衰老致死的吗？苏瑶轻笑，想让一个人慢慢老死的办法有很多种啊。您不知道吧，这刘婉和苏有德现在也是一夜之间变老了呢。郑明这下知道了，苏瑶就是为了给母亲报仇。刘婉和苏有德若真是衰老，那八成就是和他脱不了干系。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自己做的孽就得自己担，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国家的法律去保护的。苏姑娘，您说吧，让我如何做？我直接判刑肯定是不可能的。苏有德贵为一国宰相，怎么样都要拿出实际性的证据，才能将他判入狱。第95章，亲爹都敢谋害。证据我已经准备好了，您跟随我一起去听便好。苏瑶说着，让冬雪动手给郑明简单的易了一下容。郑明还等着请苏瑶去救母亲，因此也配合着几人。很快，郑明就被打扮成一个相貌平平的侍卫。苏瑶带着郑明去了刘婉那边。老爷，大小姐过来了。苏有德听到管家的通报，冷眼扫向门口。逆女，你还敢过来？苏瑶轻笑，不是您喊我过来的吗？怎么？难道有谁假传您的命令？苏有德捏紧拳头，逆女，你可知我现在这样是拜谁所赐？苏有德指着自己满头白发。苏瑶好似现在才看到一般，哎，父亲的头发怎么变得如此白？难不成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苏有德听到苏瑶的暗讽，顿时断定自己突然垂老就是他搞的鬼，顿时气得整个人都发抖。他扶着椅子站起来，逆女，连你亲爹都敢谋害，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恶毒的东西？看什么？还不速速将解药拿出来！苏瑶嗤笑，父亲莫不是真老糊涂了？您是我父亲，我害您做什么？我有什么动机？苏有德心红，着眼瞪着苏瑶，逆女，我知你对你母亲的死有怨言，可再怎么样，这件事也不是我和你柳姨娘的错。还有玉茹，她更是无辜。你可知道，玉茹现在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这都是拜你所赐。苏瑶撩开裙摆，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为何要害他们？你……苏有德一时哑口无言，他伸着手指指了苏瑶半天，一句话都不敢说出来。他不敢说，刘婉可敢说，毕竟他人都快老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苏瑶，你别装了，你不就是觉得是我们害死了你母亲，所以你才费尽心思的给我们找来这些毒药吗？现在你报仇的目的达到了，也该收手了吧？老爷可是你亲爹，难不成你亲爹都要杀不成？苏瑶扫了一眼郑明，看到他皱着眉头，严肃的抿着唇，嘴角的笑容越发肆意。哼，柳姨娘，你怕不是得了妄想症不成？我母亲是病死的，怎么会是被毒死的？刘婉看了一眼苏有德，看到他没表态，咬牙说了出来。苏瑶，你给我们解药，我给你事无巨细说清楚，你母亲是怎么死的？不就是病死的吗？这我知道，不用你们说。苏瑶摆摆手，一副我不是很想听的模样。刘婉看到苏瑶还不承认下了毒，有些着急。他转头看了根本没有动作的苏有德一眼，咬了咬牙，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苏瑶，我承认，你母亲确实是我下毒害死的。我给她下的毒和你现在给我下的一样，不过我确实足足用了10年时间才让她慢慢老死，而你确实短短几日就让我老成这番模样。现在我和我女儿还有你爹都成了这副样子，你也应该解气了。就算不顾及我，也应该顾及你年迈的父亲。老爷继续老下去，肯定是撑不住了。苏瑶，就当是我求你，把解药给我们吧。刘婉用哭腔声泪俱下的说着。苏瑶挑了挑眉，你说你们下药害死了我母亲，你和我母亲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药害我母亲？父亲又为何不拦着？站在一旁的郑明听到苏瑶的话，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刘婉现在只想让苏瑶承认他手里有解药，这样苏有德才能去将解药逼问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事情全盘托出。对，的确是我下药害的你的母亲。至于我为什么要给她下药，这个就得怪你母亲了。我和老爷真心相爱，可你母亲却对我们万般阻挠，不愿意让老爷将我抬为平妻。
我拼死累活才让老爷纳我为妾，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若不是他不肯让老爷将我抬为平妻，我也不会这般狠心毒死他。苏瑶看着振振有词的刘婉，觉得心里很是恶心。哦，那柳姨娘，我问你，你与我爹真心相爱的时候，我母亲可是和我母亲结亲了？刘婉皱着眉，结亲了那又怎么样？这天下的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是他自己特立独行，招来祸端，也是他咎由自取。刘婉说的冠冕堂皇，好似他登堂入室的行为是多么的光荣一般。就因为这个，你便一直给我母亲下毒，导致我出生就痴傻，脸上长满血斑，而我母亲更是年纪轻轻就衰老致死。刘婉，你好狠的心心啊！苏瑶直勾勾地盯着刘婉，那眼神宛若在看一个死人一般。这怎么能怪我？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刘婉义正言辞。苏瑶突然笑了，她转头看向苏有德，所以父亲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刘婉看了一眼苏有德，见苏有德没反对，便有几分得意的点了点头。对，老爷都是知情的。不过这也不怪老爷不阻止我，实在是沈从梦太清高了。自从老爷纳我为妾，他便不再让老爷碰。即使沈从梦和老爷有再深的情谊，也日渐消耗殆尽。还有，沈从梦一直将自己那些铺子捏在手里，老爷要花钱还得跟他要，这谁能受得了？所以我给沈从梦下毒的时候，老爷选择了睁一只闭一只眼。呵呵呵，原来是这样。苏瑶笑着看向苏有德，苏有德，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啊！靠着妻子的银子打点，成功混到了丞相之位，转头任由自己的贱妾谋害自己的发妻。你这种男人和恶心的寄生虫有什么区别？苏有德听到苏瑶辱骂自己，气得胸口不断起伏，上气不接下气。逆女，你懂什么？她一个妇人，屡次不把我这个当家主的放在眼里，让我颜面扫地，我只是教训教训她罢了。第96章，状告。教训？苏瑶差点没笑出声。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要一个人的性命，只是一个教训？哈哈，苏有德，你比粪池里的蛆虫还要恶心。逆女，就算我怎么样，我也是你的父亲，轮不到你指责我。赶紧将解药拿出来，否则我让你滚出相府。苏有德以为自己能威胁到苏瑶，然而苏瑶嘴角却露出嘲讽的笑容。呵呵，我哪里有解药？又不是我给你们下的毒，只有柳姨娘有这种毒，说不准这毒是她下的呢。刘婉听到苏瑶张嘴就诬陷自己，气得脸都绿了。苏瑶，你见过下要把自己也毒了的人吗？我女儿还躺在床上呢，我是多蠢才会毒了自己，毒了女儿。你不要张嘴就诬陷我，则会毒明明是你下的。苏瑶嘴角露出若有似无的笑意，没准你就是蠢呢。你才蠢呢，你全家都蠢。刘婉蹭的从地上站起来，恶狠狠盯着苏瑶。苏瑶戏谑地看着刘婉，你若是不蠢，又怎会不打自招呢？郑明知晓到了自己出场的时候了，他将脸上的伪装擦干净，站了出来。苏大人，没想到您的内宅如此混乱不堪，一家主母的命都能随便下毒取了去。苏有德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心里咯噔一声。他转头，当看到郑明站在一旁，顿时整个人吓瘫在地。郑大人，你怎么在这儿？刘婉看到苏有德的反应，头皮有些发麻。老爷，你说这是何人？苏瑶轻笑，呵呵，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大理寺卿的郑大人。大理寺卿？刘婉颤抖着身子，好似受了什么惊吓一般。郑明拱拱手，在下正是大理寺卿郑明。郑明，您怎么在这？在这多久了？刘婉哆嗦着嘴唇，颤颤巍巍地问出声。自然是我叫来的。苏瑶似笑非笑地看着刘婉。郑明神色幽深地看了一眼苏瑶，苏小姐过来的时候，我便在了。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苏有德闻言，心里慌张的不行。郑大人，你听我解释，方才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瞎说的，他以前就是个小妾，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对，郑大人，方才我就是瞎说的，你别放在心上，就当我那些话都是在放屁。你想想，我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气急眼了，想从苏阳那里拿解药，才这么说的。郑明没有搭理两人，转头看向门外。来人，给我将苏有德和柳氏扣押起来，本大人要亲自审问沈从梦被毒死一案。郑大人，苏有德高声喊了一句。再不急，我也是当朝宰相，你敢如此对我？苏有德以为他这样会吓退郑明，然而郑明根本就无所畏惧。我是皇上请封的大理寺卿，查案是我的职责，我相信皇上无论如何都是不会怪罪我的。他说着挥手让手下进来，10几个衙役进来，立马将苏有德和刘婉扣押住。郑明，即使我有罪，也得皇上亲自下旨捉拿我，你算什么东西？苏有德急了，
梗着脖子大喊。郑明不再理会苏有德，压着人便要往外走。临走时想到了什么，又走到苏瑶身旁。苏小姐，你还有其他证据的话，还请快些拿给我，这样审问定罪也能快些。苏瑶微微颔首，郑大人先回去，我随后就来。郑明点了点头，压着人离开了。一路上，苏有德不停地挣扎，各种说辞为自己开脱，甚至将所有的罪名全都推到刘婉身上。郑大人，这件事说起来都是我这类人做的，我对此并不知情啊，你把我放回去吧，我真跟你去了大理寺，我这丞相之位就不保了呀。刘婉听到苏有德将责任都推自己身上，也不干了。老爷，明明这件事你也知道，你是有知情权的，你已经默认了，那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帮凶，怎么能说全是我的责任？苏有德狠狠瞪了一眼刘婉，警告道：不想死就别说话，别忘了苏玉如还躺在家里，还有俊儿，我落狱了，失去了丞相之位，你让俊儿怎么办？刘婉听到苏有德的话，愣了一下。老爷，那也是您的儿女，正因为是我的儿女，所以我才想着要自保，否则我失去了丞相之位，你要玉如还有俊儿以后怎么办？刘婉听到苏有德的话，顿时犹豫了。玉如、俊儿，想到自己的儿女，刘婉沉默了。苏有德看刘婉不说话了，又一个劲的给自己开脱。郑大人，此事真的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你让我回去吧，往后我一定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你几句。对了，你母亲的腿不是病着吗？我儿子认识神医，我让他帮你请来。对，我让我俊儿帮你请神医来，帮你医治好你母亲。然而郑明充耳不闻，理都没有理。苏有德跟郑明说话，就犹如一拳打在棉花上，无论他怎么说，郑明就是一句话都不搭理他，直至将人都关进大牢里，郑明这才开口说话。苏丞相，你不是说你与这件事没有干系吗？我这就去禀告皇上，让皇上定夺。郑明说完便快步离开。苏有德听到这，顿时慌了。郑大人，皇上日理万机，此事不可惊扰皇上。苏有德深知，不管自己最后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只要皇上和百官知晓了，那自己的丞相之位就肯定不保，所以他害怕，他惶恐。不过就算他再害怕，这件事情也没有转机，因为郑明根本就不理会苏有德的呼喊。很快皇帝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你说那丫头的母亲是被苏丞相和他的妾室刘婉害死的？回皇上，微臣当时就是在那里，是他们亲口承认的。郑明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出来。皇帝听到苏有德确实是知晓了整件事情，宠妾灭妻，摆了摆手。宠妾灭妻，历来是我大宋坚决不允许的。苏有德知法犯法，任由他的妾室谋害主母，其罪若是能定，你便秉公处理吧。是，皇上。郑明得到皇帝许可，再见到苏有德，眉目间冷硬了不少。苏有德，我已将你的事情禀明皇上，皇上授意我，让我严格审问这件事。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第97章打感情牌。苏有德听到郑明已经将这件事情禀告了皇上，顿时瘫坐在地。皇上已经知道了此事。是。郑明将此事告诉苏有德之后，便不再逗留。大人，苏小姐带着人过来了。郑明思索便宜，升堂审案。威武！咚咚咚！苏瑶带着一个中年女子，在一声声鼓声中走了进来。她的身后跟着沈振江和沈从礼两人。啪！郑明将手里的金堂木猛地拍到桌上。堂下何人？苏瑶蹲了蹲身子，行了一礼。小女乃苏丞相之女，苏瑶。我要状告柳氏和苏有德谋害我母亲。郑明对着衙役摆摆手，将苏有德和柳氏带上来。是，大人。苏俊知晓父母亲被大理寺卿带走了，顿时心急如焚，让人藏在府里偷听。苏瑶，你真是好计谋啊！他犹豫片刻，还是寻到了二皇子头上。二皇子听到苏瑶要告苏有德，马不停蹄的就去了大理寺。苏俊本以为二皇子不会帮自己，看到二皇子竟然立马去了大理寺，顿时感觉有了希望。二皇子，我父亲是冤枉的，若是能救出我父亲，我与父亲会全力为您效力，届时定能助您登上高位。苏俊滔滔不绝地画着饼，全然不知二皇子宋泽宇的脸色有些不正常。很快两人也赶到了大理寺。此时苏有德和刘婉已经被押送上来。刘婉、苏有德，你们可知罪？郑明严肃地盯着两人。苏有德跪直身子，老夫无罪。你让我认什么？刘婉连连点头附和，对，我们无罪，大人想让我们认什么？郑明皱了皱眉，死不悔改。我在丞相府分明听你们自己承认谋害了沈从梦。哦，大人为何去我们丞相府？去丞相府干什么？大人说听到我们说谋害了沈从梦，
我们便真的谋害了沈从吗？苏有德看到郑明脸色越来越难看，得意起来。大人，仅仅凭您一面之词便定我们的罪，这不符合常规吧？苏俊听到局势有利于自己这边，顿时松了口气。二皇子，一会还请您替我父亲说几句，别让他们用刑。苏俊见二皇子迟迟没有回应，转头疑惑地看着他。这一看，发现二皇子正直勾勾地盯着苏瑶看。二皇子，宋泽宇回过神，我知道了。苏俊闻言又放心不少。这时候，苏瑶施然站起来，仅凭一面之词，自然不能定罪。不过，我若是有人证物证在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刘婉嗤笑一声，呵呵，人证物证？怎么？你是想让你那个贱人母亲再死回来给你作证吗？一旁的沈振江和沈从礼听得额头青筋都爆起了。沈从礼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上来一脚踹向刘婉。刘婉被这一脚踹的在地上滚了一圈，刚爬起来，脸上又挨了一巴掌。啪！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苏瑶收回手，冷眼盯着刘婉。刘婉被苏瑶这一巴掌，整个人都扇倒在地，他又再次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的伸手指着苏瑶和沈从礼：“大人，他们公然打人啊！还有没有王法？”郑明冷冷地扫了刘婉一眼：“住嘴！谁让你口无遮拦的？再瞎说，我让人打烂你的嘴！”刘婉看到郑明那冰冷的眼神，吓得不敢再说话。苏瑶退了回去：“大人，人证便是这位，我母亲的贴身侍女文昭。”刘婉听到文昭的名字，瞳孔猛地放大：“怎么回事？她不是死了吗？老爷，您不是说已经将她乱棍打死了吗？”苏有德听到刘婉自曝，恨不得一脚踹死她。瞎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让人打过她？刘婉意识到自己说漏嘴，赶紧捂住嘴巴。郑明看向苏瑶身旁的中年女子：“堂下何人？”中年女子摇了摇头，随后拿出一张白纸，咬破手指头，在纸上写字。苏瑶将笔递过去，却被中年女子摇头拒绝了。郑明看到这，知晓了中年女子已经成了哑巴。随着女子的动作，鲜红的血液染红了白纸。女子写完整件信，将染红的纸张往前递了递。衙役将血书呈到郑明书案上。郑明看到上面的内容，横眉冷竖。他抓起金堂木，猛地拍向案桌。刘婉，原来你不只害了沈从梦一人，苏有德其他那些侍妾也是你害死的，加上那些侍女，足足20多人啊！你真是恶魔转世，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谋害了这么多人命，你该当何罪？刘婉缩着身子：“郑大人，冤枉啊！”苏有德听到郑明的话，微微一愣。刘婉这般冷血，是他没想到的。刘婉，你不是跟我说只害了从梦吗？刘婉不敢看苏有德的眼睛：“老爷，妾身冤枉啊！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害得了这么多人？”苏瑶轻笑：“呵呵，因为你身边有个好帮手啊。”苏瑶说着，转头去给冬雪使了个眼色。冬雪会意，将张嬷嬷带了上来。刘婉看到张嬷嬷满脸伤痕，顿时知晓这事被严刑拷问过了。为了避免张嬷嬷将自己做的事情供出来，刘婉装可怜，打起感情牌：“张嬷嬷，你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对你动手了？怎么这样？你没事吧？你别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死了我怎么办？”张嬷嬷听到刘婉的话，眼里有一丝动容。第98章，没有证据就制造证据。张嬷嬷，你最好想清楚，一个是从犯，一个是主犯，20多条人命，轻则要受凌迟之刑，重则五马分尸。你要考虑清楚，五马分尸后可是永世不得超生的，不仅不得超生，你到了地府里还得忍受18层地狱的审判。你确定为了一个随意打骂你几十年的人，永世不为人，死了还在地府里受尽折磨？苏瑶的话像是带了魔咒一般，让张嬷嬷听得身子止不住的颤抖。想到自己要被五马分尸的那个场景，张嬷嬷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不行，那些不是我做的，是夫人让我去做的。对，我只是听了夫人的吩咐。张嬷嬷说完，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大人饶命，这不关我的事，求大人饶命啊！”刘婉听到张嬷嬷就这么将自己暴露出来了，顿时气疯：“张嬷嬷，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做过那样的事情？”张嬷嬷听到刘婉质问自己，有些心虚，可对上苏瑶那凌厉的目光，她又埋着头开口：“夫人，你已经害了太多人了，报应已经来了，您快收手吧。”刘婉伸着长长的指甲就要往张嬷嬷这边挠：“贱人，你还敢胡说，我撕烂你的嘴！”放肆！郑明就把那个手中的金堂木猛地一拍，将刘婉震慑住。刘婉，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刘婉抬头阴狠地盯着苏瑶：“这些人都是他买通了来害我的，不作数，这不作数。有本事你就拿出物证。”
刘婉癫狂地笑了起来，是我弄死的又怎么样？仅凭借2个人的口空白话，你就想将我定罪？你们做梦！苏瑶戏谑地看着刘婉，柳姨娘就这般笃定我拿不出物证，有本事你就拿出来。刘婉盯着苏瑶，眼里的恨意似乎要把她吞噬一般。苏瑶挑了挑眉，她转头去看向郑明，大人，刘婉给我母亲下毒，一定会留有药在她房间里，您不妨去查一下。郑明皱眉，心想都10年过去了，刘婉怎么会把药傻傻的藏在房间里？除非……对上苏瑶那饱含深意的眼神，郑明顿时懂了。来人，给我去丞相府搜，着重搜一下柳氏的院子。刘婉听到苏瑶的话，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苏瑶，你真是有意思的紧，这都10年过去了，就算是真是我做的，我又怎么会傻乎乎的将那些东西还放在我的房间里？苏瑶神色认真，我说你藏有，你便藏有。苏有德听出了苏瑶是什么意思，拳头紧了又紧，怕自己开口会再次波及自己，苏有德最终还是忍着没有说话。很快，衙役就折返回来了。衙役很会办事，找到药的同时，马不停蹄地将大理寺验药的大夫也喊了过来。大人，在柳氏的床板夹层搜出来了。郑明深深地看了苏瑶一眼，王大夫，麻烦你验一下，这是何药？刘婉听到真的搜出了药，呆愣住。不可能，怎么会搜出来？我根本就没有把药放那里。忽然，他也意识到什么，是你放的对不对？苏瑶，你真是好狡诈的心，为了让我入狱，竟然将药藏到我房中，你好恶毒！刘婉数次想要扑向苏瑶，都被衙役一把拉住，他没办法宣泄愤怒，只能猩红着眼盯着苏瑶。苏瑶看了一眼刘婉因为激动扣落在地的梅纸片，柳姨娘，我记得你可是最喜欢做指甲了，瞧，你这些甲片掉了呢，快捡起来，否则以后没机会做了呢。苏瑶说着，还好心的弯腰将地上的甲片捡起来递到刘婉跟前，见刘婉不接，直接将甲片从她的头上丢了下去。刘婉见苏瑶如此侮辱自己，顿时发了狠，苏瑶，我要弄死你，贱蹄子！他注意到儿子也站在人群里，发疯似的朝着他喊，君儿，快帮娘弄死这贱丫头，弄死她！娘要她死，娘要她死！苏俊紧紧地攥着拳头，如今人证物证都在，他也依然没了办法，如此他只能转头求助地看着二皇子。然而二皇子抿着唇，始终一言不发。二皇子宋泽宇听到苏俊喊自己，皱了皱眉，这是父皇亲自派给了郑明审查，我也管不了。苏俊闻言顿时心中苦闷不已，见母亲还在朝着自己发疯，苏俊咬牙从人群中挤了出去。苏瑶看到这，嘴角的笑意越发的讽刺，柳姨娘，瞧你养的好儿子，你都这样了，他都不舍得过来搀扶你，不舍得过来帮你说一句话，该不会他是觉得有你这样的母亲丢脸，这才一走开的吧？啊，苏瑶，你这个贱人，你胡说什么？放开我，我要弄死你这个贱人！刘婉不停的咒骂，听得郑明烦不胜烦，扰乱公堂，来人，给我掌嘴20！郑明将行刑的牌子丢出去，衙役立马拿着板子走上来。刘婉看到这架势，终于闭了嘴，可已经为时已晚。2个衙役一左一右的将刘婉架着，一个力气大的衙役拿着板子一下一下的朝着刘婉的嘴上呼去，啪啪啊！救命啊！别打了啊！杀人了呀！清脆的打板声和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听得人头皮发麻。没几下，刘婉的嘴唇血肉模糊，牙齿也掉了好几颗在地上。等打完的时候，刘婉的眼睛已经开始涣散。这时候大夫也查验完了搜出来的药，大人，这药里面有毒的成分，能让人短时间内快速衰老。郑明闻言看向刘婉，刘婉，你蓄意下毒害死沈从梦，其心可诛。第99章，把慕寒当成自己人。苏有德，你作为家主，非但不阻拦，还默认了刘婉心胸，视为从犯。按照我大宋律法，谋财害命乃是死罪。刘婉，你不仅谋害了1人，还是谋害了20多人。现本官判刘婉凌迟斩首。苏有德乃从犯，乃同罪，判杖责30，刑拘10年。张嬷嬷数年跟着刘婉迫害多人，乃从犯，判择日斩首。啪！金堂木重重地拍到案桌上，刘婉悠悠转醒，便听到自己要被凌迟。凌迟要被割去眼睛、耳朵、鼻子、4肢，然后才会斩首。人不是斩首死的，是被硬生生的折磨死的。想到自己要被凌迟，刘婉顿时吓得发抖，她颤抖着身子，挣扎着爬向郑明。冤枉啊！嘴上的血一点点的染红地面。来人，将他给我拖下去。郑明冷冷地扫了一眼刘婉，绝情地挥挥手。张嬷嬷听到自己要被斩首，吓得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脖子。不要砍我的头，我知道错了，
不要砍我的头！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郑明看到这，也让人将张嬷嬷拖了下去。苏有德听到判决，整个人都恍恍惚惚。10年，不行不行，我好不容易当上宰相，我不能坐牢，我不能坐牢。苏有德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整个人都疯疯癫癫起来。郑明看到这，让衙役也将人带了下去。苏瑶，本官会彻查所有与此事有联系之人，你可以安心回去了。苏瑶静静地看着苏有德被拖走，多谢大人为我主持公道。郑明点了点头，伸手将手里的金堂木高高拿起，然后猛地往桌上一拍，退堂，威武！苏瑶扶着沈振江从大理寺走了出去，看到二皇子一直跃跃欲试地看着自己这边，皱了皱眉。二皇子这是来做什么？若是来为苏有德说话的，那倒可以去跟郑明求情，让他轻判些。二皇子踌躇半天，这才迈开脚走到苏瑶身旁。苏瑶，我不是来为苏有德求情的，我是来寻你。苏瑶嗤笑，拿捧着帕子捂住嘴角，呵呵，寻我？二皇子深情款款，苏瑶，以前我错得太离谱了，现在我才知晓，我真正心悦之人其实是你。自从那日在金黄楼见到你，我心里便有了你的身影。但是我这个人不愿意被束缚，所以才千方百计想要退婚。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心悦之人是你，不是苏玉茹。苏瑶，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去求父皇恢复我们的婚约。苏瑶刚想开口讽刺，一道清冷低沉的声音便率先响起。苏瑶不是你能妄想之人。苏瑶听到这熟悉的音线，嘴角微微勾起。九王叔。二皇子看到慕寒，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赶紧拱手行长辈礼。回去吧，以后莫要出现在苏瑶跟前，他是我的人。慕寒说完，凌厉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二皇子宋泽宇。宋泽宇看了一眼苏瑶，又看了一眼护在苏瑶跟前的慕寒，顿时意识到了什么。想到眼下慕寒还未站队，还不能得罪，宋泽宇深深地看了一眼苏瑶，不甘地转身离开。慕寒看人走了，转头看向苏瑶，如何？可得到预想中的结果了。需不需要我添些火？苏瑶看着眉眼温和下来的慕寒，眸中多了笑意。不用，反正苏有德也撑不了多久，既然他要冷眼看着我母亲死，就让他在狱中慢慢尝尝老死的滋味吧。苏瑶说完，对着慕寒躬身行了一礼。王爷，臣女还有事，便走了。苏瑶说完，转身去安排好母亲的侍女，然后走到外祖父和舅舅身旁。沈振江看到慕寒站在原地，如望七时一般，摇了摇头。我们要去祭拜人，你若是想跟着，便跟上来吧。慕寒闻言，伸手摸了摸鼻子，厚着脸皮静静跟在几人身后。苏瑶看到外祖父竟然主动让慕寒跟着，一脸稀奇。外祖父，您今日是怎么了？好似是突然把慕寒当成了自己人一般。沈振江将手背到身后，今日我心情好。沈从礼脸上也露出坦然的笑容，无事，今日高兴，让他跟着一同去拔草也好。沈从礼说着，扶着父亲上了马车。苏瑶挑了挑眉，询问地看着慕寒。慕寒没有说话，眼神缱绻地看着苏瑶。苏瑶看着慕寒含情脉脉的眼神，脸色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你要来，便一起来吧。他说着，跟在两人身后上了马车。慕寒嘴角噙着隐隐笑意，也上了马车。啧，主子这下春风得意喽。冷风笑嘻嘻地开口。冬雪听到冷风的话，挑了挑眉。现在得意，日后不一定了。冬雪说完，在冷风还未来得及反驳，便上了马车。哎，你这冷血丫头，不能盼着点你主子好。冷风脚尖一点，飞跃到冬雪身旁。此时冬雪已经驾车往金黄楼走，看到冷风来到跟前，挑眉看他。你不走，是要等着跟我一块坐吗？冷风仰着脖子，你若是不怕人说闲话，有何不可？他说着，不等冬雪回答，便一屁股坐到他身旁。驾驶位本来就挤，冷风这一坐，两个人都挤在了一起。冬雪侧开身子，与冷风拉开距离。你听不懂我话语里是什么意思吗？还真坐上来。冬雪说完，干脆利落的伸腿，一脚踹了出去。冷风闻到少女身上的冷香，猛了一瞬，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冬雪给踹了下来。哼，小妾，载我一程都不行。冷风嘀咕一句，突然回忆到什么，耳根子微微泛红起来。这一幕被善于观察的冷雨看在眼里，想什么呢？脖子跟红到了耳根。冷风听到冷雨的话，像是被抓包一样，慌忙别过头。我能想什么？自然是想着赶紧追上主子。他说完，赶紧施展轻功追了上去。冷雨看到冷风落荒而逃，勾着唇，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的背影。六峰山，苏瑶静静地蹲在木边，一颗一颗地拔着附近的杂草。第100章，苏玉如破防。沈振江坐在铺了毯子的地上，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你这不听话的丫头啊，这下能在九泉之下
安心了。你生的丫头聪明得很，不用我们做什么，就一个人默默地将你的仇给报了。她呀，可比你听话多了，机智、乖巧又孝顺，和你一点不像，倒是像足了我。哎，也怪我，若不是我当初非要你嫁给别人，你也不至于要离家出走。这一出走就是天人永隔，怪我呀，都怪我。沈从礼不知道怎么安慰，静静地在一旁烧纸。苏瑶怕沈振江看到自己再不自在，一直蹲在墓后边拔草。慕寒从头到尾都不曾说过一句话，静静地陪着苏瑶拔草。沈振江絮絮叨叨半天，这才让儿子沈从礼将自己扶了起来。好了，本想将你迁回雨幽的，可你生的这丫头和你一样倔，死活不肯跟着我们回雨幽，如此便让你也留在这陪着她吧。沈振江说着，伸手摸了一把脸。我和你哥哥就先回去了，下次再与你母亲他们过来看你。他说着，深吸一口气，然后整理了一下衣服，转身上了马车。姚丫头，走了。来了。苏瑶走到墓碑前，磕了个头，然后用衣服擦了擦墓碑。母亲，下次再来看您。苏瑶说完，便转身上了马车。等了片刻，没听到慕寒轮椅动的声音，苏瑶掀开车帘。九王爷，回去了。慕寒闻言，转动轮椅。来了。沈振江透过车帘，看到慕寒膝上的衣服上沾染了些许黄泥，点了点头。走吧。苏玉茹醒来，发现房间里一个丫鬟也没有。来人啊！她张了张嘴，发出嘶哑苍老的声音。来人啊！苏玉茹喊了半天，都没人回应。她口渴难耐，只能自己从床上爬下来，慢吞吞地挪到桌边。她艰难地伸手去够桌上的水，好不容易够着了，拿下来的时候手滑，整个水壶都摔在地上，乒乓，哗啦啦。苏玉茹实在渴得难受，看到那些茶水流淌到地上，索性不管不顾，趴在地上舔了起来。苏瑶推门进来，看到的就是苏玉茹狼狈地躺在地上舔水喝的一幕。啧，苏玉茹，我瞧瞧你在干什么？你竟然在舔地上的水喝！苏玉茹听到苏瑶的声音，顿时身子僵住，反应过来，她僵着坐直身子。苏瑶，你还敢过来？不怕我将你碎尸万段？苏瑶挑眉，我不过来，怎么看你有多惨？苏玉茹，你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模样。他说着，十分好心的让夏月给苏玉茹拿了面镜子。苏玉茹不愿意往镜子看，架不住夏月拿着镜子一直往她身上照，所以她还是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现在那个样子。镜子里，一个苍老的女人蓬头垢面的低着头，脸上的皮肤布满了红斑，还皱皱巴巴的。苏玉茹看到这，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起来。不，这不是我。苏瑶，你又想害我。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我不会上你的当。我的皮肤那么柔嫩，面容那般姣好，怎么可能会是这样？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苏玉茹捂着耳朵，趴在地上缩起来。忽然，她想到什么，猛地大喊：娘，你在哪？快来啊！苏瑶又要害我了，她要害我！见喊刘婉没有回应，苏玉茹又改喊苏有德。爹，您在哪？快来，女儿被欺负得好惨。爹，您快来啊！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回应。苏玉茹环视一周，除了苏瑶的人看不到一个丫鬟婆子，顿时心沉到谷底。你为什么来我的院子？我院子里的人呢？我爹娘呢？你快滚出去，否则我让我娘弄死你！忽然，江嬷嬷从房间外走了出来。苏玉茹看到江嬷嬷，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江嬷嬷，快把这个贱女人赶出去！她要害我，她要害我！苏玉茹边说边挣扎着往江嬷嬷那边爬。然而，还没爬到江嬷嬷身边，江嬷嬷就主动走了过来。苏玉茹以为江嬷嬷会第一时间将自己扶起来，所以伸出了手。江嬷嬷也伸出了手，不过她却不是去拉苏玉茹的，而是啪！苏玉茹被江嬷嬷的一巴掌扇懵。江嬷嬷，你糊涂了，敢打我！江嬷嬷反手又是一巴掌，将苏玉茹扇倒在地。老奴打的就是你！江嬷嬷说完，回到苏瑶身旁。这时候苏玉茹终于反应过来了，江嬷嬷，你从始至终都是苏瑶的人。江嬷嬷神色平静地盯着苏玉茹，二小姐终于聪明了一回了。苏玉茹闻言，顿时不敢置信地瘫倒在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我和母亲怎么会屡次找了这贱人的道？原来是你，原来是你！江嬷嬷微微一笑，二小姐，这不能怪我，当初可是您找上我的。苏玉茹指甲狠狠扎进肉里，我早该猜到了，将你送去苏瑶那里，让你给她放药，她却是身体一点变化都没有，反倒是我们衰老的不成样子。原来是你，原来是你！苏玉茹咬牙切齿，有种你别走，等我娘回来了，你看我怎么弄死你！我要你承受我的10倍，不100倍痛苦！
苏瑶似笑非笑盯着苏玉如，我的苏大小姐还做着梦呢。你看看，这府里又哪个是你母亲的人了？且不说你母亲了，就是说你父亲的人，如今也一个也不在府里啊。苏玉如一愣，你把我娘怎么了？哦，我忘了告诉你了，你母亲已经被我亲手送进大牢里，不日便要被行凌迟之刑，而你父亲也被关了进去，虽然不用凌迟，但也得管个10年8年。啧，现在这府里上下，你就能靠你哥一个人了。可你哥自从家里出事了，就没有再回来过呢。苏瑶说话的时候，嘴角始终噙着淡淡的笑意，可这笑意在苏玉如眼里却十分瘆人。苏瑶，你胡说，你肯定是说来吓唬我的。我父亲乃是一国丞相，我母亲乃是丞相正妻，怎么可能你随口说送进大牢就送进大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苏玉如不屑地摇头，她盯着苏瑶，试图从她的脸上看到什么。然而苏瑶脸上始终是风轻云淡，一点其他的情绪都没有，这让苏玉如越看越心慌。不可能，苏瑶你别装了，爹不会有事的，他也是你父亲。第101章风水轮流转。苏瑶嗤笑，父亲？他算哪门子的父亲？哪有父亲会纵容小妾谋害自己的正妻，谋害自己的亲生女儿？苏玉如听到这，彻底慌神。她爬到苏瑶身旁，苏瑶，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对不对？母亲没有要被凌迟，父亲也没有入狱，这都是你说来骗我的。苏瑶站起身，甩了甩自己的衣袖，将苏玉如的手甩开。苏玉如，你母亲做了什么？害了多少人命？你最清楚，别再自欺欺人了，趁早认清现实，乖乖等死。苏瑶说完，便笑着出了房间。不可能，你骗我！苏玉如看到苏瑶要离开，嘶吼着往外爬。然而人还爬没到门口，整个人就被突然出现的侍卫给拖了回去。你们是谁？放开我！快放开我！我可是二皇子妃，你们敢这么对我，二皇子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贱奴，放开本小姐！苏玉如不停地嘶吼着，然而无论她说什么都没人理会，最终她还是被丢回了房间里。莫一会，10几个侍女送来几10面镜子，他们将镜子随意地摆放在苏玉如的房间各个角落，让苏玉如无论看向哪里都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苏玉如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彻底发狂。滚！将这镜子给我拿走！乒乓！他将镜子一个个打碎，碎片摔在地上，他从碎片上爬过，身下立马鲜红一片。然而就算他怎么摔，镜子还是有那么多，摔得多了，立马有婢女进来补。苏玉如看到走进来补镜子的婢女，顿时来了希望，因为那2个婢女正是曾经伺候过自己的丫鬟。翠儿、碧儿，你们没死真是太好了。苏玉如假惺惺关心着2人，然而翠儿和碧儿根本没给苏玉如一个眼神，默默地补着房间里的镜子。苏玉如看到2人不理会自己，咬了咬牙。翠儿、碧儿，以前是我不对，我现在想明白了，以后要好好善待你们。你们先过来把我扶起来好吗？我以后定是不会亏待你们。翠儿听到苏玉如的话，终于忍不住了。哦，二小姐是想怎么不亏待我们呢？是想将一根根银针扎进我们的身体里，还是想将一个个花瓶砸到我们身上，还是说想要用指甲狠狠地扣进我们的手臂上？翠儿眼里满是怨恨，她说话的时候一步步地紧逼苏玉如，把苏玉如逼得连连后退。翠儿，你冷静，你冷静，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会改的。你帮我这次，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们，我一人给你们1000两，对一人给你们1000两。看2人不为所动，苏玉如又继续加码，1000两不够是吗？我给你们5000两。看2人神色依旧如常，苏玉如又继续开口，10000两，10000两好吗？你们帮帮我，我现在已经很可怜了。翠儿和碧儿对视一眼，碧儿拿出一把银针丢在地上。苏玉如，这是你曾经扎进过我们身体里的银针，想要我们帮你可以，你将这些银针全都扎进自己的身体里，就当是赎罪。苏玉如听到2人竟然要自己拿银针扎自己，顿时怒了。贱婢，你们是彻底忘记了你们的身份了啊！碧儿沉着眸子，凉凉地盯着苏玉如。你提醒我了，以前你就是这么骂我们的，每骂一句就将一根银针扎进我们的身体里。你知道银针扎进身体里有多痛吗？翠儿一言不发，拿起银针就扎到苏玉如身上。让她试试不就好了？苏玉如缩着身子，你们敢，我再怎么样也是丞相府的2小姐。然而翠儿根本不搭理他，拿起银针就扎下去。啊！房间里传出嘶哑的吼叫声。片刻后，翠儿和碧儿2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听见房间里面的闷哼声，2人相视一笑。傍晚的时候，苏俊总算想起了府里还有个苏玉如，他知道现在丞相府完全是苏瑶的了，
但是为了苏玉如，他还是硬着头皮回了丞相府。本以为回到丞相府会被苏瑶的人多加阻拦和挑衅，没想到竟然畅通无阻，甚至一个在府里看守的人都没有。苏俊来到苏玉如房门前，伸手敲了敲门：“玉如，你可在房里？”奄奄一息的苏玉如听到苏俊的声音，顿时欣喜若狂：“哥，我在这儿！”房间里传出嘶哑的声音。苏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眉头一皱，他伸手推开门，便看到一个满头白发、脸上布满红斑、身上鲜血淋淋的老妇。玉如，苏俊不敢相信，这才一日不见，苏玉如就变成了这样。哥，你告诉我，爹娘怎么了？他们是不是进牢里了？苏玉如看到苏俊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的靠山还在不在。苏俊听到苏玉如的话，眉眼冷了下来：“这不是你该管的事，你先养好病吧。”苏玉如听到苏俊的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哥，娘真的要被凌迟了吗？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苏俊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郁结之气。对。苏玉如得到答案，顿时浑身发抖，她不停地摇头：“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第102章，二皇子开始谋划。爹是宰相，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苏玉如爬到苏俊身旁：“哥，这是假的，对不对？这是假的。哥，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阻止？为什么不阻止啊？娘就要死了，娘就要死了呀！”苏玉如浑身颤抖着，嘴里不停地念叨。苏俊现在已经感觉心力交瘁，看到苏玉如这疯疯癫癫的模样，他突然不想将苏玉如带在身边了。玉如，你好好在家养病吧，我还要去处理其他事情。苏玉如听到苏俊不带自己走，顿时眼神犀利起来：“哥，你要去哪儿？你带我走，带我走！苏瑶要杀了我，她要杀了我！”苏玉如怔着爬到了苏俊身旁：“哥，我是你亲妹妹啊，你不会就这么看着我死吧？带我走，带我走！我在府里会死的。”苏俊看着苏玉如疯疯癫癫的模样，心里生出几分厌恶：“你安心在府里待着吧，我会派几个人留下来照顾你的。”苏俊说完，便留下几个侍卫，快步走了出去。苏玉如看到苏俊就这么走了，任由自己趴在地上，顿时心里扭曲起来：“哥，你是我的亲哥呀，你就这么把我丢在府里了？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苏俊听着苏玉如的质问，只觉得烦不胜烦，他不想再将时间浪费在这件事上，便快步离开了。苏玉如看到苏俊真的不顾自己走了，顿时心里产生了几分记恨。几个侍卫看着满身污垢的苏玉如，也很是嫌弃，干脆就出钱找了2个丫鬟过来帮苏玉如收拾。这一找就找到了翠儿和碧儿的头上。从此以后，风水轮流转，苏玉如的房里便时不时传出惨叫声。苏俊此时一心想着怎么将父亲母亲救下来，全然不去理会苏玉如了。奔波几日无果后，他将主意打到了二皇子头上。如今自己对二皇子已经没什么价值，思虑再三后，苏俊决定铤而走险，提前让二皇子感受到危机。他买通了几个侍卫，雇了人放出皇帝要封大皇子为太子的消息传到二皇子耳里。二皇子一听这消息，立马急了，他将自己所有谋士都喊了过来，包括苏俊。这件事，你们觉得大皇子有几分成算？二皇子眉间满是愁绪。众谋士闻言，纷纷说出自己的见解。二皇子，在下觉得这消息不似是真的，毕竟现在皇上健在，应该是不会这么快立太子。在下也觉得这消息不属实。在下倒不是这么认为，毕竟现在几位皇子早就到了而立之年，丞相出了事，位置空缺下来，朝中失衡，定是会产生动荡。诸位大臣肯定会催着皇上立太子的。那倒是不一定，如你所说，丞相职位现在空缺出来，各方势力都在虎视眈眈，皇上说不定会乘此机会去考量各位皇子的心性。众谋士众说纷纭，二皇子一时间无法抉择。看苏俊一直不说话，二皇子转头看向他：“苏俊，你觉得我用该如何？”苏俊低垂着头：“二皇子，在下只想与二皇子说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二皇子听到苏俊的话，抿眉沉思。片刻后，他挥退所有的谋士，独留下苏俊一人。苏俊，本皇子知晓你对你父亲的事情有怨气，但是你知道的，我若是出来求情，必定是会让父皇多心。苏俊单膝跪下：“在下能理解二皇子的顾虑，我没有怨言。”二皇子亲自将苏俊扶起来：“苏俊，我们自小一起长大，这情谊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苏俊拱手：“苏俊不敢。”二皇子叹了口气：“我现在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本来多了你父亲，我是胜券在握的。但是你父亲突然这样了，我与大皇子便是势均力敌。可论先后，他是大皇子，这如何能轮得到我？”苏俊始终一言不发。二皇子看到他这样，知晓他是有办法，但是不愿意说。
于是便抛出自己的筹码：苏俊，本皇子答应你，若是你助我夺得皇位，我不仅将你父母亲救出来，还恢复他的宰相之位。苏俊闻言，眸中这才多了些许神采。二皇子，眼下的情况对您不利，若是您还想登上高位，那必定是要破釜沉舟拼一把的。怎么拼？二皇子内心多了几分激动，他凑近苏俊焦急地询问。苏俊走到门边，检查了一下，确定没什么人，这才开口回答：二皇子，皇上常年处理政务，如今身体已经是强弩弩末，您只要注意让您母亲谋划一下，这皇位自然就是您的了。二皇子皱眉，父皇虽然常年处理政务，但是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十分硬朗的，这怎么？苏俊沉着眸子，静静地看着二皇子，一言不发。二皇子意识到了什么，心里猛地一惊。你是说？苏俊将头低了低。二皇子，皇后日日跟着太后礼佛，不理后宫之事。您的生母魏贵妃掌管后宫，又正得圣宠，这位置理应是您的，您不必有心理负担。二皇子仔细斟酌苏俊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若是失手，你可知道我可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苏俊摇了摇头，二皇子若是想要条退路，这还不简单。哦，你有退路？二皇子挑眉，冷然看向苏俊。苏俊垂眸，在下现在无权无势，自然是没有退路的，但是二皇子可以自己寻一条退路。怎么寻？二皇子盯着苏俊，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什么。苏俊拿出2个棋子，一个黑，一个白。现在有2颗棋子就在咱们大宋，黑棋子虎视眈眈，野心十足，白棋子谨慎，让人捉摸不透。二皇子觉得是黑的棋子好把握，还是白的棋子好把握？二皇子思索片刻，知晓了苏俊说的是南蛮国和羽幽国。若是说把握，自然是露出尖牙、有野心的黑棋好把握。毕竟目的是一样的，要的东西也一样，不会轻易背叛。白棋就不一样了，白棋节有不慎，便会暴露自己，置自己于万劫不复。苏俊嘴角勾起若有似无的笑意，所以二皇子如何打算？二皇子捏紧拳头，真要这样？若真是那样了，就是勾结外邦，事情一旦暴露，就在大宋永无立足之日了。苏俊不以为然，这世界之大，何处不能立足？如是失败了，您至少还可留着命在别处安身立命。若是不然，等着您的就是谋反的砍头之罪。二皇子闻言，一下沉默下来。你等我好好思考。说是思考，二皇子当下便立即进了宫。第103章，皇上龙体欠安。恰巧不巧的，父皇正与太后说大皇子的好话。泽明这孩子果然是稳重，朕交代他的事情，他没意见都办得极好。之前朕让他去北边赈灾，他默默的一声不响，出钱出力将灾情控制下来了。泽明的确是好孩子，心系百姓，不骄不躁。太后也夸了一句。二皇子倚在门边，听到2人的交谈，拳头攥得骨节发白。他深吸一口气，咬牙阔步离开。他不知道，就在自己离开的时候，皇帝又与太后说起了他的好话。泽宇这孩子也不错，虽功利了些，但是治国处事也是十分出色，就是在个人感情问题处理上略微欠缺。太后微微颔首，泽宇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过着重利益，不顾念情义，不顾及其他人的脸面。哎，这倒是。皇帝长叹一口气。那母后认为这2人谁更适合当太子？太后转动着手里的佛珠，担得此位之人，不仅得会治国处事，还得为人仁德纯善，否则登上高位免不了一顿腥风血雨。泽明、泽宇的心性哀家倒是了解不多，若是非要我从这2人中选一位的话，哀家是选不出来。皇帝拧着眉心，该如何是好？皇帝若是也选不出，不如就想办法试试他们的心性吧。太后思索片刻，出了个主意。哦，如何是？皇帝来了兴趣。太后放下手里的佛珠，若是你现在身体欠安，你觉得哪位皇子会来床前服侍？皇帝轻轻敲击着桌面，若是太子之位还没立，那自然是2位都会过来。若是你已经打算立了呢？太后深深地看了一眼皇帝。母后，我知晓您的意思了。您是说让我给他们透露消息，透露太子之位有意给对方，然后再一次看他们的反应。皇帝激动地看着太后。太后颔首，若是心中仁善的孩子，必定是会选择退出。若是心中，那皇帝，你的安危，他们敢对朕动手，朕可是他们的父皇。皇帝梗着脖子怒斥。太后摇了摇头，皇帝可是忘了，你是登上此位，对诸多兄妹是如何忌惮的了。皇帝听到太后的话，顿时已陷入沉思。太后没再说话，闭着眼睛小歇。皇帝看到这，悄然退去。他反复思索着太后的话，又回忆了一遍自己当年登上皇位时的腥风血雨，最终还是决定以身涉险，去试探2位皇子的心性。来人，传消息下去，就说朕龙体抱恙。是。
皇上！小太监小跑着下去安排。没一会，正在圣母寝宫的二皇子便收到了消息。什么？父皇身体欠安？方才我看他还是好好的呢。二皇子听到这消息，第一个念头就是不信。魏贵妃可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消息，拉着儿子便赶紧去探望皇帝。奢华的寝宫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太医。魏贵妃看到真的来了很多太医，顿时焦急地冲了进去。皇上，皇上您没事吧？皇上！躺在床上的皇帝看到魏贵妃和二皇子来了，装出一副细弱的模样。这没事，让你们忧心了。二皇子抿唇，做出焦急担忧的模样。父皇您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太医可查出原因了？皇帝摇了摇头，正从母后的寝宫回来，突然就晕倒了。太医正要查原因，皇帝说着将手伸出去让太医诊脉。二皇子闻言直勾勾地盯着太医。太医恭敬地给皇帝把了一下脉，不知道他查探到了什么，突然跪到地上。皇上，您身体这是亏空的太厉害了，这是何意？皇帝眉头紧皱，意思是您的身体已经亏空太多，所以才会突然病倒，若是不及时将身体补回来，只怕是……太医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二皇子听到太医的话，心里狂喜，他面上绷着脸，庸医胡说什么？其他太医速上来看看，诊错了，仔细你们的脑袋。几位太医闻言纷纷一脸惶恐地凑过来，他们一一给皇帝把脉，把完脉后都迅速跪到地上，脸上皆是一脸苦涩。怎么回事？你们跪什么？二皇子看到几个太医把完脉直接跪下，顿时眉头直跳。一个太医作为代表，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皇上，微臣看的与张大夫看的无二，您的身体的确是亏空的太厉害了，现在需要好好休息静养，如若不然，只怕会越来越严重。说话间，皇帝惨白着脸咳嗽几声。魏贵妃看到皇帝咳嗽，连忙将自己的帕子递过去，发现帕子上有些血迹。这……魏贵妃顿时慌神。大皇子宋泽明赶来的时候，刚好看到皇帝惨白着脸咳血的那一幕。父皇，您没事吧？皇帝看到大皇子也来了，眼神闪过幽深。可嗨，朕没事，静养一段时间便好。魏贵妃哭丧着脸，怎么没事？皇上，您都咳血了。太医，快给皇上开最好的药，皇上是金龙之体，喝了药定能马上好起来。太医们闻言，一个个埋着头不敢应话。大皇子看到这，意识到了什么。行了，别跪着了，该开药开药，该熬药熬药，朕身体还熬得住。皇帝挥手让众太医都退下。第104章，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众太医听到皇帝的话，顿时如同得到了特赦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快速退下。皇帝看到围在身边神色担忧的几人，脸上的神色越加痛苦。可嗨，朕无事，你们都退下吧。大皇子走到皇帝身旁，面色担忧的开口：父皇，您今日是有些劳累了，听太医的话，好好休息几日吧，身体为重。魏贵妃闻言也开口附和：是啊，皇上，龙体为重，您好好休息休息吧。二皇子虽没说话，但是眼神关切。皇帝看到这，心中有几分满意。朕无事，你们都退下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魏贵妃不肯想要留下，皇帝随口找了个借口将人打发了。将人打发后，皇帝便从床上坐了起来。如此看来，这两位皇子都是关心朕的。太监总管低垂着头，一两日是看不出什么的，若是皇上真想看看哪位皇子宅心仁厚，可再观察几日。皇帝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便打算再装几日。皇帝身子不适的消息一传出，众妃子纷纷前去探望。四公主宋雨柔探望完，以为皇帝真的病得不轻，顿时心急如焚。当晚便寻了自己同胞哥哥三皇子宋泽轩商量计策。三哥，怎么办？父皇那样子当真病得不轻。宋泽轩也去探望过了。怕什么？不是有太医吗？太医能将他看好。宋雨柔咬着唇，我找太医打探过了，太医说父皇的病的确一时半会好不了，需要静养。若是养不好的话，很可能……宋雨柔不敢说下去。宋泽轩沉思，太医当真这么说的？宋雨柔颔首，千真万确，我找了好几位太医，都是这般说的。宋泽轩闻言深深叹了口气，我就说当皇帝不好吧，瞧这老头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了。宋雨柔脸上满是担忧，三哥，现在怎么办？咱们去找那个莫神医去给父皇看看吧。宋泽轩抿了抿唇，莫神医。宋雨柔突然想到什么，我知道该找谁了。他说完小跑着离开。此时苏瑶正在给郑明的母亲治病，扎完这一针便差不多，之后用药温养2个月即可。苏瑶说完将自己的银针收起来。郑明看到苏瑶起身了，连忙过来感谢。苏姑娘，这次真是多谢你了。苏瑶这次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就是莫神医。
不必客气，先前的事情我也应该谢你。苏瑶说完，收拾好东西往外走。郑明想留下苏瑶吃饭，苏瑶婉言拒绝。回到府门口，苏瑶便看到了那宫里的马车，管家已经守在门口许久，看到苏瑶回来了，连忙迎了过来。小姐，您总算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谁来了？苏瑶有些疑惑。是四公主，说是有急事找您，我让她去前厅等着了。先前找苏瑶的人都是会带去她那个小院子，现在府里苏瑶当家做主，所以管家便很是自觉地把苏瑶当成宅子的主人。苏瑶听到管家的话，快步往前厅走。来到前厅时，就看到宋雨柔正一脸焦急地往门外张望。宋雨柔看到苏瑶回来了，欣喜地站了起来。苏瑶，你终于回来了。什么事这么着急？苏瑶快步走进前厅。宋雨柔看了一眼围在一旁的丫鬟小厮，苏瑶猜到什么，挥手让所有人都下去。宋雨柔等所有人都下去之后，这才开口说出宫里发生的事情。苏瑶，父皇突然病倒了，太医查了说是身体过度劳累，我跟太医打探，发现父皇的情况不容乐观。我记得你认识莫神医，若是可以的话，麻烦你帮我引荐一下吧。苏瑶挑眉，你父皇病倒了？他脑海里闪过皇帝那中气十足的模样，一看就不像是会容易生病的，突然病倒。事发突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忍看着父皇难受，所以便过来问问你。宋雨柔眼里满是焦急，显然对自己的父皇是真的十分担心。苏瑶见状，便打算陪着宋雨柔去走一趟。既然如此，那走吧，我随你进宫一趟。宋雨柔在苏瑶身旁左右看，就我们两人吗？苏瑶挑眉，不然你还想要谁？莫神医呢？苏瑶摊开手，你觉得我不像是会医术的？宋雨柔闻言顿时一愣，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莫神医？宋雨柔结合之前发生的事情，总算反应过来，怪不得，原来你就是莫神医。苏瑶轻笑，拿出自己方才用过的银针，一一消毒，消完毒又整理好，这才提着药箱往外走。半个时辰后，两人出现在了皇帝寝宫门口。此时几个皇子正过来探望。二皇子宋泽宇看到苏瑶来了，快步走了过来。苏瑶，你怎么过来了？是来看我的吗？他的语气里隐隐有着期待。苏瑶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这是皇上寝宫，你觉得我是来干什么的？二皇子一噎，他无话可说，于是将视线放到苏瑶手里的药箱上。你提这箱子做什么？有些重，我来帮你提吧。宋泽宇说着就要伸手帮苏瑶提箱子。苏瑶侧身躲开，无事献殷勤，飞肩急道。宋泽宇听到苏瑶的话，只以为他是为之前自己偏袒苏玉如的事情生气。瑶儿，之前的事情是我识人不清，这才将你误会了。现在我已经看清苏玉如是什么样的人了，也知晓你对我的心意，你别冷着脸对我好不好？宋泽宇眼里满是柔情。第105章，敬酒不吃，罚酒也不吃。苏瑶看到他那故作深情的表情，不受控制的干呕两声。哦，二皇子，您还是好好说话吧，这么说话当真是让人很是反胃。苏瑶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屡次贴上来，屡次受冷脸，宋泽宇也有些恼了。苏瑶可不会管宋泽宇是什么脸色，他本来就没打算给他脸。我敬酒不吃，罚酒自然我不会吃。二皇子以后莫要在我跟前晃悠了，碍眼不说，还让人恶心的紧。苏瑶说完，便提着药箱走到宋雨柔身旁。一旁的大皇子宋泽明听到苏瑶这话，似笑非笑地看着宋泽宇。二弟，看来这苏姑娘对你毫无意思啊。宋泽宇捏了捏拳，我们之间的确是有些矛盾，但是这不关大哥的事。他说完，跟在苏瑶身后进了皇帝寝宫。皇帝听说苏瑶来了，让人扶着自己坐了起来。是苏家丫头来了呀。苏瑶看皇帝自己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了，没有再行礼。是四公主让我来的，她担心您担心的紧，便让我来看看。宋雨柔听到苏瑶不忘记把功劳放自己身上，感激地看了苏瑶一眼。皇帝听到苏瑶是要来给自己看病的，挑了挑眉。哦，你还会看病？略会一点。苏瑶谦虚道。二皇子宋泽宇听到苏瑶的话，眉头紧紧皱起。苏瑶，你胡闹什么？父皇是金龙之体，岂是你这三脚猫医术能随便看的？若是用错了药，你担待得起吗？宋泽宇斥责完苏瑶，单膝跪在地上。父皇，是儿臣看管不力，日后我必定好好看着这丫头，不让她妄自托大。苏瑶，皇帝，泽宇，你不是与这丫头解除了婚约了？怎么又？宋泽宇听到皇帝主动提及这个事情，心中欣喜。父皇，儿臣之前年轻，识人不清，是受人挑唆，这才会想要退了跟苏瑶的亲事。现在我看清自己的内心了，我心悦的是苏瑶，所以父皇收回成命，
让我和苏瑶还能再续前缘。皇帝脸一下拉了下来，放肆！你说退亲就退，你说收回就收回，当朕的话是放屁不成？二皇子听到自家父皇震怒，连忙都跪在地上请罪。父皇息怒，儿臣只是不想错过对的人，而且这亲也不是儿臣推的。二皇子悠悠补了一句：放肆！你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皇帝冷冷地盯着二皇子，心里骂了几百句蠢货。要是他之前好好的跟苏瑶在一块，那他就不用给苏瑶和那小子赐婚了。现在婚都赐了，这逆子又来求个什么劲？二皇子倔强地跪在地上：父皇，儿臣本无意退婚，历来没有女方退婚的说法，所以这婚事不算是退了。二皇子听到自己的诡辩，心里暗暗欢喜。然而下一刻，房门外就传来更严厉的斥责：你的意思是说，哀家说的话都不作数了？哀家老了，说的话你们就当成屁一般放了是吧？太后满脸严肃地走了进来。二皇子听到太后的话，顿时后背惊出一身冷汗。皇祖母，孙儿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太后走到二皇子跟前，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二皇子被太后盯得冷汗淋漓。皇祖母，孙儿一时口不择言，求皇祖母责罚。太后冷哼一声，转头看向魏贵妃：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魏贵妃连忙跪地请罪。太后息怒，则与他只是被人迷了心智。苏瑶听到魏贵妃的话，危险地眯起了眼睛。魏贵妃，您是说这些话是我让二皇子说的？魏贵妃没想到苏瑶竟然这么刚，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太后，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臣妾只是说泽宇年纪还小，在感情这方面看得还不够透彻，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举动。太后直勾勾地盯着魏贵妃：你说的对，泽宇确实小，做事与泽明比起来确实是不够稳妥。魏贵妃听到太后的话，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太后，泽宇只是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在事务处理这方面也很娴熟，与泽明也是不相上下的。太后没说完，冷冷地扫了眼二皇子：行了，带他回去吧，以后莫要再缠着这丫头，这婚事可是我亲自解除的，你还想要恢复这门婚事，就是在打哀家的脸。二皇子连忙磕头：孙儿不敢，臣妾不敢。魏贵妃看太后依旧冷着脸，连忙带着二皇子灰溜溜地离开了。太后看到大皇子宋泽明和三皇子宋泽轩还处在那里，对着两人摆摆手：你们也回去吧。是，皇祖母。宗泽明和宋泽轩闻言齐齐退下。太后等几位皇子退下后，这才走到苏瑶身旁：苏丫头，让你受委屈了。苏瑶微微一笑：太后言重了。皇帝看到两人熟人的相处，很是疑惑：母后，你们……太后拉着苏瑶坐下：这丫头便是那神医，先前多亏了她一直帮我看病，我这条老命这才得以捡回来。皇帝有些诧异：我说你怎么突然出面解除了这两人的婚约？苏瑶看到皇帝中气十足，挑了挑眉：皇上，瞧您的样子并不是不舒服，怎么？皇帝看到宋雨柔在一旁，给苏瑶使了个脸色。苏瑶假装不懂，仍旧疑惑地看着皇帝：皇上，您是有什么话要跟臣女说？皇帝见苏瑶不懂自己的意思，只好先让四女儿出去。雨柔，辛苦你将这丫头请来，你先下去休息吧。宋雨柔担忧地看了一眼皇帝，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寝殿。皇帝见没其他人了，这才伸出手让苏瑶给自己把脉。他一是想试探一下苏瑶的医术，二是懒得解释太多。丫头，劳烦你给朕把一下脉了。苏瑶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于是便大大方方地给皇帝把脉。皇上，您这脉象平稳，中气十足，再活个40年也不成问题啊。皇帝听到苏瑶的话，爽朗一笑：哈哈，你医术果真不错，小小年纪便有如此造诣，也是个人才。苏瑶谦虚地笑了笑：医术没有多好，也就尚可吧。第106章假病成真。太后高兴地拉着苏瑶的手：你这丫头就是喜欢谦虚，若是你的医术只是尚可，那这天下就找不出一个医术好的了。苏瑶嘴角仍旧噙着淡淡的笑意：好了，这儿没你什么事了，你就且回去吧。出去之后，你就跟雨柔说我身体亏损严重，需要好好静养便好。是，皇上。苏瑶也不想多待，拿好药箱便往外走。太后看到这，嗔怪地看着皇帝：你也是的，不留他多坐坐。皇帝摇头，若是他在这儿待久了，外面守着的那些定是以为他知道什么，这样一来他就被拉下水了。太后想想也是，便没有再说什么。果然，苏瑶一出来，众人便围了过来。苏瑶，我父皇如何了？宋雨柔眼里满是关切。苏玉将方才皇帝教的说辞说了出来。皇上龙体确实欠安，身体亏损太大，需要好好静养。宋雨柔闻言
双眸微微泛红，可能彻底治好。苏瑶脸上露出为难之色，这个不好说，毕竟身体亏损不是一日两日了，这要治好，自然也不是易事。宋雨柔闻言，咬着唇瓣，忍着不让眼角的泪落下。苏瑶，求你救救我父皇！苏瑶看到宋雨柔真的关心皇帝，面露不忍。太医已经开了药了，好好治疗，没事的。宋雨柔拉着苏瑶，苏瑶，你来治我父皇好不好？我相信你会将父皇治好的。大皇子听到宋雨柔的话在，终于忍不住悠悠开口：雨柔，宫里太医行医经验丰富，你若是想要父皇好，还是多求求太医吧。意思就是一个小丫头懂什么？你来求一个小丫头给父皇治病，不如求太医。宋雨柔没应话，仍旧祈求地看着苏瑶。大皇子见宋雨柔不听自己的话，眉头微微皱了皱。雨柔，你可听到大哥说什么了？宋雨柔不甘不愿地回头看了宋泽明一眼。大哥，苏姑娘医术很好的，您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了。宋泽明听到宋雨柔跟自己顶嘴，神色冷了下来。我知道你是为父皇担忧，可是你好歹也要求些正经人吧，不是哪个药箱就是大夫了。一直在一旁不说话的宋泽轩挑了挑眉，走到宋泽明跟前。哦，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大夫呢？大皇子神色隐晦不明，至少要像太医一般，医术卓绝才能称之为大夫吧。哈哈，那你可知在你面前这位是何人？宋泽轩戏谑地看着大皇子。大皇子深深地看了一眼苏瑶，丞相的大女儿苏瑶，不应该不是说丞相之女，应该说前丞相之女。大皇子眼里满是不屑。宋泽轩啧啧两声，啧，大哥，你是真不知道站在你跟前的这位是谁啊？他可是你曾经哗众惊寻的莫神医啊！你说他是莫神医？大皇子这下眼里不屑的神情越加明显。被莫神医诊治过的人都说莫神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你跟我说他是莫神医？泽轩，你需要好好看看脑子了。大皇子说完，甩袖离开。宋泽轩没再说话，静静地看着大皇子得意。苏瑶全程没什么表情。若无事，我就先回去了。苏瑶朝着两人扶那里扶身，便转身朝着宫外走。宋雨柔看到这，连忙出去相送。不必送了，回去守着你父皇吧，精心养护就好。苏瑶让宋雨柔止住脚步。宋雨柔闻言，没有再跟出宫。苏瑶出了宫门口，便去了金黄楼。本以为宫里面的事情和他没关系了，却不料这日宋雨柔面色惨白地寻到了眼前。苏瑶，求你快去救救我父皇，他快不行了。你父皇快不行了。苏瑶挑了挑眉，脸上满是疑惑。前几日还好好的，就是有些虚弱，这2日突然情况就恶劣起来，不仅数次昏迷，还总是吐血。太医查了，偏偏没有一个能查出原因的。宋泽轩也来了，此时他的神色也多了几分焦急。求苏姑娘前去看看我父皇。苏瑶看到两人面色凝重，额头青筋不自觉地弹跳起来。走，我现在随你们进宫。然而苏瑶还未到皇帝的寝宫，就被拦了下来。站住！魏贵妃顶着一头华丽的珠钗，高调出现。雨柔，如今这丫头已经不是丞相之女，你别3天2头的领她进宫。宫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意进出的。魏贵妃看向苏瑶的眼神里满是不善。贵妃娘娘，苏姑娘是我请来为父皇治病的。宋雨柔捏着拳头，极力隐忍自己微微颤抖的声音。请一个丫头给皇上治病？你得了失心疯不成？上次我就不说你了，这次你还带她过来。她一个丫头能看懂什么？魏贵妃不悦地皱起眉头，站在苏瑶跟前，死死拦住她的去路。雨柔，你别多乱想，我也是为了皇上的安危好。皇上现在龙体欠安，还是不要带血不相干的人进去看他，否则若是放了有心人进去，皇上的安危出现问题，你担待得起吗？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要放人进去，否则皇上出什么问题就是你的责任。宋雨柔咬着唇，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哀家担待得起。第107章，到底是谁下毒？众人转头看去，太后正在嬷嬷的搀扶下快步走过来。魏贵妃，你当真是越来越嚣张跋扈了，连哀家请个人都敢拦。魏贵妃听到太后的质问，连忙跪下：臣妾不敢。不敢？我看你是什么都敢。太后走到魏贵妃跟前，居高临下的盯着她。太后息怒：臣妾不知苏姑娘是您请来的，臣妾也只是为了皇上的安危着想。魏贵妃极力想着措辞为自己脱罪。哼，下去吧，日后看到苏瑶，别再给我把人堵在这里，耽误了我的事情，你这贵妃之位也别想要了。太后说完，走到苏瑶跟前，亲密地搭着她的手：走吧，随哀家进去。苏瑶转头戏谑地看了一眼魏贵妃，她的眼里有着赤裸裸的挑衅。魏贵妃狠狠地绞住手里的帕子，一声不吭地看着几人进了皇上的寝宫。等人走了，
魏贵妃这才不甘的开口：“死老太婆，我看你还能厉害几日？都喜欢护着这丫头是吧？我让你们护！”魏贵妃眼里闪过狠辣。苏瑶刚进皇帝寝殿，便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苏丫头，劳烦你帮皇上看看。太后眼里满是担忧，她张了张嘴，想跟苏瑶说这几日的情况，看到宋雨柔和宋泽轩还在一旁，终究还是没说出来。苏瑶给了太后一个放心的眼神，随后放下药箱，从药箱里拿出脉枕，走到皇帝床前。皇帝此时面无血色的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气息微弱。苏瑶看到这，心里疑惑不已。他放好脉枕，伸手去给皇帝把脉，然而脉象平稳，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苏瑶疑惑，转头询问的看向太后。太后挥挥手：“雨柔、泽轩，你们俩先到殿外等候吧。”“是，皇祖母。”两人行了一礼，乖乖的出了寝殿。太后等两人出去，这才抓着苏瑶的手，焦急询问：“怎么样？我皇儿没事吧？”苏瑶眸色认真的看向太后：“太后娘娘，您仔细跟我说说，皇上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一开始又是什么症状？”太后闻言，仔细的回忆起这几日发生的事情。皇上龙体本来是十分健朗的，可不知怎的，从前几日起忽然骤转急下，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今日还出现咳血症状。太医们一个个都查了，皆是查不出原因，哀家没办法，便让雨柔去请你了。苏瑶沉思片刻，事发前可吃了什么人的东西？太后转头看向守在一旁的太监总管，太监总管立即跪下：“太后娘娘，那几日我一直守在皇上左右，并未让皇上吃过什么东西，吃太医的药羹更是用银针试过毒。”苏瑶挑眉：“那近日有谁来探望过？”太监总管得到太后的授意，回答道：“近日宫里各位贵人都有过来，来得最勤快的便是魏贵妃，她时常在皇上寝殿陪着皇上，一待就是好几个时辰。”说起魏贵妃，太后眼里有几分厌弃。这魏贵妃这几日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嚣张跋扈不说，将本宫都不放在眼里了。苏瑶没有说话，思索着太监总管的话。魏贵妃一般来都做些什么？太监总管仔细回忆，贵妃一般来皇上寝宫，都是静静的守在皇上身侧，若是说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就是魏贵妃一直爱给皇上喂水。苏瑶听到这句话，眉头一跳，这水可用银针探过？太监总管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送进来的水都是查过的，不过奴才不知经过魏贵妃之手后的茶水。苏瑶闻言，心里有了数，她转头看向太后：“太后娘娘，我想给皇上放血验一下。”太后亲自递过来一把小刀：“苏丫头，你看看怎么看方便就怎么看，只要不割喉便无关紧要。”苏瑶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紧闭双眼的皇帝，嘴角抽了抽：“太后放心，只是取一点血验一下。”苏瑶说着，随意的抓起皇帝的手，割破手指，放了一点血到盘子里。放好血，苏瑶便随意的帮皇帝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端起盘子，仔细查看盘子里的血液。这血看起来怎么比吐出来的还要红？可是中毒了。太后看到盘子里的鲜血，焦急的询问出声。刚放出来的鲜血，自然是要比吐出来的淤血红的。苏瑶轻声解释：“那皇上不是中毒，是中毒。”苏瑶随手拿起桌上的水壶，往盆子里倒了一点水。水接触到鲜血的那一刻，血立马变成紫黑色。啊！太后看到这一幕，后退2步。这是什么情况？皇上这是中毒了。苏瑶淡定的将盆子随意的放到一旁。我就说，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太后抓着苏瑶的手：“怎么样？这毒难不难解？”这毒名为无根毒，无色无味，寻常银针根本就查探不出来。要将这毒引发出来很简单，就是让这毒接触水。太后听到苏瑶的话，顿时反应过来。所以魏贵妃，我先帮皇上解毒，这些事情还需太后自己亲自查。苏瑶说着，拿出7749枚银针。医治半小时后，皇帝猛地吐出几口黑血，整个人悠悠转醒。太后看到皇帝醒了，欣喜地围了过去：“皇儿，你终于醒了。”皇帝环视一周，看到苏瑶强撑着坐了起来，本想着演戏的，没想到竟然被迫假戏真做了。苏瑶将银针收好，想必是有人按耐不住了。皇帝深吸一口气：“丫头，我这命还能不能保得住？”苏瑶故作为难：“皇上，您这毒让我很是为难，恐怕……”皇帝闻言，顿时心沉到了谷底。他垂在身侧的手微微颤抖：“无事，人各有命，朕不怪你。皇上还请等我说完，我的意思是很为难，但是能解。”皇帝愣了一下，听清苏瑶的话，眸中闪过欣喜：“你这丫头还逗弄起我来了。民女可不敢逗弄皇上，还等着将皇上治好，让皇上赐我些什么新奇玩意儿呢？”呵呵，苏丫头，等皇上好了，想让什么，让他带你司库挑便是。太后乐呵呵的开口。看到皇帝好了，
他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下。母后说的是，朕不会差你这点东西。那民女就先谢过皇上了。苏瑶眉开眼笑，好了，你和朕说说，具体中了什么毒吧，朕好彻查是谁敢谋害天子。皇帝摆摆手，苏瑶就把那个方才取血的盘子端过来，这毒名为无根毒，无色无味，寻常银针根本就查探不出来，要将这毒引发出来很简单，就是让这毒接触水。也就是说，让您不停的喝水的人有重大的嫌疑，皇上便往这个方向查吧。第108章，两个儿子皆有一心。苏瑶说完，从药箱里拿出一瓶药丸，这些药1日服用1颗，可避抗毒。这3日内还请皇上莫要喝水，再渴也忍着，3日后毒素解清再喝水。皇帝一一颔首，朕记下了。还有几日就要去大不列颠国了吧？唯恐有变故，你就再推迟半月再去吧。苏瑶也不着急去，自然是答应下来。是，皇上。如此，民女便先告退了。皇帝看出来苏瑶不想过多掺和进来，挥了挥手，辛苦你了，回去吧。苏瑶拿好药箱，对着太后点了点头，这才退了下去。苏瑶走后，皇帝立马吩咐暗卫，去将九王爷给朕请过来。是，皇上。太后想到宋雨柔和宋泽轩还守在门外，与皇帝商议了一下，皇儿，你中毒之事还是先不说吧，以免打草惊蛇。皇帝点了点头，母后，儿臣正有此意，这几日就劳烦母后替我打发一下众人，对外就说我越发病重，太医再诊治便好。好。等皇帝装睡后，太后将宋雨柔和宋泽宇喊了进来。此时两人脸上都满是担忧，你们父皇的病越发重了，这些日子太医要好好诊治，你们就先别过来了。宋雨柔方才在苏瑶那里也没问出什么，于是便信了太后的话。宋泽轩虽然疑惑，但是看到人躺在那里，地上又有几滩血，神色就只剩下担忧。两人走后，魏贵妃和二皇子宋泽宇又过来了。看到太后还在寝殿里，魏贵妃有片刻的失神。太后，让臣妾留下来照顾皇上吧。太后直勾勾地盯着魏贵妃，你若是想留便留，哀家又不会拦着你。魏贵妃垂下眸子，是，太后。她走到皇帝床前，如往常一样细心地照顾着皇上。太后坐在一旁，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魏贵妃。二皇子宋泽宇看到这，眼眸闪过伎俩。皇祖母，御花园的花开得正好，我陪您去看看吧。太后深深地看了一眼宋泽宇，好，整日窝在屋里也不行，是该出去走走了。宋泽宇看太后同意了，眼里闪过欣喜。他走到太后身旁，小心地扶着她往外走。快出门口的时候，宋泽宇下意识地往母亲魏贵妃的方向看了一眼。太后看到这，垂下的眼眸里满是失望。在宋泽宇的搀扶下，太后来到了御花园，看着花园里面开得五颜六色的鲜花，太后心里一阵感慨。泽宇，你看这花，姹紫嫣红的，开得多好，若是你父皇也能看到就好了。宋泽宇脸上尽是关心，皇祖母，父皇乃是真龙天子，有我大宋百姓庇佑，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承你吉言。太后点了点头，在御花园里随意走动，看到有一株牡丹开了2朵争艳的花，停了下来。2朵花一同争养分，竟还能开得如此漂亮。太后感叹。宋泽宇笑着开口，皇祖母，这2朵花本是同根生，同是汲取母根的养分，一朵花开得艳丽，另外一朵自然也能的。太后没有说话，伸手摘下牡丹树上的叶子，看到好几张叶子都因为缺少养分而发皱，有些感慨。这牡丹树为了滋养这2朵花，枝叶的养分都不供了，养子真是吸血啊。宋泽宇笑了笑，怎么会呢？这牡丹花是先供养了自身的养分，才会供养花朵的。这花叶皱了，大抵是叶子本身就老了，要凋谢吧。花开花谢，叶生叶落，一代接着一代，是自然的规则。叶子老子自然要败落归根。太后闻言，眸中闪过思索。是啊，叶子老了，自然要败落归根。你父皇也老了呀。太后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听得宋泽宇心慌。皇祖母，父皇正值中年，怎么能算是老呢？他赶紧接话。太后深深地看了宋泽宇一眼，你们一个个都这般大了，你父皇自然是老了。人老了，脑子就糊涂了，这江山社稷自然也是要换人做了。宋泽宇接触到太后的眼神，有片刻的慌乱。皇祖母说的是哪里话？父皇这般年轻，我们这些子女自然是能一直被他庇佑着。太后没再说话，摆摆手，哀家乏了，回去吧。宋泽宇指了指另外一边的牡丹花，皇祖母，那边的牡丹也正开得正艳呢，咱们不如去那边看看吧。太后没有再搭理宋泽宇，径直往御花园外走。宋泽宇看到这，眼里闪过懊恼，他快步跟上。皇祖母，等等孙儿。
另一边，魏贵妃正拿着水壶往杯子里倒水，站在一旁的太监总管看的是满汗淋漓。贵妃娘娘，皇上刚喝过水。魏贵妃皱了皱眉，怎么照顾皇上我不知道吗？用你说。下去。太监总管面露难色。魏贵妃，太后娘娘让我寸步不离的守着皇上。魏贵妃深吸一口气，哦，你是要听本贵妃的，还是听太后的？太监总管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有些嚣张的魏贵妃，他心里暗暗骂蠢。魏贵妃看太监总管不动，噌地站起身，本妃让你出去。太后开门进来，看到的就是魏贵妃这盛气凌人的模样。二皇子宋泽宇听到母亲的话，吓得脸色煞白，他很想出声提醒，但是碍于太后又在跟前，只能轻咳一声。嗨嗨！魏贵妃听到儿子的声音，身子有片刻的僵硬。她转过身，看到太后站在身后，连忙单膝跪地，臣妾拜见太后。魏贵妃，我看你这贵妃之位是坐久了吧？对皇上身边的人都敢大呼小叫，随意使唤。你可知张公公代表的是皇上的脸面？太后走到椅子上，闲神淡气地坐下，她面色如常，好似并没有生气。然而魏贵妃知道，太后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就代表她越是生气。太后息怒，臣妾只是想帮皇上擦拭一下龙体，所以这才想要张公公出去的。哦，你擦拭龙体的东西在哪？太后端起一旁的茶杯，不紧不慢地抿了一口。魏贵妃愣了一下，好在宋泽宇及时让人送了过来，在这儿，方才贵妃娘娘吩咐奴婢去打水了。太后看着那陌生的宫女，并不是跟在魏贵妃左右的，心里有了计量。她突然起身，往皇帝那边看了一眼。既然魏贵妃有心，那便在此照顾皇上吧。哀家老了，走几步就累，就先回去休息了。太后说着，在嬷嬷的搀扶下回了宫。魏贵妃看到太后走了，顿时松了口气。第109章，传国玉玺被动过。她转头看了一眼，发现太监总管不知什么时候也出了寝殿，顿时眼里划过暗芒。他给儿子宋泽宇使了个眼色，等宋泽宇关上门后，他随手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了一杯水，随后走到皇帝床边。皇上，这么久没润过嗓，您定是渴了吧？说着，他将水杯对准皇帝的嘴，试图灌进去。然而皇帝的嘴始终闭着，这水是一点也喂不进去。魏贵妃见状，给儿子使了个眼色。宋泽宇犹豫了一下，走到床边，轻轻扶起皇帝。父皇，我扶您起来喝些水。这一次水总算顺利喂了进去。宋泽宇和魏贵妃看到水喂进去了，脸上皆闪过不明的情绪。这时候门外响起了说话声。张公公，是谁在里面？回大皇子，是魏贵妃和二皇子在里面。魏贵妃和宋泽宇闻言对视一眼，两人齐齐起身。宋泽宇退到一旁，魏贵妃则是坐直身子，高贵优雅地坐在一旁。吱呀！大皇子快步走了进来。魏贵妃，他对魏贵妃低头行了个晚辈礼。你也来看你父皇，有心了，快过来与你父皇说说话吧，说不定你父皇听到你们的声音，记挂你们就好起来了。大皇子点了点头，走到皇帝身旁，陪了好一会儿皇帝。魏贵妃看待的差不多了，与二皇子出了寝殿。大皇子看大殿只剩下自己，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绣着金龙四四方方的布，接着又拿出一枚装着红色印泥的盒子，犹豫了一下，拿起放在绣泽着金龙被子上的手，往满是印泥的盒子按了一下。皇帝感受到大皇子动作，悄然睁开眼睛，看到那张明黄色的布，顿时一口气差点背过去。他胸口不停地起伏，整个人微微颤抖起来。宋泽明此时心里慌张的不行，只顾着盯着门口，并没有发现这一变故。将所有东西收好，又将皇帝的手擦拭干净后，宋泽明这才松了口气。他看了眼躺在床上面色惨白的皇帝，抿了抿唇，最终一句话都没说，开门出了寝殿。张公公看大皇子宋泽明走了，这才开门进来。刚进来就看到皇帝一脸落寞地坐在床上，而地上出现一滩水渍。张公公，朕发现朕和其失败，两个儿子，一个给朕下毒，一个偷偷伪造遗诏。张公公面露不忍，皇上，方才暗卫传来消息，说二皇子想办法支开了暗卫，潜进了御书房。事后暗卫去查，发现……皇帝深吸一口气，疲惫地闭上眼睛。发现什么？发现传国玉玺被动过了。张公公低垂着头，默默地为皇帝默哀。皇帝伸手揉了揉眉心，让九王爷将他那破轮椅丢了，过来处理吧，朕累了。是，皇上。张公公退出去，将房门关上。慕寒得知皇帝知晓自己腿好了，微微有些诧异，看懂皇帝并没有介意，索性也就没有再用轮椅。微臣参见皇上。老九啊，朕顿感身心俱疲啊。
皇帝看到慕寒，心里越加烦闷。自古帝王家更朝换代，历来需面对这些。皇上请节哀。慕寒脸上木然，没有一丝哀伤的神色。皇帝看到这，心里越加难受。怪不得你不想要这皇位，原来坐上这位置，寻常人的子孙围绕膝下之乐就无法体会。想起那两个逆子做的事情，皇帝是又愤又悲。罢了，入戏心性，担不得大任，你帮我看着处理吧。皇帝咬了咬牙，日后莫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慕寒拱拱手，谨遵皇上吩咐。此时二皇子正意气风发地带着苏俊往牢房走。苏俊，这次多亏你的主意，你父母亲我已经用理由将他们暂扣下来，事成之后，我便能让你父亲恢复丞相之位。苏俊微微点头，多谢二皇子。很快两人来到了关押苏有德的牢房。苏俊看到里面那两个衣衫褴褛的人，顿时眼眶微微泛酸。爹娘，儿子来看你们了。然而牢房里面的人并没有反应。苏俊疑惑，转头看向二皇子。二皇子给衙役使了个眼色，衙役立马会意，将牢房打开。牢房一开，苏俊立马快步走了进去。他先是走到苏有德跟前，爹，儿子来看您了。见没有反应，苏俊以为苏有德是睡着了，伸手轻轻推了推，然而还是没有反应。苏俊看到这，心里意识到了什么，他猛地将苏有德的身子翻开，看到苏有德的脸的那一刻，苏俊整个人都吓了一跳。眼前的人浑身又瘦又干，脸上满是老年斑，皮肤皱得不成样子，眼球微微突出，嘴巴微张，已经没了气息。看这样子是自然老死之状。苏俊慌了神，怎么会这样？二皇子也大为震惊，虽然人送进来的时候白了头发，但是整个人还是非常有精神的，怎么这才10多日就突然老死了？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看着人的？衙役伸手指了指地上的饭菜。二皇子，我们只管分发饭菜，并不管其他。二皇子瞪了衙役一眼，转头看向苏俊。此时苏俊已经来到刘婉跟前，他颤抖着手拉开趴在地上的刘婉，看到那张青紫僵硬的脸，顿时瘫坐在地上。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老得这么快？第110章一网打尽。不，这不可能。二皇子看到躺在地上的人，眼里闪过庆幸。让他给苏有德一个丞相之位，其实他是不大乐意的。本想着坐上皇位之后，随意找个理由将人打发了就好，现在人死了，直接就没有后顾之忧。虽然心里很庆幸，但是宋泽宇脸上却没表露半分。苏俊，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你节哀。苏俊猛地抬起头，苏瑶，是苏瑶。他迅速起身，想要回去找苏瑶算账。然而人还没出大理寺，就被一群官差给拦在了门口。二皇子出来，看到官差将门口拦住，眉头不悦地皱起。放肆！官差看到二皇子，立马冲过来将人抓住。二皇子看到官差对自己动手，顿时怒了。你们最好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官差对着二皇子拱拱手。二皇子，我们自然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奉命捉拿的就是您，除非您不是二皇子。为首的官差说完，对着手下摆摆手，将人带走。二皇子闻言顿时慌了，本皇子犯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抓我？二皇子去到地方自然就知道了。官差说完不再搭理二皇子。二皇子脸上满是恐慌，他不停地思索着到底是什么事情出了错。不会的，这件事滴水不漏，鬼都查不出来。与二皇子一样慌张的还有大皇子宋泽明。你们做什么？我是大皇子，瞎了你们的狗眼。大皇子，我们抓的就是您，您好好想想您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吧。官差眼神凉丝丝的。大皇子闻言顿时心沉了谷底，他不停地给自己的侍卫使眼色，然而下一刻自己的侍卫也被抓了起来。大皇子别无他法，只能任由官差将自己带走。很快大皇子和二皇子就同时出现在一个审问堂。大皇兄，你怎么在这儿？二皇子看到宋泽明诧异不已，大皇子看到宋泽宇也同样是诧异不已。你怎么也在这？等会你们就知道了。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两人同时回头望，看到慕寒，脸色皆是一变。九皇说，您怎么在这儿？二皇子面色惨白，看到慕寒那双看透一切的眸子，心里生出几分慌乱。我在这自然是为了来处理你们的事情的。慕寒懒洋洋地掀了掀眼皮，给冷雨打了个手势。冷雨会意，将搜查出来的东西拿出来。托盘上摆放着2张明黄的布匹。宋泽明和宋泽宇看到这，皆是脸色一变。你们兄弟倒是默契，同时伪造圣旨，试图篡位。慕寒突然从轮椅上站起身，走到两人跟前。两人看到这，皆是一脸不可思议。但眼下不是好奇的时候，他们需要极力的给自己辩解。
九王说：“这不是我的东西，肯定是弄错了。我为人老实，对皇位根本就没有兴趣，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大皇子试图狡辩，慕寒看都不看他一眼，我只相信证据。他说着，让人将大皇子宋泽明拖下去。来人，将大皇子扣押着，稍后由我亲自审问。大皇子宋泽明闻言慌了神。九皇说：“这一定弄错了，弄错了，求您将母后请来，我有话跟她说。”慕寒闭上眼睛，皇后一心礼佛，早已不问世事。他说完，摆摆手，冷风立马将人拖了下去。待大皇子被拖下去后，慕寒睁开眼看向二皇子：“我倒是小瞧你了，不知你竟然如此胆大包天，谋害皇上，那可是你的亲生父亲。”二皇子闻言，垂在身侧的手不受控制的缠斗起来，他两手撑地，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异常。九皇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慕寒冷哼一声：“你不交代也没关系，反正魏贵妃会交代出来。”二皇子闻言，顿时脸色煞白：“你把我母妃怎么样了？”慕寒挑了挑眉：“魏贵妃可轮不到我审问，她由太后亲自审问。不过听说太后年轻时手段很是毒辣，想必很快就会问清楚。”二皇子宋泽宇一听，顿时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不可能！九皇说：“你一定是弄错了，我们是清白的，是清白的。”慕寒挥挥手，冷风端着一个托盘走了上来。二皇子宋泽宇看到托盘上的瓶子，顿时一愣：“这个东西很熟悉吧？别以为无色无味就没人发现了，别以为用水激发毒药就没人怀疑了，这天下名医多的是。”慕寒说着，眼神冷了几分：“速速交代，这东西哪来的？”二皇子宋泽宇咬着关，一声不知：“我没见过这东西。”慕寒深吸一口气：“来人，给我打！”冷雨面无表情地拿着一条长长的带刺金条走了出来。宋泽宇看到那带刺的金条，惊出一身冷汗。九皇叔动用私刑，可是违反大宋律法的。慕寒没说话，给冷雨使了个眼色。冷雨会意，高高扬起金条，猛地抽了下去。啪！一边下去，皮开肉绽。宋泽宇咬着牙关，闷哼出声：“这不是我的东西，九王叔休想将这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我。”慕寒唇角绽开一抹冷笑：“呵呵，你很有骨气，就是不知道能扛到几时。”他挥挥手，冷雨立马几鞭子下去。片刻后，宋泽宇的后背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慕寒看差不多了，站起身，他将手背在身后，踱步走到宋泽宇跟前：“你不说这东西哪儿来的，我也知道。”宋泽宇瞪着充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慕寒：“还等着人来救你呢。作为皇叔，我劝你别想，好好交代清楚，兴许还能从轻处罚。”慕寒引上宋泽宇的眼神。宋泽宇咬着牙关，忍受着身上的痛意：“我说了，这与我无关。”慕寒不耐烦地闭上眼：“若你是等着人来救你，那你便继续等吧。”慕寒说完，挥手让人将宋泽宇拖下去。宋泽宇下去后，暗卫立马上前汇报：“主子，苏俊已经将京城的地图交给了南蛮太子，此时正领着二皇子的部队往京城集结。南蛮太子的军队呢？”慕寒伸手轻轻敲击着桌面。第111章，你败在他手里2次。回主子，南蛮太子的军队混进了北方的流民队伍，不日便到达。传令再去，将流民安置到九州去。届时，让我们的人好好接待他们。慕寒神色淡淡：“是，主子。”苏瑶这边也收到了苏有德和刘婉老死的消息，这般快就死了，他们还没看着自己的儿子叛国，被五马分尸呢。苏瑶有些惋惜的开口：“江嬷嬷，你这个量把握的不是很好。”江嬷嬷笑着附和：“小姐，老奴已经有经验了，下次一定把握好用量。”苏瑶叹息：“可惜啊，没有下次了。”江嬷嬷愣了因喜爱：“那苏俊不还在？”苏瑶算了算时间，苏俊应该今晚就落网了。苏俊此时正在部署二皇子的部队，他赤红着双眼，在心里想着，等二皇子夺了权，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苏瑶报仇。然而他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在找死的路上了。苏公子，不好了，一队官兵往咱们这边搜过来了。苏俊听到手下的汇报，整个人都愣住。你说什么？一队官兵往咱们这儿来了，好似就是冲着我们来的。苏公子，现在怎么办？若是被发现私自部署兵力，咱们全都得死。苏俊闻言，神色有片刻的慌张，但很快他就镇定下来。别慌，兴许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风声这般紧，定不会有人能发现的。你快去联系南蛮皇子，问问他的人马到哪儿了。手下闻言，快步走了出去。是，苏公子。手下走后，苏俊还是莫名的心慌起来。他努力回想着自己最近的动作，确定一点纰漏都没有，而且也从没让人撞见过自己与南蛮太子见过面，放心了几分。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动作
被人早就放在眼皮底下了。苏俊等了好一会，听到官差不走动了，以为不会波及到自己。就在苏俊以为没什么事了的时候，10几个暗卫从天而降。唰！来者何人？苏俊看到暗卫，顿时脸色一变。他没有贸然吩咐人出手，而是盘问起来。暗卫齐齐拿出一个牌子，奉皇上之命前来捉拿叛贼。苏俊看到牌子，掉头就跑，然而没几步就被团团围住。他使出浑身解数与暗卫缠斗起来，最终还是双拳难敌4手，被按在地上。带走！暗卫将苏俊身上的兵符搜出来，便让人带了下去。紧接着，暗卫又与官差联合，将尚未部署好的人直接一网打尽。南蛮太子这边正搂着美人，品着美酒。他认为有二皇子这种内应在，夺取大宋是势在必得。然而下一刻，砰！房门被粗暴地踹开。主子，人就在里面。话音一落，一双修长的腿迈了进来。南蛮太子看到是慕寒，还是不坐着轮椅的慕寒，有片刻愣神。你是九王爷？慕寒就近坐到一旁的椅子上。太子很意外。南蛮太子看到外面的官兵，眼神有片刻的慌乱。哼，是有些意外，毕竟九王爷一直对外宣称腿是瘸的，没想到你这腿竟然是好的。这件事，你们皇帝陛下知晓吗？慕寒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容。太子还是先关心自己吧。他说着，挥了挥手。冷雨面无表情地提着一个东西走进来，他将那东西随意地放在南蛮太子跟前。南蛮太子看着那鼓起来的包裹，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给手下使了个眼色，让手下去打开那个布包。手下伸手解开了布包，看到里面的东西，手下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坐在一旁的南蛮太子看到这，越发慌张。怎么回事？你看到了什么？太子，那是吴副官的人头。南蛮太子猛地站起来。什么？他快步走上前，看到那些血淋淋的人头，顿时脸色惨白。慕寒抬眼看向南蛮太子。太子，这是你的部下吧？南蛮太子浑身冷冰。慕寒，你果然好手段。慕寒眸子里闪过寒光。手段？论手段，还得是你南蛮太子会耍。如何？辛苦部署几年，如今却直接被一网打尽的感觉如何？南蛮太子浑身颤抖。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慕寒唇角绽开笑意。我本是不知道的，可我们大宋的爱国之士注意到了，有他的提醒，我才注意到你的狼子野心。南蛮太子深吸一口气。这个人是谁？说出来让我死得瞑目。这个人是我的九王妃。慕寒提到苏瑶的时候，眼里不自觉柔和下来。九王妃？你何时？南蛮太子意识到了什么，整个人呆愣住。哈哈，有意思，我竟然是败在一个女子手里，哈哈哈，真有意思。南蛮太子疯狂地笑着，眼里满是不甘。不，严格来说，你败在了他手里2次。3年前，你也是败在了他的手里。慕寒嘴角轻轻勾着。南蛮太子闻言，顿时愣住。你是说，当年带人支援你的那小子是苏瑶？慕寒留给南蛮太子一个略有深意的眼神，随后转身离开。南蛮太子看着慕寒的背影，一下跌坐在地上。苏瑶，若是我得到了你，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大皇子宋泽明大逆不道，私自伪造圣旨，包其皇子之位，遣出京城。二皇子宋泽明为贵妃勾结外党叛国，谋害皇上，伪造圣旨，择日斩首。苏俊勾结外党叛国，择日斩首。一下失去2位皇子，皇帝心生郁结，整日无心朝政。小九，你让泽轩过来一趟吧，朕有事情宣布。第112章改审信。父皇，熟儿臣担当不了此大任，您让武皇帝来当太子吧，他聪明伶俐，定能胜任。3皇子宋泽轩听到要自己当太子，连忙将6岁的5皇子拉了出来。皇帝看到宋泽轩那唯恐避之不及的模样，深深叹了口气。多少人千方百计的谋算这个位置，你却百般嫌弃。宋泽轩跪在地上，满脸诚恳。父皇，儿臣志在游遍4海8荒，所以恳请父皇收回成命。志在4海8荒，这更好，了解民生，才能更好的治国。皇帝说完，不再看宋泽轩，自顾自地看向总管太监张公公，给朕言末，朕要你旨。父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3皇子德行兼备，特封为太子，协助圣上处理朝政之事。此后，御书房的案桌旁多了一张椅子。朕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笨儿子？这种没一点用的奏折，直接丢回去便好。还有这个，你还批个字写得不错，你这不是白费功夫吗？这种拍马屁的，统统丢回去。还有这种奏折，一点事都没有，张嘴就要钱，给我狠狠的痛批一顿。记下了没有？儿臣记下了。
宋泽轩的声音蔫巴巴的。刚到御书房的苏瑶听到这，没忍住轻笑出声。皇帝看到苏瑶，板起脸：“是苏丫头来了。”苏瑶微微摇头：“皇上，我祖父已经给我更名，现在我姓沈，名为沈瑶。”皇帝微微颔首：“也好，沈瑶，这名字比先前的要顺口。你外祖父他们可送走了？”苏瑶拱手回答：“回皇上，已经送走，此时应该出了京城了。”如此，那你便启程吧。皇帝说着，转头看向水师提督谢远扬：“谢爱卿，船只可准备妥当了？”谢远扬拱手，朗声回答道：“回皇上，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起航。”皇帝闻言点了点头：“如此，那便出发吧。”沈瑶站在原地，不为所动。“你还有什么事？”皇帝看到沈瑶站着不动，挑眉。沈瑶眼里满是为难：“皇上，要不民女还是不去了吧？我一个女子，没名没分的，跟着抛头露面也不好。”皇帝闻言知晓了沈瑶是想要讨封赏：“我就知道，你这丫头无利不起早。”他大手一挥：“沈瑶，学富五车，绘制兰心，特封为东夷校尉，品级4品，随水师提督沈远扬一同护送大不列颠国人回国。”沈瑶闻言灿烂一笑：“臣领命。”皇帝摇了摇头：“行了，赶紧去吧，带多些好东西回来。”沈瑶拱拱手：“皇上放心，臣一定带大不列颠国最有用的东西回来。”皇帝点了点头，看向一旁站着的慕寒：“小九，这也没你的事了，你也跟着去吧。”慕寒挑眉：“皇上不说，微臣也是要去的。”皇帝：“滚滚滚，你们都立马滚，别在这儿碍朕的眼。”慕寒拱手行了一礼：“微臣告退。”沈瑶也躬身行了一礼：“微臣告退。”水师提督谢远扬看到两人都走了，也连忙行礼离开。看到沈瑶还没走远，连忙跟上前询问：“沈大人，咱们何时出发？”“明日吧。一会你让人再检查一下物资带够了没有。”“好。”虽然谢远扬是2品，品级比沈瑶高，但是他也凡事都听沈瑶的。他深知这次的出行指挥权完全在沈瑶那里，所以一直万事以沈瑶为准。谢远扬问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便快步往前走，跟两人拉开距离。慕寒看到谢远扬这般识趣，勾了勾唇：“这谢远扬不错。”沈瑶没有接话，自顾自地往前走。慕寒也不恼，紧紧跟在沈瑶身后，看到无人，更是整个人都靠了过来。“怎么，不怕人说闲话？怕那些人说你？不过没事，谁敢说你一句，我拔了他的舌头。”慕寒看着沈瑶白嫩的小手就在眼前，数次欲伸手过去，不过都忍了下来。苏瑶看到这，嘴角轻笑：“胆子这般小，可当不了我的男人。”慕寒幽深的眸子里微微闪了闪，下一刻他飞快地伸手将沈瑶的手攥住，十指紧扣。“我不是胆小，我只是一直在克制。”男人特有的低沉声线在耳边绽开，酥酥麻麻的。沈瑶抬头看到慕寒那上扬的嘴角，也不禁露出笑容。两人就这样牵着手出了宫。沿途的宫女太监看到了这一幕，都纷纷低下头，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不是他们不想看，实在是不敢，主要是怕跟在两人身后，一手挎着刀，一手叉着腰，无比严肃的冷雨和冷风，似乎多看一眼，下一秒他们就会拔刀砍上来。慕寒看到路上的太监宫女都自觉地低下头，越发大胆起来。他扣紧沈瑶的手，一把将她拉近自己。沈瑶看出慕寒是想抱自己，脚尖一点，飞跃到5米开外。“我不是小孩子，腿脚也好着呢，不用9王爷牵。”他说着快步往前走。慕寒看到沈瑶跑开，也没有着急追着，他的嘴角始终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乖乖，你跑不了了。”沈瑶回头看到慕寒没跟上来，嘟囔一句：“真没劲，这就不追了。”转身的下一刻就撞上了结实的胸膛。慕寒伸手一把将沈瑶整个人都抱了起来：“你走得太慢，我带你走。”他说着脚尖一点，飞跃到墙头。沈瑶感受着慕寒那温热的胸膛，耳尖微微泛红起来。他没有说话，尊重自己的内心，伸手扣上慕寒的肩。慕寒感受到沈瑶的主动，抱着沈瑶的手紧了紧，将沈瑶整个人都扣进自己怀里。片刻后，两人来到马车前：“坐我的吧，我的马车大。”慕寒说完，抱着沈瑶跨步上了马车。看到马车上面有道坎，慕寒嘴角微微勾了勾，他随意的往那横杠跨了上去。下一刻，整个人向下倾倒，砰！两个人跌进了马车里。慕寒看到沈瑶整个人都被自己拥在怀里，嘴角露出几分满足的笑容。他收紧臂弯：“抱歉，不小心绊了一下。”沈瑶知道慕寒是故意的，看到慕寒那得意的笑容，顿时有些不服气。第113章，小姐嘴怎么肿了？他突然伸手扣住慕寒的后脑勺，将他整个人拉了下来。沈瑶在男人凉薄的唇上咬了一口，便欲翻身离开，却不料
下一刻，男人强有力，男人的手却伸了过来，一把将自己急拉回怀里。咬疼我了，我得咬回来。慕寒说着，一只手揽着沈瑶的腰肢，一只手扣住她的手，将她的手举到头顶，就这方才的姿势，顺势来了个深吻。沈怡反应过来的时候，脑袋逐渐昏沉，她伸手想推开慕寒，却不料另一只手也被慕寒抓住。慕寒此时好似被打开了阀门，从一开始温柔的亲吻，逐渐转变成唇齿间的交缠。良久，慕寒这才停下缠绵在唇边的吻，然后伸手将沈瑶抱了起来，温柔地帮她整理衣服。沈瑶得以喘息，嗔怪地瞪了慕寒一眼。属狗的。慕寒将脸贴在沈瑶脖肩，属狗的，我是你的小狗。沈瑶听着那慵懒缱绻的声音，心里一阵发痒。好了，我要下马车，回去收拾衣物。不行，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准备了好多衣服，好吗？乖乖。男人眼睫如鸦羽，根根分明，此时漆黑的双眸里染上了几分委屈的祈求。沈瑶没想到，往日温润如水、止步于礼的男人竟然会变成这样。他挺直身子，柔声细语的开口，试图将慕寒拉回以前那温润有礼的模样。王爷，我有自己的家，跟您回去，这断然是不合礼数的。慕寒勾唇一笑，谁说不合礼数？他将手伸进怀里，拿出那张被他捂得微微发热的圣旨。看，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礼数的。沈瑶看到圣旨，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弄来的？慕寒得意一笑，你外祖父要见我那次，当晚我就直接进宫，要来了圣旨。沈瑶这下真的服了，你就这般肯定我对你是有意的？慕寒贴近沈瑶，将其堵在角落。我不管，你亲了我就得对我负责，亲了我就是心悦于我。他说着，将头埋进沈瑶的脖间，缱绻的蹭了蹭。快说，说你心悦我。沈瑶故意将头偏开，我为何要说？慕寒捧着沈瑶的脸，认真的看着她的眼睛。你要说，我就不说呢。沈瑶反骨上来了，直接坐到了一旁。慕寒直勾勾的盯着沈瑶娇嫩欲滴的唇瓣，那上面还有啃咬的痕迹。不说，就惩罚你。他扣紧沈瑶的手，将人带进怀里。他呼吸沉沉，吮吸着她的阴唇，力道又重又野蛮。沈瑶无力招架，身子一下软绵无力。他伸手想要推开慕寒，却被其抓住手，紧紧扣在胸前。良久，慕寒终于松开了沈瑶。在沈瑶觉得要结束的时候，慕寒将沈瑶整个人都抱起来，让其坐在自己腿上，然后又再次捧起她的脸。这一次，他放缓了力道，亲得温柔又小心，捧着她的脸，轻啄那有些红肿的唇，轻啄那迷离的眉眼，亲着亲着，来到脖间。沈瑶感受到那滚烫的唇落在脖间，浑身止不住颤抖。别痒！慕寒贪婪的将头埋在沈瑶脖间，轻轻蹭了蹭，引诱着开口：“那换你亲我，我不怕痒。”声音如同有蛊惑。沈瑶只是犹豫片刻，便反客为主，将慕寒整个人都按到身下，然后凑到慕寒耳边，轻含住那有些凉丝丝的耳垂。这一次轮到了慕寒站立，他放在沈瑶腰间的手不自觉扣紧。沈瑶感受到慕寒的反应，动作越发大胆。他将细软的小手伸进慕寒脖间，从上至下不停地摩挲着，触碰到微微凸起的喉结，俯身咬了上去。突然被咬，慕寒没忍住闷哼一声。沈瑶听到慕寒发出闷响，立即伸手将那微凉的唇捂住。乖，别出声。慕寒听到沈瑶娇娇软软的声音，背后一阵酥麻。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连忙把沈瑶抱起来，将人紧紧扣在怀里。乖乖，我认输了。沈瑶本还想逗慕寒，可看到他因为极力的隐忍，整个人都微微颤抖起来，便不再逗他。好了，我要回去收拾衣物。这一次，慕寒不敢再阻止沈瑶，乖乖的松开了手。沈瑶手指故意在慕寒脖间划过，明日见。这引得慕寒又是一阵战栗。好。慕寒张口，发现自己的声音异常的沙哑。沈瑶捂唇低笑，乖乖的。他说罢，整理好衣服，掀开车帘，神色如常的下了马车。慕寒看不到沈瑶了，整个人顿时松了口气。他端起一旁的茶壶，猛地灌了几口水，这才好受了些。沈瑶下了马车，便回了自己的马车。看到夏月一直盯着自己的脸看，沈瑶伸手轻点了夏月的脑袋。你这丫头，一直盯着我做什么？夏月想笑又不敢笑，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小姐，你的嘴好像被蚊子咬了，肿起来了。冬雪听到夏月的话，假装嗔怪道：夏月，你真是越发放肆了，小姐的事何须你过问，安心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夏月委屈的嘟嘴，我只是关心小姐。行了，你们一个个比我懂，就别装了。沈瑶看到夏月嘴角的笑都快压不住了，瞪了他一眼。嘿嘿，小姐，我就是好奇。就是。夏月话还没说完，就感觉屁股一痛。
反应过来，整个人都摔下了马车。冬雪将人踹下马车，这才感觉没那么尴尬了。小姐，他太聒噪了，让他走着回去吧。沈瑶赞赏地看了一眼冬雪。夏月跌下马车，忙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等他整理好衣服，自家小姐的马车却扬长而去了。小姐，等等我啊！无奈，夏月只能在后面小跑着追。冷雨看到这一幕，伸手牵过一旁的马匹。冷风，替我跟主子说一声，我出去一下。第114章夏月冷雨。冷风刚想问冷雨去哪儿，就看到冷雨骑着马来到了沈瑶的小丫鬟身旁。哼，还说不喜欢呢。冷风哼了一声，翻身上了马。主子，冷雨去了沈府，不回来了。沈瑶改姓后，便将苏府改成了沈府。慕寒听到冷风的话，挑了挑眉，这小子动作比我还快。冷雨骑着马，假装不经意地来到夏月身旁。夏月看到是冷雨，双眸顿时亮了几分。冷雨侍卫，是你啊？你去哪儿？能带我一程吗？冷雨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去城东。城东刚好经过我们沈府，可以带我一程吗？冷雨眉眼染上几分笑意。你若是不怕男女大防，便上来吧。他说着，朝着夏月伸出手。夏月将手搭在冷雨手上，我一个小丫鬟，有何怕的？冷雨闻言，握紧夏月的手，用力一拉，便将她整个人都带进怀里。在夏月看不到的地方，冷雨的嘴角弯着温柔的弧度。那坐稳了，我顺道带你去过去。夏月一脸感激，多谢冷雨侍卫。冷雨扬了扬缰绳，让马儿走了起来。没错，是走，不是跑。夏月看到马儿有些慢，小心翼翼地开口：冷雨侍卫，能否要你这马儿快些？我的马儿腿前几日受了点伤，只能走这般快了。若是你赶时间的话，我让人换一匹马过来送你。冷雨的嗓音如同他的人一般清冷十足。夏月听到冷雨要特地找另外的马送自己，连忙摆手：不用了，我不赶时间，就是怕你这马儿的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他受得住。冷雨的嘴角又悄然勾了起来。夏月见状，没再说话。他乖乖地端坐在马前面，发现冷雨走的路不是官道，而是街道，小鼻子嗅了起来。冷雨看到夏月开始左顾右盼，寻找好吃的，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夏月姑娘，我有些饿了，能否先下来吃碗馄饨？夏月闻言，眼睛亮了几分。他故作不在意地开口询问：冷雨侍卫，你饿了呀？我饿了。冷雨翻身下了马，随后向着夏月伸手。夏月自然地搭过冷雨的手。既然这样，那我就陪你吃一点吧。冷雨微微勾唇，好。两人在路边吃了一碗馄饨。吃完馄饨，夏月期期艾艾地起了身，闻到路边那些糕点的味道，他有些走不动了。冷雨察觉出他的心思，将马拴在木桩上。老板，我将这马拴在这儿，你帮我看一会儿。冷雨说着，给了几文钱。哎，好嘞。老板看冷雨还给钱，欢喜地应下。冷雨侍卫，把马拴在这做什么？咱们不走了吗？夏月有些疑惑。冷雨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糕点摊子，突然想吃些糕点。夏月姑娘，陪我去买吧，作为感谢，我送与你一份。夏月吞了吞口水，眨巴着眼睛，不好意思地看向冷雨。方才你才请我吃了一碗馄饨，这样也太不好意思了，不如我请你吃吧。冷雨见状，没拒绝。好。两人一前一后的来到糕点摊，冷雨随便挑了一盒，夏月则精心挑选了一盒。好了，就要这2盒，老板这多少钱？老板是个老奶奶，闻言乐呵呵地看向冷雨。小娘子，您相公已经付过了。相公。夏月听到老奶奶的称呼，脸一下蹭地烧了起来。不是，老奶奶，您误。夏月刚想解释清楚，就被冷雨一把拽走。那边有卖糖葫芦的，方才也是我请的，这糖葫芦你请我吧。夏月闻言，将方才想说的话抛到脑后，转头去看冷雨说的糖葫芦。哪儿呢？冷雨趁机握紧夏月的手，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他话毕，小跑起来。夏月被冷雨拽着，也只能跟着他跑起来。跑着跑着，夏月意识到了什么，低头看向牵着自己的大手。冷雨侍卫。冷雨买好一串糖葫芦，将糖葫芦递到夏月嘴边，看着不错，尝尝味道如何？夏月一愣，糖葫芦递到了嘴边，他只能乖乖地咬了一口。一口下去，甜滋滋的味道在嘴里绽开。好好吃啊！夏月幸福地眯起了眼睛。冷雨看到夏月弯弯的眉眼，嘴角的笑意再也掩藏不住。夏月注意到冷雨笑了，一脸稀奇。哎，冷雨侍卫，原来你会笑啊！冷雨闻言，连忙收敛笑意。开心，自然是会笑的。开心？是因为什么？夏月歪着头看向冷雨。冷雨没有回答，直勾勾地盯着夏月，看到夏月的嘴角沾染上糖渍，伸手轻轻擦去。夏月感受到冷雨的动作，
整个人僵着不敢动。冷雨侍卫，你……这时夏月终于意识到冷雨的心思，冷雨不给夏月拒绝的机会，帮他擦完，便拉着他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好些好吃的，去前面看看吧。夏月猛猛地被冷雨拉着，好半会才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挣脱。冷雨侍卫，你能不拉着我吗？夏月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开口。冷雨眸子垂下来，神色认真地看着夏月。不能。冷雨扣紧夏月的手，我说不能，我就要拉着。相公拉着娘子的手，天经地义。夏月原本就泛红的脸一下烧了起来。相公，那不过是老奶奶的误会啊。冷雨没再回答，拉着夏月自顾自往前走。夏月动了动手，发现会被冷雨扣得更紧，只能红着脸跟着他走。冷雨，你能不能走慢些？冷雨没回答，步伐却悄悄放慢了少许。两人在街上逛了一圈，回去的时候捧了一大堆好吃的。每次约定好夏月付钱，冷雨都会提前付好，这就导致夏月一次都没付成，因此有些过意不去。冷雨侍卫，说好让我付的，你却每次都偷偷付了。冷雨看着夏月呆呆的样子，没忍住，伸手摸了摸她蓬松的脑袋。下次你来付可好？声音带着几分宠溺。夏月原本恢复正常的脸色一下蹭得红了起来。冷雨侍卫，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第114章，唐不看跳过。冷雨伸手将夏月藏在袖子里的手拽出来，因为我想找个娘子。找个娘子。夏月回去的时候，只感觉整个人都晕乎乎的。她呆坐在楼梯上，时不时想起什么，痴痴地笑了起来。冬雪注意夏月很久了，看到她满脸思春的模样，顿时也知道了缘由。夏月，该回神了。夏月冷不丁听声音，整个人吓了一跳。冬雪，我当是谁呢？吓我一跳。你当是谁？你当我是九王爷府里的那个冷面侍卫吗？冬雪似笑非笑地看着夏月。夏月被戳穿心思，脸一下烧了起来。哎呀，你胡说什么？我可没有胡说。今日一个暗卫看到你和那九王爷府的侍卫手拉手的逛街呢。冬雪有意逗逗他，拿起地上的一个盒子。这是何物？那侍卫给你买的定情物啊。夏月闻言有些羞恼地将东西抢回来。冬雪，你乱说什么？没有这回事。冬雪看夏月这么不经逗，也没再逗他。好了，回去收拾一下衣服，明日你就能见你的小侍卫了。夏月红着脸，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有。冬雪敷衍地嗯了一句，快步离开。是夜，沈瑶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便打算泡澡睡觉。小姐，今日用什么花瓣呢？冬雪拿着一个花篮。沈瑶想到脑海里总不断出现今日在马车里那一幕，按了按眉心。今日就用栀子花瓣吧，助眠。是，小姐。冬雪闻言，将栀子花均匀地撒在浴桶里，将花瓣撒好，冬雪便悄然退了出去，顺带将门关上。沈瑶褪去衣服，借着小梯子踏进浴盆里，温热的水包裹住全身，沈瑶轻呼一口浊气，泡了一会，洗净泡沫，沈瑶便打算起身了。还未有动作，窗台便传来细微的响动。沈瑶没有犹豫，立马从空间拿出带毒的暗器，朝着窗台刺去。吃！利刃刺进肉里的声音格外的刺耳。沈瑶披好衣服走过来，看到的就是慕寒捂着手臂，迷迷糊糊的躺在那里。看到沈瑶来了，慕寒眼里出现几分委屈。乖乖，好痛啊！沈瑶抿了抿唇，无奈的将人扶起来。好好的正门你不走，偏走什么窗台？这下有的你疼了吧？慕寒乖乖的任由着沈瑶将自己扶到椅子上。沈瑶拿出解药给慕寒服下，然后细心的帮他取出暗器，包扎好伤口。慕寒全程乖乖的任由沈瑶摆弄。沈瑶看到慕寒一直盯着自己的衣服，手上加重力道。慕寒冷不丁被按了一下伤口，闷哼出声。乖乖，你弄疼我了。沈瑶撇嘴，慕寒，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慕寒没说话，将沈瑶一把搂进怀里，随后用自己另一只完好的手轻轻捧着沈瑶的脸吻了过去。一开始只是浅尝即止，渐渐的加深了力道，沈瑶渐渐深陷其中。渐渐地，两人的呼吸越来越重。椅子太小，慕寒索性一把将沈瑶抱起，放到了那雕花大床上。瑶儿，今晚我能留下来吗？我什么都不做，只陪着你。慕寒说完抵着她开始轻啄。男人身上带着极为熟悉的檀木香，身体宽厚而温热，所有的气息都像是带了攻击性，无孔不入地将他侵占。沈瑶嘴唇被咬得一阵发麻，她勾住慕寒的脖子，将人带了下来。两人的身体紧密贴合，互相能感受到对方温热的呼吸。慕寒的手不经意间碰到沈瑶柔软的肌肤，便越发贪婪起来。沈瑶此时的手也渐渐与慕寒的手同步，两人的身体时而靠近，时而轻轻触碰。意乱情迷之间，
温软的触感从他的唇滑下下颚，然后吻着脖颈一路向下，他的手指不自觉地伸向慕寒的后背。慕寒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在锁骨的位置停住，他微微抬头，深幽的眸子里都是未得到满足的余念，看着怀里动情的人儿，慕寒重重落下一吻，随后轻轻翻身躺到一旁，将沈瑶整个人都搂进怀里。沈瑶看慕寒突然停止了，一个翻身跨坐到其身上，他捧着男人的脸，俯身轻啄其眉眼、眼睛、鼻子、嘴巴，一路来到脖子，看到脖中那泛红的喉结，沈瑶眼里闪过得意。他再次俯身轻咬。慕寒本就在隐忍，被沈瑶如此撩拨，不自觉闷哼出声：“乖乖，别难受。”沈瑶不已，抓住慕寒的手放到自己腰间，随后将头埋进慕寒脖间，一路向下。慕寒感受到柔软的小手探进衣领里，整个人都打了个颤。“瑶儿，求你！”慕寒抓住沈瑶的小手，低声求饶。沈瑶抽出另一只手，轻轻扒开慕寒的衣领，随后在其锁骨间咬了一口。慕寒至此再也受不了，抓住沈瑶的手，翻身坐起来。“瑶儿。”苏瑶睁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慕寒。慕寒看到苏瑶有些迷离的眼神，心口一阵火热，怕自己控制不住走火，慕寒翻身下了床。“瑶儿，我先回去了。”沈瑶慵懒地掀了掀眼皮：“九王爷，这就受不住了？”慕寒看到沈瑶因为发热而越发莹润的肌肤，口渴难耐，他没舍得走，来到桌前，就着水壶喝了好些水，心情平复下来，这才折返回来。“瑶儿，天晚了，明日就出发了，好好休息吧。”沈瑶以为慕寒说这些话是要回去，提醒自己好好睡觉，没成想他说完话便顺势躺了下来。“怎么，你不是要回去吗？”第116章冷风的悉心照顾。慕寒凑近眼前香香软软的人儿，不回了，舍不得。他伸手轻轻将沈瑶揽进怀里，扶住她的脑袋，将她的小脸贴在自己胸口。沈瑶也是有些困了，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闭眼睡觉。慕寒听着耳边传来浅浅的呼吸声，心里一阵柔软。他轻抚着沈瑶细软的发丝，眼里满是柔情。第二日，众人收拾好，便准备登船出发。皇帝也出来相送了。“好了，准备好了，便出发吧。”他说着，带着一众太监侍卫自觉地退开些许。沈瑶点了点头，带着众人登上了船。“皇上放心，我们必定带着东西凯旋而归。”沈瑶拱拱手，转身登上了船。慕寒没说话，只是对着皇帝拱拱手：“给朕看好这丫头。”皇帝突然说了一句。慕寒脚步一顿：“放心吧，我必定用命相护。”众人简单的告完别后，船只便缓缓驶动。沈瑶站在甲板上，看着渐渐模糊的国土。在京城的某一处角落，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恍惚间，她似乎看到了一道熟悉的挺拔身影向自己走来。“二皇子，二皇子，您终于来了，您是来接玉茹了吗？玉茹等了好久，终于等到您了。二皇子，你相信我，我的脸能治好的，能治好的。二皇子，带我走，求你带我走。”次日，有人在一处破庙里发现了一个老太婆的尸体。沈瑶对此并不知情，此时众人已经来到了茫茫大海中，环顾四周，已经看不到陆地。几个大不列颠国人脸上满是兴奋：“沈姑娘，这次真的多谢你了。”沈瑶微微颔首：“希望你们回去不忘与我们的约定。这是自然，两国交好，信任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国王就是我的姐夫，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有绝对的信心能说服他。”“是啊，沈姑娘放心，我们定是会说到做到的。”几个大不列颠国人轮番跟沈瑶保证。沈瑶微微一笑：“如此，那便先谢过你们了。沈姑娘，这你就客气了，理应是我们要谢你才是。”慕寒全程没有说话，一直静静地守在沈瑶身旁。另一边的甲板上，夏月凄凄哀哀地站在角落，冷雨站在其跟前，眉眼染上几分笑意。“夏月姑娘，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夏月红着脸摇头：“不，我没有不舒服。”冷雨勾了勾唇：“没有变好，我第一次坐船，还感觉有些难受呢。”“啊，你不舒服吗？”夏月听到冷雨说自己难受，担忧地看着他。冷雨在夏月看不到的地方勾了勾唇：“是有些不舒服，头晕，想吐。”他说着，身子还晃悠了几下，吓得夏月赶紧将他扶住。“冷雨侍卫，你没事吧？要不要喝点水？”冷雨顺势挨在夏月身上：“好，那就多谢夏月姑娘了。”夏月见状，小心翼翼地扶着冷雨到一旁的椅子上，然后给他倒了杯水，看着冷雨喝下，然后又关切地询问：“可好些了？”冷雨微微颔首：“多谢夏月姑娘，我好些了，就是感觉有些胸闷气短，若是你能帮我顺顺气就好了。”“啊！”夏月愣了一下，犹豫着不敢动手。冷雨看到这，眼里划过幽深，他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嘿嘿，我有些喘不上气了。”夏月看到这，
慌忙伸手去给冷雨顺气，这样可好些了。好些了。接下来，冷雨时不时的咳嗽，时不时的难受，夏月在一旁尽心尽力的照顾着。躲在角落的冬雪看到夏月被冷雨耍得团团转，恨铁不成钢，真是够呆的，这点伎俩都看不出来。就是这点伎俩都看不出来。一个脑袋凑了过来，冬雪看到是冷风，皱着眉头走到一旁。你凑什么热闹？冷风撇嘴，你能凑热闹，为什么我就不能？冬雪没说话，转身就走。突然，一个巨浪涌了过来，船身一下倾斜。冬雪本就有些晕船，一下没有防备，直直往甲板上摔去。冷风眼疾手快，将人扶住。没事吧？你晕船啊？冬雪看到是冷风扶了自己，眸子不自觉闪躲。多谢。他说完，起身整理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冷风看着冬雪那显瘦的身影，有些担忧的跟了上去。刚跟上去，就看到冬雪在转角扶着船杆吐。看到冬雪吐的整个人都站不稳了，冷风赶紧过去将人扶起来。你没事吧？冬雪看到又是冷风，愣了一下，意识到现在窘迫的样子，冬雪连连摆手。我没事，你忙你的就好。冷风看到冬雪整个人站都站不稳了，干脆一把将人横抱起来。你的房间在哪？我送你回去吧。冬雪挣扎着要下来，不用，我自己可以回去。冷风将人抱紧，不舒服就好好待着吧，我又不会对你怎样。他说着，快步往船舱里走。冬雪见状，只能任由着冷风将自己抱了回去。冷风将人安置在床上，便转身离开了。冬雪看到冷风走了，顿时松了口气。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冷风没一会就折返回来了，手里还端着一盆水。猜到冷风的意图，冬雪顿时局促起来。冷风，谢谢你，这些事我可以自己做，我没事的。冷风一言不发，自顾自地放好水盆，然后即将毛巾打湿。他没有逾越，只是将打湿的毛巾递给冬雪，擦擦可能会舒服些。冷风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顿时让冬雪心里对他好感倍增。多谢。他接过打湿的毛巾，将自己的脸和手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冷风说完，便端着水盆走了出去。没一会，他又折返回来了，这一次手里端了一壶热水。第117章，到达大不列颠国。冬雪看到这，连忙坐起来。冷风，我无事，不用麻烦。我乐意。冷风说着，自顾自地拿了个茶杯，给冬雪倒了杯水，感觉温度适宜，便端给了冬雪。我问船上有经验的船员，他们说喝一点温水，吃点橘子，再把这个橘子皮放在鼻尖闻会好些。你试试看吧。冷风说着，从衣兜里拿出几个橘子，然后细心地将橘子丝剥干净，递给冬雪。冬雪从未感受到这么细致的照顾，心里顿时有种异样的感觉。多谢。冷风已经将橘子包好递到眼前，他不吃就是服了他的面子，冬雪只好双手捧过橘子。吃到那酸溜溜的滋味，冬雪顿时感觉胃里舒服了少许。如何？可有好些？冷风眼里不自觉地流露出关切。好些了，多谢你。冷风不在意的摆摆手，小事一桩，你无需挂怀。好了，你吃完睡会吧，我没地方去，在你这休息会。冷风说完，自顾自地靠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冬雪隐约知道了冷风留下来的原因，看着冷风闭眼小歇了，他深深地看了冷风一眼。船一直摇摇晃晃，冬雪喝了些热水后，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睡着后，冷风睁开了眼睛，看平日里总是板着一张小脸的冷酷少女，此时乖乖地睡那里，这反差让冷风莫名觉得冬雪很可爱。他仔细端详着冬雪恬静的脸庞，心里生出异样的心思。突然，冬雪的眉头微微皱起。冷风以为冬雪要醒了，猛地转头收回视线，却不料动作太大，整个人都摔在了地上。咚的一声，冬雪听到动静，猛地睁开眼睛，看到冷风死叉巴痒地摔在地上，冬雪没忍住轻笑出声。冷风，你没事吧？冬雪的笑容如雪山的阳光一般，冷冽又不失温暖。冷风一时间看呆。冷风？冬雪看到冷风没反应，轻唤一声。冷风反应过来，连忙给予回应。啊，不好意思，走神了。冬雪直勾勾地看着冷风，你要不要先起来？冷风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还趴在地上。呵呵，走神了，走神了。他说着，连忙从地上爬起来。你好些了吗？冬雪点了点头，神色柔和了些许。好多了，多谢你。冷风不在意的摆摆手，举手之劳而已。时辰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若是还有不舒服，可以随时叫我。冷风说完，逃也似的离开。出了冬雪的房间，冷风擦了擦额头的虚汗。怪了，我脸皮这么厚，怎么会感觉尴尬呢？他摇摇头，回了自己房间。如今在船上都是自己人，主子也不需要整日守着，
冷风便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可回了房间，冷风不知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冬雪的身影，那个如冬日暖阳般的笑容时不时就会出现在脑海里。冷风想着，嘴角不自觉露出笑容，想到了什么，笑得这般猥琐。冷雨回来看到冷风在嗤笑，有些稀奇。冷风听到冷雨的声音，这才后知后觉自己一直在傻笑，他连忙收敛神色，嗨嗨，想到了好笑的事情便笑了。我又不像你嬉笑如金的，我呀想笑就笑。冷雨挑眉，那也没见你何时笑得这般开心，那笑容就好似思春了一般。你才思春了呢。冷风着急的辩驳。冷雨看到冷风这慌张的模样，勾了勾唇，你慌什么？我又没说你和谁怎么样。我哪儿慌？我看你才思春了呢，整日黏着那小丫头，把人家一个小丫头忽悠的找不着北，真是丢人，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冷风梗着脖子呛声道。冷雨根本不在意，我可没有忽悠人，我本就晕船，只是在他面前表现的较为明显了一点而已。冷风翻了个白眼，便出了房间。哼，谁信你？出了房间，冷风便不自觉地往冬雪的房间走，等他反应过来，人已经在冬雪的房间门口了。我这是怎么了？魔怔了不成？冷风晃了晃脑袋，快步走开。然而他不知道，在房间里的冬雪也和他的感受一样。怎么回事？脑海里总是出现那小子的身影，魔怔了不成？瑶儿，你什么时候休息？慕寒穿着单薄的里衣，撑着下巴，静静地看着沈瑶。沈瑶认真地看着手里的航海地图，我看看路线对不对，弄错了咱们就危险了。慕寒接过沈瑶手里的地图，这东西交给那水师提督谢远洋看啊，他每年拿那么多俸禄，难道是吃白饭的吗？沈瑶将地图夺回来，那不一样，这次去的地方格外的远，若是咱们在3个月之内去不到，船上的物资就会消耗一空。慕寒闻言不再闹沈瑶，在一旁站着等，静静地陪着。终于沈瑶将地图合了起来，应该没错，一路向东，然后再向北就能到达大不列颠国。慕寒看沈瑶将地图收起来了，将人揽进怀里。累了吧？我给你按按手。他说着将手搭在沈瑶手上，轻轻地揉捏起来。沈瑶一开始有些享受，可捏着捏着就感觉有些不对味。慕寒，你往哪儿摸？慕寒放下手，伸手将人勾到自己怀里。没往哪儿摸，我只是怕你的腿走路酸而已，想帮你捏捏。沈瑶，在船上一天都走不上500步，你觉得我的腿会酸吗？会。船只在海上飘飘荡荡，航行了2个月，终于看到了陆地。大不列颠人看到熟悉的建筑，纷纷惊喜地呼喊出声：回到了，回到了！沈姑娘，那就是我们的国家，你们快看！沈姑娘，我们回到了，靠边停就可以。几个大不列颠国人叽叽喳喳地开口，言语里满是兴奋。坐了2个月的船，沈瑶也是难受的紧，听到几人的声音，忙从船舱里走了出来。慕寒紧随其后，两人走出来，便看到那奇形怪状的建筑物。第118章，想让他们出丑。小姐，这些房子怎么这般奇怪啊？形状各异，尖的、扁的、圆的都有。夏月远远看到大不列颠国那各种类型的房子，很是诧异的开口询问。这是他们的审美，是他们的民族特色。沈瑶淡淡回答。想到什么，他转头看向慕寒。慕寒，这大不列颠国人很有野心，一会登上陆地，你让大家都打起精神，戒备些。慕寒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勾了勾唇。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妥当。沈瑶赞赏地看了一眼慕寒，慕寒见状得意一笑。船只还未停靠在岸边，便有船驶过来。几个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上去一番解释，这才让船只成功的靠岸。几个大不列颠国人找了一处住处，将沈瑶他们安排了进去。沈姑娘，你们在此休息一会，我去请示一下我们国王，然后再带你们进去面见国王。沈瑶不轻不重地点了点头。等人走后，他便开始梳洗打扮起来。夏月，今日给我画一个最贵气的妆容，衣服首饰也用上最华丽最好的。是，小姐。夏月闻言兴奋地答应下来。小姐一直打扮素雅，今日我终于能大展身手了。她兴奋地找着衣服首饰，不停地比对着，挑了好些时辰，都没挑到满意的衣服。这时候冷雨捧着一套衣服出现了。沈姑娘，我家主子说已经为姑娘准备好了衣裳，请姑娘一试。沈瑶闻言示意夏月将衣服拿来。当看到那件衣服，便小小的惊艳了一把。这是一套金色丝绸16褶皱长裙，裙上绣着几朵怒放的大红色牡丹，裙摆倾泻，托以3尺有余，外罩一件红色丝质轻纱薄衣，袖处勾出祥云纹。沈瑶当即就定主意，就这件吧。夏月也觉得这件衣服很是合适，便点头开始准备起来。半个时辰后，沈瑶穿着一件金色丝绸16褶皱长裙出现在众人眼前。
长裙上绣着几朵怒放的大红色牡丹，裙摆倾泻，托以3尺有余，外罩一件红色丝质轻纱薄衣，袖处勾出祥云纹，凝脂般的肌肤若隐若现，罗带轻细住盈盈蛮腰，愈发勾显柔弱之美。头盘凌云髻，精致流苏垂肩，一只金色重弓流苏簪勾出端庄，大红眼影，眼角抹了些许金粉，阳光下闪闪发光，红唇轻点，额头上的牡丹形印花勾勒得恰到好处。众人看到这，皆是一脸惊艳。小姐，您今日真是美呆了。夏月眼睛里冒着星星，冬雪眼里也满是惊艳。慕寒没说话，眼神炙热无比。沈瑶注意到慕寒穿着和自己款式一样的衣服，挑了挑眉。这衣服你早就定制好了？慕寒勾唇一笑，可是好看极了。沈瑶微微颔首，不错，和今日的情况很符合。水师提督谢远扬看到两个穿的这般隆重，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灰扑扑的官服。沈大人，我这是不是该换一身衣服？沈瑶看到谢远扬的衣服，皱了皱眉。谢大人若是方便的话，回去换一身较为隆重的衣服吧，毕竟是第一次会见，不能让人看见咱们大宋。哎，谢远扬闻言连忙下去换衣服，没一会他就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袍折返回来。沈大人，你看这身如何？沈瑶闻言认真的打量起来。谢远扬着一袭藏青色官服，衣领处绣着祥云之纹，衣领直到耳下，从中间分开，银丝串联而成的细链在领间穿梭，露出里面层叠的衣衫，同色锦缎系于外袍之上，藏青色的绶带缀着同色的玛瑙，竟显几分贵气。就这身吧。沈瑶说着看向队伍，见众人穿着都十分精神，满意的点点头。片刻后，几个穿着铠甲的士兵出现在门口，为首的士兵用纯正的大不列颠语说道：“尊贵的大宋贵宾，我们国王有请。”众人闻言齐齐看向沈瑶。沈瑶先是跟众人解释了一句，他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国王邀请我们进入他们的宫殿见面。沈瑶解释完，转头恢复几个士兵：“好的，劳烦几位士兵带路。”几位士兵听到沈瑶流利的大不列颠话，齐齐愣了一下，看到沈瑶已经率先走出去了，这才回过神，快步跟上。这位小姐，请往这边，我们准备了车。外面平坦的马路上停着几辆黑色的轿车，除了沈瑶以外的大宋人皆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都一脸疑惑地看着。几个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眼底皆是看清，他们没有主动去打开车门，而是站在后面静静地看着，想等这几人找不到打开车门的方法出丑。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沈瑶却是直接走到了驾驶的位置，熟练地拉开车门。这车门外面有一个把手，大家拉开把手就好了。沈瑶说着拉开把手，示意负责开车的司机下来。负责开车的司机都懵了：“这位小姐，您会开车吗？”沈瑶挑眉：“驾龄8年。”他说着利落地坐到了驾驶位。慕寒看到这，紧随其后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其他人看到这，纷纷学着沈瑶的样子上了车。沈瑶上了车，简单的研究了一下，便启动车辆。几个有意看着沈瑶出丑的士兵看到这，下巴差点没掉下来。这他们国家也有汽车了吗？不知道啊，听从大宋回来的那几位说没有啊。那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人来过我们国家？有可能，不然他不会把我们国家的语言说得这么流利。好了，别说了，车走远了。沈瑶驾驶车，汽车缓慢地行驶在路上，时速大约也就是20千米每小时这样。这样飙习惯车的他有些难以习惯。慕寒对这个车很感兴趣，上车之后，他便如孩童一般好奇的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沈瑶注意到这，笑笑，暗谈男人果然都喜欢车。慕寒自己看了一会，终于忍不住询问：“瑶儿，这是什么车子？底下没有动物，却能跑？”沈瑶耐心解释：“这个叫做汽车，是用一种原料作为动能，所以不用动物也能跑。”这般神奇，慕寒不由得惊叹。惊叹过后，也意识到大宋和这个国家的差距。瑶儿，我没想到这海外还有这般先进的国家。沈瑶轻笑：“海外有人山，外有山，兴许更远的地方还有比这个国家更发达的呢。”慕寒转头看向开着车的沈瑶，眼里欣赏的快要溢出来。“瑶儿，我好像对你知之甚少。”沈瑶转头对着慕寒笑了笑：“来日方长。”很快，众人就来到了宫殿门口。慕寒好似无师自通一般，下了车之后便走到沈瑶那边，帮他打开车门。看守宫殿的士兵看到沈瑶从驾驶位下来，皆是目瞪口呆。那个从大宋回来的大不列颠国人此时已经等在了宫殿门口，看到沈瑶来了，连忙迎了过来：“沈姑娘，你们来了，欢迎你们。”沈瑶微微颔首：“现在请您随我进去吧。”宫殿内穿着华贵的世家贵族们正一脸轻蔑地等待着。“国舅，你带回来的这些人
不会是山野来的吧？若是山野来的，那倒不必让我们弄如此大的阵仗。是啊，他们落后不说，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不，还是有好东西的。看看这些瓷器不了，还是不错的。啧，也就只有这些东西拿得出手了。国舅，你不是说他们国家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吗？带过来没有啊？国王睁着一双精明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所谓的国舅。国舅也就是从大宋回来的大不列颠国人，对着国王行了一礼，然后这才开口回答：回国王，我们确实见到了，他们有着造型美丽的汽车，那工艺是我们所不及的。哈哈，小国舅，你莫不是在说笑吧？一个一直憋在方寸之地的土国，竟然还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就是你是被他们忽悠了吧？依我看，这个国家寒酸得很。国舅，你是小题大做了吧？国舅低头，反正这个国家实力不容小觑，诸位请看吧。然而，众王子公主还有大臣们确实不然，他们认为一个从未远洋过的国家不会有什么发展，也不会有什么能人，所以他们各怀心思，等着看好戏。很快，沈瑶便和众人一起进了大殿，他和慕寒走在前面，两人神色严峻端庄，举手投足间皆是洒脱的大家风范。等着看好戏的众人看到沈瑶和慕寒贵气逼人的穿着，皆是诧异不已。哇，这大宋的服饰好华丽啊！是啊，这精致的布匹刺绣，好让人羡慕。我记得这两人，一个是王子，一个是女官吧？怎么看着他们的穿着，好似是夫妻一般？是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大宋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切，衣服华丽而已，又没什么。打仗靠的是拳头和武器，又不是这些虚的东西。等会怂恿国王让这些大宋人跟我们比试吧，这样就能看出他们的实力了。对，怂恿比试。沈瑶听到这些人的私语，勾了勾唇角。他在合适的位置站定，抬眸直视坐在宝座上的国王。慕寒生性本就冷漠，见此更是一言不发，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国王看到这沈瑶不主动行礼，只能轻咳开口：嗨，诸位客人远道而来辛苦了。沈瑶和慕寒听到国王的话，这才齐齐对着国王拱拱手。慕寒也不会听，只能从这些的表情里看是什么意思。见众人表情轻蔑，脸上也随意敷衍：诸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还请就坐。国王说着，示意人搬来几张矮小的椅子。沈瑶看到这，顿时气笑。早就听闻大不列颠国物产丰富，今日一见，原来几把椅子的木料都出不起。想我大宋接待你们几位客人的时候，将整个国家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罢了。既然您不欢迎我们，我们走便是。沈瑶说着，转身就往外走。慕寒本就不爽，看到沈瑶转身要走，立马冷酷的甩袖跟上。国王没想到沈瑶说自己国家的话竟然这般流利，看到这，连忙让人拦着几人。哼，不好意思，是手下人不懂规矩，拿错了椅子，还请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不要生气。哦，手下人不懂规矩，那便打杀了。国王留着这些蠢货，不觉得很犟着吗？沈瑶毫不客气的回怼，他是知道的，这个国家的人就是喜欢犯贱，只有你表现的硬气比他强，他才会真正的尊重你。国王看到沈瑶这么不好惹，也不敢再给他下马威了。哼，这位大宋国来的姑娘真是洒脱随性。来人，赐座，上好菜好酒，好好招待几位贵宾。沈瑶看到这次的座位和其他大臣的没什么区别，这才坐了上去。多谢国王了，他随意的开口，扫了一眼桌上的食物，是一些牛排还有火鸡肉，看着很没有食欲，沈瑶便没有动餐具。一旁的查理王子看到这，以为沈姨是不会用餐具，戏谑的开口：这位贵客怎么不吃啊？是觉得这些食物的味道不好吗？沈瑶挑了挑眉，熟练的拿起刀叉，他左手拿刀，右手拿叉，优雅的切了一块牛排放进嘴里，然后又品了一口红酒。吃完，沈瑶又优雅的拿桌上的帕子轻轻擦了擦嘴角。大不列颠国的食物味道不错，就是这酒涩了些。众人看到沈瑶熟练的动作，皆是一惊。他们转头去看慕寒和谢远扬等人，发现他们也是十分自如的用起刀叉，心里对大宋有几分改观。国王看到这，爽朗一笑：呵呵，我听我的小舅子说，你们大宋喜欢用棍子吃饭，我还以为你们用不习惯这些餐具呢。哼，国王说笑了，那是我们国家的餐具，叫筷子，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文化，在使用上是有些难度的，一般只有聪明人才会用。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蠢，不会用，只会用这些刀叉。第119章，两国比试。国王听到沈瑶的内涵，心里憋了一口气，他哈哈一笑，掩饰尴尬。哈哈，这大宋国倒是有不少的年岁底蕴啊，不愧是大国。本国王知晓你们国家有着精美的瓷器艺术，就是不知你们在武器方面配置如何呢？
沈瑶思索片刻，一脸傲气的开口：“我们国家崇尚武术，很早就不用枪炮那些庸俗的东西了。”哦，崇尚武术，正好我们国家也是很崇尚这些，不知道能否有荣幸与你们大宋国的勇将切磋一番。国王眼底冒着金光。沈瑶轻蔑一笑：“不用什么武将，我让个小侍卫跟你们比便好。你们挑个厉害的人出来吧。”国王微微皱眉，细细地打量着沈瑶脸上的表情，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大不列颠国人听到沈瑶这张狂的话，顿时炸锅。什么？挑个小侍卫出来？这是在羞辱我们啊！必须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我们大不列颠的厉害。狂，真的太狂了。沈瑶不管这些人怎么想，与慕寒说明原因后，便让慕寒派人出来。慕寒思索片刻，派了冷雨出来。冷雨，你出来与这大不列颠国人交战，莫要丢了我们大宋的脸。冷雨拱拱手，是。夏月看到冷雨出去了，有些担忧，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冷雨晕船的症状还没好全。冷雨看到夏月担心自己，嘴角悄然上扬。大不列颠国王看到这，派了最强壮的一个士兵出来。哼，既然大宋有人派了你们最厉害的勇士，我们为表尊敬，也派最厉害的勇士出来吧。可要先说好，这场比试生死不计。沈瑶眼神一凛，一言为定。在场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这一个瘦弱，一个浑身肌肉的对比，顿时都觉得胜券在握。他们一个个都戏谑地看着冷雨，若不然，你们倒是那个换个人上场吧。这侍卫看着弱不禁风的，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勇士。是啊，等下我们大不列颠赢了，你们就该说我们胜之不武了。换个人吧，至少体型相差不多。对，我们可没有欺负病弱的爱好。你们东方国家的人就是这般文文弱弱的吗？看着像是病鸡一样啊。就是，换人吧，换人吧。沈瑶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嘴角微微勾了勾。我们不打算换人，就这样，这位就是我们大宋的勇士。国王闻言，意味深长的笑笑。既然如此，那便让他们切磋吧。大不列颠国的勇士闻言，大阔步往舞台中央走。冷雨闻言，迈着碎步，闲庭信步般走到了舞台中央。众人看到这，又是一阵嘲笑。冷雨虽然听不懂这些大不列颠国人说话，但是能从他们轻蔑的表情里看出他们的嘲讽。他眼神冷下来，认真地看向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然后比了个请的姿势。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狂笑一声，随后一步步朝着冷雨走。因为体型太过庞大，他每走一步，地上就颤抖一下。冷雨看到这，嗤笑一声，呵。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看到冷雨不屑的眼神，皱了皱眉。他抡起拳头就朝着冷雨挥去。在场的女眷看到这，都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沙包大的一拳下去，冷雨的脸肯定会被打爆。然而预想中血腥的场面却没有出现。冷雨脚尖一点，轻巧地避开了大不列颠国勇士的攻击。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看到这，恼羞成怒，他捏紧拳头，朝着冷雨再次挥出一拳。然而这一拳还是落空了。他不甘心，又紧接着挥出拳头，然而数次都打不中冷雨。大不列颠国听到周围的窃窃私语，慌了神。他拔出自己的佩剑，举着剑朝着冷雨刺去。这一次冷雨没有躲，就这么站在那里。冬雪看到这一幕，心急如焚。冷雨，你快躲呀，你快躲！谢远阳看到这一幕，也有些担忧。相较于大宋人的担忧，大不列颠国人确实兴奋极了。快，一剑刺穿他的胸膛，结束游戏，让他们自大，把他杀了，弄死他，证明我们大不列颠的实力。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眼皮也满是势在必得，看到长剑就要刺入冷雨胸口，他得意地笑了起来。别笑得太早。沈瑶神色淡淡的开口，他的话音刚落，局势就迅速转变。只见长剑被冷雨用2根手指紧紧夹住，无论那大不列颠国的勇士怎么去用力，又动不了丝毫。因为太用力，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的脸开始渐渐泛青。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纷纷怒斥：用力啊，这是在干什么？是心软了吗？直接刺他啊，这是比试啊，你定在那里不动做什么？不过还是有好些聪明的大不列颠国人看出来异常。怎么回事？咱们国家勇士的剑好像被这个大宋人紧紧夹住了，移动不了半分。好奇怪啊，仅仅是2个手指，不可思议，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冷雨看着大不列颠国勇士的脸逐渐变青，这才运用内力将剑猛地往后折。随着他的用力，长剑就这么被折弯。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一幕，皆是倒吸一口冷气。冷雨将剑折弯，猛地退了回去。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看到自己被折弯的剑，愣了好一会。听到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他这才换了一把剑继续应战。这次冷雨夜拿出了一把剑，他没有在防守，
而是主动出击。长剑在他手中宛若游龙般灵动有力，枪！两剑相交的一瞬间，火花四溅。冷雨不停地变换招数，几下便把大不列颠国人的剑打落在地上。将大不列颠国人的剑打落在地上后，冷雨又乘胜追击，用剑在大不列颠国人身上不停地划拉着。片刻后，哗的一声，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的衣服被剑撕碎。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看到这，恼羞成怒，知道自己用武力打不过，他立马拿出自己身侧的枪。冷雨意识到那不是什么好东西，集中精神，嘣的一声，黑色小盒子里面飞出一颗子弹。冷雨看到这，脚尖一点，跃到了空中。大不列颠国人看到冷雨突然飞起来，皆是惊呼出声。大不列颠国的勇士看到没打中，越发羞恼，他一连朝着冷雨射出几发子弹，嘣嘣嘣！冷雨运用内力接着场内的东西飞跃起来。第120章神奇的国家。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彻底不淡定了。哇，大宋人竟然会飞，好厉害啊！这是什么功夫，竟然能飞起来，太令我诧异了，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这个东方国家有点神奇。沈瑶看到那大不列颠国的勇士还要继续射击，从衣袖中拿出一枚银针，轻轻甩了出去。是，银针击中大不列颠国人勇士的那一秒，他整个人都猛地摔倒在地上。冷雨看到这，挑挑眉，飞跃到了大不列颠国勇士那里。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还以为是冷雨出的手。天哪，他还没碰到咱们的勇士就把人打死了呀！太恐怖了，这是什么功夫？我甚至没有看到他是怎么出手的。这个大宋国真是深不可测。是啊，不借助任何东西就能飞起来，真的太厉害了。我敢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功夫能有他们的厉害。我们还是与他们交好吧。我想学他们这个功夫。我也想，我想飞檐走壁，我想不借助任何工具在天上飞。这个国家好神秘啊，绝对不简单。沈瑶听到大不列颠国人的讨论，嘴角勾了勾。为了让大不列颠国人觉得自己国家更加深不可测，沈瑶主动提出再次比试。哼，尊敬的国王，方才我们的小侍卫伤着你们这位勇士了，真是不好意思。国王注意到沈瑶的话，疑惑地询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位勇士没死？沈瑶微微一笑，自然了，他应该只是晕死过去而已。我们大宋历来是友好之邦，虽然我们实力强，但是我们不喜欢打打杀杀，切磋也只是点到为止。若是国王觉得这场武艺切磋不错，那我们再来一场。这一次我让我的小丫鬟来打。国王已经见识过冷雨的厉害，本来是想拒绝的，可听到沈瑶说要派个丫头出来，又心飞飞。既然这位友人都这般说了，那就再比一场吧。他说着挥挥手，一个重达200斤的重型选手出现在舞台上。国王看自己国家的选手出来了，转头看向沈瑶。沈瑶笑了笑，转头看向冬雪。冬雪拱拱手走了出来。冷风看到冬雪要应战，顿时慌了。冬雪，你一直晕船，好不容易好些了，还是先好好休息吧。这个对决我来替你。冷风说着，脚尖一点就要飞跃出去。冬雪适时拉住冷风的手，小姐已经给了我药，我现在已经全好了。冷风感受到手腕上的温度，不由得颤了颤。等他反应过来，发现冬雪已经来到舞台上。这次的对决力量更加的悬殊。大不列颠国人看到是冬雪一个看起来娇软弱小的女孩上了台，皆倒吸一口冷气。死！这个孩子看起来才13、14岁吧？不，看着身高已经有16、17岁了。16、17岁也很小啊。你们看我们这边的勇士至少200斤，这个小姑娘可能都没有80斤。咱们这是不是有些胜之不武了？你别忘了，方才我们看到了什么？应该不会吧？他们国家应该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神奇的武术。我要觉得都能飞檐走壁的话，那就神了。是啊，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突然看到冬雪动了，众人都纷纷安静下来。冬雪直接先发制人，脚尖一点跃到空中，就朝着那大不列颠国的勇士攻去。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冬雪一个小丫头赤手空拳的冲过来，狞笑着伸出一只手，想要随意的将冬雪抓住。然而手刚伸出来，就传来一阵剧痛。抬头一看，冬雪正满脸冷漠的站在其跟前，而他的手正不偏不倚的劈在那手肘上。啊！大不列颠国的勇士发出惨烈的叫声。冬雪听到叫声，皱皱眉，伸手抓住大不列颠国勇士的衣领，将其整个人都拖起来，然后猛地往地上一丢，砰！平地掀起一层灰。冬雪接着素手一翻，将大不列颠国勇士的手脚折了起来。片刻后，大不列颠国勇士被他折成了一个球。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短短的片刻，自己国家的勇士就被折磨成这样，看向冬雪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忌惮。国王没想到自己国家的200斤勇士就这么被大宋的一个小丫头给解决了。大宋友人，
没想到你们国家的武功这般厉害，我能问问这是什么武功吗？国王皮笑肉不笑的开口询问。沈瑶神色如常，这只是我们国家的基础功夫罢了，在我们国家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些。大不列颠国的人看到这，皆是倒吸一口凉气。整个国家都会这飞跃天地的功夫，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是啊，我以为大宋这个国家可以让我呢随意拿捏，没想到他们这般强。我开始相信，国就说大宋国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了，我也相信了。快与他们交好，他们这么厉害，不能得罪。对，不仅不能得罪，还要好好的跟他们学习这些武术。大不列颠国王的眼神凝重起来，他深吸一口气，看向沈瑶等人的眼神多了几分尊重。倒是我小看你们大宋国了，没想到你们大宋国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功夫。不知道你们这些功夫外传不外传？大不列颠国王问出了在场的大不列颠国人最想知道的问题。第121章，这个功夫不外传，除非……沈瑶微微颔首，这个功夫是不外传的。大不列颠的国王一听，满脸可惜。沈瑶勾唇，继续道：“不过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若是你们诚意足够，我们也不是不能破格教你们。”国王闻言，蠢蠢欲动起来。为了让沈瑶看出他的诚意，他主动地提起了以物换物的事情。听说你们大宋想与我们以物换物，不知道你们除了那些手枪之类的，还想换什么东西？准确的来说，不是我们想跟你们换，是你们大不列颠国人想要跟我们换的，我们只是答应了下来而已。沈瑶表现得满不在意。大不列颠国王闻言，眸子里多了几分凝重。那不知道你们还想换些什么东西呢？沈瑶故作为难地撑着脑袋思索起来。你们国家好似什么都没有。喜欢喝牛奶，吃面包，我们不喜欢。各种肉类，我们那边也比较多。什么飞机，什么车，我们那边也不怎么用得到。毕竟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轻功，想去哪里直接飞就行了。大不列颠国王听到沈瑶的话，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会飞的功夫叫做轻功。所以我们不缺你们正在研究的那些飞机之类的东西。大不列颠国王为难起来，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呢？只要你们开口，我们都能出。我们懒得自己制作东西，你们恰好喜欢工业，很多工厂，喜欢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此，你们就用那些东西跟我们换吧。大不列颠国国王闻言，长舒一口气。好，既然如此，那就说好了。我实话实说，我们大不列颠国人十分喜欢你们国家的瓷器布匹，还有这武术轻功，希望能用这些东西作为交换。只要你们给足相应的东西，我们自然是愿意用这些东西交换。不过你知道的，我们瓷器这些东西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用的，还有轻功这种绝学，价格这个好说，谁不想飞檐走壁，谁不想飞？大不列颠的国王也很迷这，当下便迫不及待地跟沈瑶商讨起来。大不列颠人从一开始的针锋相对，逐渐变成了和颜悦色。慕寒看着大不列颠国人的态度转变，有几分疑惑。沈瑶看出他的疑惑，对着大不列颠国王点了点头，转头用大宋话与慕寒和谢远扬解释，他们是看上我们的轻功了，看样子对我们的轻功很痴迷，我们可以从这儿做文章。谢远扬一脸诧异，这大不列颠国没有轻功武术吗？慕寒扫了一眼谢远扬，方才没看到他们用什么武术剑法了吗？谢远扬仔细回忆了一遍，好像是没有看到。所以我打算从这儿做文章，让他们尽可能的给我们掏东西。沈瑶轻轻地摇晃着红酒杯，脸上是肆意张扬的笑意。慕寒看到这样的沈瑶，觉得格外的惹眼。见识过了大宋人的武术后，大不列颠国人的热情直线上升。大宋来的贵客，方才你们还没有好好介绍你们呢，现在能否给我们介绍介绍？大不列颠国王面色温和地看着沈瑶，方才他没问，就是觉得大宋人根本就不重要，想着一个落后的国家随意打发，哄骗一下就好。现在发现大宋这个国家神秘至极，也不敢再怠慢了。沈瑶站起来，郑重其事地介绍起慕寒，这位是我们大宋骁勇善战的九王爷，他曾以一己之力击败了敌军上万人，有着神将的称号。沈瑶的话一出，大不列颠国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恐怖如斯，一个人能敌1万人，太恐怖了吧？难不成这大宋人是神人？我的上帝啊，怎么会有人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不会飞？虽然我觉得很离谱，但是他们都会飞，我不得不相信他说的话。是啊，都能凭空腾飞，这个一人了1万人，也不是很离谱了。真的恐怖如斯，大宋人好恐怖，不能惹呀！大不列颠人几乎都是用一种惊恐的表情看着慕寒。沈瑶给大不列颠人介绍完，转头用大宋话跟几人解释，他们要我介绍你们，我说你是大宋英雄善战的九王爷。慕寒挑了挑眉，眼里似笑非笑，就说了这个。也夸张了一点，我说你一人能敌1万人。
沈瑶说的时候，脸不红气不喘的，丝毫没有心虚。慕寒听完，自己都觉得离谱。他站起来，冷着脸点了点头，然后便快速坐下。怪不得这些人看我的眼神，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话自然是说的越离谱越好，反正他们无从考证，而且已经几乎都信了。沈瑶说完，又转头给大不列颠人介绍，这一位是我们大宋的水师提督谢远洋，他就比较厉害，曾在海上拼杀了10头鲨鱼，还能够不借助任何工具，在海面上准确无误地辨别方向。大不列颠人一听，又是齐声倒吸一口冷气。死！我的上帝啊，真的假的？10头鲨鱼，恐怖如斯。那是鲨鱼啊！我觉得恐怖的是，他不靠任何工具都能在海上辨别方向，是身体的异能。这我有些不信了，在海上没有信号，没有雷达，怎么辨别方向？你别忘了，他们会飞，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因为大宋人会轻功的事情，所有的质疑声都变小了。谢远洋看到大不列颠人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迷茫地看向沈瑶。第122章，你们的菜色太单调。沈瑶对着谢远洋微微点头，谢大人，方才我也介绍你了，你跟这些大不列颠有人打个招呼吧。谢远洋闻言站起来点了点头。沈瑶随后自己站起了身，我乃东夷校尉沈瑶，也是未来的9王妃，主管我们大宋的外交，也就是说，我代表了大宋与各国建交。大不列颠国王闻言，看向沈瑶的眼神多了几分和气。沈姑娘真是年轻有为。沈瑶微微颔首，接下来的时间，大不列颠国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大不列颠国王几乎都是在打探大宋的情况。沈瑶回答的模棱两可，把大宋营造成了一个神秘而又强大的东方国家。沈大人舟车劳顿，也有些累了，我给你们安排了城堡，你们回去休息好好吧。明日我再亲自带沈大人领略一下我大不列颠的壮美风景。如此便先谢过国王了。沈瑶始终不卑不吭。来的时候，众人是走着进宫殿里的，走的时候是坐着豪华精美的马车出去的。众人没有回到住处，而是直接搬进了一座辉煌的城堡里。谢远洋看到待遇直线上升，一脸感叹：沈大人，还是你厉害，就这么轻飘飘的几句，就让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从随意散漫变成了恭敬客气。沈瑶轻笑，这些大不列颠国人就是喜欢恃强凌弱，你若是表现得毫无锐点，很好欺负，那他们便是会骑在你的头上，压着你，甚至掠夺霸占。你若是表现得强大而又神秘，那他们便会尊敬你，崇拜你，甚至愿意供着你。简单来说，就是喜欢犯贱。慕寒轻笑，确实。第2日，大不列颠的国王亲自过来，带着几人出去逛。沈瑶有意无意地观察着他们的工业发展，看到他们的工业发展大概在光绪18年，也就是1838年间，这时候已经有了小型飞机，电报机也出现了。来到了繁华的街市，慕寒和谢远洋众人看到繁华街市的那摩天大楼，心里生出几分绝望的悲凉。这一刻，他们知晓了大不列颠国和自己大宋的差距，皆在心里暗叹，这个国家发展的如此好，让他们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了。沈瑶察觉到慕寒的情绪，伸手拍了拍他：别怕，咱们大宋是有着千年古韵的大国，我们能追上的。回去后，咱们便让皇上派人过来学习，将这些东西都慢慢学回去。慕寒眼里划过坚定：你说的是，虚心向学，这些定能追赶上。沈瑶叮嘱众人都把表情收起来，别把表情表现得太过惊讶，让他们看清了我们。众人闻言，纷纷将脸上惊讶的表情收起来，他们纷纷在心里暗暗惊叹，面上却都是一脸风轻云淡的模样。沈瑶看到众人都这般会装，心里放心了些许。他其实是有些怕慕寒他们受不了打击的，毕竟看到这样从密麻的高楼，各式各样的先进交通工具，没有人能淡定。这大不列颠国的先进程度，算得上是领先大宋上100年。一般人看到这颠覆三观的世界，是震撼的、无力的、绝望的，因为想追上这国家的发展，至少要花费上100年。慕寒一开始心里也是震撼、无力的，好在大宋还有些长处，比如这大不列颠所没有的武术轻功，让他心里有了少许的安慰。大不列颠的国王看到大宋人，看到他们繁华的街道，疾驰而过的汽车，脸上的表情都无动于衷，心里越发确定大宋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要知道，其他国家的人来到他们的国家拜访，都是一脸惊诧的样子。他带着众人逛了一会，便来到了一栋高耸入云的大楼前。诸位应该累了，随我一同去顶楼边欣赏美景，边用餐吧。他说着，率先走了进去。沈瑶跟在其身后，轻声叮嘱几人：一会不用走楼梯，他们这儿已经做出了能爬楼的交通工具，不用惊讶，原理和我们用绳子把人吊起来差不多。沈瑶解释得很随意，不过众人听到这个都能很快的理解了，理解了也就没那么诧异了。
很快，大家都进了电梯。国王故意不让手下动手，想着也让大宋人见识一下他们国家的厉害之处。谁成想，下一刻沈瑶伸出青葱的手指，轻按了一下电梯。电梯缓缓上升，一股失重感让众人暗暗心惊。片刻后，电梯停止，沈瑶做了个请的手势。国王这时候才从对沈瑶会用电梯的诧异中回过神。沈大人厉害啊，还有你不会的东西吗？也许还没有吧。沈瑶笑得十分潇洒。大不列颠国的国王听到沈瑶这般自大的话，眉头微微皱起。他想起自己国家前不久研发出了飞机，顿时计上心来。哦，沈大人当真是见多识广，什么都会。若只是可以的话，明日想带沈大人去见见我们这大不列颠会飞的东西。是飞机是吧？那就劳烦国王明日带我去看看。沈瑶一脸轻松。国王是看到沈瑶笑得这般轻松，也有些狐疑，但是想到飞机现在只有那2位兄弟才会驾驶，心里又得意起来。他幻想着沈瑶看到飞机那惊讶和错愕的样子，心里暗爽。沈瑶可不管他心里想的什么，见着国王迟迟不下电梯，便带着众人下了电梯。都出来吧，出来看看风景。外面造有很多透明的玻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琉璃，所以能看到外面，不用太惊讶。沈瑶默了，又补充一句，他们这边的琉璃很便宜，我们引进他们的技术也能建造，而且我们会轻功，他们不会，不用自卑。因为沈瑶提前打了预防针，所以众人看到窗外那摩天大楼，只是觉得震撼，心里并没有自卑的感觉。大不列颠国王看到众人这摩天大楼都面色如常，越发不看小看大宋国。他让厨师备了十分精致的饭菜，好好的招待了一番众人。沈大人，不知我这大不列颠的菜色可合你们的胃口啊？沈瑶很不得面子的摇了摇头，你们这儿的菜色太过单调，我们那边菜色种类繁多。哦，不知我能否有这个荣幸？大不列颠国王一脸的不相信。第123章，我真会开飞机。沈瑶朝着谢远扬身后示意了一下，一个穿着宫廷御厨衣服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沈大人，到我表现了吗？到你表现了。沈瑶说完，看向大不列颠的国王，这是我们船上的厨师，您若是想尝我们大宋菜，让他随意给您做几道吧。大不列颠国王对此自然是满嘴答应。好，那本国王就有口福了。他说着，让人带着御厨去厨房。王御厨，跟着他们去吧，做几道好菜出来，让他们开开眼。是，沈大人。王御厨兴奋地搓了搓手，带着几个徒弟跟着大不列颠国人进了厨房。半个时辰后，一道道摆盘精致的菜被端了出来。这些都是什么菜色？大不列颠国王看到这色香味俱全的菜色，垂涎3尺。王御厨得到沈瑶的首肯，轻声解释，这道是佛跳墙，是由鸡、鸭、羊肉、猪肚等20种原料煨制而成。这道是龙凤呈祥，由沈瑶在一旁一句句翻译。翻译完，便拿了双带来的金块递给大不列颠国王。国王，尝试一下我们大宋的菜色吧。沈瑶已经提前跟王御厨商量过，所以这些菜色都是迎合大不列颠国王的口味，做的偏甜口的。国王接过金块，面露难色。属本国王有些无知了，这怎么用？他从没见过，那个国家的人吃饭是用2个棍子吃的，没见过自然不会用。沈瑶拿起一双筷子，亲自示范，这是筷子，我们大宋历来就是用这个吃饭，国王您看，只需要每根指头配合一下就好，很简单的，我们大宋3岁孩童都会用。大不列颠国王一听，脸刷的红了起来，他不敢说自己不会用，连忙将筷子放到桌上。哼，这筷子确实是好东西，不过本国王还是习惯用这刀叉。沈瑶淡笑不语，静静地吃起了饭。国王用叉子简单的挑了一点菜放到盘子里，然后又推进勺子里，这才能吃到嘴里。大不列颠国的菜色很单调，不是炸鸡就是土豆，还有就是面。尝到这新奇的菜，顿时眼睛亮了起来。这个菜味道和我们大不列颠国完全不一样，别有一番风味。我们大宋的菜可是研究了几千年，国王有口福了。大不列颠国王听到这些菜研究了几千年，顿时手里的刀叉都放快了，他大快朵颐起来。相较于大不列颠国王对这些的菜色的喜爱，有几位大臣就表现得极为敷衍，那些菜都是尝了一下便放下刀叉。国王陛下，臣倒是觉得这菜色不怎么样，一股子怪味，不好吃。大不列颠国王闻言皱了皱眉，他喜欢吃，就不允许别人说这些菜不好，因为说了就代表说他的口味特殊。你真是浪费了这沈大人的一番心意，多好吃的饭菜，到了你的嘴里都是难吃。其他几个喜欢吃的大臣也连连点头。行了，下去吧，看着你倒胃口。国王说完，对着沈瑶笑笑，又继续埋头苦干。没一会，饭菜就被一扫而空。国王畅快地坐直了身子，沈大人说的果然没错，
这大宋的饭菜果然是滋味丰富，让人流连忘返。沈瑶轻笑，心想特地为你做的，能不流连忘返吗？他面上却没有表露半分揶揄的情绪。国王喜欢吃就好，若是有机会，可派你们国家的厨师到我们国家进修。国王闻言，欣喜的点了点头。既然沈大人都这般说了，那我便却之不恭了。届时还望沈大人为我们派过去的学生找个好导师。沈瑶展颜一笑，国王放心，届时我会让宫廷御厨去亲自教导你们的学生。两人又掰扯了一会，便约定明日去看飞机。当然，大不列颠国王主要是想着争一口气，看沈瑶出丑。第二日，沈瑶一早就在空间里找了一套干脆利落的衣服换上。换好衣服，大不列颠国王就派人来接了。这一次，沈瑶没有自己开车，毕竟他只是想装装逼，并不想受累。瑶儿，我们今日就是去看那个飞机。慕寒了解到这飞机能在空中穿梭，是有些兴奋的。虽然轻功能，引进了他们的基础技术后30-50年，咱们大宋也能研究出来。慕寒闻言，眼里满是憧憬。半个时辰后，众人来到机场。大不列颠国王已经早早等在了那里，看到沈瑶穿着一身干脆利落的衣服，眼里闪过狐疑，但疑惑的神色只在脸上出现了片刻，就消失不见。呵呵，沈大人，你们终于来了，快来看看我们这飞机造得如何。众人闻言，循着大不列颠国王说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的空地上，一架形似鸟状的东西停放在那里。除了沈瑶以外，其他人眼里都有着几分好奇。沈瑶快步走到那飞机面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第2代飞机吧？大不列颠国王听到沈瑶的话，脸上有片刻的错愕，但很快就恢复正常。哈哈，沈大人打听的真仔细，这的确是第2代飞机。昨日沈大人说飞机都会开，我便让人连夜将飞机开到这儿，好供沈大人过过手瘾。多谢国王了。沈瑶脸上风轻云淡，好似真的会开飞机一般。大不列颠国王看到这，越发疑惑，他也越发想让沈瑶出丑。哼，既然如此，沈大人就去过过瘾吧。若是不会，可要我们专业的飞行员教你。大不列颠国王的话音刚落，2位年轻帅气的飞行员就走了出来。沈瑶摆摆手，开个飞机而已，用不着那么大的阵仗。沈瑶说着，伸手拉着慕寒走到飞行员跟前，借你们头盔一用。2个飞行员对视一眼，两人眼里皆有犹豫。大不列颠国王看到这，连忙示意两人把头盔还有飞机的钥匙给这位沈大人。2个飞行员看沈瑶真的要事，有些担忧的看了他一眼。你可要考虑仔细，这不是开玩笑的，稍有不慎就会死人。沈瑶郑重点头，放心，我知晓。若是我不会，便会立即下飞机。2个飞行员闻言，这才放心的将头盔的等东西交给了沈瑶。沈瑶帮慕寒戴好头盔，然后自己又戴上了头盔，这才走向飞机。大宋的众人看到这，眼里满是担忧。第124章现场教学。冬雪，小姐不会有事吧？这个东西我们从未见过啊，小姐怎么会开呢？夏月担忧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冬雪虽然眼里也有担忧，但是她还是选择相信沈瑶。放心吧，小姐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她说会，那她就是一定会，我们等着瞧就好了。原本还想说什么的谢远扬听到冬雪的话，将话咽了回去。很快，沈瑶就走到了飞机旁，她熟练地爬上飞机，打开舱门。慕寒，你先上去，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慕寒点了点头，脚尖一点，便轻轻跃上副驾驶的位置。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皆是一阵惊呼。沈瑶听到这声惊呼，勾了勾唇。他走到另一边驾驶的位置，脚尖一点也轻松地跃了上去。大不列颠国人看到这，又是一声惊呼。大宋人真不简单啊，人人都会这奇妙的轻功。大不列颠国王这一次是真的震撼到了。此时他有些担心沈瑶和慕寒会因此受伤，他们受伤了或者死亡了，就可能影响到2国的合作。2国无法合作，那他们就无法修习这种神秘逆天的功法。想清楚这些，大不列颠国王赶紧派人去劝说沈瑶。沈大人，我们国王说他相信你会开飞机了，为了安全着想，这次你还是先别飞吧。沈瑶摆摆手，你们退开吧，我要起飞了。他说着，手里不停地操作。轰隆轰隆，听到轰鸣声的士兵赶紧快步离开。2个飞行员看沈瑶真的在试图启动飞机，对视了一眼。你把驾驶飞机的方法交给这个人了？他们齐齐朝对方发问。我没有，又齐齐回答。大不列颠国王看到这，心里微微震惊，他紧紧地盯着飞机，一刻也不愿意错过。随着轰鸣声越来越大，飞机缓缓向上移动起来，渐渐的，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众人看到这，皆倒吸一口冷气。大不列颠国王还有他的臣民，嘴巴更是诧异地张开了。这大宋人真的会开飞机啊？怎么回事？这飞机我们才研制出来2个月，
难不成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飞机？两个飞机驾驶员疑惑极了。当然，疑惑的不止他们，最疑惑的就是大不列颠的国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飞机我亲自盯着研发的，飞机的驾驶员非常难，现在只有2个。这大宋来的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会驾驶飞机？他甚至不用去练习那些重力，还有什么之类的训练。大不列颠国王此时觉得大宋越发的神秘，他不敢再用当初那种态度对待大宋人。看到大宋人都在站着，连忙让人给他们拿了椅子。快给贵客上宝座！谢远扬看到大不列颠人对自己笑得一脸和蔼，又是搬椅子，又是端茶水，心里也猜到了缘由。他看向在天空翱翔的飞机，震撼不已。沈大人，你真是大宋的福音啊！此时，慕寒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瑶儿，我们在天上飞。看着一朵朵在身旁掠过的白云，慕寒激动得微微颤抖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在天上飞，瞧，那些就是我们平日在地上看到的云。慕寒一脸感慨，好神奇。沈瑶勾了勾唇，神奇吧？慕寒转头看向意气风发的少女，沈瑶，大宋有你，真的好幸运。沈瑶展颜一笑，天意如此吧，天意让我来到大宋，让我遇到你。经过这么多事情，慕寒也意识到了什么，他认真的询问，瑶儿，你是从未来的吗？沈瑶听到慕寒的话，微微一愣，不愧是九王爷，这洞察力不是一般的厉害。慕寒神色有几分担忧，那你会离开我，回到那个地方吗？沈瑶腾出一只手，捏了捏慕寒的手，放心吧，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离开大宋。看到慕寒没什么晕机的反应，沈瑶决定教一教慕寒。慕寒，你现在仔细看，我教你开飞机，很简单的，比学轻功容易多了。慕寒听到沈瑶要教自己开飞机，神情越发认真。好，你说，我来记。这个操控。沈瑶闻言，认认真真的给慕寒讲解起来。虽然慕寒一个古人，听这些东西很是晦涩难懂，不过他还是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将这些东西都记住了。沈瑶给他讲解了一遍之后，便操控着飞机，一步步的给慕寒示范。他们就这样在天空中飞呀飞，飞呀飞，足足飞了1个时辰。沈瑶看油表还有一半的油，索性找了块空地降落，然后让慕寒来试试。慕寒一是胆子大，而是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没说什么就坐到了驾驶位。扎好安全带，然后我们开始第一步。沈瑶在一旁仔仔细细地盯着慕寒的操作，看到慕寒操作无误，便低声指挥道：“起飞！”慕寒闻言，慢慢拨动操作杆，让飞机缓缓起飞。看到飞机在自己的操作下成功的飞了起来，慕寒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慕寒，你真的很聪明，我之前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可是足足花费了1个月。沈瑶毫不吝啬的夸赞。当然，他之前在别的世界里做任务的时候，学的可不是这种低级的小飞机，而是学的战机。慕寒听到沈瑶的鼓励，渐渐放松下来，他的动作渐渐熟练起来，已经不需要沈瑶紧紧的盯着了。他们那这边在快乐的学飞机，另一边却担心死了。第125章，不停的要工业链，怎么回事？这都1个半时辰了，小姐还没回来，那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吧？夏月着急的来回踱步，冬雪也很是担忧，但是她相信自家小姐的实力，不会的，小姐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兴许是去哪儿玩了。谢远扬急得满头是汗，我的2位祖宗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否则我回去不好交代啊。大不列颠国王也有些担忧，他一是担忧这2人出现意外死了，从而影响2国的交好，而是担忧飞机坠毁了，这是好不容易研制出来的2代飞机，坠毁了又要花费好一番功夫去重新研制出来。思索了好久，大不列颠国王还是决定派人四处找找。你们几个快派人去找找，看看是否出现了什么事情。他的话音刚落，天空就响起了轰鸣声，紧接着一架灰白色的飞机出现在众人眼前。众人看到这齐齐松了口气。慕寒驾驶着飞机缓缓降落到了指定的地方。众人看到这，齐齐围了过去。当看到是慕寒从驾驶位下来时，沈瑶从副驾驶位下来时，大不列颠国王傻眼了。不单指他傻眼，2个飞行员也傻眼了。这方才不是沈大人开的飞机吗？大不列颠国王愣愣地询问。是啊，方才我有些累了，便换九王爷开了。沈瑶风轻云淡的开口，似乎是在说一件什么平常事。大不列颠国王闻言震惊不已。你们2人都会开飞机？是啊，这有何稀奇？你们大不列颠不也是有2个飞行员吗？沈瑶神情淡定，似乎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大不列颠国王心想，我自己研制出来的飞机才培育出2个飞行员，你随手就拿出2个。其余在场的大不列颠国人也一脸震惊。好半会，众人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大宋人真是深藏不露，倒是本国王小瞧你们了。大不列颠国王看向沈瑶几人的眼神里不敢再有一点轻视。
深藏不露倒是没有，不过我们大宋人见识过的东西绝对不比贵国少。自己为了做任务，穿越了整整99个世界，什么国家没去过，什么先进的文明没有见识过。像现在大不列颠国的文明，也只是还尚在发展的摇篮婴而已。当然了，大宋现在远远不如大不列颠。沈瑶思索片刻，还是决定和大不列颠国王说明大宋的情况，好让大不列颠国能够给予正确有效的援助。国王，我还是与你说清吧，我们大宋国确实比较落后，文明还停留在古国阶段。此次与你们建交，就是想得到更好的发展。毕竟时代在进步，我们想要在这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就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在以前，我们大宋是强盛的文明古国，但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确实是慢慢落后了。当然了，虽然我们落后，但是实力也不容小觑，毕竟我们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延续，在武力这一方面储备还是较为完善的。轻功只是我们这古武里面的一小种武术，我们还有万千种招数，能够无声无息的击败敌人。您若是敬我们3分，我们也会敬您3分。若是有人想伤害我们大宋，我们大宋必定会全力将其歼灭，哪怕是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大不列颠国王听到沈瑶的话，也严肃起来。听到沈瑶这直率的坦白，他非但没敢看清大宋国，反而越加觉得大宋国实力不容小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敢轻易露底，敢露底那就是只有一个原因，根本就不惧怕。沈大人放心，我大不列颠十分仰慕你们的武术文化，若是你们愿意相授，我们必定也会倾囊帮助。沈瑶看大不列颠国王脸上没有任何轻视的神色，暗暗点了点头。如此，那事不宜迟，我们两国签订一下友好协议吧。大不列颠国王闻言连连点头，这个自然是要的，具体事宜还请沈大人与我仔细相商。大不列颠国王将人请进了议事厅，开始商量起了具体事宜。沈瑶将国情说清楚了，便直接开口要东西。国王，我们国家的船只都是用古树木头制造，速度上是不及你们这些航船的，若是你们方便，还请借与我们几艘。说是借，其实是要，因为沈瑶借了就没打算要还。大不列颠国王想着自己国家的人过去学习武术也会方便许多，便点头答应下来。不过他也不傻，懂得趁机要了些瓷器布匹。然而他不知道沈瑶要船只是开始，接下来船要了，便开始要挖矿的工具设施。您知道的，我们大宋国历来是个文明古国，这些东西自然是没有的。若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生产油链，那这油就要一直在你们这边运回去了，这样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石油不是可再生资源，用完就没了。我们大宋国有很多油矿都没有开采，若是国王给予了我们技术支持，以后你们的油我们可以包了。沈瑶看到大不列颠国王犹豫了，连忙给他画上一个大饼。大不列颠国王听到沈瑶愿意让自己国家的油矿给自己，顿时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忙答应下来。要完油矿开采技术，沈瑶又将目光放到修路上。国王您知道的，我们这文明古国历来都是习惯用马车，所以路上都是青石板路。但是你们这些汽车，我们都没法在青石板路上使用，那这运油的时候效率就大大降低了。效率低，耗损大，这油什么时候才能给你们大不列颠用上？所以国王不如也给我们一条修路工程链，这样一来路通了。沈瑶就这么一环拉着一环的要东西，国王稍有迟疑，沈瑶就提出送东西，说大宋物产丰富，不缺这一点。国王要求立文书，签订合约，沈瑶就含含糊糊的质问国王在侮辱两国友谊。就这样，沈瑶一点点的要东西，他也不要什么一件件的物品，一要就要生产链，生产链要完，又接着要下一个生产链。刚谈了没一会，沈瑶就要了20多个生产链了，这样让大不列颠国王深感压力山大，但是又无可奈何，毕竟沈瑶开出的条件诱惑力太大了。就这样，沈瑶靠着空手套白狼，将基础的工业链都给要了过来。为了避免什么漏缺，沈瑶在大不列颠的日子里，每次都去那些工厂里参观，将大不列颠的工厂逛了个遍，也将能要到手的工业链要到了手里。在这期间，慕寒也没有闲着。第126章，一张图纸，心甘情愿资助。带着手下潜心学习着大不列颠的语言，靠着他那聪明的脑子，1个月下来已经能够用大不列颠语进行基本的交流。这语言天赋，沈瑶知道了都连连啧舌。临近回国的时候，沈瑶又要了大不列颠大量的基础文化书籍。这一次，大不列颠国王急了，他深深感受到了危机感。沈大人，这恐怕不行，毕竟书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若是这些东西给了你们，我们大不列颠就露底了。沈瑶不紧不慢，拿出一张图纸递给大不列颠国王。大不列颠国王看到图纸的那一瞬，脸上原本严肃的表情一笑温和起来。不过就是一些书而已，沈大人要尽管拿，若是怕看不懂这些书，我给你派些人过去帮助你翻译。那就多谢国王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沈瑶当即答应下来。谢远洋看到这，一脸稀奇，
等大不列颠国王离开后，他这才好奇地询问：“沈大人，方才你给了这国王什么呀？”他的态度一下由阴转晴，真是好厉害。沈瑶勾了勾唇，给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大不列颠国王回去后，立马将图纸交给了专门研制飞机的2个飞行员。2个飞行员看到图纸，大吃一惊。他们兴奋地开口：“国王陛下，您从哪儿得来的这图纸？有了这图纸，咱们不用多久就能造出能承载多人的飞机了。”“是啊，这是何人给您的？”“那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大不列颠国王面色有些奇怪。说起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这图纸竟然是大宋那个沈大人给我的。2个飞行员闻言倒是没有多吃惊，就是那个会开飞机的姑娘，如果是她，那我倒是没有多意外。她连我们的飞机都会开，说明她见过更高的文明。若是我们与她交好，说不定能从她手里拿到更多高文明的东西。大不列颠国王闻言，心里暗暗心惊，这我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若是跟她交好，我们就能得到更多高文明的东西啊！大不列颠国王当即回去开会，开完会议，大不列颠国的人都决定全力扶持大宋国发展。这一次，大不列颠国不再表现得抠抠搜搜的，他主动找到沈瑶，提出要大力帮助大宋国。沈瑶对此自然是答应下来，毕竟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就这样，大不列颠国是又出钱又出人，全力帮助大宋发展。大宋来的时候只有1艘船，回去的时候，大不列颠国的大部分船都派发了，足足2000多艘大船，船上运的是满满的设备。这日，皇帝正百无聊赖的在书房里盯着3儿子宋泽轩批阅奏折，突然，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皇上，皇上！”皇帝看到小太监慌慌张张的，不悦的皱了皱眉。何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小太监闻言，连忙跪下请罪。皇上息怒，奴才只是太过震惊，且急于将消息报给皇上，这才着急了些。皇帝闻言，坐直身子。发生了何事？速速道来。小太监将头埋在地上，高声回答：“启禀皇上，九王爷和沈大人、谢大人他们回来了。”皇帝闻言，眼里闪过欣喜。回来了就回来了，慌慌张张作甚？小太监将头埋得更低。皇上有所不知，他们带了上千艘大船回来，还有好多好多的大不列颠国人。皇帝听到小太监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沈瑶和慕寒已经投靠了大不列颠国。他猛地从龙椅上站起来：“什么？这2个龟孙竟然投靠了别国？”太子宋泽轩看到这，连忙让小太监说清楚：“九皇叔和沈大人绝对不是叛国之人，你说仔细些。”小太监连忙描述整个场景：九王爷和沈大人在第一条船上，大不列颠国人则跟在后面，他们一脸和善，看着应该是没有什么恶意。皇帝闻言，眼里闪过狐疑：“没有恶意？不是投靠了别国？那要这么多大不列颠国人来我大宋作甚？”宋泽轩走到皇帝身旁：“父皇，事不宜迟，我们去港口一探究竟吧，肯定事出有因。”皇帝思索了片刻，将上万的御林军调出来，一同赶往港口。众人赶到的时候，沈瑶和慕寒坐的船刚停稳。皇帝来到港口，看到那浩浩荡荡的上千只船，心里震撼不已。虽然很惊讶，但是他面上并没有表露半分。看到这些大不列颠国来的船都没有拿着武器，大不列颠国人脸上也没有恶意，皇帝放心了少许。他转头看向刚下船的几人：“小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慕寒躬身行了一礼，这才开口解释：“皇上，这是大不列颠国派来帮助我们大宋发展的外使。”皇帝听到慕寒的话，眉头深深皱起。他对大宋的实力很是自信，帮助我大宋发展？笑话，我倒大宋泱泱大国，岂用这一个小国帮助？谢远扬面露难色的走了过来：“皇上，那你听我细说。”他说着，拿着一叠相片，凑到皇帝身旁低语：“皇上，您看，这就是大不列颠国。他们国家很先进，全是高楼大厦，还有比马儿跑得快的汽车火车，甚至还有飞行的工具。”第127章亩产千斤的粮食。皇帝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松散傲慢，逐渐变成了诧异、震惊，甚至绝望。沈瑶看到皇帝的神色转变，觉得很是好玩。他有意开口逗逗皇帝：“皇上，怎么办？这大不列颠国的文明领先我们几百年，咱们是如何都赶不上了。”皇帝听到沈瑶的话，顿时面如死灰。武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可如何是好？皇帝听完谢远扬和沈瑶的话，心顿时沉到了谷底。他看着大不列颠国的那些造型精美的大船，心里万念俱灰。沈瑶看到皇帝这表情，觉得打击的差不多了。皇上别急，我这不是已经在想办法了吗？经过我们的商议，大不列颠国已经同意全力帮助我们大宋国发展。不过咱们大宋国也要自己争气，不要停滞不前。皇帝听到沈瑶的话，知道他是在点自己。丫头，你不用点我，
我若是知道有更先进的文明在，我早就与之学习了。只有去除糟粕，取得精华，国家才能得以发展。我也不是迂腐之人，你细细与我说这大不列颠国的发展如何吧。沈瑶观察了片刻皇帝的神色，见他是真的不是那种迂腐的固守派，心里放心下来。皇上，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安顿好这些大不列颠的使臣，稍后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皇帝猛地惊醒，倒是我着急了。泽轩，你过来。太子宋泽轩恭敬地走了过来。父皇，经历过2个月的洗礼，宋泽轩身上已经没了少年的那种毛躁，眉宇间多了几分凛然之气。这大不列颠国使臣是贵客，他们的食宿就由你来安排吧。皇帝面色严肃地看着宋泽轩。宋泽轩拱手，儿臣遵旨。务必好好招待，莫要落人口舌。皇帝说完，再次看向沈瑶。沈大人，介意不说话吧？沈瑶见皇帝已经安排好，也不再说什么，随皇帝一同进了宫。御书房，龙案上散落着一叠黑白照片。小九，这大不列颠果真如同这画上一般先进。皇帝看到黑白照上那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国家，心里的震撼已无比震撼。震撼过后，是无力。他们的工业比我们大宋先进许多，可以说至少领先上百年。沈瑶肯定道。皇帝闻言，越加感觉身心无力。朕一直觉得我们大宋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明灿烂的泱泱大国，可我没想到在遥远的海洋另一端，竟然有发展的如此先进的国家。与这大不列颠相比，我们大宋就如同贫民窟一般，贫穷落后。这叫朕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沈瑶拿出自己提前翻译好的大不列颠国发展史书，皇上若是想改变大宋的现状，不妨看看这个。皇帝看到书名，手微微颤抖。这书你是偷回来的？一般来说，这些史书是不会流传在外的，就如大宋的一般，都存放在国库，所以皇帝才会怀疑这书的来历不正。沈瑶轻笑着摇了摇头，皇上，这大不列颠可不在乎这些哎，这些书是他们的国王送予我的。送予你的？皇帝大为震惊，将自己国家的史书送给别国，就相当于把自己国家机密给送了出去啊。皇上，您有所不知，这些西方国家的发展史都是透明的，所以国王才会将这些书送予我。您好好看看，明日我们再商量如何将大宋发展起来。沈瑶说完便告辞离开。沈瑶并没有跟慕寒腻歪在一起，而是回了沈府，认认真真的办自己的事情。冬雪，你去将东郊的那个废弃庄子清出来，一会我要用来装东西。是，小姐。夏月，你带人去清理西郊的荒废庄子，一会我也要用。两人闻言连忙下去安排。王嬷嬷听到沈瑶的安排，觉得自己太过清闲。小姐，那老奴如何？沈瑶轻笑，王嬷嬷，我自然不会忘了你，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我才放心。这样，你去放消息，这几日我这2个庄子里运了好些粮食进去，将消息放出去后，派一批人手将庄子围起来，以防有人进去打探。王嬷嬷听完，顿时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她郑重的点了点头。是，小姐，老奴定会安排妥当。沈瑶看着几人都下去安排了，轻轻敲击着桌面。江嬷嬷走过来，帮沈瑶披了件披风。小姐，您这些年种的那些高产粮食，就是留到今日用的吧？是留到今日用的。皇帝连夜啃完那本书，看完那本书，心里大为震惊。按照这书上说的，我们大宋还是农业国家啊，老百姓的吃食都不够，那该如何去发展？皇帝满面愁容。一早他便派人去宣了沈瑶进宫。丫头，你说的书昨晚我已经看了，按照这书上所说，咱们大宋现在是农业国家，要从农业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国家，谈何容易？老百姓根本就吃不饱，如何能腾出其他时间来发展工业？皇帝愁得白头都白了。沈姨看到这，亲自给皇帝泡了杯茶，往里面放了些凝神静气的药。皇上，您心莫慌，喝口茶压压惊。皇帝也注意到了沈瑶在茶盏里放了东西，不过他丝毫没有怀疑沈瑶会害他，毕竟想要害他多的是机会，不必选用这种情况。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这是什么茶？味道不错，给我留一些。沈瑶叹了口气，假装很是不情愿地丢下一个小袋子。行了，抠抠搜搜的，朕要你点东西，跟要你的命一样。皇帝看到沈瑶的表情，顿时断定这是好东西，他一把将袋子接过，放到了一旁的太监总管手里。皇上，这可不是普通的茶，这茶喝了不仅能凝神静气，还能延年益寿。沈瑶说着，伸手欲给自己倒一杯喝。皇帝听到这，哪里还舍得？你家里多的是，这么点就留给我喝吧。他说着，自己亲自倒茶，一连着喝了好几杯，觉得精神气缓过来了，这才停下来。
沈瑶见状，也不再跟着皇帝抢同一壶茶，转而让小太监拿了一壶新泡的龙井过来。第128章要致富，先修路。他和慕寒你一盏我一盏，慢慢的品着茶。皇帝看到两人这悠哉悠哉的模样，很是着急。你们喝茶我不管，但你们倒是给我想个解决之法出来啊！沈瑶十分淡定地放下手里的茶杯。皇上莫慌，这问题已经有了应对之策。要从这摆脱农业国的名头很简单，就是让咱们大宋的百姓全都吃饱穿暖。穿暖现在已经基本不成问题，就是吃饱难而已。不过想要百姓吃饱也不成问题，只要咱们大宋全都种上高产的粮食，比如稻谷，现在亩产300斤，若是种上亩产1000斤的稻谷，那百姓就不会吃不饱了。百姓吃饱了，问题就迎刃而解。皇帝听到沈瑶的话，默默地翻了个白眼。沈瑶趁着皇帝还没开口的时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稻谷，成功地堵住了他的嘴。皇帝看到沈瑶拿出来的稻谷，顿时意识到了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这稻谷能亩产1000斤？沈瑶得意地扬了扬眉。皇上认为呢？皇帝没说话，仔细地端详着手里的稻谷。来人，去国库给我取一把稻谷来，我要对比一下。很快，普通的稻谷就取到了皇帝手里。手里两种稻谷很明显比沈瑶拿出来的要大，要圆润饱满。皇帝意识到沈瑶说的是真的，手微微颤抖起来。这稻种还有多少？沈瑶站起身，一脸凝重地开口道：这稻谷不多。皇帝闻言，眉头微蹙。也罢，有多少算多少，反复翻重，总会多起来的。皇上，微臣话还没说完呢。稻种不多，也就能种个几十万亩稻田吧。皇上一惊，你这丫头可别胡说，逗朕开心。沈瑶挑眉，逗您作甚？这稻种我已经拉回来了，就在庄子里。皇行派人去取便是。我只管出稻种，后续的事情我可不管了。沈瑶说完，整理了一下衣服，坐回了椅子上。慕寒给他倒一杯茶，两人又悠哉悠哉地喝起了茶。皇帝看到这，也坐回龙椅。你们不管，朕也不管。来人啊，给朕宣农司大人过来。是，皇上。微臣农司叩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出现在御书房。平身吧，你来看看这种子。皇帝说着，将一直握住的种子放到盘子里。农司走过来，仔细端详。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这稻种好似比寻常的要大要圆润啊！皇帝赞赏地看了一眼农司，不错，这稻种可亩产1000斤。农司闻言，倒吸一口冷气，亩产1000斤，老臣难不成实在做梦不成？你不是做梦，种子已经有了，接下来培育种植的事情就交给你了。皇帝说着，将盘子推往农司那边。农司顿时感觉压力山大。皇上，这高产稻谷是谁种出来的？可有具体的种植之法？用我们寻常种植水稻的方法，可能种活。皇帝闻言，看向沈瑶，你跟这丫头商量具体的事情吧，朕去看看大不列颠的使臣食宿安排的如何了。丫头，你处理完也过来看看吧，总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皇帝说完，潇洒的摆手离开。沈瑶笑着摇了摇头，农司大人，具体种植之法已经研究出来，稍后我会派人与你对接的。农司大人闻言，这才放心了少许。沈瑶又与之细说了种植高产稻谷的事项之后，便让冬雪带着人去交接余下的事宜了。他自己则去了大殿，帮着招待大不列颠国来的使臣。此时使臣们虽然都坐在一起，但是脸上都有着焦灼不安的情绪，因为大宋没人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他们只能用肢体来比划。皇帝看到沈瑶来了，赶紧将人喊过来。丫头，你快过来，这些大不列颠的使臣好似有什么话要说，奈何学了大不列颠话的人还未能听懂这些，只能干着急了。沈瑶闻言，与慕寒一人一边，走到大不列颠使臣那里与他们聊天。经过这一番了解下来，这才得知大不列颠使臣是想要开会，具体商量如何扶持大宋发展。大宋发展越快越好，沈瑶对大不列颠国人的此提议自然是的答应下来。皇帝也没有拒绝的理由，用过餐后便带着人到御书房开会。皇帝陛下，贵国我仔细看过了，还处于农业发展中的国家，路上都是青石板路，没有水泥，还有沥青路，这对你们的发展很不利。慕寒一字不落地翻译了一遍。皇帝听到大不列颠国使臣的话，满脸疑惑，这沥青是何物？水泥又是何物？沈瑶将黑白相片拿出来，指着那马路道，沥青和水泥是一种修路材料，有这个可以将路修得十分平滑，而且坚硬。水路不仅可以用来修路，还可以用来盖房子，他们这些房子就是用水泥盖成的。皇帝闻言，目光灼灼地看着黑白相片，那这水泥如何得来？沈瑶没有回答，转头看向一旁的大不列颠使臣。使臣说的及时，咱们当务之急就是先搭建建造水泥厂，然后去制造水泥铺路。水泥厂这个事情交给我们，
不过这原材料包在我们身上，要致富，先修路。修路是第一要务，不过培养人才也很重要。沈瑶郑重地点了点头，诸位使臣放心，我们已经着手安排建造相关学院，争取尽快培养出新型人才出来。第129章，开设生物、物理新课。沈瑶和大不列颠的使臣们一个个项目聊，从铺马路到开办学堂，教学各种现代知识，到逐步开展轻工业，事无巨细地商量着。慕寒在一旁不停地翻译给众人听。皇帝听到慕寒翻译的内容，心里热血沸腾。这会议一开就开到了傍晚。皇帝将大不列颠国的使臣都送回去后，便语重心长地对两人开口：这些事情你们要多费心了。沈瑶拱手，若是皇上想让我们费心，还请放权。皇帝直勾勾地在两人脸上看了2秒，咬了咬牙：我放权？丫头，日后这发展大宋的具体事宜，我要你全权接受管理。沈瑶挑眉，拱手应下：是，皇上。皇帝点了点头，转头看向一旁的慕寒：小九，拿回你那些兵权，日后具体事宜，你来配合这丫头。是，皇上。慕寒不卑不吭的点头。皇帝深叹口气，转头看向三儿子：泽轩，你好好辅佐这丫头，万事听她的差遣，若是有疑问就来找我。是，父皇。宋泽轩朗声应下。最后，皇帝看向众忠臣：你们要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众人齐声回答：微臣一定全力辅佐沈大人。沈瑶面色严肃几分：皇上，既然您将此事交给我了，那我定会办得漂漂亮亮，少的时间我不说，50年定会让大宋追上大不列颠国。皇帝闻言郑重点头：你办事，朕放心。他嘴上说放心，可等众人都退去后，却独自坐在御书房里愁眉苦脸。皇帝越想越担心，第二日干脆褪下龙袍，换上普通的衣服，乔装打扮去查看进程。他先是来到准备搭建的水泥厂，看到选好纸，开始打的桩，又转头寻去了去查看高产稻谷的进程。此时正值秋末，再有几日便会开始下雪，已经种不了稻谷了，农司便将稻谷运回去，好好的储存起来。皇帝看到那一个个粮仓，心里安心了少许。思索片刻，他又寻去沈瑶那边。此时的沈瑶正在为学堂做准备，他指挥着工人将学堂门口的牌匾高高挂了上去。宋阳学堂，为何起这个名字？沈瑶听到熟悉的声音，笑着转头：我想着是大宋国人和海洋外人办的学堂，就叫宋阳学堂了。皇帝微微颔首：宋阳也挺好。沈瑶看跟在皇帝身后的只有太监总管，连忙把人迎了进去。老爷，这边请。皇帝微微颔首，跟着沈瑶进了学堂。你打算招那些人为学生？沈瑶沉思片刻，朗声开口：能来这学堂学习之人，必定是我大宋未来的栋梁之才，所以我想第一批来这儿学习的人，就招大宋这2年新考上的举人学子。皇帝思索，觉得也只有这些人合适。这些人倒是合适，不过你如何说服他们去学一些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和语言呢？沈瑶轻笑：这个问题就需要皇上您去考虑了。皇帝挑眉：朕来考虑？是，我只负责设置课程，教授知识。至于如何让学生接受这些知识，甚至让学生主动学习这些知识，那就是皇上该考虑的了。沈瑶说着，拿出自己设置好的课程表：皇上您可以先看看，这是臣为我大宋学子设置的课程。皇帝闻言，暂且将那个问题抛之脑后。第一种课程是大宋发展论，通过这个课程，可以让学子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现在的处境，让他们更有忧患意识。第二种课程是洋语，也就是大不列颠国家的语言，学习了这个，我们才能更好的学习他们的发展，跟上他们的发展。第三个课程是生物，大不列颠国家对生物的了解非常到位，我建议届时开课，文武百官和您都来听一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生物。第4节课是物理，沈瑶一门一门的课程介绍着，皇帝只能听懂前2个课程，后面的是一窍不通。生物、物理，这些是什么课程？沈瑶思索着该怎么解释。生物这门课程教的就是和动物、植物等有关的学科知识，简而言之就是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动物、植物有更好的认知。皇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物理呢？严格意义上说，沈瑶的物理学的也不是很好。思索片刻，他认真的开口：物理就是研究物体在时间、环境等各种条件下形态上的变化。学这个是为了能让我们更正确的、直观的了解这个世界。只有真正的了解了这个世界，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发展国家。研究物体的变化，这有何好研究？皇帝拧眉，很是不解。沈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突然注意到天边的晚霞，他抬头看向天空。学了物理
就能更好的观测天象，以便更准确地推测出天气情况变化，这对种植稻谷很有帮助。皇帝这么一听，总算了解了。这么说，这个物理倒是一门好学问。对，但是这些学科我们大宋的学子大都没有接触过，所以这些生涩的知识可能很难让人接受，这就需要皇上您想办法了。沈瑶话刚说完，就听到宫人叫自己：“皇上，那臣就先去忙了。”皇帝闻言摆摆手。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思索着应该怎么处理沈瑶说的问题，想不出来了，他干脆把三儿子宋泽轩叫了过来。宋泽轩被叫过来的时候，正在批改奏折，看到上书的奏折全是说最近大不列颠国的使臣来了，国家大力整改动工的事情。几乎每一个大臣送上来的奏折都是不同意，觉得大不列颠有阴谋。宋泽宇实在不知道怎么批阅这些奏折，就搬了过来。父皇，儿臣也正好有事找您。皇帝看到宋泽宇捧着一叠奏折，不悦地皱起眉头。不过是一堆奏折而已，你自己批阅不就好了？宋泽宇单膝跪下：“父皇，这次的奏折与往常的不同，您还是亲自看看吧。”皇帝闻言，随手拿起一本奏折。当看到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大臣在抵制大宋做出改变，抵制大不列颠国人，有些恼怒。一帮老匹夫，懂什么？就给我把他们喊过来！皇帝啪的一下把奏折摔在地上，脸上满是怒意。第130章，众大臣震惊不已。是，皇上。太监总管见状不敢耽搁，赶紧派人去宣大臣们。很快，大臣们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进来。微臣，微臣，参见皇上。皇帝一把将那些奏折扫落在地。你们看看，给朕上奏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们再看看，现在外面的国家发展成了何种模样？皇帝说着，将珍藏的黑白照片拿了出来，发给大臣们一一传阅。大臣们闻言，拿起黑白照细细端详起来。皇上，这高耸入云的墙体可是房子？这在地上跑的像是甲壳虫一般的大可是什么？人怎么骑在这2个轮子的车上？路上这根根长杆是什么？大臣们哪里见过这些东西，一个个嘴里都是10万个为什么。皇帝疲惫地拧了拧眉心。宋泽轩看到这，开口解释：“诸位大臣有所不知，这高耸入云的墙体是大不列颠国的房子，这个在地上跑的如甲壳虫一般的是汽车，能载人，速度比骑马快上不少。这个2个轮子的叫自行车，这个稍大的叫摩托车，都是能载人跑的。”众大臣听到宋泽轩的解释，震惊不已。这是房子？他们的房子已经盖这般高了？他们的交通工具竟然不需要牛羊马带，这是怎么跑起来的？大臣们脸上都是错愕的表情。他们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其他国家拉开了一大段的距离。意识到这个问题，众大臣心里都是沉闷不已。这国家的文明竟然领先我们大宋这般多，若是他们想要攻打我们大宋，恐怕是轻而易举吧。臣一直以为我们大宋是最先进、最厉害、文化最灿烂的大国，没想到在海洋的另一端竟然还有这样的国家。怎么办？咱们大宋今后如何自处？众大臣脸上的表情是绝望的、无力的、惊诧的、恐惧的。好皇帝将众大臣的表情都看在眼里。现在回头看看，你们这些奏折有多离谱。皇帝将剩余的奏折一把扫到地上。众臣捡起自己奏折，脸一下涨红起来。皇上，您做的这些举措是想让咱们大宋发展起来，是我们目光短浅了，是我们目光短浅了，求皇上责罚，求皇上责罚。百官跪了一地。皇帝看到这，深深叹了口气。罢了，也是朕没有将具体情况与你们说。现在你们知晓了我国的情况，应该知道如何办了吧？若是谁在当这个绊脚石，拦住了我大宋发展，别怪我不留情面。众大臣纷纷表态：皇上英明，皇上英明。训了众大臣一顿后，皇帝的心情好上不少。好了，既然你们都来了，就给朕出出主意，这件事该如何是好？皇帝将沈瑶留下来的难题交给了众大臣。文太傅知识渊博，很快看清其中利弊。皇上，既然这是发展的必经之道，那我们便要全力帮助沈大人。臣建议文武百官先带头去学习那些个什么新术，然后再立下新学规，重定新考题。至少这个大宋发展史这一门课程，我们文武百官肯定是要学的。众大臣看知识最渊博的文太傅都这么说了，自然是附和。文太傅说的是，国家要发展，学子必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只有学子们习得新知识，国家才得以有新出路、新发展。学子就是国家发展的底气。文太傅和御史大夫所言极是，臣认未下朝后，可让文武百官分批次去修习新术，这样一来给了各位学子们做了榜样，二来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能跟上国家的发展。
诸位所言极是，我们这些大臣只有走在习术最前沿，才能更好的辅佐皇上。皇上，请下令重定考题。皇上，请下令重定考题。皇上，请下令重定考题。皇帝听到众人的话，也豁然开朗。他当即下旨，让天下的学子只有去沈瑶开的许愿休息过，才能继续参加考试。举人更是有硬性要求。此消息一出，整个国家都哗然。不过几日，300-400举人学子便纷纷赶至京城求学。沈瑶这边连同大不列颠来的教授，整夜的编制着教材，终于在1月后成功赶制出了第一批教材。在这1个月内，慕寒也成功挖掘并培养了几十个语言天才。将这些人送去给大不列颠国的教授后，两人皆是松了口气。两人得空了，这才能有时间腻歪在一起。接下来你打算如何？慕寒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个一知半解的古人，所以接下来的发展他是不懂的。沈瑶拿出自己的计划书，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种出很多粮食，让老百姓能够吃饱。也就是说，我们要先从这个农业时代跨出去，将重心移到工业上，然后逐步的研究，慢慢的实现现代化。比如现在已经开始在建造的水泥厂那些东西。慕寒学东西很快，如今已经能听懂了沈瑶说的意思。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探讨起来。慕寒想起什么，开口道：咱们大宋逐步发展，是否要拉一把与忧国？沈瑶思索片刻，摇了摇头，先不要，等我们大宋自己站稳脚跟，再去拉吧。好，两人商讨了一会大宋接下来的发展，便各自忙活去了。很快，学堂就改建好。第131章，慕寒学大不列颠求婚。沈瑶当了学堂的院长，慕寒则是副院长。沈瑶负责大不列颠语，还有监督其他那些生物、物理等东西的教学。慕寒则负责教大不列颠送过来的学子修习武术。沈瑶深知单教这些学子还不够，他又创办了一个报刊，将文化知识渐渐地输入到了报刊里，让大宋的百姓渐渐地渲染到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一晃3年过去，哎，快去看看，听说皇宫门口立起了一盏灯，不用点火的呢。你没看报纸上说的吗？那是叫电灯，用电的。电就是报纸上说的和天上闪电一个样的东西。你这报纸看少了呀，可不就是那东西吗？听说啊，大不列颠国这种东西随处可见，想不到咱们大宋也出现了这神奇的东西。走去看看这电灯，光听说了，还没见过呢。百姓们踩着平坦的水泥路赶往宫门口。此时天还未黑，先赶到的百姓很清楚的就看到了立在宫门口的2根长柱，长柱上面是2盏和鸟窝形状相似的灯，这就是那电灯吧？怎么不亮啊？这么小，估计和烛台差不多吧？那也照不到路面啊。天还没有黑，亮什么呀？自然是要等天黑才会亮。也是，天还没黑呢。百姓们待在灯柱下，耐心的等待着。夕阳渐渐西下，日暮消隐在层峦的山峰中，弯月渐渐出现在天边。这天都黑了，这灯怎么还不亮啊？是不是唬人的呀？哪有不用蜡烛、不用油就能点燃的灯啊？是啊，唬人的吧？耐心等着吧，兴许还没到时间放灯呢。哎，看宫墙上那是谁？是皇上啊！参见皇上，参见皇上！百姓纷纷朝着皇帝下跪。皇帝微微抬手：诸位平身，不必拘谨，朕也是来观这电灯的。皇帝说完，转头看向沈瑶。3年的时间，沈瑶身形越发高挑，她有着一张明艳动人的小脸，淡扫蛾眉眼含春，皮肤细腻润如玉，柔光若逆不点面赤，娇艳欲滴。慕寒站在其身旁，五官轮廓明朗俊逸。皇上，这是控制这电灯的开关，您按一下便能开灯。沈瑶打开装在城墙上的一个小盒子，露出里面的开关。皇帝闻言，伸手轻按了一下白色的开关，随着一声啪嗒的响声，立在宫门口的2盏路灯突然亮了起来。那煞白的光芒让人以为重回白昼。亮了，亮了，真的亮了！这灯好白好亮，比蜡烛亮多了。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白天呢。真的太亮了，好神奇啊！不用蜡烛也能亮起来，好神奇！这是天上降下的祥瑞吧？什么祥瑞？你报纸看少了吧？没文化，这是电灯，用电的灯，电就是天上的雷电那种电。电灯？天哪，这是把天上的雷引下来了！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平时多看点报纸吧，普及一下你的知识。就是，这都不懂。这是我们自己发的电，用那黑俊俊的煤块发的电，真的太神奇了！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吧？这都是跟大不列颠国家学习的，也是皇上有先见之明，跟大不列颠国学习了。这2年，咱们不仅能吃饱了，衣服也渐渐变多了。放在以前，一人有一件补丁的衣服就好了，现在一人好几件，穿都穿不过来啊！这都多亏了皇上的贤政，照这样下去，
咱们大宋也能过上大不列颠那种生活。皇上英明啊！不知道谁喊了一句，百姓们纷纷喊了起来：皇上英明啊！皇上英明啊！皇上功德值得千秋万代颂扬啊！皇上英明啊！皇帝听着百姓的一声声高呼，整个人的脊背都挺直了少许。他回头看了一眼吏部尚书，快将这些都记进史书。吏部尚书恭敬点头：是，皇上。他埋头奋笔疾书起来。仔细看，他用的并不是毛笔，而是一根形似木头的小笔。用着这个笔，史部尚书很快就将这场景记下来。皇上，请您过目。皇帝接过来看了一眼，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现在你书写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史部尚书拱手，这都多亏了这铅笔，有了这铅笔，写字的速度快上不少。沈瑶拿出一支钢笔递给史部尚书，尚书大人试试这支吧，这是钢笔，用这个写了就不用再用毛笔临摹一遍了。史部尚书小心翼翼地接过黑色的钢笔，多谢沈大人。他拿着笔在草纸上轻轻划拉了2下，看到那清晰的黑墨，激动起来。皇上，此笔甚好啊！若是大宋能普及此笔，那学子们书写的速度将能大大提升啊！皇帝看了一眼钢笔，伸手夺过细细观看，此笔确实甚好，拿回去仔细研究。他说着，就欲将钢笔放进自己的龙袍里。慕寒摇了摇头，从一旁的冷风手里接过一个盒子，将盒子递给皇帝的同时，伸手将他手里的钢笔拿回来，放到吏部尚书的手里。皇兄，早就为你准备好了。皇帝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支雕刻着5爪金龙的钢笔。不错不错，朕很喜欢。看到这威武霸气的钢笔，皇帝也不窥探吏部尚书的那一支了。他小心地摩挲了一下这支雕着金龙的钢笔，然后放进了盒子里。全程他都没有交给身旁的太监，自己小心地拿着。好了，就让这灯在此亮着吧，摆驾回宫。众人恭送皇上，百姓恭送皇上。皇帝临走时，深深地看了一眼慕寒。慕寒对着皇帝微微颔首，牵着沈瑶出了宫。慕寒这一日没有将沈瑶送回沈府，而是自己带回了九王爷府。在这3年里，沈瑶偶尔就会在九王爷府落宿，已经习惯。今日还帮我捶背吗？他慵懒地靠在慕寒身上。慕寒用额头贴了贴沈瑶的脸，今日先不捶背了，今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沈瑶疑惑地从慕寒身上坐起来。慕寒淡笑着没有说话。到了九王爷府，他率先下马车，将沈瑶抱了下来。沈瑶刚下马车，就看到九王爷府里异常亮。你把灯装家里了？装家里了。慕寒点了点头，牵着沈瑶走到府门前。沈瑶看慕寒不推门，自己伸手轻轻推开门。吱呀，门随着他的动作慢慢打开，里面的白光也渐渐透了过来。沈瑶用手挡了挡眼睛，等适应了电灯的光，这才将手拿开。等他放下手，抬眸望向院里，顿时诧异不已。第132章，冷风冬雪互明心意。院子里站着几道熟悉的身影。沈瑶不敢置信的开口：外祖父。沈振江笑呵呵的走了过来：呵呵呵，傻孩子，傻眼了吧？一个白发苍苍的妇人也随着沈振江走了过来：好些年不见你这丫头了，出落的和你母亲越发像了。沈瑶轻轻拥住文辞：外祖母，你们怎么来了呀？外祖母拍了拍沈瑶：你外祖父已经告辞，我们便打算过来住一段时间，你救救他们，随后就到。舅舅也要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沈瑶有些疑惑。一般来说，像沈从礼这种身居要职的人是不能长时间的离国的。沈振江颔首，的确是发生了大事。他说着，示意沈瑶向后看。沈瑶疑惑地往后看了一眼，发现后面的空地上摆满了鲜花和蜡烛，而慕寒则捧着一束鲜花，站在那星星的鲜花跟前。虽然他的一身古装和这些东西有些格格不入。瑶儿，我看大不列颠国人想要和一个女子成婚，都是这般做的，所以……慕寒紧张而又无措地站在那里。沈瑶看着慕寒为自己布置的一切，和他那紧张到微微颤抖的手，心中感动不已。慕寒，谢谢，我很喜欢。沈瑶说着，迈步往慕寒那边走了走。慕寒看到这，大阔步走到沈姨身旁，他拿出一个盒子，动作有些笨拙的单膝跪地：瑶儿，嫁给我可好？沈瑶伸手拥住慕寒，轻轻抚摸了一下他那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的肩。好，嫁给你。他说着，主动接过慕寒手里的盒子，从里面拿出戒指给慕寒戴上。给慕寒戴完，笑着看着他：慕寒，该你帮我戴戒指了。慕寒颤抖着手帮沈瑶戴上戒指。瑶儿，我们现在是结为夫妻了吗？沈瑶听到慕寒天真的话，不由得扑哧一笑。这只是求婚，求婚是成功了，就代表我愿意嫁给你的意思。成婚是我们2个人正式结为夫妻。慕寒紧紧抱着沈瑶：瑶儿，那我们成婚吧。好。这几年，沈瑶一是觉得自己的身体行为发育成熟，
而是觉得大宋现在刚刚起步，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一把抓，比较忙，才会一再推辞。眼下大宋的群臣已经渐渐各司其职，已经能将下达下去的任务做好，他也能松口气了。沈振江和文慈看到相拥的两人，也觉得无比的温馨。老头，瞧瞧人家这慕寒办的事，成婚前还有这求婚这一道坎呢。当初你娶我，可什么都没有。沈振江轻轻拍了拍文慈的手，不过是一些鲜花而已。你若是喜欢，我亲手给你种。文慈闻言欢欣不已，在一旁看热闹的几人，此时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自己的心上人。冷雨光明正大地看着夏婉，趁着夏婉不注意的时候，将她的小手拉到了自己怀里捂着。冷不冷？冷的话，我给你呼呼。夏月红着脸摇了摇头，不冷，很热。热？难道是发烧了？冷雨伸手摸了摸夏月的额头，感觉到她的额头真的有些热，一把将人横抱起来。冷风，今日你轮值守夜。他说完，抱着夏月大阔步离开。夏月羞红了脸，只能将头埋进怀里。冷风撇撇嘴，哼，整日腻歪在一起，有什么意思？他转头看到冬雪站在一旁，笑嘻嘻地凑了过去。冬雪，今晚我们又是一起值夜，你想吃什么？一会我准备一些当宵夜。冬雪看了一眼自己圆润了不少的手，今夜不吃了，你不用给我做了。冷风摆手，我那也不是给你做的啊，我是给我自己的做的，你那份只是顺带而已。深夜，两人坐在房顶，冷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旁的锅，来，尝尝我今夜煲的汤，可好喝了。冷风说着，给冬雪盛了一大碗。冬雪接过一看，是自己经常喝的红枣炖鸡汤。这个汤他特地问过自家小姐，是有驱寒之效，能调节姑娘家的身子的。想到冷风的用意，冬雪眼神温柔下来。冷风，多谢你，这个汤是补血养神的吧？难为你一直熬给我喝。冷风摆手，你别多心，这不是特意为你熬的，是我自己虚，我才熬的。你只不过是顺便罢，是吗？冬雪突然靠近冷风，两人几乎相贴。冷风感受到这个距离，心里一阵发痒。忽然，冬雪伸手拉住冷风的手，冷风不由得一颤。可是，你的手滚烫无比，不像是要补血的样子。冬雪的声音悠悠的，她轻轻地摩挲了一下冷风的手臂。冷风暗暗吞了吞口水，我是，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不能喝补血的汤了。大夫说了，我体虚得很。哦，是吗？我怎么听冷雨说你时常流鼻血？莫不过是补血补多了？冷风笑了笑，呵呵，冷雨说的话能信吗？你别听他胡说，他纯就是乱说想坑我。冬雪闻言将手收了回去。是吗？我还以为这汤是你特地为我熬的呢。他的眼中好似有落寞。冷风看着冬雪那恬静的脸庞，心中犹豫挣扎。第133章澄清。他3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冬雪，但是始终不敢戳破这层薄窗纸，生怕戳穿了被冬雪拒绝，就再也无法站在其左右。冬雪看冷风不说话，站了起来。冷风，以后不用给我送汤了。不行。冷风以为冬雪是想跟自己撇清关系，连忙拒绝。冬雪看到冷风的反应，愣了一下。冷风不待冬雪说话，便红着眼眶开口：是，这汤是特地为你熬的，我只是想给你补补身子而已，因为你身子太单薄，太清瘦，我看着很难受。看冬雪看着自己，冷风又开口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要对你好而已，我也不要求你什么，我只是把你当成妹妹而已。冬雪眉头微蹙，她一步步靠近冷风，只是把我当妹妹？冷风很想说不是，但是怕自己的心意被冬雪知道了，他会直接拒绝自己，点了点头。冬雪看到冷风点头，周身的气势都冷了下来。她抓过冷风的手，一把将人拉到自己身旁。你说，你只是把我当成妹妹？冷风看到冬雪眼睛有几分赤红，愣了愣，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你就把我当成哥哥一样。冬雪把冷风的手甩下，我允许你自称我哥哥了吗？他心里升起一股无名之火，看到冷风有些无措，还想开口的解释，迅速勾住他的脖子。意识到冬雪对自己干了什么，冷风人都傻了，嘴上传来痛意，他这才逐渐恢复意识，清楚了冬雪的心意，他心中狂喜，伸手将人狠狠拥进怀里，反客为主。得到回应，吻逐渐激烈起来，耳畔的呼吸声也逐渐变重。良久，两人才放开彼此。冬雪，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冷风痴痴地望着冬雪，冬雪伸手狠狠捏住冷风的下颌。我数次问你，为何总是明里暗里在照顾我，你都含糊地表示只是顺便。就比如这锅鸡汤，我已经喝了3年了，可问你，你还是说只是顺便让我喝的，你让我如何？冷风嘟了嘟嘴，对不起，我只是怕被你知道我的心意，你以后不跟我一起值夜了。冬雪将冷风推开了些，别挨着我。冷风迅速粘过来，
我就要挨着。两个人单独都很冷，一起挨着就很暖和了。冬雪伸手推了一下冷风，没推开便由着他了。冷风紧紧拉着冬雪的手腕，将头埋进其臂弯里。他埋着埋着，手就悄悄变换了位置。等冬雪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一整个人都被冷风圈在怀里了。你做什么？冷风将下巴抵在冬雪头上，没做什么，给你取暖。我不冷。冬雪别过头，让冷风的下巴无处可放。冷风将冬雪的头掰过来，不，你冷。他说着，拥得更紧了。随着越贴越紧，两人的呼吸声交织到了一起。冷风将头埋在冬雪的臂弯，冬雪，你身上好暖，好软，好香。冬雪听到冷风这露骨流氓的话，脸悄然泛红起来。别乱说话。冷风蹭了蹭头，不，我就要说，你就是很暖，很软，我想一直这么抱着你。冬雪在冷风的攻势下，渐渐落了下风。乖，你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到了。好，我小声点，你给我亲一口。多鸡。好了，职业呢？正经些。暗卫都在四处呢，我们只是统筹，不用亲自盯着。两人的嘀咕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的清晰。沈瑶出来听到是两人的声音，笑着摇了摇头。你们这冷风可真是厉害，冬雪为人冷漠，话又少，这都被冷风攻下了。慕寒拿来披风盖在自己身上，然后走上前将沈瑶紧紧拥进怀里。冷风可不是个笨的，知道冬雪的脾性，他就一点点的捂。这3年来，我数次撞见他蹲在厨房煲汤，煲完汤乐呵呵的给冬雪端去。这冷风倒是聪明的。沈瑶挑了挑眉，冷风尚可吧，论聪明还得是冷雨。你可知3年前我与你从皇宫出来的时候，你让夏月自己回去那一日吗？记得。沈瑶回忆了一下。你可知道那日冷雨这小子做了什么？慕寒一脸感慨。沈瑶摇了摇头，他只知道冬雪是和冷雨待在一起，并不知道两人发生了什么。冷雨这小子骑着马，借口要接送你那丫鬟，结果带着夏月逛了1日，吃遍了这京城的美食，就那1日，直接拿下了你那丫头。你说这小子精不精？说起自己的2个暗卫，慕寒感慨不已。沈瑶没想到冷雨这么会操作，直接1日就将夏月那小呆瓜拿下了。冷雨和冷风是一个比一个聪明，不过再聪明也没有我聪明。慕寒一把将沈瑶横抱起来，用脚踢开门进了房里。抱抱睡。你说的2月后，听说了吗？今日九王爷娶妻，娶的是哪家的女子啊？这你都不知道？就是咱们朝内唯一的女官沈瑶，沈大人。哦，是她啊，我知道，那高产的稻种就是她弄出来的，让咱们现在都能吃饱了。是啊，不止这样，听说当初北边出现灾荒，是沈大人节衣缩食，捐了好多钱和粮食，才让灾情缓解的呢。不仅如此，他还收容了好多难民，给了他们一份活，让他们能活下来。还有现在弄出的那些电灯，也是沈大人弄出来的。原来是那位沈大人，我知道这位沈大人，原来是那奸臣苏丞相的女儿，母亲被苏丞相一家害死了，如今身边没了什么亲人，想必也没人给他添庄。啊，这么好的人没人添庄？干活暂停，我要去给沈大人添庄。说的是，沈大人是好人，为我们大宋做了这么多好事，咱们可不能辜负他。我这铺子也掀不开了，我要为他添庄。虽然我没什么能给沈姑娘添庄的，但是咱们可以跟着相送。走，去送沈姑娘出嫁。百姓们自发到了沈府门口，等着送沈瑶出嫁。第134章成亲2。沈瑶得知这个消息，披着红嫁衣，手拿喜扇，在一众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了出来。看到门口围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微微有些诧异。冬雪，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大阵仗？冬雪脸上洋溢着几分喜气。回小姐，这些百姓是自发来为您添庄的，您看可要接受他们的东西？沈瑶闻言诧异不已。为我添庄？百姓们知道您为他们做的事情，又知道您身边如今没什么亲人了，便自发过来给您添庄了。沈瑶闻言心里很是感慨，百姓们有心了。思索片刻，他微微颔首，既然是大家的一片心意，那就收下吧。沈瑶说着站到了门口，他没那些繁文缛节的讲究，随意的将手上的喜帕挪下来半分。听闻诸位百姓要来给我沈瑶添庄，沈瑶再次谢过大家了。众百姓看到沈瑶竟然亲自出来道谢，感动不已。沈大人，今日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快上轿吧，莫要劳累了。是啊，这添庄是我们想做的，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无需介怀。对啊，我们知道您为我们百姓做了好多实事，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感谢您，还请您不要嫌弃拒绝。沈瑶微微一笑，多谢诸位百姓，能让你们给我添庄，是我沈瑶的福气，又怎会嫌弃呢？来人啊，给诸位百姓上茶，
记庄。沈瑶说完，凑到冬雪耳边低语几句。冬雪会意，吩咐府里的人行动起来。百姓们看到这，欢喜地拿着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去登记。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无论给沈瑶添了什么妆，都能得到一个红封回礼。众人打开一看，里面躺着1两银子，纷纷要还回去。冬雪姑娘，这是我们的一番心意，我们不要回礼。是啊，我们不要回礼。冬雪板起脸，这是小姐吩咐好的，若是那位不要回礼，这天妆也就不能收。天妆是大家的心意，这回礼也是小姐的一点心意。百姓们闻言，只好将银子收了下来。很快，百姓添的妆越来越多，发簪、衣服、首饰、鞋子、面盆、碗筷、茶盏等等东西，应有尽有。原先准备的嫁妆盒子早就装不下，冬雪派人马不停蹄的买了几百个嫁妆盒子回来，这才堪堪装完。沈瑶的产业很多，因此嫁妆本就多，加上百姓送过来的，绵延了10里，真正的造就了10里红妆。待百姓们添完妆，锣鼓欢欢喜喜的敲了起来。这时候，路的尽头也响起欢喜的锣鼓声。沈瑶遥遥望去，便看到男人穿着一身嫣红色的喜服，骑着枣红色骏马，在夕阳的余晖下一步步走了过来。瑶儿，我来迎娶你了。慕寒来到门前，翻身下马，痴痴地望着眼前唇红齿白、娇艳欲滴的少女。瑶儿，你今日好美。沈瑶抬眸，眉目含春地扫了一眼慕寒。你今日也过分俊朗。慕寒闻言，嘴角绽放笑容，他单膝跪在沈瑶跟前，伸出手。瑶儿，能否把你交给我？沈瑶微微颔首，将手轻轻搭在慕寒手上。慕寒微微一笑，牵住沈瑶的手，来到马前。瑶儿，世人都坐轿子，可我觉得那些踢轿子跨火盆的习俗太过迂腐，我抱着你骑马可好？沈瑶没想到慕寒竟然会做出打破陈规的举动。好，我们骑马。慕寒闻言，率先上了马，然后伸手将沈瑶拉上了马。沈瑶就这样依偎在了慕寒怀里。瑶儿，坐稳，我接你回家了。他说着，拉了拉缰绳，马儿跨步走动起来。冬雪看到这，让原先准备好的轿子撤了下去，然后小跑着跟在了马儿左右。两人就这样骑着马游了京城一圈。两人身后是长长的10里红妆，京城的百姓们远远地跟在成亲队伍后面相送。绕京城一圈后，慕寒回到了九王府。他先行下了马，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沈瑶横抱下来。瑶儿，我们到家了。沈瑶微微颔首，我想感谢一下为我相送的百姓。好，我们一起感谢。两人齐齐转身，对着相送的百姓们鞠了一躬。多谢诸位百姓为我添妆，为我送嫁，多谢。慕寒看到这，让人拿出喜糖，一一派发给百姓们。我穆某没什么相送的，这些喜糖送于大家，让诸位一同沾沾喜气。他说完，对着众人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牵着沈瑶进了府。府内，皇帝和沈振江坐在高堂之上，听到嘈杂声，两人皆坐直了身子。负责礼事的管家看到新郎新娘来了，连忙去燃烛焚香鸣炮。新郎新娘到！看到一袭红衣的两人出现，高位上的两人眼里皆有些欣慰。负责礼事的管家见一切仪式已经准备妥当，对着两人点了点头，然后高声喊道：新人一拜天地。两人对着门外的天地盈盈一拜。二拜高堂。两人转过身，对着高堂上的皇帝和沈振江拜了一拜。夫妻对拜。两人遥遥对望，接着对立一拜。礼成，送入洞房。随着负责礼事的管家一声高呼，两人被送进了洞房。洞房之中，幽暗的烛光映照着床上的红纱，若隐若现地映照出沈瑶那娇美的容颜。慕寒轻轻拿下沈瑶手上的喜扇，看着眼前娇艳欲滴的人儿，心间发颤。他喉咙轻轻滚动，克制着内心的欲望，颤抖着手倒了2杯酒。瑶儿，该喝合交杯酒了。沈瑶伸出细软素白的小手，接过酒杯，两人的手交织在一起，将各自杯中的酒喝下。将酒喝完，慕寒便伸手去解沈瑶的头发。沈瑶一愣，慕寒，你不去会宾客了吗？慕寒知道沈瑶误会了，低低一笑。第135章成亲3，我只是想取一缕你的头发。他说着，拿小刀轻轻割下沈瑶的一缕头发，接着又割自己的一缕头发。慕寒将2缕头发缠绕交织到一起，然后紧紧地绑了起来，确定不会轻易松开，这才小心翼翼地放好。好了，以后我们便是结发夫妻了。瑶儿，你可不能负我。慕寒低低呢喃。沈瑶轻笑，你若是好好对我，我怎会负你？你若是对我不好，我便自请去雨幽国，再也不见你。不行，你不能去雨幽国，我会好好对你的。若是我负了你，便天打五雷轰。慕寒说着，伸手发誓。沈瑶抓住慕寒的手，将人顺势带到自己身边。好，这可是你说的。若是负我，我便让你被雷劈。我相信你有办法让我被雷劈的，所以
我死都不会负你。慕寒贴着沈瑶的脸，声音分外的沙哑。好了，你该出去会宾客了。沈瑶怕慕寒待久了，外面的宾客会等不及起哄，出声提醒。慕寒恋恋不舍的起身，一步三回头的走了出去。瑶儿，你等等我，我很快回来。快去吧，我等着你。沈瑶催促。慕寒没有撒谎，真的是出去片刻就回来了。沈瑶看到慕寒回来的这般快，微微有些诧异。你怎么这般快就回来了？不用去会宾客敬酒吗？慕寒眼里闪过得意，能喝得起我敬的酒的人没几个，自然是很快便敬完酒了。慕寒说着，反手将门锁上。沈瑶看到慕寒的动作，慢悠悠地将头上的发饰一一拆卸下来。瑶儿，我来帮你。慕寒捉住沈瑶的手，将她的手按在胸前，然后抬手轻柔地帮沈瑶摘下头上的华丽簪子。沈瑶看了自己放在慕寒胸前的手片刻，心思微动，看着近在咫尺的腰带，她动乱动手，将其一把扯下。唰，腰带卸下，慕寒的衣袍一下松垮起来，一只细软的小手不安分地探进男人那火热的胸前。慕寒感受到沈瑶的手在怀里点火，呼吸加重了。他加快速度，3两下卸下所有的发簪，仔细确定没有发簪之后，捧起沈瑶的脸，轻轻啄了一口。沈瑶勾住慕寒的脖子，将人带下。慕寒感受到沈瑶的主动，再也克制不住，他将人按在床上，疯狂地啃咬那娇艳欲滴的阴唇。良久，动作这才渐渐轻柔下来。瑶儿，现在可不可以？慕寒低沉而又委屈的声音传了出来。沈瑶没有说话，直接用行动去回答。红色的幔帐洒落下来，遮掩住了那让人眼红心跳的春光。乖，抱紧我好吗？就是这样抱紧我。转过去抱抱。良久，慕寒面色赤红的从床上下来。来人，给我传水沐浴。片刻后，几个丫鬟婆子便将洗澡水提了进来。待洗澡水放好后，慕寒锁上门，拉开幔帐。瑶儿，累了吧？我抱你下来洗洗。沈瑶脸上尽是绯红之色，轻点，腿好酸。慕寒心疼的亲了一口沈瑶的腿。好，我轻轻的。他说着，动作轻柔的将沈瑶抱起来，然后放进浴桶里。温热的水渐渐抚去疲惫。沈瑶泡在水里，额头很快就冒出了细汗。慕寒看着面色绯红、娇艳欲滴的沈瑶，心口一紧。他褪去身上的衣服，迈了进去。慕寒，你做什么？快出去！沈瑶划了些水，洒到慕寒身上。瑶儿，我也觉得身上出了许多汗，我得洗洗，否则你嫌弃我。慕寒说着，靠到沈瑶身边。他动作轻柔地捧着沈瑶的脸。瑶儿，你这样好美好美。他说着，低头吻在那莹润嫣红的唇上，柔软清甜如棉花糖般，轻得仿佛浅尝辄止，却又在慢慢加深力道，吻得沈瑶心乱如麻。一个极致柔爱而绵长的吻落下，温柔化骨般，让沈瑶整个人都化了。别动那里，痛，我轻轻的好不好？轻轻的。慕寒轻声又哄。片刻后，水波荡漾起来。第二日，沈瑶起来的时候，感觉浑身像是散架了一般，不想让其他人看出异样，他拿出银针给自己舒缓了一下。等差不多了，这才开门，让人端水进来洗漱。小姐，您起来了。夏月端着水盆，将脑袋探进来。王爷应该不在吧？奴婢能进来了吗？沈瑶看到夏月那滴溜转的小眼神，笑着摇了摇头。进来吧。夏月得到吩咐，将水盆端了进来。小姐，昨夜您累坏了吧？快洗洗手，好用早膳。沈瑶伸手轻戳了一下夏月的脑袋。你这妮子，说话越发露骨了。夏月挠挠头，嘿嘿，奴婢只是心疼小姐。听说昨夜王爷换了好几次水呢。沈瑶的人悄然泛红，再调侃小姐我明日就把你嫁出去，看你那个冷雨叫几次水。夏月听到沈瑶的话，脸刷的红了起来。小姐，我跟冷雨侍卫不是那种关系。沈瑶挑眉，凑近夏月几分。哦，不是那种关系，那是哪种关系？夏月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哎呀，小姐，您就别拿我说笑了。沈瑶洗干净帕子，擦干净手。我还没拿你说笑，你倒是拿我说笑起来了。夏月说完做求饶姿势。小姐，夏月再也不敢了，您饶了夏月这一次吧，夏月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沈瑶笑了笑，行了，说到正事，你确实年纪也不小了，让冷雨尽快找人过来提亲吧。夏月闻言，脸色更是如同煮熟的虾一样红。小姐，奴婢还想再陪您几年，成了亲一样能陪着。冷雨也是在王府当差的，你们刚好能一同作伴来回家。沈瑶说干就干，当即就让人去打探冷雨的口信。当然，他没有直接说，而是让人放出消息，说要给2位贴身侍女找寻夫婿。消息一放出去，冷雨当晚就急哄哄地找了过来。王爷，属下冷雨求见。第136章为丫鬟招夫婿。
慕寒正将头埋在沈瑶的发间，沉醉其中。听到冷雨的声音，皱了皱眉。他站起身，帮沈瑶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这才打开门。这个点了，你来做什么？冷雨拱手，回王爷，属下来找王妃。沈瑶听到是来找自己，勾了勾唇，让他去偏厅等候吧。慕寒闻言，扫了一眼冷雨，是。冷雨拱手行礼，转身去了偏厅。沈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去了偏厅。慕寒想跟着去，被沈瑶阻止。你在这儿等我吧，你跟着去，那小子不好说话。慕寒抿了抿唇，有什么不好说话的？沈瑶直接将人推回房间里，然后关上房门，去了偏厅。说吧，找我何事？冷雨直接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小姐，听闻您在给自己的丫鬟招婿，我便过来了。我新属夏月姑娘，还请王妃成全。冷雨说完，砰砰的给沈瑶磕头。停，别磕头，磕头没用。若是真想娶那丫头，就拿出诚意来。冷雨闻言，知晓了沈瑶的态度，他站起身，恭敬的给沈瑶行了一礼。冷雨多谢王妃提点，我这就下去准备。他刚出偏厅，就撞见了冷风。冷雨，你来这儿做什么？冷风疑惑的挠了挠头。冷雨深深的看了一眼冷风，你来干什么，我便来干什么。他说完，留给冷风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快步离开。冷风闻言，顿时明白过来，他正了正神色，这才进了偏厅。冷风参见王妃。你来又是为何啊？沈瑶故作疑惑。冷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邦邦的给沈瑶磕了2个响头。王妃，我想迎娶冬雪，还请王妃成全。沈瑶站起身，围着冷风转了一圈。你们这一个个的不付诸行动，来这儿磕头拜我做甚？我虽能做主让你们成亲，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他们手里。若是你们真想娶，就付诸行动，把礼数做周全了。冷风看到沈瑶的反应，知晓他这是不反对自己，顿时松了口气。多谢王妃提点，我这就去下去准备。冷风说着，快步出了偏厅。从偏厅出来，他便一路寻去了冷雨的房间。此时冷雨正伏在案桌上写着什么，看到冷风来了，只是轻轻的抬眸扫了他一眼。冷风笑嘻嘻的凑过来，冷雨，你在写什么呢？冷雨收好笔，将纸张叠好，就想要收进怀里。冷风眼疾手快，一把夺了过来。成亲计划。冷雨，你的动作是真的迅速啊，但是你有个误区，成亲第一步不是先找人提亲，而是置办房产。冷雨微微一愣，多谢提醒，这个我倒是忘了。他说着，拿起笔在纸上添了一句。冷风一屁股坐下，我来，正是要找你说这件事。如今咱们攒的钱也不少，足够在附近买一处小宅子了，所以我想跟你商量，我们买近一些，也好让冬雪和夏月能时常相伴。冷雨微微一愣，还是你考虑的较为周到。冷风嘿嘿直笑，你把你的计划摊开，我们一起细细商议。成亲可不是件小事，必须准备周全了，才能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重视。冷雨这次不再藏着掖着，他大大方方地将自己写的计划摊开。你来看看，还需要什么东西？冷风拿起纸张，细细查看。这第一步自然就是在附近买一处宅子，第二步就是为宅子的女主人购置一些衣服首饰。当然，聘礼这个肯定要准备妥当。准备完这些，再去找媒婆提亲。两人一直商量到了深夜。第二日，两人皆是破天荒的跟慕寒告了假，出去找宅子。夏月听到这个消息，有些疑惑。知道两人是一同告假的，夏月去找了冬雪。冬雪，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出去了吗？冬雪看着反应总是慢半拍的冬夏月，轻叹口气，昨夜你可知道，他们去找了小姐。夏月点了点头，知道啊，我方才问小姐了，小姐不可能说他们要干什么。冬雪破天荒的轻笑，小姐白天刚放出为我们寻夫婿的消息，他们晚上就寻去了，你说他们是干什么？夏月也意识到了，他们是要跟我们提亲，是吗？冬雪。冬雪摇摇头，我不知道，你自己琢磨吧。他说着提着篮子离开。夏月站在原地，是提亲吗？应该是提亲的，冷雨说过他想快点娶我。冷雨和冷风这边刚定下宅子，两人便马不停蹄的去挑选衣服首饰，买好衣服首饰等东西，这才去请了媒人提亲。他们速度很快，下午媒人便上门了。沈瑶听说媒人已经来了，微微有些诧异，这么快？夏月和冬雪听到媒人来了，脸上皆是闪过娇羞的喜色。这两小子速度倒是挺快。沈瑶看到两人还站在这，让人搬来一块屏风，你们站在这不合适，到屏风后面去听吧。是，小姐。两人乖巧的到了屏风后面。两人刚走，两个媒婆就甩着挤得帕子一摇一摆的走了进来。老身参见王妃。老身参见王妃。免礼，坐吧。沈瑶摆摆手。
两个媒婆闻言，小心地坐到了一旁。两位是何人？来这所谓何事啊？沈瑶明知故问道。坐在稍前位置的媒婆闻言，率先开口道：回王妃，今日我们前来是受了两位公子的委托，前来提亲。另一个媒婆点头附和。哦，是那两位公子啊？是冷风公子和冷雨公子。另一个媒婆接话：冷雨公子亦属夏月姑娘已久，所以特派我来提亲。冷风公子也亦属冬雪姑娘已久，今日也特派我来提亲。哦，原来是冷风和冷雨。提亲可以，要看他们的诚意如何了。沈瑶说着，表情严肃几分。第137章，如何分辨两个新娘？坐在稍前的媒婆闻言，拿出一个单子，这是冷风公子给冬雪姑娘的聘礼，王妃请过目。这是冷雨公子给夏月姑娘的聘礼，王妃请过目。沈瑶抬眸，示意侍女给自己拿过来。侍女会意，接过来小心的放到沈瑶跟前。沈瑶随手拿起一张宅子一处聘礼，白银1000两，金银首饰2套，翡翠手镯1对，衣裳鞋子10套，大雁1对。沈瑶点点头，倒是殷实。那是冷雨公子最是务实，他十分看重冬雪姑娘，所以可是连自己的压箱底都拿出来了。王妃娘娘，咱们冷风公子也是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还请您看看。另一个媒婆担心沈瑶不看冷风的单子，壮着胆子提醒。沈瑶闻言，放下手里的单子，拿起一旁的另一张单子。冷风的也是宅子一处，白银1000两，金银首饰1套，衣裳鞋子10套，大雁1对，这后面还个什么？家务全包。媒婆得意的开口：是的，我们冷风公子不舍得冬雪姑娘劳累，所以说要包揽全部的家务。另一个媒婆看到这，连忙开口：王妃娘娘，我们冷雨公子虽然不包揽家务，但是他请了个婆子回来，负责做饭洗衣收拾家务。沈瑶挑了挑眉，这也倒是不错。行了，你们先休息片刻吧，我考虑一下，给你们答复。沈瑶说完，站起身走到陆屏风后面。此时屏风后面的两人耳根子已经通红。沈瑶将两人带到偏厅，这才将单子交给两人。你们自己看看，考虑考虑吧，如是真想嫁，我便给你们一份丰厚的嫁妆。两人各自接过单子，看了一眼。冬雪只是看了一眼，便将单子还给沈瑶。小姐，我与冷风侍卫情投意合，我愿意嫁于他。他脸上满是认真。沈瑶闻言，转头看向夏月。夏月红着脸，不停点头。小姐，我也喜欢冷雨，我想嫁给他。沈瑶确定两人的心意，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便替你们答应下来了。多谢小姐。两人齐齐道谢。沈瑶拿着单子回了前厅。你们这婚事我应下了，若是合适，便让他们寻时间换一下庚帖吧。两个媒婆闻言，皆是欣喜不已。多谢王妃。有赏。王嬷嬷拿出碎银子打赏给了两个媒婆。爱你哥哥媒婆欢欢喜喜的离开了。冷风和冷雨得知沈瑶已经应下这事，顿时欣喜不已。太好了，冷雨，咱们能娶他们了。快准备庚帖，要换庚帖。冷雨一脸淡定的拿出自己的庚帖。冷风一愣，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呀？怎么不知会我一声？冷雨抬眸，现在准备也来得及。对。冷雨慌忙去准备好庚帖后，由着媒婆带去互换了庚帖。庚帖换完，两人又在媒婆的带领下将聘礼拿了过去，然后商定婚期。沈瑶这一次直接安排4人一起商量，都说说吧，是想哪一日成亲？冷风猴急的开口，自然是越快越好。冬雪脸色一红，小姐不着急，先看看哪日有好日子。冷风听到冬雪这么说，也忙改口，对，是得先看到日子。他说着看向一旁的媒婆，两位媒人，劳烦你们帮我们看看最近什么时候有好日子。媒婆闻言，翻起了随身携带的小书。最近宜结亲的日子有7日后、1月后，再有就是半年后了。冷雨闻言，率先开口定下时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定在1月后吧，时间充裕，也来得及准备。夏月，你觉得如何？夏月红着脸点了点头。沈瑶也很是赞同。既然如此，你们就一同定在1月后吧，届时我跟你们王爷抽时间给你们证婚。4人闻言，脸上皆是一喜。多谢王妃，多谢王妃，多谢小姐，多谢小姐。他们本就没了亲人，正愁拜堂成亲的时候高堂上没人呢，眼下自己的主子愿意去，自然是万分欢喜。日子定下来，沈瑶便给4人放了假，让他们安安心心的准备自己的婚礼。很快1月就过去。王嬷嬷，给他们的嫁妆可准备好了？沈瑶想起明日就是几人的成亲之日，再确认一遍。王嬷嬷行了一礼，恭敬道：回小姐，已经准备好了。两人都是白银各1万两，小宅各1套，铺子各1个，金银首饰各10套，衣服鞋子20套，被子布匹生活用品也一应俱全的准备了。
沈瑶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就好，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也不能亏待他们。王嬷嬷笑着开口，小姐，估计全京城都寻不到您这般好的主子，丫鬟成亲，这是又准备银子，又准备房子铺子的。沈瑶摆摆手，既然有，自然要给一点，否则辜负了他们这一份忠心。王嬷嬷笑着应声是。第二日黄昏时分，冷风和冷雨骑着骏马从自己的宅子出发，来了王府。小姐，他们来了。王嬷嬷得到消息，笑意盈盈地走了进来。沈瑶闻言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今日她也很应景，穿了一身暗红色的衣裙。王爷现在何处？在书房呢，现在想必已经赶过来了。沈瑶点了点头。这些日子慕寒一直在钻研大不列颠的各类书籍，从农业到工业，从他们的饮食生活到他们的工作习惯，社会人文风情都逐一了解。由于了解到的东西多，慕寒和沈瑶的话题越发多了起来。两人待在一块，有时候能不知不觉地聊一日，这就导致太入迷，很多事物不能及时处理。所以这日沈瑶为了不耽误事，没有跟慕寒待在一块。很快慕寒就过来了。瑶儿。慕寒看到沈瑶便快步走到其身旁，习惯性地拉起他的小手给他捂热。沈瑶看到慕寒始终这般贴心，眉眼露出笑意。时间正好，我们去前厅吧。好。已经是立冬之后的天气，所以慕寒有些担心沈瑶着凉，找来披风给其披上，这才拥着她往外走。沈瑶注意到慕寒一直把自己当成瓷娃娃般照顾，心里越发开心。很快两人到了前厅，此时两个新娘子也被扶了出来，不过他们都盖着红盖头，分不清谁是谁。冷风和冷雨来到前厅，看到站在前厅的两个新娘，顿时傻眼。两人的身形一般，身高也差不多，乍一眼根本就认不出来谁是谁。王妃，这……冷风挠挠头，一时间无从下手。沈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你们自己的心仪之人，应该是能认出来吧。第138章考验。两人闻言，知晓这是沈瑶在考验自己，开始自己想想办法。冷风运功，一掌挥向两人，掌风呼出去，立马掀起盖头。就在即将要露出盖头里的人儿时，一道掌风吹了过来，将盖头压下。慕寒收起手掌，嘴角微挑。冷风看到这，没了办法。冷雨勾了勾唇，看向自己手上的喜帕，他看了眼两位新娘中间站着的距离，然后将手中的喜帕抛了出去。喜帕扬出去，其中一位新娘子立马伸手接住。冷雨看到这，将手里的喜帕丢给冷风，随后牵起了另外一位新娘。冷风也意识到了冷雨这么做的用意，欢喜地将手里另一条喜帕丢给冷雨，然后牵起了新娘的手。就在要准备拜堂的时候，冷风眉头皱了起来。不对，这不是冬雪的手，冬雪的手掌中间有细细的宝茧，这不是比我的冬雪。冷风迅速推开，皱着眉头看向新娘。此时冷雨夜反应过来，手里牵着的人手掌过于宽大，他迅速将人的手甩开。你不是我的下月。沈瑶看到两人的动作，嘴角勾了起来。哈哈，冷雨确实聪慧，但我没想到冷风还有机灵的时候。慕寒也赞赏地看了一眼冷风，不错，知道长脑子了。冷风看了眼两个新娘，王爷、王妃，这两个到底哪个才是冬雪？沈瑶摇头，都不是。他说着拍了拍手，两个新娘听到拍手声，摘下盖头。顿时两个素未蒙面的普通女子出现在两人眼前。两个女子朝着诸位盈盈一拜，退了下去。两人刚走，众人就听到一声吆喝，新娘子来了。众人闻声齐齐向着门外看去，两位面容姣好的新娘子举着喜扇走了过来。冷风和冷雨看到这，连忙欢喜地上前去牵自己的新娘。吉时已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随着吆喝声停止，新郎新娘出了高堂，两人一对上了各自的马车，马车后面跟着长长的迎亲队伍。四人回了各自的小宅，小宅里各处都张灯结彩。新郎陪完客人，红光满面地推开了喜房的门。冬雪，我回来了。冬雪挡在喜扇后的脸微微地翻红着。冷风轻轻拿下冬雪的喜扇，冬雪，你今日好美好美。冬雪淡淡颔首，你今日也甚是俊朗。冷风轻捧起冬雪的脸，将自己的额头贴在冬雪的额头上。冬雪，终于娶到你了，这辈子我们一刻也不分开。冬雪轻笑，一辈子不分开，难不成整日黏在一起？冷风点了点头，一辈子黏在一起。他无比珍惜地拉着冬雪的手，放在唇边亲了又亲，似乎怎么都亲不够。好了，我们先喝交杯酒。冬雪说着，给两人都倒了一杯酒。好，喝交杯酒。两人喝过交杯酒，便互相看着对方。冷风越看越觉得浑身燥热，他轻轻就把那个冬雪拉到怀里。冬雪，
能否？能否？冬雪没有说话，挥手将幔帐打下，随后一把勾住冷风的脖子，将人拉了下来。温热的唇贴上了有丝丝冰凉的唇。冷风触碰到冬雪的一瞬间，似乎被什么吸引着，动作激烈起来。他主动地捧起冬雪的脸，用力的深吻。随着两个人吻得越来越动情，滑嫩的舌头卷入了口腔中，一时间像是打开了什么阀门。冬雪没想到冷风吻得这般热烈，一时间有些缺氧，脑袋发懵。他甚至能清楚地听见两人深吻时的吮吸声。良久，冷风终于停下了这绵长深入的吻。冬雪得以喘息，捂着胸口轻呼着气。此时他的衣裳凌乱，胸口随着他的呼吸不停地剧烈起伏，春光渐露。冷风看到这，浑身如同被火烧了一般，他将眼前的人儿压住，起了另一轮的攻势。这次的吻越加的毫不客气。吻着吻着，两人似乎都有些不满足，他们互相的拉扯着彼此的衣服，紧紧的将对方搂在怀里。冬雪，可以吗？到了最后一步，冷风一下清醒过来，他沙哑着嗓子轻声询问。冬雪没有回答，将撑着手的冷风拉下来。哼，两人皆是闷哼出声。幔帐摇曳，窗外的月光静静洒在房里。另一边，冷雨会完宾客，便端着一个托盘回了房。门一推开，床上的小人便嗅起了鼻子。冷雨看到这，轻笑出声：“饿坏了吧？快来吃些东西。”夏月鼓起腮帮子，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手里的洗帕走了过去。看到桌上摆满了小食，顿时欢喜不已。哇，好多好吃的，我能吃吗？冷雨伸手刮了刮夏月的鼻子，就是以为你准备的，你不能吃，那谁能吃？夏月有些不好意思的偏开头。冷雨，谢谢你，你考虑的也太周到了。冷雨笑而不语，他将桌上的糕点推到夏月跟前，看着他如小仓鼠般嗷呜嗷呜的进食，看到他噎着，时不时倒水喂到他嘴边。等他吃完，拍拍小手，这才撑着下巴看着他，可吃饱了。第139章，南岭旱灾。夏月舒服地摸了摸小肚子，吃饱了。冷雨闻言站起身，拉着夏月往床边走。吃饱了，该到我吃了。夏月一脸茫然，还有些在桌上呢，你去吃啊。冷雨正色看向夏月，我要吃的不是糕点，而是你。男人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耳边绽开，夏月浑身一颤。冷雨，好痒。冷雨一把将人横抱起来，乖，一会就不痒了。他来到烛台边，将烛台吹灭。冷雨，这样好黑，闭上眼睛，我在呢。衣服的摩擦声响起。冷雨，冷雨俯身堵住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让其无法开口说话。夏月说不了话，小手不停地扒拉冷雨。冷雨感觉到小手在乱动，伸手将其抓住，然后放到头顶，用另一只手压住。他在顺势将人压下，轻柔地吻着少女的嘴唇。他像是在试探般，一开始只在嘴唇浅尝即止，感受到怀里的人在迎合自己，他加重了力道。两人从轻柔的唇吻辗转剧烈，卷入了唇舌的追逐纠缠中。慢慢的，两人呼吸开始加重。冷雨放开了夏月的手，夏月的手主动地攀附到了冷雨的肩上。冷雨看到这，一个翻身，让身下的人儿来到了上面，然后抓着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腰带上。乖，帮我解开。好。夏月开口，发现自己的声音好似变得异常妖媚，连忙捂住嘴巴。冷雨听到夏月的声音，再也忍不住，他轻扯开夏月肩上的衣服，随后在其肩膀轻咬，咬着咬着便一路向下，衣服被褪下，丝丝凉意进入皮肤里，夏月不知觉的颤抖。冷雨见状，连忙掀开被子，将夏月裹了进去。别怕，一会就不冷了。他说着，俯身再次吻了下去。片刻后，夏月感觉不冷了，不但不冷，反而越来越热。冷雨，好热。他动腿想要踢开被子，可腿还没伸出去就被勾了回来。乖，别动。男人的声音异常的低哑，似乎在克制着什么。夏月闻言，一个翻身将人压到了身下。太热了，我能在上面吗？冷雨的面色绯红，额头上满是细汗。好，你在上面。片刻后，夏月就哭着要回去方才的位置。好嘞，冷雨，我想下去。冷雨抓住夏月的小手，一把将人带了下来。不行。房间里传出断断续续的求饶声。九王府，两人依偎着坐在楼顶。慕寒，我没想到我的两个侍女竟然跟你的两个侍卫看对眼了。沈瑶有些感慨，这世界真是奇妙，这说明我们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慕寒轻柔地把弄着沈瑶的秀发。沈瑶将头埋进慕寒胸前，是不是天造地设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是我今生认定的人。慕寒亲吻沈瑶的额头，你也是我今生认定的人。两人相互依偎。下雪了，我们回去吧。
天空飘飘洒洒的落起了白雪。沈瑶伸手接住，发现是一朵朵晶莹剔透的雪花。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是真的有雪花。按理说应该是闰雪兆丰年，可现在才刚立冬，雪就下了，有些快了。慕寒听出了沈瑶的意思，回忆起来，往年下雪都是在11月份，现在不过是10月初就下雪了，怕是明年的天气会多变。沈一眉间闪过思索，不论明年是何年，咱们都先做好准备吧。是要先做好准备，只有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遇事才不会惊慌失措。慕寒第二日就马不停蹄地将消息上报给皇帝，皇帝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当即让国库拨钱，开始着手做准备。这3年来，皇帝一共去了2次大不列颠国，每次回来都会变化不少，也不再注重尊卑之分。往日行的跪拜礼，皇帝从大不列颠回来便免了跪拜礼，推行敬礼。所谓敬礼，就是对人尊敬，发自内心的敬礼，只需鞠躬即可。当然，皇帝刚提出来，一开始大臣们是连连反对的，可往皇帝将大臣派去大不列颠国出使的时候，大臣们也开始渐渐被潜移默化。不过尊卑之分已经根深蒂固，民间仍旧是盛行跪拜之礼。皇帝便听从沈瑶的意见，将这敬礼慢慢的写进了科举教材里，一点点的进入百姓的生活里，就如同尊卑分的封建礼教逐步建立起来这般。当然，皇帝也不知这点变化，知道要与时俱进，知道防患于未然，知道未雨绸缪，知道与海外国家多多交流了。因此，皇帝还主动派出大臣找其他海外国家建交。沈瑶将皇帝的变化都看在眼里，皇帝有为，两夫妇辅佐得更卖力了。一晃又是1月过去，此时积雪已经达1米之后，大宋国四处雪灾严重，幸得皇帝提前做了准备，遇到这种情况才有应对之策。再加上这是一个丰年，几乎所有的百姓囤积有过冬的粮食柴火，所以雪灾并不是很严重。不过雪灾后就不一定了。沈瑶为了防范，不停地收集积雪到空间里，动作太大，慕寒自然是发现了异常。猜着沈瑶可能是在悄悄存雪，慕寒命人将雪全都清除到一大堆，然后又挥退所有人，让沈怡能去将积雪收起来。慕寒的意图很明显，沈瑶自然是发现了，两人都心照不宣的护着彼此，谁也没有去揭穿谁。沈瑶收集了一整个冬天，空间里因为收集回来的雪的缘故，形成了一片汪洋。沈瑶看到这，终于不慌了。次年7月，不好了，王爷，南陵已经旱了1个月，再这样下去，百姓就撑不住了。冷风收到消息，立马过来跟慕寒禀报。慕寒得知消息，立马去告于沈瑶。沈瑶知道自己存的雪是时候派上用场了，便自请去南岭赈灾。好，朕正愁着无人能去解决呢，你们两夫妻一并过去看看吧。臣遵旨。两人坐上马车前往南岭。虽然大不列颠国送了好些汽车，但是由于水泥路还未普及，两人还是选择了坐马车去。冷风、冬雪跟着去，冷雨、夏月则是留下来在京城处理其他事情。历经半个月，两人终于到了岭南。此时街上已经出现了好些乞讨的百姓。第140章出现暴动，两人是一刻也不敢耽搁，立马让人架锅熬粥。南岭的知府赶来的时候，就看到两人正撸着袖子在那里施粥。九王爷、九王妃，下官接驾来迟，还请原谅。慕寒放下勺子，冷声道：百姓都蹲到城门口了，你倒是坐得安稳。南岭知府面露难色：九王爷，您有所不知，知府所有的余粮都拿出来赈灾了，实在是没有粮食了。慕寒挑眉：哦，这灾赈到哪儿了？记录簿拿出来给本王看看。南岭知府闻言，慌忙让人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记录簿。记录簿上确实记录得清清楚楚，赈灾粮食的去向，赈灾营的去向。慕寒看了一眼，丢了回去。南岭知府看到慕寒不追究了，顿时松了口气。王爷，您看我没说谎吧？旱灾一处，我就立马赈灾了，将灾情控制成如今这模样。可我南陵城的百姓历来是最多的，赈灾粮也仅仅能坚持半个月而已，半个月一过，就只能硬生生的挺着了。不过好在，我南岭的百姓终于等到了九王爷和九王妃。沈瑶摆手：行了，先说说现在南岭的情况吧。南岭知府点了点头，恭敬的回答：南岭自出了腊月便没有下过雨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半年有余。这半年百姓们吃的都是存粮，但现在存粮已经见拙，水井也打不出水了，眼下是弹尽粮绝啊。沈瑶闻言，心里有了个大概的了解。那现在南岭水位如何了？南岭知府一脸愁苦：现在往下挖20米，才堪堪有点水，再这样下去，怕是谁也没了。沈瑶听到这，心里有了计量。九王爷、九王妃，我也安排好住处，你们舟车劳顿，先去休息休息吧。慕寒看到沈瑶眉间的确有疲色，微微颔首：带路吧。是。
南岭知府连忙在前面带路，他将慕寒、沈瑶带回了知府府邸，安排了最好的院子给两人。九王爷、九王妃，只是知府府邸做好的院子了，你们先住着，若是哪里有不习惯，尽管吩咐下官去安排。沈瑶看到院子里有一口大井，点了点头，就住这，你下去忙吧。南岭知府闻言，小心退下。两人在房间吃完饭，休息片刻，便商量起来。瑶儿，我觉得是时候修建水渠，将水南北互调了。慕寒说着，拿出一张地图，这是我今日绘制的水渠路线，你看看可不可行？沈瑶接过来一看，微微有些诧异，这是你画的？这地图和大宋以往的地图不一样，这地图上面详细的描绘了每一条里、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水渠、房屋村庄也大致描绘了上去，和大不列颠国德地图有7分相似。我觉得大不列颠的地图很是实用，便照着套用了，如何？慕寒有些期待地看着沈瑶。很好，很清晰，按照你这个图纸，这水渠设置的十分合理。沈瑶毫不吝啬地夸奖道。慕寒闻言，眉眼上染上笑意，如此便好，我回去再精细些，择日就落实下去。沈瑶想到自己还要从空间里面将水调出来，慕寒日日跟在自己身边，肯定是不行的，便开口将人支走。按照这图纸上看，这工程可不小，恐怕要你去仔细盯着，才不会出错。毕竟这节骨眼，若是出错了，恐怕很难办。慕寒自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但是他不想跟沈瑶分开。不急，过2日再看看。然而过2日后，慕寒发现自己不去盯着不行了，因为这些大臣对这些事一知半解，还有大部分人不敢去破坏河道，恐怕惹怒和林之类的。慕寒这次是必须带着军队去守着才行。瑶儿，这次恐怕我不去都不行了。沈瑶自然是支持慕寒去的，毕竟有慕寒在，他做事还得束手束脚的。去吧，刚开始杂事多，定是离不开你的，待稳定下来了，你也就能脱身回来了。末了，沈瑶又补了一句，南岭这边交给我，我在这儿等你回来。慕寒郑重点头，好，那我明日便启程。第2日一早，慕寒便悄悄出发了。沈瑶知道慕寒出发了，也没有声张，两人都很默契的，没有去煽情。慕寒离开后，沈瑶便派人马不停蹄地扩大院子里的水井。起初众人都很疑惑，因为院子里的井水已经枯了，但将井扩大到了10多米宽后，井里突然就溢出了水。哎，有水，有水！井偶棉里面有水了，有水了！知府大人，九王妃的院子里挖出水了，九王妃的院子挖出井水了。这消息一出，立马传到了百姓耳里。民间不知道怎么的，出现了一个流传，说沈瑶是观音转世。沈瑶对此只是一笑置之。这井水可不是突然出现的，是他让人偷偷的牵了根水管到房里，然后自己偷偷的在房里将空间里面的水引到井里，日日夜夜如此，将这些水都分给百姓吧。沈瑶直接弄来许多竹管子，将水引了出去。从此以后，知府门口便多了一口10分大的池子，百姓们都能过来取水喝了，喝水问题暂时解决。不过城里的人能够喝得上水，城外远处的百姓就没办法了。沈瑶又想办法挂了几个蓄水池，将知府的水引了出去。就在喝水问题基本解决的时候，南岭往西突然发生了暴乱。不好了，小姐，南岭西边百姓发生了暴乱。冬雪收到信息，便第一时间过来汇报。暴乱，可查清楚是何原因了？此时沈瑶正在观看从慕寒手里抄印过来的地形图纸，打算自己从南岭这边开挖，这样速度快些。冬雪如实禀告，回小姐，是疫病，岭西出现了疫病，知县一直压着不让这件事露出来，还封锁了好些村子，村民们没东西吃又没水喝，便发生了暴动逃出来。沈瑶一听，眉头直突突。疫病，按理说这灾情还不算严重，死的人也不多，应该不会出现疫病的。走，过去看看。南岭知府也正要去岭西查看，听到沈瑶也要去，顿时吓得脸色惨白。第141章，南蛮搞鬼。王妃，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那可是疫病，您还是不要去了，这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万一染上了可就麻烦了。沈瑶摆摆手，无事，我本就是医者，怕什么疫病？备马车，出发吧。南岭知府还想说什么，被冬雪拦住。你应该知道那医术卓绝的莫神医吧？南岭知府点头，略有耳闻。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王妃就是那莫神医？冬雪微微颔首，转身跟上沈瑶。南岭知府愣了一下，连忙追上几人。一行人花了1日才赶到岭西。到了岭西，南岭知府立马让人将知县给抓了过来，给老子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否则老子现在取你的项上人头！南岭知府也是气急眼了，自己辛辛苦苦的守护着百姓，
可这知县竟然压着这么大的事情不报。知县被吓尿，赶紧将发生疫病的过程说了出来。一开始是从最西边的村子出现的，后面渐渐蔓延过来。询问了一番情况之后，沈瑶决定先进那些村子里看看余下的得了疫病的人。进去一看，发现这些压根就不是疫病，而是中毒。附近村庄有水的村子里都有毒，中了这毒便会全身无力，高烧不退，症状和疫病无二。沈瑶意识到什么，翻开地图，发现岭西和南蛮接壤。也就是说，冬雪，这件事你去调查，看看是不是南蛮人搞的鬼。若真是南蛮人搞的鬼，咱们就直接将他们弄死。沈瑶眼里闪过狠辣。如今大宋拿回来不少武器枪支，要将南蛮打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就看他们想不想了。吩咐冬雪去查了之后，沈瑶便立马马不停蹄的去配置解药。然而解药是配置出来了，但是南岭干旱依旧，却没有草药可熬。沈瑶皱了皱眉，他空间里是有的，但是也只是杯水车薪，只能书信回去让京城那边送来。可京城过来也好半月有余，拖了这半个月，恐怕南陵的百姓群都要遭殃了。就在沈瑶焦头烂额的时候，南岭知府急匆匆的进来汇报，九王妃与幽国的人过来了，也就是自称您的舅舅的沈从礼，他们在边城门外求见，是否要让他们进来？舅舅，沈瑶意识到沈从礼这是来给自己支援来了，他们是不是运送了好些东西？对，南陵知府连忙点头，那速速就把那个他们迎进来，他们应该是给我们运送草药过来的。果不其然，沈从礼运了几十车的草药过来。瑶儿，你看这些够不够？不够我再让人回去了。够了，舅舅，你来得太及时了。沈从礼温和的笑了笑，哼，够了就好。我正好在南岭隔壁的城办事，收到消息，便立马马不停蹄的给你送过来了。沈瑶由衷的感谢舅舅，这次真的多亏你了。沈从礼摆摆手，你也不用谢我。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大王要求的，他想归顺大宋，成为大宋的藩王。什么？沈瑶诧异不已。我们大王也去大不列颠国出使过了，回来后便一蹶不振，想必你也能猜出什么原因。所以他左思右想，最终做下这个决定，成为大宋的藩王。至少我们都是有着黄色皮肤的同种人，而且你们大宋如今在飞速发展。沈从礼说起来也有几分感慨，时代变迁太快，跟不上的国家注定要被淘汰掉。沈瑶无法越权答应，所以也只能让与幽国的大王去跟皇帝谈这件事。我说不上话，不过我可以如实将与幽国这个大人情告诉皇上。沈从礼点点头，这就够了。有了草药，所谓的疫病很快就控制了下来。经过冬雪的奔波，也终于查清楚，这就是南蛮人搞的鬼。该死的，竟然敢在咱们大宋的土地上动手脚，过得不耐烦了。冷风得知是南蛮人搞的鬼，气得恨不得现在就去攻打南蛮。相较于冷风气的发疯，沈瑶就比较淡定了。他先是传信到皇帝那里，得到了皇帝的许可，这才继续安排。冷风，你再给我传信到京城，让冷雨他们将从大不列颠拿回来的那些武器运过来，顺便将那些会用武器了将士们的都派过来。沈瑶安排完，又亲自给慕寒飞哥传书，约好半月后来到南岭。很快，半月之期就到了。慕寒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瑶儿，两人一见面便相拥在一起，思念的滋味在这一刻绽放开，两人恨不得把对方融进彼此的身体里。良久，这才舍得放开对方。好，慕寒，你先休息，休息好，我们商量正事。慕寒直勾勾地盯着沈瑶。好，我先休息。他说着，将沈瑶拉回了房间里。好一顿缠绵，这才心满意足地睡去。第二日，冷雨也带着军队到齐了。冷雨，夏月呢？沈瑶没看到夏月，很是疑惑。冷雨恭敬地回答：回王妃，夏月已有身孕，身体不便，我便没有让她来。沈瑶点了点头，你做得好，孕前3月的确不能奔波劳累。慕寒看到冷雨眉间满是疲惫，挥挥手，好了，下去好好休息吧。明日我们便正式部署，争取早日将南蛮拿下。是，王爷。冷雨弯腰行了一礼，快步离开去休息。接下来的几日，慕寒带着一众将领开始做部署。沈瑶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及时地提出疑问，然后逐渐完善作战计划。3日后，行军队伍整装待发。将士们，这南蛮历年来就屡次侵犯我们大宋，这次更是将手伸到了我们无辜的百姓头上，这定是不能忍的。所以，我们这次一举歼灭。慕寒鼓舞着士气，拿下南蛮，一雪前耻！拿下南蛮，一雪前耻！拿下南蛮，一雪前耻！军队正式出发。第142章，亲自出征。扛着枪的队伍率先走在前面，背着炮的队伍则走在后面一点，在最后的则是拿着长剑的将士。南陵距离南蛮很近，
众人只用了2日就到了南蛮境地的第一个城池。此时，南蛮皇帝早就知晓了大宋要攻过来的消息，早就派南蛮太子调了几10万士兵过来守着。南蛮太子看到慕寒只带着几万人过来，哈哈大笑起来。哈哈，我说你们大宋未免也太自信了些，带了几万人就赶过来攻打我们南蛮，当我们是软柿子不成？慕寒掀了掀眼皮，冷声道：几万人打你们南蛮足够。南蛮太子闻言顿时笑得前俯后仰。我说你们大宋的人难道都旱死来了不成？就这点人？沈瑶没说话，从冷雨手里接过长枪，他扣动扳机的一瞬间，子弹嗖的一声飞了出去。是！南蛮太子身旁的官员眉心出现一点红色，紧接着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南蛮太子颤抖着手探了一下官员的鼻息，死了！足足100米的距离，就这样悄无声息把人弄死了。南蛮太子意识到是沈瑶手里的那黑色小棍搞的鬼，脚底从寒意升起。沈瑶轻笑，呵呵，不好意思太子，打偏了点儿。若是再准一些，您的头可就要嘣的一声爆开了。南蛮太子听到沈瑶的话，下意识将手附在额头上。大宋将士们看到他这惊慌的模样，纷纷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你们瞧，这南蛮太子这就怕了，真怂啊！哈哈！大宋士兵笑得前俯后仰。南蛮太子看到这，顿时恼羞成怒。来人，给我放箭！南蛮士兵闻言，将箭齐射出。嗖嗖，上万支箭从高高的城墙上俯冲而下。慕寒看到这，淡定地抬了抬手，顿时将士们纷纷拿起盾牌，筑起一道坚硬的铜墙铁壁。枪！枪！枪！箭矢射在盾牌上，发出一声声尖锐的声响。南蛮太子看伤不了大宋人分毫，愤恨的一拳打在城墙上。该死！沈瑶戏谑地看着南蛮太子，太子无计可施了吧？现在该到我们了。沈瑶说着，让人架起炮弹，放！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炮弹腾空而起，直直砸向城墙。轰轰！南蛮人被炸得四处逃窜，城墙也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慕寒看到这，感慨万千。瑶儿，还好有你，还好我们与大不列颠建交了，否则这些炮弹用到我们的国家的城墙上，我们国家也很快被毁于一旦。沈瑶将枪放到慕寒手里，也许这都是天注定的，我们大宋会越来越好。南蛮太子被炮弹吓得四处逃窜，根本不敢耽搁，不停地往后退。这怎么回事？他们用的什么武器？恐怖，太恐怖了！南岸太子怕死，当即下令将士顽死抵抗，自己则逃之夭夭，回到皇宫里汇报情况。父皇，您不知道这打动人的武器有多恐怖，只是顷刻间就将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南蛮太子脸上灰头土脸的，显然一路上是一点也不敢耽搁。南蛮皇帝闻言，眉头紧皱，我南蛮太子怎能怂成这样？真是废物！我倒是要看看这大宋人的武器有多厉害。南蛮皇帝说着，便亲自出征。第143章大结局。大宋此时一路长驱直入，没多久就攻下2个城市。南岸皇帝赶到第3个城市的时候，刚好炮声响起，惊得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是什么声音？回皇上，这就是那大宋的炮轰声。快带朕去看看。南蛮皇帝自然不敢正面去看，绕到了侧面去观看局势。看到自己的城墙在大宋面前脆得跟棉花一样，顿时面如死灰。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的城墙，我的城墙啊！看到城墙轰然倒塌，南蛮皇帝顿时心如死灰。大宋接下来一连又破了3个城，这下南蛮皇帝是真的坐不住了。早知道战败之后他就得成阶下囚了，他连忙投降求和。最终南蛮也成了大宋的藩地，南蛮皇帝变成了南蛮王。自此三国合一，大宋更名为宋国。10年后，一个8、9岁小女孩穿着印着卡通图案的衣服，高兴地骑着自行车追赶着前面的男孩。哥哥，等等我！文昭，你快些！母亲说那电视运回来了，今晚咱们就能看电视了。与你还有着9分相似的小男孩飞快地蹬着自行车，眼里满是期待。小女孩看到男孩的身影消失，有些失落。哥哥，你怎么不等我啊？等他再次抬头，发现男孩来到了自己身边。哥哥，妹妹，你上来，我载你。这个让冷鱼和冷柔骑。女孩弯着眉眼。好。他将自行车推到了一旁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跟前。冷鱼哥哥，柔儿姐姐，你们下来，别坐3轮车了，这个车给们骑，我去骑哥哥那个。他说着放下自行车，小跑着到了男孩面前。冷鱼哥哥，你们快些，我们一起
回去看电视。来了！绷着小脸的男孩高声回应。4小只骑着自行车往九王府去，一路上都是平坦的水泥路，街上不时出现与这个时代不相符的几层楼高的房子。母亲，我们回来了。文昭看到沈瑶，便笑着扑进其怀里。沈瑶看着活泼开朗的女孩，脸上尽是温柔。回来了，文斌还有冷瑜、冷柔，他们没回来吗？沈瑶的话音刚落，门口就响起了回答：母亲，我们回来了。沈文斌快步走进来。王妃，我们也回来了。冷瑜带着冷柔走进来，恭敬地给沈瑶躬身行了一礼。沈瑶摆摆手：好了，别每次都在意这些虚礼，快去洗手，我给你们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一会我们看电视。耶，有电视看喽！文昭一蹦一跳，欢快地去洗手，其他几只也紧跟其后。很快，众人便围坐到了一部黑白电视前。沈瑶按动遥控器，黑白电视闪起了白色的屏幕，紧接电视上出现了几个人影。哇，能看电视了！柔儿姐姐，你快看，这个小人上的衣服好漂亮呀！文昭拉着冷柔，不停地嘀嘀咕咕。冷柔也叽叽喳喳的回应：真的爱，好漂亮呀！皇宫，太上皇，这小盒子怎么能装人啊？太上皇，这小人是在里面演的吗？太上皇，那电视里的女人就是大不列颠国的人吗？他们的衣服真凉快啊！皇帝已经退位，现在整日都守在电视前，跟一帮大臣津津有味的看电视。这一听，你们就是看报纸太少，这叫电视，懂吧？这里面的人都是提前拍好的。太上皇一脸神气：瑶儿，昨日我问过了，文昭和文斌很是喜欢弟弟妹妹，咱们再生一个如何？慕寒将沈瑶困在门边，轻声低语。沈瑶将慕寒的手拿开，生这2个兔崽子已经要了老命，你要生自己生。慕寒贴着沈瑶的脸，生一个吧，瑶儿，他们都长大了，不好玩。我像之前一样，每日我都带好不好？你只管生。慕寒循循善诱。沈瑶考虑了一下，觉得也不是不行。好，说好了，你来带。放心吧，瑶儿，我已经有经验了，这次我肯定带的比上次好，绝对不让他闹你。20年后，听说了吗？咱们宋国也有那个长长的车了。你说的是火车吧？对对，你也在报纸上看过。早就看过了，火车飞机我都见过。今年火车通车，明年飞机场就建好了。你怎么知道？我大舅家的小侄子的婶婶的外孙女说的，她就在机场工作，听说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宋国也要有飞机了？可不是，真不敢想啊，咱们有朝一日也能在天上飞，这都得益于九王妃有先见之明。一帮穿着清凉的百姓正兴奋地交谈着，语气中满是骄傲自豪。晚安。